京城一座狭小的出租屋内，罗森猛然地睁开了双眼，粗重地呼吸着，看着周围熟悉的墙壁，他满脸的不可思议。我竟然重生了！是的，他重生了。看着书桌上老旧的笔记本，罗森的双眼变得湿润。万万没想到，老天竟然给了他一次重生的机会。不对，现在是什么时间了？忽然间，罗森好像想到了什么，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找出手机，赫然一看，他竟然回到了全球穿越的10分钟之前。2021年3月1号，距离凌晨穿越还有10分钟。看到这里，罗森的心跳猛然加快。他知道，时间一旦到了凌晨，全世界将迎来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大灾难，无人能幸免。到那时，全球70亿人口将全部穿越到一个由迷雾遮盖的世界，成为一块小土地的领主。那个地方到处都是白雾弥漫，而在白雾里充满了危机和机遇。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活下去。那里没有现代科技，没有现代资源，但可以通过获得图纸建设。准确来说，很类似于他曾经玩的求生游戏，给你一块小领地，不停地探索迷雾，获取资源，时不时的还会爆发危机，威胁领主的生命安全。前世的时候，罗森靠着自己多年的游戏经验，结果运气不好，苟延残喘了几天就一命呜呼。他没有死在危机中，却遇到了别的领主，攻破了他的村庄，把他给虐杀了。罗森到死都不知道那个领主是从哪钻出来的，因为附近的迷雾实在太多了，不探索始终发现不了。既然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那我这一世一定要创造辉煌，建立一个顶级的领地。罗森握了握拳头，暗暗咬牙。他是一个孤儿，无依无靠，在这个世界虽然饿不死，但生活过得也很拘谨，所以对他来说，去哪个世界都一样。尤其是自己经历过一次那种世界，也算是比别人提前了解了世界规则。到时候自己定然可以先知先觉，先人一步。看了看时间，距离凌晨还有3分钟。不过就在这个时候，罗森的脑海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冷漠的声音，把罗森吓了一跳。叮！检测到合适宿主，系统绑定中。叮！系统绑定完毕，恭喜宿主获得100倍增幅。系统？我竟然在穿越前绑定了系统！罗森一阵懵逼，震惊的激动无比。有了系统，绝对能让他过得更舒服。我上一世穿越的时候没有绑定系统，会不会被人提前绑定了？而这一世没有被人提前绑定，才让我得到系统的。罗森疑惑了一下，但很快就抛到了脑后。不管怎么样，能够重来就已经是天大的机遇了。罗森稳定了一下心神，在脑海里道：系统，你说我获得100倍增幅是什么意思？叮！回答宿主，100倍增幅顾名思义就是宿主在得到奖励的时候会产生100倍的增幅。擦，这么厉害！罗森又是一阵激动。要真的按照系统这么来说，那去了那个领主世界后，他要是砍一棵树，经过100倍增幅，岂不是就能得到100棵了？在那个领主世界里，所有的基础资源基本都离不开砍树挖矿，这可太牛逼了！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世界也进入到了1分钟倒计时。反正穿越过去，什么东西都无法带过去，也没什么好准备的。罗森穿着裤衩子，也懒得换衣服。他扫视了一圈生活了多年的出租屋，最终摸出了一盒烟，悄然给自己点上一根。就让我最后品尝一下这个世界的东西吧。猛吸了一口烟后，手机上的时间就立刻跳转到了凌晨0点。罗森的双眼顿时一黑，就失去了意识。当罗森再次睁开眼时，已经身处一个茅草屋内。茅草屋很小，只有一张木床和一个工具台，而他则穿着一身用树叶做成的简单围裙，遮住了紧要部位，和上一世一样。所以罗森一点都不慌张。他看向木床，眼前顿时冒出了几个字：一张简陋的木床，可以供你休息，耐久度100。再看向工具台，永不损坏的万能工具台，凑齐材料后可以在上面制作任何东西，耐久度100。还是熟悉的配方和熟悉的耐久度，一切都是那么一成不变。在工具台上放着一把木斧头和一本羊皮书籍，是他的初始物资。木斧，你可以用它砍树，耐久度100。领主新手指南，可以救命的书籍。罗森没有去拿书籍，因为上一世他已经看过了。虽然上一世只在这个世界活了几天，但也了解到很多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首先，这个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可以靠武力征服的世界。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充满了魔幻色彩。这个世界里，除了他们这群来自地球的领主，还有很多当地的土著。而且，这里的野兽有些强大的类别，他曾经亲眼看到一只黑猩猩撕裂猛虎的一幕，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获得实力的机会。领主可以通过信仰之力获得强大的实力，也可以通过外物来获取，比如魔晶或者是妖兽的魔核。而这本领主指南
是他们了解这个世界的唯一信息和交流途径。书籍的第一页全是废话，只是告诉你来到了真实的求生世界，而外面的世界很危险之类的话，还有就是该怎么保护自己的说明。第2页是聊天页面，分为世界聊天频道、区域聊天频道和附近人聊天频道。除了附近人，其他频道都有发言次数，对它暂时没用。第3页是交易商城，打开后可以进行交易。不过大家都是同时进来的，估计连书籍第2页都没有看到，所以上面定然没有东西交易。就算有，罗森也没东西换。第4页则是储存背包，用于储存东西。这本书籍就这么多内容，不过这本书籍是和领主绑定在一起的，无法丢弃，也无法销毁。罗森当即就展开了自己的属性页面。第2章，牛逼的系统奖励。这个页面每个领主都有，上面写着自己的属性信息。领主罗森，境界普通人，领地居民1位，领地等级村级，装备简陋的茅草衣。果然还是老样子。罗森没感到惊喜，也没有意外，于是起身拿过书籍和斧头。当书籍入手的一瞬间，在罗森的意念下就融入到了他的手掌，成为了一道纹身。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召唤出来，很是方便。一把粗劣的木斧头，不过好在是领主求生，而不是个人求生，以后领民变多就能享受生活了。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院子里的场景，在这座小院子里，除了茅屋，还有一个茅草招募所。招募所，顾名思义，招募所就是招募领民的地方，也是初始物资。每个领主都有一个招募所，每天会自动招募一个领民，为领主效力。而领民就是信仰之力的唯一来源，它可以让领主自身变得更强大。当领民达到100位的时候，领主就会由普通人晋升为一名武者。当然，武者只是实力的一种划分，其实也没有多强，就相当于前世的顶级运动员而已。也就是说，只要领民越多，领主的境界就会越高。如果不想要那么多领民，也可以通过外物来增强自身体质，只是速度比较慢而已。罗森知道，他的第一个领民将在天黑的时候出现，为他效力。不过黑夜中危机四伏，他必须要在天黑前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才行。至于什么事情有价值，自然是砍树。因为他只有一把木斧，所以也只能砍树。砍树可以得到木材，也会掉落水果。水果可以充饥解渴，木材可以制作工具，修缮领地。而白雾弥漫的荒野充满了危机，进去寻找食物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在前世就有不少人进入迷雾寻找食物，被猛兽给咬死了。每个领主的领地都有3天保护期，也就是说3天内领地中是绝对安全的，但3天后可就不安全了。在3天后，任何路过的野兽都有可能攻击你的领地，伤害领民。领地设施越全面越强大，则领地内就越安全。初始领地的围墙是篱笆做成的，别说猛兽了，哪怕是随随便便一个弱女子都能把墙踢歪。所以罗森的第一个目标是砍树，得到食物，因为砍树是最容易掉落苹果的。初始的领地什么都没有，唯有自己寻找资源才行。等以后领民们多了，领主的压力也就可以放下来了。拿着木斧，罗森走出了茅草屋。院子不大不小，每个人都一样，都是100乘以100米的领地范围。当然，领地虽然是100乘以100米，可是范围却是1000乘以1000米。也就是说，包括领地在内的1000乘以1000米的区域是可见的，而超出这个区域则是重重迷雾。在迷雾里，有本地的土著，也有猛兽和怪物，也或许什么都没有。当人走进迷雾的时候，谁都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唯有驱散迷雾才能知道。而本地的生物的眼睛是不会被迷雾给遮挡的，他们能看穿迷雾。所以领主们的处境很不好，因为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不过领主们也不是没有优势，那就是制作台，可以制作任何东西，只要找齐材料，什么东西都能在制作台上制作。至于外面的这些迷雾，都是以1000乘以1000米为一个区域划分的。想要驱散迷雾，必须探索超过区域20%的地方，也就是进入迷雾后，直线行走200米以上的距离，才能彻底驱散迷雾。依靠着前世的记忆，罗森清晰地记得自己领地周围的8个方位内有什么东西，全是森林。对，8个方向全部都是森林。哪怕前世经历了几天的探索，也只探索了屈指可数的几块地方，更不用说出森林之外了。记忆中，这8个方向最前方是一处小溪，经常有野兽去饮水，而右侧生活着2头狗熊，其他的则只生活着一些小野兽，如兔子、野鸡之类的，没有什么危险。剩下的基本都是树林和矿石林了。不过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是树还是矿石都是资源，因为领主可以用制作台把木材和矿石变成武器设施，当然还是需要领主开采过后才行。就算罗森了解到周围都有什么，
但也不敢轻易过去，因为谁也不能保证野兽不会串门，土著不会打猎，而且除了这些，还有可怕的兽人一族。兽人顾名思义，就是人类和野兽结合留下的后代，在人类中有着极其低下的地位，不被人类所待见。而对于穿越过来的领主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尤其是没有驱散迷雾、可见度极其低下的时候，危险更是一触即发。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在领地周围的可是区域开采资源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罗森也没有去探索迷雾的想法，3天保护期可不是让你溜着玩的。他要在3天内建起一个有防御性的村庄，囤下一部分食物，保证自己能够暂时生存后，才能考虑下一步动作。因为夜晚来临后，野外更加危险，有些凶猛的野兽就喜欢在晚上出现。没有外衣的野外还是有点冷。罗森拿着木斧头准备跨出领地，但就在这时，脑海里忽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检测到宿主过于频繁，特赠送新手大礼包一份，是否领取？正是刚刚得到的金手指在说话。罗森连忙点头道：领取。他带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想知道新手大礼包是什么。这种求生世界，一步领先便会步步领先，所以对于奖励，没有人会不喜欢。叮！新手大礼包领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金斧子一把，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招募所一座。奖励在罗森面前一闪而过，金斧子掉在了他的面前。原本的领民招募所边上又多了一座类似的招募所，神级招募所。罗森看向神级招募所，眼前顿时就出现了招募所的信息。神级招募所每7天招募一位华夏武将，正在招募中。这就是金手指吗？太厉害了，不知道能招募到哪位武将。罗森双眼放光。第3章，物资爆满。华夏武将再怎么差劲，也比领民强吧？要是武艺非凡的话，在这个举步维艰的地方肯定会容易得多。再看向初始的领民招募所，领民招募所每天招募一位原始领民，正在招募中。感觉没有神级招募所有特点，不过唯一的优点就是每天可以招募一个领民。看完后，罗森又把目光放到面前的金斧子上。金斧子，斧刃锋利，能加快你的伐树速度，永不损坏。系统给的2个都是好东西。罗森满意的丢下了木斧子，捡起了金斧子。金斧子入手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尤其是斧刃锋利无比，还没有耐久，用了不用修，简直不要太爽。上一世混了不到10天都没有找到制作金斧子的金矿，如今开局就有了，将为他大大加快采集资源的时间。比起木斧子来说，金斧子砍树用不了多久，而且面对一些小型的野兽也有一战之力。时间是下午，罗森大步走出了院子，来到了领地之外。领地外是密密麻麻的树林和草地，他看向一棵大树，大树的资料便出现在眼前。一棵苹果树随机掉落资源。他看向茅草，一堆茅草，虽然只有名字，但罗森却深深知道，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不同的用途。比如茅草就有用，茅草加茅草可以合成纤维，纤维加纤维可以合成麻布，麻布加麻布可以做成衣服，麻布加图纸可以做成高级衣服。于是罗森二话没说，弯腰就捡起了一堆茅草。叮！检测到宿主采集了一堆茅草，触发100倍增幅，已增幅到100堆茅草。脑海里响起系统的声音后，罗森面前就出现了100堆茅草。我擦，100倍增幅果然牛逼。罗森一挥手就把茅草全部收进了背包里。新手指南上的空间背包只有20个格子，无论东西大小都能放，但每一个格子只能放100个东西，所以光是茅草，罗森就占据了一整个格子。继续采集，罗森又采集了一堆茅草，背包里便拥有了200堆茅草了。还有18个格子，还是用来装别的物资吧。罗森没有犹豫，放弃了茅草采集，继而选择了砍树。茅草随处可见，虽然采集起来不浪费时间，但他没必要浪费背包空间。而砍树才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因为它可以掉落食物。于是罗森来到一棵树下，双手握着金斧子，对着树干狠狠地劈了下去。但就在劈下去的一瞬间，罗森感觉整个身体猛地多出了无数的力气，让他感觉整个人好像吃了激素一样。而这种感觉正是武器带来的攻击力加持。砰！大树的躯干当场裂开一个大豁口。擦！好锋利啊！罗森吓得差点没蹦起来。本以为金斧子很锋利，没想到却如此锋利，一斧子下去就砍出了一个大豁口。和木斧子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因为木斧子要砍几十下才能砍断一棵树，而金斧子估计也就是2下。想到这里，罗森又是一斧子砍下去。砰！女人腰粗的大树应声而倒，而在大树倒地的时候，便当即爆炸开来，自动削成了3块大木块。啪嗒！
在木块旁边还掉下了一颗苹果。不得不说，罗森的运气还是蛮好的，第一棵树就掉落苹果了。不过还没等罗森高兴完，脑海里就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100倍增幅成功。声音响起后，地上的木材当场就变了，3块木材当场就变成了3堆，每堆100块，一共300块，而一颗苹果也变成了100颗苹果。看着地上增幅后的资源，罗森的内心受到了强大的刺激。乖乖，开挂原来这么爽！要是以前这一堆资源没有1-2天的功夫，绝对砍不了这么多木材和苹果。呼，罗森长出一口气，从激动的心情中恢复过来，便把目光放到了下一棵树上。物资，我来了！砰砰，又是2斧子下去，一棵苹果树当即爆炸，爆出的物资又堆满了大地。木材 x300， 树叶 x100， 苹果星号100。砰砰，没一会，罗森的背包就装满了物资。此时天还没黑，清点了一下物资，罗森发现光是木材就收集到了1400块，还有苹果更是收集到了300颗，另外还收集到了树叶100，刚好20个格子全部占满。要是放在以前，现在这个时间最多砍2-3棵树而已。想想其他的领主正累死累活的砍第1棵或者第2棵树，而自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罗森就忍不住笑出了声。时间还早，先把东西放回家，一会去找点其他东西。罗森看了看天色，距离天黑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于是便匆匆回领地去了。回到领地，他一股脑把所有东西全都堆在了院子中，一座由木材、茅草、苹果堆积而成的大山拔地而起，占满了他小半个院子。要是让别的领主看见，绝对会震惊的大吃一惊。放好东西后，罗森就再次离开了领地，压根没有时间去看聊天记录，看别人过得怎么样。罗森想着天黑前多搜集物资，快速发展领地。毕竟保护期只有3天，3天后领地将不再安全，而且3天后还会开启天下大事，到时候更是争分夺秒的抢机遇了，从而彻底拉开和别的领主的差距。要不然靠着这样缓慢发展，很难发现好的物资，只能躲在角落苟延残喘，哪怕遇到本地土著，都会只剩下一个死字。这个世界里苟延残喘可没有话语权，当遇到别的领主的时候，连自己的生死都做不了主。走出领地后，罗森没有向深处探索，而是沿着领地周围搜寻。当然树还是要砍的，只是罗森不想浪费时间，就一边搜寻比较粗的树，一边寻找有没有别的资源。粗的苹果树掉落的木材和东西也比较多，所以罗森就挑粗的砍，反正多砍一下就能砍断。砰砰砰，木材 x500， 苹果 x200， 叶子 x100。第4章，第一个穿衣服的领主。宿主采集了1颗草莓，增幅到100颗草莓。宿主采集了1株野生小麦，增幅100株野生小麦。随着时间流逝，天色逐渐暗淡了起来。罗森的背包再次装满，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宝箱。在这个世界，除了砍树找资源，宝箱也是重要的资源之一，因为宝箱里可以开出来很多好东西。宝箱分为木宝箱、石宝箱、铁宝箱、银宝箱、金宝箱、水晶宝箱和七彩宝箱。而且宝箱里可以开出食物、石头、木材、图纸、武器、卷轴等等好东西，甚至这些宝箱里还能开出前世的东西，比如丝袜、女士内衣、卫生巾这些恶趣味的东西。罗森甚至觉得往宝箱里放东西的那人是一个变态。摇了摇头，罗森无奈地准备返回领地。宝箱很稀少，在领地周围找不到也属于正常。对比与其他正在挨饿砍树的领主，自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虽然没有肉，但也能吃饱。罗森快步向着领地走去，但就在这时，森林深处忽然传来一阵狼嚎声，把罗森吓得猛地打了个激灵。嗷呜！果然猛兽也会串门。罗森看了一眼狼嚎传来的方向，正是那块只有小动物生活的地方。那里原本是没有狼的，估计狼也是找食物找到了那里。还好自己没有自信心爆棚，硬着头皮去搜寻，要不然遇到狼群绝对完犊子。想到这里，罗森的脚步加快，但碰巧不巧的，他一个不注意竟然被绊了一下，差点没摔一个狗吃屎。好在是砍树锻炼了他的平衡，让他及时稳住了身子。马德，该不会是石头吧？那就变成我的资源吧。罗森气冲冲地回过头，当即掏出了金斧子，但猛然间，一个木质的宝箱映入了他的眼帘，让他整个人为之一顿。擦，竟然是宝箱！罗森顿时感觉兴奋极了。宝箱可比石头值钱多了，虽然这里的石头也很少，但慢慢搜寻总会发现的。宝箱可就是稀少的东西了。罗森快步走到宝箱面前，直接一斧子砸在了宝箱上面，宝箱顿时爆裂开来，
而宝箱内的东西也当场就爆了出来，散落在地上。石块 x2， 木材 x2， 胡萝卜 x1。宝箱内一共3种东西。当罗森看到这3样东西时，感到一阵失望。果然低级宝箱内没有好东西，不过好在没有开出来卫生巾之类的。开完后，百倍增幅也出动了，资源立刻发生了变化。石块 x200， 木材 x200， 胡萝卜星号100。看到资源有几个变成几百个，罗森也算是满意了一些。只是他的背包好像装不下了。想到这里，罗森四处观望了一下，并没有发现什么人，于是便匆匆赶回领地，把背包清空，而后又赶回来收集资源。此刻天色已经黑了，好在宝箱的地方距离领地只有几百米。嗷呜！狼嚎再次传来，天色又暗淡了几分。罗森看了一眼天色，收起资源便往回赶。此时的院子已经充满了木材，都是罗森今天砍树砍出来的。回到院子里后，罗森便开始清点资源。木材2200块，苹果500颗，胡萝卜100根，草莓200颗，小麦种子200株，叶子500片，石块400块，茅草600堆，堆积如山的物资无比壮观。这些物资要是放到以前，最快也要干半个礼拜才能搜集出来，而且还不算消耗的。如今半天就得到了这么多，不得不赞叹系统的强大。凉风吹过，院子里的罗森打了一个冷战。罗森到目前为止还穿着树叶编织成的围裙，制作衣服好像有蓝图，不需要图纸，先制作点衣服穿吧。罗森收起茅草，来到茅草屋里的制作台。制作台上有几十种蓝图，基本都是基础设施，而这些有蓝图的东西制作是不需要图纸的，没有蓝图的东西必须要找到图纸才能制作出来。点开衣服蓝图，便出现了制作所需物品。粗糙的裤子，麻布3、0张，这代表着制作裤子需要3张麻布，而它有0张。在后面还有一个一键合成按钮，代表着只要领主按下按钮便会自动合成制作。只是罗森可没有麻布，他只有茅草。点开麻布，制作台上的页面随之一转，变成了麻布制作页面。麻布石林纤维，再点开纤维，又跳转到了纤维制作页面。茅草10-500堆茅草。罗森拿出新手指南，把它放到了制作台上。顿时间，新手指南上的空间背包和制作台便相通了。纤维10%，可以制作出50张纤维。罗森点击一键合成，选择了全部合成。顿时间，空间背包里的500茅草就消耗一空了，其他的则变成了50纤维。继续合成纤维，50纤维变成了5张麻布。合成裤子，麻布消耗3张。罗森点击了一下，一条粗糙的麻布裤子出现在了空间背包中。制作上衣需要2张麻布，刚好还剩下2张。当即罗森就又制作了一件上衣。说是上衣，其实就是那种短袖 T 恤，麻布面料的那种。放到以前都市里，只有捡破烂的才会穿。不过现在能穿上麻布衣服的，绝对是厉害的人物。罗森迫不及待地取出来衣服，飞速扯下树叶衣服给自己换上。呼，久违的暖和，就是还差一双草鞋，再去取点茅草做一双草鞋吧。罗森舒服地出了口气，准备去院子里把剩下的茅草取过来。但忽然间他看到了地上的茅草，是刚才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的。罗森眼前一亮，这不就是茅草吗？应该够制作鞋子。想到这里，罗森打开鞋子蓝图，发现果然只有2堆茅草，而他刚才扯下来的正好够。于是罗森又制作了一双茅草鞋子。自此一身装备算是弄好了，不用光着脚踩地的感觉真好，就是踩了一天的土地，脚已经灰不溜秋了。看着自己的鞋子，罗森敢肯定自己绝对是所有领主中第一个穿上衣服的领主。哪怕外面遍地是茅草，但要没有100倍增幅，光是做一条裤子就需要300堆茅草，估计都要采集一整天。第005章升级围墙，遇到仇人。在保护期间，没有人会把时间浪费在采集茅草的上面。罗森坐在木板床上沉思了一下，他起身缓缓走出房间，把院子里的木头全部装进了背包后，又返回了茅屋，召唤领主面板。罗森的意念一动，面前顿时就出现了领主面板，上面写着他的个人及领地信息。领主罗森，境界普通人，领地人数2位，领地等级村级，简单的个人信息。当罗森看到领地人数变成2个的时候，微微一愣，连忙打开了茅草门。果不其然，罗森看到了一个光秃秃的男人。那男人老实巴交的站在门口，看到罗森的出现，连忙跪在了地上，恭敬道：“草民拜见领主大人。”虽然有过一次经验，但看着男人光着的样子，罗森还是感到一阵辣眼睛。居民1，无名，领主不赐名，
24个小时后，居民自动起名。性别男，技能领名，忠诚度80，忠诚度低于50，领名会进行叛变。起来吧，你就叫黑子好了。这些茅草你拿去先围在身上。罗森点了点头，给他起了个名，然后指了指院子里的茅草道：“你自己先用茅草做个遮羞布，等明天我再给你衣服。”黑子谢谢领主大人。黑子双手放在前面，悄悄地拿过2堆茅草，蹲在那里摆弄着。弄着弄着，黑子的忠诚度就增加了，由80点忠诚度增加了5点，变成了85。或许是因为自己的恩惠，毕竟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领民也是人，要是对他不好，人家分分钟就会叛变。上一世领民造反的事情可没少发生。想到这里，罗森又嘱咐了一句：“黑子，院子里的食物你可以随便吃，但你晚上一定要提高警惕，别让贼人偷偷溜进来偷了我们的东西。”黑子立刻认真道：“领主大人放心，领民一定誓死守卫领地。”罗森满意的点了点头，便又转身回屋里了。木材被他装进了背包里，院子里只剩下水果和树叶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不多，但茅屋可放不下，还是先建造围墙吧，万一3天后有危险，也有地方避难。罗森没有思索，直接来到了工具台。木墙52020木材，耐久度200，3×1米。算了一下自己的领地范围，罗森当即就制作了400块木墙和1扇大木门。这些东西用掉了他今天所有的木材，可想而知，修缮领地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工程。要是没有100倍增幅，光是升级一下围墙都要干好几天。带着制作好的木门和木墙，罗森又来到了院子里。黑子此时还没有休息，他用茅草围成了简易的东西，绑在身上充当衣服，尤其是他的眼睛在黑夜里格外的闪亮，疑惑地看着城主大人顺着篱笆墙走来走去。替换，罗森把制作好的木墙替换到篱笆墙的位置，顿时间，一块厚30公分、高3米、宽1米的木墙就矗立在了原位。木墙插在泥土里，无比结实。随着罗森的走动，很快就把所有的篱笆墙都换成了木墙。等罗森忙完后，一处崭新的高大木墙组成的院子赫然出现，看起来充满了安全感。忙完这些，时间已经到了半夜，罗森也有些累了，尤其是吃的全都是苹果和草莓。其他的事情明天再干吧，明天一定要抓些动物来吃肉，不然这样顶不了几天。罗森收起一部分资源放到系统背包里后，就转身回到了领主府，也就是那个小茅屋。今夜是众多领主到来的第一夜，对于众多领主来说，绝对是个难忘之夜。罗森准备看看众人过得怎么样，发展到了哪一步，顺便看看有没有值得交易的东西。打开领主求生指南，翻到第2页的聊天页面，世界频道依旧刷新的很快，看的人应接不暇。罗森选择了区域频道观看，频道一打开，页面上就充满了其他领主的聊天信息。我好饿啊，有没有好心人给我一口吃的？我愿意用1块木材换1颗苹果。1块木材换苹果，天啊噜，砍1棵苹果树都不一定会掉落1颗苹果，我们自己都不够吃的呢。拿点值钱的东西来换吧。谁有水？天啊，我快渴死了，掉落的苹果根本不够解渴的，我愿意用1把木斧子换1个苹果。谁能救救我？我砍树的时候被一条蛇咬了，现在感觉浑身发麻，我是不是要死了啊？救命啊！谁有衣服？能给我1套，给点茅草也行，我会记得你的好的，我是女明星清雅。区域聊天框里，每个人的发言记录后面都有本人的头像和名字。罗森躺在床上一条条的看着，尤其是这个叫清雅的，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力。不过在真实的生死危机关头，可没有人会在乎一个明星的生死，哪怕她真的很漂亮。罗森继续往下看，寻找有用的信息。1张低级鞋子图纸换3个苹果，有没有人交易？我换。私聊，死领民换苹果，有水更好，交易的私聊。我擦，你该不会把你的领民杀了吧？马德，还有没有人性啊？虽然是领民，但也是活生生的人啊！大家别误会，我的领民是被外面的骷髅打死的，反正也活不过来了，愿意交易的私聊。看到这几条消息，罗森只感觉背脊发凉。在生死面前，所有人性的丑陋都暴露了出来，而往往这种心狠手辣的人，一旦生存下来，对周围的领主来说，绝对是个大危险。罗森特别注意了一下这个人的头像，他猛然发现，竟然有点眼熟。仔细一想，这不就是上一世攻破了他领地的那个领主吗？第6章，买了个女领民。操，原来是你！19金，前世仇今生报，上一世你把我虐杀，这一世我要先弄死你。罗森咬牙切齿，暗暗发誓，记住了他的名字。不过现在大家都隐藏在迷雾中，暂时也不会发生什么冲突。把这个人记在心里后，罗森打开了交易商城。全球70亿人，有能力的人不在少数。
人中龙凤更是数不尽数。在前世那些人都能做到集团大佬，一国之将可不是闹着玩的。前世那么牛逼，来到这个世界说不定同样牛逼。哪怕有系统加持，罗森也不敢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强。打开交易商城后，看着交易商城里挂着的物品，着实让罗森感到了那群人的厉害之处。男性领名，换50颗苹果或者铁斧子图纸；女性领名，换肉类食物，可私聊。看到最上面的2个商品，罗森的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擦，这么早就有人开始卖领名了？罗森有些不可置信，但眼前的一切都在提醒他，这都是真的。前世虽然也有卖领名的情况，但没有人会在第一天出手。毕竟领名可是帮助自己干活的宝贵资源。虽然每天都会招募一位，但领名越多就会产生越多的信仰之力，领主就会更强大。罗森不知道这些人是脑子被驴踢了，还是有什么高端的规划，反正他看不懂。想了一下，罗森便直接点击了一下男性领名后面的交易2个字，往交易空间放了50颗苹果，点击确认。没过几秒钟，页面顿时就变成了交易成功字样。提示：领名交易后，领名会从招募所中出来。交易成功，页面自动跳转。罗森按捺不住，透过窗户看了一眼院子，果其不然，招募所中又走出了一位领名，同样光溜溜的，连茅草衣都没有。罗森有了2位领名，而且在那个领名出现后，罗森明显感觉到体内多了一股热气，好像身上的力气也增加了一些。感受到了身体的改变，罗森打开了领主面板。领主罗森，境界普通人，领地居民3位 X， 产生信仰之力2，领地等级村级。看到信仰之力出现了，罗森就放下了心，继续打开交易商城。还有一个人在卖领名，只是他要求换取食物。罗森点开他的头像，给他发送了私聊信息：你好，请问可用别的东西换你的领名吗？什么东西？很快那位女领主就回复了信息，应该是一直守在聊天频道。苹果、草莓、木块、石头之类的资源可以给的比别人多。罗森发出了一串文字，这里是他目前剩下的所有资源种类。其实用领名换这些低级资源很不划算，因为这些东西野外到处都是，只是采集起来费时间费力气。果不其然，女领主没有同意。我只想要肉吃，或者穿的也行。穿的？忽然间罗森灵光一闪，问道：麻布裤子要不？我刚好有一条麻布裤子，穿上能保暖。你竟然有裤子？女领主有些吃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光着是无比羞耻的，有一条裤子穿，绝对值得换取任何东西。他激动地连续发了几条信息。裤子可以，不过苹果和草莓我也要。苹果要10个，草莓也要10个。当然可以，我这就去商城。看到女领主的回答，罗森简直笑开了花。虽然食物很稀缺，但相比图纸，还是图纸更有价值。不过求生面前，当然是活下去后才有心思考虑别的。罗森当即回到商城，脱下了裤子，顿时间他就又变回了光丢丢的样子。他把裤子以及苹果、草莓都放到商城，开始了交易。交易成功，罗森的领名从3个变成了4个。当然，他虽然是领主，但也属于领地居民，所以也算一个。只是等了片刻，罗森发现院子里始终只有2个男领名，不见女领名走出来。但看了看交易记录，分明是交易成功了呀。哦对了，估计是光着不好意思出来。想到这里，罗森又打开了交易商城，在上面搜索了一下麻布，没有找到关于麻布的任何信息，应该是还没有人出售。毕竟采集茅草浪费时间，好不容易合成了衣服，可没人舍得卖。想到这里，罗森直接搜索了茅草，下面顿时就跳出一排茅草交易信息：茅草 X10 换取1个苹果，茅草 X15 换取2个苹果或者1个西瓜，茅草 X5 换取吃的，什么吃的都行。茅草 X20， 求求好心人给我点食物吧，我好饿啊。茅草信息上全都是少量的茅草，而且基本全都是换取食物的。毕竟砍一棵树累死累活，也不是100%掉落苹果。食物始终是众人遇到的难题。罗森看到一个交易栏里备注好饿的那个人，正是一个叫做清雅的明星，于是感到一阵无语。他记得这个明星刚才在区域聊天里好像说过，还想要裤子。罗森对此感到真无语，刚才还想要衣服穿呢，现在就好饿了。果然是明星，连自己都照顾不全。现在不要裤子了吧，开始卖茅草了吧？看来明星的生活也很窘迫呀。罗森选择了清雅的明星，点开了交易空间，放入了2个苹果。刚刚点击确认，画面就顿时跳转了一下，交易成功。速度快的连罗森都没有反应过来。擦，不会是疯了吧？罗森一阵无语。不过别人的生死和他可没有关系，罗森也不想在乎。
于是就随手收起了领主指南，拿出一些茅草放在床上，充当床垫，要不睡觉睡不安稳。然后又用其他的茅草搞了一些简易的遮羞衣。咯吱，刚推开房门，2个守在资源处的领民就连忙跪在地上，表示敬意。领主大人。第7章生产果汁。资源堆放的地方很多都是石块，堆成了一个小山。罗森拿出一份茅草给其中一个领民围在腰上，而后又走进了招募所。这是他第一次进招募所，里面无比黑暗，看起来像个黑洞，走进去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罗森知道那个女领民在里面，可能是因为没有衣服不好意思走出来，毕竟这种事情他以前也见到过。于是他把剩余的茅草放到了门口处，方便招募的人用于遮羞。站在招募所门口，很快门房就打开了一条缝隙，探出了一条雪白的小手，小手抓着茅草就又缩了进去。没一会，招募所的门就打开了，一个皮肤雪白的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她长发飘飘，2处都围上了茅草，是一个精致的女子，放在前世那也是窈窕淑女般的存在。而且罗森总觉得她长得很像一个倭国女星，叫北野什么来着，真的特别像。尤其是那张精致的小脸和那些尖下巴的女网红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别提有多端庄了。拜见领主大人。他赤着脚跪在罗森脚下，无比恭敬。凹凸有致的身材让人移不开眼睛。居民2，无名，24小时后自动取名。性别女。技能领民。备注：柔弱的女子，可用于内务，也可以稍加训练用于转职。也就是说，女领民的力量不足以干重活，只能在领地干点杂活，就是忠诚度低了点。估计那个女领主让她干了一些女人干不了的活，导致的忠诚度下降。不过也没关系，在我这里忠诚度很快就能回来。罗森看着她一阵兴奋，不管如何，领地里多出一个女人也算是为枯燥的生活增加一点调味剂，于是点了点头道：你的名字叫做北野望。北野望谢主人赐名。北野望无比恭敬。时间已经到了后半夜，罗森着实很累了，他把3个领民全部安排到石头堆积处休息，顺便守护资源，而后道：你们是我的领民，我会为你们负责的。今天就先委屈你们在外面守护资源，明天我会为你们搭建属于自己的房子。另外，领地内还没有水，这些苹果和草莓你们可以随便吃，用于充饥解渴。听到罗森的保证，3个领民全都无比兴奋。领民能够生活在领地已经是领主的恩赐，还要给他们建房子，足以让他们无比激动。所以这一刻，3个领民的忠诚度再次提升了。黑子好了的忠诚度提升到了90，领民2的忠诚度到了85，而北野望的忠诚度也由60提升到了70。一句话就带来这样的效果，可见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回到房间，罗森也没有精力去翻弄领主指南了，毕竟劳累了这么久，他已经精疲力尽。躺在床上，罗森很快就沉沉的睡去了。当罗森再次醒来，阳光已经透过窗户照射进了茅屋，习惯性的打开领主指南，第一眼就看到了有人在私聊他。点开私聊信息一看，原来是昨晚那个叫做清雅的女人，给他发了很多条私聊信息。在吗？在吗？大哥在吗？谢谢大哥的苹果，大哥还有没有多余的苹果？再给我一个啊，我饿得睡不着。大哥，我能当你的小妹吗？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我只想要点吃的，只要不是很过分。我不挑食，我还是女明星，以后我招募的领民全都给你，我叫你哥哥，你罩着我好不好？求求你了。看着一连串的消息，罗森一脸懵逼，交易一次就变成这样了。虽然看起来很可怜，但可怜的人多了去了。罗森思索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不帮他，就给他点建议。于是罗森也给他留了几句言：善待你的领民，让他们帮你砍树，时间久了日子就会好转的。如果你在我附近，我倒是缺个暖床的丫鬟，嘿嘿。留了2句言，罗森就打开了交易商城，直接用苹果换取了3把木斧。木斧1颗苹果，木斧1颗苹果，木斧1颗苹果。交易完毕。木材 X10 换取2颗苹果，木材 X5 换1颗苹果。木材交易成功，交易成功。木桶合成10/20木材，合成成功。木桶 X2， 草鞋合成中，草鞋 X10。制作台上有很多蓝图，都是基础设施，而木桶蓝图自然也有。没一会，罗森就交易了3把木斧和2个木桶以及10双草鞋。罗森一边吃着苹果，一边走出房间。此时的3个领民全都在院子里发呆，角落里还丢着一些苹果核，是他们吃剩下的。注意到了罗森的到来，3个人一阵紧张。拜见领主大人。
三人跪在地上，眼神一直在苹果核那里看，生怕罗森会怪罪他们吃的太多。这一幕让罗森都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好像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似的。起来吧，看样子你们应该吃饱了。罗森站在那里不怒自威。三个领民打了个冷战，根本不敢起身，害怕道：领主大人恕罪，我们只是太饿了，就多吃了几个苹果。无妨，我们的领地才刚刚开始，有很多地方需要建设，你们吃饱才有力气干活，希望你们干活的时候不要偷懒就行。罗森倒是毫不在意，从背包里取出了2个木斧，淡淡道：捡起地上的斧子，男人跟我出去砍树。多谢领主大人，我们一定鞠躬尽瘁，为领地的发展添砖加瓦。2个男人捡起斧子，松了口气，不怕有活干，就怕闲。毕竟领地还很穷，闲着闲着可能就完蛋了。领主大人，那我干什么？北野望见自己没有分配到任务，焦急地询问，生怕领主把他赶到荒郊野外等死。罗森见状微微一笑，便取出了木桶，笑着道：看到木桶和那堆水果了吗？你的任务是用10块研磨水果制作果汁。北野望看了看木桶，又看了看那一堆苹果和一堆小草莓，不可思议道：领主大人真的要研磨果汁吗？这样会很浪费果肉的。第8章搜寻领地。没错，虽然果肉稀缺，但我们不缺果肉，最缺的是水。想喝水，唯有喝水果汁了，你就放心研磨吧。罗森解释了一句，虽然浪费，但一直吃苹果解渴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果汁研磨是必须要做的。是，小明一定用心研磨果汁。北野望提着2个桶，很快就进入了研磨工作，用粗糙的石块碾压果肉，挤出果汁。2个桶可以分别盛放苹果汁和草莓汁。这一幕若是让别的领主看到，指定会震惊的想自杀。他们吃都吃不饱，这家领主竟然开始研磨果汁了。不过好在别人不知道罗森领地里发生的事情，要不然非要发疯不可。我们出发吧。罗森挥了挥手，便带着2个男领民出门砍树去了。900乘以900米的可见区域有很多树，罗森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在砍树之际也要注意观察四周，以防野兽袭击。若是发现小型野兽，一定不能放过。今天能不能吃上肉，就看运气好不好了。毕竟还有很多基础设施没有制作出来，主动进入迷雾还是太过于危险。来到领地外，一行3人开始砍树。砰砰砰砰，这几下是领民砍的，每砍一下只能在树干上留下一个小豁口。想要砍断一棵树，起码需要20-30下。砰砰轰，大树炸开，散落一地资源。这2下是罗森砍的。木材星号300，苹果 X100。这一幕看得2个领民那时目瞪口呆。领主大人真猛。于是2个领民干劲更足了。砰砰砰砰，木材 X3，树叶 X1。黑子砍完这棵树的时候，罗森的背包也装了1小半了。这就是100倍增幅的差距。你砍1棵，我相当于砍100棵。你先别收集，继续去砍树，等会我来收集。罗森走过来嘱咐了一句。黑子听闻后，虽然不明白领主为什么要亲力亲为，但作为领主的领民，他唯有听令，继续砍树去了。罗森走到树木爆出的木材去，采集了一下，顿时间脑海里就传来了一个声音。检测到宿主采集了3块木材，1片树叶，100倍增幅开始。说罢，罗森面前就又爆出了300块木材和100片树叶。这样也可以啊。罗森惊了一下，刚才他却是有这种想法，所以让领民别采集。没想到领民爆出来的资源，经过自己的手也会进行100倍增幅。这么来说，自己甚至不用干，只负责采集就能提升100倍的产量了。罗森眼神一亮，无比兴奋，开始收集领民砍下的树。没一会的功夫，20个空间格子全部被装满，而且全都是木材和苹果。至于树叶，罗森没有去捡，这种东西目前用不到，捡起来浪费空间，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捡也不迟。反正它有100倍增幅，100倍增幅采集这些随处可见的东西，也只是分分钟的事情。让2个领民继续砍树，罗森则快速地回到了领地。这个时候，北野望还在忘乎所以的研磨苹果汁，看到罗森回来，吃惊了一下，连忙放下手里的事情，跪在罗森面前打招呼：不用管我，你继续研磨。罗森看了一眼才研磨不到1升的果汁，随便回答了一句。他大手一挥，1000多块木材就出现在了院落中，占据了一小部分的位置。而后再一挥手，原本只有100多颗苹果的地方，再次增加了600多颗苹果。巨大的资源看得北野望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领主大人好厉害，才一小会的功夫，竟然带回来这么多木材和苹果。在北野望的注视下，罗森又匆匆离开领地，
回到了野外。这一次他没有砍树，而是把砍树的任务交给了2个领民，他自己则采集一些其他资源。毕竟相比其他资源，一起砍树对罗森来说有些浪费人力资源了。反正也有人砍，只是快慢而已，到时候只需要自己去采集增幅就行了。心中盘算着基础设施所需要的东西。基础东西需要木头、石块、茅草、粘土、铁矿，可以用来制作桌子、椅子、围墙、炼铁炉、储存柜，以及更高级的弓箭、防御塔等东西。高级物资的基本都在迷雾深处，暂时不要想。算了，搜到什么就是什么吧，反正物资不嫌多，多多益善。想了一通，罗森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环环相扣。最基础的物资就是木材、石头、茅草、粘土、沙子，而相对来说最容易得到的则是木材和石头以及茅草。当然，这些是设施类的物资，食物类的物资就更多了，只是少了点，比如胡萝卜、苹果、小麦等等。罗森一边走一边寻找，当然茅草也不能漏。茅草 X100， 茅草 X100， 石块 X100， 石块需要开采，一般都用木镐开采。若是用其他武器开采，不但开采的慢，更会加速耐久值损耗。但罗森的金符子比较锋利，且没有耐久值，哪怕不如镐子，但目前为止依旧是开采最快的工具，所以罗森便直接用金符子开采石头了。石块 X100， 茅草 X100， 草莓 X100， 胡萝卜 X100， 野生小麦 X100。 没多久，罗森的背包就又满了，把东西放回领地，继续搜集。就这样，时间一直持续到中午。罗森总共返回了8趟，院子里堆满了物资，光是木材就采集了6000多块，苹果2000多颗，草莓1000多颗，还有茅草6000堆，小麦胡萝卜不计其数。整个院子赫然变成了一座小山。罗森和2个领民吃了一些苹果草莓充饥，又喝了点果汁，算是度过了半天的时间。下午，招募所又招募到1个领民，也就是说罗森的领地已经有了5个人了。吃完饭后，罗森命令男领民把自己屋里的制作台抬到门口，便在制作台上制作了一把木剑。木剑10灵木材，10块木材可以制作一把木剑。罗森当即取过木材开始制作。木剑 X1， 没有100倍增幅，罗森对此也没有感到失望，毕竟采集的时候物品已经增幅过了，要是拿着增幅的东西制作还给增幅，那不就成 bug 了吗？第9章北野望的新衣，所以也在意料之中，或许用没有增幅过的东西进行制作才会100倍增幅。罗森如此想到，放入木材，又制作了10把木剑，每个领民送1把木剑防身。领民感激的又跪在了罗森面前，忠诚度再度加5，不但忠诚提升了，他们还无比感动，感动的就差点要亲吻自己的脚趾了。看着自己黑溜溜的脚趾，罗森邪恶的笑了。这一次他没有让领民去砍树，而是让他们带着武器去领地周围搜寻有没有动物，好改善伙食，并且告诉他们不准进入迷雾，一旦遇到危险立刻撤退。女领民继续研磨果汁，她坐在院子里的小角落，一边研磨果汁一边偷偷打量罗森，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罗森没有注意到这些，而是站在制作台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制作。而这次制作将彻底改变领地的生存环境，他以及领民全都会因为这一次制作过上舒服的生活。打开蓝图，众所周知，有蓝图的东西是不需要图纸的，直接制作合成就行。看着制作台上密密麻麻的基础设施蓝图，罗森出了一口气，便彻底开始了。简易的木床，它可以用来睡觉，需要10木材，木床 X10。简易的凳子，它可以用来坐，凳子 X20。粗糙的民舍，用于领民休息，可以居住8个领民，需要木材500。民舍星号5。桌子可以吃饭，也可以睡觉，桌子 X10。木材很快就消耗了大半，但家具设施也全部制作了出来，只要罗森进行指定位置投放，就会出现。再制作一些箱子吧。木质储物箱，空间20格，需要木材100，它可以被破坏。储物箱 X20。储物箱和空间背包一样的效果，可以放置东西或者食物，永远不会损坏。当然，储物箱也分等级，分别是木质、铁质、银质、金质等等，越高级的箱子储存的东西越多，但要是遭到破坏，任何箱子里面的东西都会爆出来。好处就是可以放在家里储存东西，省得引起人的窥忌。制作好箱子，接下来是硬性设施。炼铁炉，燃烧木材进行炼铁，需要10块100。炼铁炉 X20。炼铁炉是后续发展必不可少的炼铁设备，一个领地想要使用铁制用品，
需要炼铁炉，所以罗森直接制作了20个备用。当然，相对于别的领主来说，就算制作出了炼铁炉，也没有多余的木材燃烧。毕竟炼铁是一个很费木材的活，除非用炭烧炼，但炭也是木材制成的。虽然烧炭毕竟方便，但用炭太过于浪费。前期没有必有如此浪费。自此，领地内的基本设施算是搞定完毕。再做点衣服吧。最后，罗森把所有的茅草全部制作成了麻布，添加6000茅草，制作成600纤维，600纤维制作成了60块麻布。裤子，它可以为你保暖，需要3麻布。T 恤，它可以为你保暖，需要2麻布。草鞋，它可以保护你的脚，需要茅草2。合成，粗糙的裤子 X10， 粗糙的 T 恤 X10， 低级的草鞋 X10。10套衣服消耗了50张麻布和20堆茅草，不值一提。剩余的材料，罗森则全部收了起来。院子立刻空荡了起来，只剩下一堆苹果和草莓，以及在研磨果汁的北野望。把储物箱放在了外面10个，其余10个罗森选择放在了房间里。放在外面的箱子，领民只要打开就可以把东西丢进去，无论大小，丢进去就会自动变小，很神奇的样子。而后他对北野望招了招手道：“北野望，过来。”听到领主叫他，北野望连忙放下手里的事情，快步走到了罗森面前。然后就是熟悉的一幕，他跪下了：“领主大人。”他们所有人穿的都是茅草围成的衣服，大部分的身体都没有遮挡住。跪在罗森面前，罗森的心微微跳动了一下，尤其是居高临下的样子，他的眼神似乎看到了神奇的一座山。作为从未谈过恋爱的新手，罗森的脸红了。嗨嗨，这里有一套衣服，你拿去穿。罗森咳嗽了一下，递过去一件衣服。北野望一愣，看着麻布衣服的一双大眼珠子顿时就充满了雾气，看起来像一个怨妇似的，眸子里尽是情感。他跪在罗森脚下，身上的忠诚度嗖嗖的往上飙，忠诚度+5，忠诚度+3，忠诚度+5。短短几秒钟，他对忠诚度就达到了惊人的95。就这种忠诚度，哪怕是让他当场撞墙，估计他都不会拒绝。罗森也是一阵感慨，毕竟第一次遇到这么高忠诚度的女人。快拿着吧，领主大人，还是你留着备用吧。北野望出奇的给拒绝了。虽然身为女人很渴望有衣服穿，但领主也才刚刚有衣服穿的，他可不想比领主还享受。客气什么，我做了很多衣服呢，每个人都有，快拿去吧，要不然我可就要生气了。罗森强势了一下，北野望这才激动的接过衣服。去我房间换吧。罗森会心一笑，北野望的脸也悄然红了一下，垂着头就进了房间。KGGI， 看着北野望的背影，罗森情不自禁发出一阵怪笑，笑完他才反应过来，擦，这不是德爷的笑声吗？打了个冷战，罗森走到了院子里。民房投放，民房1，民房1，5间民房全部投放。经过投放，院子也变得充实了起来。一个100乘以100米的领地，自此拥有了17间房屋。在民房里有着8张床，虽然空间比较狭小，但也够用了。罗森还特意调了一下民房的位置，城主府在中间，两侧分别是2间招募所。5间民房分成2排罗列在两侧，一侧是男人居住放3间，一侧女人居住放2间，分工明确。当然，这些房间肯定是住不完的，所以罗森把其中2间分别改成了厨房和炼铁房，顺便把家具、木床什么都摆放了进去。等北野望从领主府出来的时候，同样被眼前的改造震惊了一下。不过好在他已经习惯了罗森带来的奇迹，很快就适应了。北野望很像一个女明星，所以罗森才给她3取了这个名字。尤其是换上了粗布麻衣，竟然让她更加俊美了几分，这让罗森的眼神有些发直。第10章，野牛和宝箱。看着北野望继续研磨果汁，罗森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了房间，而后便打开了聊天频道。频道打开，首先提示的便是私聊消息，那个叫做清雅的女明星发来的。大哥，你的坐标是多少啊？我看看是不是在你附近，要是在的话，我去投奔你啊。罗森直接无视了他的信息。在这个世界，暴露坐标无疑是最脑残的行为，因为谁也不知道谁发展到什么地步，万一碰到身边有强大的人，发现你的坐标对你进行打劫，岂不是哭都没地方去了。打开区域聊天，有人诉苦，有人高喊着交易物品，大多数的交易物品依旧以换取食物为主，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有些人的运气是真不错，甚至拿出了图纸换食物。弓箭图纸换吃的，什么吃的都行，最少要7天的量，愿意的私聊。木材换苹果，1块木材换1颗苹果。粗盐换吃的，来者不拒，有的来。鱼竿换鱼，谁有？木剑换水果了，愿意的速度来换。
兔子肉换炼铁炉，实在不行换10块也行，有没有？有没有啊？火把换吃的。频道里的交易很多，甚至罗森还看到图纸和肉类。目前连自己都没有找到肉类和武器图纸，那些人居然拿出来换吃的了，不得不赞叹他们的运气真好。不过运气始终有用完的一天的。领地周围出现了好的宝箱或者发现兔子窝，采集完了可就没有了，自身发展不起来，也只能坐吃山空。当然他们拿着那些图纸也没用，空有图纸没有材料，也建造不出来武器。罗森看了看，第一个选择交换的是拿着弓箭图纸的那位，拥有远程武器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所以罗森上来就给他发送了一句话：100颗苹果换你的弓箭图，怎么样？很快对方就回复了，似乎有些不敢置信：你真的有100颗苹果？怎么可能？你该不会拿我开玩笑吧？见对面不相信，罗森当即就对他发出了交易：苹果 X100。当对方看到交易空间里确实是100颗苹果时，立刻就同意了交易。放置弓箭图纸，确认。罗森看到弓箭图纸，也点击了确认，交易成功。自此，罗森也拥有了一副弓箭图纸。当然，他还没有制作材料，因为弓箭的制作材料是木材加牛筋，他还没有牛筋，而箭矢的制作材料更是需要木材加鸡毛加铁才能制作。想要制作完整的弓箭，还是任重而道远。交易完毕后，对面又发出了一条消息：兄弟，你太厉害了，竟然有这么多苹果，以后我要是有好东西还和你换啊。好的，罗森随口回了一句，又继续在区域频道逛起来。这一次的目的是那位卖盐的，那人的领地似乎在海边，一直在刷盐换食物和水的信息，而罗森生活在森林里，可没有盐吃，属于严重缺盐。依旧是经典的问候开局：你好，果汁换盐换不？那边立刻就给了回复：换。你有多少果汁？1斤果汁最多换1斤盐。相比之下，自然是果汁更贵重，毕竟大家都为了生存，不吃盐还能熬一熬，但不喝水最多坚持3天。不过已经不缺水喝的罗森自然不会在意这些，又问道：那我先换30斤。什么？30斤？擦！对面很吃惊。罗森淡淡的回了一句：可以吗？啊，可我只有20斤盐。20斤也行。说罢，罗森就发出了交易请求，对方欣然同意。于是罗森就用了20斤果汁换了20斤盐。交易完毕后，罗森又打开了商城，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买，但翻来覆去也没找到好东西。毕竟今天才第2天，基本上都在为吃的而奔波忙碌，根本没有人能搞出好东西。整个商城最有价值的就是图纸了，而且还都是低级图纸，但最抢手的还是食物。不过罗森压根看不上那些低级图纸和蔬果类的食物。至于领名，依旧有人出售，只不过也有很多人意识到了领名的重要性，甚至很多人守在商城专等着领名出现，而领名交易栏一出现，基本都被人给秒了。估计是一群特别有头脑的人在干这些事。罗森自然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里，为了几个领名特意守着商城。毕竟他知道这个世界除了领名还有很多流民，而流民更容易获得。收起领主指南，罗森走出了房间。此时已经是下午，外出寻找动物的男领民还没有回来。看了看天色，想要在今天找到动物捕猎似乎有些困难。哎，盐都买好了，你们可别让我失望啊，毕竟人家连苹果都不够吃，我还给你们搭建了民舍，做了衣服穿。来到院子里，罗森在心里祈祷了一下。在经过招募所时，罗森忍不住多看了一眼系统奖励的神级招募所，每7天自动招募一位华夏武将。今天都已经第2天了，还没招募到，也不知道能招募出什么级别的人物。说实话，对神级招募所，罗森还是满怀期待的。算了，我记得后方是乱石堆，乱石堆里应该有少量的铁矿石，我去弄点铁回来，最起码做成铁锅可以煮粥喝。罗森不愿闲着，于是就准备出门。只不过罗森刚走到门口，就有一个人影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他一边跑一边激动道：领主大人，领主大人，我们发现了一只野牛。这个人正是黑子。他激动地跑到罗森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罗森听闻大喜，连忙道：在哪里？快带我去。就在领地后面。黑子从地上爬起来，在前面带路。罗森二话不说就跟了过去。没一会，两人就来到了领地后面500多米的位置。这里乱石林立，只有稀少的小树苗，而在几块横纵的巨石中，一头1人高的野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出门。这是因为2个男领民在关键时刻堵住了巨石的出口。领主大人，这头野牛后面还有一个宝箱。第11章1块铁矿石。领民指着野牛，小心翼翼地说着。罗森顺着看去，
果然看到了一个木质宝箱，在野牛身后的角落里，这让罗森很兴奋，终于可以吃上肉了。还有个宝箱，再看向大野牛，野牛冒出了相关信息：守护宝箱的野牛，境界野兽 ，GGGI。罗森发出一阵怪笑，当即就掏出了金斧子。你们3个注意保护我，他嘱咐了一声，拿着斧子便缓缓向着野牛走去。领主大人小心！其余的3个领民全都紧张兮兮，蓄势待发。只要发现一点不对劲，他们会立刻冲进去把领主救回来。而罗森之所以敢单挑野牛，主要是野牛的攻击不强，要是让3个领民进行围攻，当然也可以拿下。只是只有木质武器的他们，估计要和这只野牛斗上半天，而且肯定会受伤。而自己拥有锋利的金斧子，说不定一下就能给他致命一击。若是实在不行，再把金斧子交给手下，让他们上。哞！野牛发出一声闷叫，向着罗森就冲了过来。巨大的牛角要是撞上罗森，肯定能把他撞飞出去。但就在这时，罗森不但没有躲，反而停下了脚步，双手握着斧子，对着牛头就砍了下去。砰！一声闷响，金斧子的斧头和野牛来了一个亲密接触，顿时间鲜血飞洒，沾满了碎石。再看野牛，头顶上多出了一道深刻入骨的刀疤，要是再用点力，都能把牛头劈成2半了。这一幕简直看呆了罗森，他不觉得自己有这么大的力气，定然是这把斧子的锋利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哞！野牛倒地，发出虚弱的喘息后，便闭上了眼睛，就此死去了。看来是有生命的东西不会和树木一样爆裂。罗森嘀咕了一声，但刚嘀咕完毕，脑海里就传来了系统的声音：100倍增幅，野牛 X100。叮！检测到100倍增幅过于神级，99头增幅过的野牛自动进入宿主系统背包。系统的声音响起后，罗森的系统背包里就多了99头野牛，以及地上的1头。当领民看到地上悄无声息的野牛后，全都兴奋地大喊了起来：“领主大人万岁！大人万岁！”喊完还不忘跪在地上给罗森磕头，因为他们觉得罗森是最强大的领主，是他们心中的信仰，心中的神。呼！罗森长出一口气，忍住激动，看向牛尸体，眼前冒出一个小小的提示：可分解为牛角 X2 牛筋 X1 牛肉300斤 X 牛皮 X1， 是否分解？全部分解。罗森选择了分解，要不带回去收拾太麻烦，毕竟这里可是有100头野牛，而他们再加上女领民，也不过才5个人。分解成功，牛肉 X30000斤，牛角 X200，牛皮 X100，牛筋 X100，擦，3万斤，这么多，接下来几个月都不用为肉食发愁了。分解后，罗森的眼珠子瞪得就有点大，他忍住震惊，把地上分解好的东西接收到了空间背包里，而后从背包里取出衣服丢给他们，淡淡道：“这次寻找到野牛，你们功不可没，这是衣服，拿去穿吧，顺便再去周围找找有没有铁矿石。”谢领主大人，这都是小民应该做的。3个人看着衣服，喜出望外。忠诚度开始飙升，忠诚度+5，+5+。一会的功夫，3个人的忠诚度全部飙升到了90。在他们离开后，罗森就来到了宝箱面前。这是一个木质宝箱，希望能开出点有用的东西。罗森嘀咕了一句，便拿斧子劈开宝箱。不同等级的宝箱开出的东西都有着天差地别。当然，低级宝箱有些是有野兽守护的，有些则没有野兽守护，而高级宝箱则必定有野兽守护。就比如今天所购买的弓箭图纸，就是只有10宝箱以上的级别才能开出来。罗森也不知道有些人的运气怎么那么好，开局就能开出10宝箱，反倒是自己虽然遇到了2个宝箱，但全都是木质的。砰！罗森一下子就砸开了宝箱。墨镜 X1， 木材 X3， 皮鞋图纸 X1，100倍增幅中。墨镜 X100， 木材星号300，皮鞋图纸 X100。宝箱里有3种东西，就目前来说，除了木材，其他的一点用都没有。对此，罗森没有失望，也没有惊喜。反正木质宝箱里的东西本身就不是很高级。再说了，这些东西早晚也用得上，实在用不上别人也用得上，到时候也可以卖出去换物资。收起东西，罗森缓缓起身。而在罗森起身后，宝箱就凭空碎裂消失了。不过宝箱那点木材，他也看不到眼里去。领主大人，前面发现了一块铁矿石。这个时候，领民过来汇报情况。罗森记得没错，这里的确有一块铁矿石。于是他起身，跟着领民走去。很快，在距离领地800米的地方，罗森看到了那块地矿石，1米多高，浑身黝黑，看起来起码有300-500公斤重。站在这里，已经非常靠近迷雾区域了。距离危险的迷雾区域
也只有100多米，浓浓白雾，让人看不清白雾中有什么鬼怪，一直看着会让人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谁也不知道迷雾里会不会忽然蹦出一个猛兽。铁矿石随机掉落，铁矿10块，你们守着，我来采矿。罗森掏出金斧子，要是寻常人用木镐子采集，估计要砍上100下。现在的天色也晚了，罗森亲自动手，则可以开采快一点，没必要浪费时间，把高难度的事情交给李明干。砰！一斧子砸上去，铁矿石发出震彻声，砰砰砰，砰砰砰，擦，这么结实！砰砰砰，一连砍了几十下，终于在又一次的落斧后，铁矿石爆开了，1人高的铁矿石当即爆裂开来，散落成一地的碎石。铁矿 X 石，石头 X 石，100倍增幅中。铁矿 X 1000，石头 X 1000，经过100倍增幅，爆出了1000块铁矿和1000块石头。还好是自己动手，要是交给领明，估计把金斧子给他们用，估计都没有自己砍得快。尤其是天也很快黑了。走吧，回领地。收起东西，罗森便带着几人回领的去了。1000乘以1000米的区域不大，也就是比寻常的村子大一些。第12章，第一位神级招募，只要不干活，直线去直线回，速度倒是很快。所以天没黑下来呢，罗森等人就回到了领地。首先，罗森来到制作台，制作了一些火把。火把，木材1加茅草2。火把 X 10，火把可以燃烧一段时间。10个火把插在院子周围，点亮了整个院子。黑子，你们把这些牛肉烤上。那个谁跟我过来，我有任务交给你。罗森放出了300斤牛肉和盐到门口的储物箱里，让他们烤。几个领民很快就支起了篝火，烤起了牛肉。储物箱不但防腐，还保温。烤好的牛肉放到箱子里，吃的时候拿出来都是热的。他们的任务是烤完300斤牛肉，而罗森叫的那个谁，正是从别的领主手里购买过来的领民。他还没名字，叫做领民2。领民2跟着罗森走到一间民舍，疑惑道：“领主大人，我还不累，要不我和大伙一起烤肉吧？”罗森，领民2还以为领主让他休息呢。想什么呢？我有任务给你，可不是要你睡觉。罗森指着一排炼铁炉，又取出所有的铁矿和木材，说道：“看到这些炉子没有？你的任务是天火炼铁。”原来是炼铁啊！小明一定保证完成任务。领民2如释重负。要是罗森真让他睡觉，他还真的会感觉不安心。罗森打开炼铁炉，放进去100块铁矿，道：“一座炉子只能放进去100块铁矿，要炼10个小时才能炼成铁。今晚你辛苦一下加班，后半夜让人领民3替换你，只干半夜。”领民2一阵激动。作为领民，加班一夜也是正常不过。没想到领主大人体贴，后半夜还能换班。压榨不是每个领主应有的技能吗？只要领主能够稍微善待一点他们就感激不尽了。难道说自己遇到的是绝世好领主，是世间罕见的超级好领主？想到这里，领民2激动的当即就跪在了地上领命。小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请领主大人放心，铁在小民在，铁王小民王。好了，没那么离谱。罗森摆了摆手就出去，因为他还有东西要制作。只不过刚走出民房，罗森就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烤肉味，这让他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起来。于是也没有了立刻制作的心思了，便干脆坐到篝火前等待了起来。累死累活搜集资源，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所以吃饱再干。于是众人一边烤肉一边撒盐，香味更浓了。毕竟有盐才更香。天色黑了，野外狂风呼啸，吹得树叶铃铃作响。这一刻，所有人都回到了领地，不敢在野外驻足。罗森一边等烤肉，一边打开区域聊天，悠哉悠哉地看了起来。此时的区域聊天内和往常一样，有诉苦的，有求救的，也有换资源的。谁能救救我啊？我好饿啊！马德，连苹果都吃不饱，废了！我发现了一块铁矿石，有没有人要？我明天就去开采。想要的带上资源说一声。谁要鸡毛？鸡毛换吃的喝的，什么吃的都行。我今天吃了一些野生小麦，现在好难受啊！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看着其他领主苦得不得了，罗森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曾几何时，他也苦不堪言。好在一切重来，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走向，以后会越来越好的。罗森扒拉了几下页面，和一个有鸡毛的领主用1斤果汁换了3根鸡毛，互相唠了几句话，才知道原来那人抓到了一只鸡，不缺肉吃，就缺喝的，都快渴死了。当然，这里的鸡毛可不是寻常的毛发，而是鸡身上那几根长长的羽毛，是用来做箭矢的必需物品。一只鸡有3根毛，1根羽毛可以做10根箭矢。换好羽毛后，牛肉也烤好了。领主大人，给。
黑子把烤好的牛肉递给罗森，眼神满是渴望。罗森嘿嘿一笑，对着烤肉的3个领民道：“你们也吃吧，记得给领民2送点过去。”谢领主大人。2男1女3个领民感激涕零，尤其是女领民，坐的位置靠近罗森，眼神总是忍不住偷看罗森。要不是碍于罗森领主的身份，他甚至都想贴在罗森身上了。当然，罗森在看别人聊天，没有注意到北野望的异常。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安静的院子里忽然传来一阵开门声，顿时间，所有人被吓了一跳，精神全都提了起来，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罗森也紧张地看了过去，只是当他看到方位时，整个人顿时一愣，因为开门声竟然是神级招募所传来的。此时，神级招募所的房门被推开，一个换上了麻布衣的人影从招募所中踏了出来，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当罗森看到那人后，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我的天，赵子龙！”没错，作为神级招募所第一位召唤出来的武将是武神赵子龙。他走出招募所后，单膝跪地道：“赵子龙见过领主大人。”罗森目瞪口呆地看着赵云，眼前冒出了赵云的信息：姓名赵云，字子龙，境界武者一段，永远只比领主大一个大境界，可通过培养提升。忠诚度100，永不背叛。装备粗糙的衣服。提示：佩戴长枪可提升 50% 战斗力。乖乖，上来就是武者境界，不愧是常胜将军。罗森咂巴咂拌嘴。根据这个世界的武力划分，武者境界是属于那种一人能单挑一只猛虎的存在，不可谓不强。于是罗森连忙说道：“子龙快快请起，能够得到子龙助力，本领主如虎添翼啊！”谢领主大人。赵子龙站起来，受宠若惊。想必子龙兄弟还没有吃饭吧？快来，一起吃点牛肉。罗森上去就抓住了赵子龙的手，把他拉到了篝火处，客气的样子更是让其余人对赵子龙高看了一眼。他们知道，这位男人定然有一定实力，才会让领主大人如此对待他。谢领主大人。赵子龙再次道谢，看着领主递过来的牛肉，二话不说就开始吃了起来。第13章购买领民。当然，并不他是不客气，是因为忠诚太高，所以对领主没有任何质疑。哪怕领主说子龙来吃点毒药，他都不会犹豫。看着赵子龙吃肉，罗森的心情大悦。这种环境里得到一个赵子龙，别提有多高兴了，而且还能通过外界提升实力。有了他在身边，自己的安全可算是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了。吃完饭后，罗森把制作台从门口搬回了茅屋内。忙完这些，他让其他领民加班烤肉，而且又宣布了一件事：从今往后，这位子龙将军便是本领主的贴身护卫了。见了子龙将军，就如同见到本领主，知道了吗？见过子龙将军。几个领民顿时就高看了赵云一眼，纷纷打招呼。赵子龙点了点头，不苟言笑。安排好这些后，罗森又给赵子龙安排了住所，让他提前休息，而且还是单独的一间房。赵子龙从头到尾都受宠若惊，虽然对领民不苟言笑，但对领主还是无比恭敬，不敢逾越任何雷池的。领主大人，属下受宠若惊。子龙不必如此，你好生休息，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做呢。罗森嘿嘿一笑。赵子龙连忙道：“为领主效力，子龙的荣幸。”快休息吧，我也回去了。罗森笑着离开了民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领地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他越安心。目前吃的也有了，穿的也有了，后面就是探索迷雾里资源的时候了。手下人有点少，要不再买点领民，毕竟自身强才是真的强。领民多了，资源不够分，那就少买点吧。罗森思考了一下，便打开了交易商城。他决定买点领民，加快村子的发展。虽然人多消耗也多，但自己可是有100倍增幅的人。只是罗森打开交易商城，根本没找到上架中的领民，因为很多人意识到了领民的重要性，一旦有人上架，就立刻被秒了，速度非常之快。可以看出，已经有人在为自己的领地囤积势力了。罗森可不想和那群怪物拼手速，于是就打开了区域频道。当然，至于为什么不去世界频道，主要是刷屏太快，人眼看不清楚，发了消息一瞬间就被刷过去了。所有罗森来到了区域频道，区域聊天依旧在继续，以至于罗森上来就看到了一句让他都有心动的话：“兄弟们，你们有没有女领民啊？我今天招募到了一个女领民，我给了她食物，她竟然和我那个了，她还能这么操作？我操，兄弟牛逼啊！为什么我的都是男领民啊？真的可以吗？我也有个女领民，但我一动手，她就降低忠诚度。”看到这些信息，罗森的脑海里情不自禁冒出了北野望的样子。擦，难道真的可以？这一瞬间，罗森竟然 TM 的产生了一种冲动。
看来明天要给北野望重新分配工作了，要不然一个大美女每天研磨果汁太浪费资源了。想到这里，罗森继续往下看。你们有没有去探索迷雾啊？我告诉你们个事，探索迷雾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领明。TM 的我刚才差点死了。兄弟，你在迷雾里发现了什么？快说啊兄弟，我们都没敢探索呢。嘿嘿，我在迷雾里遇到了一只大猩猩 TM 的，要不是我的领明走在前面，被拍死的就是我了。今天砍了一天的树，快累死了，有没有要木材的？用苹果换就行，没有苹果胡萝卜也可以。看着水友们毫无营养的聊天，罗森对他们的发展状况有了基本了解，那就是大部分人都还在为食物而发愁，可怜巴巴的守着自己的小茅草屋。相比之下，罗森不但有肉吃，还有盐有果汁，过得那是相当滋润。于是罗森也发出了自己的第一条公屏信息：食物换领明，有多少换多少，需要的私聊。此条信息发出，区域频道顿时就炸开了，议论的信息立刻暴增了数倍。食物换领明，天啊，真的假的？我的领明都快饿疯了，我都养不起了，全都给你！靠，要那么多领明真的养得起吗？我连自己都养不起了。我有俩领明，跟着我2天饿了4顿，忠诚度全都下降到60了，明天再找不到吃的，我就准备让他们去迷雾里送死呢。太好了，我和你换！一时间，无数人打开了罗森的私聊信息，从最开始的1条、2条、3条暴增到99条、999条。罗森完全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连领明都不想要。想想前世，自己也过得很惨，但也没有放弃领明。果然，可怜之人必有心狠之处。于是罗森便随便点开了几个私聊信息看了起来，想看看他们都有什么要求。兄弟，一个领明能换1块肉不？我2天没吃肉了。哥，我还有一个领明，能不能换点吃的？什么吃的都行。20个苹果换1个领明，女领明30个苹果，换不换？小兄弟，1斤肉换1个，你有肉没？看着各个领主发来的信息，罗森不由叹了口气。人性就是如此，在生存面前，别人的死活一点都不重要。于是罗森便开始逐一交易，换领明 X1， 领明 X2， 苹果50，牛肉负2斤。很多人都收到了罗森的交易，而那些收到食物的人纷纷到公屏里去炫耀。嘿，你们知道吗？老子终于吃上肉了，还是牛肉呢！天哪，能不能给我一点就行，我用木材和你换。哈哈，想吃自己去换。怎么回事？不知道吧？我们区域里有个人出食物换领明，1个领明可以换1斤肉呢。真的假的呀？他养得起吗？还1斤肉？要是我1个苹果我都不换。他说的是真的，可以换肉也可以换苹果。我用2个领明，1男1女换了30颗苹果，20根胡萝卜。接下来的日子我都不用为食物发愁了，好羡慕啊！有没有人告诉我是哪个区域？能不能帮我也换点？第14章，组建势力。世界聊天频道刷新的速度无比快，转眼间就从诉苦的地方变成了讨论一件事，就是有人出售大量食物换取领明。此消息一出，世界频道彻底震惊了。于是乎，敏锐之人嗅到了非常的信号，最终一咬牙，也开始在自己的附近频道开始吆喝。同样是食物换领明，只不过那些人出的食物明显小气，甚至还有人使用商业头脑开出了首付模式，就是10颗苹果先换你1个领明，以后每天给1颗慢慢偿还的模式。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在附近频道换领明，一些实在走投无路的人也唯有同意这一种交易方式。至于为什么那些人喜欢在附近频道换取，而不是去人更多的区域频道，已经有人敏锐地察觉到了不一般，于是就有人在附近频道散布危机了。他道：兄弟们，千万不要换，要不然你们以后就危险了。你们想想，那些人的领明越来越多，而你们领明越来越少，等以后探索迷雾的时候，万一发现你们势单力薄，岂不是会任人鱼肉？一时的饥饿虽然难以忍受，但出售领明会加速别人的发展，那是自取灭亡之路啊！此话一出，众人大惊。对啊，现在看不出来谁强谁弱，但几个月之后，别人滚雪球似的，领明发展越来越多，从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而那些出售领明的人则基本会停滞不前。到时候人家人多势众，肯定也需要更多资源，说不定就会四处搜刮，万一出动大批的人马向四方探索进行掠夺的时候，可就惨了。于是很多人顿时醒悟，出售领明换食物的人顿时少了一大半。只要没有关系到生死危机，就没有人再愿意换取食物了。不过这个时候，罗森也已经换完了自己的部分资源，得到了想要的数量。只是当罗森看到这些消息时，心中也难免一惊。他不是惊以后的危机，而是惊其聪明之人之多，让人毛骨悚然。果然，数10亿人口，能人无数数不尽数。
等以后迷雾彻底散开之时，他们依旧会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不过今日不同往日，重生一次先知先觉，再加上100倍增幅系统，罗森相信自己完全有实力和那群人争雄。关掉求生指南，罗森盘点了一下食物，牛肉换掉了300斤，水果则消耗了将近一半，只剩下1000多苹果和200胡萝卜了。而这些资源更是换取了500个领民，其中有50个女领民和450个男领民。也就是说，这500人加上之前的3男1女以及赵云，他已经拥有了505个领民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因为500领民的消耗完全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就算只吃苹果，一个领民一顿饭要吃3个才能保证基本的行动吧。想要吃饱还要更多，所以按照最少的食量计算，一个领民一天要吃掉10颗苹果，100个领民一天要消耗掉1000颗苹果，500个领民一天要消耗掉5000颗苹果，才能保证自己吃个半饱。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所以除了罗森，根本没有人收购那么多领民。当然，除了这些坏处，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只要你能养活领民，让他们过上吃饱饭的日子，那他们会对领地绝对的效忠，给领地开荒砍树干活，任劳任怨。而且领民的忠诚度达到了80，就会产生信仰之力。只要信仰之力超过100，领主则会蜕变为武者级别的实力。信仰之力达到1000，就会蜕变成为武师境界。而且当领民超过1000人，便会晋升为镇级领地。当然，镇级领地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有什么好处，罗森也不知道，因为他还没见过，只是听说过。看了一下自己的信仰之力，只有50不到，也就说明这些领民大部分的忠诚度都低于80%。不过罗森一点都不担心，改造忠诚度，他很有信心。不到50的信仰之力，让罗森依旧是个普通人，不过也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普通人。因为罗森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身体的力量增加，好像经过了几年的训练一样，肌肉也变得结实了很多。罗森走出茅草屋，来到门口，100乘以100米的院子充满了人群，500多人挤在一起，是一个很壮观的场景。尤其是这500人全都身穿茅草，看起来和野人似的。人数越来越多，惊动了休息中的赵子龙。赵子龙穿着麻布衣，径直地走到了罗森的茅屋前，守在那里。这些人要是有人敢不长眼冲进茅屋，赵云保证他将毫不留情地灭杀。看到了守护他的赵云，心中很是感动，这才是100%忠诚的属下，自己以后一定好好善待他，还要给他娶老婆。赵云来到领主身边，单膝跪地，领主大人。而其他500多人见状，全部纷纷跪在地上，五体投地，大声高喊拜见领主大人。500人齐喊，哪怕已经饿得有气无力，但齐喊的声音依旧声势震天。罗森面无表情，一股豪情冲天起，都起来吧，谢领主大人。众人起身，全都可怜巴巴地看着罗森。罗森知道他们的想法，无非是想找个能够吃饭的领地，爱民的领主罢了。于是罗森思索了一下，大声道：我是你们的领主罗森，跟着我，我赐予你们食物和安全的庇护所，你们愿意为我效力吗？愿意。领民们听闻有食物，立刻就回答了愿意。罗森点了点头，开始选人，指着一些身处高大壮实的男人道：你还有你，走上前来。选了20个最强壮的男人。罗森又指着赵云，对他们淡淡道：从今往后，你们的任务便是探索迷雾，寻找资源。这位赵子龙将军就是你们的营长，胆敢违抗赵队长的话，杀无赦。如果觉得这种事情太危险，可以申请退出，有没有人退出？20个男人不敢说话，全都沉默了。毕竟他们都是领民，属于那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存在，连吃饱饭都是一种奢侈的存在，哪里当过兵？所以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回答。第15章，是他又是他。我再说一次，有没有人退出？罗森的语气很严肃。这一次2人不再沉默，异口同声道：不退出，属下愿意跟随将军，为领主大人效力。很好。罗森微微一笑：作为我的士兵，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你们每顿伙食都有肉。什么？每顿都有肉？天哪，怎么就没选中我呢？我也想当兵啊，哪怕危险也在所不惜。有吃肉，死了也甘心，可惜我没有机会选中啊。其他领民见状，全都投来实名羡慕的眼光。而那选中的20人一愣，顿时就激动地跪在了地上，叩首大喊道：谢领主大人，顿顿有肉，这种荣幸只在梦里见过。别说先锋队，就是送死队，他们都毫无怨言啊。忠诚度+5，忠诚度+5。其他人见被选出来的人竟然有如此丰厚的待遇，一个个羡慕极了，全都翘首以盼，祈求自己也能被选中。安排好先锋队，罗森又选出了20个人。你们是领主府护卫，
护卫统领是黑子，任务是保卫领地安全。罗森摆了摆手，把黑子叫了过来，看着自己第一个招募出来的领民，温柔道：“黑子，我赐你罗姓，将由你带人守护领地安全，你愿意吗？”黑子是个中后老实人，身材又高又大，皮肤有些发黑。他的年纪也不大，双眸很亮，年纪和赵云差不多，都是20余岁。听到罗森的安排和赐姓，黑子激动的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用无比激动的声音道：“小民阿布，属下愿意，属下誓死保卫领主，保卫领地。”很好，带着你的人站到一旁去。罗森点了点头，语气高昂。黑子，哦不，应该是罗黑子，立刻就站直了身子，带人站到了一旁。顿时间500余人就少了40人。罗森又看着仅有的50个女人，大声道：“女人，你们的老大是北野望，将全部纳入内务后勤，负责领地内的相关事宜，具体工作由北野望安排。北野望，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管家，叫做北野管家，负责管理我的后勤资源，掌管领地内所有女人。”罗森说完，50个女人齐齐上前，跟在北野望身后，全部跪下谢恩。谢恩完毕后，就站到了一旁，等待领主继续安排。剩余的人分成4个营，每营100人，分别为砍树营、采矿营、资源营、后备营。后备营负责为别的营填充帮忙，优秀者可以晋升进入到先锋营和护卫营中。至于剩下的10个人，负责炼铁，成立炼铁营。2号为你们的营长，人数少的以后还会补。对了，你们每人每天可领取1斤肉，每餐5颗苹果。然后每个营需要选出1个营长和10个小队长，具体选谁，你们自己投票决定。谢领主大人。余下的400余人跪地谢恩。一口气，罗森把所有人都进行了规划。哪怕人数最多的营，每个人每天都能领到1斤肉，这让他们无比兴奋。安排好这些，罗森把牛肉拿出了一部分，让人分配。反正自己还有2万多斤牛肉，够吃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就不信找不到其他资源。安排好这些后，罗森宣布原地休息。至于休息的地方，自然是露天的院子了。要是问那些民舍怎么不住，当然是给女人们住了。要不然50个女人充斥在男人之间，难免被人占了便宜。500多人还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哪怕都坐在地上休息，也感觉不到寒冷。如果这个时候有山贼或者原始居民敢入侵罗森的小院子，一定会被吓得肝胆欲裂。因为谁也想不到，一个只有100乘以100米的院子内蜗居着500多人的领民。回到房间，罗森就睡去了。对于这次分配，也只是他的初步计划。既然老天让他重新来过，他绝对不会再苟延残喘、浑浑噩噩度日了。他要打造一个超级大的势力，过上最奢靡的生活，要醉卧美人膝，行掌天下权。当然，想实现这些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目前只是崛起的开端。500多人，有500人没有衣服，只用茅草遮羞，场景很是壮观。先锋营20人，由赵云统领，负责迷雾探索、重要资源寻找。护卫营20人，由罗黑子统领，负责领地安危。砍树营100人，采矿营100人，资源营100人，负责资源的运转、采集等杂事。炼铁营目前只有11个人，营长是领民2号，负责炼铁。一共5个阵营，共计453人。罗森回到房间，依旧是睡在铺满了茅草的木板床上。次日醒来，罗森习惯性的打开了聊天频道。今天是新手保护期的第3天，明天开始，领地将取消100乘以100米的保护范围。有实力的领主可以选择扩张，要是那些没实力的，刚好领地边上有狼群野兽的，估计就要惨了。没有保护，野兽可是会主动进攻领地的。第3天了，我的领民都死完了，我好慌。我刚才听到了狼嚎，附近肯定有狼群，我好怕，谁能救救我啊？慌什么慌？谁让你们懒的？我砍了2天的树，缩小了院子，围墙全部是用木头做的，什么猛兽都攻不进来，哈哈，好羡慕你们，还有苹果吃，有树砍。我的领地 TM 的在碎石中间，采石头又慢，半天都开采不了鸡块，这2天差点没把我饿死。好在这2天我开了一块铁矿，换了一些食物。看着聊天记录，不难发现已经有人在暗中炼铁了。不过罗森一点都不担心，你就是炼银、炼金，他都丝毫不虚。你费尽心机去炼，而我只需要换。于是罗森打出了一排更换资源的信息：食物换铁，注不要铁矿，要炼好的铁；食物换木材，1颗水果换3块木材，速度。消息一发出，又引起一片骚乱。是他，是他，又是他！天哪，他的食物难道吃不完吗？怎么一直在交易？我记得昨天他好像换了很多领民，今天竟然还在换，他是不是开挂了？第16章，水井制作，快点换，
要不然等会又没有了。大哥，我有200木材，我和你换。我也换，我也有200木材。大哥，领民你还要不要了？我今天又招募到了一个领民，想和你换一块肉。一瞬间，罗森的私聊又蹭蹭的暴涨。罗森根本回复不完，于是就无视了大部分信息，换了一部分木材。至于铁，暂时还没碰见有谁愿意出手，毕竟是稀缺物资，有铁就可以制作铁剑。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一把锋利的铁剑或许就能救你一命，没人卖也很正常。至于罗森是不是第一批炼出铁的，罗森觉得肯定不是。几十亿人，什么天才没有？说不定还有天纵之子，哪怕只靠着一把木斧，也赚得盆满钵满的呢。所以要在这个世界崭露头角，难度那是非常的大。换好资源，罗森便准备制作木质武器。不过这个时候，房门忽然被敲响了。罗森停住了动作，淡淡道：“进来。”咯吱，房门推开，走进来的是一个皮肤白皙、穿着粗布麻衣的女人，正是北野望。她已经是罗森的领地管家了，掌管着内务资源。北野望走进来，看着罗森一丝不苟的面容，小心翼翼道：“领主大人，铁已经炼好了，其他领民们正在等待领主大人的吩咐。”让他们把铁拿进来，等我制作一下东西再安排。罗森点了点头，很是严肃。这让北野望更加小心翼翼了，毕竟当上管家全靠领主看重，他生怕哪里做的不好会让罗森不满。而这副小心翼翼的姿态，也更加让罗森感到心灵上的享受。没一会，领民2号就带人把炼好的40块铁搬了进来。只不过此时的领民2号已经自动起了名字，叫做铁山。或许是因为炼铁的原因，才起了这么个名字。看着这些运进来的铁块，每一块都有拳头大小。领主大人，属下告退。铁山放下铁矿就转身立刻。罗森看着他，忽然道：“等一下，是领主大人，有什么吩咐？”铁山一愣，连忙微微鞠躬。罗森微微一笑，道：“没什么事，你已经是营长了，好好干，好好管教属下，我不会亏待你的。”谢领主大人。铁山又愣了一下，没想到领主大人竟然如此看重他。顿时间，忠诚度+5，忠诚度+5。转眼间，铁山的忠诚度也达到了100，这也是罗森继任领主以来第2个达到100忠诚度的领民。根据以往的经验，领民的忠诚度一旦达到100，就很难再跌下去的。罗森有些感慨，人性最让人捉摸不透。看着房门重新关上，罗森便收起了胡思乱想的心思，来到了制作台，开始制作武器。由于资源有限，所以罗森也没换多少木材，他选择制作了木质武器。木斧消耗木材5可以砍树，木镐消耗木材5可以采矿，木棍消耗木材5可以敲闷棍，木剑消耗木材10可以打仗。一键制作，木斧 X200，木镐 X200，木剑 X30。制作完这些，还剩一些为数不多的木材，罗森又搭配刚炼出来的铁，开始制作铁器。木工剑需要材料木材10加牛筋1图纸1，木质剑矢需要材料铁1加木材1加鸡毛1。一键制作，木工剑 X1，木质剑矢 X30。罗森之前换了一张弓箭图纸，所以便直接制作了出了一把弓箭和30支箭矢。只是他的制作一直都没有100倍增幅。罗森觉得可能是自己使用的东西都是增幅过的，所有无法2次增幅，要不然就成 bug 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用没有增幅过的东西进行制作，是不是也会有100倍增幅？如果可以，那直接制作成品完全可以省下一大截功夫。想到这里，罗森决定等会去试试。不过眼下还是把手上的事情搞定再说。于是罗森把目光放到了刚刚制作出来的武器上，上面立刻出现了信息：木弓箭，一把远程攻击的武器；木质剑矢，它可以刺穿别人的身体，虽然只是木质攻击，但也可以放风筝似的把人放死。而这就是远程攻击器材的最大优点。这把弓箭有半人之高，弓弦是牛筋制作成，看起来还是有一定威力的。而箭矢的箭头由铁组成，也有一定威力，光是看起来就能给人震慑感。收起弓箭，罗森又开始制作铁锅。铁锅可以用来做饭，是必不可少的物品。制作需要材料铁，大铁锅需要2块铁，小铁锅只需要1块铁。于是罗森制作了5张大铁锅，消耗了10块铁。搞完这些，就剩最后一个物品了，就是井。有了井，才有生命之源可以喝。毕竟这么多人，水源不够绝对是个大问题。只是所有人都在为水源发愁，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得到水井的图纸。想到这里，罗森去商城搜了一下，发现却是没人卖。然后他又去区域频道发布了一条交换信息：收购水井图纸，有多少要多少，用肉换。此消息一出，频道再次炸裂：肉啊肉啊，我要肉肉啊！天啊，
有没有天理了？他怎么这么多肉 ？Oh my god！ 让我再次遇见你。我换，刚好我开了一个铁宝箱，得到了2张水井图纸。不过1张水井图纸10斤肉，换不。有一个拥有图纸的人，狮子大开口报价10斤肉，看得其他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操，趁火打劫啊！10斤肉，原来图纸这么值钱的吗？我有一把木工剑图纸，和那个叫罗森的换了50颗苹果，有没有亏啊？你亏大了，乖乖，你不是一般的亏。看到别人都说自己亏，换弓箭的那人欲哭无泪，仰天痛哭，拼命的私聊罗森，非要再加点水果。对于这种人，罗森里都没理会，而是答应了有水井的那人。于是就用了20斤肉换了2张水井图纸。其实水井图纸并不是制作好放那里就有水，而是制作好可以寻找到地下水的准确方位，方便开挖而已。换好图纸后，罗森就开始制作了。水井需要材料10块50加麻绳1加图纸1。第17章天下大事。麻绳用茅草制作，很快罗森就制作了2个水井。当然，只是水井那个形状可以放在地面上，防止人掉下去。具体还要挖水井自然离不开铲子，尤其是铁铲子。铁铲用铁制作，消耗2块铁自动合成。刚好罗森练的有铁，于是罗森便合成了10把铁铲，消耗掉了20块铁。制作完这些，罗森手里的铁块只剩下7块了。罗森想来想去，想给赵云做一把长枪，但找了一圈也没找到长枪的蓝图，只得暂时放下这种想法，用剩下的7块铁打造了2把铁剑。铁剑需要材料铁 X3， 备注：攻击加10，耐久100，每次修复损耗材料根据损耗程度计算。没有多余的材料制作剑鞘，所以罗森采用了木质剑鞘。搞完这些，罗森缓缓起身走出了茅屋。听到开门声响起，门外拥挤的500多人全部齐刷刷的看来。见到罗森出现，在赵子龙和北野望的带领下，500多人齐刷刷的跪在地上，同时喊道：拜见领主大人。500多人跪在院子里，赵子龙、罗黑子、北野望以及5大营各自的营长以此站在门口带头跪在。为首的是赵子龙、罗黑子、北野望3人，其次才是各大营营长。这3人，北野望在正中间，赵云和黑子只能在2侧。至于为什么会让一个弱女子站在主要位置，那是因为她已经是罗森的内务管家了，是最接近罗森的人，替罗森掌管着领地内的后勤。后勤虽然不是什么重大的工作，但却是走的和领主最近的工作。身份大涨，与众不同，任何领民都只能仰望其几倍。当然，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除非她成了领主的女人，要不然一个内务管家是无法独揽领地大权的。底下的领民如此想着，甚至北野望手下的女人也都这么想着。唯有罗森和北野望不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奇怪想法。这500领民经过一夜休整，各自选出了自己营长，列成了5队，营长为首，蓄势待发。罗森很满意，于是摆了摆手，示意众人起身，而后便拿出了刚才制作的东西堆放在地上，淡淡道：左边是幕府，右边是木镐。领取了自己的装备后，向领地4周扩散做事，切记不准进入迷雾，否则生死自负。听见了吗？听见了。4大营的人回答得很硬气，因为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已经发了2次肉吃了，这让他们觉得待在这个领地效忠罗森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很好，拿上你们的武器，出发吧。罗森大手一挥，400人蓄势而发，纷纷出动。很快，这些领民就走出了院子，开始干活了。院子外传来噼里啪啦的开采声，有砰砰砰砍树的声音，也有锵锵锵采石的声音。有了这些人干活，相信可是区域的资源很快就会被统一收到领地了。统一采集资源，统一发配使用，随便漏点都能让领主过上舒适的生活。这就是发展领地的重要性。一下子离开了400人，院子里立刻就空了。罗森又取出40把木剑，道：先锋营、护卫营，你们来领武器。谢领主大人。这2队人分别是罗黑子和赵云统领，每个人拿了1把木剑傍身，顿时间气质就出现了。穿着茅草衣，手拿木剑，还真有一种民兵的感觉。当然，距离士兵还是有很大一截，不说铠甲，连衣服都没有呢。虽然有些不入流，但总比没有强。领主大人，属下这就带人去巡逻，保证其他领民的安全。黑子拿着木剑对罗森拱手汇报。罗森点了点头，拿出1把铁剑道：这把铁剑是你的武器，拿上它保卫领地，去吧。看到领主拿出来的竟然是铁剑，罗黑子眼泪差点没流出来。领主大人对我太好了，连铁剑都给我用，我一定誓死保卫领地安全。罗黑子跪下狠狠地磕了个头，而后大手一挥，带人离去了。
而后院子里便只剩下了赵云所带领的先锋队和北野望的内务人员了。罗森取出水井和铁锅以及铲子，全都交给北野望，道：“北野望，这些东西你看着安排，果汁的研磨也要继续，水井的挖掘去找后备营的人施工。另外，你本人要负责领地内所有的资源数量变更，出现变动的时候向我汇报。”“是，领主大人。”北野望微微屈身，身后的50个女人也同时屈身。应下后，他们便带东西安排去了。领地内有了女人，很多琐事就有人干了，比如做饭、打水、记录、研磨果汁等等杂事。这些事情，男人干远远比不上女人。他们离开后，院子里只剩下一批人了，那就是赵云的先锋队。罗森看着赵子龙，从背包里拿出一把铁剑，递给他，道：“这把铁剑你先用着，今天我和你们一起去探索迷雾。”“一起？”赵子龙一愣，连忙单膝跪地道：“领主大人，万万不可呀！迷雾中凶险难料，领主大人最好坐镇领地，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绝不可以身犯险啊！”他一劝，其他20位人高马大的先锋队领民也连忙跪下劝道：“领主大人三思，无妨。”看着众人跪地要他别犯险，罗森的内心还是比较感动的。但今天已经是来到这个世界第3天了，迷雾探索刻不容缓，因为危机都是从迷雾中出现的。根据之前的经验，新手保护期一旦过去，领主指南就会开启天下大势。天下大势开启，所有领地的发展都刻不容缓。作为天下大势，自然也有各种大事件，而且每个大事件都由天下人共同完成，每次完成任务的人都有丰厚的奖励，加快领地的发展。罗森不知道天下大事有多少，但已知的天下大事里就包括了第一大事件，世界频道累计探索迷雾110块。事件结束后，会根据迷雾探索的数量进行排名，排名越靠前，奖励越丰厚。第18章击杀孤狼。罗森清晰地记得，上一世的第1名获得了全套黄金武器，威风凛凛。而第2个事件则是被动事件，想不参与都不行。因为第2个事件就是第7天的时候开启的兽潮，野兽出现，四处迁移。凡是野兽出现的地方，所有领地都将受到攻击。而在兽潮危机中，以及以斩杀野兽数量为主进行排名，奖励依然丰厚。第3个事件则是天下清明，这一事件的目标是剿灭骷髅。事件结束后，领主指南又会开启新的规则，就是天空印记。天空印记用于记录天下发生的大事，可以实时投放给别的领主，实时观看。那一世，罗森就活到了天下清明，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原来这个世界大得出奇，世界频道也不是这个世界所有人的频道，它只是1/4的频道。全世界总共有4个世界频道，分为东西南北4个方位。至于有没有中间方位的世界频道，罗森就不得而知了。4个方位的天下大事也不是同步进行，全都是单独的排名。所以领地的发展必然要加快速度，利用优势把雪球越滚越大。只有这样，才能在迷雾扩散之时与天下群雄争机遇。所以罗森今天之所以要跟着他们去，是要带他们去自己熟悉的区域，加快探索速度，争取在事件结束后成为第1名，得到第1名的奖励。罗森带着先锋队率先向外走去，赵云无奈，唯有贴身跟在罗森身边保护。于是一行22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探索迷雾区域，揭开迷雾面纱，是作为领主应有的责任。唯有扩大可视区域，才能带着领民永恒地生存下去。走出小院子，眼前的一幕差点吓到罗森。当然并不是出现了什么野兽，也没有危机，而是那500人干活的样子，斧头翻转，木镐挥舞，交织成一片混乱的乐章，浩浩荡荡，无比震撼。尤其是他们所过之处，真是正儿八经的片甲不留。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有树砍树，有石头踩石头，哪怕地上沉积的茅草都被拾取一空，甚至连地上稀疏的野草也全都被践踏得体无完肤。而且这才过了多久啊？最多半个小时，院子外的一圈野地已经哗然一空，只剩下一圈黄土大地了。在黄色大地上，后备营的人正在寻找有水源的位置，挖掘水井，一切都在有序有条地进行着。看这样子，用不了几天，可是区域的资源都会被开采一空，领地基础设施也会安装完毕。果然是人多力量大，要是不抓紧探索迷雾，这些资源都用不了多久。罗森有点汗颜，还好自己不是那种混吃等死之人，要不然用不了几天真要等死了。到时候领民没有吃的喝的，受不了领主压迫，肯定会起义反抗。子龙，我们先去左边探索，那里的危险最少。罗森指了指左侧，记忆中那里只有一些小的食草动物，虽然前2天听到了有狼嚎传来，但相比之下危险性依然是极低的。遵命，属下将带头冲锋。
赵子龙一抱拳，率先走在前面，其他20个先锋队士兵立刻就围成一圈，把罗森围了进去。这让罗森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于是也没阻止，就这么向着左侧迷雾方向去了。几分钟后，众人来到了可视区域边缘，被眼前浓厚的迷雾挡住了去路。注意警惕！赵子龙率先拔出铁剑，其余人也齐刷刷拿出了木剑，就这么进入了迷雾区域，身影很快就彻底消失在迷雾之中了。其实迷雾并不是完全不可见，只是能见度极其低，所以才会觉得危险大。众人进入后，行走非常缓慢。根据规则，只要探索这块区域 20% 的地方，迷雾便会自动消散。而1000乘以1000米面积的区域的 20% 就是200乘以200米，相当于罗森2个院子大小。哪怕行走缓慢，最多1个小时也能探索完毕。当然，要是在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半个小时也能驱散迷雾，完全看运气。而且最危险的是，迷雾驱散后，周围可能很安全，也可能出现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变得很危险。因为可见度低，只有1到2米的范围，所以众人最起码要走200到300米的距离才算探索 20%。这段距离很短，所以很快众人就快探索完了。但就在这个时候，那声熟悉的狼嚎声又出现了。嗷呜！众人一惊，更加戒备了。小心些，继续探索。眼看迷雾马上就探索完了，罗森可不想中途放弃，于是下达命令继续探索。又往前走了几十米，他们所在的区域迷雾开始退散，慢慢的变得清晰起来。罗森知道这时已经探索够了 20% 的区域了，于是立刻停下了脚步。短短的几十秒时间，迷雾便彻底散去，周围的一切变得清晰起来。领主大人，迷雾散去了。赵云激动地打量着四周，罗森也观察着周围的地形，向着周围看去，到处是大树和野草，在杂草之中还长着一些野生的野菜和小麦，只是数量太过于稀少，一眼看去也只有寥寥数根，捡了过于浪费时间。所以罗森便直接无视了这些资源，郑重说道：子龙，你听得清狼嚎传来的方位吗？听得清，在前面的位置大概有100多米的距离。赵子龙点了点头，认真道：领主大人，我们要去抓捕野狼吗？抓。罗森点了点头。发展初期不能放过任何一种肉类资源，不然食物可不够吃。赵云领会，大手一摆，便在前带路。很快，众人就来到了赵云所说的位置，隐匿在大树和杂草之间。在不远处，一匹黑野狼王正在进食。这匹狼比寻常的狼都要高大，吃着不知道从哪抓来的野鸡，每过一会便兴奋的狼嚎一声，应该是散发吃肉的喜悦。罗森看去，眼前就浮现出了野狼的信息：孤狼，被赶出狼群的可怜狼。罗森，还有这种介绍？第019章想法验证。这只野狼体型比较大，而且作为孤狼，战斗力一般都很强，要是咬到士兵，估计一口下去就会让士兵重伤，而且又没有医药，受了重伤和等死是一种概念。可以看出野外遇到野兽有多么危险。当然了，人数多还是有防御优势的，比如野狼进攻的时候，领民使用武器团结对敌，可以挡住进攻，不让野狼近身造成伤害，甚至可以砍击野狼的虚弱部位。哪怕它皮毛很厚，但攻击虚弱部位也会造成伤害。人多的时候耗也能耗死它。领主大人，要不要属下弄死他？赵子龙双眼放光，拿着铁剑的大手微微一握，他似乎对战斗很感兴趣。罗森沉思了一下，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他继续向四周打探。很快，罗森的眼前就亮了。子龙，那片杂草里好像有东西，你看得清吗？罗森指了指野狼边上的一处杂草，小声问了一句。赵子龙看去，也是眼前一亮，兴奋道：领主大人，好像是一个实质的宝箱，被杂草挡住了，看不太清。好，上！罗森大手一挥，刷刷刷刷，众人当场站直了身子，挥舞着木剑向着野狼冲了过去。尤其是赵子龙为首，速度又很快，这一幕吓了野狼一跳。当他发现异常的时候，赵子龙都快要冲到野狼的面前了，而其他士兵也快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野狼本能地发了一下呆，而后立刻放下嘴里的食物，凶狠地盯着冲过来的人群，仰天嘶吼。嗷呜！狼嚎声没有让领民后退，反而激发了他们立功的想法。野狼见自己的警告无用，气冲冲的便向着赵子龙冲去。只不过这人可是赵子龙啊，武者境界的实力，拥有非凡战力。他握着铁剑，对着野狼迎头劈下。砰！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响起，野狼惨叫一声，倒飞了出去，而后便落在了地上，久久没有了动静，估摸着是死翘翘了。这一幕震惊了周围的20名士兵和罗森。罗森喃喃自语道：这就是武者实力吗？一剑劈死一只狼。
在前世，恐怕精英特种兵也难以做到吧。说完，罗森就从杂草里走了出来，看着野狼的尸体，面前冒出了分解的信息，可分解为狼皮 X1，狼肉30斤。是否分解？罗森肯定是选择分解，但一分解，脑海里就传来了100倍增幅的信息，100倍增幅成功，狼皮增幅至100张，狼肉增幅至3000斤。擦，好多！一只狼能得到3000斤的狼肉，多少领民都能养得活。分解完毕后，罗森来到了草丛里，清晰地看到了一个石箱子，正是宝箱，而且还是实质的。这种宝箱可是不多见，一定有好点的物资。罗森迫不及待地打开宝箱，宝箱消失，物资散落了出来。只是等到物资落地的时候，物资也已经增幅至100倍了。香蕉 X 100根，箭塔图纸 X 100张，铁剑矢 X 100根，3种物资出现。其中箭塔图纸让罗森兴奋不已，甚至比得到了3000斤狼肉还激动，因为这正是他现在最需要的东西。有了箭塔，那在第2波兽潮事件中绝对能大发神威，猎杀无数野兽，不但能获得排名，还能留下一地的肉食资源。唯一缺少的就是箭矢以及弓箭图纸。收起东西，罗森一挥手，立刻道：子龙，我们出发，去下一块迷雾区域。罗森兴奋地带人继续探寻去了。当然，在进入下一块区域的时候，他们还粗略地搜寻了一下这块区域有没有好东西。不过由于是粗略搜寻，只发现了几个兔子窝，倒也没找到别的好东西。兔子窝里有一窝小兔子，一共4只，最终被罗森射死。经过罗森的击杀增幅，就得到了400只小兔子，分解成了400张兔皮以及400斤兔子肉。很快，众人就来到了第2块区域。第2块区域很平静，什么都没找到，只有一些野生草莓和野生小麦。罗森全都收集了起来，留作后备。这些东西经过收集，全都增幅到100倍，也算不少了。第3块区域是领地后方一片碎石地。第4块区域，8块迷雾1000乘以1000米的迷雾区域，形成一个4方形包裹着罗森的领地。罗森带着他们搜寻了大半天，只驱散了6块区域的迷雾。另外2块，其中1块里面有黑熊，1块里面有河流，比较危险。再加上时间原因，今天就暂时搁浅了。而已经搜寻过的6区域，加上第1块区域的实质宝箱，一共只搜到2个宝箱，一个石宝箱，一个木宝箱。木宝箱里都是家具图纸，桌子、椅子、柜子、梳妆台、屏风这些。等罗森他们回到领地的时候，天色也暗淡了下来。此时的领地周围几百米全是一片空旷，地上连杂草都没有，而且还有2口大水井在那里，看起来颇有小村模样。一堆又一堆的物资叠放在那里，无比壮观。这些空地刚好可以用来扩张领土，毕竟500人住在100乘以100平的院子里，难免过于拥挤。为了以后的发展，罗森觉得是时候给自己的领地扩张了。反正新手期过后，100乘以100的安全范围将不复存在。所以罗森回到领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手下人把所有装有木材箱子抬到他的茅屋内。今天一天200人砍树，共计砍伐了1000棵树，平均每人砍树5棵，每棵树掉落木材在4块左右。也就是说，今天一天光是木材，罗森就收到了4000块，而且还是没有增幅的。如果他制作没有增幅的东西，还给增幅，那绝对发达了。看着木材，罗森首先便要制作民舍。低级民舍不需要图纸，每间民舍可以住8个人，把单人床换成双人床，每间民舍就可以住16个人。这样算的话，50间民舍就完全够住了。不过在制作民舍之前，罗森还有一个想法想试一下，于是就拿出木材，先行制作，合成了火把。火把刚刚合成，罗森的脑海里就冒出了系统的声音，彻底验证了他的想法。100倍增幅成功，你获得100把火把。原来真的可以，只要使用没有增幅过的材料，制作的东西也会进行100倍增幅。第020章，先洗澡还是先吃饭？收起火把，罗森的心终于安定了。一间民舍需要消耗500块木材，罗森当即就放入了500木材，选择一键制作。100倍增幅成功，已增幅至100间民舍。制作台的制作空间里当即就出现了100间民舍，这些民舍全都是低级民舍，所有的结构都是木材制成。虽然低级，但用起来也很安全。一间住8个人，100间也能住800人。搞定民舍后，罗森走出了领地，来到了幕墙之外，拜见领主大人。幕墙外的500多领民齐聚在这里，正在吃饭。晚饭是他们早上吃剩下的牛肉以及蔬果，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很满足现在的生活。罗森微微一笑，继续向外走去。赵云和罗黑子见状，纷纷担忧，立刻就带着各自的人追上了罗森，对他进行保护。领主大人要去哪里？天色快要黑了，外面很危险。
赵云在一旁劝说了一句，罗森微微一笑，等会你就知道了。很快，罗森就来到了黄土边缘，这里经过开采，地上空无一物，距离幕墙大概有100多米的位置。这是领民们一条开采的成功。罗森用意念控制着空间背包，选择了投放民舍1，民舍1。随着投放，一间又一间民舍凭空出现。原来领主大人制作了很多房子，这样大家就有地方休息了。赵云和黑子两人眼前一亮，满是兴奋。其他的领民也都眼巴巴兴奋地看着房子。几分钟后，民舍投放完毕，一间接着一间，罗森硬是把这些民舍放成了一个圆形，把自己的院子围在了中间，这样领民就可以很好的保护他了。当然，民舍和他的院子之间还有一定距离，是为了方便以后自己扩展领主府。放置完毕后，罗森把火也放到了外面，方便众人使用。为了方便，罗森还特意让人制作了火种存放，省得以后制作这么简单的东西耽误自己的时间。让赵云和黑子好了对他们进行分配，罗森便把所有的物资收起来，又回到了领地内。51个女人毫无例外全部被他安排到了院子里生活，这样不但保护了他们的安全，更方便了他们伺候自己。当然，院子里的10间民房也就留给了他们使用。北野望作为管家，自然是单独住一间。现在领地里有了水井和铁锅，生活也更加丰富了，可以用制作美食，更可以烧水洗澡，甚至还有香蕉、草莓这些水果。而这些东西全都优先让罗森使用，唯有罗森用过，多余出来的才轮得到他们使用，然后再是其他领民。此时此刻，天色黑了下来，罗森感觉到自身的实力正在嗖嗖的往上涨。或许是民房已经分配了的原因，导致领民的忠诚度都增加了。打开领主面板一看，产生信仰之力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人，而罗森的境界也由普通人变成了武者境界。罗森握了握拳头，顿时肌肉暴起，一股强大的力量由丹田而生，运转7经8脉，在体内运转开来。好强的力量，我估计这一拳下去能把幕墙凿烂。罗森看着拳头，体会着身体的变异。我晋升到了武者境界一段，子龙应该晋升为武士境界了吧？不知道武士境界有多强大。罗森喃喃自语。正在这时，身边的北野望忽然叫住了罗森。领主大人。他看着罗森，低垂着脑袋，欲言又止。罗森急着回房制作东西，但看到北野望的绝世容颜后，压根就不着急了，于是就盯着他白皙的皮肤，双眼直勾勾道：有什么事情直接说。领主大人还有水桶吗？女仆们正在烧水，不知道该怎么给大人盛水。北野望略带为难地解释着。小事一桩，等会我会做一些水桶。罗森没想到竟然是这种小事，立刻就应下了，而后道：对了，我记得储物箱里还有一些小麦，等会给我煮点小麦粥喝。好的，领主大人。北野望兴奋的就去干活了。其实对于这些领民来说，干活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让他们也感到为难的是干活中遇到的硬件问题，比如工具缺失之类的。只要主子提供器具，基本上他们是不会有丝毫不满的。望着北野望扭动的背影，罗森的眼睛有些发直。两世为人，他都没有谈过女朋友，心中对女人自然会有正常的渴求，尤其是北野望长得舒适漂亮，放在前世也是明星级别的容颜。要不是粗糙的布衣遮掩住了他那傲人的火辣身材，罗森觉得自己现在就会做出不可理喻之事。回到茅屋，来到制作台，罗森开始有选择性的制作了一些工具和东西。首先是自己拥有了图纸的桌椅床柜，高级木桌 X100， 高级大床榻 X100， 麻布屏风 X100。 罗森制作了今天开宝箱得到的图纸，全都是木质和布制的。制作完这些东西，罗森先把木床换成高级大床榻。还别说，这种大床不但结实厚重，而且大，躺3-5个人不是问题。搞完大床，又摆上桌子屏风后，罗森才开始制作衣服。今天领民们捡到了很多茅草，有数千堆之多，所以制作起来也是得心应手。10堆茅草合成1纤维，罗森直接放入3000堆茅草，一键合成。页面顿时跳出了几个字：合成成功，纤维 X30000，一下子产生了100倍的暴击。3万纤维合成麻布是3000张。当罗森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有点没反应过来，这么多，要是制作成衣服，该有多少件啊！操！长出一口气，罗森又开始合成了。2张麻布合成1件衣服，上衣制作成功，粗糙的上衣 X700， 裤子合成成功，粗糙的裤子 X700。最终，罗森消耗了2800张麻布，合成了700套衣服。至于剩下的麻布，就留作备用，或者裁剪成毛巾麻布的用了。还有800茅草，可以制作80双鞋子，经过增幅就是8000双。擦，太
太多了，用不完。罗森减少了制作，便只制作了8双。制作台里的茅草消失，经过100倍增幅，而后便多出了800双草鞋。第021章，主动的北野望。自此，罗森算是把所有的茅草和木材消耗了大半了。再制作一些小物件。罗森沉思了一下，继续制作。木桶100倍增幅 X101， 木勺100倍增幅 X101， 木碗100倍增幅 X101。一口气，罗森又制作了几十种家具厨具，不过全都是小型用品，而且自带蓝图的那种。有了这些东西，家庭设施才算完善。搞完后，敲门声响了起来，咚咚咚。随着敲门声响起，门外传来的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听声音，罗森就知道是北野望。房门打开，北野望站在门口，大眼珠子不敢看罗森，而是低垂着眼皮看着罗森的44码大脚，羞答答道：“领主大人，水烧好了，是先洗澡还是先吃饭？”“先洗澡吧。”罗森看着他那泛红的双颊，情不自禁的就扬起了嘴角。晚风吹过，带起他的麻布衣摆，一丝洁白映入罗森的眼中。罗森的眼睛更直了，他把制作好的衣服和器具全都放到了门口的箱子里，道：“东西都放到箱子里了，有什么需要的你自己安排。”说罢，他就又钻进了房屋，开始在房间里摆弄东西。随着他的摆弄，北野望带着几个女仆用小木盆舀水倒入了屏风后的大木桶里。没一会的功夫，水桶就满了。北野望示意女仆们出去，而自己则悄然来到门口，咯吱一声关上了木门。听到关门声响起，罗森便在屏风后面去除麻布衣。但就在这个时候，北野望却忽然越过屏风走了进来。他脸上红润，手拿麻布，扭动着身子径直走来。这个时候，罗森才刚刚钻进木桶，满脸错愕地看着北野望，傻眼道：“你怎么进来了？”“领主大人。”北野望羞涩无比，言语之无道：“民女服侍领主大人洗澡。”说时迟那时快，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已经来到了木桶前，眼看就要上手。罗森连忙阻止道：“别，你先站住。”“领主大人，怎么了？”北野望疑惑地盯着罗森的脸，那张脸棱角分明，眸如星辰，仔细看去，让人觉得带着些许帅气。“嗨嗨，那个啥，我不习惯别人服侍我洗澡，这种隐私的事情还是我自己来吧，你先出去吧。”罗森咳嗽了一声，就给拒绝了。北野望见状，也没有硬要留下，而是悄然松了口气，转身出去了。等到关门声响起后，罗森才收回目光。这一刻，他后悔了，气得一巴掌拍在了水面上，溅起了水花。“罗森啊罗森，你怎么就给拒绝了呢？多好的机会啊！靠，以后不知道又要等多久了。”罗森叹了口气，只得独自洗澡。洗完澡后，他的皮肤就变得白皙了起来，又凭空增添了几分帅气。来到屏风外，饭菜已经摆放在桌子上了，1块牛肉加1块兔子肉，以及1碗小麦粥。虽然很单调，但相比起其他领主，他这顿饭已经算是极其豪华了。因为别的领主此刻正吃着苹果、胡萝卜等蔬果充饥呢，连肉的味道都闻不到。一边吃饭，罗森一边在桌面上展开领主指南。毫无疑问，打开领主指南自然是来到了区域频道，看看别的领主都过得怎么样了。只是刚打开频道页面，私聊频道就出现了99加的提示字样，这代表最起码有99位以上的领主给他发了信息。罗森点开私聊页面，消息逐一出现，这些私聊信息大部分都是曾经和他换取过资源的领主。此次私聊自然是为了继续置换资源，不过罗森可不缺资源，懒得和他们换。随便往下巴拉了一下，罗森看到了一个叫做清雅的女领主发来的信息。罗森清晰地记得，这个清雅是一个女明星，当初还算小有名气，属于那种高冷女神范的那种女星，自己也和她换过食物。于是罗森就点开了信息，上面有很多留言：“在吗？在吗？你怎么不回我信息啊？你不愿意发坐标也没关系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有食物了，嘻嘻。人的人呢？你为什么不理我？”看到清雅发来的这些信息，罗森有些摸不着头脑。有食物了，告诉他干什么？他们好像素不相识啊。难道这个小明星被我救助了一次，就爱上我了？好像也不太可能啊。罗森嘀咕了一句，便关掉了页面，仍然没有回他。继续往下翻，罗森又找到了那个曾经卖盐的领主了，他也给罗森留下了信息：“大哥，我又有盐了，这次我搞了很多，换不？”看到这句留言，罗森当即给了回复：“换，你有多少我全要。”说罢就来到了主区域聊天频道，开始看别人聊天。好饿啊，我3天没有吃肉了，救命啊！各位大哥，我想问个事，就是遇到有野兽守护的宝箱怎么办啊？我这里有一个石宝箱，但旁边有一条毒蛇，那条蛇又粗又长，好吓人啊。有多粗多长？野兽守护的宝箱里好多都是图纸，你没能力就别开。
还是去找木宝箱吧，木宝箱基本没有守护，而且大部分都是食物资源。原来如此，看来这位打开已经开了不少了呀，如此有经验。不多，也就6、7个。哇，好厉害啊！不厉害，我的领地好，靠在一处水潭，靠卖水为生，目前用水换了好多资源了。哇，好羡慕啊！每天什么都不用干，光靠卖水生活，太舒服了。一般舒服，毕竟经常有野兽来喝水，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大哥，换点水呗，我只有苹果。苹果不换。看着聊天记录，罗森吃的饭也变得很香了。毕竟有这种聊天的存在，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孤单。卖棉花喽，谁要棉花？可以用来做被褥，做棉衣穿，舒服得很。用肉来换。忽然间，罗森看到了一个卖棉花的信息，这让他想到了自己还没有被褥，于是便点开了买棉花的头像，给他发了个信息：来100斤棉花，你要多少肉？第022章，惊人的探索速度。卖棉花的领主是一个中年大叔，此时正躺在自己的小木板床上，身上的毛草破破烂烂，衣不蔽体，地上丢的满是苹果核，双眼无神，要死要活的。当他看到罗森给他的信息时，顿时眼睛就直了，连忙回道：什么？100斤？大哥，我只有50斤棉花，换5斤瘦肉行不？回完信息，他无比忐忑地等着，生怕让别人觉得自己狮子大开口，吓跑了客人。但很快，罗森的回复让他彻底出了一口气，尤其是看到交易信息里放着的5斤牛肉，他当场就跳了起来，兴奋的光想叫唤。时间来到了凌晨，有些人已经在频道里热情的聊天吹水，有些人早早的进入了睡眠，期待次日能找到充足的物资。就在这个午夜，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领主指南的第1页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原本写着世界规则和介绍的问题统统消失，并逐渐出现了4个大字在最上方：天下大事。4个大字跃于牛皮纸张上，在大字之下写着大事记以及介绍。天下事件，迷雾探索。事件进程，已驱散区域2亿，共计100亿。介绍：探索迷雾区域，驱散迷雾，还天下清明。由世界所有领主共同参与，所有领主累计驱散迷雾区域100亿块，3天内前1000万名获得领主奖励。奖励介绍：前1000万名奖励铁器全套装，前1万名奖励银器全套装，前3名奖励金属全套装。另第1名将获得额外奖励。当前排名：第1名罗森，已探索迷雾6块；第2名唐毅，已探索迷雾2块；第3名周问山，已探索迷雾2块；第4名。下面就是探索排名，一串长长的排名。虽然羊皮纸范围有限，但可以一直往下扒，可以扒到第1000万名。我竟然是第1名，和第2名相差了3倍。当罗森看到自己的排名时，心中不但没有激动，反而有些心惊，因为自己可是靠着这么多领名才探索6块迷雾的，而后面那些人仅仅靠着3个领名，还要一边寻找食物，竟然也探索了2块区域，着实有些厉害。要是自己放松警惕，估计第1名还真不好拿呢。果然是3人行必有我师，20亿人行必有无数天纵之才。罗森看完事件信息，就来到了交易商城。虽然仔细看下来，事件的奖励和以前的奖励略有不同，但可能是时间不可更改，自己重生后发生的事情不能完全和前世重叠，所以罗森倒也没有很在意，只是以后不能拿之前发生的事情来仔细对比了，毕竟细节会有不同。3天内探索100亿块区域，我这个世界频道内应该有20亿人，平均每人要探索5块区域才能完成任务。要是想拿到第1名，最少也要探索10块以上。罗森在心中盘算了一下，至于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世界有20亿人，是因为上一世罗森看到了世界分布地图。这个世界很大，大的超出了人的想象范围，分为东南西北4个方向，每个方向都是单独的世界，且领主指南互不相通。全球70多亿人，平均下来一个方向的地域将近20亿人，而这么多人，周围还有那么多迷雾，可以想象这个世界有多大了吧？而且迷雾中还生活着原始土著兽人。来到这个世界，罗森还没见过兽人呢，他甚至都有点期待兽人是什么样子的，会不会真的如同漫画小说里那样，一副人的模样，结果屁股上有尾巴，头上还长着角的那种。看完天下大事的介绍，罗森就来到了区域频道，这里依旧在火热的聊着天。不过很快就有人发现了事件的出现，于是话题就扯到了事件上和第1名的身上。兄弟们，领主指南第1页刷新了天下大事，前1000万名竟然给铁器套装奖励，你们看见了没？看见了，看见了。要是我们谁能挤进前1000万名，绝对可以依靠铁器套装崛起啊！铁器套装都有什么东西呢？我知道，我是游戏策划师，我觉得铁器套装应该有铁器盔甲、铁护膝、铁头盔、
铁剑这些东西。哇，这么多好东西！冲啊！加油探索迷雾啊！奥利给！老爸秘制小汉堡，秘制小汉堡！聊天内容火热火热的。很快，众人就从事件里醒过了神，开始注意到了目前的第一名。这个叫罗森的第一名，竟然已经探索了6块迷雾，这速度也太快了吧！什么6块？我擦！我这2天都没闲着，才探索2块而已。他还是人吗？罗森怎么觉得有点耳熟啊？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每天都有很多资源交换的那个人。天，他太厉害了！要是能够出现在罗森的身边区域就好了，以后大家强强联手，做大做强，绝对可以再创辉煌。嘿，你谁啊？人家能看得上你吗？小子，别看不起人，他厉害着呢，而且也囤积了很多资源。据说那个女的在地球的时候是个美女杀手，手段狠着呢。不知不觉间，罗森昏昏欲睡，很快就进入了睡眠。次日，罗森睁开双眼时，天色已然大亮，而今天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天，领主们的新手保护期也到时间了。罗森打开领主页面，信息就出现了：领主罗森，境界武者一段，领名503人，信仰之力人数113人，等级村级。看着领主页面，罗森细心的发现，那个100×100的领地区域彻底消失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它可以向外扩张，也可以维持不变。罗森关掉面板，缓缓起身。而这个时候，木门咯吱一声响了，北野望交叉着双腿走了进来。他小心翼翼的，只是刚进门就看到了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的罗森了，被吓了一跳，连忙道：“领主大人起了，属下这就去打水。”罗森点了点头，揉着困意的眼睛来到了制作台。第23章，棕熊、野鸡、宝箱。昨天晚上太困了，买了棉花，没有第一时间制作，所以罗森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制作被褥，要不然半夜的时候总会觉得有点寒冷。粗糙的棉被需要麻布4张加棉花4斤，罗森当即制作了10床被褥。差点忘了制作水袋。正准备收手的时候，罗森拿出了一张牛皮和一只牛角。一张牛皮可以制作10个水袋，再搭配绳子和牛角，便能储存水了。绳子用于扎在口上，绑在腰上，牛角则会制成进出水口，要不然软趴趴的，可无法储水。于是罗森开始制作牛皮加牛角加麻绳，水袋 X10，百倍增幅异常，是否继续添加99张牛皮和99只牛角？差点忘了，牛皮和牛角增幅过了，无法继续增幅。想到这里，罗森就添加了所有的牛皮和额外99只牛角，继续开始制作。百倍增幅成功，已增幅至1000只水袋。制作完毕，罗森把被褥和水袋给自己留了一部分，其他的放在了公共储物箱里，方便北野望安排下去。水袋每个人都能领到，但被褥就稀缺了。并不是他不想给每个领民都制作被褥，让他们睡安稳觉，只是棉花稀少，而且换回来的物资不会进行百倍增幅，所以只能让领民们暂时忍一忍了。除了棉被和水袋，罗森还把昨晚制作的多余的桌子板凳、衣服鞋子和木质的锅碗瓢盆全都放进了储物箱。莫一会，北野望端着一盆清水走了进来，伺候罗森洗漱。同时，其他又来了2个女领民，准确来说，她们已经是城主府的私人女佣了。她们拿着一块烤肉，还有他们自己忙碌了半夜才雕刻出的奇丑木碗，盛了一碗小麦粥，一并端到了罗森的饭桌上。罗森洗漱完毕，开始吃饭，而北野望就站在他身边伺候，方便有事好使唤。还别说，这还真有一种当地主的感觉。北野望，罗森喝了一口粥，缓缓抬起头盯着北野望。北野望连忙躬身道：“领主请吩咐。我放了一些资源到储物箱，你记得分配下去。至于棉被，你去给子龙、黑子、铁山每人送1床，剩下的1床是给你的。”罗森一边吃饭一边安排事务。当北野望听到还有1床被子是自己的时，明显感到了不可思议。毕竟其他3个领民都是营长，肩负重任，尤其是赵子龙更是武艺非凡，能拿到领主赏赐都是应该的，而他何德何能啊？想到这里，北野望激动攥着小手，狠狠地点了点头，心中更加铭记领主的别有用心了。很快他就去安排了。虽然领民都在外做工，但距离不远，所以北野望吩咐了手下的女佣去外面发资源，每个人都有1套麻布衣和1双草鞋。坐在房间里的罗森在这一刻又感觉到了实力的提升，由武者1段提升到了武者2段，力量明显有所增加。不用看，罗森也知道那些领民达到中程度的人赫然已经超过了200。吃完饭后，罗森来到了院子。此时的院子一片整洁，摆放在地上的物资也都被收进了储物箱，只有一些女人正在更换麻布衣，叽叽喳喳地聊着天，
议论着领主的隐私。你们发现了没有？领主大人对我们好好啊。是啊是啊，没想到领主竟然会让我等贱民穿衣服，比别的领主好太多了，我一定要好好侍奉领主。领主大人好像还没有婚配，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给领主大人当个通房丫鬟。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罗森经过民舍的时候听到了他们的议论，不过也只能装作没听到，要不然还真收了他们不成。这些女人长得虽然都年轻，但和北野望比起来，罗森那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走出院子，来到外面，这里是第1层区域。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几十米外围着的一圈民房，以及民房外正在干活的领民。有了这些领民后，罗森就没有再插手过采集资源的琐事了。反正领民采集后，他进行加工制作也会有100倍增幅。自己的斧子虽然快，但也快不过几百领民的速度。继续往前走，来到领民工作的树林，这里的树木石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在空地上堆成一座座资源，最后由资源营的人运送回去。领主大人好，见过领主大人。罗森的出现，凡是经过的领民全都恭敬地打招呼。这些人此刻已经换上了崭新的衣服和鞋子，看上去已经没有了野人的感觉，活脱脱一农民模样。罗森全都是微微点头，一边走一边看，同时心中在向着赵云探索迷雾探索的怎么样了，会不会遇到危险之类的。不过正想着呢，森林深处就涌出了一队人，引得众人连忙看去，因为领民也怕遇到危险袭击。不过这队人不是别人，正是赵云带头的先锋营，而且先锋营只回来了几个人。看得罗森心中一跳，连忙快步上前，担心地询问道：发生什么事了？领主大人请勿担心，是好事。回来的几个先锋营士兵跪在罗森面前，兴奋道：刚才我们跟随赵云将军去探索迷雾，发现了2头棕熊。啊，有没有人受伤？罗森一惊，又是连忙询问。回领主的话，没有人受伤。子龙将军只用2招就击杀了棕熊，而且还在棕熊区域发现了几只野鸡和一个石质宝箱。子龙将军说还要探索迷雾，所以特意让我们回来叫人去搬运物资。为首的士兵一口气全说了出来，这才让罗森担忧的心彻底平静下去。我就说嘛，子龙乃是武士境界，区区2头棕熊根本伤不到子龙。罗森喘了口气，对着背后忙碌的人群道：后备营的营长是谁？马上让他过来。话音落，人群里就有一个中年人连忙放下了手里的事情，小跑着过来，在距离罗森2米的位置直接跪伏在地上，五体投地道：领主大人，属下是后备营营长金安邦。罗森看去，他身上出现了资料，姓名金安邦，忠诚度85。果然，能当营长的都是对领地有一定忠诚度的人。不过或许也有没有那么高的忠诚度，但只要罗森发现，绝对会让他下台。第024章圈养图纸。作为后备营，杂事很多，哪里需要他们就去哪里帮忙。砍树的忙不过来就去帮忙砍树，采矿忙不过来就去采矿。领地内哪里需要劳力需要人手，各大营长都能调动。不过调动需要汇报给女管家北野望进行报备，经过北野望的同意才行。毕竟后备营是属于后备资源，而且是属于领主府的后备。罗森看着金安邦道：立刻带领50个人跟着这几位士兵去搬运资源。是。金安邦立刻答应。罗森又道：对了，以后你们就分出一部人跟着先锋营，先锋营探索过且没有危险的地方，你们就紧跟其后去搜集区域，把资源给我带回来。遵命。去吧。罗森摆了摆手，金安邦立刻起身，对着后备营的人大力挥手。很快，后备营就叫来了50个人，跟着几个士兵出发了。罗森没有一起去，而是在树林外围等待。有眼力劲的女佣还给他搬过来一张椅子和桌子，桌子上还摆上了香蕉、果汁等食物。这让干活到了领民以为领主不满意他们的干活速度，今天特意来监工的，让他们有些担忧，于是更加努力砍树采矿了。大概半个小时后，所有人的资源都发放完毕了，每个人都领到了新衣服和一个水袋，水袋里的水由资源营的人填装。顺便说一句，2口水井经过昨天的挖掘，一口安装在了领主府外，一口安装在了领主府内。虽然周围找到了很多个点，都可以挖到地下水，水井也稀少，但为了领主的方便，还是优先安装了领主府的水井。有了水，领主府内生产的果汁就没有那么浓了，喝起来也不会怪怪的了。因为为了口感更好，女佣们会用铁锅烧水，放凉后添加进果汁内进行稀释，这样不但提升了口感，更增加了产量。罗森喝着果汁，吃着香蕉，顺便打开了领主指南的聊天频道，看别的领主发生的事迹。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过去了大半个小时。前去收资源的后备营也回来了。
50人散乱的走了回来，而且忠诚度全部提升。尤其是带头的金安帮去收了一次资源，心中对罗森的忠诚度更是直接飙升到了90，可见这次外出对他们造成了多大的震撼。他们一出现就引起了干活领民的注意，当看到人群中抬着的巨大棕熊后，更是全都合不拢嘴，发出了惊叹：好大的熊，而且是2头，这是赵云将军击杀的吗？赵云将军好厉害啊！嘿嘿，应该说我们的领主好厉害，连赵云将军都对领主忠心不二，我们跟着领主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棕熊很大，一只最起码有400-500斤的样子，所以每一只棕熊都有6个领民抬着，才能稳步运输。很快，后备营的人就拿着资源来到了罗森面前。罗森坐在椅子上不动如山，金安帮怀里抱着一个实质的箱子，脸上笑意满盈，合不拢嘴，来到罗森面前就双手奉上，道：领主大人，赵云将军留下了一个实质宝箱，2头被击杀的棕熊以及6只活的野鸡。不错不错，把东西送到城主府，还有别的东西吗？罗森点了点头，夸赞了一句。金安帮非常明白，这句夸赞是夸赵云将军的，于是他又连忙道：领主大人，我们在回来的时候顺便搜寻了一下周围，另外还发现了5株灵脉，2只蚕。灵脉还有蚕？拿过来我看一下。罗森一愣，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连忙让他们拿出来。金安帮摆了摆手，2个手下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展现出了灵脉和蚕。一个手下拿着一把灵脉，罗森眼前顿时一亮。灵脉这玩意其实就是变异的小麦，变异后麦苗飞速生长，比寻常小麦大上几倍，而且籽也会变得大颗饱满，而且拥有一丝丝的灵气在其中，常年服用可以提升肉体实力，是不可多得见的宝物。只不过这东西很稀少，根本就见不着，没想到被后备营给找到了，只是数量少了点，一株灵脉上有20-30粒籽，5株也才100来粒，吃的话不够一顿饭，种的话又太少，不过可以先存起来，以后多了就大规模种植。看完灵脉后，罗森又把目光放到了蚕上面，那是2条手指大小的蚕虫，同样可以饲养，而且这玩意能吐丝，而且吐的丝能制作丝绸，就连拉的粑粑也能用于医药，有止痛的功效。东西不错，就是太少了点。罗森当即道：全都送到城主府，至于那个蚕就先养起来吧，交给女佣去做，反正之前收集了很多树叶。是。金安帮微微鞠躬，就开始往城主府里运送。只不过没一会，在城主府做事的北野望就走出来了，来到罗森身边，有些无奈道：领主大人，那些野鸡怎么出来？要不要圈养起来？如果不圈养，恐怕城主府的院子会很脏。哦，我差点忘了，鸡食比较多。罗森道：先养起来吧，看看会不会生蛋，不会生蛋就杀了好了。北野望脸上一红，安排好这些，罗森便开始开宝箱了。实质宝箱，不知道又能开出什么好东西。阿弥陀佛，佛祖保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人信佛。罗森祈祷了一下，便打开了宝箱。顿时间，资源出现：鸡圈图纸 X1， 马圈图纸 X1， 叮，100倍增幅成功，已增幅至100。鸡圈图纸 X100， 马圈图纸星号100。罗森，这是什么玩意？鸡圈马圈？不过当罗森看到图纸的具体信息后，才彻底惊住了。鸡圈图纸制作出鸡圈，用于圈养野鸡，可缓慢改变野鸡脾性，提升下蛋率。马圈图纸制作出马圈，用于圈养野马，可缓慢改变野马脾性，方便训练乘坐骑。原来是这样用的，罗森顿时恍然大悟。这个世界，野外的野兽都有兽性，经过圈养可以改变兽性，成为温顺的家禽。第025章规划制作箭塔。当然，圈养虽然能改变野兽兽性，但只能改变一些低级野兽，而且兽性越大，圈养消耗的时间越长。像是一些超出正常野兽范围的妖兽就无法圈养了，只能依靠实力驯服。所以看到这2个图纸的时候，罗森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他还没有野马，但偌大的野外野兽多了去了。别说野马，只要你耐心寻找，人马都能找出来。当然，人马可不是那种下半身是马，上半身是人的怪物，而是那种长着马耳朵马尾巴，有马类特征的人。对，就是兽人，只有这个世界才存在的兽人。既然如此，那就先制作一些吧，把野鸡圈养上，说不定过几天就能吃鸡蛋了。罗森喝了一口果汁，缓缓起身。不过在回去之前，他把外面堆积的木材和茅草收了起来，因为用没有增幅过的材料制作会进行100倍增幅。回到房间，罗森来到制作台。鸡圈制作需消耗木材20加茅草20，鸡圈大小1米乘1米。马圈制作需要木材50加茅草50，
占地面积2米乘2米。小是小了点，不过我可以制作100个，合并起来就大了。罗森沉思了一下，便放进去了200张图纸和70块木材以及70堆茅草，一键制作。叮！数据异常已修复，100倍增幅成功。脑海里当即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听到数据异常后，罗森吓了一跳，但很快100倍增幅的效果就出现了，200张图纸尽数消失，制作台的空间里出现了100个鸡圈和100个马圈。呼，原来这样也可以。增幅过的东西放进去100份，添加在其他没有增幅过的，制作出来的东西依旧会100倍增幅。看来这个增幅系统还挺公平的。制作好东西后，罗森又陷入了沉思。当然，并不是在发愁，而是在规划土地。以后领地的人多了，建筑设施也会多起来，所以他要提前规划，要不然摆放的过于杂乱，挪来挪去太麻烦。城主府的左侧可以养鸡，还可以开荒种灵麦。马圈占地位置比较多，就单独放在右侧好了。以后围墙扩张，也可以把马圈鸡圈全都扩张进来。盘算完毕，罗森就把北野望叫了进来。由于人数多了起来，所以罗森的门口始终守着几个女佣，方便罗森下达命令。罗森指房间里说了一句：“来人呢。”门外的女佣就可以听见，然后推门而入，让北野管家过来，我有事找他。罗森吩咐了一句，女佣立刻去找人。很快，北野望就来到了罗森面前。领主大人，坐。罗森摆了摆手，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北野望见领主不像别人那样对属下苛刻，心中很是感激，于是就小心翼翼地坐在罗森身边。叫你过来没什么事，就是和说一下城主府的规划。罗森缓缓说道，过段时间度过受潮危机，我准备扩张领地，扩展城主府。一番解释，罗森和北野望说了自己的规划想法和设施的摆放，以及对以后开荒种田的想法和饲养家禽的想法。贵重的家禽将圈养在领主府内，大面积的种植要挪到什么方位。这些话北野望全都记在心里。在动工之前，领主所规划的土地和方位全都不能动，不能被占据。记下了罗森所有的话后，北野望点了点头道，属下已经记下了，那属下这就去摆放鸡圈和马圈。记得不要摆得那么大，鸡圈的范围能养个110只就够了，马圈能放下30-50匹就行。遵命。说罢，北野望便去实施了。由于屋里屋外都有箱子，所以罗森制作的公用物品全都放在门口的箱子，方便北野望支配。而房间里的箱子没有罗森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开启。看看还有什么图纸没用。罗森来到储物箱，开始查看资源。忽然间，罗森发现还有一种图纸正安静地躺在储物箱里。箭塔图纸100张，可以用于受潮防御，就是没有弓箭。算了，还是先把箭塔做出来吧，也可以当瞭望塔使用。罗森掏出了100张箭塔图纸，开始制作箭塔。木质箭塔需要消耗材料木材500块加图纸1张。看着箭塔图纸，罗森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对，这个箭塔是露天的，缺少遮风挡雨的屋顶。制作屋顶好像不需要图纸。罗森思索了一下，又是找到了屋顶蓝图，确实不需要图纸，而且最低级的屋顶同样是木材制作出来的，还可以遮风挡雨。心中盘算完毕，罗森就开始了制作。木质箭塔 X100， 木质小屋顶 X100。顺带说一句，木质屋顶可以选择制作大小，越大的屋顶消耗木材越多，反之亦然。看着制作出来的箭塔，眼前冒出了详细的资料。箭塔木质结构，高度5米。不错。罗森看着箭塔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拿着箭塔就走出了领主府，开始放置。放置的地点自然是需要自己规划。想了想，罗森在最外围，也就是民舍之外几十米的地方放置了6座箭塔。箭塔距离民舍有几十米的空间距离，可以集结领民，而且站在箭塔上又可以放哨值夜。一侧放3座，分为2侧放，每一侧的3个箭塔距离都很近，只有10米的距离，方便互相照应。而左侧和右侧相距的就远了点，有20米的位置。这样看起来，中间的空间更像一个大门。以后修缮围墙可以顺着箭塔修建了，把门留在这里。放置完毕，时间也到了中午。在外面干活的领民纷纷收工，坐在原地吃干粮。虽然一天只有1斤肉，但再加上水果之类的，也够他们吃饱喝足了。比起在其他领地连水都没得喝的日子强太多。罗森也坐在外面，一边吃肉一边看着这壮观的景色。这种生活只在梦里发生过，如今却真真切切地实现了。吃着吃着，外出探索的队伍又回来了几个人，为首的依旧是后备营的营长金安邦。他刚才回来带来了棕熊和宝箱，如今又回来，难道又发现好东西了？想到这里，罗森的双眼也变得格外的明亮，
直勾勾地盯着远处小跑回来的金安邦。第026章野马群，全军出动。金安邦率先跑到了罗森面前，他气喘吁吁道：“领主，重大发现，重大发现！呼呼呼呼！不要急，喝口水慢慢说。”见状，罗森给他倒上了一碗果汁。咕嘟咕嘟咕嘟，金安邦一饮而尽，用手臂擦了一下嘴上的残渣，道：“领主大人，赵云将军在前面发现了一条小溪，而且在小溪那里有一群野马在饮水。”什么？一群野马？罗森微微一愣。对，大概有20多匹。赵将军让我回来请示领主该怎么解决，要是抓捕的话，我们人手不够，会惊跑野马群。金安邦看着罗森，等待吩咐。罗森大喜，连忙道：“快回去告诉子龙将军，让他们守好，不要伤害了那些马匹，更不要让他们跑了。我这就带人去捉。”遵命，属下这就去。金安邦郑重地点了点头，就又带人小跑着回去了。罗森见状，对着远处站岗的护卫营营长罗黑子喊道：“黑子过来！”罗黑子小跑着过来，无比恭敬地拱着手道：“领主大人。”黑子立刻通知所有人放下手里的事情，全体集合。罗森很激动，黑子微微一愣，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大事，飞快地去冲进人群，大喊道：“集合！所有人立刻过来集合！集合！领主大人有令，全体集合！”罗黑子出动，其余的20名护卫队也出动了。20余人通知，劳作的300多人当场响应，全部汇聚到了民舍之外箭塔之内的空地上。没一会的功夫，全体就到齐了，当然女人除外。不过女人们听到动静，北野望还是带着几个女佣出来查探了一下，站到了罗森的身后。罗森此刻很激动，自己前脚得到了马圈，后脚赵云就找到了野马群。要是能捉住这些野马，自己的领地就有坐骑了。有了坐骑出行方便，而且还可以训练成骑兵，保家卫自己啊。不管怎么说，捉住这群野马，百利而无一害。看着到齐的人群，罗森大声道：“领民们，我们的赵云将军在野外发现了一个野马群。本领地目前正是发展的非常时期，所以本领主决定带领你们去抓野马。等会到地方后，所有人围成一团，绝对不能让任何一匹马跑掉，但也不能真正伤害了野马，明白了没有？”“明白。”数百领民听闻是抓野马，也都悄然松了口气，毕竟这个活不危险。于是齐声大喊道：“领主威武，威武！”好，我们出发。说罢，罗森就在罗黑子的拥护下出发了。一行300多人，浩浩荡荡向着森林里而去。所过之处，杂草被践踏，树枝被折断，造成了不小的动静。但即便如此，也没有野兽赶出来。笑话，这么多人，哪个野兽赶出来送死？此去300多人，再加上赵云带领的人，一共有400多人。400多人活捉20多匹野马，也就是平均20个人捉一匹，相对来说不是很困难。哪怕野马的性子比较烈，但也只是寻常野兽，20个人对付一匹，基本可以保证双方都不会受伤，顺利完成捕捉。半个小时的功夫，众人来到了野马所在的区域，也就是领地正前方不到2公里的地方。远远的，罗森就看到了赵云等人。赵云带着70余人，形成了一个半圆形，把野马群围在了溪水边上。而被围在溪水的野马也不敢轻举妄动，全都气喘吁吁地喘着气，好像在找机会想冲破防御逃跑。看到赵云等人没有爆发冲突，罗森松了口气，毕竟那是野兽，一旦爆发冲突，难免被跑掉一些。跑不掉的估计也只能打伤，要不然70人很难拦住20多匹野马的。将军，领主大人带人来了。赵云身边的一个士兵听到动静后，小声地提醒着：“我知道，别轻举妄动，等领主大人形成包围圈后再说。”赵云叮嘱了一声，悄然退出包围圈，前去迎接罗森。不过远处的罗森摇了摇手，示意赵云不要过来，防止野马逃跑。而后对身边的几位营长道：“所有人散开，形成扇形进入，包围野马群。”是。300多领民开始行动，浩浩荡荡地围了过去。没一会的功夫，众人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把野马群严严实实地包围了起来。随着包围圈的缩小，野马群开始变得暴躁，原地踏步，鼻息间喘着粗气。他们目前唯一的逃跑路线只能是背后的小溪，但溪水可不浅，野马们也不敢下水。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群野马已经无处可逃。罗森这才彻底放下心来，仔细地向野马群看去，打量着这些野马。虽然还没捉到，但在罗森心里，这群野马已经是他的了。野马浑身都是棕色毛发，高度和一个成年男人差不多，属于正常的马匹。而且眼前出现的信息也让罗森对这群野马有了一定的了解。野马，成年的野马拥有汗血宝马血脉，脾气暴躁。咦，那个马的颜色怎么不太一样？忽然间，罗森在马群中间看到了一个被马群拥护的马。虽然被马群挡住了，但他高大的身躯是很难隐藏下去的。领主大人，
那匹暗红色的马是马王，这群马的头领，而且还是汗血宝马。这个时候，赵云在旁边解释了一句。罗森看去，信息出现：野马王，拥有纯正汗血宝马血脉的野马王，汗液如鲜血，可日行千里。果真是汗血宝马，而且还是马王。罗森眼神明亮，道：这匹马不错，领主大人喜欢，属下亲自为领主大人抓来。赵云拱了拱拳头，对于他武士的实力来说，拿下野马王也只是区区小事而已。不过罗森准备自己动手，刚好可以验证自己武者的实力究竟有多强，于是摆了摆手道：子龙，我的境界刚好提升到了武者境界，这次我亲自动手，顺便验证一下我的实力如何，你就在旁边为我压阵吧。是。赵云应声点头。第027章驯服野马王。压阵其实就是保护上阵人的安全，在上阵人不敌或有危机的时候及时出手，不但能让上阵的人能好好装一逼，还能保证上阵人的人身安全。这些小道道赵云是知道的。跟着罗森身后，两人走进包围圈，野马抓捕行动正式开始了。400多人分出无数个队列，对马群进行分割。马群慌乱了，四处奔走，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而领民们则趁势扩大包围圈，然后缩小包围圈。很快，马群就被众人分割成2个包围圈，然后又有2个包围圈，分成4个包围圈，4个分成8个，最终20多匹马被全部分割开来，形成了20多个包围圈，造成了单独包围的局面。上！一声令下，20多个包围圈开始缩小范围。我去，按住他的蹄子，好大的力气，把他放倒，快！随着人群行动，平均每20个人放倒一个野马，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困难。很快，20多匹野马被全部放倒，每一匹都有20来个人摁着四肢，彻底的断绝了野马跑路的途径。领主大人，一共26匹野马，加上马王总共27匹。后备营营长金安邦亲自清点汇报给罗森。罗森点了点头，看向野马王。这里的领民没有行动，因为罗森说过要亲自抓捕。罗森上前，领民们自动让开一个小小的豁口，让罗森进来和赵云进来。野马王似乎拥有着智慧的头脑，明显感觉到了罗森是这群人的首领，发出了嗤鼻声，且马后蹄不停地扒拉着土地，那模样好像要和罗森单挑一样。不愧是汗血宝马，竟能看出局势。罗森咧嘴一笑，对着野马王勾了勾手指头，轻飘飘道：你过来啊！啊！野马王当即仰头长啸一声，冲着罗森就冲了过去。这匹野马王又高又大，若是普通人被撞上，定然会倒飞出去。但罗森已是武者境界，身上带有一定实力，于是罗森微微扎马，固定姿势。趁着野马王即将到来之际，他一个侧身，双手形成环抱姿势，而后用力一蹬，整个人斜冲而上。啊！野马顿时来了一个急刹车，发出长啸，而后不停地甩动身子。因为罗森刚才那一跳，双手捏住了马脖子，整个人已然坐上了马背。啊！野马脾气暴烈，见甩不掉罗森，开始原地蹦跳，一上一下的产生颠簸，想颠下罗森。但罗森稳如老狗，身子随着野马摆动，一点都没有要掉下来的样子。尤其是作为前世今生都第一次骑马的人，罗森明显的感觉到心情的舒爽和愉悦，那是语言难以形成的快感，有一种豪情万丈自心底而出，快乐的犹如在那一瞬间的哆嗦。驾！罗森夹紧双腿，双手扶着马脖子，形成俯冲的姿势，这样不但能减少风阻，还能通过马脖子控制马匹的奔跑方向。啊！野马王惨叫一声，向着来时的路奔跑而去。领主大人驯服了野马王。一个士兵满脸震惊地蹲在地上，虽然双手按着马腿，但依然不影响他昂头观察的视线。快！所有人立刻抬起野马，回领地，我去追领主大人。赵云眼神微眯，向着罗森离去的方向便奔跑而去。茫茫野外，危险重重，领主骑马而去，他必须要绝对保证领主的安全。看着赵云前去，护卫营的罗黑子有些无奈，因为保卫领主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才算护卫啊。不过赵将军亲自出马，领主绝对不会有危险，自己也不用瞎操心了。毕竟自己加上手下人一起上都不是赵将军的对手。于是罗黑子便自觉留下指挥众人，纷纷抬着野马向领地走去。再说罗森骑着马王奔驰在树林之间，马蹄践踏着草地，发出咚咚咚的闷响。这一路上马王可没少折腾，跑的时候左拐右晃，上蹦下跳，但始终没有把罗森甩下来。而且这一路的折腾把马王也累得不轻，最终彻底放弃了挣扎，臣服在了罗森的淫威之下。于是一人一马晃晃悠悠地回到了领地。罗森骑在马上也没有催促他，只是控制着方向，任由他晃晃悠悠地往前走。
远远的，罗森就看到领地的箭塔映入眼帘，而且在箭塔下，北野望带着2名女佣正在垫脚眺望。当他看到罗森骑着马出现的时候，脸上凝重的表情顿时如释重负。领主大人安全回来了，太好了！北野望的嘴角情不自禁撇了一下，脸颊上冒出2个小酒窝。这2个小酒窝看得罗森都醉了，而且罗森还是直勾勾的看着。随着马王的靠近，他还露着一丝笑意，这让北野望脸色微红，不知领主大人何至于此，为何发笑？领主大人，我给您牵马吧。北野望脸部轻移，但发现马匹没有马鞍，而且马王见到他靠近，很不感冒，当即就从鼻子里喷出一股热气。是！北野望吓了一跳，连忙躲开。罗森见状，揪了一下马脖子，让他抬起马头，省得把气息喷在北野望身上。我这匹马是刚抓来的，性情刚烈，还没有彻底驯服，所以我还是自己来吧，要不然会伤到你的。说罢，罗森便甩了一下腿，夹紧马肚子，向着马圈驶去。驾！原来领主大人这么关心我。北野望看着罗森高大的背影，脸色再次红了一下。相比之下，他得身材就很纤细，和领主站在一起，连领主身子一半宽都没有，正儿八经的纤纤细女。他红着脸，垂着头向领地内走去。马圈，不得不说，北野望做事能力很强。马圈放置的位置也是恰到好处，整个马圈的范围大概有110平米，应该是用了50来个小马圈组成的。而且马圈上面还有雨棚，罗森记得自己制作的时候是没有的，定然是北野望添加的。真是一个心细的女人，罗森在心里赞叹了一句。第028章迷雾探索第1人。把野马赶进马圈后，其他领民也纷纷赶了回来。等到27匹野马全部进圈，马圈也饱满了。马圈的围墙是粗木栅栏，有1人高，虽然简陋，但也结实，而且栅栏上面还有尖刺，可以防止翻越。不过马群进入马圈后，出奇的没有闹腾，或许是因为整个群族的人又团圆了的原因，他们比刚开始的时候省事多了。看到这一幕，罗森也算放下了心。捉马容易，养马难，尤其是野马。现在马群不闹腾了，也就代表着会好养一些。至于马匹的圈养和野鸡圈养的人，自然是从后备营中调取。这一切都由北野望进行安排，罗森只需要看结果就是了。经过野马的捕捉仪式，时间已经到了下午。把马群安顿好后，众人各司其位，各司其职，继续忙碌了起来。罗森则漫无目的的在领地内游荡，每走几步，他都会停顿一下，思索着什么。这让一直伺候他的北野望很是好奇，跟在罗森身边，悄然注意着罗森的动作。最终，罗森在领主府门口停下了脚步，对北野望道：“把所有的苹果、胡萝卜、草莓等蔬果类的资源全部统计一下，等会告诉我。”是。北野望虽然疑惑，不知道领主怎么突然要统计食物，但还是照常去办。其实，罗森统计蔬果类的食物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领地500多人，且每天都会自动招募一个领民，绝对不能坐吃山空。只靠砍树、打猎不是长久之计，唯有发展自身才行。这件事情已经在他脑海里构思了许久了，差不多也该实施行动了。呼呼，罗森吹了吹领主府大门槛上的灰尘，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而后拿出了领主指南。首先便是打开第1页，看看迷雾事件发展到了哪一步。天下大事之迷雾探索，已探索迷雾20亿每100亿。当前排名：第1名罗森，已探索迷雾8块；第2名李金刚，已探索迷雾4块；第3名周问山，已探索迷雾4块；第4名。当罗森看到排名后，发现自己依然在第1名的位置，倒是放松了些。今天因为赵云的探索有了意外收获，却耽误了探索时间。他还以为自己会被人超赶呢。毕竟奖励一出来，无数人都想得到奖励，更会拼了命的让领民去探索。所以看到自己的排名，罗森倒松了口气，因为按照别人的探索速度是很难超赶他了。不过罗森还是感叹了一句，奖励的吸引了。短短1天的时间，探索迷雾的区域已经由2亿增加到20亿了，速度太快了。而且随着日子增加，每个人的领民都会增加，探索速度更会一天比一天快。按这种速度，等到第3天，估计就能完成100亿块区域的探索事件了。根据规则，3天内完成也就完成了。要是3天内完不成，这个事件也不会消失，而是会和第2个事件同步进行。相比之下，也没有厉害可言。罗森便没有继续看下去，而是来到了第2页的区域频道。此刻的区域频道聊得热火朝天，参与的人数比往常还要多。大部分的人都在议论迷雾探索一事，分享着自己的经历。卧槽，那个第1名好厉害，已经探索了8块区域了。天哪，他的运气这么好吗？就没碰见野兽吗？我探索了2块，碰见了2次野兽，
一块都没有驱散。傻呀，那个第一名之前买了很多领民，还记得吗？让领民去啊，这样探索的就快了。可是领民没有我们聪明，要是碰到危险，基本和送死没区别啊。死了就死了呗，只要能探索就行。那个第一名估计就是让很多领民送死似的去探索，才解开这么多迷雾区域的。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如此啊！扫带丝奶，罗森见他们如此描黑自己，把自己说的好像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一样，罗森无语极了。他真的没有这么做啊？这些内容全是他们瞎猜的好不好？连这都信？罗森觉得自己有必要说明一下了，要不然坏名气传出去，以后谁还敢和他交易啊？于是乎，罗森编辑了一行字就发了送出去。大家别误会，我没有让领民去送死似的探索，探索的快是因为我的领民多，抱团取暖。消息发出，聊天频道当场炸锅，因为有好多人都是第一次见罗森发言。哇，快看，是罗森，罗森来了！他就是迷雾探索第一人吗？他刚才说什么？没有让领民送死似的探索，我才不信呢！我也不信，迷雾很危险的，探索那么快，不知道死了多少领民了呢。是啊是啊，我也不信。他当初买领民，可能就盘算好了，让了领民用命给他换资源。看着别人的议论，罗森一个头两个大。不信就不信吧。罗森还以为大家都把他当坏人了，也懒得解释了。不过这个时候，后面又冒出一群人，表示都相信他。罗森大兄弟，我们相信你，我们都相信你，你不是那种人。是啊是啊，罗森大兄弟，今天还有没有食物换啊？你以往每次出现都会用食物和我们换东西的。看着这些人的话，罗森搞不懂他们是真的相信自己，还是只需和自己换食物。不过没关系，无所谓。罗森淡淡的回了几个字：谁有小麦，有多少收多少，5株小麦可以换1颗苹果或者1根胡萝卜。想要肉的多准备点，1斤肉换100株小麦。想换的直接对我发起交易，然后备注想要蔬果还是肉，我会逐个交易的。晚上之前没有交易，则代表我换够了资源，到时候别忘了取消交易，耽误了你们和别人换资源。一串长长的话发出去，让频道里的人为之一愣。有经验的领主已经退出了频道，点开了罗森的交易按钮，开始了交易。而没有经验的领主还在频道里震惊着呢。第29章开荒种田。什么？用食物换小麦？真的假的？野生小麦很难吃，根本吃不下去。我擦，他竟然用肉换小麦，难道他有锅想喝粥？可是为什么说有多少收多少？不怕被人家换完吗？有人观望，有人震惊，但总而言之，还是有很多人跃跃欲试，点开了交易按钮。罗森没有第一时间去换，因为这个时候北野望过来了，自己让他去统计资源，想必是统计完成了。领主大人，我们目前还有苹果2000颗，胡萝卜600根，草莓4000余颗，牛肉28000斤，兔肉400斤，以及今天中午捕捉的2头棕熊。北野望汇报着明细。罗森压根就没听完。今天中午捕捉的2头棕熊，大小和野牛差不多，而且它还没有分解。若是分解，经过100倍增幅，估计一只棕熊至少也能产生2-3万斤肉。肉类是不缺了，蔬果类的没有了，我的增幅倒是过于稀少。罗森咂巴了一下嘴，500多领民，哪怕每天都有苹果之类的蔬果类食物收集，但收集的速度完全不够消耗的，因为没有经过他的增幅。但现在要他去增幅蔬果，罗森可懒得去动手。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每个领民每天大概能砍5-6棵树，也就是说，一个领民一天最多只能收集到5-6颗苹果。按照以往的吃法，蔬果类的食物根本不够吃。想到这里，罗森淡淡道：北野望，从今天起，大家的伙食都改善一下，每个领民每顿饭都可以领到1斤肉、1颗苹果或者1根胡萝卜。先锋营和护卫营每人每顿饭领2斤肉和2颗苹果。如果想要吃草莓，可以换成6个草莓。北野望当即就想倒吸一口凉气，顿顿有肉，这么快就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了吗？不需要奋斗个10年8年的才行吗？女人的身份让北野望保持住了矜持，不可思议道：领主大人，真的要这样安排吗？就这么安排。另外，你去把后备营剩下的人调过来，每人发1把木镐子去开垦耕地，我要推行种地计划。罗森缓缓起身，开垦荒地，种地计划。很明显，北野望被罗森的言语给惊到了，他疑惑道：可是我们没有粮食的种子啊，而且周围都是蛮荒之地，种地的话还要保护良田的安全。这个你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去安排吧。把荒地开到箭塔之外，我等会就把种子带过去。罗森来到院子里，从箱子里面取出一部分食物，缓缓向着茅草房走去。北野望知道领主又要制作东西了，于是就牢牢记住，安排人手开荒去了。回到茅草屋，罗森点开交易信息，上面显示出了99家的信息。
信息展开，往下随手一扒拉，全是交易提示。而且这些信息大部分都是已经放好了资源，只等罗森把这边的东西放进去，率先确认，那边继续确认才会完成交易。当然，只要有任何一方确认交易，交易空间里的东西就不能更换，否则交易会自动取消，这样也能防止骗子的出现。罗森大概的看了一眼，发现搜集到野生小麦的人还真不少，不过大部分人都只有寥寥数株而已，最多换1个到2个苹果。甚至罗森还看到了搜集到野生水稻的人对他发出了交易，只不过种植水稻毕竟麻烦，还要挖水渠灌溉，不适合他，所以罗森无视了水稻信息。交易开始，野生小麦 X5， 备注我要胡萝卜。罗森添加了1根胡萝卜，确认交易。野生小麦星号3，备注3株能换吗？我记得周围还有，一会采集了就给你不好不好？我1天没吃饭了，求求你。这条交易直接被罗森拒绝，人心隔肚皮，更何况还是在领主指南上，连人都看不到，谁能相信谁呢？野生小麦 X10， 备注大哥，我都忘了肉是什么味道了，给我1口就行。看到这条消息，罗森最终从烤熟的牛肉中撕下了一小块，只有大拇指大小，选择了交易。至于他会不会嫌少，罗森不在乎，大不了不交易。很快，罗森就换够了所需要的野生小麦。算了一下，大概花掉了150多个苹果和40多根胡萝卜，换到了1000株小麦。野生小麦的籽比较小，而且少，一株大概只有10几粒麦子，1000株大概有1万多颗麦子，估摸着应该大概40来斤，完全够种1亩地了。当然，麦子还没有包出来，这一切都是罗森猜的。而且这1000株小麦，罗森是和数百人交易才换到的，可想而知，领地外的物资虽然丰富，但数量是绝对的稀少。就算去野外寻找野生小麦吃，先不说危险的事情，哪怕你采集1天，估计采集的也只是勉强够1顿饭，而且还要大范围的搜索。所以说到底，砍树仍然是最快获取资源的方式。至于罗森为什么不用木材和石块去换，首先拥有多余食物的人不是很多，当然最主要的是那些人开的价太低，一颗苹果妄想换8块，甚至10块木材，比众人能接受的底价差远了。罗森觉得不值，还不如自己留着用。不过即便如此，也有一些饿疯了的人去换。世界如此之大，什么人都有。收好小麦，罗森来到了领地外。北野望已经调过来50个后备营的领民，正在箭塔外开垦荒地。木质的镐子当成锄头用，干起来还是比较慢的。不过好在他们人多，只开垦1亩荒地就够了。而1亩地的范围在666平米，也就是一个25.5乘以25.5米左右的正方形，范围不大，简单好干。罗森简单的视察了一下，对着北野望道：我已经找够了小麦种子，不过还没有剥离，你让女佣去剥离小麦，明天晒一下，晒干后就可以种植了。遵命，属下这就去办。北野望二话不说，立刻调集女佣去包种子。毕竟这种细活还要他们女人干才行，要不然男人们大手大脚的把种子弄死了，到时候费一番功夫种下去，结果什么都不长，不是丢人现眼吗？所以此大任非他们莫属。第30章铁矿石区。交代完毕后，罗森重新来到储物箱前，对今天猎杀的棕熊进行分解。2头棕熊体积都很大，每一头棕熊都和上一次杀的野牛体积差不多。分解。来到储物箱，罗森选择了分解，而后面前顿时就出现了一排半透明小字。分解成功。熊肉 X 700斤，熊皮 X 2张，熊掌 X 8。我去，竟然还有熊掌！活了这么久，没想到能在这个地方吃到。罗森小小的惊喜了一下。刚惊喜完毕，100倍增幅又开始了。100倍增幅成功。系统的声音响起，箱子里关于棕熊的东西立刻就变多了，由原本置放的2个格子扩散到了6个格子，才彻底装下。熊肉 X 70000斤，熊皮 X 200张，熊掌 X 800只。卧槽！虽然已经见过 N 次增幅，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罗森看到这些资源时，还是忍不住震惊了起来。不说熊肉7万斤能吃多久，光是熊掌就够他吃几个月了。曾经只有上层人才能吃到的珍稀食物，如今他也能吃到了。果真是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罗森喜笑颜开，乐滋滋的回到了房间，依旧是囤积一部分食物，拿到房间存放，只在外面的箱子留下一小部分，等不够用再找他申请，这样也以防万一。万一家中有贼或者丢失，可就亏大了。放屋里，最起码能安心点。等以后搞定铁后，把这些箱子换成铁制的，再给它加上锁。此时天色暗淡了下来，在外劳作的领民纷纷收工，有序不调的回领地领取晚上的晚餐。罗森站在领主府的门口，看了看身后的院子，
院子里的女佣忙碌个不停，其中一间民舍里还冒着炊烟，应该是在为他做饭。在他不远处，一群女佣正在发放晚餐，领民们也在排队领取食物。而这就是整个世界的人生啊！不努力，始终寄人篱下，连饭都要靠别人施舍。想摆脱现状，唯有成为人上人。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抬头向外面民舍之外看去，还能看到几座高耸竖立的箭塔，而此时的箭塔上面已经站上了护卫，进行值夜。只是距离远了些，天色灰暗，看得不是很清楚。一切都是那么祥和。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队人回来了，正在向北野望汇报。这是罗森特意嘱咐的，领地所有人无论是外出还是回归，都必须要向管家报备，让管家知道所有人的动向和去向，哪怕是赵云也不例外。因为罗森身为领主，不可能亲力亲为，也不可能任何杂事都要倾听，所以就有了北野望这一个关卡。北野望得到消息后，在第一时间汇报给罗森，或者向罗森请示。如果罗森在忙或还没起床之类的时间内，北野望会根据事情大小来选择是否叫醒罗森。若不然，罗森正睡着觉呢，手下人就敲门汇报该吃饭了，汇报要出去干活了，这些杂事估计会把他整死的。罗森盯着北野望和回归的后备营，一阵狐疑，后备营都回来了，赵云怎么还没回来？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正想着，北野望就过来了，来到罗森面前，他就要跪下，但罗森却道：“免了，以后没什么大事，不要跪来跪去了，直接说就行。”是。北野望微微欠身道：“后备营的人也回来了，他们又找到了2只蚕虫和3株灵脉。赵将军呢？”他还未说完，罗森就迫不及待地问了一句。北野望深知赵云在罗森心中的地位，连忙道：“据金营长回复，赵将军说要探索完最后一块区域再回，让他们率先回来。”原来如此。听到一切无事，罗森松了一口，于是摆了摆手，示意没事了。然后罗森就打开了领主指南第1页，自己的探索数量已经飙升到了10块区域。看样子赵云又探索了2块区域，算算时间，距离9变时才过去半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赵云现在应该才出发回来。于是罗森就在门口等了起来。赵云也没让他失望，半个小时后全员回到了领地。一群人浩浩荡荡，浑身脏兮兮的回来了。属下拜见领主大人。赵云单膝跪地，胳膊上还带着些许草绿，那是植物的颜色，来回在丛林穿插，就容易沾到身上。免礼。罗森把赵云扶起来，一脸担忧道：“赵将军，你是我罗森的大将军，我们领地实力最强的人，以后可不能这么冲动了。”领主大人为何如此？属下犯了什么错？还请大人明示。赵云一脸懵逼。罗森道：“晚上的野外危险重重，以后天黑之前必须回到领地，不要为了多探索一块区域，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不值得。知道了吗？”原来领主大人是在担心我。赵云心中激动，感动道：“属下遵命。进来吧，和本领主一起吃饭，为你接风洗尘。”罗森一把拉住了赵云的手，便带他往领主府走。赵云感动得无言相对，心中暗暗发誓，此生追随领主大人，必要尽犬马之劳。第一次主动又热情地拉着男人的手，罗森倒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因为赵云值得他这么做。身为领地实力最强的人，且忠诚度100%，罗森不会因为忠诚度满了就不关心属下，要不然时间长了，属下难免生出2心。虽然神级招募所招出来的永不叛变，但多练练总归没有坏处。毕竟大家都看得见，领主府很简陋，只有幕墙和明舍。罗森的卧室位置不大，所以一群人吃饭多有不便。于是就让北野望在卧室门口摆了一张桌子，背靠主房，面朝大门，两侧是明舍。快要来到饭桌的时候，赵云忽然想到一事，连忙小心翼翼道：“领主大人，属下还有一事汇报。”“哦，还有什么事？子龙请说。”罗森示意他不用客气，不过作为属下，自然知道那都是主子们的客套话，所以以及小心翼翼道：“属下在最后一块区域探索到一处铁矿石区，整个地区大概有上百块铁矿石。”第031章魔法卷轴坐标。什么？上百块铁矿石？罗森一惊，露出明显的错愕表情。是，由于天色一黑，属下没有细查，但一眼望去，起码有上百块。啪！罗森激动的一把拍在赵云的手背上，兴奋道：“子龙真是天助我也！上百块铁矿石，要是全部开采炼铁，我们就可以打造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了。”说罢，罗森拉着赵云上了餐桌，对旁边的北野望道：“管家，听懂赵将军的话了吗？明天一早责令砍树营和采矿营全体出发铁矿石区进行开矿，同时让护卫队的人过去一半，防止危险之事发生。野外之地，尤其是资源区域，危险的事情往往不是野兽。”“是，属下这就去安排。”
北野望点了点头，已经有了管家风范。只是让他觉得有些遗憾的是，主子什么时候才能这样拉着他的手夸奖他？如此向往着，北野望轻移连步。等一下，明天早上再安排吧，过来一起吃饭。虽然北野望不太敢上桌，但在罗森的命令之下，还是登上了领主大人的饭桌。两人一左一右，守卫在罗森身边。罗森不动筷，两人绝对不动筷。晚饭依旧很丰盛，罗森特意让北野望做了清蒸熊掌，总之是有肉有汤。唯一的遗憾是没有酒，要不然就可以喝点小酒，美美的睡一觉了。吃饱喝足后，罗森回到房间，依旧是习惯性的打开领主指南。安静的夜晚，无所去处的领主们唯一的乐趣就是聊天吹水，而罗森同样喜欢看别的领主水群。区域频道打开，首先便是醒目的私聊提醒。99加的私聊，罗森无法全部点开，毕竟发私聊的太多了。大概打开了一部分，基本上想找他换食物的，也有一部分想拜师，想学习罗森丰富的捕食经验，甚至还有人想找他结盟，一直在问罗森的坐标，还说已经联合了周围的几个领主，正在向对方的方向探索，一旦打通了迷雾通道，就会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问罗森要不要加入。不过罗森也没有那么单纯，所以就没有理会。结盟虽然能得到庇护，但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就算迷雾探索开了，但世界那么大，除了附近人，谁还能遇见谁呢？若是天各一方，哪怕有坐标都见不到，而他更不可能寄人篱下，参与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情中。罗森相信一切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纸老虎，而他不但拥有数百领民，更拥有庞大的资源，恰好拥有成为庞大势力的机会。忽略掉结盟信息，继续往下看，罗森翻到了一个女人的私聊窗口。这个女人发的信息既没有换食物的想法，也没有拜师的想法，发来私聊信息好像就是单纯的需要人聊天似的。而此人就是清雅，那个名气不大但也不算小的女明星。小哥哥在吗？小哥哥是不是很少看电视，才不知道我的？对了，我今天找到一个银宝箱，开出了一张魔法卷轴，你要不要？一共3条最新留言。当罗森看到魔法卷轴4个字的时候，瞳孔微微一缩。这个清雅到底是什么神仙运气，只在世界频道中相传的魔法卷轴也能被他找到，而且还问他要不要。他究竟是想干什么？罗森眼神微微眯起，但魔法卷轴对他的吸引实在太大了，让他当作没看见。罗森还没到达那种富裕的境界，于是便回复了一句：银宝箱周围定然有猛兽守护，你是怎么得到的？回复完，罗森便陷入了沉思中，等待着他的回复。按理说，魔法卷轴哪怕是最低级的，也价值不菲。如果区域频道没有人收购，那拿到世界频道，绝对有很多发展起来的领主抢破了脑袋。但他问自己要不要，是在酝酿什么阴谋吗？还是想换什么东西？其实这也不能怪罗森多想，实在是人心隔肚皮，人人自危的时代，又是一个全面陌生的世界，怎么可能随便遇到一个都是好人？等了一会，清雅回复了：小哥哥，你终于回复我了，人家还以为你不理我了呢。我得到银宝箱完全是运气，是趁着猛兽去觅食的时候偷偷拿回来的。打开后好像是一张低级的自然系卷轴，我拿着没用，你要不要的话我给你。自然系低级卷轴。罗森狐疑了一下，其实他和众多领主对魔法卷轴了解的并不多，全是依靠前世的小说、动漫而了解到的。因为见过别人谈论，所以知道真实性，只不过至今还没有见过，所以也不能确定这里的魔法卷轴是否真的如同前世的电视内容一样拥有神奇的力量。不过随着更多新奇和离谱的事情出现，罗森倒也觉得见怪不怪了，适应力增强了很多。而自然系卷轴还是低级的，定然不是攻击类的。没有攻击性的自然卷轴对他们这些领主来说一般是没什么用的。不过罗森资源多，哪怕是鸡肋的卷轴他也能藏起来等待日后使用。于是罗森便放松了警惕，道：你想换什么东西？这句话很明显就是我要，但是我不白要。不过清雅接下来的话却让罗森陷入了迟疑，因为清雅说了一句关于坐标的话：罗森小哥哥，我不是说了吗？我找到食物了，所以不想要东西。再说了，人家又不是看上了你的食物才缠着你的，人家一个可怜楚楚的女孩子生活在这么危险的野外，很不安全，想的是能找个人保护我。我把我的坐标发给你，你看看离你远不远，要是不远，我希望以后你能照顾一下我。我的坐标是6689乘以5916，行不行啊小哥哥？你看看你离我远吗？当罗森看完这一段长长的文字后，不由得感觉背后一凉。虽然没有地图，但根据别人给出的坐标，依旧能推算出别人距离自己的大概位置。暴露坐标是最不明智的行为，因为他一旦暴露，可能会带来杀人之祸呀。这个女人就如此的对自己信任吗？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尤其是自己的坐标真的离他不远。第032章
野蛮生长训练计划，他的坐标是6689乘以5916，罗森则是6680乘以5900，两人的距离最多相隔10块迷雾区域，竟然如此近，这让罗森很疑惑，搞不懂他究竟要干什么。但作为人生第一次接近神奇的魔法卷轴，罗森又很心动。魔法卷轴我势在必得，如果真有阴谋的话，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纸老虎。我拥有500多领民，用不了几天就能全副武装组建真正的军队，怕个锤子！畏手畏脚只会限制自身发展，而且又不是把自己的坐标说出来。想到这里，罗森当即就有了决定，回复道：不是很远，以后若是遇到，我可以答应你一个不过分的要求，或者帮你一次。真的吗？罗森小哥哥，太好了，我这就把魔法卷轴给你。对方又发来一句话，只是罗森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魔法卷轴交易给他。不知过了多久，交易空间依旧没有东西，而清雅也没有继续发来消息，甚至罗森给他发了几句话，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你还在吗？我用10斤牛肉和你换魔法卷轴，怎么样？依旧没有回应。这一刻，罗森彻底明白了，脸上变得有些难看。操，我竟然被一个女人耍了！可是他究竟想干什么？就想知道我离得远不远，然后干什么？打劫我？罗森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但又觉得不现实，因为两人相隔重重迷雾，想要见到也没那么容易。实在想不通，罗森也懒得去想了。躺在床上，罗森准备休息了，因为明天他还要亲自去一趟矿区，毕竟这么多铁矿石，不去看一眼他不放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叫做清雅的女人回信息了：罗森哥哥，我已经把卷轴放过去了，你确认一下交易就可以了。突如而来的信息让罗森浑身一震。好。罗森大喜，顾不得多想，直接给他放了10斤肉和几斤草莓汁，然后点击确认。确认过后，那边又点了一下确认，两人算是交易完成。罗森顾不得其他，立刻就关上了聊天页面，迫不及待地把魔法卷轴拿了出来。那是一卷薄薄的皮纸，皮纸摸上去很结实，也不知道是什么生物的皮制作的。皮纸卷成了一个小卷，中间系着一根丝绸绳子，只要轻轻一拉，卷轴就会打开。而魔法卷轴一旦打开，其中的魔法就会自动释放出来，所有罗森莫敢轻易打开。看向魔法卷轴，眼前就出现了关于这张卷轴的具体信息：初级自然系魔法卷轴，野蛮生长。备注：此魔法可加快植物生长速度，有效范围30米乘30米。使用方法：解开绳子，丢出卷轴，魔法自动释放。当罗森看到卷轴的详细信息时，脑海里立刻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植物催生。而他正准备种小麦，小麦生长时间为3个多月，若是正常等待，时间太久。有了这个催生卷轴的话，那他完全可以加速小麦的生长速度，说不定可以提前来一个大丰收呢。想到这里，罗森睡意全无，但想到那个叫做清雅女人的异常行为，罗森又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坐在豪华大床上，开始思索。最终，罗森决对自己的领民开展训练。当然，不是所有领民都训练，而是要训练出一部分人用于军事行为。罗森仔细思索前世的特种兵训练项目，开始逐个筛选，选出最适合的方式。最终选出了几种基础的训练方式，首先便是跑步，锻炼身体素质，而后便是8极拳，锻炼战斗能力，最后再加上一个练剑，用于冷兵器对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热武器，所以冷兵器是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但罗森对8极拳和剑法了解不多，想了半夜也只是回忆出基础招式，所以能练成什么样子，就看领民们的造化了。这些技巧学会了，他们也将受益一生。敲定这些想法后，罗森又用熊皮制作了一个马鞍和一个缰绳，这2个东西制作起来都需皮和布，还有茅草，而且这种低级的东西不需要图纸。由于熊皮过大，一张能制作5张马鞍和5条缰绳，太过于浪费，所有罗森裁成了5份，而后单独制作了一套。由于熊皮是增幅过的，导致百倍增幅异常，熊皮无法继续增幅，只能又放入19张整皮，最终产生了百倍增幅。也就是说，消耗了20张熊皮，制作了100头马鞍和缰绳。随后罗森便深深睡去了，一夜无话。次日起床时，已经快到中午了。这个时候，赵云一就去探寻迷雾，其余的领民在10位护卫的守护下，把斧子全部换成了镐子，去了矿区进行采矿。当然，领地肯定也留下了人手，不能全部派出去。领地内还留下了10位护卫和等待着炼铁的炼铁营人员，以及后备营的几10个领民，再加上内务的女人们，领地依旧有100多人。吃过早餐，来到城主府外，小麦种子已经晒上了。此时太阳高挂，
最多1天就能晒好。荒地也开垦完毕，开垦出了1亩的范围，一切都在井井有序地进行着。相比之下，此时此刻，别的领主恐怕还在迷雾中探索，忍受着饥饿寻找食物吧，又或许好不容易找到了食物，却又被野兽盯上，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忽然间，罗森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充满了自豪。这一刻，罗森来到马圈，掏出了马鞍，准备给马王安装上。至于其他的马匹，要等他们彻底温顺下来，普通领民能骑的时候再上马鞍也不迟。自己的马鞍，罗森决定自己装。啊！马王看到罗森，凄惨地叫了一声。经过1夜的时间，马王的力气有所下降，尤其是见到罗森后，虽然还有反抗，但相比第1天已经好上了很多。马鞍安装得很顺利，全程下来，马王没有什么大幅度的反抗，因为他一反抗，罗森就用力捏他，疼得他压根不敢乱动。笑话，武者3段的实力可不是闹着玩的。第033章，四处转转。罗森已经达到了3段境界了，因为有300以上的领民的忠诚度都达到了80或以上。把野马牵出来，罗森一个翻跃，跃到了马背上。野马王很高，罗森坐在上面，视线就很宽阔。边上的北野望站在那里，脑袋指到罗森屁股的位置。矿区在哪个方位？罗森问了一句。北野望连忙道：前方和右侧之间的区域，然后执行2个区域。我先走了。罗森点了点头，拍了一下马屁。驾！啊！马王惨叫一声，屈服在了罗森的淫威之下，开始奔走。随着奔走，马王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穿梭于森林草木之间，如履平地。而罗森的心情也变得舒畅，看着马王笑道：也给你起个名字吧，你就叫追风。啊！马王的速度更快了，也不知道是默认了还是在反抗。以直行的方式，罗森越过了2块区域，来到了第3块区域。到达第3块区域时，周围的区域全都被迷雾所覆盖，只有当下这块大地迷雾消散。这里也是赵云所探索的第3重区域。初始的可是区域是罗森的领地，以领地为中心向外探索。第1圈便是围绕着领地的8块区域，第3圈则是16块区域，而第4圈就是32块，以此类推，第5圈64块，第6圈128块。越往外围去，围绕领地1圈的区域就越多。不过赵云好像没有按顺序探索的习惯，第2圈的区域都没探索完，这就来到第3圈的迷雾区了，好像随心而为，想探那里就探那里。罗森沿着迷雾边缘前行，一直来到区域中央的矿石区，都没有发现赵云的探索方向。询问过护卫营营长金安邦后，原来赵云向第4圈的区域去了。罗森有些无语，他好像在打隧道一样，周围没有探清楚，就一路深入了。不过没关系，罗森不在意，到时候人数多起来就多搞几队人探索。铁矿区此时很热闹，罗森远远的就听到了木镐子敲击在铁矿石上的敲击声了。随着接应的金安邦一起来到开采的工作地，整个场面就像一个大型石料场，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的铁矿石充斥着整片地区，而且每一块铁矿石都有半人高。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虽然铁矿石很多，但干活的人也不少，估摸着大半天就能把这里开采一空。这就是全员出动的实力，是任何领主都比拟不了的实力。领主大人，预计午饭过后就能全部开采完毕。这个时候，砍树营和采矿营的2位营长对罗森进行汇报。这2位营长分别叫做老9号和11，也不知道自动骑马是个什么体系，起的名字千奇百怪。罗森点了点头，道：好，开采出来的先行运到城主府，交给北野管家，我四处转转。领主大人，野外危险重重，我带几个人保护你。金安邦身为护卫营营长，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不过罗森实力比他们强，淡淡道：不用，你们留下保护领民安全。说罢，罗森微微收紧双腿，加了一下马腹，追风就向前走了，速度不快，属于走跑级别。罗森的身子跟随马匹的晃动，上下颠簸着，他去的方向正是赵云探索的方向。罗森想看看这些森林里都有什么，只有清楚地认清身边的环境，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一边走一边看，罗森发现了很多新奇的东西，每每看去，眼前都冒出详细信息。绿色小花可以碾制作绿色染料，红色小花可以制作红色染料。很快，罗森就来到了矿区边缘，不过边缘处依旧没有迷雾，想必是赵云已经探索过，把迷雾驱散了。于是罗森骑马进入了第4圈的区域。野生草莓可以充饥，野生朝天椒它很辣。骑着马看着风景，谁还能有我潇洒？罗森喃喃自语，继续往里走。但忽然间，罗森总感觉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从眼前过去了，于是连忙拉住了缰绳。嘘！追风停下脚步，
罗森回头看去，一抹夹杂着绿色叶子的嫣红映入他的眼帘，眼前又冒出了信息：朝天椒，它很辣。朝天椒，小辣椒。罗森一愣，连忙调转马头，向着朝天椒奔去。这是一株半米高的辣椒树，绿色叶子密密麻麻，在叶子间长着一颗又一颗的红色小辣椒。确认了自己确实没看错，罗森顿时大喜。马德，真的是小辣椒，美食的终极调料，差点给错过了。罗森咧嘴笑着，一把抓住了辣椒树。这时他面前又冒出了几个字：朝天椒，是否采集？是否。罗森当即选择了采集，而后一把拔出了朝天椒。但就在这时，罗森的脑海里就传来了100倍增幅的声音。100倍增幅成功，已增幅至100株。说罢，罗森的面前就出现了99株朝天椒。细数了一下，一株上面有16颗小辣椒，而100株就是1600颗小辣椒。看到这个数量，罗森倒吸了一口凉气。死！采集一株辣椒，好像去了一趟批发市场一样。100倍增幅果真恐怖如斯啊！还好增幅过的东西无法进行2次增幅，要不然光卡 bug 就能卡成这个世界的首富。罗森咂巴嘴，重新上马，继续游荡。粘土可以制作陶瓷砖瓦等物品。走着走着，罗森又看到了一个新奇物品——粘土。看来这块区域赵云探索后，后备营的人还没有开进行探索，就被他调过去采石去了。以后要改变一下策略了，不能哪里有点动静就全员出动，必须要均衡发展才行。罗森来到粘土边上，捡起一块粘土，100倍增幅成功，已增幅至100块。粘土可以烧制成杯子、碗、夜壶、瓦、砖等等东西。总之，可用的用途非常广泛，甚至加入图纸，还能制作出琉璃瓦之类的高级东西，所以也算是基础资源。不过这玩意比较少，和石头的稀有程度差不多。一路走来，罗森又额外发现了一株灵脉。第034章领主相遇。经过采集，灵脉增幅至了100株。至此，加上自己带的食物和水，罗森的背包算是装满了。其实罗森自己出来寻找资源也有好处，因为他采集可以进行增幅。属下们昨天采集了几株灵脉，太过于稀少，要是他们通知自己让自己去采集，那7株灵脉就能变成700株。不过什么事都亲力亲为，不叫领主，叫仆人，那是仆人做的事情，所以罗森一点也不后悔。只要不是急用物品，罗森觉得还是交给属下干得好。反正属下采集过的东西，经过他的加工也会100倍增幅。虽然麦子这类东西比较特殊，但也没必要亲力亲为。罗森收起100株灵脉，重新踏上了路途。看着装满了的背包，罗森不由得在想，自己是不是要想办法扩展一下背包空间了。自己一旦出来采集，经过100倍增幅，空间根本不够用的。一边走一边想，很快就到了区域边缘。罗森被迷雾挡住了去路。赵云会往左边还是右边呢？罗森思索了一下，最终决定往右边走。几分钟后，罗森在右侧的地方看到了另一块没有迷雾的区域。这块区域刚好是角落位置，因为区域是按照 x1000 米的正方形划分的，所以四周加上4个角落，一圈范围就有8个区域。罗森看到的刚好是右前方的角落，因为是角落，所以2块区域连接处的可是区域很窄，只有几米的位置。但站在这块区域，透过几米的位置往里面看，就能看到一大片可视区域。罗森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心中更加吐槽赵云探索的路线过于奇葩，好路不走，非要先去角落，两侧不能先探索了吗？罗森很无语，等会见到赵云，一定要说说他。如此想着，罗森进入了第5圈的区域，而这里也距离领地越来越远。所谓一块区域直径是1公里，第5圈区域就算是直线行走也有5公里了。进入新的区域后，罗森又看到了一些物资，不过这些物资都是低级的，很寻常见的，所以他也没有采集。毕竟背包满了，回去后让后备营的人来采集就好了。又走了10多分钟，罗森一直没有看到赵云等人留下的踪迹，这让他感觉到一丝的不寻常。刚才在那块区域，他可以看到践踏草地的痕迹，但这里一切却是那么安详，连行走的痕迹都没有。要说赵云的行踪隐秘，罗森相信，但他手下还有几十人呢，不可能有赵云那样的本领。忽然间，罗森就想到了一个可能，我该不会来到了别人探索的区域了吧？这么快就遇到其他领主了吗？想到这里，罗森悄然提高了一丝警惕。而正在这时，一阵议论声忽然传进了罗森的耳朵里。罗森听见后，立刻原地隐匿了身影，拉着追风一同躲到了大树后面。悄悄探头看去，是2个穿着仅能遮住紧要部位的毛草衣的男人，弯着腰在说话。太危险了，跟着我们领主一点希望都没有，每天都是在生死线上徘徊，说不定我们哪天就死了。是啊，
我们领主大人受伤之后，这日子彻底没法过了。这些草莓一点都不顶饱，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兄弟，要不我们跑路吧？要不然靠我们领主，不是饿死，恐怕就会死在迷雾里。跑？往哪跑啊？周围都是迷雾，跑了必死无疑。赶紧干活吧。其实我们领主还是不错的，就是前几天受了伤，不能带领我们一起干活，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惨。再熬熬吧，等领主的伤好了，说不定好日子就来了。罗森躲在草丛里，听到了两个男人的谈话。从谈话中不难推断出，这俩人是领主的领民，可能是日子过得实在太凄惨了，所以心生不满。这两个人浑身脏兮兮的，一个在摘草莓，一个徒手挖胡萝卜。两人身边都有木剑，但又不舍得用，怕用坏掉。连木剑这种最常见的木质武器都如此视若珍宝，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有多惨淡。就4颗草莓和1根胡萝卜，这片区域也太穷了吧！我们今天找到的食物都不够吃的。别抱怨了，快回去吧。要不是周围的领地资源被我们吃光了，何须探索迷雾这么危险的地方？这里没有野兽已经自求多福了，还想找到多少吃的呀？两人拍了爬上，拿着东西就走了。罗森在角落里沉思了几秒钟，等待他们走远了才出来。盯着两人远去的背影，罗森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跟上去，去看看这个领主的领地，顺便打探一下周围的消息。毕竟自己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他早晚也会发现自己的存在。两个领主一旦遇见，很难和平相处，除非实力差距过于悬殊。所以罗森才想打探一下情况。牵着马，罗森远远地跟在两个领民的后面。那俩人也不知道是不是饿的了，连走路都是有气无力，更别说观察四周了。头抬的高点，他们都嫌累得慌，所以倒也没有发现罗森这么明显的存在。又走了10分钟，一行人离开了这块区域，进入到了下一个区域。进入下个区域后，可以明显地感到周围的贫瘠。罗森的初始领地周围还有一些茅草、草莓等资源，而这里只有杂草大树，估计是这里能搜集的东西已经被他们搜集一空了。在这片贫瘠的地方又走了一会，罗森就听到了砰砰砰的砍树声。远远看去，便看到了一男一女2个人背对着罗森方向在砍树，其中一个男人的脚还一瘸一拐的，力气不大，甚至砍树的速度比女人还慢。从罗森的方向看去，只能看到背影。男人穿着茅草衣，女人却穿着麻布衣，不知情的定然会把女人当成领主。但那2个领民回去后，却向着男人拱手汇报，所以可以肯定那个男人才是领主，因为男人身上没有出现任何信息，而其他人身上则会出现个人信息。男性领民，女性领民，对，没有多余的资料，就只有简单的4个字标示着他们的身份。第035章，凄惨的生活。领主大人，我们回来了。2个领民鞠躬抱拳，把寻找到的草莓和胡萝卜双手奉上。哪怕自己也饿得无法忍受，但在巨大的阶级面前，领民们本能的反应依旧是臣服。砰！领主一斧子砍在树干上，砍断了大树和树根的最后一丝关联。大树应声而倒，爆出几块木材，同时一颗苹果掉落在他的面前。相公，掉落苹果了！女领民兴高采烈地捡起苹果，在身上擦了擦，直接就咬了一口。呜，好好吃，相公你尝尝。说罢，他侧过身子递给领主。这一幕恰好被罗森看到，那是一张模样一般般的女性脸庞，眼神里满是自己的领主大人。只是让罗森很无语的是，这个领主过得这么穷，而且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天啊，竟然把领民给娶了。渣男！罗森心中冒出了这2个字。但当男领主转过身的时候，罗森不经意间看到他的模样的时候，当场就愣住了。李阳！罗森愣住了，他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见曾经的小伙伴。说实话，罗森真的没有想到。看到李阳，他的脑海里就冒出了多年以前。那时候他们都还在乡下的城镇上高中，还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罗森因为家庭的原因，学习很努力，一直是班级里的中间生，不上不下。而李阳则是一般家庭，自小父母离异，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是他们班的混子生，经常打架斗殴，曾经好几次差点没被学校开除。因此李阳的妈妈也几度拜托罗森，让他帮忙辅导李阳，每次都会给他们做好吃的。甚至李阳的妈妈外出打工回来，给李阳买玩具都是买2个，让他们一人1个。作为混子生，李阳在学校里混得很开，没有人敢欺负他，同样也没有人敢欺负罗森，给了罗森一个安静学习的空间。最终罗森考上了一家3流大学，去了大城市。李阳没有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去了电子厂。在分开之前，李阳一直说电子厂好找老婆，所以硬是放弃了去技校的想法，毅然决然地去了电子厂。因为李阳是单亲家庭，家中只有1个母亲，也没有存款，想要找老婆只能靠自己。当时罗森甚至想自己是孤儿，估计想娶老婆比李阳还困难，
但唯一改变自己的机会就是上大学，所以在大学里使劲勾搭小妹妹。可谁知大学里的小妹妹一个比一个精，没有一个看中他的，让他无比颓废。哪怕自己占据了样貌上的优势，以及抵不过有钱有势的家庭，最终混到毕业也是单身狗一枚。而自此高中毕业后，他和李阳的联系也越来越少，甚至到后来彻底断了联系。所以当罗森看到不远处的李阳的时候，罗森的内心依旧被触动了。眼前那个年轻人，那是他的青春啊！在原地犹豫了好久，罗森不知自己要不要上前，更不知道那个曾经的朋友是否还是原来那个人。眼看李阳带着领民们返回了篱笆院的城主府，罗森的脚步抬起又方向，最终也没有移开。一切随缘吧。罗森目视着李阳和几个领民的身影完全进入茅屋，最终抿了一下嘴唇，缓缓走向了李阳的城主府大门。站在门口，罗森从空间背包里掏出30斤烤熟的牛肉，轻轻放下，而后转身离去了。无论如此，曾经的情谊不能忘记。在罗森离开后，李阳的茅草屋里，几个人正在分食食物。2个男领民每人1颗苹果、2颗草莓、1根胡萝卜，而李阳的女领民老婆则分到了2颗苹果和2颗草莓。至于李阳自己，就只有6个小草莓，吃的那是无比寒酸。这也是属下们只是议论生活凄惨，而没有真正叛变的主要原因。领主吃的比属下还少，那是正儿八经的惜民之人。用正儿八经的话来说，就是好领主。跟着这样的领主，以后日子要是好起来的话，领主肯定不会亏待他们的。相公，你吃那么少怎么干得动活？而且你脚上的伤还没好呢，我的苹果给你吧，我吃草莓。女领民把面前的苹果全都塞到了李阳的怀里。李阳推辞道：不用，还有2个兄弟没有回来，说不定他们的收获也很丰盛呢。另外还有一些木材，我看看等会能不能找别人换点食物，你们先吃吧。可是女领民欲言又止，满眼都是疼爱。没什么可吃的，快吃吧。李阳摆了摆手，往嘴里率先塞了1颗草莓。谢领主大人。其他2个领民见状，感动得不要不要的，纷纷往嘴里塞。唯有女领民一动不动，低垂着眼皮。啊呜啊呜啊呜！2个男领民狼吞虎咽地吃着。但这个时候，女领民忽然就抬起了头，用力嗅着鼻头，疑惑道：什么味道？好香啊！小月，哪有味道？你肯定是饿出问题了，快吃吧。李阳皱了皱眉头，什么都没有闻见。叫做小月的女领民道：相公，真的是肉香，就在外面。说罢，连从地上爬起来就往外走。李阳担心他，连忙跟上。其他2个领民也快速起身跟上。于是一行人就跟在小月身后，来到了院子的木门处。小月看着门口放着的一大坨烤肉，惊喜道：相公，相公，有烤肉，快看啊，真的有烤肉。李阳和2个领民也看到了门口的一大坨烤肉，满是不可思议。尤其是2个领民顿时就跪在了地上，喃喃自语道：一定是领主大人吉人有天相，烤肉才会自动送上门来的。吉人天相？李阳嘀咕了一句，但他可不信这些。这个肉肯定是有人放在这里的，但谁会把这么好的资源拱手送人，而且还不留名呢？李阳眼神微微眯了起来，多年的电子厂经验告诉他，事出反常必有妖，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们先把肉收到我屋里，等会给你们分。李阳说了一句，而后一瘸一拐的在门口溜达起来，最终找到了有人行走过的痕迹。于是他顺着痕迹向外搜寻了起来。第036章猫女。回到领地，已经过了饭点。由于自己身上的牛肉全部留给了李阳，所以罗森中午没有吃饭，而是回到领地内吃的。看了一眼领主指南的迷雾事件，自己的探索迷雾区域数量已经飙升到了15块之多，是第2名、第3名的3倍，稳居第1名的宝座。明天就是第3天，不出意外，是没有人能有资格和他抢夺第1了。到了下午，采矿的大批人手全部归队，一块又一块的铁矿石块被运到炼铁房内炼制。领主大人，一共开采了1200块铁矿，已经全部运送到了炼铁房。炼铁营的人也全部开始炼制，预计半夜的时候第1批铁可以出炉。北野望向罗森汇报道。另外，后备营的人还在已探索的区域找到了很多资源，其中灵脉10株、蚕虫4只、朝天椒4株，还有随手收集的茅草、胡萝卜、草莓、粘土等物品。好。罗森点了点头，说道：你去砍树营、采矿营、后备营以及资源营里重新抽调一部分人，我要扩建先锋营和护卫营。领主大人，抽调多少人？有没有什么要求？北野望问道。罗森道：每个营各抽调20人，要身强力壮、胆子大的人。说罢，北野望就立刻安排了。领地内的所有人对于罗森的话都奉如圣旨。安排好后，罗森就回到了茅屋，准备再制作一些东西。以目前的领民来说，
每天砍树采矿都可以得到2000多木材以及上千块石头。经过几天的开采，他的储物箱里已经满是这些资源了，也是时候制作一些东西了。来到制作台，罗森在脑海里思索了一下要制作的物品，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丝异样的感觉忽然在罗森心底升了起来，让他觉得哪里很不对劲。不对，谁？忽然间，罗森皱起了眉头，冷喝一声。武者的境界使他的感官也变得很敏锐。但花刚说，一双洁白的小手忽然从背后盘上了他的脖子，还有那一阵浓郁的体香顿时传来。不许动！同时响起来的还有一道悦耳的声音，和随着说话带出来的热气喷进了罗森的耳朵里。罗森微微垂下眼皮，看到了捏着自己脖子的洁白嫩手，那是一双白得令人发指的纤纤玉手。我大意了，没有闪。罗森没有乱动，而是嘲讽了一句。虽然被人捏住要害，但没有武器，罗森也毫不担心。只是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背后这个女人究竟是谁？怎么会藏在他的房间？是来偷东西的，还是自己的女佣有人叛变？所以罗森装作柔弱的样子，准备试探一下。哼，你以为你闪得开吗？背后的女人声音很嗲，语气中莫名的带着丝丝柔弱，让人情不自禁想到那种勾人心魄的绝色女人。当然，那种女人只在幻想中出现。你进来的时候，外面应该没什么人吧？罗森淡淡道，要不然你也进不来我房间。哼，这就不用你管了。只是没想到你竟然能发现我的存在。女人冷声道，等会你让所有的人都让开，放我走，我不会伤害你的。还有，那里是我打包好的食物，你也给我带上，我知道你有储物的东西。女人伸出一根手指，指着制作台一旁的麻布包裹。罗森看去，发现竟然是自己制作的麻布，而里面包的虽然看不到，但肯定也是自己的东西。还真是个贼，而且偷东西竟然偷到了他的头上。罗森无语至极，看来不用点手段是问不出什么了。于是罗森淡淡道，可以啊，你放开我，我去拿。呵呵，果然领主都是怕死的人，你们奴役别人，享受自己，就该下地狱。可以看得出来，身后的这个女人极度仇恨领主，估计是受到过什么伤害。在离开你的领地范围之前，我是不会放开你的。你往前走，我跟着你。女人的警惕性很强，最主要的是罗森哪怕没有看到她，但也能察觉得出她的个头绝对比自己矮，因为她捏自己的脖子，手臂是从后下方伸出来的。而一个连自己高都没有的女人，竟然敢只身闯入他的府邸，不得不说一句，真是胆大包天。好，我要走了。罗森嘴角轻轻扬起，抬起脚步往前走，女人也连忙抬脚跟上。不过女人的速度明显慢了罗森半拍，导致小手没有抓紧罗森的脖子，微微松懈了一点。但就在这时，罗森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那只小手，而后一个重重的肘击往后一提，击中了女人的胸口。因为一个高一个矮，罗森保证他不是故意的，他只能打到这个地方。女人发出痛楚的闷哼，整个人被巨大的力气冲击得连退几步，最终瘫坐到了罗森的床上，才止住这一击之力。卑鄙的人类，竟然偷袭！他捂着受创的地方，疼得直咧嘴，眼神中充满了鄙夷。这个时候，罗森也第一时间转过了身子。只是当罗森看到坐在床上女人的面容时，整个人当场就愣住了，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她，怎么也移不开。毛茸茸的耳朵，五官精致的脸颊，瘦小的身材，穿着破烂的麻布衣，身后还有一根长满了绒毛且雪白的尾巴，人和猫的结合体，传说中的猫女。你是兽人？罗森震惊地问出了这句话。是又如何？受死吧！猫女卷起双腿踩在床沿上，而后用力一蹬，凌空向着罗森冲来，妥妥的攻击姿势。幸好罗森有了武者境界，而且以前还在网上自学过8级拳，于是连闪躲都没躲，直接站在原地张开了双臂，好像在迎接他的到来似的。猥琐的男人！猫女更加鄙夷，同时下手也更狠了，准备一下子就捏住罗森的要害部位。但就在他快要到来之际，罗森忽然往左侧平移了一步，只剩下一条手臂还在猫女的攻击范围之内。他这是要干什么？手臂不要了吗？猫女狐疑着，同时高抬膝盖，准备借力打力，来个重重的袭击。但就在这时，罗森的手臂忽然加速，不但没有躲，反而迎上了他的膝盖，形成了一个单臂环抱的姿势。第037章砖墙。随后猫女就感到了一股重力袭来，强行改变了她的坠落方向。她的身子不但在半空中被拦住，反而整个人被罗森的手臂环着向地上甩去。这一刻，猫女大惊失色，心都凉了半截。轰！一声闷响，罗森抱着猫女来了一招抱摔，硬生生的把猫女砸在了地板上，地上的木头都出现了裂纹。猫女整个人一动不动，当场就昏过去了。10年太极不出门，1年8级打死人。作为杀伤力最强大的8级拳，
罗森这一招就彻底制服了猫女。当然，前世他只是练出了一个姿势，连入门都不算。现在加上武者境界的实力，才让八极拳的威力大幅度提升的。屋里的动静引起了北野望的注意。北野望挑选出了80人，在门口准备敲门，就听到了屋里的动静，连忙担心道：“领主大人，出了什么事吗？”“没事，遇到了一个小贼而已。”罗森淡淡道：“进来吧。”北野望听到小贼，心中惊了一下，快速推门而入。只是进来后，他只看到一个昏迷在地板上的猫女。“领主大人，就是这个女贼吗？原来还是一个猫族女人，要不要把她弄醒逼问一下？”北野望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猫女，防止她突然苏醒。罗森看着猫女那奇怪的容貌和雪白的皮肤，不难看出这个猫女的年纪不大，也就18、19岁而已，脸上还带着一丝丝的稚嫩。但罗森也不会因为她小就放过她，毕竟这个世界很神奇，也很危险。罗森箱子里取出来一根麻绳，丢在了猫女身上，淡淡道：“把她绑起来，关进冥舍里，醒了再告诉我。”“是。”北野望对外挥了挥手，招过来2个女佣，然后下手去绑。很快就把猫女绑成了一个粽子，然后就抬到冥舍去了。这期间猫女都没有醒，不过罗森也不担心，因为刚才的交手中，他发现这个猫女的身体素质很强，虽然看上去是个柔柔弱弱的弱女子，但皮肉中还是带着一定的力量，所以自己那一个抱摔绝对不会摔死她，最多让她疼上一段时间。猫女，这个世界真的这么神奇吗？人类不但能获得领民的信仰之力，还有兽人这种生物，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偷东西，估计是饿的了吧。罗森打开麻布包裹，发现里面放的基本都是烤肉，而且除了烤肉，还有几块上次用剩下的铁。把东西重新放回储物箱，罗森来到了制作台，开始制作东西。首先便是木材，罗森在这几天获得了很多木材，有几千块之多，而且全都是领民开采的。而领民开采的东西是没有进行增幅过的，罗森用这些东西制作可以进行100倍增幅。首先是工具类的，木斧、木镐、木桌、木椅。木斧星号10，100倍增幅至木斧 X1000， 木镐 X10，100倍增幅至木镐 X1000。至于罗森为什么要制作这么多斧子镐子，因为领民用的次数多，耐久度经常耗得快，让领民自己维修太麻烦，还需要工具，自己给他们维修又太多，远不如重新制作，所以多做一点可以留着备用。还好它有100倍增幅，要不然光维修这些工具都要用掉大部分的木材。继续制作洗脚盆 X10，100倍增幅至洗脚盆 X1000， 洗脸盆 X10，100倍增幅至洗脸盆 X1000， 大木桶 X10，100倍增幅至大木桶 X1000， 木椅 X10，100倍增幅，木桌星号10，100倍增幅，木床木。一口气，罗森制作了目前所有的基础木类设施，把储物箱都装满了。罗森无奈又继续制作储物柜。储物柜是储物箱的升级版，消耗木材更多，占据空间更大，但装的东西也多，拥有100个格子，可以装下100种物品。储物柜 X1， 消耗木材100，100倍增幅成功，已增幅至100个储物柜。有了空箱子，罗森又继续拿出粘土，开始制作陶瓷类的东西。低级瓷碗制作需要粘土 X1， 低级杯子制作需要粘土 X1， 低级碟子制作需要粘土 X1。 低级看了一眼粘土制作的东西，罗森毅然而然选择了制作基础用品。瓷碗 X1，100倍增幅至100，杯子 X1，100倍增幅至100，碟子 X1，100倍增幅至100。继续制作茅草合成、纤维合成，制作绳子 X10米 X100根，制作 T 恤 X300，制作裤子 X300。一口气制作下来，把罗森累得不轻。基础设施已经完善，哪怕以后磨损坏掉，领民们也可以仿照制作，就是麻烦点而已。到时候就不需要自己再亲自动手制作这些低级物品了。房子也该装修一下了，换个大点的房间。罗森环顾了一眼茅屋，觉得房子太小，于是打开制作台继续制作。这一次罗森没有使用木材制作墙壁，而是选择了用石块，毕竟石块做出来的墙壁更加结实。打开石墙蓝图，一共有2种，准确来说应该是一种石砖，一种石墙。石墙是那种用巨石砌成的墙壁，宽2米，厚2米，高8米，其中2米是低级，要埋在底下的那种，而地基更是有3米厚，是正儿八经的巨无霸，放在那里就犹如一座小山似的，可以用于城墙防卫，能阻挡各种猛兽凶兽，哪怕是妖兽出现都无法破开城墙的防御。当然消耗的材料也是多得要命，一块2米宽的石质城墙需要1000块石头才能制作出来。罗森虽然拥有100倍增幅，
但一时半会也做不了多少，不足以在领地建造巨城。想要把领地发展成巨城，还需要慢慢发展才行。而且领地目前人数稀少，还只是村级而已。所以罗森选择了制作石砖，1块石头可以制作5块石砖。制作了石砖后，可以用石砖合成石墙，而石砖合成的石墙才是家用的。100块砖头可以合成一面宽1米、高4米的砖墙。同样在砖墙的最下面有1米的高度，是深灰色的，标志着这些部位是要埋在地下的地基。一面砖墙相当于20块石头。这种砖石可以用于房屋建筑、院落围墙等等，使用范围非常广泛，所以石块才成为最常见的重要物资。储物箱里幕墙有石头将近1万块，完全够用。于是罗森开始制作，直接放入2000块石头，一键制作砖墙。当即石块就在制作空间里变成了100张砖墙。100倍增幅成功，已增幅至1万张砖墙。制作台里直接多出了1万张砖墙。1万张，如果摆成直线的话，就是1万米。1万米是10公里。这么多砖墙，要是每天都这么制作，罗森觉得自己可以在这边建造一所万里长城。第038章恶魔领主。收起砖墙，罗森便开始改造了。作为拥有领主指南的领主，有着让领民看不懂的骚操作，比如制作储物箱子，不用工具，徒手制作武器，这些在领民眼里神乎其神。当然，这些都是成为领主的福利，就连砖墙投放亦是如此。只要罗森走到想要投放的位置，面前就会出现替换投放等字样，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首先要改造的就是城主府内罗森的住所。第一步不是投放，而是收起原有的墙壁。初始的墙壁是用没有加工过的木材和茅草制成的简易房间，一旦收回就会消失。罗森现在不需要了，就挨个收回。没一会，茅草屋内的墙壁和屋顶就彻底消失，归于虚无了，只剩下脚下的劣质木板。抬眼看去，可以看到整个院子的场景。民舍的房子是罗森用全木制作的，不算豪华，但比原本的茅屋强上太多了。这也是毕竟罕见的属下的民舍比领主的卧室还豪华的现象。不过现在开始，一切就又变回来了。放好民舍，罗森稍微扩大了一下范围，开始放置第一面砖墙。是否投放？调整投放位置。罗森面前出现透明的砖墙，罗森可以来回移动操控它。投放完毕，确认。投放好后，透明砖墙开始实质化，用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一瞬间完成了转变。顿时间，一张厚20公分的砖墙就出现了。灰色的墙壁看上去带着不规则的线条，那是砖与砖之间的缝隙痕迹，而且砖与砖之间好像天生就连在一起，彻底省去了粘合物。这样的墙壁更加结实，因为墙壁放下去就是一个整体，就像一块巨石雕刻出来似的。罗森在角落里放完了一边，又放了另一边，先组成一个90度的角。但一放下第二面砖墙，就有半米的位置自动融合到了另一块砖墙里面，在角落里形成了角柱。嘿，还能这样，真不错。罗森咂巴了一下嘴，开始置放。很快，一间空荡荡的城主府就制作出来了。罗森心中对城主府有完美的建造规划，不过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有时间就慢慢改造。目前嘛，就先改在几间住着，以后慢慢填充。很快，罗森就构建出了全新的砖房，然后又回到制作台制作了屋顶装上。自此，结实的砖房就此形成了。站在房间里，感受着房间的巨大空间，罗森感到了心理上的满足。正厅还有几间偏房和耳房，全都是石砖制作，光是看起来就给人一种安全感。搞完这些，罗森收缩了围墙范围，把100乘以100米的区域收缩到了50乘以50米，又逐一替换木质围墙，全部换成了石砖围墙。自此，50乘以50米的深墙大院彻底成型了。城主府由木质小屋变成了深墙大院，逐一把家具物品摆好，太阳就落山了。领主大人，北野望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汇报道：领主大人，那个女刺客醒了。哦，罗森放下茶杯，走出了崭新的石砖房间。推开门，北野望在门口站着，看着罗森的眼神里充满了惊奇。他刚才见领主在改造房间，要上来帮忙，领主不让他帮。他也意识到了自己似乎真的帮不了，所以就在一旁看着，亲眼目睹了神迹的发生。所以这一刻，北野望对罗森的崇拜又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当然，还有那些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女佣和院落外的领民。罗森的信仰之力强度正在悄然增加着。你把他关哪里了？带我去。罗森淡淡的说着。是，他就在这间民房。北野望带着罗森来到了其中一间靠近正厅的民舍，打开了房门。咯吱，开门声响起，太阳的余晖照射进来，
印在了猫女的脸上。猫女被绑成了粽子，手脚动都动不了，整个人坐在茅草上面，虎视眈眈地盯着罗森，那样子好像是在表达自己宁死不屈的意志。罗森看了看猫女，又看了一眼北野望，淡淡道：“你去外面等我吧。”是。北野望没有多想，转身来到了门外，而后就守在那里。罗森轻轻移动脚步，走进房间，来到了猫女身前，两人的身影也越来越近，一股幽香再次传入罗森的鼻中，让人感到身心愉悦。绳子是用茅草编织而成的，结实程度不用担心。在猫女的身上缠了一圈又一圈，也不知道动手绑的女佣是不是有特殊癖好。不过女佣绑的时候还是给她留了一部分空间，毕竟她的尾巴现在正一甩一甩的。看什么看，色胚子！正当罗森看得入神，猫女凛冽的鄙夷就传进了他的耳朵。再看猫女的双眼明显充满了憎恶。罗森疑惑道：“我们有过恩怨，你怎么会这么鄙视我？难不成我的属下探索迷雾，打扰到了你们的生活？如果是这样，我想我需要解释一下。”这一刻，罗森表现得像一个受过无数年良好教育的绅士，说起话来彬彬有礼。哼，该死的领主，你是在装糊涂吗？你们喜欢奴役兽人，凌辱兽人族的女孩是你们最大的癖好。虽然我被你抓住了，但我是绝对不会屈服在你的淫威之下的。你要是敢碰我，我会和你同归于尽的。猫女咬牙切齿，露出了那两只可爱的小虎牙。倏然不知，她这副样子更能激起男人的感觉。罗森顿时间就对这个小猫女充满了兴趣。他得说辞，应该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自己可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怎么会喜欢凌辱兽人族的女孩呢？罗森微微一笑，不做任何解释，而是悄悄地蹲了下来，而后一把抓住了那毛茸茸的白色尾巴。顿时间，猫女浑身汗毛耸立，人也绷紧了起来，大叫道：“啊，你干什么？不准碰我的尾巴！”尖锐的叫声让罗森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他握着毛茸茸的尾巴，还别说，挺舒服的，就像前世撸猫一样舒服。说：“你为什么到我的领地偷东西？”罗森的语气很平淡，但也充满了威严，尤其是他还一手抓着猫女的尾巴，那模样在猫女心里像极了老一辈嘴里代代相传的恶魔领主。第039章，露西的同伴。猫女很害怕，但还是硬着头皮道：“休想知道我的任何消息，我是不会出卖同伴的。”你还有同伴？罗森微微一愣，立刻站直了身子，冷声道：“北野望，把罗黑子给我叫过来。”来了来了。罗黑子也在门口守着，心中担忧又害怕。他早就知道了领主的卧室出现了毛贼的事情，但领主一直没有召见他，让他无比忐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要被领主大人放弃了。那一刻，他懊悔的甚至想跑到领主面前自裁以示忠心。在极度忐忑中度过了几个小时，等到了领主亲自审问毛贼，他立刻就迫不及待地跑了过来，守在门口。听到领主大人果然要找他，罗黑子忐忑地走进来，直接跪在了罗森身后。扑通，他声音激动道：“属下守护领地不当，让贼人闯了进来，请领主大人降罪。”说罢就做出一个五体投地的动作，伏在地上一动不动。这副请罪的姿态让罗森有些无语，因为他确实没有要怪罪罗黑子的意思。毕竟护卫营的人手少，还要分出一部分去保护砍树采矿的领民。谁也想不到迷雾之中竟然会跑出来一个猫女，而且还敢溜进城主府偷东西。黑子，我今天下午又抽调了80人，现在全部拨给你，你立刻带人搜索四周，把他的同伴也抓回来。罗森淡淡的说道。这句话把猫女吓了一跳，尤其是那句又抽调了80人，如此庞大的数量让猫女心惊胆战，立刻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连忙补救道：“我没有同伙，我就一个人。”是吗？罗森摆了摆手，让罗黑子继续执行，淡淡的对着猫女道：“如果我问的话，你都如实说来，我就相信你。那你问吧。”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同伙，猫女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见猫女如此急于证明自己，更加让罗森坚信她有同伙了。当然，罗森可没说，而是将计就计道：“你叫什么名字？问我名字干什么？”猫女微微一愣，用那双不屑的大眼神道：“换个问，你干什么？放开我的尾巴！”话没说完，猫女就又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尖叫，让门外的北野望心中一荡，开始暗暗猜测领主大人对猫女做了什么。其实罗森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再一次抓住了猫女的尾巴而已。没想到这个小猫女的反应那么大，放开我的尾巴，要不然你就杀了我好了。呜呜，猫女流下了耻辱的泪水，大大的眼睛滴答滴答的滴着泪珠，这模样还真有一种让人可见犹怜的感觉呢。只不过这里并没有法治，强者有着决定一切的话语权。说出你的名字。罗森撸着尾巴淡淡的问着，丝毫不在意他的不满，这更加像老一辈最终代代相传的恶魔领主了。猫女不敢继续强硬，怕这个恶魔领主真的会对他做些什么，
可怜巴巴道：“露西，呜呜。”露西，罗森放开了他的尾巴，继续问道：“周围应该有很多领主吧？你为什么不去偷别人的，反而偷我的？难道我的领地很弱吗？”这句话问得很有深意，但对于才18、19岁，压根就很少和人类接触的露西来说，根本没察觉到什么。再加上心中害怕，就实话实说了：“不是，正是因为你很强，其他领主都太弱了，他们的食物都不够自己吃的，只有你这里手下多，食物也多，我才来偷你们的东西的。”哦，富贵险中求，求到我头上来了。罗森不知道该怎么吐槽这个猫女了，原来是看中她丰富的资源了。不过罗森也没有感觉到露西有什么杀意，淡淡道：“你对周围的地形应该很熟悉吧？告诉我周围有多少兽人，有多少人类领地，分别分布在哪个地方，我就放过你，怎么样？让我出卖同伙，休想，打死我也不说。”露西很有义气，罗森也懒得多问。周围有其他领主，不用想也知道，只不过隔着重重迷雾很难见到。至于周围的兽人，罗森倒是不了解，但看样子应该也有不少兽人的存在，只是不知道他们以什么方式存在的。等你想说的时候，我再过来。罗森缓缓起身，而后从空间背包里取出了一把金斧子，握在手上。金斧子寒芒锋利，看得露西眼睛都眯了起来。他甚至想大叫：“别杀我，别杀我！”但多年以来人类的种种恶行告诉他，兽人也要有骨气，宁死不屈。于是他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死亡的到来。我不杀你，这辈子第一次见兽人，要是就这么把你杀了，岂不是太无趣了？罗森咧嘴一笑，一斧子划开了他身上的绳子。顿时间，露西浑身一松，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罗森。这一刻，他没有动，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这个人类少年的对手。目送着罗森离开房间，紧闭房门后，露西才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只要不被羞辱，没人想死。大牛、二牛，你们一定要好好活着，千万别来救我。露西抱着双腿坐在茅草上祈求着。天色更加暗淡了。在罗森离开没多久，房门就再次打开。露西连忙看去，发现竟然是一个女人端着一个木质盘子送饭来了。给一个兽人送饭，这真的是领主做出来的事情吗？看着这一幕，露西的认知被颠覆了。在老人的教导中，人类领主是最喜欢虐待兽人了，只有能干活的兽人才会给一口饭吃，而貌美的女兽人是人类领主玩弄的工具，一旦不听话，不但拳打脚踢，还会让兽人关起来自生自灭。当然不包括送饭，只是眼前这一幕。这是你的晚饭。女佣放下盘子就离，转身立刻从外面插上了木方，把她锁在了里面。其实露西觉得自己可以打晕这个女佣，跑出去试一下，但这个领地的人真的太多了，城主府外住了好几百号领民，她无法在这么多人的围攻下逃走。第040章迷雾中的牛头兽人。他进来的时候，大部分领民都外出采矿去了，城主府内也只有一些女佣，所以才偷偷的溜进来的。但目前人都回来了，说不定逃跑还会激怒领主，让他做出一些不可理喻之事。所以露西就放弃了打晕女佣逃跑的想法，把目光放到木盘上面。露西看到了今天的晚餐。当他看清楚木碗里的食物的时候，露西的眼珠子顿时就瞪大了，结结巴巴道：“肉肉肉肉，还有2颗草莓，1颗苹果，天啊，竟然还有果汁！伟大的兽神，这是给俘虏吃的食物吗？怎么比领主吃的还好？”露西不可思议，非常疑惑。但送饭的女佣已经离开，让她想问问都找不到人。好香啊！露西的口水当即就流了出来，她连忙擦了擦嘴，四处观望了一下，发现没人后，直接抓起烤肉往嘴里塞。啊呜啊呜啊呜，咯，咕嘟咕嘟咕嘟。几分钟后，餐盘内的食物消耗一空，全部进了露西的小肚子。她舒服地斜靠在墙上，揉着吃撑的小肚皮，开始幻想自己要是能把这些食物拿回去就好了，那样大牛二牛就不会挨饿了。兽神保佑，让大牛和二牛也能饱饱地吃上一顿饭吧。他在心中祈祷着。与此同时，在领地之外，浓浓迷雾之中走出了2个人影，准确来说，应该是走出了2个兽人。他们头上长着2只牛角，体格壮得和牛差不多，比成年男人还高出一截，只是脸色看起来很稚嫩，像还没成年的孩子似的。2人在迷雾中躲着，等来等去也等不到露西大姐回来，他们急得越过了迷雾，出现在了可视区域。大牛，露西大姐大怎么还没回来？天都黑了。年龄最小的牛头男孩很是着急，没了露西，他们俩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露西大姐大走的时候说，要是天黑前没回来，就让我们先回洞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露西大姐大那么厉害，不会有事的。年龄大概只有16、17岁的牛头少年叫做大牛，他回忆着露西离开之前的嘱咐。大牛，
我们大姐大会不会被人类领主抓住了？我还害怕啊！我们去找大姐大好不好？二牛忍不住哭泣了起来。这让大牛也想到了不好的事情，万一大姐大真的被人类抓到了呢？毕竟人类可是坏极了。想到这里，大牛也急了，他紧紧握着拳头，但想到以往大姐大出门也偶尔会回来的比较迟，他又怕因为自己的冲动导致大姐大回来找不到他们。大牛纠结来纠结去，最终决定继续听大姐大的话，道：二牛你别急，大姐大有时候会回来的晚一些，我们先回洞穴。要是明天大姐大还不回来，我们就去前面那个领地内寻找。大姐大带着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俩绝对不能给大姐大添麻烦。要是明天见不得大姐大，我们就去找她。两个牛头少年又转身进了迷雾之中，在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迷雾里后，还传来了巨大的咕噜咕噜声，那是他们的肚子在叫唤。领地内，罗森审问完露西，来到了院子中。这个时候，赵云也回来了，依旧是收益颇为丰盛。后备营收获了基础物品无数，其中包括胡萝卜、各种染料小花、粘土、野花种子，甚至还发现了胡椒。光是这些基础物品就装了一箱子。而赵云不但探索了8块迷雾，还抓到了1只老虎和2头狮子，不过都已经被打死了。这3头猛兽每一头都有300多斤，身上的肉不少。另外还带回来了2个宝箱，一个石质宝箱，一个铁质宝箱。这些贵重的资源全都放在罗森的正厅之中。正厅是罗森今天建造的一个大厅，双面通透，相当于一个大大的凉亭。前面是前院，占地面积最大，女佣们也都住在这里。后面占地面积小，但仍然有个小院落，是罗森休息的私人地方。当然，这里也有女佣职业，只是女佣不能住在这里。坐在正厅之中，罗森打心底慰问了一句：子龙将军辛苦了，为领主大人效力，不辛苦。赵子龙拱手抱拳：子龙请坐，一起吃饭吧。罗森抬手邀请赵云入座，同时对北野望道：北野管家，把资源分好装起来，那3头猛兽处理一下，就放我房间去。之所以要把肉类食物运到自己的院落房间，并不只是为了安全。罗森还想着暂留备用，因为这些东西是没有增幅过的，如果自己在商城碰到好东西，可以用没有增幅过的食物换，那样的话就能换到自己满意的东西，等制作的时候就会产生100倍增幅，何乐而不为呢？重要的东西就用没有增幅的换，不重要的就用增幅过的换，反正怎么都不亏。邀请了赵云入座，罗森还特意嘱咐发粮的女佣们给先锋营的战士加肉，只是可惜没有酒，要不然就能给战士们加酒了。有酒有肉，将士才会为你卖命。报！正吃着饭呢，罗黑子就带着人出现在大门口了。目前的城主府有2个院子，2个大门，最里侧的是罗森的私人空间，最外侧的是宽敞的大院，站几百个人不是什么问题。此刻罗森和赵云就在外院的正厅吃饭，看到罗黑子急匆匆地走进来，罗森微微抬起眼皮道：什么情况了？领主大人，属下搜寻了周围，没有发现其他兽人。罗黑子非常确认地说道。听到兽人2字，赵云眼神微微眯了一下，不过也没有插话。作为属下，知道不代表要彻底的知道，所以罗森不说，属下只要暗暗记在心里就行，没有必要追问。无妨，你也过来坐吧。罗森很随意地指了指身边的座位，这让罗黑子受宠若惊，小心翼翼地坐到了位子上，但根本不敢动筷子。不责罚已经是领主大恩，竟然还要他入座。他摸不清罗森想干什么，不过罗森也压根就没想干什么，他只想重新规划一下2大营。第041章，送你一双高跟鞋。先锋营和护卫营每营20人。今天下午，罗森又从其他营抽调了80人，也就是说2大营再加80人，一共有120人。这些人都是普通百姓，放在罗森过去的古代，就相当于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存在，自然也没有什么绝技，甚至打架都不会。考虑到以后的发展，罗森觉得必须开展部队操练，把他们训练成真正的战士，保卫领土。而且军人和普通领民必须分开，不能混住。罗森淡淡道：普通领民除了为我工作砍树，其余时间是自己的空间。但军队里的士兵不同，你们俩回去后把士兵聚集到一起，搬到城主府一侧驻扎，建立单独的军营。另外先锋营和护卫营每营增添40个人，并且每营分为2个队列，交替进行训练。当一队列执行任务时，另一队列在营地操练，如此来回交替，增强士兵的战斗能力。罗森淡淡道：赵云就从先锋营调离，任职领大统领，统领领地所有士兵，且兼任总教官一职，负责训练战士。等会我会把要训练的项目告诉你。是，多谢领主大人。赵云拱手谢恩，同时罗黑子也对赵云恭贺道：恭喜赵将军。从现在起，罗黑子的等级就低于赵云了。不过罗黑子没有任何不满，
他知道自己远远比不过赵云，所以也没有感到任何嫉妒。赵云也成为了罗森之下最大官职的人。从现在起，一个完整的阶级体系就此诞生了。自罗森之下分为2大部分，一部分为领民，由北野望直接负责对接4大营并掌管内务事宜；另一部分由赵云负责对接先锋营和护卫营。先锋营负责探索迷雾，护卫营负责维护领民治安，保卫领主府安全。分配完毕后，众人开始吃饭。吃完饭，罗森就把自己的训练计划告诉了赵云，同时还给赵云演示了一下8极拳的基础招式。罗森对8极拳不太懂，只能摆出招式，经过境界的加持才打得勉强有模有样。不过赵云身为比罗森还高一个境界的武士境界，对战斗的招式理解的自然更深，一眼就看出了8极拳的好处所在，牢牢记在了心里。另外，罗森还给赵云演示了一下剑法。赵云看了后觉得过于高端，练起来有难度，而领民什么基础都没有，只能学习最基本的批次之类的。于是罗森就让赵云看着教，安排好所有的事情。时间到了深夜，罗森终于有时间开宝箱了。来到自己的厢房，看着桌子上摆放的2个宝箱，罗森有些犹豫，先开哪个？石宝箱还是铁宝箱呢？先开石宝箱吧。罗森站到石质宝箱面前，选择开启。顿时间，宝箱打开，物资散落了出来。木质剑矢 X10， 女士高跟鞋 X 1双，卫生巾 X 1张。100倍增幅中，数量已增幅至100。木质剑矢 X 1000只，女士高跟鞋 X 100双，卫生巾星号100张。罗森，大哥，我是男的啊，怎么开出来这么多女人用的东西？看着桌子上堆积如山的物品，罗森彻底懵逼了。不过话又说回来，石质宝箱里能开出这么多东西，确实有些出乎意料。算了，说不定以后有人用得着，先收藏起来吧。罗森把手放到这堆物资上，物资直接被他收进了空间背包。再看铁宝箱，这一次罗森有点忐忑了，怕还会开出奇葩东西，于是一边开一边在心里祈祷着：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开启成功。橡胶 X10， 砖瓦房顶图纸 X1， 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100。橡胶 X1000， 砖瓦房顶图纸 X100。罗森，就2种东西？堂堂铁宝箱竟然只开出2种东西，这也太寒战了吧！罗森很无语，但又不得不接受现实。收起东西，罗森闷闷不乐的就钻到了被窝里。但这个时候，北野望忽然敲响了罗森的房门。罗森不得已放下了还没打开的领主指南，道：进来。每天晚上睡觉前看其他领主聊天吹水，已经成为了罗森的习惯。北野望走进来，看着被窝里的罗森，脸上悄然一红，站在床前无奈说道：领主大人，很抱歉打扰您休息了，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汇报。什么事情？你说。罗森整个人蜷缩到被窝里，只露着大脑袋和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扑闪扑闪的。北野望无奈道：领主大人今天抓到的猫女一直在大吵大叫，说很饿，要吃夜宵，要不然就放她走，她保证以后再也不来偷东西了。那你给她夜宵了吗？罗森反问了一句。北野望摇了摇头道：没有，每个人只有3餐，所以我没给她。罗森沉思了一下，说实话，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女贼，到你家只是偷吃的，又没有什么害人命的想法，你会怎么办？是杀了她，还是放她走？杀了她和恶魔又有什么区别？放她走是不是太善良了？罗森自然不会放她走，因为他还没说出周围都有一些什么势力，迷雾中有什么危险。虽然他只是偷了一点食物而已，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没有法律可言。你不告诉我周围的危险，就相当于变相害我。我不杀你，但你也别想走了。罗森就是这么打算的。想到这里，罗森淡淡道：给他加餐，如果还闹，就告诉他，惹到我不高兴，到时候我就去迷雾里抓他的同伴，就让他同伴当奴隶。是。北野望点了点头，得到了领主吩咐，他便准备去给猫女准备夜宵。但罗森忽然叫住了他：等一下，还有什么吩咐吗，领主大人？北野望疑惑地看着罗森。罗森掀开被子就从床上起来了，而后拿出一双鞋头尖尖的、鞋跟高高的大红色亮皮皮鞋递给了他：送你一双高跟鞋，材质很好的。这是鞋吗？好像不太一样。北野望疑惑地看着高跟鞋，也发现了材质的不一般，因为亮皮亮的能当镜子用，靠近一些还能看到皮面倒映出来的影子，非常清晰。第042章，拭目以待。哪怕他不懂，也看出来了，这种材质一定是极其稀有的东西，就是不太明白该怎么穿。罗森忍不住嘴角扬起，道：你坐下，我给你穿。属下不敢，还是属下自己穿吧。北野望吓了一跳，让领主给属下穿鞋，还是个女属下，要是传出去，
这个领主的脸就丢大了。毕竟女人是社会里最底层的存在。不过罗森可不在意，直接把她摁到了椅子上，一边给她脱鞋一边道：“你不会穿，你看着点。”脱掉茅草鞋，露出了那双洁白无瑕的小脚。看脚的大小应该最多只有36码，还没有罗森的手掌大呢。当然了，主要是罗森的手掌可不小，毕竟将近1.8米的个子，说他有42码的大手都不为过。两者轻触，一股电流穿过，让两人都为之一酥。北野望当场就瘫了，脸上红红的，看着罗森给他换鞋，动也不敢动。罗森忍住内心涟漪，把高跟鞋给他穿好，而后站起身，认真的打量着。真漂亮，他忍不住夸奖了一句，笑着道：“站起来走走。”听到罗森的夸奖，北野望的脸红的像挨了一巴掌似的，绯红绯红的。他缓缓起身，但却掌握不了平衡，当即惊呼一声，向一旁摔去。哎呀，小心！罗森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北野望。这种距离已经能倾听到对方激烈的心跳声了。小心点，这玩意就是穿着玩的，你留着就行，不用穿。说罢，罗森又把他摁到椅子上，给他脱了鞋子。是，属下告退。北野望穿上茅草鞋，拎着镜面皮鞋，害羞的头都抬不起来了，慌不择路，就快步离开了罗森的房间。走到院子里，感受到微弱的清风，他才松了口气，同时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感觉到了脸上的滚烫。房间内，罗森盯着北野望的背影彻底离开，才无奈的摸了摸额头。刚才他却是有一股心动的感觉。这个北野望不是那种身材瘦的和猴一样的女人，而是那种该有肉的地方有肉，该瘦的地方瘦的女人，非常有韵味。唉，还是看别人聊天吹水吧。罗森叹了口气，重新钻进被窝，拿着领主指南看了起来。打开领主指南的第一件事，毫无疑问是看事件排行。第1名依旧是罗森，而且和第2名、第3名的距离拉得更远了。第1名罗森，探索迷雾区域数量18块；第2名王金刚，探索迷雾数量8块；第3名张静，探索迷雾数量8块；第4名，也就是说，哪怕罗森明天不继续探索，他们这些人都难超过罗森。再看整个事件的进度，以探索区域85亿块，共需探索100亿块。这么快？罗森小小惊讶了一下，在探索15亿块区域就能完成这一事件了。15亿，每个人平均不到1块，除去一些受了伤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懒惰的人，也用不了多久，最多明天中午，估计这个事件任务就能完成了。于是罗森又来到了聊天页面，进入区域聊天频道，依旧有很多人留言。不过罗森不缺资源，所以连看都没看，而是选择了看别人聊天。一打开频道，罗森就看到了有人在哭诉：天杀的，我的领民叛变了，他们竟然趁我睡觉的时候偷我的食物，被我发现后都跑到迷雾里去了。我擦，好惨一男的，你到底对领民做了什么？谁能救救我？我好饿啊！你们知道吗？我今天找到了一块银矿，只是木镐子根本挖不动，我敲打了半天，连个痕迹都没有留下。你们能给我一个铁镐子吗？开采出来的银矿分你们一半。探索迷雾的事件明天就结束了，不知道能不能进入前1000万名。第1名究竟是何方神圣？有认识他的吗？怎么这么厉害？已经探索了18块区域，他是怎么做到的？兄弟们，我被别的领主打劫了，他抓了我的领民，还想杀我。还好我眼疾手快跑掉了，现在在野外，谁能救救我？他们残忍好凶啊，我好怕。什么？你也被打劫了？我去，我也被打劫了。不过来抢劫我的人被我和我的领民打退了，我是练散打的。你们都被打劫了？我今天探索迷雾的时候，发现了几块没有迷雾的地方，原来是别人的领地，还好我没去打招呼。兄弟们，你们都要各自小心啊！随着迷雾被驱散，大家碰见的几率就更高了，一定要防着点啊！看着话题转移到了打劫上面，罗森的脑海里不由得冒出来一个人，那人叫做19金。前世的时候，迷雾探索结束，兽潮危机来临后，19金带人闯进了他的领地，把他给虐杀了。不过那个时候，罗森并不记得19金的名字。算算时间，过几天兽潮开启之后，你应该会出现在我的领地了吧？不知道你带着的几十号人看到我全副武装的军队，会不会落荒而逃呢？真的很期待。罗森的眼神微微眯起，如今的他实力远胜19金，自然不会怕他，而且还有几天时间可以让他给自己的士兵添上铁质装备。到时候他不但要报仇，还要吓死19金，让他后悔出现在这块领地上。不过也可以从其他领主发生的事情中看出，天下很不太平。领主与领主直接抢夺资源，大打出手，甚至谋财害命的事情也开始变多。而冲突往往是加速势力发展的最有效方式。罗森拭目以待，太阳东升西落，一夜的时间悄然而过。
当罗森起床吃早餐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远处士兵训练的声音，那是跑步声，正围绕着城主府在跑步，整齐的步伐踩在大地上，发出阵阵闷响。不过领主府很大，哪怕是围绕着领主府奔跑，罗森也只能听到微弱的声音，而且还是在仔细聆听以及自身境界的加持之下，也就是说，普通人在领主府内根本听不到，所以也构不成噪音一说。领主大人，小麦种子已经晒干，要不要今天播种？第043章神奇的魔法。领主大人，小麦种子已经晒干，要不要今天播种？在罗森刚刚吃完饭的时候，北野望就进来汇报事情了。想起自己的种田计划，罗森当即起身道：“走，去种田。”于是两人走出大厅，来到了门口。门口还有几十个后备营的领民，拿着小麦种子和木锄头，以及装满了清水的木桶。在罗森的带领下，几十个人浩浩荡荡的出门去了。只不过刚走到外院，罗森就又遇到了炼铁营营长铁山。铁山本身领民2号，后来起了名字叫铁山，负责炼铁。经过1夜的炼制，消耗了大量的木材，1000多块铁全部出炉。他刚才炼铁房出来，就遇到了领主，于是连忙汇报情况。领主大人，1200块铁矿全部已经炼制，一共炼制出了480块铁。很好，全部运到我院子里，我等会要用。罗森点了点头。他有20个炼铁炉，每个炼铁炉可以炼制100块铁矿石。之所以这么快就全部炼成，估计是动用了大半的炼铁炉了，所以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吩咐完毕，众人继续向外走，很快就来到了城主府外。城主府外的不远处置放着一间又一间的民房，赫然形成了一个小部落的模样，把城主府簇拥在其中。此时的领民们依旧在热火朝天的干活，不过周围的树木矿石已经被采伐一空，他们去了更远的地方干活去了。顺着城主府的墙壁走去，罗森等人便来到了军营之中。军营不是特殊的设施，是军士们聚集在一起的营地，就叫做军营。此时军营里有60人正在训练，训练的长官自然是新上任的赵云将军。先锋营和护卫营每营60人，一半训练，一半当值，来回交替。嘿哈嘿哈嘿！这个时候，士兵们正在赵云的带领下打拳呢。拳法正是昨天晚上罗森教给赵云的8级拳。随着天气的变热，军士们的运动，他们很多人都脱掉了上衣，光着膀子在太阳下训练，挥洒着汗水。不过当军士们看到领主大人亲临，顿时就冒出了一股子狠劲，拳打得更加有力了。赵云也跟了过去，来到罗森身边，拱手道：“领主大人，干得不错，我不是来视察的，我是来种地的。”罗森拍了拍赵云的肩膀，笑道：“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见证一下奇迹的发生？”奇迹？赵云微微一愣，想看就跟上来。罗森笑着转身向着军营外而去，那里是领民们开垦的荒地。赵云也被罗森勾起了好奇，对着士兵们道：“自由训练。”说罢就快步追上了罗森。作为武士境界高手，他倒想看看领主搞出来的奇迹是什么东西。很快，一行人就来到了一片被翻弄过的土地前。这块土地已经被领民们翻了一个遍，把外面晒得结实的土壤翻到了底下，而底下的沃土翻到了地面。不知翻弄了多少次，地面上甚至都没有大块的颗粒，全是软软的碎土。作为农村出生的罗森对领民的工作很满意，点着头道：“安排吧。”是。北野望挥了挥手，示意领民们动手。于是领民们便拿着种子锄头开始播种。几十个人干活，分工有序，速度是非常快的。一队人挖坑，一队人下种，一队人填土，再来一队人浇水。没用多久就把小麦种子播种完了。只不过种子播种完了，这一墓地却还留下了一小块的空余，因为罗森让他们种的密一点，毕竟是野生小麦，种的太稀疏不利于收获。只不过密是密了，种子却不足以全部填满良田。北野管家，灵麦你带了吗？罗森忽然问了一句。他记得灵麦虽然不多，但也有几百株了，种在这里也刚刚好。北野望道：“带了，只是灵麦和野生小麦种在一起会不会不好啊？”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把灵麦种在这块空余的地方。罗森淡淡的指了指那块空地方。空地方不大，也就4-5个平方，但这4-5个平方长出来的小麦，若是再次播种，绝对可以种1亩地。而他可是要使用魔法卷轴对小麦进行催生的，绝对不能浪费掉灵麦种子。北野望听话的指挥灵麦播种灵麦。很快，灵麦和野生小麦的种子全部播种完毕。一行人退到田地边缘，全都期待着罗森接下来的动作。他们现在都知道了，领主大人要用魔法对新种的小麦进行催生。哪怕是赵云也集中了注意。此时，罗森掏出魔法卷轴，缓缓走到田地中央。初级自然魔法卷轴野蛮生长。罗森缓缓展开卷轴，随即便丢在了脚下。
这一刻，在罗森丢下去的那一刻，魔法卷轴忽然炸开，形成一阵强烈的光芒，迅速地向周围散去，而后化成光芒之雨，散落在田地之上。当光雨接触到土地的一瞬间，一朵又一朵的绿色麦苗破土而出，开始疯狂生长。天啊，真的长出来了！领主大人肯定是天神转世！领主大人万岁！万岁！领民们纷纷大叫，然后跪在地上，开始对罗森叩首白白服。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吗？好厉害！赵云在这一刻也颇为震惊，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见识到魔法的存在。不过相比这群男人，北野望就没有那么震惊了，更多的是崇拜。领主大人真是无所不能，好像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一样。在他心里，罗森已经赫然成为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高山，甘愿让他臣服的神奇之人。所以罗森做出来的事情，他不会很惊艳，只会让他更加崇拜。麦苗破土而出，疯狂生长，很快就长成了密密麻麻的麦苗，而后继续疯狂生长，仅仅几秒钟的功夫就没过了罗森的膝盖，长到了齐腰的地方。然后麦苗由绿色逐渐蜕变为黄色、金黄色，这是成熟的征兆。这么快就要成熟了，魔法真是太神奇了。罗森也忍不住暗暗心惊，这种肉眼可见的魔法以及疯狂的生长速度，让人觉得不但神秘，而且会恐惧。因为这种魔法一旦用到人的身上，后果不堪设想。第044章金色装备。短短的1分钟时间，小麦种子走完了短暂的一生，从发芽到成熟，全程只用了1分钟时间。此刻的麦田金光闪闪，一片灿烂。罗森站在麦子中间，缓缓伸开双臂，45度遥望天空，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不过这个时候，罗森的脑海里忽然传来了系统的增幅声音，把他从享受中惊醒。100倍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100。听着脑海里的声音，罗森一愣，什么鬼？给什么东西增幅了？罗森连忙打开空间背包，发现背包的竟然多出了无数装备，把他的背包都装满了。金斧子 X100， 金镐子 X100， 金剑 X100， 金头盔 X100， 金护甲 X100， 金护手 X100， 金护膝 X100， 金战靴 X100， 魔法学徒招募令星号100。罗森当看到背包里忽然多出来的东西，罗森的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卧槽，这么多宝贝，我是发财了吗？罗森震惊得无以伦比。忽然间，他好像想到了什么，连忙取出领主指南打开。当看到第一页的事件结束信息和奖励发放信息后，罗森才明白，原来这一切是事件奖励。事件结束后，奖励自动发放，如果空间不足，需要自行领取。而罗森的背包空间刚好充足，所以就自动发放到背包里了。而100倍增幅系统检测到了这是罗森得到的奖励，自动启动了100倍增幅。不得不说，这个100倍增幅还是挺人性化的。只是罗森看到魔法学徒招募令的时候有点不明白，因为事件奖励里没有招募令这个奖励，只是说了第1名有额外奖励。难道招募令就是额外奖励？天哪，我能招募到100个魔法学徒，就像给小麦催生一样能使用魔法的人。想到这里，罗森当场就大跳了起来，兴奋地喊道：耶！领主大人，这是怎么了？领主大人不会受到刺激了吧？几个领民对视相望，摸不着头脑。北野望和赵云也对视一眼，快步向田里走去。领主大人，您没事吧？两人来到田中央，同时担心地问了一句。罗森这才注意到自己是太兴奋了，于是尽力平息激动的内心。不过上扬的嘴角始终无法彻底遮掩他的激动。罗森道：没事，我们回去吧。那个北野啊，你安排人把麦子收割一下，然后继续开荒，把收割的麦子重新种下去。我估计这些麦子应该能有1000斤，平均1亩地需要40斤麦种，应该可以种个20多亩地。说到这里，罗森倒吸了一口凉气。20多亩地，一转眼就进入农业社会了，这也太快了吧！20多亩地下一次再收成，能收成2万多斤呢。到那时候，大家就都有固定的粮食吃了。是，在领主大人的带领下，我们领地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北野望也是无比激动。从一个吃东西都需要外出寻找，到拥有稳定粮食产出，是一个无比艰难的转型。如今在罗森手里，就这么轻松完成了。罗森不是天神转世，还能是什么转世呢？对不对？北野望安排人收割粮食，继续开垦荒地。罗森在赵云的守护下回到了领主府。一回到城主府，他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了全套的黄金奖励，开始研究。经过迷雾探索事件，有1000万人能拿到领主指南给的奖励，而拥有了这些奖励，定会加快领地的发展。比如领地之外遇到孤狼虎豹，之前没有铁质武器不敢动手，现在有了铁质武器，再加上领民围攻，自然手到擒来。而且前1万名还奖励银质全套装备，
银质的装备更加具有保护性和锋利，战斗起来自然也更具优势。如果一些天纵之资得到奖励，发展速度绝对能不停的翻倍，快速占据优势，站稳脚跟。罗森作为第1名，和第2名、第3名比起来，多了一套全金质的玉装备，少了一套银质装备。另外，还多奖励一块魔法学徒招募令，也就是说，第2名和第3名每个人都有银质的套装和金质的武器，唯有罗森一个人拥有全金质的套装和武器，而且增幅之后还是100套。仔细研究了一下，罗森发现这些精致武器材料并不是软金，而是看起来像金子一样的金属，非常硬。甚至为了测试装备的性能，罗森还特意制作了一把铁剑。铁剑制作需要消耗铁矿 X4， 一剑制作铁剑 X1， 100倍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100。铁剑 X100， 随手制作了一把铁剑，罗森就得到了100把铁剑。铁剑虽然耐久度同样只有100，但它比木剑锋利，比木剑耐用。同样的耐久，仍然比木剑能多用3倍的时间才会产生损耗。可以这么说，木剑砍3下消耗1点耐久度，但铁剑砍9下才消耗1点耐久。这就是好武器和劣质武器的区别。精致武器亦是如此。罗森拿出一把铁剑，往桌子上的金色盔甲上砍了一剑，枪！房间里顿时传出金属相撞的刺耳声，而且金色盔甲上竟然没有一点痕迹。虽然罗森没有用全力，但也是普通人的全力一击啊，竟然无法造成一点点的伤害。再反观铁剑，剑锋上却多出了一道豁口，可见这精致盔甲有多硬了。穿在身上，甚至可以任由铁剑劈砍。恐怕也只有银质的银剑才能对精致盔甲造成伤害吧。罗森喃喃自语了一句，便收起了铁剑。金光闪闪，穿上应该很帅吧？罗森嘀咕了一句，随后便拿起金色盔甲往身上套。还别说，这盔甲虽然坚硬，但根本不重，甚至比铁器还轻。盔甲的模样和女人穿的旗袍很像，在腰间进行了分叉，不过裙摆却很长，一直到膝盖处，套在身上就像套了一身金色长裙盔甲，从脖子处开始保护，两侧延伸到肩膀，往下延伸到膝盖，这其中的部位包裹得严严实实。还有护膝、护手、头盔、战靴。乖乖，要是全部穿上，岂不是成了保护得严严实实的一个小金人了？还好反光度不厉害，只有在烈日之下才会反光。罗森一件一件的往身上套。第45章200套铁器套装。精致套装虽然很硬，但每个节点的构造都很松软，活动起来完全不会僵硬。尤其是盔甲，看上去好像由无数的金色贴片严丝合缝拼接上去的，可以折叠，可以握成一团，而且在里侧还有金色丝线做成的内里，看上去颇为豪华。罗森觉得这种做法的战甲，就算拿到前世去买，哪怕不是黄金的那种金属，恐怕也价值不菲。很快，罗森就把所有装备全部套上，顿时间，一个霸气威武的金甲将军就出现了。看身材，高挑魁梧；看装备，精良无比；看眼神，摄人心魄。穿着这身套装出门，绝对能震慑任何人，因为这一身套装就是身份的象征。而这个时候，被路过的女佣们看到了，女佣们全都愣在了原地，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自家领主大人，纷纷惊奇道：“哇哇哇哇哇！领主大人好帅啊！我这就去告诉管家大人。”没一会，北野也出现在了院子里的角落里，偷偷看着金色装备的罗森，眼神里满是崇拜的光芒。他双手放在胸口，姿态犹如个小女人，随时都要被迷倒。罗森自然也发现了北野望的偷看，不过他也没说什么，而是关上了房门，又把盔甲给脱下来了。毕竟在院子里还穿着如此高级的盔甲，太有装逼的嫌疑了。脱下盔甲后，罗森沉思了一下，就来到了制作台。金色装备只有100套，必须要特殊时候才能动用，暂时给士兵们制作一些铁质套装防身吧。罗森有了初步的主意，便取出铁块开始制作。炼铁营炼出了480块铁，完全够用了。既然要给士兵炼制全套装备，自然也要有个参照，不然自己懂得可不多。于是罗森就按照金色套装的部件开始寻找蓝图。他决定先做200套，让士兵们也能全副武装。有了决定，首先制作的便是铁剑。刚才已经制作了1把，增幅到了100把，但根本不够，于是罗森又制作了1把，就又增幅了100把。自此他便拥有了200把铁剑了。还有斧子、镐子，要多制作一些，分给领民，能加快资源的开采。铁斧子制作需要铁块 X4， 铁镐子制作需要铁块 X4。罗森选择一件制作，铁斧子 X2， 铁镐子 X2， 每一种只制作了2把。100倍增幅中，数量已增幅至100。铁斧子 X200，
铁镐子星号200。制作台里的空间中赫然多出了400把铁制武器。收起铁制武器，放进门口的箱子。罗森回到制作台继续制作。接下来是防御套装。根据金色套装搜索蓝图，罗森很快就是搜索出来套装蓝图。铁盔甲制作需要铁矿20加，麻布10。竟然还需要麻布，应该是做内里和拼接用的。但这消耗也着实有点贵了吧？一个盔甲竟然要消耗掉20块铁，相当于开采5块大型铁矿石了。对寻常领主来说，5块铁矿石可没那么容易找到啊。不过想想盔甲的衣服能遮盖住全身大部分空间，好像确实需要挺多材料的。罗森对衣服设计不懂，但想到这里也就释然了，反正他不缺铁，别人缺那是别人的事情，既然要求这么多，那就照做好了。于是罗森拿出茅草和铁块放到制作台。茅草是制作麻布的材料。一件制作。铁盔甲 X2。100倍增幅成功，已增幅至200件。铁盔甲 X200。制作台里的原有材料消失，变成了200件铁制盔甲。铁盔甲的颜色看上去就暗淡了许多，但铁制的东西再怎么说也能给人一种结实的感觉，尤其是盔甲之类，看上去更犹如钢铁野兽，让人看一眼就觉得有安全感。铁头盔制作需要铁矿4加麻布1。铁护膝制作需要铁块2加麻布1。铁护手制作需要铁块2加麻布1。真皮战靴制作需要毛皮4尺加麻布2张加橡胶4块。当看到最后一个东西需要的东西时，罗森顿时就想起来了自己昨天开箱子，似乎开出来了一些橡胶，只是自家的皮和橡胶都是增幅过的，无法继续增幅，做出来的战靴可能会不够。想到这里，罗森决定率先制作战靴。他拿出400张兔皮，是前几天分解兔子得到的，而后拿出昨天开宝箱得到的1000块橡胶，再拿出增幅过的麻布，便开始制作了。一张兔皮只有1尺大小，4尺就需要4张兔皮。罗森拿出4张兔皮、1张麻布和4块橡胶，首先制作了一双战靴。制作成功，把战靴拿出来看了一眼，这玩意看起来是挺结实的，橡胶填充在其中，可以有效的保护脚关节，而且战靴的靴筒很长，一直到小腿处。至于小腿和铠甲下摆的空档，则需要用护膝填充。如果全部穿上，和金色套装的效果一样，可以保护全身。想到这里，罗森也没有那么心疼了，开始制作真皮战靴 X100 双。100双的战靴出现，消耗尽了罗森400张兔皮和400块橡胶，但100双远远不够啊。罗森又跑到储物箱里去寻找，很快他又找到了200张熊皮和一些狼皮、虎皮、狮子皮。当看到这些，罗森有点懵逼了，因为除了熊皮，其他的都是没有增幅过的，而他因为最近太忙，竟然把这些东西给忘记了，导致他刚才没有想起来用于制作增幅。要是去领主指南里再换一些橡胶，他就可以使用这些毛皮进行增幅功能了。算了，都制作一半了，继续制作吧。罗森财大气粗地摇了摇头，拿出熊皮继续制作。熊皮的尺寸很大，一张熊皮有20多尺，所以一张熊皮可以制作5双战靴。再次消耗了20张熊皮和400块橡胶，罗森又制作了100双战靴。自此，战靴的数量达到了200双。还有护膝、护手、头盔、剑鞘也要制作。这一次制作起来就轻松多了，除了一些特殊的资源，由于太过稀少，当初被增幅过，大部分基础资源已经不需要罗森亲自动手增幅了，也算是把增幅的好处放到了制作成品上面。罗森选择一件制作，每种东西制作2件。护膝 X2 双，护手 X2 双，头盔 X2个，剑鞘制作需要铁 X2，剑鞘 X2。100倍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100。护膝 X200 双，护手星号200双，头盔 X200个，剑鞘 X200。第46章，全军武装。稀里哗啦一通制作，罗森就得到了大批的武器和防御套装，而这些套装的数量是其他领主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制作完毕后，罗森没有离开房间，而是舒服的正坐在椅子上翘着2郎腿，而后聚精会神的取出了魔法师学徒招募令。招募令是一块只有巴掌大的令牌，上面写着具体用途。魔法师学徒招募令，可为你招募一个合格的魔法学徒为你服务。招募令一旦使用，招募结果不可更改，会随机招募不同属性的魔法师。招募到的魔法师学徒会在10分钟内从招募所走出，这是刻在招募令上的说明。与此同时，招募令还会展示出使用信息：立刻招募，暂不招募。看着选择信息，罗森犹豫了一下。魔法师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职业，存在数量极其稀少。至于该怎么形容，如果放在前世，
魔法师就属于大熊猫级别的存在，少又珍贵。而他已经有了100块招募令，可以招募到100个魔法学徒。虽然招募的属性随机，但也是正儿八经的魔法学徒，会使用魔法的存在。哪怕在领主府内，魔法师也是领主的重要属下。而且这些魔法师可不会干农活，只会做魔法研究，研究怎么提升自己的魔法境界。虽然也效忠于领主，但本身的性子属于高人一等的那种。他们会自动觉得自己是魔法师，身份理应比领民高贵。当然，领民们也都是这么想的。而这些信息全是罗森之前在世界频道看到的。我要是一次性全部招募过来，会不会不好管教啊？而且暂时好像还用不到这么多魔法师。罗森思索了一下，最终决定先招募10个，看看啥情况。反正招募令在他手里，以后要是需要，随时可以招募出来。不过在招募之前，要给自己的士兵配上武器先。万一魔法师学徒心高气傲，不好管教，也好当场弄死他们。想到这里，罗森直接对外喊道：“来人呢？领主大人有什么吩咐？”一个女佣走进来，恭恭敬敬地弯着腰。罗森淡淡道：“去军营告诉赵统领，让他带着军营的人都过来，我找他有事。”是。女佣脚步匆匆就去办了。在这期间，罗森拿出了领主指南，看了起来。作为本世界第一个大事件的结束，第2个事件应该也已经刷新了，刚好趁着空闲的功夫看看。打开第1页，事件已经结束，并且刷新了新的天下大事。天下大事之迷雾探索已完成，天下大事之兽潮危机即将开启。当看到兽潮危机4个字的时候，罗森暗道一声，果然。顺着往下看去，兽潮危机开启倒计时20小时45分。兽潮一旦开启，各位领主周围将出现野兽，野兽将随机出现各种种类，进攻领地。初次进攻为1只，2次进攻为3只，3次进攻为9只。每次进攻将会翻倍增加野兽数量，请各位领主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如果领主拥有抵挡野兽进攻的信心，可以进行狙杀，趁此获得食物资源。如果领主抵挡不住，请紧锁房门，闭门不出，等待事件结束。本次事件将持续1天1夜。看完介绍，罗森的眼神微微眯了起来。这次的兽潮事件是改变领主格局的一次大事件，就看谁能囤积更多的食物资源了。有了食物，就能加大滚雪球的速度，让自己的领地越来越强大。事件倒计时结束，估计也就是明天中午之前。看完事件介绍，罗森又打开了聊天频道，频道内全部都是关于兽潮事件的议论。因为此时此刻还有很多人压根就吃不上饭，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有野兽主动上面，还是到自己的领子，自己又提前得知消息，可以提前布置，那绝对是改变目前状况的唯一机会了。兄弟们，这次兽潮事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哈哈，天助我也！我这几天刚好开出了铁矿，已经练出了铁剑，明天终于能大展神威了。我的领民已经饥渴难耐了，就等明天了。我已经饿得不行了，明天兽潮不是受死就是我亡，拼了！天啊，我还没有武器啊，有没有人能给我一把铁剑啊？连铁剑都没有，你混得也太差劲了吧！大哥，虽然有1000万人完成了任务得到了铁剑，但依旧有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怎么有精力寻找铁矿啊？兄弟们听我一句劝，要是附近有其他领主的，大家可以合作，一起度过兽潮危机，得到的食物按照劳动分。咦，我旁边刚好有个领主，只是还没有见过面，不知道人怎么样，等会我就去问问他要不要合作。看着区域频道里的聊天，罗森不屑一笑，区受潮还要找同盟，就不怕兽潮结束后有人黑吃黑吗？到时候不但得不到资源，甚至还会丢掉自己的小命。缓缓关上领主指南，罗森的脑海里又冒出了一件事情，始终缠绕在他心间。那人正是李阳。作为曾经的朋友，他脚受了伤，又没有武器，该如何获得资源呢？眼睁睁看着他在这个世界消亡。虽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但人是有情感的，有底线的。如果连底线都没有，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哎，就再帮你一把吧。罗森叹了口气。不过就在这时，赵云也过来了。他拱手道：“领主大人，我带人来了。”罗森抬眼望去，透过2道门看到了外院中的60位士兵，他们已经穿上了粗布衣，齐整整地站在外院听候调遣。可以看出，经过1天的训练，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秩序，最起码战队还挺整齐的。罗森满意的点了点头，指着门口的储物箱子道：“这里面有一些铁器装备，你等会找个人送一套装备给一位领主。”罗森回忆了一下李阳的位置，继续道：“找个机灵点的人，不要被人发现，偷偷的放进他们院子里就行。另外，让士兵们穿上这身装备在院子里待命。我等会要招募魔法师。”第47章魔法学徒加文。招募魔法师。赵云一惊，领主大人已经到了可以随意招募魔法师的地步了吗？太强大了。想到这里，赵云立刻领命去分发装备。
而后又派了一个机灵的人去李阳的领地送武器。士兵们领到装备，激动的手舞足蹈，面面相觑。他们基本上都是别的领地过来的人，在别的领地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而在罗森的领地，不但顿顿有肉吃，现在连装备都有了。有了装备，那可是对他们生命的一种负责呀。顿时间，众人的忠诚度全部提升，全都飙到了90以上。这个忠诚度已经和死士差不多了。只要领主下令，刀山火海，他们都敢去闯。原地更换上战甲战靴，而后把铁剑的剑鞘挂在腰身，一个个威武雄壮的铁甲勇士便出现了。59身披铁甲，手拿长剑，站在院子里，好像战无不胜的战神。当然，以他们的装备，哪怕是去绞杀低级的妖兽，都完全不在话下。而妖兽可是和魔法师一样，拥有特殊技能的怪物。子龙，我这还有一些金色战甲，送给你一套，你也换上吧。罗森又拿出金色战甲交给赵云。赵云一摸金色战甲的材质，顿时就明白了这是件宝物，于是激动的单膝跪地，双手去接，谢领主大人。不客气，我准备等以后士兵们训练出来了，用这些金色战甲成立一支特种部队。不过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士兵们的实力还太弱。罗森一边看着赵云换衣服，一边和他说着计划。赵云换好衣服后，郑重道：“属下一定努力训练，争取早日训练出一支虎狼之师，为领主大人组建特种部队。”罗森满意的点了点头，取出了10枚招募令，当场选择全部招募。招募令在手中消失，化为虚无。最多10分钟，魔法师学徒就会从招募所走出来。罗森起身，率先向着外院走去，因为招募所就在外院。赵云身穿黄金甲，手拿黄金剑，紧跟罗森身旁。来到外院的院子里，能看到列队的全部士兵，黑色战甲披身，模样威武霸气。罗森一出现，士兵们齐刷刷单膝跪地，拜谢罗森的奖赏。谢领主大人恩赐。声音很整齐，气势很强大。罗森点了点头，道：“以后我们的领地会越来越强大，督起来吧。”说罢，随身女佣就搬过来一张椅子，放到罗森身后，柔声道：“领主大人请坐。”罗森面无表情坐了下去，开始等待了起来。毕竟是第一次招募魔法师，而且还是10个。对于这种特别稀缺的物种即将出现，罗森还是比较期待的。虽然魔法学徒很弱，连一个普通男子都打不过，但他们一旦施展魔法，也具有不小的威力。外院的动静把露西从美梦中惊醒了。露西睁开疑惑的大眼睛，从茅草堆里爬了起来，喃喃自语道：“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自昨天被抓之后，他就一直关在这间民舍，1日3餐都有人送，甚至还有夜宵。他发誓，活了10几年的他，从来没有过这么舒服的生活，顿顿都有肉，吃了就睡，睡醒就吃，什么事也不用操心。如果不是在坐牢，封闭的房间限制着他的活动范围，他甚至觉得自己在做梦。因为这种生活条件，就算兽人小部落的族长都达不到。以前的日子里，他带着大牛、2牛东奔西跑找吃的，住的是枯树堆起来的洞穴，吃的是野果子，偶尔才能找到一些猎物吃上肉，甚至运气不好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些强大的人类，对他们进行捕捉。就连同为兽人的其他部落也虎视眈眈，妄想抓他们回去做奴隶。而来到这里后，过得简直和神仙一样，不但醒来就有吃的，还不用整日提心吊胆了。唉，只是可怜大牛、2牛，不知道这几天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吃的。不行，我不能在这里享受生活而抛弃大牛、2牛，我要出去带他们找吃的。这一刻，露西的心里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那就是出去。只是当他来到窗户前，看到院子里的场景后，出去的想法直接就破灭了。好多士兵，而且个个装备精良，这个领主好强大。只看一眼，露西就被震惊到了。院子里全副武装的士兵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罗森身边站着的一个穿着金色战甲的人，更让他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压力。那人似乎很强，这是猫族天生的第6感，告诉他不能轻举妄动。于是逃跑的想法又破灭了。这个年轻的领主叫过来这么多士兵想干什么？难道发现了大牛、2牛要去抓他们？肯定不是这样。大牛、2牛虽然力气大，但不值得他出动这么多士兵。难道要和别的领地打仗了？但附近的领主全部加起来，估计都打不过他吧。猫女正在皱眉苦想的时候，招募所里走出来的一个穿着灰色麻布长袍的身影，让露西再次瞪大了眼睛。魔法师！天哪！魔法师学徒出现的时候，自带了一身衣服，那是一套灰色的长袍。相比领民出现的时候，这身装备无疑高端了很多。这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从招募所走出来后，便左右观望了一下。当他看到整齐的士兵的时候，心里忽然恐慌了一下，因为他也没想到自家领主竟然会如此强大，拥有如此装备精良的士兵们。于是这个小魔法师学徒快步走了几下，
来到了院子中央，直接跪在了地上，恭恭敬敬道：“属下嘉文，火系魔法学徒，见过领主大人，愿火焰之神保佑领主大人。”罗森记得曾经有人在世界频道说过，魔法师召唤出来忠诚度没有普通领民高，而且是不会双膝跪地的，最多单膝，而更有很多魔法师甚至不跪，大大影响了领主在魔法师群体里的权威。但自己面前这个小魔法师学徒却如此恭敬，应该是周围的气场不一样。看来魔法师也是普通人，也需要调教。罗森心中有了对魔法师的初步认识。再看跪在地上的小魔法师学徒，眼前冒出了关于他的信息。第48章魔法师统领，领名魔法师嘉文，忠诚度70，魔法属性火系魔法，魔法等级魔法师学徒。注：最低级的魔法师属于入门级别，只会一种魔法，学会2种及以上的魔法，自动晋升为1级魔法师。拥有魔力100点，每小时自动恢复10点，冥想和休息可以加快魔力恢复。已会魔法火球术，消耗魔力30点。当罗森看到他的详细资料时，当场就无语了，这也太低级了吧！罗森万万没想到魔法师学徒竟然如此差劲，枉费了自己摆了这么大阵仗欢迎他们，而且连忠诚度都没有普通领名高。不过好在魔法师学徒的名称前面还有领名2字，也算属于他的领名，忠诚度达到80点，同样会对他产生信仰之力。罗森有些失望，无奈地摆了摆手道：“起来吧。”谢领主大人。嘉文忐忑地从地上爬起来，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起身后，他总觉得很忐忑，因为他觉得领主大人似乎不是很看重他。领主大人，要不属下为领主大人表演一下魔法吧？嘉文觉得这样可不行，于是决定主动施展一下自己的实力，想提升一下自己的地位。毕竟魔法师稀少，很多人一辈子都见不得，就连领主也很少有人能够得到魔法师的效忠，难免会因为无知而轻看了他。听到他这么说，罗森忽然想起来，魔法师是远程攻击，似乎用处也可以，相当于加强版的弓箭手，而且是范围性的攻击。刚好明天要开启兽潮危机，先提前看一下魔法师的实力，到时候好安排。只是希望魔法别得太弱。于是罗森淡淡道：“那就表演一下吧，让我们看看魔法是什么样子的。”是，不过属下需要一个目标。嘉文微微一笑，无比自信。罗森大手一挥道：“去搬几块木块堆起来。”而后立刻就有士兵搬了几块大木材堆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木堆。这些木材每一块都有几十斤，10几块堆到一起也形成了一个不弱的防御基地了。摆好后，士兵们纷纷看着魔法师学徒，都想见识见识传说中的魔法。嘉文看到这一幕，很是得意，于是转过身子，缓缓抬起了双手。他掌心朝上，轻抬额头，嘴中喃喃自语道：“热情的火焰精灵，请遵从我的召唤，凝聚成型吧，火焰之球。”喃喃低语，好像在祈祷。这副模样让罗森觉得他更像神棍了。如果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存在魔法，他一定会把这家伙当神棍赶出去。只不过嘉文刚刚朗诵完魔法咒语，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他手掌之上出现红色斑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聚着，顿时间就凝聚成了一颗人头大小的火球。火焰在他手掌之上悬浮着，散发着阵阵烈焰。死！这一刻，所有的士兵全都倒吸一口凉气，就连罗森都不例外。亲眼目睹魔法的出现，罗森也震惊极了。火球术，去吧！嘉文大喊一声，双手往前一推，火球顿时以极快的速度向着木块堆的方向冲去。轰！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火球直接撞上了木堆，爆发出一阵撞击声，而木堆在火球的冲击之下燃起了熊熊烈火，四散而飞，散落一片。这一幕让罗森彻底相信了魔法师学徒也有不弱的攻击力，毕竟撞击的力道可不弱，把木堆都撞散了。而且火焰好像特别容易易燃，散落在各处的木材全都着了。这种威力，哪怕打在穿着铁甲的士兵身上，估计也能把人撞飞出去。撞击力配合火焰，士兵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当然，一个魔法师所拥有的魔力只能释放3次火球术。不错不错，以后你就是我的魔法师统领了，统领我领地内的所有魔法师。罗森赞许了一声。统领所有魔法师？嘉文听到这句话，顿时间就激动了。首先，他从这句话里得知，领地内不只有他一位魔法师。然后领主让自己当统领，那岂不是刚来到就位高权重了？想到这里，嘉文连忙单膝跪地，表示自己的忠心。嘉文谢领主大人，嘉文定会为领主大人效犬马之劳。虽然这句话让魔法师来说有些阿谀奉承，但对嘉文来说，领主的看中高人一等的身份才是最实在的。忠诚度+5，忠诚度+5，顿时间嘉文的忠诚度就由70涨到了80，
起来吧。罗森微微抬手，嘉文兴奋地起身站到一旁。但就在这时，招募所的门又打开了，而且还是一次性走出来2个穿着灰袍的年轻人。属下汤米，属下比利，见过领主大人。2人同样被周围的阵仗吓到了，同时跪在了地上。罗森看去，眼前冒出这俩家伙的资料：领名魔法师汤米，忠诚度70，魔法属性水系魔法，魔法等级魔法师学徒，拥有魔力100，已会魔法水球术。领名魔法师比利，忠诚度70，魔法属性水系魔法，魔法等级魔法师学徒，拥有魔力100，已会魔法水球术。看着这2个魔法师，罗森脸上一黑。水球术估计是喷水的那种，等小麦种上后不用费力去淋水了，到时候叫上这俩家伙去喷水就可以了。罗森摆了摆手道：起来吧。2个魔法师学徒慌慌张张地从地上爬起来，和嘉文站到一起。不知为何，来到这块领地，他们魔法师原有的高傲顿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目前来看，就算再给他们一点胆子，他们也不敢在罗森面前造次。2个魔法师学徒刚刚站好，招募所又陆陆续续走出了7位灰袍魔法师。至此10位魔法师算是全都到齐了。后到的7位魔法师同样跪在地上，隐去了本身的傲气。这7位魔法师里有3名风系魔法学徒，4名木系魔法学徒，攻击力一个比一个差。就说第一个到来的嘉文，攻击力较高。不过看到木系的魔法学徒拥有的魔法后，罗森对他们立刻就感了兴趣。第049章安置，木系魔法加速生长，这是木系魔法学徒所拥有的魔法。从名字来看，和罗森昨天用的魔法卷轴野蛮生长很像，所以罗森立刻就产生了一种冲动，忍不住问道：你们的木系魔法可以加速什么类型的东西生长？小麦可不可以加速？小麦？4个木系魔法师全体懵逼，完全搞不懂领主大人有何目的，但总觉得领主大人好像有什么安排一样，于是4个人硬着头皮道：可以的，领主大人。那就好，以后我们领地的麦田催生就靠你们了。对了，你们催熟小麦需要多长时间？罗森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4个魔法师面面相觑，无奈道：回领主的话，如果只给一小块区域催生，只需要1-2天我们就可以彻底催熟，但要是面积较多，可能会需要一些时日，不知有多少面积的小麦呢？不多，大概20多亩地吧。罗森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众魔法师。在众魔法师的极度无语中，罗森又道：还有那位嘉文魔法师以后便是你们的统领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归属嘉文管理，魔法师大营就给你们安排到右侧吧。罗森指了指嘉文。嘉文立刻上前一步，面对9位魔法学徒客气道：大家以后多多关照。嘉文统领客气了，9位魔法师一一回应。子龙，你可以带着人离开了，魔法学徒们，你们跟我来。罗森起身向着领主府外走去，众人全部跟上，再加上一些随身侍奉的女佣，一行80多号人浩浩荡荡地涌出。在门口，2帮人分开，赵云带士兵回营地，罗森带人去了城主府右侧。右侧的空间还很大，除了有一个马圈。罗森对着身边的女佣道：等会找人把马圈和另一场的鸡圈牵走，就牵到城主府后面吧，切记不要靠城主府太近。是。女佣应下。而后罗森就拿出了准备好的冥舍，开始置放。贴着城主府的围墙，罗森放上了一排冥舍。由于魔法师与众不同，需要冥想恢复魔力，且又不喜欢和别人住到一起，所以罗森每个人给他们单独安排了一间居住。搞定魔法师们，罗森又让人把北野望叫了回来。北野望一直在麦田指挥，此时已经规划好了20多亩地的区域，也安排好了开荒的人手。这些人全都是从资源营和后备营里调过来的。这些营原本人数都有100，经过罗森的调拨，北野望的调拨，目前每个营只有可怜的几10个人了。不过这样也好，人群分散，便于管理。北野望在田里晒了小半天，身上香汗淋漓。来到外院，在见罗森之前，还特意洗了把脸。不过这依旧遮盖不住他身上的汗香味道，尤其是麻布衣单薄，经过香汗的浸湿，衣服更容易贴在身上，勾勒出那堪称魔鬼般的身材，前凸后翘，完美的身材。再加上袖发上的汗液，导致鬓发处散乱的几根头发粘在他的脸颊之上。虽然没干什么活，但却有一种大汗淋漓、距离运动后的感觉。或许是得到领主召唤，回来走得太着急了吧？罗森如此想到。领主大人，有什么安排吗？北野望小小的喘了一口气，双手交叉置于腹下。
罗森看的眼睛略微发直，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脸颊道：“明天中午左右会出现兽潮，从今天晚上开始，任何人不得离开领地。明天一早，我会统一调度，抵御兽潮。”出现兽潮？北野望一脸疑惑道：“根据先锋营和后备营的汇报，周围很安全，迷雾之中遇到的一些野兽也全都被解决了，而且周围几公里的迷雾全都探索完了，怎么会出现兽潮呢？至于兽潮是怎么出现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明天肯定会出现，你去安排就行了。”罗森解释了一句。北野望对罗森的话一直深信不疑，虽然兽潮一事有些夸张，但领主应该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于是北野望应下后就去安排了。时间转眼到了下午，跟随先锋营收集资源的后备营回来了，还给罗森带来一个铁质宝箱和一个消息：领主大人，先锋营营长探索迷雾的时候，发现了一条已经被探索的通道。经过调查发现，距离我们领地8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领地，领主是个女人。8公里之外，领主是个女人。罗森微微思考着，这块领地肯定不是他从前的好友李阳的。首先方位都不对，而且李阳距离他可没有8公里。再说了，今天已经通知下去了，先锋营探索的时候不要去打扰到李阳的领地，要避开他们。消息肯定传到了的。知道了，暂时不要打草惊蛇，先避开他们。罗森嘱咐了一句。是。汇报之人领命后便起身立刻继续做事去了。罗森坐在椅子上思考着，忽然脑海里冒出了一个人，该不会是那个女明星清雅吧？她上次给我发了坐标，问我是不是在她附近。想到这里，罗森立刻就释然了。不管那个女人究竟有什么想法，但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罗森的实力不说强的离谱，但也应对一些阴谋诡计也绰绰有余。等兽潮危机过后，再去会会那个女人。想到这里后，罗森也不再继续往下想了，而是把目光放到了铁质宝箱上面。等会开完宝箱，再招募10个魔法学徒，以应对明天的兽潮危机。当然，至于为什么不全部招募，也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全体领民也不过500多人，要是再招募100名魔法师，那魔法师和普通领民之间占据的比例的就太大了。而且魔法师身体孱弱，干不了农活，又自视清高，觉得比领民高一等，所以魔法师太多也不一定是好事，够用就行。打开宝箱，罗森一把捏碎宝箱上的铁锁，箱子自动摊开。铁质的锁在罗森武者境界的实力下，一下就能捏碎。当然，这种铁可不是前世那种秤砣级别的，要不然累死罗森也捏不开。宝箱打开，资源散落在桌子上面。第050章，牛头人的计划。木质弓箭图纸 X1， 雪花啤酒 X1 箱。100倍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100。木质弓箭图纸 X100， 雪花啤酒 X100 箱。罗森，擦，铁宝箱开出了这俩玩意，难道宝箱也知道我明天会大获全胜，特意让我开出啤酒庆功用？还 TM 是雪花。罗森第一时间就把注意力放到了啤酒上面。100箱雪花啤酒，这个宝箱太大手笔了，虽然是增幅过的，但这个数量真的不少了。一箱有12瓶，100箱就是1200瓶，要是他自己喝，能喝到过期也喝不完。拿起雪花啤酒认真看了一下，罗森发现上面并没有生产说明，瓶身上只是写了12度啤酒和雪花的名字。至于这玩意什么时候过期，罗森那是真不知道，而且连用料都没写，放到前世妥妥的冒牌货。不过这是宝箱开出来的，绝对不会冒牌，没有写那么详细，可能和前世的雪花不是一种。先收起来吧，以后慢慢喝。罗森把啤酒收好，又拿过了弓箭图纸。这玩意他已经有一把木弓箭了，还是用了50颗苹果的巨资置换的。这才几天啊，却得到了100张弓箭图纸。不过武器没人会嫌多，刚好明天受潮，提前制作起来分给领民，可以多一些收获。于是罗森便来到制作台上进行加工制作。木弓箭制作需要木材10加牛筋1，由于上次已经用了1根牛筋，储物柜里只剩下99根牛筋了，所以罗森只能制作99把木弓箭。制作完毕，他把木弓箭和木质箭矢放到了门口的箱子，方便北野望进行分发。100把木弓箭，外加之前开箱子开出的1000根箭矢，可以狙杀一阵子了。搞定这些，罗森继续拿出魔法师学徒招募令，又招募了10个魔法师学徒。这10个人和第一次招募出来的属下一模一样，也是1位火系、2位水系、3位风系、4位木系，甚至罗森都觉得魔法只有这4种体系。魔法师学徒出来后，罗森把其中的1名攻击性最强，也就是火系魔法师分封给了嘉文当副统领。毕竟在魔法师的认知中，强者为尊，又是同类魔法师，没有人会反对。但统领他们的若只是普通领民，没有特殊技能，他们估计也会不服。当然，
对赵云这等级别的人，他们不服也要服，毕竟实力在那里放着呢。赵云是武师境界，他们只是魔法师学徒，只会一种魔法，而且魔力消耗的又高，要是打起来，赵云能打的他们叫妈妈。领地已经拥有了20名魔法师，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晚上，所有的领民全都回到了领地。他们回到领地后的第一件事是对内务上交获得的资源，然后进行报道，最后排队领取食物。今天先锋营又猎杀了2只猛虎，不过中间出了一点小意外，就是这2只猛虎是住在一起的，发现了先锋营的人，差点没有把先锋营给剿灭。幸好新上任的营长机灵胆大，带人跑出了迷雾，回到军营报告给赵云。赵云和他们进行换防，带着已经全副武装的士兵杀了回去，成功猎杀到了2只猛虎，并探索开一块迷雾区域。等赵云回来后，所有士兵都跑到了营地领取装备。罗森甚至听说他们兴奋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没舍得脱掉。太阳已经彻底下山，月色悄然升起。罗森坐在后院正厅里，在他桌子上不但摆上烤牛肉、烤兔肉，还有一张清蒸熊掌。毕竟800只熊掌呢，一天3顿吃也能吃1个月。同时罗森还打开了一瓶啤酒，喝了起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雪花。罗森喝了一杯，吟出了前世的曹操名言。不过相对于曹操的这句名言，罗森更喜欢黄巢的那首菊花。一想起黄巢的菊花，罗森便忍不住轻吟了出来。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说罢，罗森大饮一口，感觉无比痛快。微风吹过，带起罗森的衣摆，加上高挂的明月照映在院落之中，独自坐在正厅，看着明月挥洒大地，而后独饮一杯啤酒，享受着片刻寂静的感觉。此时此刻，不止罗森一人抬头望明月，在外院的一间民舍里，露西也抬头望向明月，一根根木桩相刻在窗户上，阻挡着他的哀愁思绪。天下之大，何处才是我的归处？看着天上的月光，露西喃喃自语道：终有一日，我定要杀上王庭，以正天下。每个人都有思绪，每个人都有想法，就连风也会吹来吹去。大牛，你说风会不会也有烦恼？领地之外，2个身材健硕的人影悄然溜到了树木砍伐的边缘，再往前就没有树木可以遮挡了。风怎么会有烦恼呢？二牛，你是不是想大姐带了？2人蹲在草丛里，小心翼翼地看着远处的民房和箭塔。二牛一脸悲伤道：大姐大还没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你看这块领地戒备的好森严啊，我怀疑大姐大被他们抓走了，要不我们去救大姐大吧？不能轻举妄动，大姐大是天生的刺客，若是真的被抓走，我们去岂不是和送死没什么区别？大牛抓住二牛的胳膊，怕他乱来，沉重道：这家领主确实太强大了，早知道就阻止大姐大不让他来了。怎么办啊，大牛，我好想大姐大啊，我怕他出事，要是大姐大出事了，我也不活了。说着说着，二牛就轻声抽泣了起来。大牛眉头紧皱，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姐大是否被抓还不确定，沉思了几秒钟，大牛握了握拳头道：我们的目的不是见到大姐大，而是把大姐大救出来，这样以后我们就守在周围等待机会，等什么时候他们戒备松懈了，我们就溜进去。在这期间，我们可以先抓一些落单的人，询问具体情况，也好知道大姐大到底在不在里面，在里面过得怎么样。大牛你太聪明了，要是他们敢虐待大姐大，我一定把他们活剥了。二牛咬牙切齿地说着。好，我们回去收拾东西，以后就住在这周围了。说罢，两人就又隐匿在了森林之中。第051章一级戒备。夜色迷人醉，天地共鉴之。一夜悄然而过。次日清晨，罗森早早起床，安排抵抗受潮事宜。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召集所有领民汇聚在领主府前，集体吃饭。受潮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才会出现，提前吃饱喝足才有力气猎杀野兽。在这期间，罗森拿出了多余的箭塔，围绕着领主府正门以及两侧摆放，一共100座箭塔，全部摆放，基本每隔一间民舍就会摆放一座。另外，罗森又把弓箭发了出去，同时安排所有魔法师在受潮到来之际全部登上箭塔，分散在四周。他们的作用不是猎杀野兽，而是保护士兵。如果士兵有危险，就快速施展魔法解救士兵。当然，如果有空余时间想猎杀野兽，自然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到时候箭塔上将会出现20名魔法师和100名弓箭手进行远程打击，12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将进入战场和野兽厮杀，其余的领民就不要上了，他们就负责处理收尾就行。这么多人完全够用，若不是受潮持续时间长，
这些人根本都不用全体出动。安排好这些后，领民聚集在门口广场原地休整。但这个时候，罗森的脑海里又冒出了一个主意。他快步回到房间，拿出一部分铁矿，开始制作铁饼和铁棒。经过100倍增幅，立刻就多出了100套铁饼铁棒。罗森一手拿着铁饼，一手拿着铁棒，重新回到了广场。众人全都瞪着眼睛看着罗森，不明所以。领主拿的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从来没见过。难道是新型武器？可是没有菱角，怎么攻击啊？领民们无比好奇，20个魔法师也都露出了疑惑的目光，纷纷看来。就连赵云和北野望也都摸不着头脑。见众人都不懂，罗森便拿着铁棒用力地敲了一下铁饼，当！顿时间，铁饼就发出了一阵清澈的声音，那是铁和铁撞击发出来的声音，声音清晰且响亮，离得老远都能听到，而离得近的更是感觉震得耳朵发懵。我知道了，这是鼓，这是用来通知的。领主大人好厉害，什么都能制作。众人议论纷纷，对罗森无比崇拜。而正是因为这些天，他们亲眼见证了罗森产生的无数奇迹，才会在心底里疯狂崇拜罗森的，以至于罗森说等会发生兽潮，他们都深信不疑。当当当当当，罗森拿着铁棍一阵乱敲，频率非常快，震耳欲聋的铁器声音向四周扩散，给人一种急躁的感觉。罗森大声道：“听到这种急促的声音了吗？以后这种声音就是我们领地的战鼓。他响了，就代表领地有重大事情发生。我把它正式列入1级戒备。”听到1级戒备后，所有领地领民都不准外出，全部听从命令指挥。而且1级戒备出现后，领主府接管领地所有事情，全部领民统一调度，士兵将领无论发生何种事情，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以便营地迎敌。听清楚了吗？罗森大声喝道。领民们全部气宇轩昂回应道：“听清楚了。”当当当当当，罗森又快速敲铁饼，重复了一遍。这代表什么？领民大声道：“1级戒备。”当1级戒备的时候该怎么做？1级戒备，领主府接管领地所有事情，全体领民统一接受领主府调度。很好 ，good。罗森微微一笑，心情也变得愉悦了起来。抬头看了一眼太阳，时间已经快接近中午了，距离兽潮来临应该也快了。时间差不多了，所有普通领民进入领主府躲避，拥有武器的领民、士兵和魔法师可以选择观战。今天的第一战由护卫营打头阵。考虑到兽潮要持续1天1夜，罗森没有让他们全部出战，而是选择车轮战。毕竟人总会劳累的，而兽潮第1轮一般来说都是个体野兽，构不成什么危机，80%的领民都能轻易度过。刷刷刷刷刷，200多领民进入城主府，坐在宽敞的院子里原地休息。军营、魔法师、护卫、弓箭手以及拥有铁剑的领民则在领主府门口坐了下来观战。毕竟人数太多，全部进入领主府有些拥挤，这样安排比较合适。领主府的外院进去了200多只有铁斧子、铁刀子的领民。领主府门口的地上坐着将近300位领民，300位领民分散而坐，气势那叫一个大气磅礴。而且在这300人中，魔法师占据20位，只有弓箭武器的领民占据100位，拿着铁剑的领民占据60位，另外还有120位穿着铁剑，把自己包裹成钢铁战士、全副武装的士兵。这种豪华阵容完全可以在周围横着走了，连妖兽见了都要退避3舍。摆好阵仗，女佣们搬出一排椅子和桌子，摆在了领地门口。一张4方的书桌和一张带着靠背的椅子摆在了门口正中间，乃是罗森的位置。其他的则是一些大圆桌和一些高脚凳，一共摆了10张桌子。罗森单独坐1张。当然，北野望作为内务管家，自然是一直跟在罗森身边。罗森也不会让自己的管家一直站着，就邀请他和自己同坐。北野望推辞了几句后，便坐到了罗森身边，给罗森倒果汁。见北野望倒果汁，罗森连忙阻止了他，而后从背包里拿出了10瓶啤酒，用牙齿咬开，淡淡道：“喝这个吧。”另外每桌送过去1瓶。于是就上来9个女佣，每人拿1瓶给剩下的9桌送了过去。而另外9张桌子，赵云和2位营长属下坐1桌，魔法师统领嘉文和副统领坐一起，剩余的18位魔法师则分散而坐。只不过他们桌上的啤酒可就要自己倒了，没有人伺候他们。但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这也是非常高级的待遇了。尤其还有领主亲赐的不知道什么东西，还会起沫的水，一定是很好喝的宝贝吧。第052章，第一波兽潮。底下的领民和士兵双眼放光，全都对营长统领们投来仰望和羡慕的表情。于是士兵们个个意气风发，握紧了拳头，想要在今天的兽潮中大显身手，获得领主大人的提拔。兽潮危机已经变成了展示身手的大好机会了。
北野望给罗森倒了一杯啤酒，而后坐在罗森身边，非常文秘。罗森微微抬了一下眼皮，笑道：“别光给我自己倒，你也可以尝尝。”谢领主大人。说实话，北野望对这种蓝色瓶子里装的东西也很好奇，因为这水在瓶子里是蓝色的，倒出来就成黄色的，而且还有泡沫，看起来非常神奇。于是北野望也给自己倒了小半杯，而后拿起来轻轻尝了一口，咕嘟，死！北野望咽下一口，当场倒吸了一口凉气，而后就咳嗽了起来，嗨嗨，好辣！这时，冰银统领和魔法师统领等人都眼巴巴地看着北野望，因为他们总觉得会冒出泡沫的水像毒药。领主大人，这是酒啊！北野望用嫩白的小手擦了一下润红的嘴唇，微微翻了个白眼。罗森微微一笑道：“没错，正是啤酒。”说罢，他对其他人道：“蓝色瓶子里的水是啤酒，至于啤酒嘛，自然是酒类的一种，能喝就喝，不能喝酒的就不要打开了，免得浪费。”是，领主大人。嘿嘿，当兵的怎么能不会喝酒呢？我也尝尝。你喝吗？你们喝吗？什么？只能喝一点点？那咱们几个喝一瓶吧。众人互相商量了一下，纷纷开酒。至于开启，自然也是学的罗森用牙齿咬开的。咕嘟咕嘟，撒好爽啊！这句话是罗黑子发出来的，他一口就干掉了一杯。咕嘟咕嘟咕嘟，我怎么感觉有点晕？这酒好大的劲啊！罗黑子连喝半瓶，脸色当场就涨红了，连身子都有点摇摇晃晃。这一幕让赵云脸色当场就黑了，自己手下在这种关头也能喝醉，要是耽误了领主大人的事情，他们可担待不起。赵云当即小声道：“把他的酒收起来，等会第一个上阵，上完阵赶紧去休息。”是。新上任的先锋营营长连忙把罗黑子的酒给收走了。罗黑子不敢对赵云发作，只得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地趴在了桌子上面醒酒。见罗黑子没有不满，赵云偷偷看了一眼罗森，发现领主大人根本没有注意他们这里，而是在低头看书，于是才松了一口气。其实罗森对这些根本不在意，拿出酒就是让他们喝的。再说了，啤酒而已，根本喝不醉。就算喝醉了，作为饮酒的一方，难道不知道自己的酒量？知道自己酒量差还能喝醉，就代表这人自制力不强，刚好可以看清楚以后能不能委以重任。哪怕桌上的人全都喝醉，罗森也不在意。受潮危机没有这些人，只靠底下的领民也能完全渡过去。所以罗森看了一眼，就把心思放到了领主指南上面了。领主指南里，其他领主依旧在讨论此次的受潮危机，甚至还有自傲之人在里面分享自己的计划。我有6个领民，还有银质防御套装和银质攻击套装，等会野兽来了，我定要让他们好看。大哥大姐们啊，有没有人愿意卖给我一把铁剑啊？我领地一把铁质武器都没有啊！等会来了，野兽可怎么办呢？10斤羊肉换一套铠甲和头盔，有没有人换？速度速度！你6个领民算什么？我已经和别人同盟了，3个领主，一共18个领民，共同守卫一家领地，而且我们3个还拥有铁剑。来多少野兽死多少野兽，耶稣也留不住他们。我说的。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花费了所有的资源购买了30个领民，这几天那是吃不饱穿不暖，过得比狗都惨。要不是我极力挽留亲力亲为，一直感动领民，我这些领民早特么饿跑了。不过星光不问赶路人，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等到丰收的这一天了。擦，30个领民坚持了这么久，领民都没饿跑，牛批啊！一群垃圾！操，你说谁是垃圾？你才是垃圾，你全家都是垃圾！兄弟们，骂他！垃圾垃圾垃圾！骂我！敢骂我！你们知不知道我现在是联盟盟主，手下兵甲100余人，等我找到你们的坐标，你们都得死！死！联盟盟主，手下100余人，顿时间辱骂的言辞就消失不见了。这段时间有很多人组建了联盟，就是探索迷雾的时候发现了别的领主，2人一拍即合组建联盟，发展实力，然后吞并别人的领地，俘获别人的领民。一般被联盟发现的领主只有2个结果，不是投降就是被合并。至于投降，就是交出资源和领民，生死有命；合并就是拥有一点实力，但又打不过，所以加入他们一起掠夺别人，共同发展。这几天已经有很多人组成了同盟，甚至有些同盟已经发展到很大了。在世界频道还有一家同盟叫做兄弟盟，据说是有上百个领主组成的，当然有很多领地之间还没有互通，因为迷雾的阻挡。目前兄弟盟正在向周围探索，一边寻找同盟伙伴，一边吞并陌生的领主，扩张实力。手下的领民加起来已经有数千人之多了，所以见到又一个盟主，众人也都不敢辱骂了，生怕运气不好，万一这盟主就在附近，到时候万一遇到，是要丢掉小命的。为几句争执而丢掉性命，不值得。当然罗森一直没有发言，
而是静静地看着，同时筛选有用的信息。因为在这个没有电话的时代，聊天频道是获取这个世界信息唯一的来源。吼！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声低沉的咆哮忽然响起，传进了领地内所有人的耳朵里。罗森也在这一刻缓缓抬起了额头，向前方看去。第053章轻松猎杀。领主府的大门之外是一块空地，空地两侧都是一些民舍。在这块空地的几个角落，罗森摆上了箭塔。箭塔的存在更加区分开了空地和民舍的范围。不过此刻的箭塔之上可没有人，在空地之外是第一道防线，也就是空地上最靠外围的2个角落放置的2个箭塔。这里是进入领地的宽敞大道，只是此刻的大道上，一只身上充满了纹身的猛虎悄然踏入了广场的范围。猛虎个头很大，比寻常的老虎大上1半不止，都快赶上一头牛了。它额头上一个王字赫然而立，标志着它的身份。吼！猛虎发出一声咆哮，进入了空地。只是当它进入了空地后，原本潇洒的脚步却戛然而止，整个虎身也为之一顿，因为他看到了前面的大地上坐着数百号人，全都拿着武器，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呢。这一刻，老虎甚至产生出了想跑的想法。兽潮事件是领主指南安排的，出现的自然不是正常猛兽，要不然正常猛兽看到罗森带着的几百号人早就吓跑了。不过这只老虎此刻像是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硬着头皮冲了进来，速度越来越快，向着领主府大门而来。护卫营一队出列。这个时候，护卫营营长罗黑子站了起来，他大手一摆，人群里嗖嗖嗖的就站起来30个穿着铁质战甲的士兵。一行人出列后，纷纷拔出铁剑，在空地上列成一排，而罗黑子则站在最前面打头阵。其他领民和士兵全都认真地看着护卫营的人，30人一人，外加全副铁甲武装，是否能轻松拿下一只超过寻常老虎的强大老虎？他们拭目以待。就连罗森此刻也郑重地看了起来，他想知道自己的这些兵拥有多大的战斗力，方便以后和其他领主争夺时自己心里好有个底。全体都有，给我杀呀！罗黑子手握铁剑，大喝一声，率先向着猛虎冲了过去。身后的30位士兵见状，纷纷跟随向前冲去。随着一行人跑动，身上的铁甲和手臂间碰撞，锵锵作响。猛虎吓了一跳，但只得硬着头皮冲来，因为他的任务就是袭击人类的领地。好！猛虎冲击，士兵们拿剑就砍，根本没有要躲避的意思。正所谓双拳难敌4手，猛虎就2只前爪锋利，但面对几10把铁剑迎头劈来，他也感到虎背发凉。砰砰砰！吃吃吃！猛虎直接撞到了人群上，把士兵们给撞散了。但士兵的身上包裹得很严实，虎爪根本破不开他们身上的铁甲。虽然东滚西倒了几个人，但也没有受到伤害。再反观猛虎，经过一波冲击，身上已经满是伤口，最终摇摇晃晃地倒在了血泊之中。吃吃吃！士兵们围上来，又是一阵乱刺。猛虎就此咽了气，一命呜呼。好了！罗黑子脸色一黑，连忙大喝一声，阻止了还在刺剑的士兵们，冷声道：肉是我们领地宝贵的资源，你们再刺下去，老虎肉就成肉泥了。听到罗黑子的冷喝，士兵们这才从惊魂中回过神来，连忙住手。但是此时的老虎身上已经没有完整的地方了。罗黑子脸色黑得要命，因为这可是他的直属手下，在领主面前办出这样的糗事，实在是丢人至极。于是罗黑子黑着脸直接跪在了地上，抱拳道：属下带兵无方，请领主大人降罪，请领主大人降罪。护卫营的士兵见营长都跪下请罪，也都意识到了刚才的冲动，心中无比懊悔自己心神不够稳定，不能泰山压顶而不变于色，纷纷跪下道：请领主大人降罪。死溜！罗森吸了一口草莓果汁，斜靠在椅子上翘着2郎腿。他知道这些士兵为何如此。首先，他们以前都不是士兵，都是老实巴交的领民。什么叫民？民就是在家种地，老老实实的百姓，根本没有见过大风大浪的那种。如今虽然当上了士兵，但也压根没有经历过战争。虽然听话忠心，但见识少，上阵杀老虎，心思慌乱也属正常之事。罗森当然不会怪罪他们，而是笑着道：无妨，你们以前都是平民百姓，什么都没有见过，面对猛虎还能主动迎上去，已是不易。不过经历了这件事情，你们以后就要多长点记性了，凡事不能慌，知道吗？是，属下谢领主大人教诲。众人齐齐的给罗森磕了一个头，从内心里发出感激，且再一次感到了领主大人确实是一位万载难寻的超级民主。于是他们的忠诚度纷纷飙升，忠诚度+5，忠诚度+5，忠诚度+5。归队吧，等受潮结束，每个参与战斗的人员都可以找内务领取1瓶啤酒。
罗森淡淡的说了一句。护卫营一队的人顿时感到受宠若惊，再次跪谢。而且这次的喊声比刚才的声音还要整齐洪亮，谢领主大人，领主大人圣明。说罢，众人就开始归队。走在路上，脸上都有止不住的得意洋洋，因为领主大人在他们心里就属于父母级别的人。有了领主，才有他们的饭吃；有了领主，才有他们居住的地方；有了领主，他们才不会被别的领主给欺负。领主夸奖他们，就相当于对他们的认可，怎能不激动？不圣明不行啊！在制度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忠诚度也没有全部提高到死士的情况下，必须要圣明。我可不想和前世一些领主一样，手下造反，推翻政权。罗森如此想着。不过在罗森心里，他觉得领民，哪怕是最低级的领民，也是活生生的人，不能把他们当成彻底的工具。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刚好自己趁着受潮的机会锻炼一下自己的士兵，让他们见见血，才会变得更有血性。不过该有的奖赏也不能少。正所谓无功不受禄，有功了当看不见，迟早要完蛋。第054章致命一击，死亡翻转。护卫营一队的人回到阵营里，席地而坐。罗黑子春风得意地看着新上任的先锋营营长，作为同级，两人自然也喜欢争个高低。在护卫营进入阵营的同时，城主府里涌出10几个普通领民，从罗森两侧走出。这是罗森安排的。既然是一级戒备，全民统一调度，那普通领民也不能闲着，所以就安排他们收尸。战士负责战斗，普通领民负责打扫战场。第一波受潮结束，中间会有一会的空白时间，才会迎来第二波受潮。这个空白时间，士兵们都在互相议论着刚才的战斗，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而罗森则把领主指南放到了腿上，看着聊天频道，这副姿势好像前世坐在沙发上玩手机，潇洒惬意。嘿，你们知道吗？刚才我的领地来了一只孤狼，妈的，那匹狼好大啊！我带着领民上去一顿乱砍，终于把他弄死了。虽然死了一个领民，但这匹狼的肉也够我们吃好久了。我遇到了一只豹子，速度好快。怎么样？你们都成功击杀野兽了吗？操！为什么我的是一头大猩猩？我 TM 竟然没打过，领民也都挂彩了。最后我们躲进了茅屋里，那头大猩猩把我家大门拆了，院子里霍霍一遍就退走了。我他妈遇到的是一只大蜘蛛，就收获了可怜巴巴的20斤肉，太惨了！救命啊！我仅有的3个领民全死了，这次受潮我肯定什么都得不到，谁能可怜我给我一点吃的？好羡慕你们！我 TM 带着20多领民全副武装，结果就来了一只兔王。TM 总重才20斤，都不够我们这群人有一顿饭。看着其他领主不同的遭遇，罗森就像在看笑话，身心无比愉悦。而这个时候，距离第一只野兽入侵已经过去了将近20分钟了。领主大人，野兽又出现了。北野望在罗森身边，小声地提醒了一下罗森。罗森这才把视线从领主指南上移开，向着广场的入口看去。当看到入口出现的野兽后，罗森的瞳孔微微缩了一下。那是3条鳄鱼，鳄鱼身上的皮很厚，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射着光芒。巨大的身躯有数米之长，大大的鳄鱼嘴张开，露出一排锋利的牙齿。这3只鳄鱼无论是体型还是气质，都超越了刚才那只孤虎，防御很强，攻击也很强。这是罗森给出的评价。不过这一次罗森没有说话安排，而是想看看赵云如何安排士兵应对。此时的赵云把目光投向罗森，发现领主没有发话，也顿悟了领主的意思。鳄鱼马上就要进场，身为大统领，他有责任进行调度，于是立刻道：先锋营1队、2队全体出列。是。先锋营2队共计60人，且全副武装。听到大统领安排他们出战，全都兴奋得不得了。虽然这些鳄鱼很恐怖，但他们也不再是从前的他们了。他们不再是颠簸流离、饭吃不饱、尊严任人践踏的流民，而是全副武装、铁甲附体的战士了。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要守护的地方。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有几分像从前。先锋营营长扶了扶头盔，甩掉脑海里的杂念，更加坚信了自己的信仰，起身就带着60人全体进入了空白广场。兄弟们，为领主大人效力的时刻到了，击杀鳄鱼，为领地的发展添砖加瓦。等会谁要敢退缩，可别怪我不讲情分。先锋营营长背对着3只鳄鱼，向手下的士兵训话。这副模样完全没有把鳄鱼放在眼里，气得鳄鱼们加快了进攻的步伐，嗖嗖嗖地往前爬。营长放心，守卫领地，保护领主是我们的使命。众士兵齐齐回应。而正是这种齐心协力的态度，越来越容易感染到其他人，让所有人都觉得只有像他们这样拥有价值，才不枉白活一世。一句句口号喊得20位高傲的魔法师都内心澎湃，喊得领主府内的领民都热泪盈眶，恨不得立刻就冲出去为领主效力。就连罗森
都略微的有那么一丢丢感动。罗森打量了一眼那个营长，发现是一个皮肤白皙的少年，双眼里带着无比的坚定和疯狂的自信。他叫什么名字？罗森问向旁边的北野望。北野望立刻道：领主大人，他是先锋营新任营长，叫做小白脸。小白脸？谁给他起的名？罗森微微一愣。北野望疑惑道：不知道哎，要不我去问问赵统领。算了。罗森制止了北野望，一脸无语。奇葩年年有，今年特别多。罗森承认小白脸长得是比较白，但这名字起的也太特么的随意了吧。不过战场上的动作很快就吸引了罗森的注意。先锋营营长小白脸和60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分成了3队，迎接3条大型鳄鱼的到来。20人打1条，不说绰绰有余，但应该也不困难。杀呀！小白脸大喝一声，立刻就带头冲了过去。其余人全部跟随冲锋。枪！小白脸一剑劈到了鳄鱼的头上，但却只发出一声刺耳的撞击声，在鳄鱼厚厚的皮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印子，根本没有划开它的皮。这一幕惊倒了士兵们。好硬的皮！兄弟们勿慌，它的皮虽然厚，但想破开我们地图铁甲，只能用嘴咬。等会鳄鱼要是敢张嘴，立刻把剑给我捅到他的嗓子眼。还别说，小白脸观察很有一套，一眼就看透了鳄鱼的弱点所在。虽然鳄鱼防御强，但他们的铁甲也有很强的防御。鳄鱼趴伏在地上，除了用鳄鱼嘴撕咬，根本没有别的攻击力。于是战场陷入了短暂的僵持之中。但就在这时，一条鳄鱼率先失去了耐心，张开獠牙大嘴就冲着一名士兵撕咬了过去。啊呜！鳄鱼一口就咬住了士兵的半个身子。枪！好在铁甲护身，哪怕是锋利的牙齿也只是勉强咬进铁甲，没有彻底破开铁甲的防御。但无奈的是，士兵深陷鳄鱼口，无法逃脱。兄弟们，快给我砍他！小白脸拿剑就砍，但这个时候鳄鱼却又动了，他猛地一个转身，施展出了致命一击——死亡翻转。第055章妖兽出现。鳄鱼最具有杀伤力的一招死亡翻转，顾名思义，就是咬住敌人，在空中360度旋转，用庞大的身躯扭断敌人的身子。说时迟那时快，鳄鱼已经4脚离的跃于空中，马上就要施展出致命一击。但这个时候，一道凛冽的破空声传来，震彻了众人的心神。嗖！一把铁质箭矢在高速的飞行中划破空气，产生巨大的摩擦，向着鳄鱼飞去。吃！在鳄鱼还未展开死亡翻转的时候，铁质箭矢已经赫然来到，径直地插入了鳄鱼的眼球之中。巨大的力道，没有什么可以阻挡。铁质的箭矢穿过鳄鱼的眼球，深深地进入大脑之中，只留下箭尾上面2根羽毛停留在鳄鱼的眼前。砰！鳄鱼落地，士兵从他的巨口中脱离，惊魂未定地坐在地上喘着粗气。是谁在这关键的时候救了他？众人向着箭矢传来的方向看去，赫然发现射出此箭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的领主大人。没错，就是罗森。罗森此刻由坐立变成了站立，手上还拿着一把被拉断的木弓箭。他的全力一击搭配铁质箭矢，给了鳄鱼致命一击。不过很明显，木弓箭承受不了他全力一射，已经折断。射完后，罗森重新坐下，喝了一口雪花啤酒。泰山压顶而不露于色，喜怒哀乐亦不露于形，此乃上位者风范。当其他士兵们见到罗森展露出如此实力后，纷纷激动，大声喊道：领主万岁！领主万岁！越来越多的人喊了起来，以此表达自己对罗森的崇拜。领主大人万岁！正在战斗的先锋营听到了其他人的呐喊，顿时就明白了，那一箭是领主大人射出来的，立刻就热血沸腾，更加卖力地战斗了起来。场上只有2只鳄鱼还在进行抵抗，另外2只鳄鱼被砍得不厌其烦，终于忍受不住，也张开了龇牙大嘴，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呼噜呼噜呼噜！就是这个机会，刺！小白脸看准时机，立刻挥剑刺去。吃吃吃！所有士兵此刻全都拿着铁剑往鳄鱼嘴里刺，顿时间，鳄鱼的嘴里插满了铁剑，直接捅到了嗓子眼。呼噜！随着一声不甘的低沉的叫声发出，2条鳄鱼彻底死去。3条鳄鱼每条至少要有300-400斤，加一起最起码1000多斤。这才第2波兽潮就得到1000多斤的肉了，可以看出兽潮即福利，抵抗的越多，收获就越多。而且这1000多斤还是没有增幅过的，罗森还可以去亲自分解野兽肉，可以得到100倍增幅，也就是10几万斤。一想到这个可怕的数字，罗森就忍不住异常激动。有了这些巨大的资源，领地扩张近在眼前。击杀鳄鱼后，领民出动，打扫战场，把鳄鱼的尸体往领主府搬运。先锋营队员全体归队。院子里，牢房中，露西也踮起脚尖，趴在窗户上看热闹。虽然看不到外面的场景，但也能看到院子里的场景。
大批的领民席地而坐，时不时的就有人出去一趟，搬回来一些野兽的尸体，看得他羡慕极了。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这个领地在搞什么？露西的双眼之中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喂，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忽然间，一个大汉注意到了露西的偷看，瞪了露西一眼。这人正是砍树营的营长，偷看他们处理肉类尸体，那可是他们领地的秘密，这还得了？虽然没有罗森的命令，他们根本进不去这间牢房，但夏夏这个小贼，他还是有胆子的。露西被他瞪了一眼，当即就想反驳，但想了一下自己的处境，只得悻悻地收回了目光，重新缩到了茅草堆里。领地之外，草丛之间，大牛和二牛已经被吓傻了。大牛，他们好多人啊！是啊是啊，还有好多野兽，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绝对不能强攻，不然不但救不回大姐大，我们自己也会打进去。那怎么办啊？不能让大姐大在里面受苦啊！大姐大不会受苦的，你看他们忙忙碌碌的，今天又守在门口，肯定很多事情。这样，咱们定一个计划，你根据我的计划行事。我们先这样，然后再那样，最后就各怀鬼胎。罗森深知人性的不同，所以对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没有固定的意见。正所谓，你为报恩杀人全家，他为报仇伤及无辜。谁是谁非，只有立场，没有对错。罗森又来到了区域频道，大家依旧在议论着各自的战绩。嘿，兄弟们，我太幸运了，这里来了3只兔子，我特娘的终于能饱餐一顿了。3只兔子，幸运？我觉得你太惨了，根本不够劳民伤财的好不好？难道你不给你的领民吃啊？人家给你卖命抵御受潮，怎么也要奖励一块肉吧？哈哈，老子的领地没有领民了，都死完了，没死的也被我卖了。我现在是自己吃饱全家不饿，嘿嘿。那你完蛋了，这里可是领主的世界啊，没有领民，领主早晚成为领民，没有领民的领主在这个世界活不久的。现在还有这么傻的人，真不多见。好了，别说了，第3波野兽来了，卧槽，好多，有9只大猩猩，看来这一次我要躲起来了。卧槽，我这边是9只牛，可以试试。不对，有一头好大，和一座小山似的。嘿嘿，我这里是9匹马，不知道能不能抓活的。不对，野兽里有更高级的妖兽。卧槽，我这里也有一只妖兽，完蛋了，这下打不过了。这一刻，罗森也抬起了头，他这里也有9只野兽，只是这9只野兽中间似乎也有一只非常的与众不同，那是一只超级大的梅花鹿，身状如牛，眼眸中带着一丝火红。罗森抬眼看去，眼前立刻冒出了那只梅花鹿的信息。第056章货币出现，追风闪电梅花鹿，一阶妖兽，特点快如闪电，迅如风，头顶2只鹿角，可破甲胄。技能风刃，喷发出一道由风组成的利刃，进行远程攻击，击杀随机掉落铁币。看到一只梅花鹿竟有如此大的杀伤力，罗森也凝重了起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妖兽吗？最低级的妖兽竟然拥有魔法师才拥有的远程攻击，而且还会掉落铁币。此时此刻，领地内颇有眼力劲的人都看出了梅花鹿是一头妖兽，全都凝重了起来。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原地不动，守在前排。弓箭手准备，魔法师学徒们也准备进行远程打击。罗森此刻也开始接管全局，分配任务了。妖兽的出现能让大部分领地沦陷。9只野兽里，除了1只梅花鹿是妖兽，其他的都是些猛兽，有野牛、蜘蛛、鳄鱼等等。一时间，9只野兽全都向着领地狂奔而来。若是让他们冲到近前，绝对能冲散领地的防御。弓箭手射击！罗森淡淡的下达了第1道命令。由于魔法师魔力有限，所以只能用于紧急时刻。弓箭手能解决的问题，就由弓箭手解决。射击2个字响起，弓箭手们纷纷拉弓搭箭。嗖嗖嗖嗖嗖，一连串的破空声响起，100支弓箭径直的向着野兽们冲去。吃，碰见疲弱的野兽，弓箭直接钻进野兽的尸体；碰见皮硬的野兽，弓箭则会被弹开。不过就算如此，一轮齐射后，广场上也只剩下了妖兽梅花鹿和鳄鱼之类的大家伙了。似乎察觉到了硬攻不行，为数不多的几只野兽停了下来，尤其是带头的梅花鹿，它长长的脖颈居高临下的看着罗森等人，而后从鼻子中发出一声嗤嗤的喘气声，随后他张开大嘴，嘴里竟然凝聚出了一道小小的锋刃。吐！梅花鹿向着最前排的士兵们吐了一口，锋刃顿时以极快的速度飞出，而且随着飞行，锋刃由小变大，等达到前排士兵面前时，巴掌大的锋刃已经扩张到了1米长。哎呀！轰！1米范围的空地站着3个士兵，他们被锋刃撞上，当即就仰头倒去。再看他们的盔甲，
已经被锋刃割出了一条豁口，露出了里面的麻布。嘶！士兵们当即就倒吸了一口冷气。这锋刃竟然如此锋利，只需一下就划开了盔甲，要是再来一下，就能把人拦腰斩断，果真恐怖至极。弓箭手，继续射！魔法师立刻攻击。罗森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妖兽，当即就下发号令。这一波只有一只妖兽，已经带有如此威力，下一波估计会出来更多妖兽。看来要尽快解决这一波，下一波兽潮就要全体出动了。嗖嗖嗖，又是一轮齐射。同时，魔法师们也刷刷刷的全部起身，对着妖兽进行吟唱、施展魔法。不过那8位木系魔法师却没有站起来，因为他们的魔法没有攻击性，站起来也没用。热情的火焰精灵，请遵从我的召唤，凝聚成型吧！火焰之球。嘉文和他的副统领同时吟唱，同样的魔法咒语，同样的动作。两人同时吟唱完毕，双手之上顿时就出现了一个火球。去吧，火球术！两人全部往前一推，两个火球带着浓浓烈火，嗖的一下就飞了出去。在火球术飞出去之后，其他的魔法师也吟唱完毕，各自施展了自己的魔法。我以飓风之神的名义召唤你们，出来吧！旋风！6位风系魔法师吟唱完毕，面前出现了一道小旋风。不过小旋风在吹过去的时候，漩涡变得越来越大。当然，还有4位水系魔法师施展了水球术。水之元素啊，请聆听我的呼唤，凝聚成型吧！水球术，4颗人头大小的水球，看起来毫无攻击力。罗森在一旁看得一脸黑，早知道就不让这个4个水系魔法学徒上了，这魔法强度也就适合娇娇地。4个水球也飞了过去。虽然在罗森眼里看来，只有火球术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但在其他领民的眼里，这简直就是神技。凭空捏造火焰旋风，异常让人震撼，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勇气程度。砰砰砰，2颗火球率先撞在妖兽身上，火焰四射。嗷呜！梅花鹿疼得惨叫一声，同时被火球术的冲击力冲得后退了几步。但此刻攻击才刚刚开始，火球刚熄灭，梅花鹿的皮已经严重灼伤，根本没从疼痛中反应过来，水球就到了，一热一凉，好似冰火两重天，让妖兽难受的都快失去了知觉，而且还被水球冲击的直接倒在了地上，根本没有力气爬起来。更让妖兽恐惧的是，他刚变成落汤鸡，还没爬起来呢，一阵旋风又袭来了。咻咻咻，6道旋风一替一个把他吹到天上，然后重重落地，而且每一次摔下来，都会震得大地尘土飞扬。在第6道旋风吹过之时，其他的野兽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只有梅花鹿还在旋风中盘旋。随着旋风消失，梅花鹿再次落地。轰！落地之后，追风闪电梅花鹿便失去了动静，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一刻，最前排的士兵连忙跑过去检查，先是围着看一圈，而后伏在梅花鹿面前检查，最终才确定下来。激动地对领主罗森喊道：“领主大人，妖兽死了！他死了！真的死了！彻底死了！真的死了！彻底死了！看样早就死了！太好了！领主大人万岁！领主大人威武！”至于为什么不喊魔法师威武，那是因为魔法师也是领主的领民啊，没有领主就没有魔法师，所以算下来还是领主万岁。看到这里，罗森欣慰的微微一笑。城主府内的领民前来收尸，很快就发现了尸体之下掉落的东西。领民跪在地上，激动道：“领主大人，妖兽身上掉落了3枚铁币。”第057章铁币的作用，果真掉落铁币了。罗森微微一愣，而后道：“拿给我看一下。”铁币是这个世界的流通货币，而货币的主要来源便是妖兽。击杀妖兽，妖兽会随机掉落货币，而且在高级的妖兽尸体之中还有魔核，魔核可以用于给武器之类的东西附魔，增加其品质。至于铁币，那只是比平常人炼出来的粗铁质量上高一等的金铁而已。它的流通作用是交易，但主要用途却是可以融合成金铁块，用金铁块制作金铁武器。正是因为它的用处，才推上了货币这一用途。低级妖兽会掉落铁币，等级高一些的妖兽则会掉落银币，甚至金币。当然，这种银合金并不是那种软银软金，而是无比坚硬的硬银硬金，制作出来的武器品质更高。手下人拿出来3枚铁币，恭恭敬敬的双手奉上。那铁币呈圆形，和前世的大洋一样，只不过看起来乌漆墨黑，异常结实。在铁币上面还写着2个大字：铁币。罗森缓缓伸过手，捏起来一枚，脑海里顿时就传来了系统的声音：爹。检测到宿主收取战利品，可触发100倍增幅，是否触发？这也能触发100倍？罗森微微一愣，在脑海里道：触发。爹。
100倍增幅触发成功，恭喜宿主得到100枚铁币，额外增幅已自动存入宿主背包。打开领主指南一看，里面果然多了99枚铁币。罗森立刻把另外2枚也拿到了手中，再次触发100倍增幅，把3枚铁币丢进背包，背包里已然变成了300枚铁币。300枚铁币可以融合成3块金铁，当然，铁币可以融成金铁，金铁也可以制作成铁币，只是粗铁提炼成金铁需要的工艺太过麻烦，很难合成。这也确定了铁币流通的重要性。4块金铁竟可以打造出一把金铁制成的精品铁剑了。精品铁剑和普通铁剑比起来，中间差了一个大档次。若是再有磨合，给金铁剑进行附魔，可以把铁剑的品质提升到顶级铁剑。顶级铁剑就算比起来普通的银剑，也差不到哪里去。很好，罗森满意的点了点头，等待着领民把战场打扫完毕。此刻已经到了下午，距离下一波兽潮也越来越近了。下一波兽潮应该会出现18只野兽，至于其中有多少妖兽存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兽潮的野兽越多，中间休息的时间就越长。所有人都注意，下一波兽潮将是一次凶险的时刻。弓箭手和魔法师登上箭塔，士兵们在门口原地休息，进行吃饭。赵统领在前带队，罗森一一安排。众人也都看得出来，兽潮一波比一波凶猛，所以全都按照罗森的安排，各司其职。20位魔法师和100位弓箭手全部上塔，平均每相隔2个箭塔便有1位魔法师学徒。弓箭手的弓箭经过刚才2波消耗，也只剩下800支了，还能够齐射8轮。8轮过后，他们也就下岗，可以退居领主府内了。赵云带着100多进入士兵方阵，镇守广场。罗黑子和小白脸2个营长一左一右跟随，身后100多战士身穿黑色铁甲，手握铁剑，严阵以待。在广场两侧，全是箭塔高高耸立，每一座箭塔上都有1名弓箭手，有些甚至有2名。在弓箭手之中，夹杂着一些魔法师学徒。整个领地严阵以待，庄严肃穆，看起来就像固若金汤的壁垒，牢不可破。罗森坐镇大后方，背靠城主府大门，吃着烤肉，喝着小麦粥，看着领主指南内别的领主吹牛逼。至于罗森为啥会这么潇洒，主要是那女孩靠得太近了。罗森微微抬起眼皮，看了一眼北野望。北野望其实也是一个少女级别的女孩，只是她身体发育成熟，看起来身材像少妇。此刻的北野望正偷偷摸摸看她呢。其实罗森早就知道了她在看自己，所以就想微微装一下逼，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能。这是男人的本性，在漂亮的女人面前敢于展示自己。一想到等会兽潮出现，说不定自己也要上场，罗森就吃得更卖力了。因为妖兽一旦躲起来，普通战士就没有用了，唯有武者才有资格和妖兽战斗。刚才那只妖兽就是前车之鉴，而领地内只有他和赵云2人是武者和武世界别的境界。与其让领民送死，不如亲自上场，大展神威，救民于水火，顺便锻炼自己。我帅吗？发现北野望还在偷看，罗森嘴角轻轻扬起，问出了一句非常自信的话。什么？北野望一愣，直接脑短路。罗森缓缓抬头看向他，一字一句道：我帅吗？刷！北野望的脸顿时红的和苹果一样，双手紧紧地攥着衣摆，羞涩地垂下了头，低声细语道：领主大人自然是最帅的。哎，这个世界的女人都这么害羞吗？要是放到前世，肯定会很抢手吧。罗森摇了摇头，继续把目光放到聊天区域。在聊天区域内，已经有别的领主击杀了妖兽，甚至已经开始搜集铁币了。各位领主大人，妖兽会掉落铁币，谁要是有铁币可以卖给我，我高价回收。这一句话就证明了回收那人击杀了妖兽，要不然怎么发现妖兽会掉落铁币？这一幕小小的震撼了一下罗森，果然是大千世界，能人无数。他击杀妖兽完全是靠先天条件，而别的领主可没有金手指，竟然也能击杀妖兽，那他的领地绝对发展到了很大的地步了。就算领地发展的不大，但能击杀妖兽，整体实力也很强了，又或者装备特别好，食物、水，甚至是小麦的种子都可以换，价高。那人又发出一句话，看来对铁币很是渴望。底下的人开始议论了起来，铁币是什么玩意？妖兽竟然还能掉落？鬼知道啊，我又打不过妖兽，刚才那波兽朝我躲起来了。我也是，我也没敢打。哼，9只野兽我都不敢开门，何况还有1只妖兽。第058章9只妖兽。没想到那个人竟然已经击杀了妖兽，获得了关于铁币的信息。他竟然这么强了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今天饿极了，在野外找到一株草药，吃了后浑身热血沸腾，力气变大。刚才兽朝我自己
就弄死了一只猛兽，说不定人家也有什么奇遇。也是啊，不过好像没人愿意换，都没人回答他。对了，我可不是来水群的，差点忘了正事。你们谁有铁，我愿意拿食物换。刚才战斗的时候，铁剑磨损的太厉害，需要修复才能继续用。来了，我有铁矿石，换不？不换，铁矿石还要炼，我急用，只换铁。众人议论不止，而发话的那人见没人回应他，又发出了一条消息，当场就震惊了聊天频道，把无数潜水的人都炸出来了。我有一张储物戒指图纸，换100枚铁币，有人换吗？嘶，竟然是储物戒指！天哪，他运气也太好了吧！储物戒指图纸可是在银质宝箱里才能开出来啊，难道他找到过银质宝箱？私银质宝箱，万中无一啊！能找到银质宝箱，绝对是天运之子，运气太好了吧！储物戒指图纸制作出来后，可以储存物品，随身携带非常方便，同时又能有效的防止空间被包装不下物资的尴尬，比巨大笨重的储物箱好了几百倍，有换的速度。铁币不够，可以一群人凑，我拿其他东西换，速度。天哪，他这么着急要铁币，到底想干什么呢？铁币没有那么值钱吧？众人全都疑惑无比，就连罗森也很疑惑。说实话，罗森看中了储物戒指图纸，但他又很怀疑那人花这么高的代价换一些铁币想搞什么鬼，因为储物戒指的图纸价值远远高于铁币。不过他干什么好像和我也没关系啊，我想这么多干什么？罗森翻了个白眼，决定不再去想这些事情。就算他真的有什么用处，自己也阻挡不了。铁币随着妖兽的出现会日益增多，今天就算换不到，过一段时间也能换单，但图纸可就非常稀缺了。罗森立刻就在频道里回了一句信息：我和你换100个铁币是吗？罗森的消息一发出，频道内顿时就炸了。天哪，你说什么？你没开玩笑吧？100个铁币，你怎么搞来这么多啊？我去，又碰见一个能杀妖兽的大佬，大佬真多啊！我以为能打3只猛兽已经是大佬了，原来真正的大佬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咦，这不是罗森吗？上次迷雾探索第1名，他就是迷雾事件的第1名吗？真厉害，已经可以杀妖兽了。原来如此，迷雾时间第1名除了精致全套装备，还有额外奖励，不知道是什么。不过第1名拿出100铁币也在情理之中。随着众人的议论，需要交易的那位领主没一会就给罗森发了私信，原来你是迷雾探索第1名，怪不得有100个铁币。看到那人的私信消息，罗森沉思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先问一下他要铁币有什么用处。当然，这并不是防着他想阻止那人发展，罗森只是想知道隐藏的用处，毕竟他还有铁币，万一用得着呢，对不对？于是罗森也回了一条信息：兄弟过奖了，一只妖兽只能掉落几枚而已，我这些都是意外所得。原来如此，我就说嘛，就算第1名也不能一下子干掉几十头妖兽吧，嘿嘿，见怪啊，我说话直。那个啥，咱赶紧交易吧，我很急。兄弟，我想问问，你要铁币干啥用的？罗森答非所问，回了一句。那人似乎也没有隐瞒的意思，回道：交易啊，刚才我遇到一个狗头兽人，压着一只兽人奴隶，他来的时候恰好是兽潮，所以就躲到我领地去了，我要用铁币买他的奴隶，嘿嘿。罗森，发生兽潮这么大的事，还想着买奴隶，心真大。是什么奴隶？女人吗？罗森又问了一句。是女兽人，猫女。兄弟快点哈，下波兽潮估计也快开始了，那狗头人要走了。罗森再次无语。不过罗森也从这次对话里得到了一点消息，就是周围的兽人似乎挺多的，竟然还有做交易的兽人。看来兽人之中也不全是凶狠之辈，估计也有恶贯满盈之兽，也有正儿八经生活的普通兽人，就和人一样，有好有坏。想到这里，罗森倒也略感失望，便拿出100铁币和他进行了交换。交换成功后，罗森就得到了一张储物戒指图纸。看着图纸上显示的信息，储物戒指图纸，你可以用它制作储物戒指，需要材料金铁1加魔核1加图纸1。就差魔核了。我倒是希望后面的兽潮出现一只高级点的妖兽了，因为只有低级以上的妖兽才有魔核，虽然不一定打得过。按照正常来说，1阶妖兽的实力接近人类武师境界的实力，而2阶妖兽连武师都要暂避锋芒，所以普通武者根本打不过1阶妖兽。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万事都有可能，连真相也不例外。关上领主指南。天色依然暗淡，太阳不知不觉竟落下了山。3波兽潮就耽误了1天的时间，而兽潮要持续1天1夜，估计最多6波。罗森向着远方看去，就在这时，远处出现了一排野兽的身影，由小变大，映入罗森的眼帘。
来了来了，兽潮来了，好多妖兽！1、2、3、4，一共27只。卧槽，里面竟然有9只异阶妖兽！咕嘟！士兵们和魔法师学徒们纷纷咽下一口唾沫，他们都感觉到了这次兽潮带来的危险。9只异阶妖兽相当于人类9个顶级武者境界，一起出动，绝对能冲垮他们所有人。领民们感到一阵紧张，握着兵器的拳头更加用力了。火龙驹、爬山兽、黑蟒、剑齿虎。这一刻，罗森微微坐直了身子，面色变得凝重了起来。第059章，全军出动。罗森每看向一只妖兽，眼前都会冒出关于妖兽的信息，而妖兽用前世的话来说，就属于变异级别的野兽，就像人类魔法师一样，能吸收天地间的自然之力，强化自身，让自己变得强大，从而进化出不一样的能力。例如可以喷出锋刃，或者吐出火球，还有妖兽可以喷出毒物之类的。而这些基本上都是魔法师念出咒语才能释放的魔法。有了这些能力，野兽才能称之为妖兽。9只妖兽外加18只野兽，一共27只，气势汹汹。弓箭手准备，魔法师准备。赵云带着步兵在广场列阵，阻挡妖兽的进攻。魔法师嘉文在箭塔之上，统御着所有远程攻击者。这句准备正是嘉文发出来的，因为远程攻击手暂时归他统领。听到他的喊话，100位弓箭手全都齐刷刷地搭上箭矢，拉开了弓箭。顿时间，弓箭被拉成满月，用出了领民身上所有的力气。妖兽们在广场之外停顿了一下，而后气势汹汹地展开了冲锋，根本没有废话，甚至连野兽本能的嘶吼都没有发出。轰轰轰！每一只野兽都有几百斤重，20多只奔袭而来，让大地产生巨大的震颤。这种震颤响起，就像踩在了所有领民的心尖上似的。就是现在，所有人自由攻击。在野兽们冲锋的那一刻，嘉文发出了命令，而后开始吟唱咒语。嗖嗖嗖，嗖嗖嗖嗖嗖，箭矢的破空声响起，同时还有那高声的吟唱。热情的火焰精灵，请遵从我的召唤，凝聚成型吧，火焰之球！我以飓风之神的名义召唤你们，出来吧，旋风！水之元素啊，请聆听我的呼唤，凝聚成水球吧，水球术！魔法师们吟唱咒语，召唤魔法。而另外8名没有什么攻击力的木系魔法师也开始施展魔法了。虽然没有什么攻击性，但群战之际，他们也要出力。于是8名魔法师都从口袋里拿出一把种子，远远地撒了出去，嘴中疯狂念咒：伟大的生命之神，请接受我的祈祷，让希望的种子在应许之地疯狂的扎根生，让充满荆棘的藤条蔓延，让枯萎的生命重新绽放，让枯树重新逢春吧，枯树逢春树。罗森清楚地听到了木系魔法学徒的吟唱，感觉有些无语。枯树逢春是个什么魔法？罗森不由自主地看了过去，只见他们扔出的一把种子落到地上之后，开始疯狂生长，转眼间就从一颗颗小种子变成一根根藤蔓。虽然不多，但8个人扔出去也有几十枚种子。短时间内控制几十枚种子疯狂生长，很消耗魔力。一排种子在肉眼可见的速度里开始蔓延，而长出来的藤条仿佛带有生命，拦在了野兽冲来的必经之路。当野兽靠近时，藤条自主的就缠上了野兽们，把他们困在各种藤条交织的木网之中。当然，妖兽只是暂时被困一下，很快就冲破了藤条。而剑雨真正造成伤害的还是普通野兽，唯有其他魔法师的魔法才能对妖兽造成一定伤害。2轮骑射外加2轮魔法过后，广场上能站着的只剩下8只妖兽了，而且8只妖兽全部挂了彩。不过也算是全部冲破了屏障，向着赵云的方阵冲了过去。杀！赵云手握长剑，带头冲锋。杀！士兵们也纷纷大喊为自己壮胆，追随赵云杀去。顿时间，人兽混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好在这些士兵身上全副武装，虽然不敌妖兽，但也不会轻易被妖兽打死，因为都是铁甲，妖兽想要破开铁甲也要施展技能才行。而妖兽施展技能也有限制的，和人类魔法师一样会消耗他们的魔力。一旦魔力消耗完，他们也就失去了远程攻击。士兵们的作用并不是真的要弄死妖兽，主要作用是用于消耗。而一旦有士兵的铁甲彻底破损，赵云就让他们立刻退出战场，保全他们的性命。毕竟每一个领民都是领地的宝贵财富，不能轻易死掉。赵云一个人独占3只妖兽，打得难解难分。虽然为武士境界，但妖兽天生强于人类，3只一阶妖兽对手人类武士境界，也能把武士境界围攻致死。更何况周围还有5只妖兽时不时的偷袭他一下。当然，赵云可不是普通武士，他是华夏鼎鼎有名的武将，浑身是胆，
毫无畏惧可言。就像那句流传很广的话来形容赵云：即使敌众我寡，末将也能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这并不是形容赵云多厉害，而是形容他的胆气。赵子龙浑身是胆。混乱的战场看得箭塔上合成主府内所有的领民都大气不敢喘，暗暗握紧拳头。这个时候，罗森的双眼也微微眯了起来。差不多，他也该上场了，要不然这么消耗下去，200套盔甲估计要全部废掉啊！这可是好不容易练出来的。想到这里，罗森忽然灵感一闪，脑海里又想到一件事，他连忙打开领主指南，开始在区域频道内发布交换信息。谁有长枪图纸想换的带上需求，速度来。虽然此时大家的领地都出现了兽潮，但大部分的领主都没有迎敌，而是在茅草屋里拿着领主指南聊天。毕竟这一波兽潮里有9只妖兽，估计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抵抗的实力，而兽潮内出现的野兽只会肆虐领主的院落，不会进入城主的茅屋，所以抵抗不过去的领主都躲在茅屋等待兽潮过去。当罗森的交换信息发出，区域频道立刻就传来了一大片回应。哎呀，这不是刚才拿100铁币换图纸的那个吗？又来了。黑兄弟，兽潮已经开始了，你也躲在茅屋里了吧？嘿嘿，这一波兽潮我估计绝对没有人敢去抵抗。是啊是啊，9只妖兽太厉害了，我们老老实实等兽潮结束吧。兄弟，你要长枪图纸做什么？我有一张铁质长枪图纸，换不？随着消息蹦出来，罗森看到了一个有图纸的人。第060章，子龙退下，本领主来也。世界很大，人数很多，虽然才刚刚开始，但也有很多人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资源。哪怕此时有人说他运气好，得到了神器，罗森也相信。毕竟这个世界太大了，什么可能都会发生，只是人家愿不愿意让你们知道而已。不过老天还是公平的，你若是得到神器，定然会损失其他的东西。就像有人领地中就有宝箱，迷雾探索几天也找不到新宝箱；有人走出领地就有水源，有的人探索几公里还找不到喝的。但人家没有喝的，周围肯定有吃的；人家有水喝，周围却没有吃的。万物轮回，日夜交替，周而复始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领主，只有懒惰的领主。换，你想要什么？罗森立刻给他回了个信息。当然，信息是在区域频道发出的，因为人家没有私聊，就代表谈妥之前不会私聊。嘿嘿，我想要一套铁质的防御套装和一套武器套装。那人发出这么一句话，震惊的区域频道里的人直接就炸锅了。卧槽，狮子大开口啊！一张图纸换这么多，擦，你在白日做梦。啧，兄弟，有梦想是好的，但你也太坑人了。其他领主也都看得出来，一张图纸哪怕品质再高，但也只是一张图纸，想换那么多成品，简直和异想天开差不多。罗森当然也不会当冤大头，而是淡淡道：扯淡，要是真心想换，就换个要求。嘿嘿，就知道你不愿意。那你给我20斤肉吧，少了不换，行不？行就开始交易。什么？20斤肉？死这也不少啊！我去，图纸这么值钱吗？我好像有很多图纸，怎么就没人要呢？我也是，搜集了好几张，都是建筑类图纸，都没人要。罗森看他果真换了个要求，也就没有继续讨价还价。虽然相比之下，吃的食物才更重要，但人家说了少了不换，估计是不是很缺吃的？而自己又需要长枪图纸。想到这里，罗森直接对他发起了交换请求，而后往交换空间丢进去了20斤肉。当然，丢进去的肉是没有增幅过的，这让罗森有些心疼。不过，用没有增幅过的东西换取的资源，他可以继续增幅。所以，罗森虽然心疼，但还是换了。因为一张长枪图纸到了他手里，能组建成100个长枪兵。换了，他们真的换了。我去，20斤肉啊！天哪，我也好想要肉吃啊！大哥，我有一张茅厕图纸，就换1斤肉，行不行啊？能不能可怜可怜我换一次？茅厕图纸，建茅厕还需要你的图纸？哪里不可以当茅厕使？众人虽然在区域频道吹了几句，但其实也就用掉几10秒钟的时间。此时，赵云带着士兵们正在奋力杀敌，哪怕在8只妖兽的围攻下，他依然杀掉了2只妖兽，而且很多士兵的护甲都已经破了，开始撤退。战场上的战士陆陆续续正在减少，这也是罗森没有用精致装备给他们装备的原因。上去也不过多抵抗一会，哪怕精致装备不会被破坏，但以他们的实力，想要彻底驾驭精气还是有些难度的，没必要给他们浪费。当然，士兵们并不是一无是处，毕竟上百人围攻也弄死了2只妖兽，所以战场上士兵虽然只剩下很少，但妖兽的数量也锐减到了1半，剩下了4只还在战斗。交易完成后，罗森并没有第一时间进入领主府去制作长枪，
因为他想制作一把品质好的长枪，而不是普通长枪，平白浪费自己换出去的资源。这个时候，战场上忽然变化，赵子龙身上鲜血淋漓，手握长剑大喝一声：“横扫千军！”顿时间，赵子龙的长剑剑刃触发出一阵微弱的白光，他挥舞着长剑，整个人以极快的速度原地旋转了一圈，剑刃随着他的旋转发出咻咻咻的破空声，一道由剑刃选择所出现的白芒围绕在了赵子龙一圈。这一圈之处，凡是被白芒碰到的妖兽全都发出惨叫，甚至还有一些受了伤的野兽当场就死掉了。一圈选择过后，方圆数米没有一只能够活着的妖兽了。这一幕看得领民们斗气昂扬，热血沸腾，就连罗森的眼神也微微眯了起来，因为刚才赵云用出这一招后，他就能看到赵云的技能了，而这一招正是赵云所带的技能横扫千军。原本是需要用长枪施展的，奈何只有长剑，逼得他用长剑就施展了出来。看着以赵云为中心，方圆几米都是真空地带的威势，罗森异常的满意。用长剑就有如此威势，而用长枪能增加赵云 50% 的攻击力，可想而知，若是长枪施展，估计这4只妖兽将会全部阵亡。战场上还有2只，全都受了伤，而赵云也气喘吁吁，方才那一招用掉了他大半的力气，此时他已经有些虚弱了。看到这里，罗森当场从背包里拿出一套精致装备，就这么换了起来。这一幕让众多领民纷纷诧异，领主大人在干什么？是金色装备？难道领主大人要亲自战斗？没想到领主大人竟然拥有传说中的金色装备，快看，竟然还有金色战靴，竟然是全套的。众人齐刷刷的看了过来，罗森连脸不红心不跳的换衣服。在穿战甲的时候，一个人穿的速度太慢，所以罗森示意了一下北野望，北野望就过来给罗森穿战甲了。领主大人，难道你真要亲自战斗吗？北野望有些紧张的问着。罗森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北野望的小手抖了一下，劝道：“领主大人，那些妖兽很危险的，赵统领可以挡住他们的，领主三思啊。”我已经三思过了，受朝是难得的机会，能挡住几波算几波，我上场也只是早晚的事情，不必再劝了。罗森面无表情的站着，北野望很快就给他穿好了战甲。穿戴完毕后，罗森赫然变成了一个小金人。他穿着金色战靴加金色护膝，金色战甲加金色护手，手握金色长剑，朝着赵云大声喊道：“子龙退下，本领主来也。”第06妖章，发一笔横财。金色战靴加金色护膝，金色战甲加金色护手，整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双手拿起头盔戴上，罗森整个人露出来最大面积的皮肤就是那张帅气的脸颊了。随着他的大喊，所有人的目光再次集中到了罗森的身上。领主大人竟然要亲赴战场，他们的眼里充满了不可思议。尤其是在领主府门口驻足的北野望，双眼中充满了迷离，看着罗森的背影，他知道罗森以身犯险是为了领地的资源。这一刻，北野望无比的感恩，他感恩上天让自己有如此对领地负责的领主，他感恩天神让自己有机会跟在领主大人的身边。既然领主大人要亲自动手，那作为属下，他也只能无条件支持。首先他相信领的实力，而且领地这么多人，若真到了领主遇到危险的那一刻，所有领民都会以死相救，自己也将与领主并肩作战，死而无憾。他生是领主的管家，死意要继续追随领主大人。看着罗森的身影彻底踏上广场，北野望的内心产生了一阵悸动。他双手放在嘴前，呈喇叭状，大声喊道：“领主大人威武！”一声来自女人的呐喊，声音里带着清脆和颤抖，一时间直接燃爆了全场。所有领民全都跟着喊了起来：“领主大人威武！领主大人万岁！领主大人战无不胜！”数百人的声音由杂乱变得整齐，一直重复着这几句壮威的话，响彻整个领地。此时若是从天上往下看，可以看到一股气流冲天起，那是民心凝聚产生的信仰之力。就连昏昏欲睡的露西此刻都被吵醒了，重新趴在了窗户面前，看着领民撕心裂肺呐喊的样子。这一刻，他的双眼中冒出来希望之火，喃喃自语道：“人类的凝聚心真的太可怕了，有此领民，有此领主，何愁霸业不成？反观我这一生颠簸流离，逃落他乡，10年雄图霸业，只能说与山鬼听。或许这就是我的埋骨之处吧。大牛二牛，你们要好好的活下去，不要为我报仇。”广场内，剩下的2只受了伤的妖兽被领民们呐喊的气势吓得没有第一时间发起攻击，而是犹豫了一下，似乎在掂量还有没有杀进去的实力。赵云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看着满身金甲的罗森，眼神里充满了动容，直接就跪在了地上，感激道：“领主大人放心，属下无碍。我给你的金甲你怎么没穿？”
看着赵云身上破损的铁甲，罗森淡淡的问了一句：“属下舍不得。”赵云脱口而出，无比真诚：“罗森，给你就是让你穿的，以后不必节约，用坏了换新的就是。”罗森感叹的说了一句。对于赵云做法，他虽然不赞同，但也没有抱怨，淡淡道：“退下吧，剩下的就交给我了。”“不，属下还能战。”赵云明显不会放罗森独自陷入危险，直接就拒绝了下场。但此时罗森已然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冲了过去。看着满地狼藉，罗森金剑斜指，开始奔跑，向着两只妖兽冲去。吼！两只受了伤的妖兽见状，杨天长啸一声，直接从嘴里喷出了他们的技能，一道风刃和一道火球，两者交错，向着罗森袭来。哼，区区魔法学徒级别的技能也敢面对我的金甲，刚好让我验证一下精致武器的强度。罗森脚步不停，双手握剑，迎头劈下。枪！金剑撞上了火球，直接把火球劈得凌空炸开，散发出一片火星。叮叮当，叮叮当，散落的火星向四方冲去，一些火星还冲击到了罗森的金甲之上，发出了叮叮当的撞击声。不过金甲没有一点冲击的痕迹，火星散去，金甲依旧光鲜。带！又是一个回身竖劈，罗森又一次劈开锋刃，巨大的力量震得他双手发麻，但还是把锋刃劈散了。可想而知，受了伤的妖兽都有如此实力，平时的妖兽该有多么强大了。普通的领民遇到，恐怕也只有死这一条路了。怪不得都说迷雾中过于危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在迷雾里遇到野兽妖兽。遇到野兽尚有生机可言，但遇到妖兽则毫无退路。劈开妖兽的技能，罗森的脚步已经在狂奔，很快就来到了妖兽面前。妖兽的魔力也已经耗尽，只能贴身厮杀，利用獠牙利爪向着罗森袭击。枪枪枪，刺刺刺刺刺，利爪和獠牙碰到金剑，发出金属般的撞击，但当金剑碰到他们的皮毛时，则会直接划开他们的皮毛。罗森拿着长剑和他们的利爪碰几次，就会抽身往他们身上砍上几剑。没一会，两只妖兽就浑身鲜血的倒在了地上，虚弱的喘着粗气。哇，领主大人的剑好锋利！是啊是啊，领主大人真乃天神下凡，这金剑肯定是神器。普通铁剑划开妖兽的皮毛都很困难，领主的金剑太厉害了。普通人用铁剑都只能在妖兽身上留下浅浅的印子，难以破开他们的皮肤。由此可见，妖兽的防御有多强，而罗森的金剑有多么的坚硬锋利。众人见罗森解决了妖兽，全都热烈地欢呼了起来。赵云也愣在了原地，震惊道：“领主大人好强！”远处的北野望同样暗自松了一口气，美目终于从罗森的身上移开，向着欢呼的领民看去。铁臂 X3， 铁臂 X3！ 罗森正享受着万民欢呼呢，眼角就瞥见了妖兽掉落的铁臂，铁臂信息自动就出现在了罗森面前。每一只妖兽的尸体旁边都有3枚铁臂，看了一圈，一共9只妖兽，合计27枚铁臂。罗森微微弯腰捡了起来，爹，100倍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100。铁臂 X100， 铁臂星号100，铁臂，捡了一圈才把铁臂捡完。此时普通领民也涌出了几十个，上来给野兽们收尸。铁臂 X2700 枚，看着背包里的铁臂数量，罗森略感震惊，这就发财了。按照铁臂的价值来算，一铁臂能换到1斤肉，而且还是有价无市。1斤普通的肥肉大概10块钱，所以一铁臂相当于前世10块钱的价值，而2700枚铁臂就相当于前世27000块。第062章底蕴进出，2万多块虽然不多，但一次性得到，而且还很容易，那就算发财。当然家大业大不算，仅对于普通人来说，2000多枚铁币啊，若是正常击杀妖兽获得，估计要杀几个月才能攒够，相当于打工几个月，而且还得是高薪工作，甚至对于普通人来说，1年都攒不够这么多。刚好用铁币融合成金铁，给赵云制作一把长枪武器。一件金铁武器需要消耗4块金铁，也就是400枚铁币，换成钱就是4000块左右，和买一件差不多。罗森盘算了一下，缓缓向着领主府走去。他一边走一边道：“所有人原地休息，武器战甲破损者可以退居到领主府内，下一波兽潮到来，估计要天亮的时间了。”此时的时间已经将近午夜，所有人得到命令后就开始执行。箭塔上的人无一人受伤，全都完好无损，所以继续留守。步兵战士大部分盔甲都受到了损失，甚至还有很多人受了轻伤。不过好在没有人受伤，要不然这也是一个麻烦事。在中间休息的时刻，内务管家北野望开始带人为士兵们发放食物。按照时间推算，下一波兽潮到来起码还需要几个小时，估计下一波兽潮过后天色就亮了。
天色一亮，就不会有后续的受潮了，也就代表受潮事件正式结束。罗森回到领主府内，院子里席地而坐的领民顿时间就围了过来，忧心道：“领主大人回来了，是受潮结束了吗？”“应该还没结束吧，领主还没有让我们回去呢。”“哎，受潮好厉害，若是没有领地在，我们普通人根本难以在受潮里生存下来。领主大人应该累了，奈何我们帮不上领主什么忙。”“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痛恨我自己，为什么长得这么平凡，不能为领主大人分忧。”罗森径直地越过院子，回到了内院房间。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铁币和长枪图纸。根据图纸资料显示，制作长枪需要金铁4块，于是罗森就在制作台上放入了400枚铁币进行融合。经过它的融合，铁币顿时就变成了4块金铁。而后罗森又放入图纸，开始合成高级长枪 X1。顿时间，制作台里就多出了一根长枪。这是一把由金铁制作成的长枪，浑身黝黑，枪头锋利，约2米多长。这种铁币融成的铁比普通炼制出来的铁强硬得多，摸着就不一样。收起长枪，罗森又拿出了一张图纸，正是空间戒指图纸，这也是他用铁币换来的。只是想制作空间戒指，必须要有魔盒才行。希望受潮中能出现一只2阶的妖兽，给我报一个魔盒，让我制作空间戒指，要不然以后出门空间背包不够用。罗森自言自语了一句，让女佣把长枪给赵云带去，而后便重新躺在了床上。累了一天了，他需要休息。不过即使躺在了床上，罗森也睡不着，因为他还在忧虑下一波的受潮。根据受潮的数量推算，下一波受潮应该有81只野兽，只是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只妖兽。若是妖兽很多，哪怕是他带着全体500多人齐出，恐怕也无法正面抵挡。但81只野兽，每一只野兽平均算下来也有100-200斤重，而81只若是全部拿下，光是肉就能收获10几万斤。若是再经过增幅，他的领地至少能囤下1000多万斤的肉类资源。1000多万斤，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若是拥有这么多资源，那么接下来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用为食物发愁了。操！拼了，干！罗森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握紧了拳头。他一把拿出剩下的80块魔法师学徒招募令，当场全部使用。而后他又把储物箱子里的金色盔甲套装全部取出，让女佣全部发给那些经过训练的士兵。再然后又让女佣把那些已经破损的战甲和武器全部收集回来，开始在制作台上进行逐一修复。这一次罗森算是底蕴尽出，成功与否就看这一波受潮了。成则一劳永逸解决食物问题，败则重新招募领民，反正是百利而无一害。1个小时，2个小时，罗森把所有的武器修复完毕，又下发了下去，并且因为多出了100套金色战甲武器，罗森又从领地内调出了100人加入战场。算下来，战场上的人数已经高达500余人了，其中100名魔法师、100名弓箭手、98名黄金战士、200余铁甲战士。这个可怕的数字甚至可以横扫周围所有人类领地，兽人部落、妖兽巢穴了。也只有受潮这等危机，才有资格与之对战。当当当，领主大人！这个时候，北野望的声音在门口响起。罗森淡淡道：“门没锁，进来。”领主大人！北野望进来后微微屈身，表示恭敬。罗森淡淡道：“是受潮出现了吗？”“受潮还没出现，不过刚才从招募所里走出来一名男子，要拜见领主大人。”北野望道：“那人是和赵统领来自同一间招募所，属下不敢擅自决定，特意来汇报领主大人。”“什么？和赵云来自一间？难道神级招募所又给我招募了一个名将吗？”罗森微微一愣，脸上满是诧异。今天虽然已经是第8天，但天还没亮呢，竟然就给他招募到了名将，他还以为要过几天和赵云出现的时间差不多呢。罗森连忙起身道：“在哪里？快让他进来。”“是。”北野望见罗森如此激动，连忙去请人去了。其实也不能怪罗森激动，主要是他目前太缺少强者了。神级招募所招募出来的武将的武将境界，永远比自己大一个大境界。也就是说，神级招募所随随便便招募一个，都至少是武士境界。而目前妖兽侵袭，领地内只有他和赵云2个高手，他最缺的就是强者呀。罗森在房间里背着双手，时不时地向着房门看去。没一会，北野望就领着一个男人进来了。北野望在前，那人在后。那人人高马大，穿着一身布衣，见到罗森后便双膝跪地，恭恭敬敬叩了一个头，道：“属下吕布拜见领主大人。”第063章三鹰战群兽。卧槽！三国第一猛将吕布。罗森眼珠子顿时暴起，面前立刻出现了吕布的信息：领名吕布，性别男，境界55段，武器战戟，
佩戴战戟可提升 50% 战斗力，忠诚度100，永不叛变。罗森不知道武将招募机制是什么，但不管是赵云还是吕布，招募出来的全都是年轻小伙，个个20岁的样子。但只要他们是猛将，那就足够了。罗森当即往前一步，亲手把吕布扶了起来，笑意满盈道：“凤仙快快请起，以后有凤仙相助，本领主高枕无忧矣。”谢领主，属下为领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吕布一脸森严，喜怒不露于形，但话语之间却满是对罗森的忠诚。好，太好了！罗森忍住兴奋，对着吕布道：“我刚好有事需要你的帮助，领主大人尽管吩咐，属下在所不辞。”吕布依旧是一副老实人的样子。罗森连忙对着一旁的北野望道：“去取一副金色战甲和武器给凤仙，就当我给凤仙的礼物了。”是。北野望迷惑地看了一眼吕布，除了感觉这人很强，也没有感到什么优点，所以他有点想不通领主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不过想归想，事情还是要办的，他便去了外院，撤回了一个金甲士兵，把装备带给了吕布，留下那士兵一脸遗憾。而其他原本对他也毕恭毕敬的领民，顿时就恢复了原来的嘴脸，聊天之间的语气也没那么客气了。哎，我不甘心呢，只可惜装备不足，我上不了战场了。领主后听，凤仙呐，领地现在正在面临受潮危机，你刚来就要上阵了。本领主也没有提前准备什么，这身金色战甲和金色武器，你就先拿着用吧。罗森指了指北野望带回来的战甲，语气中满是无奈。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虚伪，但罗森并不觉得哪里不好。虚伪不可怕，虚伪也能称霸天下。就像三国刘备虚伪了一辈子，不一样有无数名将追随其后吗？所以罗森虽然有点做作，但说的也算半个真心话。吕布见自己初来乍到，领主就送他装备，顿时就感动得不要不要的，扑通一下就又跪在了地上，感激涕零道：“吕布谢领主大人厚恩，吕布莫世难忘。”说罢，他就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表示极大的敬意。凤仙快快请起，先坐下稍等片刻，我去就来。罗森连连点头，而后匆匆进入了屏风之后，来到了制作台。吕布和北野望不知道罗森要干什么，双双在厅房里等待了起来。当然，做事不会做的。罗森来到制作台，摊开了领主指南，开始在上面发布交换消息。求战戟图纸，待需求来换，速度急。之所以发布这条消息，罗森是想提前给吕布准备好武器，因为有了制定武器，武将的战斗力可以提升 50%， 到时候应对受潮会更轻松一些。只是消息发出去后，频道里的议论挺多，就是没有人来换。问了一会，发现竟然没有人拥有战戟图纸，甚至到世界频道发了一条信息，也没得到交换的回应。想来是这玩意比较稀缺，或者得到的人刚好有用。罗森不得已也只能暂时放弃了。收起领主指南，罗森刚起身，北野望就匆匆地走到屏风处，探出了一个小脑袋，焦急道：“领主大人，兽潮又来了，一共来了81只野兽，其中9只1阶妖兽，1只2阶妖兽。2阶妖兽？”罗森微微一愣，连忙向外走去。凤仙，跟我走，兽潮又开始了。吕布也连忙跟在罗森身后，一时间整个领地慌乱不已。那只妖兽好吓人啊，好高好大啊，他身上的鳞片好犀利。来到城主府外，士兵们已经严阵以待了。远处的空地上81只野兽，令人胆寒。其中一只好似穿山甲，有2米之高，10米之长，身上鳞片闪闪，充满了震慑力。领主大人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士兵们的气势顿时就起来了，好像领主这2个字能给他们无比多的自信心。杀呀！冲啊！和他们拼了！誓死守护领地，犯我领土者，虽远必诛。顿时间，所有的士兵蜂拥而上，数百人直接就汇入了野兽大军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高高在上的箭塔之中，弓箭手瞄准野兽的要害，一支一支的射着冷箭。魔法师们同样在箭塔里和弓箭手在一起，全都吟唱咒语。顿时间，整个领地除了呐喊的厮杀声，就只剩下魔法师吟唱咒语的声音了。100个魔法吟唱，声音还是无比洪亮的。顿时间，铺天盖地的火球、水球、旋风、种子，就向着妖兽野兽袭去。一时间，战场上火光四射，野兽的惨叫迭起。领主大人，吕布去也！吕布见状，自然不会袖手旁观，直接套上金甲就加入了战场。天上火球冷箭飞舞，地上猛烈碰撞，战场里分不出谁强谁弱。罗森也拿起金剑，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战场。领主大人也进战场了，兄弟们冲啊！干！领主大人都亲自出战了，弄死他丫的！士兵们气宇轩昂，士气再次提升。砰！噗！吃！罗森一剑砍翻一只野兽，很快就来到了战场深处，达到了2阶妖兽吞银兽的面前。
此刻，赵云和吕布两人正在与之大战，他们两人全都换上了金色战甲，而且与二阶妖兽战斗凶险万分，两人都不敢大意。毕竟这头吞银兽身上的鳞片坚硬无比，而且利爪锋利，能轻易撕裂银石。若是普通士兵对上，他一下就能把铁甲撕成两半。不过他们都是身穿金甲，哪怕是二阶妖兽，想要破开金甲的防御也异常困难。虽然防御有了保障，但赵云上来还是直接用出了自己的技能大招横扫千军。这一次赵云用的是长枪，金铁所制作的长枪，战斗力直接提升 50%。 第064章复制功能开启。金铁所制作的长枪，其硬度虽然比不上银器，但也差不到哪里去，威力还是很强的。而且使用长枪，赵云的攻击力直接提升了 50%， 一招下去直接把吞银兽的鳞片给抽掉了几块，疼得吞银兽嗷嗷大叫。而后吕布跳到伤口处，也用出了自己的终极大招魔神降临。这个大招一使用，吕布自身的防御和攻击便会当场翻倍，不过消耗的也很厉害。吕布虽然没有适配武器，但拿的是高强度的金剑，而且有大招加成，一剑刺去，攻击力顿时翻倍。金色长剑直接从伤口处插入了吞银兽的体内，只留下剑柄裸露在外。好！吞银兽疼得怒不可遏，剧烈的摇晃着身子，径直的向着罗森冲了过来。这个时候，罗森已经达到吞银兽面前。在吞银兽暴走的那一刻，他亲眼目睹了两个属下的大招，脑海里同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检测到宿主面临生命危险，复制功能已自动开启，宿主是否复制？声音响起后，罗森面前赫然冒出来一个虚拟面板。大招横扫千军，复制；大招魔神降临，复制；一键复制，暂不复制。几个选择赫然出现，罗森有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危机就在眼前，容不得他过多考虑，于是乎直接选择了全部复制。大招复制成功，顿时间罗森心中就多出了两道招式，分别是横扫千军和魔神降临。这两招技能好像他经过了多年的学习训练一样熟悉。于是乎罗森连忙启动大招魔神降临。魔神降临启用后，他体内的能力迅速增长，眨眼之间就完成了倍增。这一刻，罗森感到了肌肉里蕴含的无尽力量，感受到了视觉、听觉、反应神经的快速提升，他心中充满了无可匹敌的自信。他觉得自己此刻能一下子捏死之前的自己。妖兽找死，看我横扫千军！随即罗森又用出了赵云的大招横扫千军，拿着金剑原地一个旋转，奇快的速度搭配锋利的长剑，在原地形成了一道以剑芒为边缘的光圈，瞬间就削掉了吞银兽头上大块的鳞甲。这一刻，吞银兽已经满身鲜血，剧疼无比，情绪极度接近疯狂。罗森见状，立刻就是一个跳跃刺，噗嗤，一剑精准命中吞银兽的眼球，直接插入了他的大脑之中，鲜血顺着长剑喷了出来。但他还没有死，并且张开了獠牙大嘴，想要一口吞掉罗森。生命力之顽强，让人震惊。领主大人小心！这时，吕布和赵云双双赶到，一个人拿剑刺他另一只眼睛，一个人拿着长枪直接插进了他的喉咙里。锋利的剑刃和罗森一样，插进了他另一只眼睛。顿时间，吞银兽双眼失明，大脑开始瘫痪，而另一只长枪更是直接顶到了吞银兽的喉咙之中，直接刺穿了他的胃。扑通！吞银兽挣扎了1秒钟，而后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彻底死去。哗啦啦！这个时候，吞银兽的鳞甲上掉落了一片铁币，发出铁块碰撞的声音。100倍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100，增幅的额外东西已自动存入宿主背包。打开背包，罗森看了一眼，发现背包里果然多出了很多东西。首先就是吞银兽99只，而后还有铁币6470，除掉之前剩余的2500枚。也就是说，这一只吞银兽爆出了30枚铁币，增幅后就有了3000枚，所以他总共拥有了6500枚铁币了。6500枚铁币啊！而且还有9只一阶妖兽掉落的没有增幅呢。若是全部收取增幅，他就能拥有9000多枚铁币了。这个数字着实有些可怕。果然，战争是会让人发财的。除此之外，背包里还有一样东西引起了罗森的注意力：低级妖兽魔盒99。低级妖兽魔盒，别名附魔石，可为装备进行附魔，提升装备品质，亦可以用于魔法研究、魔法制作等等用途。这就是附魔石啊！罗森小小的惊讶了一下，开始弯腰拾取铁币和魔盒。6500枚铁币放在一个空格里，99块魔盒占据一个格子，而99只吞银兽也在一个空格，这让罗森有些怀疑储存背包的空间机制了。不是说好的一个格子只能放100个东西吗？所以
无论是100只野兽，还是100个铁币，都应该占据一个格子才对。但此刻铁币放了6000多枚，竟然才占据一个格子，这就让罗森有点摸不着头脑了。或许钱币是个例外，钱币是不按照数量，而是按照空间大小来算的。想不通，罗森也就没有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反正这种问题也没什么好纠结的。当然，至于他为什么不懂，是因为前世也没经历过，所以对这知识盲区一窍不通。把铁币和魔盒收取起来后，罗森就没有继续亲自动手了，因为此时妖兽已经全部解决，剩下的一些野兽也没多了，正在被士兵们清场呢。所以罗森就及时收手，向着座椅的地方走去。士兵们见妖兽全部阵亡，自家领主安然无恙，全都兴奋得不得了，战得也更加勇猛，很快就把为数不多的野兽全部击杀了。而此刻天色已然亮起，天色一亮就代表兽潮彻底结束了。巨大的广场上满地狼藉，血迹浸湿了大地，大部分的士兵的身上都沾满了鲜血，而且冲在最前面的士兵很多都受了伤，铁质战甲再一次损坏了一大批，唯有金甲个个安然无恙。赢了，我们赢了，真的赢了，妖兽野兽全部被击杀了。领主大人万岁，领主大人威武，这2句话已经成为了领民们兴奋之时呐喊的口号了。全民欢呼，兴奋不已。领主大人，你身上好多血，我已经让人烧好水了，要不要先去洗个澡？北野望关心地跟着罗森身边。罗森淡淡地看了他一眼，眼神之中杀气弥漫。第065章与民同乐。刚才战斗时产生的杀气还未完全消失，这一眼让北野望忍不住背脊发凉，更加忧心道：领主大人，您没事吧？没事，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去洗个澡，晚些向我汇报此次兽潮的收尾事情。罗森摇了摇头，径直地进入了领主府。对了，此次大获全胜，大家都功不可没，晚上准备晚宴，我要与民同乐。临行前他又嘱咐了一句，随后便进入了领主府。随着罗森的进入，城主府内躲藏的领民全部向外涌出。兽潮结束了，他们没有资格继续躲在城主府里了。很快，城主府内就重新恢复了寂静。领主府外，领民们热情高涨，收拾着野兽的尸体。女佣们安排他们进行分类统计。战斗受伤的战士纷纷回营休整，80位初来乍到的魔法师学徒跟随着20个魔法师学徒前辈也回到营地，互相交谈着领地的人物关系。整个领地一片忙碌。罗森回到房间，洗澡水已经倒好，他洗了个热水澡，把盔甲交给女佣们去清理血迹，自己便躺在床上深深的睡去了。毕竟熬了那么久，人总是会累的。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夜晚，一觉竟然睡了一整天。罗森从睡梦中醒来，才发现天色已经暗淡了下去。洗把脸后，罗森坐到了前厅。前厅内，外院中在摆放桌椅，热闹非凡。而在边上的几间民舍正冒着白白的浓烟，飘着香喷喷的肉味。这是女佣们在煮食物，整个领地肉香四溢。经过罗森上一次的改造，前厅的院子留得比较宽敞，虽然摆放了很多桌椅，但也不觉得拥挤。领主大人，晚宴马上就准备好了，您先休息片刻。罗森点了点头，舒服地坐到主桌上，整个人往椅子上一靠，轻飘飘道：趁着这个时间汇报一下兽潮收尾情况吧。是。北野望早已经准备好了汇报工作，立刻严肃道：本次兽潮，领地全民上下共参与战斗的人数为512人，损坏铁质护甲82套，损坏铁质长剑110把。说到这里，北野望停顿了一下，他觉得损坏这么多珍贵的铁质兵器，领主肯定会生气，所以他在等待领主的怒火降临。不过让他意外的是，罗森什么都没有说，而是淡淡道：继续说。见领主竟然没有责怪，北野望暗中松了口气，继续道：本次战斗共计62人受伤，其中轻伤52，重伤10人。轻伤士兵没有大碍，休养几天便可以重新投入工作，而重伤的士兵估计要休养数月才能恢复正常，或许还会留下残疾的后遗症。10人重伤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安排下去，受伤的人全部登记在册。在养伤期间，每人可领取双倍食物。重伤的10人在养伤期间，每人可以领取双倍食物，另外加一间民舍，拥有永久居住权。若有后遗症，领主府每天为他们发放生活物资。罗森说道。另外，所有为领主府服务的士兵全部记录在册，凡是为领地立下过战功者，以后年纪大了，领主府会为他们分配田地用于生存。重伤者年纪大了，还可以向领主府申请低保，低保就是食物或者钱财，要够他们生活。死！听到罗森的话，北野望顿时就倒吸一口凉气。城主大人真的要这么做吗？这样会不会对他们太好了？
而且到时候他们年老之时，恐怕会有很多领低保的人，领主府无法负担啊。北野望急了，立刻就想阻止罗森，这倒是让罗森有些刮目相看，因为北野望不只是一个女人，更是他的内务总管，掌管着内务和资源，内务大事才是他的重心关注点。若是太过于慈悲心肠，而看淡内务资源，才会让罗森觉得失望呢。他是领主，他可以对领民慈悲，但内务总管不能。至于以后领主府会面临重大的低保压力吗？罗森觉得不会，因为他还有更宏伟的计划来解决这个事情。于是罗森淡淡道：“此事我自有打算，你就按照我说的办。”是。北野望无奈的点了点头，心中开始为以后巨大的支出压力担心了起来。继续汇报，罗森提醒了一句。北野望又开始汇报了起来。本次收获也很丰盛，一共收获到野兽尸体126只，大约共有3万多斤至4万斤之间，只是野兽的毛皮残缺的较多。说到大概的重量时，北野望自己都忍不住震惊。当然，罗森也很震惊，虽然心里已经算到了大概重量，但当他亲耳听的还是很震惊。3万多斤，就算去掉皮骨，那也有2万多斤吧。再进行增幅，2万多斤就能变成200多万斤。200多万斤的可食用肉，能吃多久？2年？还是3年？亦或者4年？也就是说，接下来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用为食物而发愁了。很好，罗森兴奋地点了点头。领主大人，还有一件事，我们的储物箱都堆放在外面，太过于显眼了，而且好像也快不够用了，要不要挪到屋里去？北野望悄悄地加了一句。罗森沉思了一下，立刻道：“可以，明天我再制作一间特意存放物资的仓库，到时候都搬进去好了。食物开始上桌了，你让人去通知赵将军和吕将军，可以过来了。凡是参与战斗的都可以进入院子里来做，普通领民额外发放一些食物，让大家吃个够，敞开了吃。还有这些啤酒，凡是领地内每个人都发1瓶，不管参没参与战斗都发，算是本领主额外的奖励。我要让他们知道，跟着本领主有肉吃，有酒喝。”罗森又取出了700瓶啤酒，让北野望去发放。虽然啤酒物资比较珍贵，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而且这些领民对他忠心耿耿，他要是小气的连酒这种不是很重要的物资都舍不得给他们，那还怎么俘获领民的效忠？就算发出去700瓶，他还有400多瓶呢。北野望得到命令，立刻带着女佣们开始行动。一部分人去到领主府门口为领民放啤酒和食物，一部分人去了军营和魔法师大营叫人，还有一部分在忙碌着往桌子上摆放食物。食物以肉类为主，水果为辅，每一个桌子上都摆放满了肉食，烤肉、煮肉、辣椒煮肉，甚至还有小炒肉。第066章魔法阵营与士兵阵营。领主府外，罗森下发的奖励消息和伤员安置计划已经传入了所有领民的耳中，凡是有人之处，到处都在议论罗森的这一行为。你们听说了，凡是在兽潮战斗中受重伤的人都能领到一间单独的民舍，而且要是留下了后遗症，以后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领主府会每日发放物资养活他们。什么？还有这等好事？我的天，这怎么可能？嗨，我也没想到领主大人对属下竟然这么好。据说受了轻伤的人在养伤期间每天都能领到双倍食物，原本士兵们吃的就比较好，现在又有双倍，天啊，太羡慕了！我真后悔当时没有加入到兵营之中去。这算什么？还听说所有为领主府立下过战功者，在退役之后，领主将会全部分配田地，那才是真正的好事啊！有了自己的田地，比什么都强啊！嘶，你别撕了，我们快去领食物吧。听说今天可以敞开了吃，没有限制，而且还能领取1瓶只有领主大人才有资格喝的啤酒呢。我也听说了，们也快去吧，要不然啤酒被人家领完了。魔法师大营，80位后来的魔法师学徒们拥挤在魔法师统领嘉文的身边。作为后生，面对嘉文时一点魔法师的傲性都没有，全都客客气气地讨好着统领大人。嗨嗨，我们领主大人实力非凡，手下士兵数百，且装备精良，就算不用，我们也能踏平周围任何一个领地。嘉文一边赞颂领主的强大，一边恐吓其他魔法师学徒，等会见了领主大人，一定要客气点，千万不能傲气。我们领主大人不像别的领主，对我们魔法师很客气。嘉文统领，那我们领主大人很坏吗？会不会对我们很严格？有年龄较小的魔法师学徒就忍不住问了出来。嘉文嘿嘿一笑道，虽然领主没有那么客气，但该有的照顾也会有的，毕竟我们可是魔法师学徒，以后是会成为魔法师的存在。等我们成了魔法师，我们的地位更会直线飙升，成为领主大人的头等属下。领主大人真的对我们照顾吗？我听说统领刚来领地的时候，场景很危险，院子里全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据说当时的学徒们要是敢心高气傲，违背领主的话，
领主可能会动手啊。嗨嗨，你听谁说的？那是领主器重我等，才会让士兵们夹道欢迎的，不是你说的那样。嘉文脸上一僵，连忙解释。那人听到解释后，一脸的怀疑，因为别的魔法师学徒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当时都快吓尿了，见了领主第一件事就是跪下表达对领主的敬意。领主见他们听话，才没有发难。想到这里，那小魔法师学徒又问道：“等会我们见了领主大人，要不要跪啊？”“嗨嗨，要跪。”“嘘！”其他魔法师纷纷嘘了一声，表示根本不信嘉文的话，还是觉得其他魔法师说的对，等会一定要恭敬些才行，要不然信了嘉文的话，万一惹怒了领主，不高兴就完蛋了。不过也可以从这里看出嘉文对领主的敬畏，就算再吹牛，但当事情牵扯到罗森时，他也不敢乱说。虽然他们是魔法师，高人一等，但也亲眼见证了领地的强大。那金色的战甲，锋利的金剑，数百名铁甲带身的士兵，以及那2个无比勇猛的将领，太吓人了。若是正面对抗，他们倒是可以一战试试。但魔法师身体孱弱，施展魔法还要念咒语，万一领主背后要惩罚他们，随便派个将士偷偷对他们动手，绝对能在他们施展出魔法之前弄死他们，甚至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会被人给拿下。一想到背后下手，魔法师学徒们纷纷打了个冷战，心中对罗森的敬畏更加深刻了。嗨嗨，快到领主府了，大家都注意一下形象。嘉文嘱咐了一声，在幕墙处拐了个弯，就来到了城主府大门不远处。其余的99名魔法师跟在他的身后，寸步不离。但就在这时，城主府另一侧的拐弯处也走出了一群黑压压的人群，带头者正是那2个让他们害怕的将领。将领身后跟着的是那群在战场上勇猛无比的战士。2群人相遇，同时放缓了脚步。嘉文心中思索了一下，连忙上前打招呼，笑嘻嘻道：“赵统领，吕将军，真巧啊。”吕布瞥了他一眼，就点了点头，而赵云则回了他一句话：“挺巧的。”说罢，2人就径直地走进了城主府，而其余的士兵也纷纷跟着进入。嘉文脸色一阵无语，其实论职位，他也是统领，但奈何领主明显更喜欢那家伙，自己又是后来者，所以就暂时忍一波好了。一时间，嘉文不说话，其他魔法师学徒们也没一个敢说话的。等士兵们全都进去后，才催促嘉文：“统领，我们是不是也该进去了？”“哦，走吧。”嘉文略带尴尬，连忙向里走去。于是100位魔法师学徒也涌进了院子。这一幕被门口一侧排队领食物的领民看见，当然，领民们是绝对不敢说什么的，只觉得他们有特殊的想法。他们和魔法师学徒想的不一样。魔法师学徒们觉得士兵一方不能得罪，而领民们觉得魔法师一方不能得罪。院子内，周围已经点上了很多火把，院子里也摆满了桌椅，酒肉更是放到了桌子上。女佣们站在两侧为晚宴服务。人群来到，便开始一一向罗森叩拜。首先来到的是兵营一方，分别是2个神级武将赵云和吕布，以及赵云的直属手下先锋营营长小白脸、护卫营营长罗黑子。他们几人带头站在最前面，单膝跪地，拱起双手。这一刻，刷刷刷，身后100多士兵也整齐跪下，齐齐拱手，拜见领主大人。整齐的声音雄壮洪亮，看来经过1天的休息，这些人都已经恢复了正常。罗森点了点头，满意道：“诸位请坐吧。”“谢领主大人。”众人又是一阵齐声呐喊，而后陆续入座。入座后，魔法师学徒一方又陆续进场了，依旧是嘉文走在最前面，副统领紧跟左右。第067章酩酊大醉。魔法师阵营的人进入后都很小心翼翼，尤其是后来的魔法学徒纷纷跟在嘉文后面，生怕错过了什么。此时，嘉文率先跪地，众人见状纷纷跟着跪拜，拜见领主大人。嘉文喊了一声，其余魔法师也纷纷跟着喊，拜见领主大人。整个场面一片寂静。都入座吧。罗森微微抬了抬手，魔法师学徒们这才从地上爬起来，开始入座。此次受朝，大家功不可没。从明天开始，咱们的生活就恢复正常了，大家各司其职，听从领主府调遣，本领主不会亏待你们的。罗森一字一句地说着，众人听后都不敢插话，唯有将领们才有资格搭话。赵云、吕布等人以及嘉文连忙道：“领主大人过奖了，属下职责所在，理应如此。”“让我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既然受朝结束了，那明天开始该砍树砍树，该采矿采矿。先锋营依旧去探索迷雾，另外荒地开垦要加快脚步，本领主在这里敬大家一杯。”说罢，罗森就坐直了身子，拿着小小的陶瓷杯子一饮而尽。这种小陶瓷杯子是他用粘土制作的，有几百个，完全够用。
众人也连忙举杯，一饮而尽。撒，好酒啊，好有劲的酒，喝一口浑身发热。太棒了，跟着领主大人，此生无悔啊！众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罗森大手一挥，道：“动快吧，不必客气。”说完，罗森就自顾自地吃了起来。众人也纷纷开动，尤其是士兵们更是狼吞虎咽。之前他们每天的食物都有固定的数量和品类，现在桌子上摆放了各种做法，而且还有酒有果汁，尤其是酒，吃着烤肉喝着啤酒，感觉特别爽，所以一个比一个肯吃。啊呜啊呜啊呜，吧嗒吧嗒吧嗒，咕嘟咕嘟咕嘟。只可惜衣服的品类太单调，要不然就可以让女佣们穿上性感的衣服跳舞了。罗森无奈地摇了摇头，向众人看去。相比狂吃海喝的士兵们，魔法师阵营的人吃起来倒是比较斯文，小口小口的吃着，喝酒也和添的差不多，喝了好几口，一杯酒都没有下去。再仔细一看，魔法师阵营的群体之中，有一些身材特较小之人，虽然身上长袍遮体，但很明显，那些娇小之人是女的，女魔法师学徒，而且长得容貌也不一样，有东方面容的纤纤弱女，有金色瞳孔的西方面孔。这还是罗森第一次发现女魔法师学徒呢。当然，对他们，罗森可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觉得好奇罢了。看到这里，罗森的脑海里顿时就冒出了今天早上大战二阶妖兽的一幕。他记得自己好像开启了复制功能，当时在危机时刻，自己复制了赵云和吕布的大招，并且还使用了出来。战斗结束，他就劳累不堪，回去睡觉了。难道我能复制任何人的大招？既然如此，我能不能复制魔法？这样我就能成为一名魔法师了。想到这里，罗森心中一阵激动。不过复制这玩意是系统给予的，具体还要问系统才能知道。于是罗森连忙在脑海里呼唤了起来：“系统，系统你在吗？”这是罗森第一次主动寻找系统。在呼唤了几句之后，脑海里的声音就传来了：“滴，请说。”系统的声音没有任何情感存在。罗森不找他，他也不会主动找罗森，所以谁也不知道谁是个什么玩意。系统，你今早好像说我开启了复制功能，是不是任何人的大招我都可以复制，然后复制过来就能使用？罗森连忙问了一句。系统道：“理论来说是的，但由于本次是提前开启，不是正规途径开启的，所以本功能不能自主复制，需要复制什么技能，必须在脑海中询问我，复制功能才会自动检测对方所携带技能，然后才会出现复制页面。”不是正规途径是什么意思？罗森有些不明白。系统又道：“复制功能是需要任务触发或者某种奖励才会出现，由于早上宿主危险，所以引起了自动出现。自动出现的东西身上有缺陷的。”哦，明白了。罗森点了点头，喝上一杯啤酒润了润喉咙，又问道：“我是不是也可以复制魔法？”理论上可以，但宿主体内没有魔力，复制了也无法使用。系统道：“宿主要切记一点，如果宿主使用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技能，会引起不可预料的后果。”原来如此，我知道了，谢谢。罗森顿时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复制功能可以复制任何人的技能大招，魔法也是可以复制的，但需要自身有魔力，而有魔力者本身就是在向魔法师靠近。他领地没有魔法师，无法找人为他指导，所以只能暂时放弃。还有就是技能的使用不能超过自身承受范围，比如有些技能一旦使用，身体会极限负荷，但人家又是以身体修炼为主，所以没事。但他要是使用，估计会完犊子。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明白之后，罗森也就释然了。这个功能不错，早晚有大用。等以后领地拥有了高级一点的魔法师，他或许也可以试着学习一下魔法。明白之后，罗森就没有继续去想这件事情了，而是继续和属下们喝酒。不知不觉，酒过三巡，院子里的领民们大部分都脸上红润，喝醉了。因为罗森的啤酒酒精度有12度，对于他们这些没喝过的来说，着实有点多。在晚宴快要结束时，众人也都喝得差不多了，罗森也就起身离开了晚宴，回到了内院之中。此刻天色已深，月圆高挂，这个世界的月亮大得出奇，看起来近在眼前，可以看到月亮上面的地形的轮廓。躺在床上，醉意上头，在醉酒的状态下，罗森心中又冒出了雄图霸业的想法。重活一世，怎能继续为宵小？既然做了领主，那就做天下最大的领主好了。如今食物也有了，危机也度过去了，也是时候拓展领土，发展范围了。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人要趁早解决。第068章寻人启事。罗森心中一直挂念着一件事，一个人，那就是19金。按照记忆来算，过2天19金便会出现在他的领地附近，偷袭他的领地。前世他没有任何势力，只有几个领民，
最终被碾压，被19金绑起来给虐杀，领名被瓜分。如今他要主动出击，为前世报仇血恨，为今生踏平危机。任何一切对他产生危机的人，定要全部抹杀。只是该怎么提前找到19金的位置呢？罗森缓缓打开领主指南，来到了附近频道。附近频道内也聊得火热，当然比起来区域频道就没那么多人了。毕竟附近频道范围多大，谁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也不清楚。这是罗森第一次仔细查看附近频道内的聊天内容。建盟诚邀附近领主的加入，大家抱团取暖，互相帮助，共同发展。有意者请私聊我。天下盟诚邀各位领主加入，本盟目前已经有9个领主了，进盟不需要交物资，只要经常参与盟内集结，就能享受本盟保护。大哥，我领地只有4个领民，能加入你们不？我加入你们可不可以不去打仗？我只想安心建造领地。欢迎欢迎，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没有任何限制。而且我们也不是天天打仗，只要在联盟需要的时候听从盟主调遣，或者在出战的时候为盟主增派人员就可以。兄弟们，加我的盟，我是新建的盟，加入进来，你就有可能成为副盟主、指挥官，来我的领地当官吧，施展你的才华和抱负。附近频道目前以拉拢结盟为主，大部分的信息都和联盟有关，而联盟这玩意就像毒一样，传到哪里哪里都不能幸免。现在大家都是孤军奋斗，但结盟之后，盟军所到，或者为了抢夺资源，难免发生战斗。到那时，孤家寡人可就惨了。想要再加盟，没有一定实力，想要孤军奋战，根本打不过人家联盟。联盟内的领主在急需的时候，可以向盟主申请援军；盟主急需的时候，可以向所有成员要求调拨援军，组成庞大的军队。罗森继续看着，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看了一会后，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在频道里发出了一条寻人启事。寻人启事，姓名19金，寻找其人的准确坐标，告知者奖励肉食30斤，有意者私聊。骗子灭领地。一句简单的话语，在互相结盟拉拢人的附近频道中，直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更是让整个附近频道陷入了数秒之中的寂静。寻找坐标，告知着奖励肉食30斤，这出手不能说很阔绰，只能说疯了。30斤肉，他们度过一波兽潮，大部分人也只猎杀了第一只野兽，才得到200-300斤肉，而且还是和领民一起吃。这人寻找个坐标就奖励30斤，不是疯了是咋了？而且还有那句话，骗子灭领地。众人不由得纷纷猜测罗森的实力，究竟达到什么样的实力才有资格说出这种话？而且现在大家都在结盟，说不定背后就有联盟撑腰。你灭人家领地，人家联盟难道是吃干饭的？几秒钟的寂静之后，有人回复了：你好狂啊！4个大字赫然表示着他们的不满。呵呵。罗森回复了2个简单的字，点开那人的个人资料看了下，而这2个字是众人公认讽刺性最强的字。虽然什么都没表达，但那人却是气得不轻，差点没吐血。那人的个人资料什么都没有，只有名字下面的个人介绍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大力盟盟主，广收天下群雄，目前已拥结盟3人。当然，那人也不是无脑之辈，也点开了罗森的资料。不过罗森的资料什么都没写，他可看不出什么。但他看不出，却有人认出了罗森的什么。我去，你是罗森？迷雾探索第1人。什么？他就是罗森？迷雾探索第1名，据说手里拥有大量资源，经常在区域频道换东西。真的是他？或许他真的有很大的实力。罗森兄弟，加入我的联盟吧，除了盟主位子，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兄弟，加我的联盟部，我封你做副盟主，咱们盟已经有100余人了，有你加入，发展速度定能快速无比。罗森大哥，我可不可以加入你的联盟，当个小弟就行？一时间频道内又炸了。不止如此，就连私聊信息就多了好几10条。罗森没有回复任何一个人的私聊，而是在公屏里道：我不加任何盟，我也没有创建自己的联盟，我只想找到19金的坐标，谁能告诉我，我可以和他交换。唉，众人一阵失望。自从联盟的消息被提出后，聪明之人都已经看出，以后定然是联盟的天下，没有联盟估计寸步难行。所以对于罗森的回答很失望，毕竟探索迷雾第1人总有高人之处，而且还有精致套装奖励，那可是个不小的诱惑。所以罗森在众人眼里并不可怕，而是特有吸引力，是一个香饽饽，人人都想咬一口。兄弟，你打听别人的坐标是想干什么？难不成想去找事吗？那个19金得罪你了啊？由于罗森的名气，还是有几个人回应了罗森的话，虽然什么信息都没有。兄弟，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刚好知道19金的坐标，他领地离我很近，我见过他。忽然间，一个最新私聊信息冒了出来，罗森瞳孔微微一缩，
这么快就有人知道19金的坐标了？罗森回道：你想要什么东西？兄弟，我想要武器，斧子、镐子、剑、铁质3件套，行不？而且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要不然我怕他报复我。哦，难道19金发展得很壮大？罗森又问了一句。不算大，但也不小了，他领地有20号人呢，全都是在周围抢的。那人的回复让罗森陷入了沉思。当然，并不是怕区20号人而已，只是这个人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而且19金靠抢劫发家，他又距离如此近，怎么会相安无事的？第069章继续交换领民。罗森开始对他有了一丝怀疑，其实也不能怪罗森多疑，主要是人心隔肚皮，不能轻易相信。于是罗森留了一个心眼，继续道：可以，不过我需要验证你说的坐标真假。如果情况属实，铁质3件套我再给你。那你骗我怎么办？那人又提出了一个世纪性的难题。不过不等罗森回答，他就出了一个中立的主意。这样吧，你来我领地，把资源先给我，我再告诉你具体坐标。如果消息是假的，你就回来取，反正你知道我领地，我也跑不了。可以，把你领地坐标发来，我明天就过去。罗森欣然同意了他的提议。有了领地坐标，还敢骗他，罗森让他跑都跑不掉。虽然已经初步相信了这人的话，但罗森依旧在心里留下了防备。那人把坐标发了过来，罗森看了一下，发现距离自己也不远，两人只是相隔了10多块迷雾区域。相约明天早上会面，罗森就关掉了私聊信息。心中最牵挂的事情终于要到了解决的时候，罗森的心情也开始变得顺畅起来。别人都在结盟，而我又喜欢独立独行，想要在结盟大势的洪流之下生存，壮大自身的实力才是硬性条件。是时候开始扩张了。想到这里，罗森就又来到了区域频道，正式开始了第2次扩张。大量收购领民，价格公道，男领民2铁币，女领民1铁币，也可以带其他需求来换，长期有效。发完这条信息，罗森又在自己的个人资料上把这句话添了进去，这样就能让那些看到他信息的人了解他的需求，从而推动双方交易。至于为什么要用铁币来表示交换条件，那是因为铁币这玩意是所有人都想要的必用品，是制作金铁武器的必需品。领主们没有了食物需求，就会产生别的需求。武器正在主角成为主要需求，而武器目前又出现了铁币制作的金铁，所以很多人都缺少铁币，甚至还有很多人在收购铁币。铁币正在逐渐成为唯一货币。当然，而面对一些不需要铁币，只需要食物武器的，罗森也换，但主要还是以铁币为主要的交换资源，因为他铁币很多。填完信息，重新来到区域频道，而此时的区域频道彻底炸开锅了，一条又一条信息飞速的在滚动，看得人应接不暇。我擦，又开始了，又开始了！什么又开始了？那个叫罗森的又开始收购领民了。收购领民怎么了？有很多人都在收购领民啊，不过现在可没什么人愿意卖了。是啊，兽潮过去，大部分最少也能击杀一只野兽，够吃一段时间了，卖领民的更少了。不是，这个叫罗森的给的价格很公道，不像别的领主，价格压得极其低，导致好多人明明很缺食物也不肯卖。马德，我终于等来这一天了，这些日子我低价囤积了20多个领民，就等着高价卖出呢，马上就养不起了。一时间，罗森的私聊窗口冒出了无数的私聊信息，几个呼吸间，消息就99加了。嘿，兄弟，我不要铁币，我想要武器，行不？罗森大哥，我想卖2个领民，能不能换到一套铁质盔甲？罗森随便点开了2个信息，看了一眼就把第一个给忽略了。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带需求来换，想换直接说卖多少，要什么。他可没时间和这些人聊天打屁，所以罗森忽略了第一条，选择了和第2个人交易，2个领民换一套铠甲。说实话，还是有些小贵，毕竟铠甲需要大量的铁来制作。罗森虽然资源多，但面对这种武器类设施，也不得不讨价还价了一波，有点贵，最少换3个领民，愿意的话直接对我发起交易。刚说完，页面还没关呢，一条交易请求就跳了出来，可见那人已经迫不及待了。打开交易请求，在交易空间里放着3个领民以及需求备注一套铁质铠甲。看到信息，罗森直接就放进去了一套铁质铠甲。铁质铠甲包括头盔护手、战靴护膝这些东西。罗森的领地已经拥有了200套战甲，但他还有几百块没有增幅过的铁，到时候又可以制作几百套。所以罗森还是来者不拒，凡是价格不离谱他就换，因为此后的领民会更加贵重，更加不好换。前期人命不值钱是因为没吃的，但有了吃的，人命的价值就直线上升了。比如此次兽潮就是一件小小的提升，因为大部分都有了吃的。交易完毕，
继续往下看，有人要吃的，有人要武器，各种需求都有。不像第一次，大家都缺吃的，所以基本都是要吃的，而且便宜也卖，因为他们连自己都养不起。现在呢，要吃的反而不多了。罗森两个、三个的收购，一直收到凌晨半夜，收到了一波20多人的大笔交易，花掉了200铁币和20斤肉。这些资源对罗森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直到此刻，私聊来的信息才算基本看完，而罗森也如愿以偿的买到了120名领民。这120人中有男有女，男人占据大多数。买来的领民由内务统一调配安排，全程不需要罗森操心。呼之一直看领主指南，眼都花了。看来以后要经常来收购了，一次竟然才买到这一点点人，比第一次差远了。罗森缓缓关掉领主指南，慢悠悠地缩进了被窝之中，心中决定以后每日都要来收购一波，最好认识一些人贩子，可以一次性购买，要不然一个一个的交易太浪费他的精力了。一夜无话。次日清晨，罗森被一阵鸡叫给吵醒了。咯咯咯，老公鸡的叫声虽然不大，但在安静的清晨还是传进了罗森的耳朵里了。这也是武者境界的坏处之一，听力太好，一个不注意就听到了远处的声音。去看看鸡圈里的鸡下蛋没有，这都好几天了，要是还没下蛋就杀了算了。罗森一边洗脸一边嘱咐北野望。第70章出征。北野望点了点头，给罗森递毛巾。罗森的私生活是北野望在全权负责，尤其是他的卧室贴身伺候的这种，北野望根本没吩咐别的女佣，全是自己在做。由于今天起得早，早饭还没做好，所以罗森的第一件事是来到制作台制作东西。领地的杂事还是蛮多的，很多事情都需要汇报给罗森这个领主决定。昨晚到来的100多人，北野望进行了请示，询问罗森调到哪个阵营。罗森思索了一下，直接道：以后新来的领民全部分配到砍树营和采矿营去干活，身强力壮者额外选出送到军营当兵。是。北野望点了点头。还有一件事，门口的箱子里有很多石砖墙，你带人把这些墙壁沿着周围安装起来，组成围墙，以防敌人来袭。开荒的田地应该刚开始吧，把田地开到城墙外，城墙内住人。范围的话就暂时先搞个500乘以500米吧。罗森双手撑在制作台上，继续道：顺便把吕布将军给我叫来，去吧。是。北野望得到命令就去办了。500乘以500米的范围，安装上城墙，能确保城墙内的安全。虽然墙壁只有3米高，但也能阻挡一些危险的事情进入到生活的领地。还有100座箭塔，顺着墙根位置居高临下，可以提前预警危机。而且500乘以500米，也就是25万平米，其内的面积和一个小型镇子差不多，住个几千人完全不成问题。虽然自己安装城墙会更快，只需要选择投放就行，但城墙的安装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让领民们去干，速度也不会比自己慢。毕竟人多势众。待北野望走后，罗森就开始制作东西了。首先便是空间戒指，因为领主指南的空间背包只有20个，根本不够用。当然，或许对于别的领主来说完全够用，但对他来说根本不够用。所以罗森特意找人换了空间戒指图纸。空间戒指制作需要图纸1加膜和1加金铁衣，3种东西全都是稀缺材料，怪不得人家会换，因为这些东西想要搜集齐全，还真要费很大的功夫。图纸是宝箱里开出来的，魔盒是2阶妖兽才会随机掉落的东西，金铁是妖兽掉落的东西，一般人根本凑不齐这些材料，就算换也要花费不小的代价。不过罗森都有，把材料放进制作台，点击一键制作，顿时间制作台的空间里就多出了一枚乌漆墨黑的 H 戒指。由于这些材料都增幅过了，所以制作的戒指没有继续增幅。空间戒指内空100个方，滴血认主后方可使用，若想更换主人需2次滴血解除。哇哦，100个方！取出戒指后，罗森小小的惊讶了一下，这玩意不是按格子来算的。其实这样也有好处，直接按照空间来算，多个地方放多少东西更方便。戒指是深黑色的，看起来就像一个铁环，简单朴素，没有任何雕饰，戴在手指上大小刚刚好。罗森把手指咬破一点，滴了一滴血上去，顿时间就和空间戒指产生了一丝联系。自此，罗森可以随身携带的空间储物设施就变成了2个了，分别是领主指南内的20个格子和100个方的空间戒指。继续制作。戴好戒指后，罗森又开始了制作。他取出炼好的铁，开始制作武器。首先是长剑、铁斧子、铁镐子，而后是战甲、头盔、战靴、护手等。由于炼好的粗铁还有很多，所以制作起来罗森也丝毫不手软，每一种东西都各制作了10套。
10套设施，光铁块就消耗了400块，直接让铁块库存下降了一半。不过经过100倍增幅，这些东西直接变成了1000套。当然，只有战靴没有增幅，因为橡胶不够的原因，战靴只做出了几10双，橡胶就没有了。还有名舍和储物箱，多制作一些。想到这里，罗森又开始制作。木材他不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多，所以制作起来更是毫不留情。储物箱 X10，100倍增幅至储物箱 X1000， 储物柜 X10，100倍增幅至储物柜 X1000， 名舍 X10，100倍增幅至名舍 X1000， 大床 X10，100倍增幅。一通制作下来，仓库里的木材被罗森消耗掉了近万块。好在制作台永不磨损，要不然光修复磨损估计都要浪费不少功夫。领主大人，吕布将军来了，鸡圈里的鸡也已经开始下蛋了。这个时候，北野望领着吕布进了厅房，罗森也刚好制作完毕，就走了出去。属下吕布叩见领主。吕布双膝跪地，无比尊敬。这是他第3次见领主，还不习惯。起来吧，叫你来也没什么事。等会吃完早饭后，我要出征，你随我一起去。另外再挑出来125个身手高强的士兵，25人穿金甲，100人穿铁甲。罗森没有过多客套，直接发布了自己的出征命令。吕布微微一愣，而后立刻点头。去吧。罗森摆了摆手。吕布，属下告退。吕布很狐疑，他虽然初来乍到，但也知道整个军营只有120名士兵，而且还要去探索迷雾，还要留人守护领地，让他一下子挑选125个人出征，这相当于把兵营搬空。难道领主要带他去干大事？想到这里，吕布顿时就激动了起来，脚步变得更快了。想要和领主增进关系，什么途径最重要？自然是距离啊！只有靠得近，才有机会表现自己。这次出征，领主带他而不带赵云，明显就是对他的看重。吕布走后，内院里陆陆续续来了很多领民，他们是来搬箱子的。箱子内虽然放了10强，但搬起来是感觉不到重量的。另外，罗森又安排了北野望把自己刚才制作的东西放到一间民舍，改造成仓库。自己制作的2000个储物箱子也全都搬到仓库内。储物箱子内只要没有放东西，是可以放到另一个储物箱里的，但若是放了东西，就不能放到另外一个箱子里了。一群人忙碌了起来。罗森也趁着女佣们上饭的功夫，在领主府内放置了一些民舍。经过他的置放，房屋增多，领主府也逐渐变得充实起来。第071章抓来问问。早饭依旧是一如既往的丰盛，甚至还出现了小菜凉拌胡萝卜，就是把胡萝卜切成片，然后上面撒点盐。虽然单调，但天天吃肉，偶尔吃起来感觉还不错。尤其是野鸡还下蛋了，北野望抓紧时间给他煮了2个鸡蛋，这让罗森吃得无比感动。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吃完饭，来到外院。此时的外院内，吕布已经带人列好队等待了，一共125名士兵，直接调空了兵营内的所有士兵。还有5个是临时拉来上阵的。这些人中，25个人身穿金甲，拿着金剑，全都是身强力壮之人。另外100个穿着黑色铁甲，拿着铁甲，看起来也异常威武。由于提前知道了要出征的消息，所以众人都准备十足。吕布也换上了金色战甲。见罗森出现，众人激动地跪地迎接，同时喊道：“拜见领主大人！”嗨嗨，今天叫你们来，想必你们也知道了。罗森咳嗽了一声，他也换上了一身金甲。此刻站在众人面前，仿佛战无不胜的大将。说话虽然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充满了魔力，让士兵们为之疯狂。今日是我们领地建立以来第1次出征，敌人曾经害过我，我这次去是为了报仇。至于敌人的信息，暂时不详，敌人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方肯定没有我们强，所以你们也不用紧张。出兵之前，罗森给士兵们打了一下气，说出了前后因果。毕竟师出有名，才能战无不胜。大家都是人，平白无故去别的领地滥杀无辜的话，总有良性尚在之人会有逆反心理的。所以罗森一番解释，士兵们全都义愤填膺，敢害他们的领主大人，就等于要他们的命。于是纷纷激昂道：“为领主大人报仇！敢害领主，杀了他丫的！”总之，士兵们个个斗气昂扬，像打了鸡血似的。罗森对此很满意，点了点头道：“很好。不过由于领地资源有限，此次出征我给你们分成2队，分别是骑兵和步兵。穿金甲的将士组成骑兵阵营，其余步兵阵营跟在其后。”是。士兵们听到还有马骑，斗气更盛了。出发！罗森大手一摆，士兵们纷纷列队向领主府外走去。整齐的队列和步伐，可以看出他们被赵云训练得很合格。哗哗哗！铁甲之间摩擦的声音引起了领主府外领民的注意。
全都看了过来，眼神露着羡慕的光芒。或许是北野望调用的人数过多，20多亩地和置放围墙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所以干活的领民正在大幅度减少。27匹马牵过来后，罗森率先上马，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向着广场之外走去。很快，众人就离开了领地范围，来到了领民干活伐树的地方。凡是罗森一行人经过之处，普通领民纷纷放下手中事，给他磕头。磕完头，才继续干活。很快，罗森一行人的身影就消失在了森林之中。由于带的有步兵和骑兵，速度不一样，所以罗森也没有着急赶路，而是慢悠悠地骑着马，让步兵们可以跟上他们的步伐。在罗森离开不久，领地依旧是一如既往发展着，只是随着人数变多，事情也变得多了起来，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由于罗森的调动，兵营已经空荡荡了。不过他有权从普通领民中进行招兵，填充军营，所以今天的赵云一直混迹在领民之间，挑选身强力壮的士兵。而北野望也在指挥后备营的人安放围墙，墙壁该放哪里，哪里的东西该不该挪动，全要他来指挥布局。而远在森林之中，两个稚嫩的牛头人悄然探出了脑袋。大牛，他们的领主出去了，而且还带走了很多人。是啊是啊，我看到了，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啊。行动，走。附近的区域大部分迷雾都被驱散了，驱散了的迷雾有些和别的领地连接了起来，有些尽头依旧是迷雾。距离上次报告，北野望说附近发现了一个女人的领地，但由于兽潮出现，罗森也没有过多关注。刚好趁着今天出征，回来的时候可以去探查一下，对他有无威胁。领主大人，前方已是迷雾区域，是绕行还是直线探索？这个时候，走在最前面的吕布策马回来禀报。罗森这才抬起眼皮看了一眼，发现前方充斥着弄白色的迷雾，而这里应该就是他们领地探索的边界了。到边界了，绕路可能也要穿迷雾，直接探索吧。罗森点了点头，说道。吕布得令，立刻回到前列，率先进入迷雾。人群陆陆续续消失在迷雾之中，没一会，白雾就快速消散了。当白雾消散，众人也能清晰地看到周围的场景了，依旧是遮天蔽日的大树林。这块区域的树比别的地方更大更粗。罗森痛快微微一缩，当即拔剑，一下子就刺到了粗树之中。一丝念念的水渍顺着树木淌出。领主大人，这些树有什么不对劲吗？吕布握紧了武器，仔细地看了起来。罗森微微一笑，淡淡道：一切正常，只是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发现橡胶树，回去后让砍树营过来砍，继续出发吧，快到地方了。是，出发。吕布一摆手，夹了一下马肚子，向前走去。但走着走着，刚来到区域边缘，吕布就又停下了脚步，猛地抬起了手，示意大家安静。这个动作，哪怕没有当过兵，也能意会到意思，于是纷纷止住了马蹄，保持了安静。吕布侧耳听了一下，小声汇报道：领主大人，前方200米的位置有人在砍树，他的境界比罗森高，听力也更强。罗森微微一愣，眼神也亮了起来，立刻道：全体晋升前进，悄悄地出发。于是在罗森的命令下，一群人放慢了脚步，悄然地进入了下一块区域。这里没有迷雾，但却有砍树的声音传来，定然是已经被解锁了的区域。很快，罗森就看到了树林之中2个光膀子的汉子在砍树，拿的竟然还是铁斧头，可见其领地也小有实力。领主大人，要不要抓来问问？第072章，正义盟和九盟。去吧，不过要对人家客气点，毕竟不一定是敌人，别吓着人家了。罗森淡淡的说了一句，而后便不再隐藏身影，直接从茂密的树丛间策马而出。其余的金甲骑兵见状，纷纷策马跟随。一时间，哗啦啦的声音传了出去。由于两拨人已经靠得很近，这些动静立刻就被砍树的2个领民发现了。他们先是一愣，而后顺着声音看去，然后看到了让他们终身难忘的一幕：几十名金甲骑兵策马而来，目标正是他们。吓得2个领民直接就丢掉了手里的铁斧子，失声大喊：嫡袭，快跑啊！2个领民落荒而逃，连斧子都不要了。罗森，惊弓之鸟，看来大家的生活都不太平啊。很快，金甲骑兵就追上了那2个领民，枪长剑拔出，横在他们前方，吓得他们也不敢跑了，直接跪在了地上，磕头求饶：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哼，为何要跑？吕布双眼一瞪，争如铜铃，凶狠无比。大人，我们只是砍树的小领民啊，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知道啊，饶命啊！是啊，大人，我们跑是怕被抓，难道大人不是来抓我们的？我为何要抓你？罗森也来到了2人身前，骑在马上居高临下道：难道你们是一些领地的叛民不成？啊，不是，我们不是叛民，我们是附近领地的领民，奉命来开采木材的。
只要在野外遇到其他领地的人，只有2个结果，要么被抓走加入他们的领地，要么被杀。大人您不知道吗？这是我们的生存法则。原来如此，罗森立刻就明白了。因为领主都需要发展，而发展更需要领民，所以很多领主会结盟，会攻击别人的领地，抓走别人的领民。一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二是防止对方发展壮大，日后危害到自己。毕竟大家都距离不远，自己那个仇人19金就是这么干的。很明显，这2个领民定然是把他们当成来偷袭的人了。想到这里，罗森淡淡道：“我还看不上你们2个，告诉我，周围有几家领地，都在哪个方位？”大人，周围一共有10多家领地，分布在数十公里之内。这些领地互相结盟，目前有2家联盟，分别是正义盟和九盟。2家联盟势均力敌，据说最近可能要开战。对，我们家大人是九盟成员，希望大人能放我们一马，我们家大人一定会记得大人的恩惠。哼，2个胆小如鼠的领民，还敢让你们家大人恩惠？罗森冷笑一声，也看得出来这2个领民是贪生怕死之辈，冷声道：“九盟盟主叫什么？你们领主叫什么？”九盟盟主叫19金，我们家大人叫赵天柱。19金？赵天柱？罗森微微一愣，喃喃自语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告诉我19金领地的位置。”罗森目光如炬，言语森严。2个贪生怕死的领民根本没有撒谎的胆子，连忙道：“前方往左5公里就是我们盟主的领地。”对，我们领地在前2公里，离得很近。罗森大人，我们知道的都说了，可不可以放过我们俩？2个领民见罗森没说话，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罗森淡淡道：“带路，带我们去你们的领地。”是，我们这就带路。他们俩顿时就兴奋极了，连忙去带路，看得罗森那叫一个无语。这俩领民真是俩活宝，不但把自家领地的位置暴露出来了，还给自己带路。难道看不出来自家一方来势汹汹吗？还是觉得他们的领主有能力救他们？领主大人，这等小人阴险无比，不如杀了好了，反正我们也知道位置了。吕布在这个时候向罗森抱拳请求。人有求生的欲望很正常，他们也是为了活下去。罗森情不自禁感叹了一句关于生命的话，淡淡道：“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之时，只需要说出领地的位置就能活命。你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呢？毕竟只是一个位置，就算不说，也早晚能被人找到。不，属下绝对不会像那等小人，为了活命出卖领的出卖主子。”吕布似乎对罗森的话很上心，脸色都长得通红，急不可耐地解释道：“领主不信属下，属下愿意以死明志来证明属下的忠心。”说罢，他一把就拔出了长剑，看样子是要自刎。这一幕吓了罗森一跳，更是一把抓住了吕布的大手，连忙道：“你干什么？本领主只是感叹一句生命无常，世事难料而已，立刻给我住手！本领主信你。”是，属下谢领主信任。枪，长剑入鞘。罗森又在心里感叹了一句：“古人的性子真直，还好我受过高等教育，不会像你们一样把命看得很淡。”一行人跟在那2个领民后面，全都无话言。而那个赵天柱正是作为和罗森交易的那个人。领主指南上每个人的名字都是真实姓名，是可以看到的。所以罗森听到他们俩是赵天柱的领民，又得知赵天柱是19金联盟的成员，顿时就解开了心中的疑惑。那个赵天柱肯定是想把自己骗过去，绑架自己。哼，想不到吧，我来了，而且还是带着兵来的。罗森忍不住嘴角轻扬，身子在汗血宝马上一晃一晃地移动着。20多分钟后，众人走出了森林，来到了一处树木稀少的地方。从这里看去，可以看到远处的一片空旷之地，在空旷之地上还坐落着一个用木墙围成的小院子。这个院子很明显是进行缩减过的，和罗森的领主府比起来，差了数倍不止。大人，到了，前面就是我们领地了。罗森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任由马向着他们领地自由走去。大人，我们可以走了吗？那人追在马匹后面，又开始询问，对自己的安全无比挂念。第073章求饶。这次罗森倒没有无视了，而是淡淡道：“走吧。”是，我们快走。2人立刻笑意满盈，转身就走。走着走着，他们却没有向领地走去，而是拐到了其他方向，还小跑了起来，越跑越远。除掉他们。罗森盯着他们的背影，忽然说了一句。吕布一愣，而后脸色大喜，立刻指了几个士兵，让他们去追。好像吕布对于除掉这2个小人特别执着。扑哧扑哧，几名骑着马的金甲士兵追上后就是2剑，直接劈死了2个逃跑的领民。看着远处倒下的领民，罗森深吸一口气，面无表情地收回了目光。
别人的死活和他没有关系。但自己的得力属下想弄死他们，自己当老大的总不能非要在属下心里留下遗憾是吧？而且这俩领民出卖主子，还要弃主而逃，领地都不要了，杀了也不会让他产生怜悯。进去直接拿下他们的领主赵天柱。罗森大手一摆，语气冰冷。吕布立刻带着金甲骑兵向领地大门冲去。此时赵天柱的领地内还恍然未知。赵天柱是一个尖嘴猴腮的中年男人，长得有些猥琐。领主府内院落之中，他和自己的领民们全部席地而坐，商量着事情。这里大概有8、9个领民，虽然只穿着茅草衣，但基本都佩戴着铁剑。而赵天柱本人不但腰间挎着铁剑，身上还穿着一身铁甲，怀里还搂着一个女人，大手不老实的游动着。丰厚的铁质资源让他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了自信。疼！单薄的茅草衣挡不住赵铁柱的大手，疼得怀中女人龇牙咧嘴。用力才过瘾，等会干完这一票，我把仓库里的兽皮给你做成衣服，然后封你为领主夫人。赵铁柱咧嘴一笑，露出了黄色牙齿。不过怀中的女人明显对此没有任何兴趣，低头不语，面无表情。大人，那个叫罗森的领主真的很富有吗？是不是抓了他，我们就能得到很多资源，顿顿有肉吃？哎，万一那个领主也很穷，岂不是耽误了我们一天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派几个人出去找食物，留几个人在家就行了。其余的领民都不太相信领主的话，纷纷出主意。至于他们为何会如此，自然是因为他们的领主真的很不靠谱。当初来到领地的时候，领主告诉他们以后吃香喝辣的，结果找的食物全都换成武器了。有了武器后说会吃香的喝辣的，结果转眼就饿了3天。好不容易等到兽潮，弄死了几只野兽，结果转眼又被领主大人卖了，给换成了战甲。他们不得不怀疑领主大嘴里的话是真是假。不过也正是有了这些武器，他们才没有被别人给吞并，而且还顺利进入了九盟，找到了靠山。但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他们领主突发奇想，忽然就说找到了一个很富有的领主，要打劫他。但他们总觉得不靠谱，因为他们也有几个人是靠打劫抢过来的。而且领主大人怀里的那个女人就是被抢的那个女领主，为了活命不得不屈服在了赵铁柱的淫威之下。但打劫领地除了人能用的资源微乎其微，还要养着他们，因为养着他们还能为领的添砖加瓦。若是杀了他们，领地只能维持现状，无法持续发展。见属下们不热衷于打劫，赵天柱连忙道：兄弟们稍安勿躁，我敢保证那个罗森非常富有，他经常在商城交易，手里一定有很多资源，到时候吃的喝的一定让你们爽够。而且等以后发展起来了，你们全都是我的功臣，每个人都封官，再给你们配个女人。谢领主大人。听领主大人一说，我好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嘿嘿，希望那个罗森能快点来。好饿啊，也不知道那2个担心的家伙有没有找到食物。众人顿时就热情高涨了起来，个个喜笑颜开。唯有赵天柱怀里的那个女人低头不语，小心翼翼。就在众人聊得兴奋的时候，忽然间一道剧烈的颤动传了过来。什么声音？好像有很多野兽在奔跑。难道又来兽潮了？快，全体戒备！赵天柱等人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但就在这时，他们的木门轰的一下炸开了，碎裂的木门直接飞到了院子里，吓了众人一跳。他们连忙看去，更是直接看到了手握金刀、身穿金甲、骑着高马的一群骑兵。赵天柱的眼珠子差点没有瞪出来，心中震撼的直接懵逼了。怎么回事？这群人是谁？怎么会有如此精良的装备？刚想到这里，金甲战士就纷纷下马冲了进来。赵铁柱大惊，虽知不敌，但本能告诉他绝对不能束手就擒，因为一旦放弃抵抗，他可能就会死。于是赵铁柱趁着属下们还没彻底摸清状况的时候，连忙挥舞起长剑，大声喊道：敌袭，杀呀，冲出去，杀呀！属下们只知道对面装备精良，还没摸清状况，但自家领主都挥着剑冲上去了，他们当然也本能地跟着冲了上去。一时间场面混乱，铁器碰撞，发出锵锵锵的声音。啊！死！大人饶命！只不过整个场面连1分钟都没有维持，院子内便只剩下了惨叫和求饶声。而正是这个时候，罗森也来到了大门处，步兵们全体涌入院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把赵天柱等人里3圈外3圈的围了起来。还在抵抗的赵天柱见状，心中直呼不可能，但眼前无数的士兵却又在告诉他，他跑不掉了。而且自己的手下已经被砍死了几个，其余的全都丢掉了兵器，跪地求饶。再看金甲士兵们，身上一点痕迹都没有，全都完好无损，还挥舞着这闪耀着金光的锋利长剑。赵天柱只感觉背脊发凉。
尤其是当他看到罗森在众人的拥簇下走到了他面前时，他知道自己已无逃生的可能，反抗只有死路一条。啪嗒，最终他也丢掉了武器，跪在了罗森面前。扑通！大人饶命啊！我投降了。第074章杀了他。赵天柱心如死灰，跪在地上。罗森面无表情从马上下来，淡淡的看了一眼四周，死了2个，跪在地上7个，还有1个女的，面容毫无血色。地上的鲜血鲜红，顺着干裂的地缝流淌，最终渗入大地，留下暗红色。强烈的血腥味刺激着众人的嗅觉，连罗森都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掌控别人的生死。看着生龙活虎的士兵和地上悄无声息的尸体，在罗森的心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前世根本没有见过血腥，他的心肠也没有那么歹毒。但今在乱世，心不狠，站不稳。罗森心中微微颤了一下，收回目光，淡淡道：“你是赵天柱？”“是，我就是赵天柱。大人饶命啊！不知我哪里得罪了大人，一定给大人赔礼道歉。”见到罗森的装备，赵天柱根本没有反抗的心思。几10套精致武器和战甲，究竟是什么人才能拥有啊？其领地实力定然恐怖无比。既然你是赵天柱，那就好办了，把你的领主指南交出来吧。罗森缓缓伸出一只手，这话让赵天柱一愣，顿时就反应过来，面前这个人也是和他一样的领主，于是连忙拿出了领主指南，同时哀求道：“大人，这是我的领主指南，能不能看在咱们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份上，饶我一命啊？”“呵呵，你也配活命？”罗森冷喝一声，接过领主指南便放到自己的手上。顿时间，2门领主指南产生了一丝联系，而赵天柱那本开始缓缓地融入到罗森的手掌中，被罗森的领主指南所吞噬。互相吞噬是领主指南自带的功能，只要吞并其他的领主指南，这个被吞并之人的领主身份就会消失，而且他的招募所也会自动融合进吞并之人的领主指南中。也就是说，罗森吞并了他的领主指南后，就拥有了2间招募所，每天可以招募2个领民为他效力。这也是让领主们互相残杀的巨大吸引力之一。前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19金虐杀的。本来他可以交出领主指南换取性命，结果被当成领民给误杀了，倒霉至极。随着领主指南被吞噬，院子里置放的招募所也逐渐消失，化为烟灰，而后出现在领主背包之中。大人饶命啊！我真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了，你就看在领主指南的份上饶过我吧。我的领主指南里总共有2间招募所，2间招募所，你抢劫了别人？罗森脸色发凉，他被抢劫过，所以最痛恨这种抢劫别人发展自己的人。有本事加入同盟好好发展不行吗？非要作恶多端找死？大人，就是他得领地被我抢了，我现在把他献给大人，请大人放过我吧，我还没碰过他呢。赵天柱指着一旁的女人，嘴唇颤抖道：“清雅，快来见过大人，以后你就是大人的人了。”清雅这才微微抬起头，面如死灰，走到罗森身边，悄然跪了下来，不过依旧没有说话。只是当罗森听到清雅2个字的时候，愣了一下，再看这个头发蓬乱的女人，还真的有一丝面熟。这一次，罗森彻底确认了，这个清雅就是当初在领主指南里和他聊天、和他交易魔法卷轴的那个女明星。没想到她竟已如此落魄了。这一次，罗森心中的杀意更甚了。他看了一领主指南的空间，里面果真有2间招募所，更加确认了清雅的身份。当场他问自己的坐标，或许是想投靠自己，也或许受了逼迫。怪不得这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原来领主指南都被人融合了。罗森语气冰冷道：“现在求饶完了，不过我可以让你死得明白一点，我叫罗森。”“什么？你就是罗森？”司赵天柱当即倒吸一口凉气，再看周围的金甲和铁甲，他彻底心如死灰了。当罗森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垂着头的清雅也悄然地抬起了头，看了一眼罗森，眼神中带着一丝诧异的光芒，光芒在死寂的瞳孔里格外的明亮。“罗森，你不是要找19金的位置吗？只要你放我一命，我告诉你他的位置。还有，我领地内所有的人都给你，还告诉你19金拥有的人数和兵器数量。”赵天柱不想死，沉默了1秒钟，说出了自己的交换条件。“哦，是吗？那你说吧。”罗森面无表情地说着。赵天柱见状大喜，追问道：“我说了是不是可以饶我一命？我还可以加入你的领地，为你效力。”“哦，我不杀你，你说吧。”罗森点了点头。赵天柱更加惊喜了，跪在地上干脆直接道：“他在那边2公里外拥有领民35人，铁剑20把，战甲3套，而且成立了9盟。不算我，9盟一共有7位成员，每个人的实力都和我差不多，只不过他们没有那么多装备，以木剑为主。我们这些人每短时间向他贡献一定资源和领民，就会得到他的庇护，以此来换取和他和平共处的机会。
听到他的解释和之前那2个逃跑的领民说的位置一样，罗森就彻底确定了19金的位置。不过这个19金看来并不是每个领地都掠夺，估计是掠夺不满的领地、奴役实力一般的领地、决战实力相当的领地，这样可以保持源源不断的资源供给。毕竟几十个人强攻一些拥有兵器的领地，也是会付出不小的代价的。而且碰见硬气之人，宁愿死都不会交出领主指南，不如让他们持续提供供给，养活领地。只是这个清雅怎么会被赵天柱抓到的？赵天柱也没有实力去进攻别人的领地啊。罗森面无表情，不过确认了自己想要的信息，也就没必要留着他了。他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罗森淡淡道：“吕布，属下在。”吕布上前一步，对罗森抱拳。罗森淡淡道：“杀了他，其他人押回领地。”说罢，罗森就转身向外走去。士兵们也井然有序地撤离。属下遵命。吕布咧嘴一笑，拔出了锋利的长剑，对着赵天柱的脖颈挥舞而去。第075章进攻。这一刻，赵天柱害怕极了，他无比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为什么要去招惹罗森这个恶魔。他惊恐地大叫着：“不要啊，不要杀我！你说过会放过我的。”是。随着赵天柱惊恐的喊叫，锋利的长剑划过了他的喉咙，鲜血飞洒大地。赵天柱，卒！哗哗哗！整齐的脚步声是赵天柱听到的最后的声音。随后，他便天旋地转地倒在了地上，死不瞑目。你们10个人押送他们回去。领主府外，吕布安排步兵押送。罗森对此不闻不问，耐心地等着吕布安排。领主大人，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九盟的领地？安排好后，吕布笑意满盈，来到罗森身边。作为最忠诚的属下，吕布自然也有情绪。罗森看得出来他很兴奋，点了点头道：“对，走吧。”驾！嘶嘶嘶，马儿抬起前蹄，众人向着19金的领地出发了。这一路上，罗森都没有说话，而是沿途看着风景，感慨人生多变。2公里的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只用了不到20分钟，面前就出现了一块新的领主府。这家领主府同样是木质的院落，只是比起赵天柱的要大上很多，而且在幕墙的角落还有2座箭塔矗立。箭塔之上，2名男子抱着木剑昏昏欲睡。这一幕倒是超出了罗森的意料之外。没想到19金已经发展得如此壮大了。大人，要不要直接强攻？吕布双眼放光，握紧了武器。罗森翻了个白眼，道：“先去通报，就说路过想借地休息。要是他们放我们进去最好，如果不放再攻。”嘿，领主英明啊！属下这就去。吕布一愣，立刻就露出了钦佩的神情。看得出他的脑子还是不如罗森会转弯。吕布骑马走在最前方，罗森被骑兵围绕其中，确保安全。后面再跟着几十位步兵，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向领主府走去。走近后还能看到，在这块领地的大门上还挂了一个木质牌匾，写着一行大字：九盟盟主领地。哒哒哒哒！当马蹄声出现后，箭塔上的2名哨兵依然没有发现他们，还在昏昏欲睡，其警觉程度低得令人发指。吕布扯开嗓门大喊道：“烦请通报一声，我家大人路过此地，想进入贵方领地休息片刻，还请开门。”一声巨大的喊叫立刻就惊醒了哨兵，不但惊醒了哨兵，就连领主府内的士兵们都听见了，当然还有19金。一时间，领主府内陷入了混乱。怎么回事？外面好像有人。擦，外面有好多人。大人请稍等，我这就去禀报我们领主大人。箭塔上的哨兵都快吓傻了，连忙就客气的回话，然后匆匆下塔去禀报。门外出现了如此多且装备精良的不像话的士兵，他们根本不敢托大。别说九盟盟主，恐怕九盟全体成员都在，他们也不敢无视一群精良士兵的话。哨兵匆忙下塔，直奔19金房间。不过这个时候，19金也已经听到了动静，来到了院子里。发生什么事了？外面那人是谁？好大的嗓门！19金穿着一身布衣，腰间挎着铁剑。转眼间，院子里就聚集了7、8名拿着铁剑的士兵，他们都是19金的护卫。19金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贴身保护他的安全。领主大人，大事不好了！外面出现了好多金甲骑兵和铁剑步兵，大概有100人之多，说是要进入我们领地休息片刻，让我们开门。撕金甲还是骑兵，共有100人之多。19金当场倒吸一口凉气，他眉头紧皱，苦苦思索自己这些天的行为，好像也没有得罪过很大势力的领地啊。难道是正义盟的人？不可能，正义盟不可能有这么多装备。想到这里，19金连忙道：“通知所有人准备迎战。”说罢，他就自己爬上了箭塔，想看看虚实。但刚爬上箭塔，看到外面金光一片，他的手脚直接就下软了。我去，这些人不会是想攻打我的领地吧？可我的领地也没什么东西能让他们看得上啊。
石九京严重怀疑自己的猜测，但面对庞大的势力，他没有更好的选择。战则只能据城坚守，而且根本守不了多久。但若是赢，说不定就会全军覆没。石九京不停地在心里横算利害关系，关系好的同盟有几家，在领地的士兵有30名，强攻要时间。想到这里，石九京心中顿时有了主意，脸色顿时由愁眉苦脸变成了暗暗自得，立刻就拿出了领主指南，开始给自己的好朋友发私聊信息求救。二弟救我，我的领地被人围了，把人全部带来，速来救我。三弟在吗？快点发兵来救我，我的领地被人围了，多带人，速度。发完信息后，石九京就松了一口气，因为2位兄弟离他也不远，是当场刚开始发展的时候结拜的兄弟，关系很好。他们看到信息后立刻发兵，最多20分钟就能赶来相救，而20分钟自己肯定能抵挡20分钟。石九京充满了迷之自信，笑着对着外面的罗森等人喊道：各位大人，本府地方小，不如各位大人就在门外休息，若是各位大人需要什么食物，本领主会照单奉上，如何？领主，他不放我们进去。吕布有些不高兴，因为自己好言好意的和他们说话，他们竟然防着他们，简直太欺负人了。罗森微微一笑，淡淡道：他觉得能挡住我们，准备进攻吧。是，所有人准备进攻，冲啊！吕布当即大喊一声，带头冲了过去，其余士兵也纷纷大喊冲去，杀呀，冲啊！骑兵速度很快，几十秒钟就到达了大门口，步兵紧跟其后，形成扇形围攻幕墙。因为领地设施都是木质的，而且只有3米高，只要叠罗汉就能翻进去，所以强攻这类领地一点都不困难。尤其是骑兵们骑着马到墙根处，站在马背上，一下就能翻过去。第076章杀无赦。我操，他们进攻了，快反击！援军一会就到，不准他们攻进来。弓箭，拿出我给你的弓箭，你 TM 的给我射呀！石九京慌乱地指挥着众人，又催促另一个箭塔上的哨兵。那个哨兵被他给予了众望，连领地唯一一把木弓都在他手里。那哨兵被骂了一通，连忙拿出弓箭，拉弓就射。嗖！一把木质箭矢射了出去，射中了一名翻墙的金甲士兵。枪！只是木质箭矢射在金甲上，直接就被弹开了。杀呀！被射的士兵踩在1米多高的马背上身上，轻松够着了墙顶。他抓着墙顶爬到了幕墙之上，一跃而下。扑通！他越过来后，直接就砸到了2名在城墙下守护的人。这些人没有铠甲，只有铁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砸到后，当场就吐血出了。更甚者，有一个连肋骨都给砸断了，躺在地上根本起不来。而这就是装备的好处，自身的重量再加装备的重量和硬度，3米高的墙上跳下去和砸下一块巨石差不多。没一会的功夫，墙上就翻进来了几10名士兵。枪枪枪！武器开始碰撞，战斗即刻打响。石九京也不得不从箭塔上下来，亲自参与战斗。吕布也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助跑，而后一跃而上，越过了3米高的围墙。而这就是武师的实力，视幕墙如无物，拳出如飓风，力大如巨鼎。士兵陆陆续续翻进领地，守护的士兵就像待宰的羔羊，毫无反抗之力。而且他们连护甲都没有，更是被杀得片甲不留，就犹如草芥一般柔弱。顿时间，院子里横尸遍布，鲜血四溢，就连石九京身上都不知不觉被人砍了好几剑，疼得他龇牙咧嘴，大呼要命。这个时候的士兵们已经倒下了很多，剩下的人全都肝胆欲裂，已经被恐惧所支配。他们边战边退，想要退到领主的卧室躲避或是，哪怕石九京此刻在卧室门口疯狂阻拦，都起不了任何效果。这完全是单方面的杀戮。大门被打开，更多的士兵冲了进来。直到罗森的一句投降不杀说出来，为数不多的一些士兵纷纷丢下武器，跪在地上等待发落。操，给我起来啊！怂货，给我上啊！别投降，投降死路一条，领主大人一定会带我们杀出去的。是啊，兄弟们，救兵马上就来了，再坚持坚持。石九京和他的护卫们疯狂大喊打气，但已经吓破胆了的士兵根本无心再战，纷纷投降。转眼间，整个院子便只剩下了石九京和5名带剑的侍卫了。他们6人背靠领主卧室木门，不停地咽着唾沫，眼珠子瞪得贼圆。领主大人，怎么办？我们被包围了。我知道，只是没想到他们也太快了，竟然连2分钟都不到，就把我们逼到了如此地境。石九京的身影躲在几个护卫身后，小腿肚子不停地打颤。以前都是他抢别人，如今自己被抢，他不由得感到了那些被他抢过之人的绝望。恐惧第一次离他如此之近。兄弟，孤独。石九京艰难地咽下一口口水，看着走过来的罗森，小心翼翼道：兄弟，
有事好好说，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又是和赵天柱一样的说辞。罗森自言自语了一句，眼神里满是冰冷。面前这个人还是原来的脸庞，原来的装扮，只是前世的时候躺在地上的是自己，而如今恐惧求饶的却是他。算算时间，19金就是在今天晚上偷袭的他的领地。想到这里，罗森冷声问道：“你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出门？”“啊，没有啊。”“大哥为何如此说？”19金一脸疑惑，但他非常确认自己根本不认识眼前这个人。“大哥，咱们是不是有误会啊？我没见过你啊。”“误会吗？”罗森冷声道。“你认识罗森吗？你对他有什么想法？”“罗森？”19金一愣，眼神里闪过一丝闪躲。很明显，他知道罗森的，只不过罗森此刻穿着金甲，戴着头盔，他没认出来。“大哥，难道你认识罗森吗？我保证对他没有任何想法。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我愿意为此道歉，请大哥原谅小弟。”“呵呵，我就是罗森。”罗森先是一声冷笑，而后便自报家门。当19金听到罗森的名字时，神情明显的错愕了一下。这一幕被罗森给看到了。罗森可以肯定，他绝对对自己有想法，只是应该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前世相遇或许是运气使然，但今生他定然对他有阴谋诡计的想法。毕竟当初青雅县魔法卷轴，赵天柱吸引他出现，全都是他的盟友。若说自己的运气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人全都知道自己的存在，早就想对他有动作了，只是还没来得及实施罢了。想到这里，罗森心中也就释然了。不管如何，杀了19金，大仇就能得报，而且也是为周围的领主解决祸害，不属于滥杀无辜。于是罗森不再多问，也恢复到了平常的状态，淡淡道：“今日是我和19金的恩怨，你们投降，我保证不杀你们。”这句话是对19金的护卫说的。不管怎么样，领民始终是较为珍贵的资源，就算忠诚度不够，也可以抓取做苦力，为领地的发展添砖加瓦。兄弟，你是不是真的要赶尽杀绝？我虽然实力不强，但我也是9盟盟主，手下几家盟友都有数十人的实力，加在一起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放过我，我劝盟友全部追随你，为你做牛做马。这一刻19金慌了，想要等盟友来救，时间远远不够，唯有委曲求全，保全自身之后再做打算。不过罗森却根本没有想要放过他，血海深仇，不杀他不足以平复自己的冲动。把他给我抓住，我要亲手解决了他，敢阻拦者杀无赦。罗森淡淡的吐出一句话，这句话顿时就让19金如坠冰窟，浑身发凉。第077章大仇得报。是。吕布上前一步，不要啊，你不要过来啊！19金疯狂后退，但后面是卧室门口，他吓得一把推开了卧室门口，而后钻了进去，直接反锁了木门，把其余的5个侍卫全都留在了外面。侍卫们一愣，顿时就面面相觑，他们好像被抛弃了。眼看那名威武大将越来越近，护卫们誓死追随领主的心直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纷纷丢下手里的武器，跪在了两侧，惊恐道：“大人饶命，我们投降。”由于罗森之前说过投降不杀，他们丢掉武器后，立刻就有士兵把他们押走了，所以吕布也没对他们动手，而是来到了木门处，一脚踹在了木门上。哐当一声闷响，小木门应声而倒，溅起一片尘埃。金甲士兵围绕着罗森进入房屋之中，在房屋内摆放着一些储物箱子，最里面的床上还躺着2个女领民，惊恐地抓着被子。当罗森看到这一幕，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些坏领主过得真 TM 潇洒，估计又是依靠实力抢破了自己的女领民。再想想自己对领民多好，对北野望多好，她那么漂亮，自己都没有动什么歪心思，而这俩女的长得如此一般，他就要搞到床上，真是过分。相比之下，自己的领民简直就生活在天堂里啊！想到这里，再看躲无可躲，蜷缩在角落里的19金，罗森就更气了。抓住他！罗森冷喝一声：“饶命啊，大哥饶命啊！我才28，我还不想死啊！”吕布前去下了他的并且，抓着他的衣领，像拎小鸡崽子一样把他给拎了过来。19金趴在罗森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砰砰砰！饶命啊！他的头磕在地板上，没一会就满是鲜血了，哭泣的声音里带着无比恐慌，求生之心可见一斑。现在知道求饶了，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罗森叹了口气，缓缓拔出长剑，枪！金属摩擦的声音传进19金的耳朵里，犹如锋利的刀尖划在他的心口。哗啦啦啦！领主大人，他尿了！吕布连忙退后一步。罗森也顺着往下看去，发现一道水流从19金的茅草裤子里流了出来，流到了地板上，顺着地板的缝隙又流到了桌脚下。
真恶心！罗森顿时就失去了亲手杀他的念头，只感觉杀他会脏了自己的手，吩咐道：“吕布，你来。”解决之后，把物资和人全部押回领地，交给内务统一管理。是。吕布做事雷厉风行，他拔出长剑，一下子就捅进了19金的后背之中。19金当场发出了惨叫：“啊！啊呀！”同时响起的还有另外2声惨叫，是床上的2个女人发出来的惊叫。为什么？杀了我你连领主指南都得不到，为什么？19金倒在血泊中，发出虚弱的不甘心的质问。罗森背对着他，淡淡道：“当你杀戮别人时候，就要明白自己也会有被人杀戮的一天。天地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说罢，罗森径直的就离开了房间，留下士兵在房间里搜刮物资。哦，19金的气息越来越虚弱，鼻口中溢出的鲜血让他异常难受。他的意识也越来越模糊，但脑海里却一直回荡着罗森那句话：“天地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来到领地之外，看着碧蓝天空，罗森的心绪彻底被打开。这一刻，他感觉到了无比的顺畅，心中的怨恨在19金倒下的那一刻彻底魂飞魄散，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为什么不让19金交出领主指南再弄死他，原因也很简单，他不缺一间招募所，更不想拿着血海深仇敌人的东西，他只想19金去死。领民会有的，而且会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我将为自己而活，我的命运我做主，谁也不能掌控我的命运。罗森心中暗暗发誓，再次坚定了把领地发展壮大的信心。因为这个世界里，唯有实力才有说话的权利。5分钟后，全体将士开始在门口聚集，其中抓捕的领民和资源全都聚集到了院子里。吕布前来汇报道：“领主大人，已经搜刮完毕，投降的人共计18人，其中女领民4人，男领民14人，还有肉类食物200余斤，水果100余斤，铁剑30把，木弓1把，木质箭矢13支，图纸。”听着吕布的汇报，罗森不惊不喜。几十人的领地拥有这些资源，着实不算多。罗森看了一眼院子里堆放的资源，走进去后，大手一挥就收进了储物戒指内。因为这些东西还有木材和10块铁块，要全部给士兵们拿，又没有马车，他们可不好拿，所以就自己收了起来。走吧。临走前，罗森又看了一眼被抓的领民们，转身就上了马。没有实力，最好的结果就和这些领民一样，被人抓去做奴隶。罗森虽然不是恶魔，但也不会无缘无故把他们抓回去收留的。等到了自己的领地，这些人忠诚度能达到50以上的，则代表对原有领主忠诚度不高，会加速适应新领地。所以50以上的忠诚度，罗森不会让他们做奴隶，而是安插到普通领民之中干活，让他们同化。若是50以下的忠诚度，则代表对前领主忠诚度高，随时都可能叛变，说不定还会谋反。这种的就当奴隶使用，干活换饭吃，干多少吃多少。罗森作为一个21世纪的青年，心里没有把人分3、6、9等的习惯，但规矩绝对不能少，放他们离开是绝对不可能的。留下干活换饭，干活换取福利，最终再成为本土领民。反正要一步一步来，不同的人设置不同的要求，这就是罗森的计划。不像别的领主抓来当奴隶，忠诚度上升就给武器去抢劫，忠诚度过低就杀掉，毫无人性可言。1个小时后，众人出现在了自己领地周围。当这些被抓的领民看到周围辛勤劳作的人群时，全都目瞪口呆了。好多的人，他们吃的是肉吗？这里是天堂吗？奴隶们瞪大了眼睛，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第78章，请领主责罚。奴隶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被带甲士兵压着，但还是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远处的树荫下，地上丢满了铁斧子和铁镐子，几十个穿着麻布衣毛草鞋的男子靠在树荫之下，有人捡苹果，有人捡木材，还有人坐在草地上背靠大树在吃东西。再看他们手里的东西，每人1块肉，吃得满嘴流油，而且在他们的腰间竟然还挂着水袋，渴了就能喝几口，那模样好似天上的天神一般，潇洒的让人羡慕。再看远处的巨大墙壁，10块制作，一眼望不到边际。这还是领主府吗？这分明是一座矮些的城墙啊！快看，领主大人回来了，拜见领主大人。这就是领主大人抓来的人吗？路过劳作之地，领民纷纷跪地膜拜，最终好奇地议论着。这一幕彻底震惊了被抓之人的3观。罗森骑在马上，看着忽然多出来的围墙，心中感慨万千。这个北野望做事就是干净利落，半天时间围墙就放好了，而且还是长宽各500米的距离，看上去确实像一个小型的城池。而且在围墙的内墙处还放置了一排箭塔，箭塔上竟然还站上了人。
这简直就是一守卫森严的城堡啊！罗森向着门口看去，领地的大门敞开着，门口还站了几个带甲士兵在守护门口。除此之外，北野望也在门口站着，在他身边的还有赵云。两人看样子是已经得知了他回来的消息，正在门口迎接呢。领主大人，两人向罗森打招呼，一个抱拳，一个双手叠放，微微屈身。赵云接管士兵，吕布回去休息吧。罗森点了点头，骑着马就进了领地。城墙内是领地，领地内有领主府。此刻已经过了中午，回到领主府内，罗森把领主指南融合后产生的2间招募所和自己的那间放到了一起，而后就进了房间，检查了一下今天得到的资源。北野望也匆匆忙忙赶紧让手下人上饭给罗森吃。由于回来的时候刚到饭点，他们就没有在路上吃饭，毕竟距离如此近，所以就赶路回营吃。坐在饭桌上，罗森只觉得有些疲累，吃饭都没什么胃口。哪怕饭菜很丰盛，有辣椒炒肉、烤肉、凉拌肉，但他都提不起什么兴趣。思来想去，定然是因为今天见得血腥太多才导致的身体不适。毕竟2次血腥他都近在咫尺。领主大人，那些抓回来的领民该怎么处置啊？北野望站在饭桌前，双手置于下腹，恭恭敬敬。罗森抬了抬眼皮，道：成立一个劳改营，全部送去劳动改造。劳改营里安置士兵，防止出乱。给劳改营立下任务，凡是表现出色的，都可以成为我的领民。北野望点了点头。他得到命令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办，而是迟疑了一下，而后走到了罗森身边，就那么缓缓地跪在了罗森的腿边。罗森微微一愣，把眼神从饭菜上移开，看着北野望一脸疑惑道：跪下干什么？领主大人，属下有罪，请领主大人责罚。北野望一脸的无奈，眼神也不敢看罗森的眼睛，只敢盯着罗森的茅草鞋子。听到北野望这么一说，罗森心中嘎达一下，但北野望是自己忠实的管家，应该不会做出什么离谱的事情，所以罗森还是忍住急躁，平静地问了一句：出了什么事了？但说无妨。回领主大人，今天早上属下带人置放围墙，把开荒的田地选择在了围墙之外，但开荒的时候，领地的领民丢了一个。北野望一脸的自责，看得罗森有些于心不忍。他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呢，就是丢了个领民。可领民怎么会丢呢？罗森道：找了吗？找了。属下发现领民丢了，立刻就去找了赵统领。赵统领带人去附近搜寻，什么都没找到。属下怀疑领民叛变跑了。北野望说完就趴在了地上，哀求道：属下管教领民不力，导致领民叛逃，请领主大人责罚，以正视听。罗森，叛逃？不应该。罗森微微撑起手臂，托起了下巴。他侧过脸看着跪着的北野望，淡淡道：你先起来吧，我觉得应该不是叛逃，在我的领地生活的如此滋润，没有叛逃的理由。或许是被野兽叼走，也不未可知，毕竟今天我把士兵全调走了，没有人巡逻。罗森道：此事和你没有关系，你无罪，起来吧。谢领主大人。虽然没有请到罪，但北野望还是满脸的自责。正是因为领地没有人巡逻，他亲自带人开荒，竟然还能把人弄丢，而且还在领地周围，这无疑是失职的行为。所以报告之前，他就做好了被处罚的准备。没想到领主大人竟然没有处罚他，让他心中无比感动。领主大人，您怎么不吃饭？是属下们做的不好吃吗？北野望又开始担心起罗森的胃口了。罗森微微一笑，觉得他很天真。没有，去箱子里给我取一瓶酒来。是。北野望连忙去取酒。给罗森干活，他永远都很积极。咕嘟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半瓶，罗森才觉得神清气爽了些。对了，今天第一次送回来的领民中，有一个叫做清雅的女人，你现在把她给我带过来。喝完酒，罗森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于是立刻吩咐了下去。要不然自己忘记了，说不定那个清雅也被分到劳改营去了，毕竟她也是受害者，而且曾经还帮过自己。若是自己继续奴役她，那岂不是和禽兽无异了？北野望得到命令，立刻着手去办。莫一会，头发散乱的女明星清雅就被北野望带了进来，同时进来的还有2个带甲护卫。护卫守在门口，没有进来，但这样却对清雅造成了威慑。那就是说，你要是敢乱来，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清雅和罗森什么关系，值得罗森特意叫他，更不知道这个女人会不会伤害领主，所以这些都是北野望的安排。由此可见北野望对罗森事情的上心和对大局的掌控。第79章谜底。清雅长得很漂亮，与北野望不相上下，只是她此时头发散乱，上面沾着泥土污垢，应该是许久没有洗漱了。来到罗森面前，她得神情恢复了许多。
他不知道罗森会不会像赵天柱那样对待他，所以内心依旧很忐忑。拜见大人。清雅走进来，没有高傲，只剩下了满满的求生欲，直接就跪在了罗森的腿边。这种跪拜大礼让罗森觉得自己已经化身教父，享受到了足够的尊敬。罗森面无表情道：看在你给过我魔法卷轴的份上，坐吧。谢大人。清雅起身后直接就往罗森腿上坐。罗森吓了一跳，连忙起身躲开，让清雅做了个空。你干什么？罗森面容森严，语气略带冰冷。虽然你很漂亮，但我对你没有兴趣。大人，人家还是干净的身子，赵天柱还没来得及碰我，请大人不要嫌弃。清雅连忙起身解释。罗森盯着他看了一会，似乎明白了什么，淡淡道：你是怕我会杀了你才会如此做的吧？放心好了，我不是滥杀之人。你没有了领主指南，就是一个普通人。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的领民了，享受领民所有的待遇。在这里，你会拥有绝对的安全，和前世一样。什么？你说什么？听到这句话，清雅一愣，完全不敢相信。罗森淡淡道：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会用魔法卷轴那么珍贵的东西来换我的坐标？是不是当时对我的领地有什么想法？是不是我说了，你就能放过我？清雅还是对自己的安全有着很大期望。当初受到赵天柱的羞辱，都忍辱偷生，可见想活下去的欲望还是无比强大的。所以此刻既然在和罗森讨价还价，罗森没有怪罪他，因为每个人都有想活下去的权利，不能因为人家不想死就把人家看扁了。罗森点了点头道：往事如烟，赵天柱和19金都已经死了，就算你不说，我也不会对你怎么样，最多是在我心里留下一点好奇罢了。管家，送他离开吧，再给他安排一份工作。罗森摆了摆手。北野望立刻上前。其实刚才清雅要占领主便宜的时候，他就想把这个女人拉走了，因为自己都没有资格坐在领主腿上，何况是他。等一下，我说。但这个时候，清雅忽然改口了。生命暂时感受不到威胁，清雅一直绷紧的心也放松了下来。他道：你猜的没错，给你魔法卷轴是想打探你的位置。当时我没有什么物资，而魔法卷轴属于高级的东西，很少有人能够用到，所以我才用魔法卷轴和你换的。当时我的领主被赵天柱发现，他抓走了我，逼我交出领主指南，还询问我是否听说过你。为了活命，我就说了出来。而物资换位置就是他逼我做的。他决定多找些人进攻你的领地，不过他根本不知道你领地的实力，若不然根本不会有这个胆子。清雅一口气全都说了出来，顿时间所有谜题全都浮水而出。罗森终于明白了这些事情之间的关联根本不是偶然，是早已经准备好的阴谋。不过尘埃落定，这些诡计早就在绝对的实力面前烟消云散。即便如此，罗森也感到了一股解开迷雾的通透爽感，心中的事全部解开，他整个人立刻就轻松了下来。罗森笑了笑，在我的领地好好生活，有事可以找我的管家北野望。说罢，他就低头继续吃东西。北野望带着他离开了房间。对于清雅这个女明星的落幕，罗森没有什么好感慨的。英雄一挥落幕，何况区区普通人？任你往日多风光，总有尘埃落定时。吃完饭，罗森打开了领主指南，这是他的习惯。关于世界各地的消息，周围的消息都是在领主指南上获得的。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信息传输方式。领主指南打开，私聊信息一如既往的99加，有换食物的，有换领民的，反正找他的人99%都是为了交易。只不过有些人交易的价格颇高，罗森不想和他们换，就没有搭理。翻开指南，罗森首先来到了附近频道，因为他在附近灭了2家领地，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九盟。他想知道这件事的消息有没有被人给散布出来。打开附近频道，消息满天飞，而且还真是在议论附近的九盟。今天的附近频道格外的热闹，平时很多不冒泡的人都纷纷出来了。听说了吗？听说了吗？九盟盟主19金被人给杀了。死我也听说了，但总觉得不太可能。九盟那么多成员，难道都挡不住吗？听说来的人很厉害，拥有金甲和铁甲无数，救兵没来到就嗝屁了。不是救兵没来到，其实我听说救兵已经来了，只不过刚好碰见人家撤退，远远的看到了金光闪闪的金甲金剑，根本没有胆子靠近。附近已经有人发展到如此地步了，真可怕。我们这些小领地该怎么办啊？要不我去加入正义盟好了。欢迎欢迎，兄弟，我是正义盟盟主，欢迎兄弟加入啊。加你们盟有没有要求啊？我就5个领民，没有铁没有食物。嘿嘿，加入我们盟，可以在我们盟进行内部贸易，互相换取所得。每个礼拜只需要上缴2名精壮男子即可，而且打仗的时候不需要你们出兵，受到威胁也可享受我们的庇护。
擦，这么好，比九盟强多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联盟啊！附近的联盟除了谈论九盟盟主被斩首的事情外，剩下的就是正义盟在拉拢人，还有一些领主在讨论组建新盟。当然，为九盟盟主报仇的声音更是一句没看到。不过罗森倒是看到了九盟参与的领地也在继续集结，想收拢残部。有人加入联盟寻求庇护，有人独自发展，和罗森一样不喜欢受人约束。只是独自发展的人若没有实力，早晚会被人吞并，结局也不会很好。看完附近频道，没有人讨论是自己灭的领地，罗森也就没有继续关注了，而是来到了区域频道，这里才是聊天的大本营。第080章，恶人罗森。区域频道一如既往的热闹，只是今天的热闹之中夹杂了很多凶险。人人讨论的事情，有聊天打屁变成了血淋淋的求生。天杀的古月竟然偷袭了我的领地，我一定要杀回去！谁愿意给我10套战甲，我愿意用任何东西去换。救命啊！我的领地也被人偷袭了，所有领民全部战死。我现在跑到野外躲在树林里，谁来救救我？一定中线。我的坐标是888956乘以458752。周围都在打仗，好吓人啊！换件联盟急需铁，价格公道，带物资来换。一件独尊联盟今日早上被亦正亦邪盟偷袭，正式昭告天下，与亦正亦邪盟开战，战斗坐标某某星号XXXXX。欢迎附近的领主前来观看。我今天开出了一块魔法师招募令，谁要速来换作其良品。大量收购箭塔、弓箭、箭矢，量大从优，图纸亦可。坐标 XXXXX。发现一处铁矿，大概有110块铁矿石，已被我的敌人占领，有能力者可以去抢夺。看着区域聊天内的信息，罗森不由得暗暗心惊了起来。兽潮才刚刚结束1天的时间，大战就开启了吗？以前的聊天内容全是换物资，聊天打屁吹牛皮，今天就变成了如此血腥。看来天下很乱啊！罗森感叹了一句，幸好自己的领地防御性足够，不用担心谁来抢他。在上一世，他就活到了今天，准确来说是活到了今天晚上，因为19金是今天下午偷袭他的领地，他是晚上被杀的。继续往下看去，不难发现，区域频道里出现了很多以前稀缺的物资，叫苦的依然是那一群人。这一群新出现的势力，以前从来没有在区域频道里冒过泡，估计以前是在全力发展，如今发展到瓶颈，开始寻找稀缺物资了。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和罗森想的一样，天才很多，总有各种办法在前期积攒自己的实力的，只是不知道这些人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有没有自己强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群人虽然冒泡了，但说不定还有更强的势力依然在积蓄实力，等待合适的机会出现呢。想到这里，罗森的心中又急躁了起来。不行，必须要加大领地发展的力度，要不然别人建立同盟，自己单打独斗，用不了多久可能就会被群体势力给超越。给自己重新确定了信念，继续往下看。自兽潮之后，迷雾区域大部分已被解开，各领地之间基本相通，只有少数的领地还在迷雾之中隐藏着。对如今的局势来说，隐藏在迷雾中目前才是最安全之地。现在所有的资源都变得无比抢手，价格飞一般的上涨，就好像大家都在缺食物的时候，忽然多出了一批势力，他们似乎什么都不缺，疯狂的用食物换铁器，用铁器换食物，导致整个区域的价格都在上涨。这种势力定然是发现了什么可持续维持生活的东西，比如兽群或者矿区，持续开采其中一种，用于贩卖换取所需要的资源，慢慢的发展壮大，而后越来越强。罗森之前也发现了一个矿区，不过1天就被他开采完了，而且还没有卖，全部留着自己用，因为他的领地什么都不缺。看着看着，罗森发现目前市场上最稀缺的竟然不是食物，而是石头和武器。武器稀缺也就罢了，石头竟然也稀缺，而且只要有大笔的交易出现，立刻就会被人给抢走。看来有人开始建成了呀。罗森不由得陷入了沉思，这发展的也太快了吧。继续往下看，但看着看着，看到最新消息的地方，罗森忽然发现竟然有人在讨论他，而且把他周围的坐标都发了出来。当看到这里，罗森小小的心惊了一下。坐标6691乘以5911，九盟盟主被灭，媳妇被抢。灭九盟的人拥有大批精致战甲和铁质战甲，人数100余人。我是九盟成员，九盟盟主的结拜兄弟，兄长被杀，我无比悲痛，奈何实力不够，无法为兄报仇，特意把坐标发出来，有实力的领地可以去替天行道，灭杀凶手。什么？拥有大批金甲？难道已经有人开采出了金矿？那人是谁？位置离我很远啊。那人叫做罗森，具体坐标不知道，但肯定在九盟盟主附近。
希望有正义之士能为我兄报仇，清除这些滥杀无辜的恶人。罗森，迷雾探索第1人，怪不得有金甲，定然是滚雪球滚起来的。哼，此人滥杀无辜，心肠歹毒，定然是个极大的恶人，竟然连人家的女人都不放过。兄弟放心，我距离你那边只有数百里，我代表幻剑联盟接受你的请求，出兵除恶。嘶，幻剑盟的盟主出来了。听说他有很多人，但发展到了瓶颈，特别缺少武器。除恶，这是人家单方面的说辞，我看他肯定是想去抢精致武器吧。不然罗森既然拥有几十套精致武器，肯定实力也不弱。真的吗？我替死去的兄长谢过盟主了，盟主什么时候出兵？此事我一个人无法决定，等我回去找其他盟友商量一下，若其他盟友同意，我们就出兵。到时候会到这里通告天下的，毕竟幻剑联盟不是恶盟，做事讲究证据。当罗森看到这一幕，整个人都快气炸了，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去解释。很明显，他们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什么替天行道、除恶扬善全都是借口。那个盟主就是看中了自己的武器，想出手抢夺。即便自己解释，估计人家也会找到其他借口，攻打我的领地，除恶扬善。哼，我让你们有来无回。罗森握紧了拳头，眼神里满是冷漠。我领地的名气就从这一仗开始吧。松开拳头，罗森关掉了区域频道，来到了世界频道。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世界频道，只不过却是他第一次在世界频道里发言。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大量收购领民、橡胶、设施图纸、铁，来者不拒，长久有效，量大从优。第081章，让你有来无回。这一次，罗森来到了世界频道进行采购，因为这里人多，资源也多，而且基本在这里聊天的内容全都是和交易有关的。罗森的消息发出去，直接就淹没在了成千上万条信息之中了，看得他有点傻眼。这么快的聊天信息，这让人怎么看得到？世界频道每个人每天只有3次发言机会，罗森觉得自己的信息犹如石沉大海。正当他准备关掉世界频道的时候，忽然私聊的信息犹如雨后春笋开始出现了，蹭，转眼之间私聊信息就变成了99加。这一幕让罗森微微一愣，便点开了消息：兄弟，木质剑矢要不要？我要10物。兄弟，羽毛要不要？换铁剑，10根换一把铁剑。嘿，我手上有7个领民，换一套全套的铁质战甲。橡胶要不？兄弟，1个橡胶换半斤10物，什么10物都行，量大从优。当罗森看到这些消息，心中悄然松了口气，最起码有不少人看到了他的消息。于是罗森一一观看，进行交换。10物换剑矢，换。既然是成品，就用增幅后的10物换，反正无法进行2次增幅。羽毛换铁剑也换，而且还是用铁块换。铁块没有增幅过，换来的东西加工一下，相当于获得100倍。虽然其实都差不多，但换到100倍的剑矢需要花不少功夫，所以直接换回来自己制作增幅。领民换铁甲套装也换，反正领民无法增幅，就用增幅过的铁甲换。1套铁甲增幅后能换100个领民。橡胶也要，全都要。一时间罗森陷入了忙碌之中，疯狂的和别的领主交换物资，只要是对他来说比较稀缺的全都换。时间一直持续到晚上，罗森终于把所有的信息全都看完了。他用掉了几十块没有增幅过的铁和肉，换到了300位领民，其中男人200，女人100。300人穿着茅草衣出现在领主府，被内务的人统一接管，而后送到兵营训练。自此领地算是拥有了士兵300多人。300多人的士兵再加上300多的男领民，可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考虑到幻剑联盟可能会进攻自己的领地，罗森还细心做出了规划和推演。就算幻剑盟的人战斗力和人数和自己势均力敌，但绝对不可能人人有坐骑。数百里的路程，再加上准备工作，想要到他的领地，起码需要10余天。我每天招募300人，10天招募3000，到时候来一个灭一个，来一群灭一群，让你们知道我的领地不是想来就能来，想走就能走的。罗森露出自信的表情，信心十足。这一次他定要给世人一个教训，让他们有来无回，知道自己虽然资源多，可不是好惹的人。不过领民和士兵也要合理分配。普通领民虽然不参与战斗，但却是领地的重要资源，他们可以搜集资源，负责农务，以此来养活整个领地。若不然，什么事都要兵营的人干，那兵营就不是兵营了。更何况他们还要训练，才能提升战力。比例就定在1:1吧，不管男女，2个领民中必须有一个进入兵营当兵，这样才能确保领地安全。罗森心中有了主意，便全部进行安排了下去，当然魔法师除外。于是安排好后，
领地的人数就暴增到了1100余人，其中魔法师100人，领民1000人。在领民当中，男人780，女人230。经过罗森的再次改造，这些人中直接抽调出500男领民，全部进入兵营。自此，营地的规划算是告一段落。打开个人信息，领主罗森，境界武者7段，领民1095人，信仰之力人数742人，技能横扫千军，近战必杀技，魔神降临，提升战斗力100%。只有700多人的忠诚度达到80%，不过也不错了，毕竟很多人都是新来的，最起码老领民的忠诚度全部上来了。看完这些，罗森就开始制作武器设施，反正刚才购买了很多资源，其中有羽毛，有橡胶，于是罗森又把铁质战甲和武器提升到了5000的数量，保证以后的供给，同时也能保证每人能用2套，方便损坏的时候维修。然后战靴制作又制作了3000双，最后是剑矢1件制作，全部100倍增幅，10根羽毛，每一根可以加工成10根剑矢，再经过100倍增幅，罗森更是直接得到了10000支木质剑矢。而这一通的制作直接消耗了罗森所有的铁块库存和橡胶库存，还好他有100倍增幅，要不然这些库存只能制作出几10套。让北野望连夜下发武器资源后，罗森又躺回了床上，一切都尘埃落定，就等幻剑联盟的人杀上门了。每天都要亲自采购资源，要是有个能使用领主指南的人代替我采购就好了。罗森躺在床上，缓缓闭上了双眼，同时领地失踪领民一事又缓缓出现在罗森的脑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想着想着，他就缓缓进入了梦乡。次日一早，罗森依旧是被鸡叫声给吵醒了。由于领主府的扩大，兵营的位置自然而然地挪远了，所以士兵的训练吵不到他，但公鸡的打鸣却是每天都在持续。罗森一如既往地起床洗漱自己，但这个时候，一阵慌乱的脚步忽然在院子里响了起来。哒哒哒哒，领主大人，属下拜见领主大人，见过北野管家。一个领民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在门口的就跪下行礼。虽然没有穿着兵甲，但绝对是某个阵营的营长，因为在北野望的规矩下，营长以下的人无权进入领主府直接汇报，除非10万火急，要不然人人有事找领主，那他这个领主就会被琐事缠身。所以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上报给自己的长官，长官再来领主府汇报，若有紧急之事便可以直奔领主府进行汇报。不过罗森也认得他是采矿营的营长，慌慌张张的做什么？出什么事了？罗森淡淡的问道。第082章，又失踪一个。采矿营营长跪在地上，脸色难看道：领主大人，属下的人今早在野外开矿，失踪了一个人。什么？又失踪了一个？罗森洗脸的大手微微一僵。北野望见状，心中也咯哒一下，暗道不好。说说具体情况。罗森拿过北野望手上的毛巾，一边擦脸一边询问。采矿营营长立刻道：由于昨晚领主大人的调动，采矿营人数骤然减少，只剩下了60余人。今天早上，属下奉命去1里外的森林边缘采矿，在采矿的时候，有个人闹肚子，要去森林里方便，属下放他去了，结果他便一去不回，再也找不到人了。属下立刻带人搜索，但没有命令，又不敢深入森林，所以报告给了罗黑子营长。目前罗黑子营长正在搜索，属下来领主府面见领主大人请罪。听完采矿营营长的汇报，罗森面容沉重。昨天他带兵全体出营，结果领民丢了一个，今日刚刚睡醒，采矿的领民就又丢了一个。说他们叛逃了，罗森是打死都不肯相信的，绝对有人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但自己的坐标范围目前还没有泄露出去，究竟是谁在暗中搞这些小动作呢？罗森把抹布丢到桌子上，淡淡的坐到了饭桌上，一边拿起筷子一边道：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啊！采矿营营长一愣，有些不知所措，因为领主既没有惩罚他，也没有安排下一步动作，所以他很忐忑。回去工作吧，领主大人自有安排。北野望虽然也不知道罗森的想法，但明白罗森此刻想做什么，于是开始逐客。而经过北野望的提醒，采矿营营长立刻明白了，肯定是此事事关重大，不是自己能掌控的，所以领主大人不会因为此事责罚他。于是他感激地看了一眼北野望，匆匆离开，回到工作岗位去了。采矿营营长离开后，罗森也开始吃饭，仿佛对刚才的事情闻所未闻一样。北野望忍不住道：领主大人，今天已经是第2次丢失领民了，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要不要多派点人严查？等黑子回来再说。罗森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如此说了一句，然后开始吃饭。北野望见状，只好住嘴，在旁边伺候着他进食。一顿饭的功夫过去了，院子里又传来了哗啦啦的铁甲声音。光听声音就知道，
绝对是一个身穿战甲的人在快速走动。抬眼望去，果然不错，正是罗黑子。他穿着一身铁质战甲，腰间挂长剑，脚步飞快来到了罗森的内厅，单膝跪地道：“见过领主大人。”“查出来没有？”罗森点了点头。罗黑子立刻道：“属下无能，向森林里搜寻了1里的路，并没有发现异常。”罗森，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随我出去转一转吧。”罗森缓缓起身，向外走去。北野望和罗黑子跟在两人身边，从内厅走到内院，从内院走到外厅，又从外厅走到外院。罗森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熟人，一个换上了崭新布衣的女人，在院子里扫地，正是清雅，那个倒霉的女人。见到罗森，清雅愣了一下，连忙跪在地上，远远道：“拜见领主。”没有了领主指南，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通人。普通人就要有普通人的觉悟，而且在这里，罗森一点都没有虐待他，反而吃的东西比自己当领主的时候都好，所以也算是心甘情愿的臣服。罗森点了点头，又看向了清雅背后的一间民舍。忽然间，他好像想到了什么，隐约间总觉得有什么关联。想到这里，罗森便径直地走向民舍，推开了民舍的木门。这是一间改造过后的民舍，是一个小型的牢房。房门推开，阳光散射进来，让阳光不足的房间瞬间明亮了起来。在墙根下，茅草上，一个女人背对着大门蜷缩着，毛茸茸的白色尾巴在空中摆来摆去，就像前世的动物心情很愉悦，尾巴会情不自禁地摆动一样。开门声惊动了露西，她没有起身，而是躺在那里翻了个身，看了过来。“是你人，领主！”露西一阵惊讶，而罗森也是一脸震惊，因为这个小猫女此刻不但是侧躺在茅草上，手里还拿着一块肉排，嘴上满是油渍。原来她刚才是在背对着她吃肉。当然，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毕竟此刻是早饭时间。只有一点让罗森异常无语，那就是猫女好像胖了。原本尖尖的小脸，此刻也变得圆润了起来，由蛇精脸变成了古典美女脸，看上去特有吸引力。尤其是那身材，原本纤纤瘦瘦的身子，此时竟然多出了一点点肉，而且还是那种刚刚的肉，看起来就犹如古代风情万种的少女一般。再加上那摇摆的白茸茸的尾巴，这个场面看上去颇为喜庆。“罗森，你吃胖了。”这是罗森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其实罗森的第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但见到变胖后的露西后，他忍不住脱口而出，导致忘记了自己想说什么。“是吗？我也觉得有点，主要是没地方运动。”露西脸色极为尴尬，偷偷的把肉饼藏到了身后的茅草堆里。毕竟一个美少女变得胖了，总是会害羞的。虽然她这种不是胖，只是丰腴了些而已。“我的领地还可以吧？来了几天就吃胖了。”罗森微微一笑道：“不过你的朋友也会享受到的，用不了几天，他们也会和你一样，能吃到丰盛的美食。”“朋友？什么朋友？”露西脸色一变，连忙道：“我没有朋友。”“是吗？你的朋友抓走了我的领民，被我抓到了。如果你不想他死，就老实告诉我，你们有多少人，领地在哪里，对我的领地有什么阴谋，准备实行什么样的动作？老实说来，我可以考虑放过他一命。”罗森微微一笑，露出了恶魔般的面容。这副面容把露西吓得不轻，但他又不傻，虽然单纯，但也没到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的地步。他慌张道：“我真的没有朋友，或许你只是抓了和我一样的兽人。”“哦，是吗？那就杀了算了。”第083章废物。听到罗森要杀了抓到的兽人，露西再也装不下去了，苦着脸道：“尊贵的领主大人，你和别的领主不一样，是我见过对待属下最好的领主，同样也是对待兽人最好的领主。你能不能放过我的朋友？我愿意用一条铁矿的位置信息来换他们的性命。你还知道附近哪里有铁矿？”罗森又是一愣，再次打量了一下露西，这个小猫女好像知道的还不少呢。呢，我知道森林里有一处铁矿，里面有很多铁矿石，只是那里生活着一只高级妖兽，一旦有人采矿就会引起妖兽的注意，所以那块地方目前还没人敢开采。”露西连连点头。罗森沉思了一下，确定露西说的不是自己发现的那处，因为已经开采了的那块铁矿区没有妖兽。“告诉我位置。”罗森微微一笑道：“告诉我，我可以放你离开。你让我见一下我的同伴，我就告诉你。”露西见有戏，立刻开始讨价还价。只不过他的话刚说完，罗森却没有任何回应，而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转身就走了。这让露西一阵忐忑，他没觉得自己说错什么呀，怎么就走了呢？“喂，领主！”露西焦急地喊了一句，但罗森可没有理他。很快，罗森就走出了牢房，关上了房门。不是他不想交换，毕竟是一处铁矿，可以开采出不少的铁块呢。主要是他也没有抓到兽人啊，
不过罗森也从他的话里试探出了自己想要的结果，那就是露西肯定有同伴，自己领民的失踪或许就和他的同伴有关，一而再的抓走他的领民，要是自己毫无反应，岂不是成为了一个无能的领主了吗？罗森淡淡道：“通知赵云、吕布，携带全体士兵出营训练，向森林内搜索，再把箭塔上放哨的人撤下了一半，另外让嘉文也带点人过来。”是。北野望立刻去兵营传达命令。莫一会，兵营里的人就倾巢而出，浩浩荡荡的出发了。箭塔上放哨的人本就不多，被罗森下来一半后，顿时就更加稀疏了，根本不足以观察到整个领地的范围。同时，嘉文也带着10几位魔法师来到了领主府。在罗森的安排下，10几位魔法师和仅有的10几位领主府护卫全都隐藏在领主府的各个角落里。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完全是因为魔法师修炼魔法拥有无比灵敏的感知能力，人家连空气中的魔法元素都能感知到，还能感知不到周围的动静，完全不可能。嘉文跟在罗森身边，不明所以，但身为属下，这些日子亲眼见证了领地的繁荣和强大，他根本没有任何高傲之心存在。罗森在他心里的威严程度也骤然提升了数倍，而且他的忠诚度也是所有魔法师学徒中长得最快的那个，如今已经长到了90的忠诚度，所以罗森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来到外厅，居于中堂，罗森缓缓摊开领主指南，等待了起来。不知不觉半个小时过去了，嘉文有点坐不住了，正要询问领主大人是何安排的时候，忽然就察觉到了什么。罗森也在这个时候耳朵情不自禁地动了一下。领主大人，有人在翻墙。嘉文连忙向罗森汇报。走，抓人去。罗森脸色一喜，知道等的人要出现了，便起身向外走去。嘉文和北野望连忙跟上，隐藏在角落里的士兵和魔法师也走出了几位，跟了上去。很快来到外院的角落，罗森向着动静传来的方向看去，看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那个身影虎背熊腰，看上去颇为壮实，而且已经翻过了砖墙，用屁股对着罗森他们，正在顺着墙壁往下突入，根本没有发现罗森等人的到来。啪嗒，壮实的身影一下就跃到了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而后对着墙壁小声嘶喊道：“二牛，我进来了，里面很安全，你在外面等我。”听到墙壁外竟然还有一个，罗森立刻对护卫们摆了摆手，护卫们顿时领悟，而后悄悄离开，抓人去了。进入院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大牛，一名兽人。大牛的内心很激动，他们酝酿已久的计划完美的运行，天衣无缝。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计划，没想到就如此成功。眼看着马上就要救出大姐大，所以他整个人都是处于亢奋的状态。大姐大被关在哪里了呢？要不继续绑个人问问？大牛自言自语了一句，而后转过了身子，准备去挨个寻找。但身子刚转过来，他忽然就看到了眼前出现的一排人影，吓了他一跳。当然，那一排人影同样也被大牛吓了一跳。兽人，竟然是一名兽人！快保护领主大人！几个士兵大惊，看着大牛头上的牛角，眼神里满是警惕，顿时间就冲到了罗森面前，本能的要保护他。其他几个魔法师虽然也很吃惊，但却没有普通领民那么慌张。糟糕，被发现了！大牛看着士兵们的动作，腿肚子抖了一下。但进来容易出去难，他翻进来是踩在了二牛的身上，再加上力气大才翻进来的。若是还从这里出去，他可没有垫脚的东西啊！咕嘟，大牛脑子急速转动，飞快地回想解决方法。最终他灵光一闪，想起了大姐大的那一套应对之法。于是他挠了挠头，露出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略带尴尬道：“嘿嘿，你们好啊，这是哪里啊？竟然敢擅闯领主府，快束手就擒！”嘉文身为目前罗森身边官职最高的男人，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直指大牛。大牛依然是傻傻憨憨的样子，挠了挠头道：“误会啊，我是来找人的，那人就在你们背后，不信你们看。”大牛指了指众人背后。嘉文和几个魔法师听闻，连忙转过头去看，生怕有人偷袭。但就在这时，大牛脸上的憨光顿时一变，转身就贴着墙根跑，速度快得令人完全没反应过来。废物，让你们看你们就看！罗森脸色顿时就黑了，这些魔法师简直脑子有病似的。他冷声道：“立刻去追。”第084章新事件刷新。魔法师们不怎么会为人处事，更不懂人情世故，说他们是单纯的人也不为过。只是他们竟然相信了那兽人的话，让罗森气不打一处来，张嘴就训斥了他们，这让魔法师们感觉无比丢人。是，魔法师们一脸尴尬，嘉文更是脸色黑的和擦了煤球一样，因为他们发现除了魔法师学徒，其余人
没有一个人相信那兽人的话，向背后看，只有他们。也难怪领主大人生气，哥谁都气，竟然害得我们被领主大人训斥，该死的兽人！魔法师们怒火冲天，直接就对大牛释放了魔法。当然，领主大人没有说要死要活，他们不敢滥杀，所以嘉文让水系和风系的魔法师释放魔法，给兽人教训。于是水系、风系便同时释放了水球术、飓风术，嗖嗖嗖，几道破空声响起，大牛直接被魔法吹得飞了起来，而后重重地摔在地上，然后又被水球砸中，变成了落汤鸡。几个追随的侍卫上去就摁住了大牛，开始拿绳子绑，转眼间就把他绑成了一个大粽子。放开我！放开我！该死的人类领主！该死的人类！放开我！大牛不停地嚎叫、扭动，让几个摁着他的护卫都感觉很吃力，可见牛头人的力量之大。爆！领主大人，墙外的也抓到了，是一名牛头兽人。这个时候，护卫也把另一只牛头人给抓了进来，同样的绑成了粽子。两个牛头人就这么在院子里见到了。大牛、二牛，两人对视一眼，都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对方的无奈。偷鸡不成蚀把米，说的就是他俩。本以为胜券在握，没想到人家早有准备。该死的人类，你们把我们大姐大抓到哪去了？快放了我们大姐大！是啊是啊，放了大姐大，要不然我们不会放过你的。大牛、二牛狂叫着，听得罗森耳根子疼。罗森挥了挥手，手下人立刻拿出麻布，把他们的嘴给堵上了。我问一句，你们说一句，要不然你们就见不到露西了。罗森淡淡的说着，很明显知道他们要找的人是露西。两人一听罗森竟然知道他们大姐大的名字，顿时就蔫了。知道大姐大的名字，大姐大肯定在他手里。呜呜呜！大牛、二牛一阵哼哼。罗森淡淡道：“你们把我的人抓到哪里去了？”说罢，手下人就扯下了两人的赛布。牛头人兄弟立刻道：“我们没有伤害他们，他们俩被我们抓到巢穴里去了。你放了我们和大姐大，我们就放了他们。”哦，只是抓走了，没伤害他们？罗森又问了一句。两人连连摇头，冤有头债有主，他们又没有伤害过我们，我们肯定不会伤害他们的。兽人竟然还分是非。罗森淡然一笑道：“回去劝劝你们大姐大，把矿区位置告诉我，我可以放你们离开，不过要等到我的人平安回来才行。”什么？真的吗？只要把矿区告诉你，你就放过我们？这是真的吗？牛头人简直不敢相信，而且极度怀疑罗森的话，因为他们就没有见过会轻易放过兽人的领主。领主可是人类中最邪恶的存在，不但奴役同类，还奴役兽人，折磨兽人，可恶至极。但眼前这个比他们大了几岁的领主，却给他们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罗森微微一笑，淡淡道：“把个大的送到牢房和露西关到一起，让个子小的带我们的人去他们巢穴救人。”说罢，他就背着双手缓缓地向外厅走去。罗森没有为难他们，在他心里，兽人和人一样，都是人。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露西来偷东西，两兄弟来救人导致的。如果自己到了领民真的没有受到伤害，他们又愿意提供铁矿区的准确位置，那自己也不介意放了他们。毕竟铁矿区的价值比他们的命值钱多了，而且用不了多久，幻剑联盟就会进攻他的领地，他需要武器资源。罗森慢悠悠地回到内院，手下人立刻根据罗森的安排去行事。护卫们带着二牛去救人，其余人把大牛丢进了露西的牢房之中。两兄弟被分开，就像失去了主心骨，更加没有反抗的心思了，只得老实听令。当大牛被人丢到牢房的时候，没有任何反抗，甚至还有些激动，因为终于要见到失踪了几天的大姐大了。大姐大可是相当于他们两兄弟的再生父母，所以他很激动。只是当大牛看到躺在茅草堆里的露西时，他傻眼了。咦，大牛，你怎么来了？露西转过身子，一脸震惊。大牛同样傻眼了，盯着露西，一脸懵逼道：“大姐，你好像吃胖了。”露西，罗森一边等待兵营的消息，一边坐在椅子上看领主指南。特殊时刻，他必须要实时观察指南里的信息，毕竟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只不过刚进到领主指南来，罗森就看到了别人要打他的消息，让他一阵气闷。嘿，听说了吗？那个叫罗森的已经开始在大量的购买领民了。听说了，幻剑联盟要攻打罗森领地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这算是我们频道明面上最大的战争了吧？是啊，毕竟金甲都出现了，就是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别的领地会过去占便宜。嘿嘿，不只是罗森在招募领民，幻剑联盟也在大肆购买领民，发展的非常迅速。据说他要求每个盟友都必须出兵协助他。幻剑联盟也是一个不小的盟了，盟友已经发展到了数十位，每个领地出几个兵，随随便便就能凑出上百人，再加上自己的实力，也不容小觑了。估计罗森是顶不住了。
在聊天的字眼里，他就像一个待宰的羔羊。而且这些人根本不分青红皂白，谁对谁错，只讨论谁能赢谁会输。看了一圈信息，暂时还看不出幻剑联盟要何时发兵，估计准备工作还在继续，没那么快准备好。除了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引起了罗森的注意，让罗森都忍不住关掉了聊天页面，那就是新事件的刷新。第085章水系魔法交地，你们看到了吗？刚才刷新了天下大事第3事件，招兵买马。什么？第3事件刷新了？这么快？距离第2事件的受潮刚过去没几天吧？我要去看看。我也去看看。我已经看到了。哎，对我等小领地根本没啥用，只有大领地才有用。是啊，既然要我们收留流民，切，根本不可能。反正我是不会要的。你没注意看吧？这个任务不能不做呀。后面可是写着呢，招兵买马事件后就是硝烟四起事件了。到时候没人没兵，硝烟四起，看你怎么渡过去。死！硝烟四起，本身已经很多人在打仗了，还 TM 硝烟四起啊！看着众人的议论，罗森也连忙关掉了聊天页面，来到了领主指南第1页，天下大事。此时的天下大事已经刷新，上面写着天下大事，而后便是天下大事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迷雾探索、受潮危机。只不过这2个事件已经变成了灰色，代表已经过去。而第3个事件也在此时赫然出现，上面写着招兵买马4个大字。在事件下面还有一段具体解释：招兵买马事件持续5天，事件奖励无奖励，事件期间流民4起，主动加入你的领地。事件内容：事件发生期间，领民陆续持续寻找庇护生存之所，收留他们可扩张领地实力。他们会携带粮食、种子、牲畜，亦有图纸等宝贝，善待他们，他们会交出宝贝奉献给你。事件结束，出现世界地图，地图中标记着传送塔位置，可通过传送塔传送到远距离区域，开启硝烟四起事件。看完这些，罗森微微愣了一下神。其实招兵买马事件根本无关痛痒，可主动接受也可不接受，看领地实力。只是招兵买马结束后会出现世界地图，可以找到传送塔位置，全世界的传送。全世界传送啊！这件事一旦真正发生，对所有的领主影响绝对无比深刻。那样的话，若是哪里发现了资源，估计世界各地的大势力都会来争夺吧。即便不开启硝烟四起事件，到那时候天下也会硝烟四起，到处打仗抢资源。因为异界他乡没有规则可言，领地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加速发展，遇到不讲理的势力，只能被灭。当然，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安危寄托给人性，相信天下好人多，大家不会乱抢。但本身没有规则的世界，想要寄托给人性，也只能等到有人建立规则才行。因为总有一些人走投无路或忍受不了诱惑，就开启了战争。罗森深深明白这一点，更不会把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喝了一口果汁，罗森继续在世界频道里交换领民。大敌当前，必须要加快领民的购买。不知不觉间，时间悄悄过，罗森又买到了100多领民，让领地的人数上升到了1200多人的数量。虽然频道里人数是以千万亿来计的，但愿意出售领民的都是自己都没有多少的，所以购买起来也耽误时间。1个多小时，罗森才完成了40多笔交易。这个时候，外出救人的士兵们也都回来了。个头较小的二牛混在吕布、赵云等人之中，来到了内厅，拜见领主大人。人已经就回来了，另外还在兽人的巢穴里发现了几件破旧的麻布衣和一些烧火做饭的碗具。进入内厅，众人跪拜，二牛左顾右看的，最终也跟着跪了下去。就回来就好。罗森看了看那2个吓得不敢说话的领民，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只是看起来有气无力的，不知道是受到了什么虐待。想到这里，罗森又问道：“你们2个是受到他们的虐待了吗？告诉我，我惩罚他们。”啊，没有。小明恐慌。小明被他们抓去后，1天饿2顿，除此之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回去休息吧。摆了摆手，让领民离开了。属下们无恙，罗森对牛头人也没有那么憎恨，尤其是面前这个牛头人，那脸庞如此稚嫩，看起来就像还没成年的孩子似的。罗森也不想对他太恶毒，便淡淡道：“告诉我铁矿区的位置，然后你就可以和你的同伙一起离开了。”死！真的啊！二牛大喜。由于今天出去了一趟，听到的全是领民赞扬罗森的话，如今面对罗森有没有受到迫害，让他本能的觉得罗森和其他领主不一样，所以他立即就相信了罗森的话了，连忙道：“铁矿区有点远，要越过前面那条小溪，直走12里。不过那边靠近万妖山脉，里面妖兽众多，很危险的。当然，只要不进入万妖山脉，以你领地的实力，开采铁矿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哦，北野望，把他也送到牢房里吧。罗森听完，直接摆了摆手。这把二牛微微一怔，
傻眼道：“你不是说只要我告诉你铁矿区的位置，你就放过我们吗？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哦，我派人去查一下你说的是否准确，如果是真的，就放你走。”罗森解释了一句。虽然这个小兽人看起来憨憨的，人畜无害，但也不得不留一个心眼。北野望得令，就把二牛送进了牢房。当牢房里正在聊天的大牛和露西看到二牛出现后，两人也傻眼了。不过很快，三人就被重逢的喜悦给冲昏了头脑，又热情地聚集在一起，聊着这几天的生活。下午，罗森出现在了领地外，这里背靠军营，面朝野外，在他面前的正是已经开垦完毕的良田，共计20多亩，周围一棵树木都没有，全部被采伐一空，就是为了粮食能够得到充足的阳光。经过几天的开垦和上百人的人力，算是把上一次收成的小麦又给重新种上了。这20多亩地，等到下一次收成，就能得到2万多斤的粮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彻底告别粮食危机。准备！嘉文带着所有的水系魔法师和木系魔法师分散在良田周围，开始为其施展魔法。第086章，兽人的决定。这一切都由罗森亲自观摩，所以魔法师学徒们不敢大意。首先施展的便是水系魔法，为土地浇水。水系魔法师吟唱咒语，开始施展水球术。水之元素啊，请聆听我的呼唤，凝聚成水球吧！水球术。20名水系魔法师同时施展水球术，顿时间就出现了20颗水球，向着良田冲去。当水球冲到良田的位置后，再控制炸裂开来，散发出无数水花。哒哒哒哒，水花落地，像下起了小雨一般。不过这点谁可不够，需要水系魔法学徒不停地施展。当20多亩地已经浇够水的时候，20名水系魔法学徒也都累得快虚脱了。他们可是高贵的魔法师，哪里干过这种活？不但有失身份，还特别浪费魔力。但无奈这是领主大人亲自吩咐的，而且还要他们经常来浇水，所以他们不敢不听。水系过后便是木系，木系可以提升种子的生长速度，只不过提升增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便这里有40名木系魔法学徒，但想要全部催熟20多亩地，也要数十天才行。毕竟范围太大，木系魔法师学徒比水系更累，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每天必须来施展一次魔法，可以分班次，也可以请假，但这里必须要有人来。木系魔法师们看了看高照的太阳，异常无奈，纷纷施展魔法，只想早点耗空魔力，早点下班。伟大的生命之神，请接受我的祈祷，让希望的种子在应许之地疯狂的扎根生长吧，让充满荆棘的藤条蔓延吧，让枯萎的生命重新绽放吧。枯树逢春树，40个魔法师学徒连续吟唱了3次，魔力耗尽。在第3次枯木逢春树施展完毕后，空荡荡的黄土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一抹绿色麦苗悄然破开了土壤的封锁，钻了出来。莫一会，几亩良田已经一片绿了。40个人，每人施展3次，才让几亩良田冒绿。这个效力低了些，不过当罗森看到后，依然觉得很有成就感。大家辛苦了，以后你们每天来这里施展魔法就行了，时间你们自己定，都回去休息吧。罗森笑嘻嘻地对魔法师们说着。当然，除了魔法师，这里也会安排领民做农务，比如除草、看管放置野兽损坏之类的。哒哒哒哒，驾！在回到领地大门的时候，一匹棕马快速驶来。报！领主大人，属下回来了。消息属实，那里确实有一个大片矿区，比我们之前发现的要大得多，只是那里有妖兽守护，属下无法查探具体范围，特回来禀报。马上的人是先锋营营长小白脸。由于周围的迷雾基本探索完毕，若是继续探索需要更远的地方，罗森便减少了探索人数的数量，留一半备用，一半继续外出探索。而出去探索的人员又没有马匹，基本上一出去就是一天探索不了多少地方。至于这匹马是罗森调给兵营用的，27匹马他调给了兵营20匹，用于训练骑兵和斥候，其余的领主府备用。得到了小白脸的汇报，确认了矿区的存在，罗森淡淡道：让采矿营全体出动，另外让赵云带兵护送，在矿区安营扎寨，建立采矿基地。是。12里的路，说远不远，但说近也不近，因为交通工具太少，来来回回跑太耽误时间了。所以罗森让赵云带兵护送采矿营，直接去安营扎寨，然后让资源营的人运送物资。当然，为了速度，罗森拿出了库存的民舍，放到了储物箱子里。到时候他们只需要带上这个箱子就可以了。用的时候直接把民舍模型拿出来放到地上，便会自动变成一间可以居住的民舍。当然，民舍是一次性的，用了就无法收回，只能拆成木材烧火，除非罗森清邻方可移动方向。搞完这些，便让赵云带着过去了。
储物箱自然也不会吝啬，罗森给了他们10个储物箱子用。哦，对了，既然矿区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把兽人都放了吧。罗森又提醒了一句。是。北野望匆匆去做，拐向牢房。罗森也向内院走去，只是还没走出外院呢，北野望就从牢房出来了，连忙叫住了罗森，一脸无语道：“领主大人，怎么了？”罗森的身影停在外厅门口，远远地看着北野望，一脸疑惑。领主大人，那3个兽人，他们不想走。北野望摊了摊手，做出了一个无奈的表情。为什么不想走？难道觉得我不该关他们那么久？罗森语气平淡。北野望无奈道：“您还是亲自来看一下吧，他们似乎觉得这里更好一些。”这里更好？坐牢更好？罗森微微一怔，走进了简易的牢房内。在牢房内，2个牛头人外加一个猫女，正盘膝坐在茅草上聊得火热，而且在茅草上还放着各种食物。大牛，这块肉好吃，你尝尝。二牛，你吃慢点，别噎住了，等会就开晚饭了，晚饭还有果汁呢。大姐大，原来你在这里吃的那么好，好香啊！蹲蹲蹲蹲蹲，哥，罗森终于明白北野望的意思了，他们不肯走，是因为这里的食物，但他这里可不是收留所。罗森咳嗽一声，淡淡道：“嗨嗨，吃饱喝足，你们也该走了，我的领地不养闲人。”哎呀，是领主大哥来了。领主大人。3人见到罗森，一脸惊喜。他们已经确定罗森不是滥杀之人，又经过半天的关押，大牛和二牛亲眼见到了大姐大的幸福生活，所以对这里的生活都仰慕得很。最终3人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走了。见到罗森后，大牛和二牛还很腼腆，不知道怎么说。露西虽然才18、19岁，但身为大姐大，自然要担起大任，向罗森害羞一笑，道：“领主大人，我们想留在你的领地，而且我们不是闲人，我们可以做事的，而且我们什么都能干。”罗森，第087章第一波留名。是啊，领主大哥，我们兽人不怎么受人类待见，出去了也是躲在森林大山之间，不如就让我们留下来帮你干活吧。我们二牛的力气很大的，可以看家护院，也可以做一些体力活。大牛也趁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倒是让罗森有些无语了。之前还要死要活的，如今赶都赶不走了，没见过这么奇葩的兽人。不过也可以从这里猜出，他们以前的日子肯定过得很惨，要不然简单的牢狱生活怎么会让他们如此满足？嗨嗨，既然你们想留下也可以，不过在我的领地禁止打架斗殴，禁止伤害平民。如果有什么不满意或者受到欺负，可以向长官汇报，绝对不能擅自行动。你们能做得到吗？罗森面露庄严地说着。大牛、二牛以及露西连连点头，道：“没问题。只是什么？”罗森看向露西，抬了抬眼皮。露西略害羞道：“以后我们吃的东西和在这里吃的一样吗？可以住不漏雨的地方吗？”罗森在露西的再三请求下，罗森答应了他们很有礼的要求。因为住漏雨的房间容易休息不好，而休息不好会导致干活无力。罗森对此无言以对，最终决定把这间牢房改造一下，给他们居住。当然，一间肯定是不够的，虽然他们关系很亲，但毕竟男女有别。最终露西被安排到了隔壁房间。安排好这些，罗森就懒得管他们了。至于该干什么工作，能干什么工作，那是北野望头疼的事情。妖兽敢在领地闹事，他不会客气，哪怕他们告诉了自己铁矿的位置，也不例外。天色渐晚，夕阳的红晕正在消失。罗森少有的出现在了领主府的大门口。现在的领地已经被围墙围了起来，而且还有护卫日常巡逻，相对来说是绝对的安全。罗森在领主府外看着内务的人分发食物，其中就有兽人兄弟和猫女。罗森佩服北野望的执行速度，下午的时候告诉他，现在就把兽人安排进了工作中。在罗森的领地，平民虽然也不怎么接受兽人，但领主大人安排的，他们自然也不敢有什么意见。而且兽人又参与了食物分发，所以还在他们心里留下了好的印象。正在逐渐改变兽人在领民心中的地位。领主大人，天色晚了，您站在门口做什么？露西抽空来到了罗森身边，尾巴在他身后摇来摇去，很是好奇。他对罗森虽然还有点小小的敬畏，但已经没有那么怕了，所以说话也很自然，从尾巴摆动中就能看出来。等人。罗森45度仰望天空，看着最后一抹夕阳红，脸上平静无波。这副模样让露西都不禁有些动容，因为他从未见过人类能做出如此高深莫测的姿态，这让他单纯的心灵重新洗礼。一时间，他看着罗森的侧脸，有些入迷了。当然，不只是他，北野望也入迷了。不过，北野望却被露西从入迷中拉了出来，咳嗽一声提醒道：“嗨嗨，露西，你该去忙了。”
好的。露西从迷离中回过神，脸色一阵燥红，连忙垂下头去帮忙分发食物，尾巴依然在翘着。领主大人，您在等谁啊？赵统领今天不会回来的，应该明天一早才会回来汇报。把露西赶走，北野望悄然靠了过来，盯着罗森的侧脸一直看。我在等流浪的人。罗森缓缓说着，话音刚落，罗黑子就不知从哪冒了出来，来到罗森面前，恭恭敬敬地抱拳道：领主大人，领地外来了一群流民，想要加入我们的领地，大概有30多人，去看看。罗森眼前一亮，立刻向外走去。领主府距离领地大门只有400多米。几分钟后，众人就来到了门口。这里的大门是罗森特意用石头做的，在门口还有4个护卫在值班，头顶2侧的箭塔上也都站着弓箭手。而在门外，一群身着破烂布衣的人群席地而坐，吃着干巴巴的饼子，喝着凉水。爷爷，你也吃，薇薇安不饿。孙女真好，爷爷不饿，你快吃吧。最前方的是一老一少2个人，老的胡须发灰，已经年迈，小的只有13、14岁，脸色稚嫩，只不过瞳孔中却带着一丝猩红。他们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黑色的污垢沾满了外露的皮肤，让人分不清是身上脏还是衣服脏。在2人身后，则是几10位同样衣着破烂的人，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还有一家人有单独的散民。有些人身上背着大包小包，有些人双手空空无一物，而身上背包的人还能吃上一口干饼子，2手空空的只能挨饿。细细看去，30多人中至少有一半的老弱。见罗森出现，众人纷纷看了过来。罗黑子见状，解释道：众位，这位便是我们的领主大人。听到领主大人亲临，众人连忙由坐便跪，纷纷哀求道：请领主大人收留我们，请领主大人可怜可怜我们，领主怜悯天下，请求大人收留。众人纷纷跪拜，这副模样像极了烧香时跪地祈祷的样子。罗森有些无语，流民的质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了，因为前世他没活到流民出现，所以也没有听说过，如今亲眼所见，甚至无语。一半的老弱，而且显示的忠诚度全部是50，50是一个随时都会叛变的数字，只有超过50，他们才会对领的有一种归属性。这要怎么收留？只收留青年，那人家一家子一起流落的人肯定不同意，而且这些人中还有人会携带宝贝，唯有全部收留，才知道谁有宝贝啊。若是寻常领地，收留这么大一批人，岂不是会把自己折腾死？难道要杀人夺宝？罗森思考了一会，当然并不是因为自己思考，而是在思考别的领主是怎么做的。这些人对于他来说9牛1毛，养他们用的资源完全不值一提，所以更不会杀了他们搜刮宝贝。但别的领主会不会这么做呢？如果这么做了，会不会搜到宝贝呢？虽然心中早就有了主意，但罗森还是面容威严道：我的领地不养闲人，想要得到庇护得到食物，必须要付出劳动才行，你们能接受吗？第088章两院计划。流民就是流落逃荒的平民，至于为什么流落逃荒，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在逃荒的路上，他们缺少食物，缺少住房，缺少能够庇护安全的地方。如果一日没有找到能够稳定生存的地方，那么他们的生命便多一份安危。毕竟人以群居，走丢的个体终会灭亡。听到罗森的话中并没有直接拒绝的意思，领民们兴奋极了，连忙答应。当然没问题，这都是应该的，吃饭干活，干活吃饭，天理循环。是啊是啊，要是给饭吃却不让我们干活，我们自己都良心难安。对的对的，我会种地，如果不缺种地的，也可以学别的干。我会养家禽，我力气大，只要能让我老母吃饱饭，我什么都愿意干。我儿子还小，才3岁，需要人照顾，只要能带着儿子干活，什么活我都愿意。众人纷纷表态，唯有最吸引罗森注意的老者和女孩没有说话，他们2人垂着头，不言不语。罗森把目光看向他们，淡淡道：你们怎么不说话？领主大人，我只会做饭。年迈的老者一脸为难，说话支支吾吾，无比的难为情。不过他身边的孙女也很紧张地抓着爷爷的手，声音略带颤抖道：领主大人，我爷爷年纪大了，干不了活，我识字。他得声音越来越小，充满了不自信，稚嫩加上紧张的声音，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罗森都情不自禁地笑了。别紧张，我不吃人。罗森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你们就进来吧。本领主以领主的名义正式宣布，你们以后便是我的子民了，拥有生活在这里的权利，拥有享受庇护的权利。谢领主大人。领主大人万岁！多谢领主，领主万岁！太好了，终于不用流浪了。奶奶，
你的在天之灵看到了吗？我以后会好好生活的，你不要再为我的安全担忧了。呜呜，依旧是交给北野望处理。随着北野望的业务越来越熟练，罗森操心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少了。虽然这会让北野望压力很大，但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流民们进入领地，全部安排到一处居住。为了能早日获得他们之中的宝贝，罗森也没有直接回领主府，而是继续来到流民所，奉献自己的仁慈。流民们来到的第一个夜晚，就得到了领主府下发的食物，香喷喷的烤肉让他们流连忘返，无比享受。同时，北野望也在给他们安排工作。家中有老弱的，就安排年轻人做工，挣食物补贴家用；家中只有老幼的，就连北野望都犯了难。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干不了活，家中又没人能出力。若是白白拿食物会落人口舌的，让其他领民觉得他们什么都不干就能领食物，我凭什么干得这么卖力？不过最终这个事情还是被罗森给解决掉了。罗森犹豫再三，决定再成立2大院，分别是孤儿院和养老院。孤儿院就是以领主名义赡养的儿童，由于自身还小的原因无法做工，而只要加入孤儿院就能够获得领主府的义务赡养。当然也不是白白赡养的，他们的义务是长大后报效领主，相当于卖身给领主府了。即便如此，罗森在他们眼里也是很仁义的，因为养他们已经是破格再破格的离谱之事了。毕竟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养育之恩无以为报。而养老院则是在领地年迈的老人进入的地方，只要家中无子女，便可以进入养老院，由领主府赡养。但也是有要求的，必须是确实干不了活，无法自主生存的老人，而家中有子女的一律禁止进入。还有就是当兵为领主府服务的人员，如果阵亡导致家中老人无人照顾，领主府不但赡养，而且还会额外补贴，此乃民心所向。而这就是罗森的2院计划。计划一经确认，不但震惊了这些流民，就连整个领地都震惊了。因为罗森他们的领主大人不但保障了他们现在的生活，还保障了他们以后老了的生活，以至于这一夜整个领地的忠诚度直线上升，更是让罗森的实力直接飙升到了武者9段，距离武士境界也仅有一步之遥。武者9段代表着至少900人的忠诚度达到了80以上。整个领地才多少人？区1200余人而已。除了一群不服训的魔法师，仅有1100人而已。只要提升他们的幸福度，他们就会对领的产生归属感、责任感。而有了归属和责任，他们的忠诚度自然是嗖的往上涨。虽然2院计划会让人觉得资源消耗难以长久支撑，但罗森设置的要求好处却远远大于消耗，这是宏伟的计划，长久的发展之计。你叫薇薇安是吗？那你叫什么？罗森看着吃肉的薇薇安和老者，微微一笑。薇薇安很内向，面对面和罗森说话，脸色燥红一片。老者见状连忙道：草民教中失真。奇怪的名字。罗森嘀咕了一句。老者又连忙道：我们祖上都是这么叫的，没有姓氏，只有名字。啊，没事。罗森没想到他会解释，毕竟世界如此大，叫什么名字的都有。钟失真和薇薇安这2个名字倒也不显得那么奇怪。罗森仔细打量了一眼老者，他的目光有些闪躲，这让罗森一度怀疑流民中的宝贝在他们手里。想到这里，罗森道：你们家中没有壮丁，我看也别去养老院了，以后你们跟我去城主府吧。你之前说你会做饭，看你年纪大了，我也不能让你亲自动手，以后就在我厨房负责给我安排菜谱就行了，没问题吧？然后你孙女就跟着你，这样也方便。没问题，多谢领主大人。钟失真微微一愣，而后立刻跪在了罗森脚下拜谢。第089章大军来袭。罗森摆了摆手，转身离开了他的房间。流民的房间自然不是1人1间，毕竟本土的领民都没享受到1人1间呢。不过碍于人与人之间的禁忌，有家庭的罗森还是单独给了他们1间房。就比如钟失真，不过他们也是要搬到城主府的。回到城主府，躺在床上，罗森又看起了领主指南。异乡的夜晚很单调，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所以天色一黑也就到了睡觉的时候。好在领主们拥有领主指南，可以聊天打屁，交换资源和信息。区域频道到处都在议论招兵买马事件，虽然名字叫招兵买马，但兵可以招，马却没地方买。无数人吐槽这个事件的名字。嘿，我的领地来了20多人，我只留下了10个。切，我领地来了40，照单全收，管他养起养不起，养不起的时候再说。哎，我的领地就来了10个人，什么宝贝都没搜到，被我抓起来卖了。擦，这也能卖？靠，兄弟牛逼！牛逼克拉斯666，
看着众人的聊天和奇葩的做事方式，罗森也忍不住笑了。这个世界什么奇葩的人都有，不过自己是绝对不会成为那种人的。继续往下看，自动忽略掉寻求物资交换的信息，但看着看着，一条信息赫然映入了罗森的眼帘。幻剑联盟正式向罗森发出战书，现已通过小喇叭昭告天下，欢迎附近的领主观战。一句话简单的话，让罗森心情顿时就不爽了。还 TM 昭告天下。不过刚这么想，聊天页面的角落位置就冒出了一个喇叭形状的信息，并且附带上了一句话：昭告天下，讨贼檄文，8个大字格外醒目。同时还有别的喇叭信息在那个小小的地方滚动，每一条信息前面都有4个大字：昭告天下。估计是所有人都能收到这种信息。罗森点开喇叭，发现里面竟然隐藏了很多条昭告天下的信息，估计是才出现的，要不然他不会看不到的。随手点开一个，昭告天下，领主 Triple X 卑鄙无耻，抢夺盟友。点开这条信息，里面写着详细的内容。我于3天前加入联盟 Triple X 盟，领主某某星号看我资源丰盛，暗藏祸心，于今天骗我出兵，结果暗中抢夺了我的领地，为人卑鄙无耻，下流淫荡。罗森，这个功能不错哎，有什么事情可以整个区域发布，让所有人都知道。想到这里，罗森连忙找到幻剑联盟盟主发布的昭告天下战书，点开看了起来。果不其然，里面全是诬陷他的话。讨贼檄文，迷雾探索第一人罗森仗着武器优势，平白无故斩首9盟盟主，杀害9盟成员，霸占9盟盟主女人，资源无数。此人无恶不作，阴险至极，不但危害他人生命，更抢夺他人资源，乃卑鄙小人也。本盟主受9盟成员所托，正式向罗森发出战书，为天下除害，为9盟报仇，让9盟死去的成员瞑目，让周围的领主能够安心发展，不再受生命的威胁。生而为人，人人平等，除奸除恶，人人有责。此贼不除，人心难安，人性难存。本盟代表正义，向罗森出兵。令出兵800，翌日出发。战书发起人幻剑联盟盟主幻无邪。幻剑联盟战无不胜，幻剑联盟万岁。罗森看完这篇长篇大论，罗森彻底懵逼了。讨贼檄文，他是贼，无恶不作，阴险至极。要不是他就是罗森，罗森都觉得自己真的是贼人了。这篇文章写的也太有感染力了吧！出兵800，真不愧是大盟，人才济济，怪不得能发展到这么大呢。哼，800，你也太小瞧我了吧！罗森不屑地撇了撇嘴。虽然自己的领地全部人数加起来只有1000多，能够战斗的人数也就900多，正式列入兵营的不足400人，但胜在质量和装备。首先，他有实力全部装备铁甲，佩戴精良武器，然后还有100名魔法师。另外，这些天他还一直在购买领民，所以出兵800固然让人眼前一震，大呼牛逼，但细细比来，两者存在质量上的差距。罗森可不觉得他们800人全都有精良的装备。如此想着，罗森就关掉了昭告天下，来到了区域频道，想看看别人怎么说。果不其然，刚刚进来，里面已经讨论疯了，尽是关于这篇讨贼檄文的议论。很明显，他们都相信了幻剑联盟盟主幻无邪的话了。谁叫人家的讨贼檄文写得好呢？哇哦，写得真不错，看得我都热血沸腾，文采真好啊，怪不得能成为这么大的盟主，原来自身的聪明才华在那里放着呢。800人哎，我的天，这是要发生核战了吗？我在这里见过最大的战争，也不过是一方10几个人，两方加起来都没有30。好，真好，这讨贼檄文写得太好了，我要照抄。据说幻剑联盟距离罗森的领地有数百里，过去的话应该要10几天吧，刚好我也在附近，我也想去看看，就是不知道准确时间。没有那么远，准确来说，他们相距100多块区域，一块区域2里路，100多块，估计也就300里路，差不多了。哦，300里路，除去休息吃饭时间，一天能走最多不到100里，再加上有些迷雾拦路需要探索，更浪费时间。就算明天出兵，想要达到罗森区域，估计也要5、6天时间。差不多，到时候我提前去，嘿嘿，看看能不能捞点什么好处。不知不觉间，竟然有人算出了幻剑联盟到达的时间，这可省了罗森一番算计了。这就是聊天的好处，总有喜欢看热闹的人，各种推算。只不过5、6天的时间，距离罗森的预想快了点。那个时间，也就是招兵买马事件刚刚结束的时候。想到这里，罗森又开始收购领民了。1个多小时的收购，罗森又收购到了200个领民。或许是招兵买马事件的原因，今天卖领民的人比往常稍微多了点。第090章，带回2个宝箱。早饭比往日又丰盛了一些，除了多出了鸡蛋这道菜，还多出了几道精美的烹肉。这一看就不是女佣的手笔，
因为他们只会简单的烤、煮、炸。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老显示钟师真已经开始上班了。今天的早饭菜谱就是出自他手。罗森享受的吃了起来，而后听着北野望汇报领地状况。领主大人，今日一早，赵统领派人回来报信，说已经在矿区扎下大营了。他说那片矿区很大，绵延数里，里面全是铁矿石，甚至还夹杂了一些罕见的银矿。而铁矿石密密麻麻成千上万，估计要开采很多天。只不过那里有几只一阶妖兽和一只二阶妖兽，导致无人敢进入矿区。他派人回来请求吕将军助他除妖，而吕将军得到通知，向我询问后，便一早就出门去了。哦，无妨，就让他去吧。罗森擦了擦嘴，道：昨天收留的流民有没有谁献出什么好东西？好东西？北野望微微一愣，什么是好东西？看来他们确实献出东西了，和我说说，都献出了什么东西？罗森看向北野望，北野望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连忙就垂下了眼皮。有几个人献出了一些蔬菜的种子，有西红柿种子、黄瓜种子，还有菠菜种子。就这些？罗森微微一愣，北野望也微微一愣，点了点头。就这些，加一起都不够种2分地。罗森，算了，找时间把这些种子种上，然后让魔法师去施展魔法，尽早收成。无语过后，罗森继续吃饭。吃完饭后，就继续在领主指南里购买鸡毛剑石等武器设施。由于找不到大批交易，都是个人的交易，所以虽然交换资源的人多，但操作起来也是比较费时间的。而且一直拿着领主指南看，时间长了，人也会头昏眼花。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北野望也选择好了2院的位置，罗森便拿着民舍前去安排置放。每一院都没有单独的围墙，但却把民舍围靠在一起，围成了一条巷子形状。看着自己的布局，罗森还是比较满意的。他甚至觉得自己有当建筑设计师的潜力。布置完2院后，内务的人就开始安排入住了。罗森也清闲了下来，悠哉悠哉的拿着领主指南，坐在院子里看着，文静的像个美男子。每当露西从他旁边经过，都会情不自禁多看几眼，而露西的来回走过，更是成了罗森眼中的一道风景线。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美少女摇晃着毛茸茸的尾巴在你面前走来走去，那是多么的惬意。当然，至于露西被北野望调到内院，估计是人手不够的原因。毕竟露西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干事勤快，脑袋灵活，很快就被北野望给看中了。领主大人，领地外又来了一群流民，大概20多人，想要加入我们领地。北野望匆匆进来汇报。罗森摆了摆手，头也没抬道：收，具体你安排就行。领主大人，管家，吕将军求见。又一个女佣匆匆走来汇报。这么快就回来了？快请。女佣又匆匆出去。没一会，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且模样又有些许俊俏的男人就走了进来。他金刀阔步，身穿金色战甲，估计是回来后第一时间就来领主府了。在他身后还跟着2名铁甲士兵，而且手里都拿着宝箱，一个铁质，一个石质。3人来到内院，刷刷刷，同时单膝跪地，道：见过领主大人。快快请起。凤仙呐，听说你协助子龙除妖去了，办得怎么样了？罗森微微一笑，对待神级招募所召唤出来的属下，他还是很和蔼的。只是当和蔼出现在一个20多岁的少年脸上，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效果，让人觉得此人圣明。大人，事情已经办妥，经过半天的清理，一共斩杀1阶妖兽4只，2阶妖兽1只，探索宝箱2个。属下现行回来汇报，只带了宝箱，其余物品将随铁矿一起运回。吕布起身汇报的时候，依然向前弓着身子抱拳说话，表示尊敬。把宝箱呈给领主大人。他摆了摆手，2个士兵立刻上前，把宝箱放到了罗森面前的木桌上面。很好，很好。看着2个宝箱，罗森心情愉悦，话语中也满是赞赏，道：凤仙此去辛苦了，露西啊，等会去仓库里取1瓶啤酒1瓶果汁，赠予吕将军。是。露西点头，转身去取。作为北野望看中的聪明女人，她已然获得进入仓库的权限。当然，想偷东西也不是不可能，但偷了肯定会小命不保。作为一个聪明人，她深知领地的强大，而且伙伴也在领地，她自然不会犯傻。很快，露西就取过来2瓶饮品，啤酒自然色玻璃瓶，果汁也是玻璃瓶。因为之前喝的空啤酒瓶重新被罗森收回了，进行2次利用。在找到能够替代玻璃瓶的东西之前，玻璃瓶绝对不允许浪费。橡胶可以做瓶子，但橡胶做战靴的用处更大，橡胶的资源还没有多到任意做瓶子的地步。而野兽皮过于珍贵，能做很多重要物资，更不能浪费用于做多余的水袋。吕布接过罗森的奖励，激动地再次跪地叩谢，谢领主大人，属下告退。在罗森的点头下，他们就离开了领主府。
2个小兵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能够得到领主的赏赐，那是莫大的荣幸，每个人都无希期望。只不过作为小兵，他们还没有资格让领主赏赐，就算获得战功，也是由自家长官奖赏，除非立下大功，才有资格得到领主的奖赏。目前在军营里只划分了队长、营长和统领3个级别，10个人为一队，而一营之下有多少队是看具体情况，而统领则管辖所有营长。至于将军，乃是军营中武将最高称号，可以调动所有士兵。赵云和吕布都有将军称号，吕布虽无具体职位，但享受同等权利。不过随着以后人数的增多，罗森还是要继续划分等级，重新安排职位的。现在人少，他就准备先将就着这样划分着。看着面前的宝箱，罗森心中略带激动，率先打开了10只宝箱。第091章薇薇安的秘密。宝箱打开，宝箱内的资源直接就出现在了桌面上，而宝箱也慢慢的化为灰飞，消散在空中。木质剑矢 X3， 铅笔 X1， 白色 A4 纸 X5， 橡皮擦 X1， 橡胶 X2。 罗森，全都是小物件，虽然感觉上没什么用，但其用处还真不小。第一，100倍增幅成功。木质剑矢 X300， 铅笔 X100， 白色 A4 纸 X500， 橡皮擦 X100， 橡胶 X200， 全部100倍增幅。看着桌子上和空间戒指里的物件，罗森拿出一部分交给了北野望，道：这些笔和纸是很宝贵的东西，可以用于记录，你收好。虽然铅笔写出来的东西能擦掉，但也要省着点用，负责领主府和军营的记录等重要事宜。是。北野望恭恭敬敬地收起了纸笔，让露西往仓库里放。罗森继续开宝箱，这次开的是铁质宝箱。在罗森的印象里，铁质宝箱开出来的东西一般都不差，就算不是好东西，也都很有用处。一把扭断铁宝箱上的镂空锁头，罗森掀开了宝箱。宝箱内的物资再次出现：马盔图纸 X1， 铁块 X2， 卫生纸 X1 卷，战车图纸 X1， 总共4种东西，再次100倍增幅，全部增幅到100倍。不过只有2种东西让罗森感到无比激动，那便是马盔图纸和战车图纸。这2种东西都属于昂贵稀有类的武器设施，尤其是战车图纸。铁宝箱里能开出战车图纸，就相当于前世烧了高香一样，全凭运气。看了看图纸的资料，罗森不由得咂巴了一下嘴。马盔图纸就不说了，就是给马设计的盔甲，有效保护马匹不受伤。制造需要大量铁，比人穿的贵多了。造一套马盔，至少能造3套人穿的战甲。而战车图纸自然也是那种马拉的战车，用马匹拉动，木质车身，车身镶铁，在轮毂上安装拥有倒刺的铁质尖矛，一旦挂到人，绝对能把人挂个稀巴烂，乃是冷兵器战争里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之一。不过看到上面显示的制作材料，也是无比恐怖的。一辆战车需要3匹马拉动，而且战车制作的材料更是需要100块木材外加100块铁。首先100块木材至少要砍30多棵树，然后100块铁至少需要开采50块铁矿石才能炼出来。因为1块1人高的铁矿石只能开采出10块左右铁石，而5块铁石才能炼出1块拳头大小的铁。若是把这图纸给到寻常领地，基本上没人能造得起战车，毕竟消耗太大，不如知道剑和盔甲来的实在。但对于罗森来说，资源根本不是问题，有了图纸，他什么都造得起。不过仓库里的铁已经用完了，新的铁矿区今天才开始开采，最快的一批估计晚上才能运回来，所以不着急制作。收起图纸，罗森又把卫生纸拿过来看了一下，手感还行，以后再也不用麻布擦屁股了。拿出2卷，罗森给了北野望和露西1人1卷，笑着道：这是给你们的。露西接过卫生纸，满脸问号。北野望也是一脸好奇的看着手里的卫生纸，道：这是什么？是吃的吗？摸起来好软。罗森一时间，罗森也有点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个什么，这不是吃的，这是……罗森欲言又止。北野望和露西纷纷盯着罗森的眼睛，很迫切的想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这是卫生纸，去了毛侧后用来擦屁股的。唰！两女的脸色顿时通红无比。领主大人，你好坏！露西连忙转过头，脸上燥红的烫手。而北野望也是羞涩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让罗森也尴尬极了，连忙咳嗽了一声道：嗨嗨，你们忙，我出去溜达溜达。说罢，罗森迫不及待的就起来向外走去，有种落荒而逃的样子。北野姐姐，领主大人太坏了。罗森走后，露西红着脸对北野望抱怨了一句。北野望时时刻刻不忘维护罗森的形象，哪怕是此时也不例外，红着脸解释道：领主大人只是不知道男女有别，这可是好东西，
我们不应该那么在意形式上的问题。说的也是，这可是宝箱里开出来的东西，领主大人对我们太好了。此时的罗森恍然不知两女的想法，他只觉得自己有种色狼的嫌疑，所以才落荒而逃的。来到外院，罗森漫无目的的在院落里游荡着。外院很大，是内院数倍，因为外院里居住着女佣和男家丁。来到上次发现大牛的地方，这里的空缺已经被堵上了。外院的房间置放也是按照巷子模式置放的，贴着墙放一排房间，房间墙壁的高度再加上屋顶的高度，一般人轻易翻不进来。这也是上次吸取了大牛翻墙的教训，罗森特意改造的。在这一排房子对面又放上一排，形成2排面对面的局势，中间留一条巷子。这里是女佣和家丁居住的地方，而在对面的一排房子背后再放一排，形成背对背。这里正对着院子，属于给客人居住或者招待，像北野望一样有职位的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院子里一边放了3排房子，加起来就是6排。这样不但节省了空间，还能住更多的人。内院亦是如此，不过内院属于私人后花园，摆放的也比较大气。去兵营看看吧，让吕布提前做好作战的准备。嘀咕了一句，罗森准备向外走去。但就在这时，他灵敏的耳朵忽然听到了一阵议论，让他停下了脚步，侧耳倾听了起来。爷爷，我的魔力又增长了，我距离2级魔法师的境界越来越近了。我孙女真厉害，但你切记，千万不要施展魔法，要不然我们会被人赶出去的。我知道，爷爷放心，薇薇安很听话的。第92章测试精神力。说话的人正是刚刚搬进来的钟师珍和少女薇薇安，而且2人谈论的还是魔法问题，这让罗森愣住了。难道说这个薇薇安还是一个魔法师？可魔法师走到哪都是受人尊敬的存在，为什么要隐瞒？而且他们好像还可以测量魔法等级，难道这俩人还隐瞒着什么秘密不成？想到这里，罗森有点按耐不住，于是悄悄地走进了拐角，进入了巷子里。他们说话的声音就在拐角的第一间。罗森侧耳倾听了一下，只是什么有营养的话都没有听到，全都是在聊在领地内的生活和习惯。这让罗森心中有些痒痒，因为魔法师是一个很神秘的职业，想要成为魔法师必须由正式魔法师来教才能入门。魔法学徒虽然能教，但他们经验不足，很容易教出问题，唯有正式魔法师才能带领进入魔法师的大门。罗森的心中自然也无比渴望成为一名魔法师。来到门口，没有听到有营养的话，罗森便主动敲了敲门。当当当，敲门声响起，房间里的谈话戛然而止。咯吱，房门打开，钟师珍好奇地向外看去，直到他看到罗森的脸庞，直接就打了个激灵，连忙跪在地上道：“拜见领主大人。”老先生不必多礼。罗森缓缓说着。钟师珍从地上起来，小声试探道：“领主大人有什么事吩咐吗？”“没有，我就是四处走走，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罗森微微一笑。这……钟师珍一脸尴尬，左右为难，似乎不想罗森进去，但罗森偏偏要进去，于是就主动往里走。钟师珍见罗森主动要进去，自然不敢阻拦，无奈地挪开了身子。走进房间，可以看到简单的布局，简单的木桌、木椅和一张小床。这里应该是老人住的房间，因为他没有从这里发现任何女性用的东西。看来这个世界的人对男女有别这件事情看得很重。眼前这个少女只有13、14岁，就和爷爷分开住了。少女站在桌子前，桌子上摆放着一颗透明的玻璃球。见到罗森进来，薇薇安也连忙跪地道：“拜见领主大人。”“不必客气。”罗森环顾了一下四周，忽然道：“你是正式魔法师？”“啊？什么？”听到这句话，2人都傻眼了。钟师珍立刻解释道：“不是，我们怎么会是魔法师？领主大人一定误会了。你们不用怕，我的领地有很多魔法师学徒，只是没有正式的魔法师，而我也是一个需要人才的领主，不会伤害你们的。”罗森忽然拿起了水晶球，把玩了起来，看得薇薇安和钟师珍2人都无比紧张，纷纷盯着水晶球，生怕他会被领主扔到的摔坏了。这个东西就是测量魔力的东西吧？拿着水晶球，罗森语出惊人，2人顿时明白自己已经暴露了，吓得钟师珍直接就跪在了地上，浑身颤抖道：“领主大人恕罪，请领主大人放过我的孙女，她真的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呜，薇薇安很听话的，只在没有人的地方才会施展魔法，求领主大人不要把我们赶出领地。”薇薇安也跪在了地上，这模样分明是求饶。伤天害理？罗森一愣，这倒让他没有想到。随便套了几句话，难道还能套出什么阴谋不成？想到这里，罗森都开始佩服自己了，继续装腔作势道：“没有吗？我不信。真的啊，我孙女召唤的骷髅没有攻击性，不会攻击人的。对的，
薇薇安只会召唤他们，不会命令他们的。召唤骷髅，死亡灵魔法师。罗森倒吸一口冷气，怪不得他们会害怕暴露身份，原来是最让世人恐惧的亡灵魔法师，使用全都是死亡魔法。而且一个只有14岁的小姑娘，竟然都快晋级到2级魔法师了，其天赋也不可限量。或许薇薇安就是流明里隐藏的宝贝。对于他们的话，罗森没有怀疑，因为他能感受得出来，而且还能看到他们的忠诚度，虽然不高，但也不低。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罗森又变成了寻常的平静。别人不喜亡灵魔法师，不代表他也不喜。罗森看着薇薇安道：“薇薇安，如果说我并不在意呢？”“什么？领主大人，你说真的吗？你真的不厌恶亡灵魔法师吗？”薇薇安明显傻眼了，连忙追问：“我当然不厌恶，而且还是一名正式的魔法师。本领主说过，我的领地欢迎任何人，只要不犯罪，都是我忠实的领民。”罗森微微一笑，身影顿时就变得如天神一样雄伟。薇薇安和钟师真听闻，激动无比。不过本领主也想进入魔法这条道路，不知道薇薇安愿不愿意教我学习魔法。罗森话语一转：“啊，可是薇薇安只会亡灵魔法。”薇薇安结巴了一下：“没关系，你只需要教我怎么修炼魔法就行了。”“当然可以，修炼魔法很简单的，不过首先要用水晶球测试一下精神力，只有精神力合格才能感受到魔法元素的存在，感受到魔法元素就能冥想魔力了。有了魔力后，只要学会魔法咒语就可以施展魔法。”薇薇安一口气全说了出来。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罗森觉得肯定没那么容易，要不然魔法师也不会那么稀少了。就连魔法学徒都说不出该怎么修炼，生怕说错了修炼出岔子。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水晶球，魔法学徒没有水晶球，不知道学习之人的精神力大小，自身的魔力更加不足以给别人测试，所以更不敢乱教，要不然把领主修炼出毛病，他们只能以命抵命了。这也是只有正式魔法师才有资格叫人修炼魔法的原因，毕竟修炼经验在那里放着呢。那好，薇薇安，你帮我测试一下我的精神力，看我能不能修炼魔法。罗森缓缓把沙包拳头大的水晶球交给薇薇安。第93章幻想骷髅和死人。这个水晶球在罗森手里，一只手就可以拖住把玩，但在年幼的薇薇安手里，必须2只手才能拖住。他拖着水晶球道：“领主大人，把你的手放到水晶球上，然后放空所有的想法，去想一些让你最兴奋或者最生气的事情，这样我就能感受到你精神力的大小了。”罗森点了点头，开始幻想。但想来想去，罗森都没有想到有什么事情让他很激动和恼怒。想起前世杀他的19金，如今已经被灭，他就算想起了也没有那么狠。再想想激动的，他连女朋友都没谈过，何来激动的事情？想着想着，罗森想到了一件事，一件在记忆里尘封已久的事，那便是小时候，因为无父无母，他的生活很惨，人人都欺负他，看不起他。在学校里，同学们嘲笑他，一点小事，但只要发生在他身上，就会无限放大。细细想起，罗森此时的耳边仿佛都出现了一阵嘲笑。他越想越气，大手使劲就抓住了水晶球，大手之上，青筋暴起，心中暗自发誓：罗森一定要成为最强大的人，谁也不能再欺辱我。生活在我的领地的人也将得到保障。犯我领土者，虽远必诛。领主大人，领主大人，你没事吧？忽然间，一阵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罗森缓缓睁开了双眼，原来是薇薇安在叫他。罗森的脸色逐渐平静，淡淡道：“怎么样，我能修炼魔法吗？”“可以，领主大人的精神力刚好勉强可以修炼，不过以后不会有太大的成就的。而且由于精神力只能勉强修炼，所以修炼速度也会比其他人更慢。”罗森搞了半天，愤怒了半天，差点没忍住暴走，就测出了这么个结果。就这，太不给面子了吧？罗森略带无奈。好在他的精神力勉强能够修炼，虽然勉强，但还是能修的。于是罗森道：“以后你就是我的魔法老师了，教我修炼，怎么样？为了感谢你的付出，你们的1日3餐全部由领主府承担，而且还有额外的补助。”“真的吗？可是我怕教不好，我没教过别人。”薇薇安先是激动，而后又有点不自信。罗森毫不在意道：“没关系，你只管教就行了。就从今天开始吧，刚好我今天没事。”“是，就在这里学习吗？”薇薇安又单纯地问了一句。罗森摇了摇头道：“当然不是，你可以先准备一下，去内院找我，我先去办点事。”说罢，罗森就转身离开了这里。不管怎么样，能学习魔法就能接触到这些神秘的东西，罗森对此还是很认真的。离开领主府，很快就来到了兵营。赵云不在，吕布负责练兵。见到罗森，
他离开就放下手里的事来迎接罗森。站在兵营边上，遥遥望去，可以看到远处的良田，那里还有几名魔法师在施展魔法，看来是分了班在进行轮流施法，进行催生。上一次围墙改造，护卫营全体留守领地内，兵营其他部门全部搬到了领地外，和麦田隔空相望。一是可以守护麦田资源，二也可以快速响应守护领地。要不然军营放在领地内太占地方了，毕竟领地的围墙内只有500乘以500米范围。领主大人，吕布冲着罗森抱拳。罗森点了点头，看着训练的数百名士兵，心中那叫一个满意，于是笑着道：训练的不错，过几天我们要打仗了，你要好好训练他们。打仗？吕布的双眼当场就放光了。罗森道：我已经查探清楚，大概4-5天后会有一支部队从数百里之外攻打我们领地，人数目前比我们的士兵多，不过装备肯定没有我们好。这几天我会陆续给你增加兵力的，到时候就看你的了。敢攻打我们的领地，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吕布不屑道：领主大人放心，吕布保证定要让他们有来无回。我相信你，领地的弓箭战甲我已经调拨过来一部分了，你看着训练。谢领主大人，武器属下已经看到了。一番沟通，罗森了解到了军营目前的训练现状。除了平常的训练，他还特意训练出了一支弓箭部队，正在练习射击技巧，到时候进行远程打击，定能让敌人落荒而逃。回到内院，薇薇安已经在这里等待了。领主大人，小女还要为大人测量魔法属性，刚才忘记了。薇薇安拿着水晶球，小心翼翼道：只是小女这颗水晶球是亡灵系的属性，只能测量出拥有亡灵系的属性，如果大人是别的属性，小女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修炼。这样啊，太麻烦了。罗森没想到还有这回事，无奈的把手放了上去，道：那测吧，我该想什么？领主大人放空心神，幻想死人、墓地、骷髅等关于亡灵的东西。如果领主大人是亡灵系属性，水晶球就会有反应；如果大人不是亡灵属性，那只能去找别系水晶球逐个测试。听到薇薇安的解释，罗森只能放开心神，去想象骷髅的存在、死人的存在。想着想着，越想越真实，真实的连他自己都有点发毛了。这个时候，薇薇安才惊喜地说道：领主大人是亡灵系属性，太好了，你好像很高兴。罗森翻了个白眼，薇薇安自然不会承认是因为找到同类而高兴，所以连忙道：小女为领主大人能修炼魔法而高兴。那你说吧，我该怎么修炼亡灵魔法？罗森看着他，满脸认真。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修炼啊。薇薇安解释道。罗森，你是说让我一直幻想骷髅和死人？是啊，一直幻想骷髅和死人，然后努力想办法和他们沟通。等什么时候幻想的这些亡灵有反应了，就代表领主大人已经能和亡灵世界产生联系了。一旦和亡灵世界产生联系，就能依靠冥想来修炼精神力和魔力，而有了魔力，就能使用魔法召唤亡灵生物。第094章，北野望病了。罗森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无语过，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躲在漆黑的空间里，脑子里幻想着死人、满地的骷髅、哀嚎的幽灵有多吓人。甚至罗森总觉得在房间的某个角落有幽灵在盯着他，让他背脊发凉。算了，还是白天修炼吧。经过了小白天的幻想，罗森现在满脑子都是灵异的东西。按照薇薇安的说法，修炼魔法的第一步，感应亡灵，和亡灵生物进行沟通。但想要达到这一地步，快则数天，慢则数月。所以半天下来什么都没有沟通到，罗森也没有心灰意冷。啪嗒！忽然间，石块摩擦的声音吓了罗森一个机灵，连忙向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原来是北野望在摩擦火石、点炉子。领地只有简单的照明工具，分别是火把和铁炉。领主大人，赵统领回来了，还带来了今天开采出的第一批铁矿。只是刚才回来的时候，领主大人在修炼，属下不敢贸然打扰。北野望道。赵统领把储物箱放在了门口，就回营了。罗森点了点头，来到了门口的箱子处。这里放着2个木箱子，看样子带回来的东西还不少呢。罗森2个全部打开，就查探了起来。铁石星号1200块，石块 X1200块，铁币 X20枚，野兽尸体 X6，妖兽尸体 X5，低级魔和 X1。第一天就开采了1200块的铁石，也就是说，在资源开采完毕之前，每天至少都能收到1200块铁石，这可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啊！看到这些物资，罗森内心虽然激动，但面容却表现得平静。虽说这些东西很多，但领地发展至今，他什么场面没见过，当然不会被轻易露出心中的想法。于是罗森淡淡道：立刻让炼铁营的人拿去炼铁，
明天一早我就要用。是。北野望立刻去办。很快，炼铁营的人就来了。他们匆匆来，匆匆去，炼石为宝，化腐朽为传奇，乃是领地发展的支柱。处理完领地事宜，罗森就躺到了床上，看起了领主指南。生活就是这么单调而又充实。打开聊天频道，也有很多私聊信息，而私聊信息里基本都是交换物资的。罗森的名气正在逐渐打出去，很多和他交易过的人都深信他资源丰盛，很喜欢和他交易。刚好这样省去了罗森去挨个聊天谈论交换的时间，人家找上门比自己找过去更方便，也更容易成交。不知不觉间，他又换到了200领民，领地的人数再涨200，达到了1600人的数量。这个人数已经接近小镇级别了。按照如此发展，就是把领地发展成城池也是指日可待，甚至发展成国家也不是做不到。次日清晨，罗森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由于昨天看人家聊天看的时间太长，让他直到此时都还没起床。鸡叫声已经过去了很久。领主大人，该起床了。炼铁营的人已经连夜炼出了铁矿，还有2位从外地来的领主想要拜访大人。清脆的声音在床头边上响起，传进罗森的耳朵里。只是这个声音明显不是北野望。作为每天都混迹在罗森房间的女人，罗森自然是无比熟悉，所以这个声音顿时就让罗森睁开了双眼。露西，怎么是你？原来在床边蹲着小声说话的是露西，那个吃胖了的猫女。当然，这2天的运动，她的身材正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两人四目相对，露西脸色微微红了一下，蠕动着粉红小唇。顿时间，一股清香扑面而来。领主大人，北野管家病了，今天由属下伺候大人。病了？罗森心中一惊，直接就从床上坐了起来，担心道：什么病？碍不碍事？目前领地还没有医疗设备，若是小病倒无妨，但真要得了什么不得了的病，那是真治不好。所以罗森异常担心，毕竟北野望伺候了自己这么久了，人都是有感情的。见罗森如此关心北野望，露西连忙道：没什么事，就是肚子疼得厉害，需要休息。领主大人不必担心，肚子疼得厉害，该不会是肠炎吧？千万别是癌症啊！嘀咕了一句，罗森飞快地下床，穿鞋向外走去。不行，我要去看看。露西连忙跟在罗森身后，两人一前一后向着院子里走去。女佣和家丁都住在外院，但为了方便照顾罗森，内院里也住了几个职业的人，而北野望同样也住在内院里。内院的2侧同样有3排房屋，北野望就住在其中的一个拐角处。当当当，罗森敲了敲门，屋里传来一阵虚弱的声音：进来。罗森迫不及待的就推开了房门。咯吱，房门打开，他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北野望了。而北野望看到罗森的到来，明显的很吃惊，挣扎着就要从床上起来。罗森快步走了过去，直接摁住了他，柔声道：不必起来，我听露西说你病了，是什么病？有没有感觉到哪里异常？北野望脸色微红，不知道该怎么说，但见罗森关切的眼神，他轻张朱唇，略带羞涩道：没事，就是有点肚子疼。肚子疼也很严重的，你再说的详细点，我以前学过医。罗森自然没学过医，但作为新世纪的青少年，他懂得却不少，所以他迫切的想知道北野望的状况，好猜测他是什么病。虽然猜出来他也只治不了，但知道病情才可以具体的想办法。这北野望红着脸不知道怎么说。你说啊！罗森急了。北野望支支吾吾。你倒是说啊！罗森又催促了一句。最终北野望实在瞒不下去了，红着脸小声道：属下没有病，只是来了癸水导致的肚子疼。癸水是什么绝症？罗森话音刚落，顿时一愣。癸水？月经？罗森？第095章领主拜访。北野望的小脸和铁炉一样通红，罗森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噎死。经痛你不早说，擦！吓我一跳。得知了北野望的病因，罗森也就放松了下来。只要不是绝症，那就好说，更何况只是正常的经痛。于是罗森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沓厚厚的白色的东西，放到了北野望的床头，道：这些东西给你，可以垫在下面吸收癸水，用起来很不错的。北野望，这一刻北野望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悄悄地把半个脑袋缩进被窝里，小声道：谢谢领主大人。既然没事，那我就先走了，记得用完的时候去仓库里拿，多余的我都放仓库了。罗森微微一笑，转身离开。至于他给北野望的是什么，自然是宝箱里开出来的卫生巾，他自己是用不上了，不过也可以给属下用。立刻北野望的房间后，门口的露西默不作声，不敢看罗森，因为连他都不敢相信领主大人竟然这么开放，那么隐私的事情竟然就这么和当事人谈论。
而且还拿出了那种让人无语至极的东西。对了，你刚才说什么？有外地领主要拜访我。走出房间，罗森问向露西。露西此时已经恢复了正常脸色，毕竟当事人不是他，于是点了点头汇报道：是的，有2个外来的领主想要拜访领主大人，说是来献礼的，属下安排了他们在外院外厅等待，已经等了差不多半个时辰了。其他领主来我领地干什么？就不怕我抓了他们？应该不只是献礼那么简单吧？罗森嘀咕了一句，向着外厅走去，同时说道：那就去见见吧。很快2人来到了外厅，外厅门口守着罗森的侍卫。在大厅之中，2个中年男人端坐在茶桌之上，当然茶桌上有果汁，是用来招待客人的。本身他们是没有资格喝的，但他们也说清楚了自己的目的，是来送礼。所以作为大领地又不是当强盗的，人家送礼自然也有待客之道，给他们上了果汁。此六，2人小口小口的喝着，满脸陶醉。这个领地真大啊！是啊，发展的太快了，估计人数肯定有1000人。哎，只是不能比啊，大家都是同时起步，我的领地到目前为止又加上投靠的领民，拢共才30多人。是啊，我比你强了点，也就是40余人而已。而且随着流民前来，我也不敢不收，怕拉下发展速度，但收了又缺少食物。哎，比起别人来说，我们俩算好的了，最起码附近没打仗，唯一的一个惹是生非的九盟也被灭了。是啊，希望这家领主能好说话。这果汁真好喝，富贵险中求，希望此次能够顺利。吨。2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虽然说话很平静，身上的毛草衣也是崭新的，但语气之中却充满着忧虑。说着，2人就看到了走出来的罗森以及接待了他们的猫女，2人连忙起身，恭恭敬敬地等着罗森走过来。你们便是外来的领主？罗森走到主位，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眼，年纪比自己大得多，但看起来都很稳重。正是，2人连忙回应，而后立刻走到空荡地板上并排而站，同时抱拳对罗森鞠躬行礼。外主刘建森，外主李破南，见过罗领主。因为同为领主，级别上属于平等的，不过2人丝毫不敢自大，因为实力差距摆在这里。虽然没有下跪，但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甚至低到了下沉拜主的姿态。李领主，刘领主。罗森咂巴了一下嘴，对这种称呼觉得很新鲜。他坐在主位上摆了摆手，淡淡道：“2位也请坐吧，只是不知2位从哪里来，到我领地有何事啊？”罗领主，在下从5里之外来，希望能和贵领地结交一份情谊。来人呐，把礼物呈上来。说着，大厅门口便走上来一男一女2人。这2人，男的身材高大威武，女的身材纤细，面容柔美，一看就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人。而且2人手里还拿着东西，男人手中拿一根长长的牛筋，女人手里拿着一小包辣椒粉。大人，这2人是在下领地精挑细选出来的人，男的身材魁梧，可以军用，女的模样靓丽，嘿嘿，可以享天伦之乐。另外，这辣椒粉是在下亲手研磨，味道很香，还有那牛筋是制作弓箭的主要材料，希望领主大人收下。说话的是刘建森，模样略带猥琐，尤其是脸上的一颗黑痣，黑痣上还长了一根毛，更让人觉得他猥琐。听完他的介绍，罗森面无表情。说实话，辣椒粉对他一文不值，因为他也有。这2个人虽然长得很好，但也不值钱，他想换，有无数资源可以换到，也就牛筋对他来说有点价值，但这么一点东西就想和他的领地结交。罗森淡淡道：“刘领主，你觉得我缺这些吗？”语气平淡，虽然没有拒绝，但意思非常明显。不过刘建森也没有蔫，再次拱手道：“大人误会了，在下不敢和贵帝平起平坐。在下的意思是想和贵帝保持友谊关系，而且每个礼拜都会上缴一次贡品，只希望大人不要进攻我的领地。”是啊，大人请放心，我们都是善良之人，只想安稳的富甲一方，不想参与战乱，也不会伤及无辜。今天拜访大人，不敢奢求得到庇护，只希望能避免祸事，让在下和领地的民众能够安稳生活。后面这一句是李破南说的，态度很恭敬。罗森也明白了他们的意思：第一，他们不是想结盟，因为他们没资格；第二，更不是想平起平坐，因为这也没资格；第三，也不是来寻求庇护的。当然，他们肯定希望自己能庇护他们，但他们依旧不够资格。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让自己发展的时候不要攻打他们，这就相当于附属。他们想附属在罗森的势力之下生存，而且每个礼拜上缴贡品，就相当于前世古代的附属国一样。第096章，献礼。附属和直属是有区别的。古代为什么把人家打败了却不吞并，而是接受他们的投降？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收为附属国不但可以停止战争，还能享受他们的贡品。
有时候接收贡品比自己管辖更加容易，只不过他们想在罗森的领地周围发展，其实也没什么，因为大家都势均力敌。等以后实力差距拉开了，才会互相吞并。但罗森的实力已经蛮大了，吞并他们根本享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唯一的好处估计就是人数增多。因为以前战争是为了抢资源、抢地，他们这里又不缺地，而且他又不是滥杀之人。就好比玩游戏的时候，每人一块地，大家各自发展，但突然间你旁边的人就要打你，你就说气不气吧？那肯定是气的，万一还打不过，更是气得要死。但现在可不是游戏，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做任何事都讲究名正言顺。你打人家就相当于要杀人家，人家能不反抗吗？而且还是拼死反抗。这就好比人家发展的好好的，罗森去打人家，抢人家的领地，杀人家的领民，这就属于毫无人性。没有人性的人早晚会被抹杀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想开战最起码也要找个借口。就像幻剑盟此次出兵也是义正言辞，不管别人信不信，最起码借口有了。要是没借口，今天你打了我，明天就有人打你抢你的东西，世界就会大乱。而且还有些人总觉得自己是正义之士，也有势力想要行侠仗义，反正什么人都有，只有师出有名才会战无不胜。你是领主，你是嗜杀之人，但你的领民、你的士兵也都喜欢滥杀吗？出兵是去抢劫呢，还是去报仇呢？如果是抢劫，那他们跟着你是为了什么？为了人多好抢劫吗？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思索再三，罗森决定按照古时的模式进行发展，就是答应，在没有扩张到你的领地之前，你们爱怎么发展怎么发展，只要别打扰到我的利益。而等以后扩张的时候，扩张到了你的地方，你要么臣服成为我的属下，要么就被杀，就这么简单。而且随着扩张，势力越来越大，到时候不需要动兵，人家就自己过来投降了，刚好也可以趁着发展的期间收点保护费，还是人家心甘情愿的来交的那种。人家有同盟，咱有附庸。想到这里，罗森淡淡道：大家各自发展，互不侵犯本就是正常的事情，何须送礼？我们也知道各自发展很正常啊，但不就是怕你会找借口对我们动手吗？就像那个正义盟一样，先问人家要不要加入，如果不加入就找借口开战，去打人家，也就名义上比九盟好点而已。两人心中如此想着，当然绝对是不敢说出来的，纷纷道：心意，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意，每个礼拜上礼都是应该的。哈，既然如此，那我就却之不恭了。罗森哈哈一笑，把目光看向了另一个还没有上礼的中年人，那中年人自然就是李破南。他尴尬一笑，连忙摆手让人带礼物，同样是俊男靓女，其中一个拿着一张图纸，另一个拿着一双精致的运动鞋。大人，这些都是我开宝箱开出来的，请大人笑纳。我的领地虽然不缺东西，但既然是你们的心意，那我就收下了。罗森点了点头，面无表情道：两位领主远道而来，不如一起共进早餐吧。多谢大人。两人再次鞠躬。于是在罗森的安排下，三人一起吃了早餐。当刘建森和李破南两人看到早餐的食物的时候，再次小小的震惊了一下。果然是大型领地，连食物都如此丰盛，竟然全是肉，而且还有鸡蛋。两个人对视一眼，更加确认了罗森强大的实力。一顿饭过后，两人告别回领地。罗森没有去送他们，因为他们还不够资格。在两人离开领主府后，罗森立刻摆手叫来了侍卫，吩咐道：派人跟上去查探一下他们的位置以及实力。是。护卫点头，目光坚定的就去办了。罗森又摆了摆手，把露西招了过来，吩咐道：通知先锋营的人暂停迷雾探索，先给我绘制一份周围的地图，以领地为中心，把他们探索过的地方以及势力全部绘制出来。是。露西也立刻去办。全部吩咐好，罗森背着双手，先是取了炼好的铁块和木材，就回屋炼制东西去了。对于别人的附庸以及联盟的存在，罗森是丝毫不担心的。初期的时候抢夺别的领地，获得别人的领主指南，只不过多获得一间招募所而已。对于前期来说至关重要，但仔细想想，一间招募所一天只能招募一个人，要是把精力真的放到这上面，估计也离灭亡不远了。因为想得到别人的招募所，必须要在别人活着的时候融合领主指南，如果杀了别人，那根本得不到。而且除了招募所，还能通过频道以及流民来获得平民，任何一种方式都比招募所招募的领民要快。所以随着领地的发展，人数的增多，别人的招募所就会显得没有那么至关重要了。之所以收下2个附庸，其一是不想滥杀无辜，其二是别人愿意上缴资源，自己又不用对其负责，相当于白嫖。等到以后真正用得到的时候，他们这些附庸也是可取的资源之一。现在任他们发展，又不用养，需要的时候再用。
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以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怕他们的势力发展的超脱掌控。如果哪天他们真的超脱了掌控，自己也不会允许的。至于绘制地图，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在自己的领地周围绘制一份地图，不过分吧。回到房间，拿出炼好的铁以及图纸、木材等材料，罗森开始炼制马盔。马盔制作需要60块铁加麻布10加1张图纸，罗森直接放入材料和图纸，一键制作。第097章，3天之后，100倍增幅成功。马盔 X100，顿时间100副马盔出现在空间之中。拿出来一套看了一下，发现确实是马穿的盔甲，给马匹穿上，能保护身子不受伤。一片片铁片组成的盔甲很是松软，而且保护得很严，穿上后估计只能露出一双马眼和马嘴。放下马盔，继续制作战车。战车制作需要木材100加铁块100加图纸1，又是一件制作。100辆战车赫然出现，因为是制作台制作，所以制作的大型物品都是以很小的模型呈现，只有投放出去才会彻底成为战车。罗森拿着一辆战车模型细细观察起来，这辆战车的车身基本是木质的，但在车身以及2个轮子的部位却长出了很多倒刺，而且都是铁质的锋利倒刺，刮一下和铁剑刮一下没什么区别，密密麻麻的倒刺看起来特别震撼，让人有一种不愿靠近的想法。制作完这些，罗森也彻底松了口气，有了这种战车，幻剑联盟更不用担心了。估计他们见识到自己武器的厉害，会后悔来到这个世上。对了，那2个领主送的牛筋和图纸刚好可以合成木弓。想到这里，罗森又放入材料开始制作，于是就又多了100把木弓。领地自此就拥有了200把弓箭了。可以想象200名弓箭手齐射的场景，那将无比壮观。打仗拼的就是底蕴。忙活完这些，罗森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运到了兵营，交给吕布和赵云训练。当兵营的人看到马匹穿上马盔，身后套上战车的时候，全都惊呆了。好厉害的战车，看起来太强大了，司恐不如司。吕布和赵云2人也都目瞪口呆，对兵营增添的设施全都爱若珍宝，眼神像看情人一样充满了温柔，大手更像摸女人一样不停地抚摸。领主大人，此车叫什么名字？赵云爱惜地摸着战车上的倒刺，问向罗森。罗森一愣，他好像忽略了起名字的事情，于是临场发挥道：此车倒刺满布，犹如狼牙，就叫做狼牙战车吧。好名字，狼牙战车，霸气。赵云和吕布纷纷恭维。这几天好生训练，我走了。罗森点了点头，就此离开兵营。在罗森离开后，其他的士兵也都纷纷没有了压力，全都围了过来，好奇地摸着战车上的倒刺。好锋利啊，好帅啊！统领大人，我能不能当车夫啊？我也能当车夫，要是能让我驾着此车杀敌，死了也无悔。战车总共有100辆，只是马匹却只有27匹，而3匹马才能驾驭一辆战车，所以罗森就只给了兵营6架战车，另外多调拨了1匹马，让他们可以组成一个6人的车队，而多出来的3匹马则用于领地和矿区的交通，方便物资的运送和消息的快速传达。毕竟这个世界没有手机，一旦拥有距离，想要快速沟通，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马匹牲畜。当然，其实领主指南才是最快的沟通信息，而且很多人都早已明白，甚至开始利用领主指南来达到快速传递消息的目的了。但罗森孤家寡人，暂时还无法使用，而留着那些附庸领地也是在他计划之中。招募所他看不上，但他想收服那些人，组成一条消息网。总部下达命令，其他地方立刻收到，而后开始执行。当然，这种想法太过于宏伟，且短期内根本无法完成，因为大家都势均力敌，没人会真心为你效命。除非周围大地尽归你手，成立一个无法击垮的庞大帝国，那么众人才会认命。回到房间，罗森进入了冥想之中。魔法修炼之中的冥想，在罗森看来很操蛋，他甚至怀疑魔法的本质。练武最起码是锻炼身体肌肉，修炼魔法，一天天竟想死人。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转眼间3天时间已过，到达了招兵买马的最后一天。任务倒计时还有4个小时，结束的时间定在了中午。罗森坐于桌前，在桌子上摆放着一张手绘的地图，地图纸上每一个小房子都代表一家领地的存在，而地图中间最大的房子则正是罗森的领地。方圆12公里，距离我最近的总共有7家领地。看着数量，罗森倒也没怎么上心。这些领地的实力都很弱，而且都是散户，距离他最近的正是上次来送礼的那2位。除了这2家，就属李阳的领地离他近了，而其他的一些领地更是分散在4周，每一家之间都相隔数里，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更没有什么好操心的。看着李阳的位置，
罗森一阵欣慰。经过上次一别，他就再也没有刻意去观察李阳的信息。此次看到，还是因为属下们绘制地图查探的结果。因为在罗森的命令下，每发现一处领地，都要查探他们的实力大小。据属下汇报，李阳这段时间发展的很不错，领民也逐渐多了起来。而且距离罗森最近、最喜欢惹是生非的九盟被灭，所以导致罗森周围的小领地发展的都很安稳，基本上没有遇到过战乱。这点也让罗森很欣慰，定然是自己的名气传出去，没人敢在他周围乱来。而再远一点的略有规模的，便是正义盟以及他们的盟友们了。虽然是盟友，但很多人以前都是九盟的人，根据手下的汇报，他们内部很不和谐，也在打仗。几个盟友间互相争斗，盟主也不管不问。在这3天内，战火一度打到了罗森的矿区，但得知这是罗森开采的矿区后，他们一点窥探之心都没有，直接就溜走了。而这就是实力的威慑，周围凡是能听到风声的，都知道罗森的强大，更是没人敢主动招惹他。在这3天里，罗森暗中积蓄人力，训练士兵，开采铁矿。3天的时间，他平均每天都在领主指南里教化200多人的领民，拢共换到了700人，而且每天都有新的流民加入，3天内又来了7、8波流民。也就是说，加上流民，他的领地目前已经拥有了2600余百人的数量了。第098章太平镇。由于人数的变多，罗森也在不停地制造武器和设施。他目前拥有的铁器已经够领地所有人人手2套，甚至还有空余。在这2600多人中，除掉女性和老弱，光青壮男子都占了将近2000人，所以可以完全说，领地已经陷入了男多女少的地步。这让罗森开始考虑大批引进女人了，因为男人中年纪大小不一，很多人都已经到达了成家的年龄。就是因为女人过少，这几天时间有很多人男人求婚，而女人自然要挑选年轻的男人，所以导致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娶不到老婆。作为他们的领主，罗森自然不会让领地绝后，所以准备大批引进女人加入。因为买卖只是暂时的，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别人就不愿意卖了，谁也不知道哪天就会禁止领民买卖了。只有生孩子才是长久之计。还有就是军营的问题，2000青壮年中，除了在各大营工作，其余的人全都在军营里。也就是说，领地目前拥有了绝对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此时光是在兵营的人数上，就胜过远征而来的幻剑联盟。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数到达1500人的时候，村级领地就自动晋级成了镇级。虽然这2个称号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但却代表着实力的突飞猛进。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招兵买马事件彻底结束，而这一事件更是让无数领地有了飞跃性的进步，甚至有些领地除了收留流民，还在大肆购买领民。因为一个领地最重要的就是人，只有有了人，才会有更大的发展。而这样急于发展的弊端也出现了，那就是导致很多人计划不够严谨，导致人数上来了，结果却吃不上饭。很多人此刻都在领主指南里砸锅卖铁寻求食物，再一次导致食物的价值飞涨。而食物价值的飞涨，更是让那些没有囤积食物的领主们头疼。不过在罗森这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他的肉全部都能增幅，目前领地光是储备的食用肉都已经达到了几千万斤，而且还有魔法师不停地给麦田催生。此时的麦田已经长到了半人高，用不了多久，小麦就能丰收了。当然，也不能坐吃山空。罗森要在储备的资源用完之前，彻底发展出自给自足的内循环，以达到生生不息的地步。我快坚持不下去了，哪位好心的大哥给点吃的啊？领地正在发展的重要时刻，我不想放弃。傻瓜，卖流民呀？这几天又收了不少流民，正在卖呢。扯淡，打死我都不会卖的，这可是我日后争霸天下的根本。昭告天下，战书：狼盟欺人太甚，无辜抢夺我的盟友，是可忍孰不可忍。本盟已与鸡盟联合，出兵300，明日出发攻打狼盟。狼盟、鸡盟，这都谁起的名啊？对了，你们还记得幻剑盟吗？这都好几天了，怎么还没消息？按理说这几天应该就能到了吧？鬼知道啊，应该没那么快，可能还要几天。快看，领主指南刷新了，多了个起名功能，能给领地起名了，还刷新了传送塔。我附近刚好有一个。第4个事件也刷新了，硝烟四起，还刷新了世界地图。我的天，真的是世界地图，频道里聊什么的都有，就连昭告天下的通告都是满天飞。这几天罗森也在商城里发现了公众商品。公众商品顾名思义，就是自带的，不是领主售卖的东西。用杀妖兽获得的铁币购买公众商品。目前公众商品就只上架了一个小喇叭，一旦购买就可以频道通告。每一枚小喇叭售价为30铁币，每一只妖兽才能掉落几枚铁币而已，运气好的时候最多也只能掉落8、9枚。所以
30铁币的价格，估计除了联盟，依靠人多势众能买得起，其他领地根本买不起。看到别人又议论了起来，罗森也迫不及待地翻到了领主指南第1页，看到了刷新的事件以及起名的提示。首先跳出来的便是第1页出现了半透明的文字提示，请为您的领地起个名字吧。它将以石碑的形式出现在领地4周，提醒众人此处领地的名字。我希望这里能够成为世界的中心，常年太平，就叫太平领地吧。罗森思考了一下，就填上了太平2个字。名字填好，提示顿时消失，在第1页的最上面就出现了一排小字：太平镇领主指南第1页。罗森，镇就镇吧。继续看，看看新事件的介绍。天下大事之硝烟四起，为让领主适应往后的残酷生活，特开启硝烟四起事件。事件持续3天，3天内每一位领主至少参与一次战斗，来历练自身和领地领民。无论是友谊战还是死战，事件结束后统一奖励1匹战马招募令，可为领主招募1匹战马。未完成者没有任何奖励。看到介绍后，罗森微微一愣，还能这样？本来领主们都好好的，非要发点任务让他们打仗，1匹战马为奖励，这可是个不小的诱惑呀。估计大部分人都抵挡不了这种诱惑，而且又不是要真正的打仗，友谊战也可以。不过友谊战有时候也会变成真正的战争。看到这里，罗森动心了。他的领地大，自然看不上1匹战马，但他有100倍增幅啊，奖励他1匹战马招募令，就相当于奖励他100匹。100匹的数量还是让罗森很心动的。附近又没有死仇，而且都是芝麻大的小领地，打他们太浪费时间，还丢人。希望幻剑联盟的人能快点到吧。嘀咕了一句，继续往下看。因为地图也刷新了，领主指南第1页写着经历过的事件和正在经历的事件，但这些记录连半页都没有占到。而空荡的下半页此时已经刷新出了一块地图，同样可以放大和缩小。那是一片白色的地图，巴掌大小，在地图里画着无数的线条，每一个线条围起来的地方都是一片空白，除了写着地狱的名字外，再没有任何信息。第099章成功沟通亡灵。每一块虚线围起来的空白区域都有几个小小的字，写的是区域的名字，根本无法从地图上得到任何具体信息，只能看到自己所在的区域名字以及在区域内的哪一个位置。比如告诉你你在地图中的那个点距离离开区域有多远之类的。而图中画的虚线也写了介绍，是山脉和大河。山脉和大河全是虚线，围绕着一块块区域把它们分割开来。不过由于虚线是一样的，所以无法区分哪里是大山哪里是大河。但可以从这张地图看出，这块地图的区域绝对不是世界地图，很可能只是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而且上面虚线众多，更是代表着周围并不是全都是森林，而是到处都被山脉环绕的地方。只有山脉环绕之间的区域才是平原地带。暗流域、大方域、群妖域、平原域，密密麻麻数十块区域。而罗森所在的地方正是平原域，是几十块区域中略大一点的区域。点进平原域，地图顿时放大。很快罗森就找到了区域上唯一的标识，它代表着他领地所在的位置。平原域正中央，位置还是蛮好的，只是周围一片空白，完全看不出有什么，而且更看不出它这块区域有多大，因为没有距离显示，更没有任何参考。想知道平原域有多大，估计只有等探索到边缘的山脉的时候才能算出来，暂时没什么卵用。关掉领主指南，罗森缓缓走出了房间。听别人说刷新了传送塔，这玩意他还没见过，所以出来看看附近有没有。走到院子里，罗森四处张望了一眼，什么都没有看见。但就在这时，北野望匆匆走进来了。他的痛经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身体重新恢复到了生龙活虎的地步。领主大人，远处出现了一座很高很高的白塔。哦，真的出现了。罗森一愣，直接就走出了领主府。走出领主府，来到宽阔的领地，没有了墙壁的遮挡，罗森也看到了远处一座高高耸立的白塔了，只是看不全。于是罗森快步来到了领地边缘的围墙处，爬上了箭塔。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站到箭塔上，身边没有任何阻碍物，可以彻底看清传送塔的面目。那是一座很高很大的白塔，高耸入云，像一栋几十层高的大楼。纤细的塔身犹如窈窕女子一般，让人入迷。再看箭塔的距离，起码有10几公里。那里好像是正义盟的地盘。传送塔顾名思义，是一座能够远距离传送的塔，得到它就相当于得到了一架可以瞬移的飞机。在战略上来说，传送塔拥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罗森从箭塔上下来，立刻下达命令道：马上通知兵营出兵，以太平镇的身份接管箭塔，
敢阻拦者，杀无赦。对了，让他们探查清楚传送塔的用途，汇报给我。是。北野望见罗森如此严肃，他也严肃的点头，立刻去通知兵营了。吩咐好事情，罗森背着手缓缓向领主府走去，同时在心里演算着关于领主们未来发展方向。首先，领地有了，民众也有了，地图也出现了，而且每一个区域都被大山围绕，也就是说，每一个区域都难和外界接触。而封闭型区域该怎么发展？定然是战乱、统一，再战乱，再统一，最终完成大统一。就算真的完成了大统一，那完全就可以扼守一方，独享天伦。但偏偏出现了传送塔，罗森可以肯定，每个区域都会出现传送塔的，不可能有些地方有，有些区域没有。若每个区域都有传送塔，那以后就算统一了封闭型的区域，也难享受天伦，因为敌人可以通过传送塔来攻打你。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都很难享受太平生活，唯有发展实力，才能永久的生存下去。想到这里，罗森不由得一阵感叹，这个领主指南究竟是人还是神？他到底想干什么呢？还是在计划什么天大的阴谋？亦或者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天地为棋盘，众生为棋子，谋划苍天？还是想让领主为将，平民为兵，以血染苍天呢？罗森承认自己想的有点多了，摇了摇头，他便修炼死灵魔法去了。说是修炼死灵魔法，其实就是幻想死人。要不是他经历过一次生死，心里变得比以前更强大，根本都坚持不下去。每天幻想死人，正常人早晚都得变得神经兮兮。坐在院子里闭目幻想，幻想出一片坟地，周围黑暗寂静，只有惨白的月光。地上一片尸骨，散乱的骷髅不规则地堆放在那里。大哥大姐们，你们能不能感受到我在想你们啊？要是感受得到，给我个回应好不好啊？4天了，要是再这样想下去，我怕我会神经的。罗森在脑海里一阵嘀咕，但刚嘀咕完，地上的骷髅却忽然动了，而且一把抓住了他的脚踝，吓得罗森当场就打了个激灵，差点没跳起来。他猛地睁开了双眼，看到自己身处在领主府的院落里，才擦了擦冷汗，悄然松口气。不对，我这是感应到了骷髅的回应了吗？这么说，我应该是成功打通了和亡灵的屏障。想到这里，罗森连忙招手，把一旁站着昏昏欲睡的露西叫了过来，吩咐道：“快去把薇薇安给我叫过来。”很快，薇薇安就被露西带过来了。拜见领主大人。薇薇安恭恭敬敬地给罗森鞠躬。由于他教导罗森学习魔法，算是罗森的师傅，所以就免去了大礼。罗森见到他，连忙道：“我刚才感受到了亡灵生物的回应，下面该怎么做？”什么？感应到了？薇薇安略微吃惊，因为以罗森的天赋来说，是没有那么快能感应到的。对，我感应到了一只骷髅抓住了我的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幻觉。罗森仔细思索了一下，但并不是很确定，因为那种感觉很真实，但又很虚幻。领主大人，我教你一句召唤咒语，试试能不能召唤亡灵生物。薇薇安一字一句道，在埋骨的大地上游荡着不甘坠落的灵魂。请听从我的呼唤，出来吧，我的朋友。第100章改良咒语。魔法咒语是魔法师施展魔法必须要念的媒介。有人说这是沟通魔法元素的桥梁，也有人说咒语中蕴含着不同的规则，念出来的时候会带动规则悸动，从而产生魔法。每一句魔法咒语都是前人经过无数深思熟虑留下的结晶。薇薇安念完咒语，罗森敏锐的感官就察觉到了周围出现的亡灵气息了。只见薇薇安面前的空间一阵蠕动，打开了一条空间之门，而后一个小小的拿着鼓棒的骷髅从空间之门中走了出来。骷髅出现，空间之门消失。这只小骷髅眼中闪烁着微弱的精神之火，看起来很不一般，因为正常的骷髅都是一片死寂的，而他这只不但眼中有精神之火，手里还有武器，定然不是一般的骷髅。领主大人，就像我这样施展魔法，而每个亡灵生物都会出现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就会回去。如果魔力足够强大，可以让他们停留的时间更久；如果精神力更强大，则可以召唤更强大的亡灵生物。你也试试吧。薇薇安解释的了一大通。小骷髅在旁边站着，没有他点命令，不会乱动。罗森听完薇薇安的解释，便也装模作样的抬起双手，开始朗诵魔法咒语。在埋骨的大地上游荡着不甘坠落的灵魂，请听从我的呼唤，出来吧，我的朋友。咒语念完，周边立刻传来一阵亡灵气息，证明罗森也和亡灵生物沟通上了。只是气息传来后，却什么反应都没有发生。怎么回事？我感觉到了亡灵气息，但怎么没出现？罗森一阵疑惑，薇薇安也一脸奇怪，他眉头紧皱，喃喃自语：不应该啊，还有没有别的咒语给我试一下？
罗森最终把原因放到了咒语上面。薇薇安严肃道：“小女只会2句咒语，另一句连我都不能使用，必须要达到高级魔法境界才能使用。若是魔力和精神力不足的情况下使用，会把人吸成人干的，轻则成为白痴，重则七窍流血而死。死这么恐怖，那还是算了。”罗森倒吸一口凉气，魔法的副作用比武者的副作用高得多了去了，看来以后还是小心为妙。可是为什么我就召唤不出来呢？难道说姿势不对？于是罗森又换了几个姿势朗诵咒语，但依旧什么都没发生。试过几次后，罗森也不得已放弃了。最终薇薇安在离开的时候教了罗森冥想的方法，用于恢复魔力和精神力。魔力按照前世来说就属于分子级别的东西，火系魔法师感受火元素，用于吸纳修炼。罗森是亡灵系，自然是感受黑暗元素。所谓冥想就是放空脑袋，神游太虚。简单来说就是心神进入黑暗元素之中，和黑暗元素玩耍，以此达到恢复的地步。但想要更进一步提高魔法境界，只能交给时间和感悟了。薇薇安离开了，他的小骷髅也凭空消失了。罗森依旧不甘心，在变换着念咒姿势，想召唤出自己的小骷髅。姿势应该没问题，会不会是咒语的问题？换个词试试。想到这里，罗森继续念咒，在埋骨的大地上游荡着不甘坠落的灵魂。请听从我的呼唤，出来吧，我的佣人。周围毫无动静，在埋骨的大地上游荡着不甘坠落的灵魂。请听从我的呼唤，出来吧，皮卡丘。依旧没有动静。小骷髅，请听从我的呼唤，出来吧。空间一阵悸动。我擦，这也行？罗森一愣，自己随便改的咒语竟然这能使用，那岂不是说以后碰见同类型的魔法师，自己念咒的时间会更短？罗森连忙向前面看去，面前的空间在撕裂，一个黑色的小骷髅钻了出来。黑的？骷髅不都是白的吗？罗森傻眼了。这只小骷髅脑海里也有精神之火，只不过没有武器。出现后就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像没有一点自主意识。这么瘦有没有攻击力啊？小骷髅，攻击我，让我看看你的实力。罗森当即对他下达了命令。当然，命令不是用嘴说，因为他听不懂，是罗森用精神力和他沟通的。召唤出来的生物在精神上和他有着一丝联系。前几天的教导中，薇薇安也说过，召唤出来的生物如果被打死，召唤者本身也会受到精神上的创伤，所以用精神下达命令，他就会去做了。得到命令后，黑色骷髅向着罗森冲了过来，脚骨踩在大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随着他的奔跑，他身上的关节再次作响。小骷髅来到罗森身边，上来就是用骨壁攻击。罗森连忙伸手去挡，砰！两者相撞，罗森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道。别看这个小骷髅瘦瘦弱弱的，身上没有一点肉，但力气不但很大，而且骨头也很硬。要是他愿意把骨头磨出刃，攻击力肯定比铁剑还强，大概相当于武者的实力，打几个成年男子很轻松。这是罗森给出的评价。得知了他的实力后，罗森便给他下达了回去的命令。很快他就消失在空气中，化为了虚无。从现在开始，他罗森也是一名魔法师了。哦不，准确来说应该是一名魔法师学徒了，因为想要达到1级魔法师，最起码要能施展2种魔法。经过刚才的消耗，在小骷髅走后，罗森感到了精神力一阵萎靡，估计是自己的精神力太弱，召唤小骷髅消耗导致的。看来以后还是少用的好，等魔力强大成为高级魔法师后再用，要不然这感觉太难受了。罗森揉了揉脑袋，钻进房间睡觉去了。时间到了晚上，罗森是被北野望叫醒的。领主大人，该吃晚饭了。北野望在床边柔声细语地呼唤着罗森。已经这么晚了吗？罗森睁开眼，无奈起身，没想到自己一觉睡到了晚上。不过好在这一觉也把自己的精神补充得很充足，简单洗漱一下就去吃饭了。对了，传送塔探索的怎么样了？派出去的人有回来报信吗？第101章，敌人到达。饭桌上，罗森询问传送塔的情况。北野望连忙道：正要汇报呢，赵统领已经派人汇报，说是在传送塔遇到了好几波势力，想出手抢夺，但都被打退了。那几波势力听到是我们领地的兵后，就全部撤退了。另外，赵统领让人请示领主，说看到了传送塔上面写的使用规则了，目前暂时无法启用，要等到关卡被攻破才启动。什么关卡？罗森继续问道。赵统领说，传送塔介绍碑写着，每一块大域都被群山或者大河横断隔开，是域与域之间的天然屏障。想要渡过这些屏障，除了直穿之外，唯一互通的大路便是在屏障之间的关卡。关卡由巨大的城墙组成，里面生活着很多原始居民，且里面的城主都很死板，使命便是守护关卡，禁止两域互通，
想要进入另一块区域，必须打通关卡，让两域互通，这样传送塔才会开启。而且传送塔只能传送到互通的区域，还必须花钱。具体怎么花钱，只有等激活传送塔才知道。还有便是关卡内的实力和人数也都不详，需要探索才能知道。原来如此，这么说，在没有打通关卡之前，传送塔是暂时用不到了。罗森点了点头，明白了很多事情。这一切的一切，都好像被人设计好的一般。两域之间的关卡，誓死守卫关卡的呆板领主，可以进行远距离传送的传送塔。关键是还 TM 要收钱才能使用。沉思了片刻，罗森道：“通知赵云，可以撤兵了。在关卡打通之前，不必在传送塔那里浪费人力。等以后能用了再去占领。毕竟攻打关卡一事事关重大，等到了那一步，再考虑传送塔的事情也不晚。”是。北野望点了点头。吃完饭后，罗森躺在床上，继续看领主指南内的聊天频道。招兵买马事件结束，每个领地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硝烟四起，也已经开始了半天了。频道内已经有人开始汇报战况了。天杀的，领主指南这是在逼我们互相残杀啊！是啊是啊，我和周围的几家领主关系都挺好的，实在不想开战，而且我也不一定打得过人家。太血腥了，太惨无人道了。呼，刚打完友谊战，死了俩领民，感觉还不错，坐等奖励。不死人的友谊战算不算啊？应该不算吧，为了以防万一，和对面领主商量一下，各杀对面一个人，反正死的只是领民。你好残忍。是啊，太残忍了，你早晚都会被你的领民给出卖的。传送塔的介绍你们看到了吗？ TM 的竟然还有关卡，我真是日了狗了。我附近倒是有一个传送塔，不过我刚带人赶到，就发现有人给霸占了，我气不过带人杀了上去。我带去的20多名士兵死完了。天杀的罗森，天杀的太平镇。撕太平镇，刚刚出了启明功能，就有人发展到镇级势力了。死，好恐怖。等等，你说什么？罗森？是不是幻剑联盟要进攻的那个罗森？天哪，这下幻剑联盟踢到铁板上了，对面竟然是镇级势力。其实镇级也没那么可怕，毕竟出动的是联盟，人家可是几十家领地组成的。万一罗森也有同盟呢？好像也是。肯定没有，罗森肯定是抢了周围的资源才发展的这么快。要是有联盟，大家一起发展，肯定没有这么快的。言之有理，罗森果然是个灭绝人性的坏蛋。希望幻剑联盟能赢。一时间，本是一边倒全部看好幻剑联盟的人，此刻全都变了风向。这些人经过分析后发现，两边竟然势均力敌，而且罗森灭绝人性的身份再次被实锤，让罗森欲哭无泪，无言以对。他现在就是有100张嘴都难解释清楚。这也导致在今天的领民收购过程中，好多人都不愿意卖给他，搞得他压根就收不到多少领民，无奈跑到世界频道进行了收购。世界频道里的东西比区域频道贵多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许这就是国际和区域的区别吧。忙活半夜，又收购了300领民，一夜悄然而过。次日中午的时候，赵云也回来了。同时，罗森还收到了一个让他为之振奋的消息，那边是幻剑联盟的大军已经来了，距离他们领地仅有12里路了。这个消息是李破南发给他的。这个李破南正是前几天来送礼的一个领主，他距离罗森12里，中间相隔了12块区域。据他所说，自己的领民在野外寻找资源的时候，发现了数百人的大军，浩浩荡荡穿越丛林，向着罗森这边来了。而且每过一个地方，都要去人家领地索要食物，搞得人心惶惶。当他们索要食物的借口，自然是我不远百里来替你们除害，让你们捐助一些物资军用，不过分吧？面对索要，根本没人敢拒绝。据说敢拒绝的领地都被他们找借口，污蔑他们偷了幻剑联盟的物资给灭了。这一件事让所有被幻剑联盟碰见过的领地都无比憎恨。罗森再怎么恶毒，最起码没有抢过他们，恶毒也只是在人家传言里恶毒，而幻剑联盟在他们心里才是真正的恶毒。那么庞大的军队，说好听点叫索要物资，说不好听点，每去一个领地都直接把人家给吃的连底裤都不剩了。但即便如此，频道里也没人敢公然议论，因为一旦敢议论，就要承受他们的报复。他们可是刚从自己的领地经过，要是被记恨上了，等他们打完仗回来，估计连领地都保不住。这些信息只在私聊中流传着。收到了李破南的通知，罗森对他有了很大的好感。世上还是好人多，不是人人都想着去抢劫别人，干一些天怒人怨的事情的。12里，数百人，如果中间不休息，最多2个小时就能到我的领地了。想到这里，罗森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而后从储物箱里取出了多日未曾动用的铁柄和铁棒，猛烈地敲击了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铁与铁之间的碰撞声很刺耳，可以贯穿整个领地。当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领地内所有正在忙碌的人全都戛然而止，心中顿时冒出了4个字：一级戒备。第102章战前准备。每一个领民来到领地，其工作岗位和调动都由内务进行分配，而且还会进行简单的训练，比如一级戒备以及在领地生活的重要事宜等等，是每个领民的来到之后全都要学习的东西。如果加入兵营，要学习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听到一直在领民中相传的戒备声音，所有人全都停下了动作，而后匆匆向领主府门口汇合。发生什么事情了？不知道啊，快点去汇合吧。估计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吧。上一次一级戒备的声音响起，还是发生了受潮的大事。原来如此，看来这一次应该也不是小事。铁饼敲打的声音从领主府传出来，当负责戒备的护卫们听到声音，也开始拿出备用铁饼敲打。每个阵营都有这种警示的铁饼，但除了领主府和军营，没人敢轻易动用，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所以他们备用铁饼的作用是快速让一级戒备的声音传遍整个领地。当声音传到兵营的时候，所有士兵立刻惊醒，快速更换战甲，进入了战斗状态。吕布和赵云各带50余人，飞速地赶往领主府，其余人则原地待命，等待下一步动作。而在领地外劳作的领民，在听到声音后，也纷纷放下手里的事情，往领地赶。魔法师阵营在听到一级戒备的声音后，同样快速响应。一时间，整个领地数千军民凝聚一团，像一个庞大的机器在运作，有序地进行着。罗森站在领主府门口，身后跟着一众护卫和府内重要人员，比如北野望，还有露西。露西在这几天的熟悉中，赫然成为了北野望最得力的助手。不过，他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领地快速响应的一幕，完全被这一幕给震惊了。所有人都在集合，大牛、二牛也完全乱掉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吓得全都躲在罗森和露西的身后。很快，领民集合完毕，军营士兵集合完毕，魔法师学徒们集合完毕，所有人有序不调的分队站列在空地处，等待着下一步的安排。赵云和吕布两人出列，站到罗森身边。5分钟，速度还算过关。罗森喃喃自语嘀咕了一句：“什么5分钟？领主大人，出了什么大事吗？”北野望小声地问了一句。罗森淡淡道：“马上就知道了。”嗨嗨，安静。咳嗽了一声，罗森抬起了双手，示意众人安静。见到罗森的动作，众人全都立刻停止了议论，投来了疑惑的目光。想必一级戒备大家都有学过。没错，我们今天突然戒备，是因为有一家联盟要攻打我们了。他们此刻就在数里之外。罗森大声道：“不过你们也不用紧张，我们领地兵强马壮，人多势众，区区贼人不足挂齿。只是为了防止你们被伤害，特意把所有人都召集回来。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禁止离开领地大门一步。当然，我也不会限制你们的自由，更不会强迫你们上战场。该回家的回家，该休息的休息。今天就当给你们放假了。”罗森大手一挥，道：“解散，都回去等戒备解散的通知。”哗啦啦啦，千余领民顿时一哄而散。原来要打仗了，怪不得搞得这么严肃。死！你有没有发现，原来我们领地有这么多人，密密麻麻的，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多人。是啊是啊，我以为也就几百人呢，但光我们这些干活的都有1000余人了，而且还听说当兵的都有1000多呢。死！恐怖如斯，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喂，你们两个议论什么呢？营长大人，原来是营长大人，我们什么都没说。砍树营的营长瞪了两人一眼，霸气道：“领地的强大岂是你们新来的能想象的？要不是领地兵太多，老子都想亲自上战场，杀的那些敢窥域领地的势力片甲不留。”营长威武，营长为领地的心，我们都理解。哼，议论领地可以，但不准损害领地的名誉，要不然我可不会客气的。众人散去，现场只剩下了维护治安的护卫以及吕布、赵云带来的士兵了。吕布往前2步，对罗森抱拳道：“领主大人，属下愿带兵出战敌军。”领主大人，敌人尚未现身，属下觉得应该去探一下虚实，等探明敌军数量，再做决定不迟。毕竟是在本土作战，情况还是有利于我们的。赵云也上前一步，却提出了和吕布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这就是两人的不同之处。罗森有些无语，自己好像什么都没说呢，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就都各自有了应对之法。怪不得能成为大将，其谋略和勇气都当仁不让，就是吕布的头脑简单了点而已。罗森赞赏地看着吕布，淡淡道：“还是子龙细心。本领主也只是听说敌军约800人在左前方数里外，但也不知道情况真假。既然如此，就辛苦子龙亲自去一趟，本领主先随奉先去调兵。”是，属下去就回。赵云拱了拱手，
转身离开。因为有马匹，他们可以快速响应，所以几里路的距离完全可以在敌人到达之前提前回到营地。凤仙，一起去兵营调兵吧。嘉文，你们登上箭塔，守在领地大门处，禁止领民外出，同时负责戒备以及领地的防御。是。嘉文带着其余的99名魔法学徒匆匆而去，登上箭塔。箭塔居高临下，又是魔法师坐镇，算是拥有天然的攻击优势。就算大军冲击，也能让敌人望而却步。至于北野望，自然是留守领主府，负责其他事情了。他可是领主府最得力的助手了，没了他，罗森绝对会被杂事给烦死的。安排好后，罗森先是在领主府换上了一套金甲，而后北野望匆匆把他的汗血宝马牵了过来。领主换甲，自然要配上坐骑，所以北野望的这一举动让罗森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才，不需要自己说就能领会，甚至想得比自己还周全。汗血宝马比其他的马匹高大，穿上马盔后异常威武。罗森翻身上马，身上的金甲和马匹的铁甲哗哗作响。去军营。领地的大门是一扇加宽加厚的石门，是这几天罗森用石头做出来的。若敌人想要从大门进入，只能仰仗工程车，但他们有吗？自然是没有的，因为工程车图纸太稀少了，而且制作需要的资源更是无比庞大，所以他们若真有实力强攻，也只能从围墙翻进来，因为围墙只有3米高。不过就算想从围墙进来，但也要过了搭建在围墙边上的箭塔之上的魔法师这关。居高临下施展魔法，杀伤力更强，持久力也更强。第103章沙场点兵。兵营紧靠围墙墙根，是用木块围起来的一个大型阵营，在木块上插满了削尖了的木条。此刻士兵们全副武装，严阵以待，有手拿弓箭，后背背着箭筒的士兵，有拿长剑的士兵。目前的兵营只有这2种兵种。另外在兵营门口6架战车列成一排，车身锋利的倒刺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辉，拉车的马匹也都全副马盔，只露着2只马眼，炯炯有神。每一辆车都配备了3名金甲士兵，一人驾车，2人在两侧砍杀。因为战车是要冲进敌人大军之中的，所以给他们配备了金甲，用于防身。走进兵营院落，在门口一侧搭建了一处半米高的将军台。吕布和罗森2人走上将军台，罗黑子和其他几位护卫只能站在台下的出入口守着。立正！吕布大喝一声，声音如雷贯耳，所有士兵顿时响应。刷刷刷！整齐的声音伴随着铁甲悸动，震彻人心。敬礼！士兵们纷纷抬起手给罗森敬礼。看着整齐的步伐和动作，罗森无比欣慰。其实这一套也是他在这3天内搞出来的，因为他发现全副武装的士兵由于铁甲的重量和硬度，让他们根本不好下跪。普通士兵只能做到单膝下跪，而且很容易消耗体力。所以以前看电视的时候，一旦打仗，主帅视察军营的时候，大军们都是站着，没人跪，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不过为了方便行礼，经过罗森的再三考虑，最终决定改变他们固有的习惯，把行礼改成了敬礼，把跪地改成了立正。立正是对一个领导的态度问题，敬礼则是代表着尊重。所以经过改良，兵营就成了这个样子。当然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这个改良只在大军中进行，人少或者其他场合一般都还是习惯性的单膝跪地抱拳汇报。作为现代人，罗森也没有说非要把他们改得面目全非，毕竟都是为了方便，哪个方便用哪个都无所谓。领主大人，我们目前拥有弓箭手200名，步兵1000名，只是箭矢只有1万余支，只能经过弓箭手的50轮齐射就会消耗完毕。若以后没有箭矢补充，恐怕弓箭手兵种就要取消了。不错不错，箭矢会有的，这些琐事以后都直接报给管家就行了。罗森点了点头，颇为满意，道：让士兵们原地休息吧，等子龙带消息回来，我们就出兵。是。吕布点了点头，道：所有人原地休息。刷刷刷！众人坐在了地上。大概20分钟后，一骑绝尘飞奔来，马蹄踏在黄土上，导致马匹奔走过的土尘飞扬，留下一道痕迹。此人正是赵云，他来去如风，几里路一来一回，仅用了20分钟的时间。这全仰仗屁股下的那匹马。下马行礼，抱拳道：领主大人，属下查探完毕。对方大军此时应该已经到3里之外，目标很明显，就是冲着我们来的。而且据属下观察，地方人数在1000人左右，且装备极差，绝大部分人拿的都是木剑，穿的也是布衣。另外工程设备更是一件没有，甚至连马都只有1匹。这么差劲，罗森有些无语。不说装备，最起码铁剑也要人手一把吧。竟然连铁剑这种最基本的攻击武器都没有，
就敢携大军百里奔走，攻打别人。听到赵云的汇报，连脑袋大条的吕布都忍不住吐槽了：服了，他们到底是哪里来的胆量？虽然他们有1000人，我们有1200人，但他们不会真觉得能和我们打个势均力敌吧？罗森嘀咕了一句，啼笑非笑。再看看自己这1200人的士兵，他们分成了2个方阵，分别是步兵方阵以及弓箭方阵。罗森长出一口气，直接登上将军台，大声道：本次大战关乎领地尊严，本领主决定要给他们一个雷霆一击，让他们彻底胆寒。此战过后，本次战役会传遍天下，而你们也可以放手一搏，尽情厮杀。这一次，本领主将亲自统军。由于区域频道，很多人都知道了此次大战，而且都在关注。为了避免以后被人看清，动不动就要抢他的事情发生，罗森才决定以碾压的姿势迎战的。说完后，罗森开始分配任务，大声道：赵云听令。属下在。赵云来到罗森面前听令。罗森严肃道：本领主命你为左统领，统领弓箭手200，步兵200，随本领主正面迎敌。是。吕布听令。罗森再次说道。吕布也连忙上前一步，拱手大声道：属下在。本领主命你为右统领，统领剩余步兵，隐藏在森林两侧，切断敌军后路。属下领命。吕布大声回应。好，立刻出发，随本领主迎敌。罗森大手一挥，1000余士兵齐声呐喊：遵命！看着热情高涨的士兵们，罗森率先上马。赵云飞快地带上200弓箭手200步兵，严密跟随。吕布则带人分成了2队，悄悄进入了森林之中埋伏。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又过去了。罗森和赵云已经在领地前方500米的位置停了下来，他们将在这里迎战对军。领地周围树木稀少，又经过这段日子不停的开采，周围1000米都变成了空荡之地，唯有1000米外才是树木丛林。400人不多，虽然装备精良，但拥有1000人大军的幻剑联盟肯定不会被吓到。罗森就是跟着这种心理，先勾引一波，而后反打。森林中，一只矮小的马匹在晃晃悠悠地走着，马匹前后都保持着2条长长的队伍。这些人穿着麻布衣，大部分都手拿木剑。又经过数百里奔走，身上的衣服已经脏得有些发黑了。在小矮马上坐着的是一个粗犷的大汉，满脸络腮胡子，同样也是大军中唯一一个能全身装备的人。此人正是幻剑联盟盟主幻无邪。报！禀报盟主，前锋已经走出树林，距离罗森领地也只有1里多的距离，但在500米外发现大队人马，有300-400人，其装备精良，配有铁甲铁剑，看样子是准备阻拦我们。这时，一个士兵小跑过来，跪在幻无邪面前汇报情况。第104章战斗打响。哦，定然是罗森贼人，他肯定是知道了我们即将到达的消息，前来迎战。只是没想到小罗森还有如此胆气，区300-400人就敢迎战我1000人大军。幻无邪不屑一笑。可是他们装备精良，每人都配有铁甲铁剑，其中还有2人身上闪烁着金光，可能还配有传说中的金甲装备。报告的士兵一脸为难地解释着：哼，正是因为他装备多，我们才来的，要不然数百里的路程走了那么多天，岂不是很亏？区300-400人，装备再好又怎样？俗话说双拳难敌4手。幻无邪兴奋道：通知全军加速前进。是。士兵也觉得盟主的话言之有理，立刻小跑着大声呼喊道：全军加速前进，全军加速前进！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大军加快了脚步，个个都很兴奋，因为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只有结束了战争，他们才能停止数天的奔波，好好吃上一顿饭。其实在他们心里是不愿意打仗的，大家都是平民百姓，打仗也只是为了吃饱饭，因为只有当兵才能得到每日稳定的食物供应，当普通领民饱一顿饿一点，根本没有固定的食物。虽然不太情愿四处奔波打仗，但他们可是为民除害，而且除了害还能得到不菲的食物，所以此时全都兴奋了起来。森林之外，空地之中，坐落着400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光是站在那里就整齐划一，看起来颇有规矩。在400人为首的地方，是一字摆开的6架战车，左3架，右3架。罗森居于中。此刻，罗森已经下了马，在面前摆放了一张桌子和椅子，他正潇洒地依靠在椅子上，悠然自得地喝着果汁。吕布和赵云一左一右地守着他，那样子好像不是在迎接敌军，而是在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似的。大人，敌军开始列阵了。忽然间，森林里开始涌出一群布衣士兵，他们在罗森面前200米的位置开始列阵。莫一会的功夫，1000人大军就集结完毕，开
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只是这些人在罗森等人的眼里，就像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虽然人多，但正面营地的400人根本不虚，更何况森林里还有隐藏的800人。盟主，他们有战车。在大军列队的时候，有人给他汇报。幻无邪自然也发现了，但根本没有在意，反而兴奋道：区几辆，等会抢过来就是我们的了。好吧。大军列队完毕，一个骑着小矮马、穿着脏兮兮铁甲的男人走出了阵营，与罗森隔空相望，大声质问道：待，我乃幻剑联盟盟主幻无邪，出兵讨贼，顺应天道，你们是何人，竟敢挡我去路？小矮马很小，只有半人之高，拖起幻无邪不吃力，但奔波起来就显得很吃力了。而半人高的小矮马，人骑在上面，也只是比站立的人高出一个头而已。要不是幻无邪从人群里走出来，罗森还以为他只是长得比较高呢。所以太平镇的士兵看到骑着小矮马的盟主时，全都忍不住笑了。嗨嗨，赵云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见自家领主没有说话，便回应道：我乃太平镇领主罗森部下赵云赵子龙，是也，区小盟也敢出兵，我家领主早已恭候多时了。说罢，赵云大手高举，身后的士兵们会意，大声齐喊道：杀！杀！杀！声音震耳欲聋，战意高昂。而后赵云放下手臂，士兵才停止呼喊。斯怪不得如此自大，原来已经发展成镇级势力了，1500人的势力，除却老弱病残和女人，能战斗的士兵起码也有1000人吧，但怎么出兵这么少？难道我来的突然，其他人去别的地方干活，没有赶回来？幻无邪倒吸一口凉气，喃喃自语道：是不是城里有埋伏？正想着，身边一直跟着他的副盟主也说话了，连忙道：盟主，镇级势力肯定有很多好东西，你看他们背后那里的围墙波及范围好大，说不定里面装满了食物呢。哼，里面还可能装满了士兵。幻无邪翻了个白眼，分析道：镇级势力我们也不能保证完胜，尤其是在不知道他们装备的情况下。不过他们盟主竟然敢带这么一点人就迎战，此乃天赐良机，只要抓住他们盟主，领地自然不攻而破。对啊，盟主大才啊，为了防止他们躲进领地，我们快上吧，速战速决。哪怕这些人死完，但能到吃不完的食物和无数的兵器铠甲也很值。说的没错，看他们身上的铠甲崭新无比，看得我都羡慕。幻无邪已经被物资冲昏了头脑，也像赵云一样举起了自己的手臂。区小将也敢自称赵云，众将士听令，活捉他们领主，赏肉100斤，给我杀呀！幻无邪大手一挥，众人立刻兴奋地向罗森的方阵冲了过去。活捉领主，赏肉100斤，他们打仗就是为了吃的，所以听到奖励，一个个全都疯了。到时候打完仗回领地，说不定自家领主还能封自己为副领主呢。100斤肉对任何一个领地来说都是不菲的资源，甚至拿着这些肉可以去任何领地讨个小官当当。杀！幻剑连忙人数多，他们列成了一字形进行冲杀。敌军冲来，罗森的士兵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罗森端坐木桌前，示意赵云安排。赵云连忙抬起双手往下一压，看到他这个动作，身后的几排步兵立刻向两边扩散。在扩散后，弓箭手们赫然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放箭2个字从赵云嘴里传出来，200弓箭手立刻搭箭拉弓，开始齐射。嗖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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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嗖，顿时间天空迎面落下一大片箭雨，看得幻剑联盟的人都傻眼了。尤其是他们已经冲了100多米，最前面的人全都在射程内。擦擦，快躲！士兵们傻眼了，疯狂地寻找着掩体，但箭矢的速度是很快的。第105章团灭幻剑盟。他们脑子里刚冒出寻找掩体这个想法，箭雨就迎头落下，穿过他们的头颅，刺透他们的胸膛。一时间惨叫迭起，鲜血飞洒。哎呀呀！盟主，他们有弓箭，我们连盔甲都没有，凡是被射倒的士兵基本上都死了，根本冲不过去啊！又一个只有头盔和铁剑的士兵跑到了幻无邪身边汇报。这人只有1半的装备，可以看出他的身份也很重要。而他不但是指挥前军的将军，更是幻剑盟的盟友，领地的领主。不要怕，我就不信他们能有那么多箭矢。命令下去继续冲。幻无邪毫不在乎，言辞犀利。于是士兵们一点都没接到后退的命令，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嗖嗖嗖！但根本没有人能够冲到罗森面前，更何况罗森面前还有几排刚才挪过去的步兵守护。这些步兵就是等他们冲进来，好砍杀。箭矢一轮又一轮，转眼间就射出了10几轮。地上的尸体密密麻麻，血腥味冲天。
少说运气好没有被射死的，也都身上带伤。就算冲到了士兵面前，也没有什么战斗力，最终被乱刀砍死。盟主，不行啊，已经死了好几百了，他们的箭矢好像用不完，再这样下去，我们估计全都会被他们射死的啊！士兵们不敢继续冲了，停在了箭矢的射程之外，眼神中满是恐惧。这一刻，战场就犹如人间地狱，让人胆寒。呼，也是，不过这也能证明罗森拥有丰富的资源，只要能得到，我们绝对能成为本域第一大盟。幻无邪依旧在盯着罗森的资源。其实还有句话没说，他们不但能成为本域第一大盟，他的领地也将成为本域第一大领地。想到这里，幻无邪觉得不能再等了，于是发狠道：“命令下去，所有人全体冲锋，本盟主也不例外，全体冲过去！”是，冲啊！杀呀！幻剑联盟又一次发出了冲锋，只不过这一次是全员冲锋，剩余的700-800人全部上了。因为缺少盔甲，对方又有弓箭，全体冲锋会造成大面积死伤，搞不好就会完犊子，但他们已经顾不得了，一波波的被消耗，不如奋力一搏，继续射！罗森坐在桌椅上，淡淡的命令着：嗖嗖嗖！一轮齐射，二轮齐射，三轮齐射，又是9轮齐射。战场上冲来的人又死了一半，1000余人的大军转眼间就只剩下300-400人了。这就是没有盔甲的猎处。不过这300-400人也冲到了步兵面前，步兵暂时不动，战车冲上去继续消耗。罗森又下达了接下来的命令：弓箭手收手，步兵按兵不动。金甲士兵纷纷上马，开始驾驭战车冲锋。驾！咚咚咚，战车的轮子转动了。轮子转动，镶刻在轮子上的狼牙倒刺棒也在飞速的转动着。丝毫恐怖的轮子，太卑鄙了，竟然安装铁质的倒刺！快躲开！一时间，人群大乱，战车冲进人群，就犹如绞肉机一般。没有防御装备的士兵被轮子碰到，全都被搅得倒飞出去，砸倒一片。一时间，惨叫再次迭起。啊！呜！我想回家，快跑啊！恶魔，他们都是恶魔！我再也不要打仗了，快跑！战车虽然只有6架，敌人虽然还有300-400，但战车出动，直接杀得数百人胆寒，全都丢掉了手中兵器，疯狂地向四周逃窜。可见战车的威力有多恐怖。盟主大人，士兵们溃败，开始逃窜了，我们也快跑吧！人群中，幻无邪傻眼了，他骑在矮马上，不知道该往哪边去。一个忠心的士兵飞奔了过来，边跑边大声汇报。由于喊杀声震天，也不知道盟主听没听到，但他刚喊完，盟主幻无邪就调转了马头，向着森林深处奔去了。大人，要不要追？赵云在一旁请示。罗森淡淡道：不用，收尾的事情就交给吕布吧，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弱，我们的步兵都还没动呢。是啊，属下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弱。罗森和赵云原地等待，任由逃窜的士兵四处奔跑，除了少数士兵往四周奔跑，大部分士兵都逃到了森林中，准备原路返回。尤其是幻无邪，由于骑着马跑在最前面，一些追随他的士兵远远地掉在身后。但就在他们深入森林没有多远的身后，两侧忽然传来一阵哗啦声，随着一声杀，无数带甲士兵从森林中涌了出来，而且涌出来的士兵比他们刚才正面迎战的士兵还要多。这一幕彻底把他们吓得胆寒了，连骑在跑上的幻无邪都忍不住尿了。嘶！小矮马发出不满的哀鸣。驾！驾！杀呀！人群冲出来，见人就砍，砍的士兵们胆寒欲裂，尤其是眼看跑不掉的士兵，更是纷纷投降。跑得远的士兵使出了吃奶的劲。时间慢慢到了下午，森林里陷入了安静，只有时不时的冒出几个人影，压着抓捕的敌军向领地走去。领主大人，战场已经清扫完毕，共活捉士兵328名，领主8位，缴获铁剑200把，战甲12套，还有随军储物箱子6箱。另外还抓到了看戏的领主4位，以及带来的护卫20余人。这装备也太少了。罗森忍不住想吐槽，1000人大军，铁剑才200把，就这也敢觊觎别人的领地，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雄心豹子胆。不过当他听到竟然还有看戏的领主，顿时就无语了。合着胆子大的人还真不少。他罗森的戏是你想看就能看的吗？罗森淡淡道：全部押回领地。还有，我们的伤亡如何？是，我们总共伤亡10人，是在追捕过程中产生的，有7名士兵被敌军成功偷袭并砍成轻伤，还有3名士兵遇到了敌军路上的埋伏，阵亡。吕布一一汇报。第106章频道通告。听完吕布的汇报，倒是有些出乎了罗森的意料。敌军虽然溃不成军，
但也有战斗力。而且每个领地总有那么几个死忠的领民，所以发狠起来反抗，导致自己损失士兵也很正常。要是领地连几个死忠士兵都没有，那这个领主真的是白当了。1200人对战1000人，使对方团灭，头领被活捉，而乙方才伤亡了10个人。这个战绩已经狠了不得了，因为两军对战，只有旗鼓相当死伤才是最多的，而压倒性的战斗伤亡是最小的，但伤亡比例仅有100比1，还是很恐怖的。罗森淡淡道：死去的士兵有家人的给家人发放物资，另外在领地外找一块风水好的地方，建造公墓厚葬他们，并且立下石碑，写上平生战绩，慰藉亡灵。至于敌军的尸体，全部火化。随着罗森的安排，领地外又多出了一处公墓。随着设施越来越全，福利越来越好，罗森坚信领地的实力会越来越强大。吩咐完毕，众人班师回朝。大军压着几百抓来的敌军，陆续进入领地。而在众人回去的时候，一条公众消息赫然在领主指南区域频道的最上方出现，进行了全区通告：太平镇领地团灭幻剑联盟大军，大获全胜。一条消息久久悬挂在区域频道，不曾消失，让所有在这里聊天的人全都看到了。顿时间，区域频道内直接就炸了锅，无数人倒吸凉气，惊为天人。幻剑联盟被团灭了！天哪，幻剑联盟可是出动了1000余人呢，怎么就被灭了，而且还是团灭？等等，你们没有注意到吗？是太平镇，难道罗森已经成为了镇级势力？我靠，发展的这么快，怎么可能？司镇级势力又出现了，我在世界频道听说有好几个镇级势力出现呢。据说镇级势力领地总人数必须达到1500人，司镇级势力恐怖如斯。这个罗森实在太神秘了。话说全区通告悬浮是什么鬼？边上还有介绍，我去看看。全区通告是硝烟四起事件出来后陆续刷新的东西，一旦发生1000人以上大战，领主指南会自动进行悬浮通告。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在领主指南的关注下。可惜看不到战斗的场景，真的很遗憾。没想到有人竟然可以在区半个多月的时间达到镇级势力，太恐怖了。估计我们全区就他自己达到镇级势力了吧？这可不一定。记不记得前世的大将军、国务级别的官员、超级特种兵，还有那些金融大亨，他们能用一笔小型的启动资金或者势力逐渐爬上世界高位顶层，那可是正儿八经的世界顶级精英。难道在这个世界就停歇不前？说的也是啊，人家那种人放到任何时代都是天才。就单说那个叫什么云的，可以靠着一张嘴忽悠成市值数千亿的大集团，说不定在这个世界早就成为镇级势力了，不过一直在隐藏罢了。一时间，在区域频道内，所有人都把罗森罗列为了顶级精英一类的人中了，没有人敢再小瞧他。至于什么顺天讨贼的话，更是不曾出现了。镇级势力可不是开玩笑的，能够与之对抗的只有联盟，而幻剑联盟这么大的盟都团灭了，谁还有势力与之相争？对于领主指南内的热议，罗森毫不知情，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他刚刚回到领主府，北野望正在给他卸甲。罗森背对着北野望，张开了双臂。北野望围着他转来转去，小手不停地在他身上游走，一小会的功夫就把黄金战甲卸了下来，罗森身上也只剩下了布衣。北野望把金甲挂在木桩上面，恭敬道：领主大人，洗澡水已经放好了，要不要沐浴？沐浴吧。罗森点了点头，转身向屏风内走去。北野望知道他洗澡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服侍，就在屏风之外等待了起来。罗森坐在木桶里泡着热水澡，享受着安静的一刻。战争是残忍的，没有人喜欢战争，罗森也不喜欢，但世界就是如此残酷，只有展示自己的强大，别人才敢对你敬畏。忽然间，罗森感到体内一阵发热，让他连忙坐直了身子，一股内力自丹田而发，向四周扩散，让他的皮肉强化，让他的力量增强。同时，嗅觉、视觉、听觉更是直线上升，顿时间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是突破了52段境界。罗森一惊，脸上大喜。领地的人数在战斗之前已经达到了2900余人。根据领民信仰规则，在武者境界没有100人信仰罗森，他的势力就会提升一个小段位，而到达1000人的时候就会突破武者，达到武士境界。由于2000多人大部分都是这几天才买回来的，忠诚度上升需要时间，所以直到现在战争过后，领民的忠诚度一直在直线上升。洗个澡的功夫，领民忠诚度达到80以上的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了，所以让他的境界达到了52段，这让罗森很兴奋。不过这个世界的境界没有小说里写的那么离谱，在他看过的小说里，武者就能刀枪不入，
武师更能飞檐走壁，那都是扯淡。他武者境界的时候，其自身势力和前世一名超级特种兵差不多，而且每一个小境界都相差不多。目前成为武师，也只是三观改善，远远没有超过人类的极限，也就相当于前世那些小饰品里的宗师差不多，可以手劈大理石，硬扛铁棍，袭击不碍事的地步。感受着丹田内的热气，罗森摸了摸毛巾，想起身，但摸了半天也没摸到毛巾。罗森无奈道：“北野，你忘记给我准备毛巾了啊？”属下这就拿过来。北野望一愣，连忙拿了一条麻布毛巾给罗森送了过去。他脸色微红，拿着毛巾站在水桶前递给罗森。罗森盯着北野望的身子没有动，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渴望，心中在做极限挣扎。第107章，推到北野。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男人，哦不，如果没有经验，始终不能算男人。这也是罗森能够忍耐的原因，因为没有体会过，所以不是很想。但看着北野望柔情似水的样子，罗森觉得自己到了临界点。他忽然在想，自己凭什么这么忍着呀？他们的吃的喝的都是自己给的，而且自己不主动，他肯定也不好意思主动。实在不行就主动点吧。罗森心中不断激起涟漪，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北野望。这把北野望看得满脸通红，似乎知道了他的想法。领主大人，毛巾。北野望红着脸提醒。嗨嗨。罗森咳嗽了一声，直接从水桶里走了出来。这一幕让北野望差点没昏厥过去，连忙低下了头。那个什么，本领主，嗨嗨，本领主累了，你给我擦吧。罗森想了半天，才想到一个合适的借口。北野望没有拒绝，缓缓地给罗森擦，但擦着擦着，总会不经意地碰到一些东西。罗森转过身，一把把北野望抱了起来，丢在了床上。领主大人。床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屋外狂风呼啸，屋内春光连绵。与此同时，房屋外，屋檐下，露西盯着窗户，眼神里满是气愤。她甚至想冲进去解救北野姐姐。万恶的人类领主，北野姐姐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竟然如此惩罚北野姐姐。天色暗淡，月色皎洁，一夜无话言。这一晚也是罗森出奇的没有水群的一晚，导致很多在区域频道想和罗森聊交易的路人异常失望。算了，别等了，他可能不会出现了。哎，我手里又囤积了好几个领命，等着换食物呢。他每天都会这个时间出现的，今天干嘛去了？鬼知道啊，人家已经发展成镇级领地了，说不定在忙吧。次日清晨，罗森拿开了压在身上的雪白胳膊，从床上爬了下来。北野望还在昏睡，或许是各种原因，反正他很累。由于没有了北野望的伺候，今早服侍他的人换成了露西。露西明显气色不好，像没休息好似的。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罗森心情很愉悦，说话也很温柔。不过露西丝毫不领情，气道：领主，北野姐姐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作为要那么惩罚她？作为属下，他虽然很气，但也知道分寸，所以虽然有些逼问的意思，但态度还是放得很低。罗森微微一愣，脑海中冒出了昨晚的画面，脸色顿时就红了，无语道：你都看见了？你没关窗户？罗森，还好是露西看到了，要是南岭明看见的话，罗森保证自己会让他发生意外。那个啥，我可不是在惩罚他，他反而很喜欢我那样子，不信的话你可以问他，不过要等他起床以后。罗森微微一笑，剥开了一个鸡蛋，鸡蛋比以往的还好吃。报，见过领主大人，露西小姐。一个女佣匆匆走来，连忙行礼。因为露西是北野望最得力的助手，很多事都是她在处理，所以身份也跟着水涨船高，普通女佣见了也要行礼。罗森淡淡道：说，领主大人，外院招募所出来一个人，要见领主大人。又一个名将。罗森一愣，立刻道：那人长什么样子？那人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看上去颇为厉害。算了，还不如不描述呢，让他进来吧。罗森摆了摆手，根据女佣的介绍，他根本不知道是谁。不过女佣很快就把那人领了进来。同时进来的还有看府护卫，也就是罗黑子手下的人。领主府目前没有护卫，所以直接调拨了罗黑子以及一队人守卫领主府。他们的出现是怕来者不善，好保护罗森。那人和女佣描述的一样，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但罗森不认得此人，便看起了他的资料。当看到此人的资料的时候，罗森惊了一下，直接站了起来。属下典韦拜见领主大人。典韦双膝下跪，给罗森磕了个头。没有罗森的命令，他没有起身。恶来典韦曾为朋友报仇，提着敌人首级招摇过市，数百人不敢靠近，还能驱猛虎过涧，留下不世传说和威名。看到典韦，罗森大喜，连忙道：典将军请起，
有点将军相助，本领主如虎添翼啊！谢领主大人。典韦起身，态度恭敬地站在了一旁。典将军，本领主封你为步兵将军，统领所有步兵。稍后本领主亲自带你去军营。是。典将军还没吃饭吧？一起吃吧。罗森摆了摆手，让他过来。典韦先是推辞，表示不敢，而后在罗森继续的邀请下，才敢上桌。大清早的，又是100分比忠诚的猛将，让人家一起吃个饭不过分吧？都说吕布马上无敌，典韦马下无敌。罗森见到典韦后，对军营的规划便彻底清晰了起来。吃完饭后，北野望也醒了。典韦见北野望从屏风后走出来，立刻放下碗筷，跪地道：“属下典韦拜见主母。”北野望，发生了什么？此人是谁？北野望一脸懵逼，看向罗森。罗森给他解释了一番，北野望才知道这是罗森新收的将军，连忙道：“典韦将军请起，在下只是领主大人的管家。”这典韦一脸狐疑，明明是领主大人的卧室走出来的，怎么能只是管家？见北野望不敢承认新的身份，罗森笑道：“是，他是我的管家，外监夫人。”是，属下明白。北野望脸色红了。露西一脸懵逼，到底发生了什么？罗森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既然睡了人家，让人家当个夫人不过分吧？人家又那么贤惠能干，把领地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才是夫人的正八经人选。北野，过来一起吃饭吧。罗森摆了摆手，很明显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但北野望还以为自己是个奴婢，不敢上桌，一直在拒绝。直到罗森硬气了一些，他才颤颤巍巍地坐到罗森身边。第108章军营改革。在这个规矩森严的世界，罗森的做法无疑是向别人证明他的地位，这让北野望很感动。夫人兼管家，似乎是个不错的称呼呢。吃完饭后，罗森便和北野望、典韦以及几个城主府护卫出门去了。来到军营，士兵们还在训练。虽然领地危机已经解除，但士兵的训练也没有松懈。向吕布和赵云介绍了典韦的身份，罗森开始下达任命通知，封典韦为步兵统领，统领军营所有步兵。因为传说典韦马下无敌，步兵是他最合适的职位。而后又封吕布为骑兵统领，统领所有骑兵。因为传说中吕布手拿方天画戟，脚踩赤兔马，马上无敌。分封完他们俩，军营就变成了2个编制，分别是骑兵和步兵2个体系。骑兵就是拥有坐骑的士兵，不管是战车还是战马，都归他管。步兵则是管理普通步兵和弓箭步兵。至于赵云，作为浑身是胆的男儿，在三国时期又是常年稳居护卫身份，而且性格温和、聪明伶俐。罗森直接把他从军营里调了出来，调到了自己身边，并且又从军营抽调精兵100人，携带进入领主府，兵封他为领主府精甲禁军统领，统领领主府普通禁卫和精甲禁卫，守卫领主府。也可以说，他现在是罗森的贴身保镖了。自此，军营一分为3，分别是步兵阵营、骑兵阵营以及领主府禁卫军。3大阵营都有各自的统领，而且统领全都是100%忠诚，直接受命于罗森。只有阵营多起来，手下的人才能感到压力，产生攀比心，越来越强。同时又能防止手下人多势众，出现谋逆造反的事情发生。虽然神级招募所忠诚度永远不掉，但下面的士兵忠诚度可是会掉的。谁也不能保证他们哪天就没有自立山门的想法。分封完毕，罗森又把罗黑子叫出来，彻底把护卫营从军营中剥离出来，任命为单独的护卫阵营，驻扎领地之内。虽然职位不变，但体系却变了。原本由兵营统一调度的护卫营，此刻变成了一个单独的个体，直接受命于罗森。其身份放在前世相当于警署，单独的体系，负责领地内治安以及领地外领民的保护等等事宜。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完毕，罗森带着调拨的人准备返回领地。而此刻1200人的军营只剩下了900人。赵云带走了100人以及所有的精甲，还有罗黑子护卫营的200人。虽然护卫营的人数不少，但他的职责是整个领地，所以需要的人手多。这2部分就属于领地内部力量，吕布和典韦属于领地外部力量。一内一外，2部结合便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到兵营外，几个穿着黑袍的魔法师站在不远处，正是魔法师阵营的人。见到罗森出来，连忙走了过来，好像是在等待罗森的出现似的。报，拜见领主大人。一个木系魔法师身子柔柔弱弱，声音清脆入耳，是为数不多的女魔法师学徒之一，可以看出她对罗森的敬畏。见到罗森后，立刻就害怕的跪在了他面前。这一幕要是让别的领主看到，绝对会震惊的吃不下饭。这可是魔法师学徒啊，他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基本上都当祖宗供着，而他竟然跪在了一个领主的脚下，
态度恭敬的和一只小猫咪似的，这难免让人羡慕外加嫉妒。罗森轻飘飘道：“起来吧，你有什么事情汇报吗？”领主大人，小麦已经全部催熟，可以收割了。说罢，女魔法师学徒便忐忑地等待罗森的命令，因为他真怕领主会把收割小麦的事情交给他们魔法师阵营，这种体力活他们可干不了。哦，这么快？不错不错。罗森满意的点了点头，向着远处的麦田看去。虽然隔空相望，但依然能看到远处那金闪闪的一幕。麦苗已经长到半人多高，绿色的苗也变成了金黄色，结满了麦穗。罗森微微一笑道：“辛苦了，后面的事情就不需要你们操心了。”领主大人竟然说辛苦了。女魔法师学徒一阵失神，还好身边的同伴暗自提醒了他一下，他连忙道：“不辛苦，都是属下的职责。”和本领主一起回去吧，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罗森点了点头，径直地向前走去。身后的罗黑子以及赵云紧跟其后，在远处的金甲士兵也连忙跟随。见状，几个魔法师学徒也连忙跟在罗森身后。看着罗森笔直的背影，女魔法师学徒的双眼中闪过一丝异样。魔法师学徒和罗森等人在领主府门口分道扬镳，兵营搬到了领地围墙外，魔法师们没有搬出去，因为他们身体孱弱，遇到突然的危险很难反应过来，所以全都驻扎在领地内。回到领主府后，罗森便下达了收割麦田的命令。此时依然是北野望在办，目前的领地相当于公有制，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罗森，所有的领民都是在给罗森打工，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产业，什么砍树引采矿营全都直接属于领主管辖。只要罗森一个命令，要他们往东，他们绝不往西。不过罗森相信这些固定资源他们也会有的，只是暂时没有而已。因为一个地方若所有的东西都是贵族的，是很难长久发展下去的。回到内院，罗森继续修炼魔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转眼到了下午，而此刻天下大事也结束了。3天时间已到，天下大事正式结束。此刻罗森修炼累了，正在频道内看人聊天议论。由于本次事件任务难度很低，所以很多人都完成了本次事件，得到了奖励。3天内参与一场战斗，没有提输赢，也不是非要生死战，所以很多人都和附近的领地商量了一下，打了友谊战。虽然有人黑吃黑，趁别人打完友谊战力气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进行了偷袭，所以频道内很多人在议论那些不讲武德的同志。不过随着奖励下发，议论的事情就又变成了分享喜悦。100倍增幅成功，已增幅到100块战马招募令。脑海一声响，罗森知道自己的奖励也到账了。第109章买马。招募令和魔法师学徒招募令一样，经过了100倍增幅，罗森得到了100块战马招募令。使用后，招募令消失，战马将从招募所走出，上面写着使用方法，似乎初始的招募所有无穷的功能，不但能走出领民，还能走出魔法师，如今连战马都能从里面出来。看完后，罗森就迫不及待地使用了招募，而且还是全部使用。使用完毕，他就安心地等待了起来。没几分钟，露西就惊喜地冲了进来，报告道：“领主大人，领主大人，招募所里出来了好多高大威猛的马匹啊！”露西这辈子得到的惊喜都没有这几天在领主府内得到的多，这个家领地太神奇了，而且每次惊喜都是大批量的。看着露西惊喜的小脸蛋，罗森淡淡道：“早上不是还对我不满意吗？现在怎么又转变过来了？是不是去问了北野？我没骗你吧？”露西一脸尴尬，挠了挠头，羞涩道：“误会，都是误会。北野姐姐说领主不是在惩罚她，而是疼爱她，没想到人类的疼爱如此奇怪。罗森，我们受人疼爱，朋友亲友都是抱一下或者摸摸头之类的，人类却是男人压着女人使劲晃。当时北野姐姐一直说不要，我还以为……好了，你别说了。”罗森都觉得很尴尬，连忙打断了露西的话。这个才成年的兽人也不知道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罗森摆了摆手，无奈道：“招募所一共会出现100匹战马，等会让护卫抽出79匹送到军营，其余的送到马圈自用。”100匹？露西不明白罗森怎么会知道具体数量，于是点了点头，便去办了。是。露西走后，罗森继续看领主指南。北野望出去只会收割小麦了，毕竟食物资产事关重大，他要亲自盯着。此刻区域频道内，众人也彻底从得到战马的喜悦中清醒了过来，甚至卖战马的人已经开始到处宣传打广告了。事件奖励的战马换1000斤肉，愿意换的来；战马换领民，1匹战马换200个领民。看到其他领主迫不及待的宣传，罗森面无表情。毕竟事情分轻重缓急，食物自然是急用的，战马对于他们来说可有可无。
虽然这玩意很贵重很稀缺，但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很过分吗？为什么有人说过分？罗森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就像自己当初用苹果换领名，很明显就是别的人他们需要苹果，但自己需要吗？自己自然是需要，但自己100倍增幅过后，苹果很多呀，多的都用来磨果汁了，为什么非要攒起来就不能换领名？这是一个道理。换了领名可以持续性发展，得到更多的苹果，守着苹果慢慢吃，不用来换长久发展的东西，早晚会吃完的。一匹战马大概800-900斤重，杀掉吃肉明显得不到那么多肉，只不过换1000斤肉，估计也没多少人愿意，毕竟太贵了。很多人只能接受等价交换，最多多给一点，但不能多太多。虽然战马值钱，但食物也稀缺啊。于是很多人开始讨价还价，一匹战马最多800-900斤，去掉骨头内脏也就能得到400-500斤的肉，我给你650斤肉换一匹战马，行不行？换了你能多拿100多斤肉呢，自己杀了吃可没那么多肉。好贵啊，谁的战马可以用铁换？我的铁多。丝战马这么玩意果然恐怖，换的都是好东西。看着别人的议论，罗森倒是觉得没什么。战马不管放在哪里，什么时候都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而战略物资一直都是很贵重的，尤其是混乱的战争之地。哪怕是古代发展的那么完整的体系，一匹战马都远远比一条士兵的命都要值钱。要知道，古代士兵可是很珍贵的资源，战马比士兵都贵重，可想而知其作用。奖励刚出来，有些人要是换不到需要的东西，可能就杀了吃肉了。以后说不定更难换，我先换点吧。想到这里，罗森皱着眉头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资源。首先是肉类食物，经过上次受潮，共得到野兽100多只，增幅后累计得到肉食200多万斤，200多万斤的肉，而领地人数一直在增加。按照目前增加的速度和消耗速度来说，这些人绝对撑不过1年。不过好在这1年内，他可以把粮食产业发展壮大，倒也不需要担心。按照一匹战马换700斤肉来说，换100匹需要消耗7万斤肉，倒是还可以接受。铁矿区每天都会往领地送来1500块铁石，可以炼出300块铁，一套战甲加1把铁剑需要消耗32块铁，如果再配上剑鞘，总共需要34块铁。目前铁的储存量略多，不知道用铁能不能多换点，因为很多人以食物为主，毕竟一匹战马能多换100-200斤食物，够一群人吃几天了。不过大的领地虽然也缺食物，但更缺铁。更大的领地，不管缺不缺食物和铁，都会硬着头皮收购战马，除非连收购的资源都凑不出来。不过能成为大型领地的，都有一定的实力和物资储存。看着频道内的报价以及成交的成功度，最终罗森重新定了一个价格，就是可以快速成交的一个价格，比小七的领名略微高了那么一丢丢。虽然只是一丢丢，但能吸引更多的人和他交换，而且能够快速成交，节省大量时间。20套铁质战甲外加20套铁剑，换一匹战马，速度的来啊！好少啊，太少了。我换，我不用战马，用1万块石头和你换成不？不要。喂，650斤肉，到底换不换？给个痛快话。太便宜了，便宜也比你自己杀了吃得到的多。我再考虑考虑。有人给我670斤肉。众人议论纷纷，聊得火热。就在这个时候，罗森也开始发布属于自己的交换信息了。而这条消息一发出去，顿时就引爆了全场，让求购者嫉妒，卖马者痛快。第110章割据一方，30套铁质战甲外加30套带鞘铁剑，换一匹战马，不议价，要换的直接对我发出交易，有多少收多少。700斤肉换一匹战马，不议价，要的直接对我发出交易，只换7万斤，换完即停。2条消息发出去，让整个区域频道陷入的聊天都停止了，画面一动不动。几秒钟后，整个聊天区域彻底炸开。卧槽啊，换啊，速度换！马德比刚才那个家伙强多了，非要压我50斤肉，换！30套铁甲可以全部武装我的领地了，我也换！一时间，罗森的交易请求页面从无到有，数量直接暴增到了99家。这一幕更是让更多需要战马资源的领地懵逼了。我擦，哄抬物价！怎么办？我要赶紧报告给盟主。马德，你别走啊，我们刚才谈好了呀。操，收，把价格提升去，和他一样抢资源。许多大盟开始忍痛抢购战马，要是完了，他们怕战马就没了，就算有，以后战马稀少了，估计价格会涨得更离谱。所以一时间区域里到处都在抢夺战马，价格一升再升，无数卖战马的小领地都笑开了花了。有了这么大一笔资源，说不定能够让他成为周围最大的领地呢。只有那些大盟欲哭无泪，纷纷暗中骂罗森。本来压价格就能收购到，但现在价格飞涨，
涨得比罗森刚才收购的价格还要贵上1/3呢。现在好了，人家收完回去了，价格却一直下不去了。当然，就算是大蒙也不敢当众骂罗森。罗森是什么人？是一个已经发展成了镇级实力的人了，手下拥有铁甲无数，领民上千，可以媲美任何一家领地，甚至连大蒙也不多让，所以不敢公然辱骂，怕引起两方战斗。罗森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是提价了，但提的不多，也是为了快速交换节省时间。后面的涨价他根本没有预料到，不过好在他已经收购到了战马300匹，暂时够用了，所以涨不涨价都无所谓。用30套战甲和30把带鞘的铁剑换1匹战马，这相当于用掉34块铁。但仔细算一下，34块铁制作成武器增幅后，不就增幅成了3000套战甲和3000把带鞘的铁剑了吗？其实根本没有花多少资源，只用掉了68块铁，他就换回了200匹战马。另外又用了7万斤食物换了100匹，主要是换食物的人多，换铁的人少。为了领地的长久发展，罗森没敢多换，怕到时候自己领地的食物崩盘。若真崩盘，手下3000号人呢，绝对会完犊子。200多万斤的肉去掉7万斤，还是有200多万斤。用9牛1毛来比喻或许是有点夸张，但用9牛12毛来比喻也8九不离十。自此加上招募令的100匹以及原有的27匹，再加上此次收购的300匹，罗森已经拥有了427匹战马了，比一些领地的领民数量都多。把露西叫过来，继续让他去接管，把多余的马匹送到军营。427匹马，罗森留下了100匹在领地自用，其余的全部送到军营。他们也可以凭借着300多匹马组建一队骑兵和战车兵。搞定这些，罗森又收购了一些武器图纸，其中就有双戟和单戟图纸，刚好可以用于给吕布和典韦制作武器，可以提升他们的战斗力。神级招募所招募出的领民，武器自然不能用垃圾的铁来制作，要不然容易坏。罗森直接取出仓库里的铁币，融合成了金铁，制作出了1把单戟和1把双戟。而后领主指南又刷新了新的事件：天下大势之割据一方。事件介绍：天下大乱，人伦崩坏，群雄并起，百姓流离失所，请领主割据一方土地，终止战乱祸事，成为一方领袖，守护百姓，安稳大事，以谋大业。事件要求1：至少统御方圆30里范围，成为霸主级势力，在统御范围内拥有绝对权威。事件要求2：统御范围内百姓安居乐业，无战事发生。事件要求3： 15日内完成。事件奖励：全员奖励。霸主实力奖励储物袋外加小麦3万斤，服从势力奖励储物袋外加1000斤小麦。看完介绍，罗森沉默了。这个事件很明显是要把很多人都推到霸主地位，想要得到高昂的奖励，必须要统治方圆30里范围，这无疑会让各大领主掀开腥风血雨般的战争。不过以目前这个局势，战争早晚会开启，领主指南不过是提前了战争而已。成为方圆霸主，奖励3万斤小麦，增幅后也就是300万斤。罗森喃喃自语了一下，便快速打开领主指南，想看看区域频道里都在说什么。300万斤的粮食，平均1斤粮食能出 0.7 斤面，一个人一天吃4斤，可以吃很久很久。对罗森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因为他可以发展农业或者直接快速扩大人口。不过也不是非要打仗，就要看自己周围的那些领主识相不识相了。若是识相直接臣服，则可以少很多事情；若是不识相，那也只能打了。而且既然统治周围了，规矩也必须要立下来，相信很多人都抵抗不了本次事件的奖励。打开领主指南，频道里已经聊炸锅了，全都在议论关于本次新刷新的事件。事件解释的我不太懂，是不是打不过别人，只要臣服在别人手下，也能获得奖励啊？对啊，实在打不过就臣服好了，这叫做忍辱负重，等到以后发展起来再爆发也不迟。如果臣服后把领主指南收走了怎么办？那还发展个屁！领主指南是绝对不能上缴的，那是我们的根本。如果真有人要收走领主指南，那也只能拼命了。这个事件让那些联盟沾了光了，他们盟主直接可以统御周围了，仗估计都不会打。也不一定，可能有些盟友会抵挡不住3万斤粮食的诱惑，争取头部位置，毕竟3万斤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那些盟也麻烦了，随时都要提防着造反的事情发生。第111章扫荡。方圆30里，也就是方圆15公里，看起来不大，但要是换算成面积，足足有450平方里，面积着实不小。而450块平方里，也就是相当于450块区域。就算每10块区域之中有一个领地，那也足足有45个领地。罗森关掉领主指南，微微思考了起来，最终下定了决心，决定开打。只是还有个问题困扰了罗森，他喃喃自语道：敢反抗的就杀掉，但对于那些投降的领主该怎么处理呢？
投降也杀，这样毫无人性可言，和畜生没有什么区别。应该按照资本主义的路子来，压榨才是统治的王道。但该怎么试试呢？罗森差点想破了脑袋，也没想出来，于是继续翻开区域频道，想找找解决的方法。但刚打开领主指南，罗森赫然发现领主指南忽然多出了一页。1、2、3、4、5页。罗森一愣，他清晰地记得领主指南一共只有4页。第1页是天下大事，第2页是聊天频道，第3页是交易商城，第4页是背包空间，而现在竟然出现了第5页。难道又出现了新的东西？想到这里，罗森带着忐忑的心情翻开了第5页。第5页一片空白，只有纸张的最上方写着8个大字：附庸领地信息大全。在8个字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问号，不用想也知道是说明。连忙点开看了一下，说明顿时就弹了出来。本页负责记录附庸领地的名字、总人数以及忠诚度。村级领地附庸势力上限为10家，镇级势力上限为100家，城级势力以及上无上限。拥有附庸领地方法，让愿意附庸的领主滴血在领主指南上面，则可以成功附庸。一旦附庸，附庸领地领民便会出现2个忠诚度，分别是自家领主忠诚度以及总领地忠诚度。任何一种忠诚度过低，都会导致领民叛变。若总领地忠诚度高，则会产生信仰之力，为总领主提供实力；若总领地忠诚度低，领主忠诚度高，则忠心自家领地。如果发生此情况，附属领主叛变，其领民也会跟着叛变，请总领主自行拿捏。看完一大串的介绍，罗森只感觉头疼。不过好在也算明白了其中的含义，那就是可以收附属领地了。想收附属领地，就让附属的领主滴血到领主指南上，就自动成为附属之地。而且总领主可以在领主指南上看到附属领地拥有的人数以及领民的忠诚度，来分辨对方会不会出现叛变。还有就是附属领地会产生2个忠诚度，一个是对自家领主，一个是对总领地。只要任何一个忠诚度过低，就代表领民对其中有不满，都会产生叛变。如果对总领地忠诚度过低，而自家领地忠诚度很高，那么就是对总领地不满意，附属领主叛变的时候，他们也会跟着叛变。如果对总领地忠诚度高，对自家领主忠诚度低，那么就不会对总领地叛变，可能会对自家领地叛变。当然，如果抛开忠诚度，自家领主想谋反，领民或许愿意跟随，也或许不愿意跟随。但若是被自家领主蒙骗或者相逼，他们也不知情。哪怕2个忠诚度都高，他们则会优先听令总领地，而后选择听令自己的领地。还有就是这些领民中，如果对总领地忠诚度高，也会给罗森带来实力上的提升。就这些，揉了揉脑袋，罗森心中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最终决定就按照领主指南的指示来办。收领地，如果不愿意就杀掉，愿意的全部收为附庸领地。到时候向这些附庸领地按人头来收取税务，再给他们限定领地人数上限。自己这块领地相当于国度，其他领主的领地相当于小村庄。这样不但能得到很多持续的资源供应，还能防止他们发展壮大，图谋造反，建立更大的势力。心中有了主意后，罗森立刻就把赵云叫了过来。见过领主大人。赵云单膝跪地，罗森连忙让他起来，说道：明天或许有很多人来拜访我，你安排好领主府内的安全工作。是。赵云不明白领主为什么这么说，但在他心里，领主说的话一直都很灵验。他说有很多人拜访，就肯定有很多人拜访，于是点头应下，随后就去安排去了。看了看天色，太阳也快下山了，罗森打开了领主指南，来到了附近频道。附近频道里的人都是附近的，只有少数人在聊天，聊的还是割据一方的事情。我们周围有没有什么大的势力？要不要反抗一波试试？我们周围有2个盟，分别是正义盟和兄弟盟。不对，还有一个势力，你们别忘记了。死！难道你说的是太平镇领主叫罗森的那个人？他该不会攻打我们吧？那我们是投靠太平镇还是投靠联盟啊？罗森看了几眼，发现他们全都在担忧，也没有接他们的话，而是直接发了一条信息：我是太平镇领主罗森，不喜欢打打杀杀，只想安稳发展。方圆30里内，最迟明日中午，所有领地领主全部到我领地集合，投靠我成为我的附庸。我不想见血，但为了本次事件的奖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大家不要不识抬举。一句霸气的话语犹如重磅炸弹炸进了附近频道，吓得刚才还在聊天的领主全都不敢回复了。这让罗森一阵无语，觉得肯定是自己的名气还不够响，他们竟然不回复自己，于是又发了一句话：明天中午之后，我将携带大军对周围进行扫荡，你们好自为之。说完这句话，频道里有人再也忍耐不住，开始发言了。罗森，我劝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们这些人联合起来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
有2个人对罗森表达了不满，而且还是在频道这种公共场合，这分明是在挑衅罗森的地位，让其他领主看到了怎么想。罗森淡淡的回复了一句：“你们有1夜的时间逃跑，明天第一个扫荡你们。”2人各发了一串省略号。第112章李阳效忠。看得出来2个人吓得不轻。嗨嗨，罗森兄弟，我心直口快，你别介意，我为刚才的话道歉。那个什么，我也是，我明天第一个去，一定效忠你。切！罗森不屑地关掉了领主指南。太阳缓缓下山，罗森依旧在院子里修炼魔法，薇薇安这个小姑娘则守在他身边指点。这个世界目前有2种修炼体系，分别是魔法师和武者。魔法师自然就是以薇薇安为首的魔法群体，武者则是修炼身体的人，而且等级划分很多，分别是武者、武师、大武师。罗森暂时只知道这3个级别，因为赵云等人全都是大武师，后面的级别只有等到了那种境界才会知道叫什么名字。不过这里的武者并不是很离谱，类似于古代武侠的那种，大武师才能勉强做到内力外放。像罗森这种武师境界，只不过身体素质强大而已。虽然能空手碎巨石，拳打下山虎，但比起真正的内力外放还有很大的差距。他现在的战斗力也就相当于3国时期那些武将的战力，而赵云、吕布等人的战力已经达到了武侠小说里行侠仗义的大侠级别，最起码能飞檐走壁，内力外放，隔空伤人。而想要御空飞行那种境界，罗森也不知道这个境界存在不存在。领主大人，这个时候北野望回来了，他额头上带着些许汗水，穿着一身麻布衣，看上去像极了刚干完活的小女人，浑身散发着香喷喷的汗香。罗森从冥想中清醒过来，说道：“回来了。”“是的，领主大人，我们领地今天算是大丰收了，一共收割了25亩地的小麦，平均每亩地收割1000斤，还有1亩地是灵麦。”北野望很兴奋，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丰盛的资源呢。1亩1000斤，25亩地就是25000斤了。放回仓库了吗？罗森努了努嘴，示意薇薇安可以走了。薇薇安见状，行了一个礼，就离开了内院。总管和领主商量要事，他一个小领民可无权听闻。还没有，正在田地里放着呢，明天晒一天才可以更好的储藏。北野望又往前走了一步，靠得更近了。罗森心中一荡，一把他拉倒了自己的腿上，环上了他的腰肢，柔嫩的感觉侵袭整个大手，像触电一般。北野望立刻垂下了头，羞涩道：“领主大人。”罗森心中更加荡漾了，尤其是那红润的嘴唇，他便准备印上去。北野望，他没有一丝反抗。良久之后，一道丝线从空中断裂，他才缓缓睁开双眼，长出了一口气。忽然间，他好像想到了什么，抿了一下嘴唇，连忙从罗森腿上起来，道：“领主大人，有领主求见。那人说你认识他。”罗森一阵无语，原来是有事汇报啊，并不是想他了。不过求见的人是谁呢？自己好像也没认识什么人吧。如果是投靠的领主，那也来得太快了吧，自己才刚刚发消息没多久就有人来了。想到这里，罗森也缓缓起身道：“去见见吧。”来到外厅，一个身影站在大厅中间，他穿着一身铁甲，身上却没有佩戴任何武器，背着双手打量着大厅里的装饰，且背对着门口。听到门外传来的脚步声，他才缓缓转过身子。当罗森看到这人的模样的时候，顿时一愣，脚步也加快了数倍，激动道：“李阳！”这人正是李阳，他的伤已经好了，此刻站得笔直，看上去颇为俊俏。正所谓故人相见，分外开心。2人的脸色都很激动。罗森上前一步，一把就抓住了李阳的手：“好久没见了，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你。”“是啊，森哥，转眼间已经有几年没见了，没想到他乡相遇。”杨帝此刻的心情犹如大海滔滔，无法平静。李阳也激动地抓着罗森的手，2个大男人真情涌现，互相握着对方的手不肯松开。李阳，坐下说，来人呢，快上饮料啊！罗森拉着李阳的手，大声对门外的女佣吩咐。李阳连忙道：“已经上过了，没想到森哥如今发展的如此壮大，杨帝万万没想到。”哦，对了，忽然间，李阳像是想到了什么，直接就松开了罗森的大手，往后退了几步，而后双膝跪在了罗森面前，大声道：“外主李阳拜见领主大人。”“李阳，你这是做什么？快快起来！”罗森一愣，眼神中闪过一丝光亮，连忙去扶他：“咱们的关系不用那么客套。”李阳被罗森扶起来，盯着罗森的眼睛，郑重道：“森哥，规矩还是不能破的。杨帝这次来拜访，没有别的意思，是特意来投靠森哥的。”“哦，此话何意？”罗森倒有点不明白了，发展的好好的，怎么主动投靠来了？而且看样子，他似乎知道脚下的领地是自己的。按理说，他应该等到自己打上门，2人再相认，然后和平共处才对。森哥，天下大乱，
各个领主积蓄力量谋求大业，独自发展不是良计，而且危机重重。杨帝深知自己走不了多远，又偶然得知森哥发展壮大，便想投靠森哥门下，为森哥出一份力。森哥方向，杨帝和别的领主不一样，杨帝已经提前变卖了家产，携带食物50斤，铁甲10套，士兵10人，拖家带口来投靠的。你变卖了家产，带着所有人都来了？罗森一愣，完全没想到李阳如此决绝。看来他对自己是真的信任，要不然怎么会做出如此决定？毕竟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世界，任何人都有一定的危险。这说明李阳确确实实把自己当成了亲人，这让罗森很是感动。因为以前罗森只有李阳一个朋友，现在除了李阳，他没有任何朋友。好朋友如此信任他，他很感动。嘿嘿，森哥，杨帝我在电子厂的时候熟读了《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红楼梦》《水浒传》等著作，虽然脑子不够聪明，但也算灵活。以后森哥有什么安排尽管吩咐，杨帝在所不辞。李阳嘿嘿一笑，掏出了领主指南，递给罗森，继续道：这是我的领主指南，以后投靠了森哥也用不到了，就上缴了。第113章，北野姐姐和领主大人在一起。这……罗森犹豫了一下，没有去收，因为一个领主指南带来的发展速度只是9牛1毛，要与不要对他的作用都不大，而且还会伤了朋友的心。既然人家真心来投，自己要是连这点气量都没有，还谈什么霸业，谈什么称霸天下？罗森当即大手一挥，道：这我不能收，你就自己留着吧，以后招募的领民给我送来就行。有了你的帮助，我们会发展得更快的。从现在起，你就当我的军师好了，咱们共谋大业。之所以让李阳当军师，首先便是两人的关系。从前上学的时候，李阳是个混混，经常护着他。如今他来投靠自己，自己护一下他也是理所应当。其二便是让他当军师，是以后遇到什么时间可以有人商量一下。虽然神级招募所招募的人会领兵会打仗，但对于民生大事却不懂变通，老是靠自己会少白头的。李阳怎么说也是经过了义务教育，而且是新世纪的人更容易变通。森哥，你把领主指南拿出来，我给你滴血成为附庸领地，要不然杨帝我心里不踏实。李阳还是想上缴自己对领地拥有的权利。他认为既然投靠就要全部投靠，不能偷偷摸摸留下发展的东西，让人怀疑。最终在李阳的再三坚持下，罗森让他滴了一滴血，成为了太平镇第一个名副其实的附庸领地，并且经过商量后，以后将由太平镇接管他的领地，负责每日出现的领民指引。因为李阳以后就留在这里了，所以那边出现的人员直接加入太平镇，成为太平镇领民，算是断绝了自己的后路。这让罗森感动得不得了，朋友关系能做到这个地步，真的少之又少。于是罗森就给他安排了住所，住在领主府边上，方便进出领主府。而后两人就在领主府的内院里喝起了啤酒，他们要大醉一场，庆祝一下相遇的兴奋之情。1瓶、2瓶、3瓶、4瓶，两人一共喝了8瓶啤酒，全都醉醺醺的。李阳也诉说着来到这个世界后遭受的苦难，什么寻找食物啊、砍树啊，还有别的领地偷偷摸摸的绑架他的领民之类的，反正琐事无数。而后又说到自己结婚的事情，媳妇是他的领民。罗森也醉醺醺的回应：你都有媳妇了，不像我领地发展的虽然大，但媳妇却没有着落，你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还发展出了这么多战甲，人家上百人的领地都没有这么多战甲，全托森哥照顾。其实森哥给我留下的食物我都知道。李阳激动道：我一定要帮你谋求大业，只有领地够强大，我们这些生活在领地里的人才会平安无事。哦哦，刚说完，李阳就吐了，趴在地上呕啊呕。最终罗森让人把他送回去，自己则在北野望的搀扶下回到了卧室。李阳的想法他也能猜到一二，从来不会想自己成为多么牛逼的人物，只想安稳过日子。但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领地之间战斗吞并，危机重重。他若坚持守护自己的领地，实力无疑是不够的。哪怕罗森庇护他，他也觉得守不住。追随自己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首先两人关系不一般，其次领地越大，他也能越安稳。毕竟人家都已经有了家室了。最主要的便是李阳是一个没有大野心的人，随便一点成就都能让他满足。领主大人，要不要喝点果汁解解酒？北野望担忧的守在罗森床边，见罗森老是皱眉头，忍不住的就心疼了起来。罗森只感觉天旋地转，眼睛也没睁开，便点了点头。很快北野外就拿过一杯果汁，但罗森躺在那里根本没法喝。最终北野望无奈了，于是往自己嘴里喝了一口，轻轻俯身下去。领地实行的统一制作，所有人都要接受统一的调度，哪怕是吃饭。不过普通领民吃饭需要去领主府按时领取，
而有官职的则是按照几天发放一次进行发放，不需要次次去领取。官职指的是那些队长、营长等有职务在身的领导级别人物，这样可以架空普通领民对在职官员的崇拜，提升领地在普通领民心中的重要感。又是一个发放食物的早晨，今天负责早饭发放的带头人是露西。李阳住在城主府对面，站在门口就可以看到热闹的人群，这不由得让他感叹自己的选择的正确。领主大人，食物领到了，主食是全是肉，还有水果呢。2个士兵拿着领到的食物，兴高采烈地回到门前，向李阳汇报。他们跟着李阳的时候，虽然也能吃饱饭，但肉却很难吃到。来到这个领地，看到大家领的全是肉的时候，就彻底震惊了，开始感叹起了领地的强大，让他们对这块领地心生莫大的敬畏。我已经不是领主了，我现在是太平镇的军师，以后叫我军师或者李大人都可以，千万不能叫领主，知道了吗？李阳拿出食物，郑重地吩咐了一句。属下一惊，才想起他们的身份，连忙点头道：是，军师大人见谅。快去吃饭吧，以后我们也能过正常日子了，顿顿有肉。李阳点了点头，继续在门口看一边震惊，同时自言自语道：森哥就是森哥，能上大学本身就是厉害。露西小姐，领主大人起来了吗？就在露西指挥食物发放的时候，一个满身武装铁甲的士兵走了过来，客客气气地问了一句。这人正是罗黑子，领地的护卫营长，负责所有领民安全，官职不小。他一出现，几个靠得近的领民纷纷往边上挪了一下，给他让路。罗护卫，领主大人还没起呢，怎么了？露西疑惑地看着他。罗黑子连忙道：北野管家在吗？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汇报。北野姐姐和领主大人在一起。露西红着脸小声说了一句。什么意思啊？领主大人不是还没起床吗？罗黑子一脸疑惑。没什么，虽然北野姐姐和领主都没起来，不过赵统领已经起来了，要不你去请示一下赵统领，拿一下主意。差点忘了，我还以为统领大人还在军营呢。罗黑子拱了拱手，就进入了领主府，找赵云汇报大事去了。第114章附庸领主。赵云身为禁卫统领，深得领主信任，所以也住在了领主府内，只不过是住在外院。罗黑子先是来到赵云的住所，发现他不在，又来到大厅，更是没有找到人，这让他无比郁闷。来到一个守护在角落的金甲士兵面前，罗黑子无奈问道：统领大人去哪了？报告长官，统领大人在那边。金甲士兵指了指边上的小巷子，那里是女佣居住的地方。罗黑子一阵无语，嘀咕道：统领跑到女佣住所干什么去了？虽然很疑惑，但罗黑子还是走了过去。刚走到拐角，就听到了巷子里传来了嬉笑的声音。哎呀，子龙哥哥真坏！这是一个女人撒娇的声音。哪里，就一点点话而已。这句自然是赵云浑厚的声音。罗黑子脸上充满了精彩，悄然探出了头，看到了统领大人和一个女佣并排站在门口打情骂俏。嗨！罗黑子尴尬地咳嗽了一声，立刻惊动了赵云和清雅，两人连忙一本正经起来，然后快速拉开距离。统领大人，属下有事汇报。罗黑子连忙拱手，垂下头，当作什么都没看见。赵云脸色微红，对身边的清雅道：我去就来。说罢就跟着罗黑子走出了小巷子。发生什么事了？赵云边走边问。罗黑子道：统领大人，领地外来了很多领主，而且都带有侍卫，全都是要求见领主大人的，目前已经聚集了100人，还在陆续增多，属下不知如何是好，特来汇报。哦，领主大人真乃神人也。赵云微微一愣，道：让领主们都进来，护卫全部留在领地外。是。有了指示，罗黑子办事也方便了。很快，他就把领地外等候的领主接引了进来。领主不多，只有7个人，其他的全是他们的侍卫。毕竟带点人，让他们会有安全感。不过，若是罗森知道只来了这么几个领主的话，肯定会很郁闷。因为按照他的猜测，他的实力足以横扫周围任何一家领地，哪怕是联盟也不在话下，所以最起码有1半的人会投靠他。只是此时来的人数却有点少。这些领主除了2个曾经来过一次，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前来。在门口的时候，看到领地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石墙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被领地的实力给深深的震撼了。500米长的石墙，大得令人发指。这需要多少石头才能做出来啊？怪不得名气这么大，不但面对联盟的进攻丝毫不惧，还把人家团灭，杀得落花流水。原来实力在这里摆着呢。众人开始庆幸自己来了，要不然面临的将是这个庞然大物的扫荡，到时候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走到领地内，看到周围密密麻麻的木屋以及路上行走的众人，各大领主再一次被震撼。好多人啊，完全没想到这个镇子发展的这么大。啧，光是这些房屋
估计我们这些人都凑不出来。那边是在干什么？好像是在发食物啊！我擦，他们领到的竟然全是肉！靠，每个人都能领，这，大人，难道贵领地已经有了农场了吗？一个领主不可思议地问了一下接引他们的罗黑子。罗黑子摆了摆手道：“那倒没有，这些食物都是我们的储备资源。”储备了这么多！天哪，完全不敢相信！众人来到领主府，看着在领主府内值班的金甲侍卫，更是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那金光闪闪的金甲，来回进出的女佣，一个两个三个。兄弟，你在数什么？我在数金甲。老天，好多金甲呀！众人被安排在了外厅等待，而等待期间全都忐忑不安。他们以为看到的已经是罗森的全部实力，其实这只是领地实力的冰山一角而已。女佣们送来果汁，领主们客客气气的道谢。虽然贵为领主，但面对太平镇的女佣，他们也不敢放肆。这就是大领地的威慑力。不知不觉，太阳日上三竿，罗森终于起床了，揉了揉有些头疼的脑袋，挪开了压在身上的胳膊，开始洗漱。北野望的体质太弱，经不起他的折腾，尤其是喝了酒之后的他，更像是饿狼一般，导致北野望浑身软绵绵的，现在都没有力气起床。洗漱吃饭，等罗森忙完这些，时间都已经到了中午。大厅内的领主已经等得急不可耐了，罗森才缓缓出现。见到罗森出现的一瞬间，等待的领主们全部起身，用震惊的眼光看着他，心中全都冒出了一个念头：好年轻，斯他就是这里的领主，看上去最多20多岁吧。外主见过总领大人。震惊过后，众人齐齐下跪。没办法，臣服就要有臣服的姿态，下跪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之一。当罗森看到大厅里只有9个领主的时候，脸都有点黑了，心中嘀咕道：怎么来的这么少？太不拿我的话当回事了。想到这里，罗森微微抬了抬下巴，道：都起来吧。说罢，他就把领主指南拿了出来，放到了身边的桌子上。而后赵云上去带着2个金甲士兵守护领主指南。罗森道：臣服我，成为我的附属领地是你们唯一的选择，开始滴血加入吧，排队一个个来。是。领主们恭敬地开始排队。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入太平镇，避免战争，所以此刻都很乖巧。很快9个领主就全部滴血，成为了罗森的附庸领地。自此罗森已经拥有了10个附庸领地了。拿着领主指南看了一下，除了里昂的附庸领地，其余的9个领地共有400人。这些领地势力大小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领地都有40多人。毕竟经过20余天的发展，还有领民的加入，发展到40多人只能算中规中矩。毕竟人数好增加，食物却难寻。很好，下面我宣布一下税率和规矩。第115章，方圆30里扫荡。什么？还要收税？算了，来的时候就知道，肯定要收税。哎，这就是臣服的坏处，希望税负能低一点。众人听到要宣布税率，全都担忧了起来。虽然他们也知道要收税，但此刻还是难免有些不舒服。不过却没人敢在这个时候提出意见，因为杀鸡儆猴往往都在这种场合出现。大家都是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自然懂得这些。罗森见众人都不说话，淡淡道：以后领地之间禁止私斗，以发展民生为大计。每个领地按照人头收税，目前每人每天上缴5块10块。呼，听到要收的东西，众多领主才松了一口气。虽然每人每天5块也不少，但10块这种不值钱的东西，最多就是花费一些功夫罢了，总比收走他们的食物好得多。谢总领大人。众人连忙拜谢。从今往后，他们就不能在罗森面前自称外主，只能自称属下了。当然，在自己领民面前依然可以自称领主。好了，都回去吧，我要去打那些不肯臣服的领主了。罗森挥了挥手道：赵云，属下在。赵云上前一步。罗森淡淡道：立刻集结军队，本领主立刻亲征所有领地。是。众人打了个冷战，纷纷离开领主府，同时又暗自庆幸自己的选择。罗森也缓缓起身，去换上了金甲。这次亲征除了完成事件任务外，他还有更大的盘算。他决定在亲征完毕后进行建城，因为随着众人的发展，肯定有很多大的领地，甚至超乎想象的领地出现。若没有城池，等到以后真正的战争根本无法坚持。他虽然有100倍增幅，但别忘了前世有一些人他拥有无尽的权力，手下死士效忠者不计其数，说不定已经开始暗中收拢手下，发展的无比壮大了。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要未雨绸缪，尽力做好准备。收取这些附庸领地的税务，也是为了建城，因为建城需要大量的石头。自己若是收取他们的食物，先不说他们自己够不够吃，
就单单这一条，估计很多人都交不出那么多税。等以后自己发展壮大了，不但不收他们的食物，反而要给他们发食物，教他们种地。到时候全民种地，等到收成的时候，就会有用不完的资源。到那时候再收税，领民不但能吃饱过上安生日子，自己也能减少种地压力，囤积粮食资源，完成大一统。领民也不用整日为了吃的而奔波，闲的时候种地，打仗的时候自己振臂高呼，就又是一支庞大的军队，食物、人力全都不缺，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不过这个想法的实施还需要时间。换好衣服，罗森就向领地外走去。此刻的领地外，领主们都在牵马准备回去。这些领主每个人都带了至少10个以上的护卫，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自己的小命看得很重要。他们牵着任务奖励的唯一一匹战马，正准备上马呢，但此刻就被集结的军队给震撼到了，以至于待在旁边看了几眼，没有第一时间离开。卧槽！这战车嘶！弓箭手我擦！全员铁甲嘶！快看，还有骑兵，好多战马！众人齐刷刷的看过去，内心也彻底麻木了。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更震撼了。他们发誓，这是他们见到过最能震撼他们内心的一幕了。但就在这时，身后忽然涌出一群人，还有人拍了拍他们的肩膀，麻烦让一让。转头一看，是一个穿着长袍的男人。领主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纷纷让开。但让开后才发现，这一群人都穿着长袍。这群人是干什么的？怎么都穿着长袍？难道是……靠，真的是魔法师！100个魔法师学徒，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实力？直到有人认出了魔法师们的身份，而这直接把他们震惊得无言以对了。刚刚还在想没有什么事情都能再次震撼他们，转眼就打脸了。100个魔法师学徒更加恐怖。快，我们快走吧。是啊，这个地方好吓人。驾！全体都有，立刻回领地，走。领主们纷纷落荒而逃，转眼就消散在了四面八方。这个时候，罗森也来到了领地大门口，敬礼，刷刷刷！全员抬手。赵云把他的马王牵了过来。罗森翻身上马，身上的铁甲哗哗作响。他严肃道：“今天的任务是扫荡周围领地，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了侵占别人领地，而是为了完成统一。领主愿意投降者不杀，反抗者杀无赦。”赵云、吕布、典韦、嘉文，你们4人各带200人向四周扩散。本领主带领400人，争取1日之内扫荡全部领地。遵命！被点到名字的4个人齐齐拱手，而后开始调配兵马。至于兵马的调配，自然是互相结合。魔法师也被打乱，充斥在各个阵营里。弓箭手和骑兵也同样被打乱，因为只有这样兵种才多，而兵种多，战斗力则更强。他们虽然只带200人，但面临同样装备的200人都可以完胜，因为他们之中有骑兵、弓箭手、魔法师，总体战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能远程攻击，能追杀，亦能列阵。兵马分配完毕，将士们就带着众人向周围的几个方向出发了。而罗森也带着100金甲、300铁甲、20骑兵、40弓箭和40魔法师出发了。罗森选择的方向是领地正前方，他将一路前行，一直达到30里外的范围。骑兵周围扩散探路，发现领地立刻汇报，其余人跟随我向前方直行。命令下达，大军立刻开拔。很快，罗森等人就来到了荒野中一条小溪之前。此时的小溪只有零零散散的几头野兽在喝水，当场的棕马就是在这里抓到的。而且这段日子每天都会在小溪边上抓捕几只野兽，为领地贡献出几万斤的肉类资源。这里已经成为了太平镇的私人牧场了。由于这段时间的捕杀，导致这里的野兽越来越少，而且警惕性更强了。一听到罗森大部队的动静，野兽就一哄而散，消失在森林之中。第116章偷袭。小溪不宽，水面上全是碎石，不过此时的小溪之上已经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木板，方便行人通过。那是先锋营搞出来的，为了方便越过小溪探索。看到这个木板铺成的简易过道，罗森决定回去后让人在这里建一座桥梁。越过小溪，众人快马加鞭，没有任何停留。很快就到了第一家领地。因为领主指南出了起名功能，所以老远就能看到这块领地的名字。这家领地已经臣服罗森了，他们领主也是刚刚到达领地。见总领地的领主带人来了，还以为总领地是来抢劫的呢，吓得领主老远就夹道相迎了。属下拜见总领大人，这里是属下的领地。这位领主是一个老者，此刻在罗森面前颤颤巍巍，害怕极了。罗森自然也认出了这是他的附庸领地，淡淡道：“我只是路过，周围哪些领地没有臣服我，告诉我。”大人，继续往前3里有一家，
右前方3里也有一家。老者恭恭敬敬地回答。而此刻2匹快马从森林中冲了进来，正是罗森放出去探路的骑兵。报，领主大人，前方发现一家领地。报，属下也发现一家领地。听到属下的汇报，罗森知道这个老头子没有骗他，于是点了点，大手一挥道：“出发！”刷刷刷刷刷，众人再度踏上行程，很快就来到了第一家领地。木墙，墙里放着一些木屋，看上去像是一个被木墙围起来的小村庄，发展的倒还算不错。不过搞什么鬼都无所谓，因为所有的阴谋诡计在觉得实力面前都是纸老虎。他大手一挥道：“冲进去，活捉他们领主，敢阻拦者杀无赦！”冲啊！数百人齐刷刷的就冲了进去，声音顿时就引起了领地内的注意。顿时间惨叫连连，哀嚎遍野。没一会的功夫，一个穿着麻布衣的中年男人就被金甲士兵拎了出来，瘫软在罗森面前。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中年男人吓得腿抖个不停，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罗森面容冷酷地看着他，淡淡道：“为何不愿意臣服于我？”大人饶命啊！小的愿意臣服，求大人饶命啊！中年男人明显害怕极了。罗森对此很是无语，胆子这么小，为啥敢无视他的话？他冷声道：“回答我的话。”是，小的以为大人只是随便说说，而且野外这么大，大人也不一定能找得到我的领地。小的是抱着侥幸心理的，小的愿意臣服，奴才叩见吾皇万万岁。罗森可以看出来，这个领主已经被吓傻了，说话都胡言乱语。他还只是个镇级的领主，哪里来的吾皇？收回冰冷的目光，罗森淡淡道：“明天早上到我领地接受臣服，若不然下次我再来就要你的命了。我们走。”说罢，罗森就带人离开，去了下一个领地。他亲自出门，可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接管这么些人。若被打过还不愿意臣服，他才会真正打开杀戒。罗森走后，几个忠心的护卫立刻围了过来，守在他们领主身边，担忧的要扶他。中年领主伸出颤颤巍巍的手，被属下从地上拉起来，心有余悸道：“快回领地，关门！大人，我们明天是不是真的要去那人的领地？”废话，肯定要去，要不然你想死吗？老子就是听了你的话，命都差点丢了。来到第二家领地，依然是只有几十人的小领地。罗森大军直接冲了进去抓领主，没有多余的话。这个领主和刚才那个领主的反应一模一样，连连求饶，哭着求着罗森别杀他。罗森撂下同样的话，便去了第三个领地。小领地没有任何反抗的资本，罗森大军所到之处全部臣服。不过随着距离的拉远，罗森明显感觉到了领主们的无知。越远的领主越不相信罗森的强大，所以在看到金色战甲和数百士兵的那一刻才彻底臣服。甚至在来到12公里的范围的时候，有一家100人领地竟然提前得知了消息，主动袭击了罗森的军队。忽然的袭击导致战马伤了2匹，这可把罗森气坏了。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哪里来的胆子，看到金甲士兵还敢偷袭，简直吃了雄心豹子胆。于是一声令下，罗森的大军开始反杀。100人领地只用了10分钟就杀得他们只剩下一半人数，他们才纷纷投降。金甲士兵押着他们的领主来到罗森面前，那领主还满脸不服。那场面像极了电视里演的正派与反派。当然，在他们眼里，罗森就是大反派。如果不是离得距离远一点，罗森真的会被他吐一口唾沫进行羞辱的。看着地上的唾沫以及那个领主誓死不屈服的样子，罗森淡淡道：“直接砍了吧，其他领民愿意投降的，直接去我们领地报道，愿意自生自灭的随他们。但若是放了之后还敢反抗，直接砍死，不用汇报。”是。2个金甲士兵拉着那个领主的胳膊往领地门口去，看样子是要当众斩首。那领主依然满脸不服道：“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你休想统治我们！”罗森，此刻的罗森一句话都不想说。看了看天色，已然到了下午。他们从领地出来已经半天时间了，而罗森这一路也经过了8家领地，这里正是第8家，也是唯一一个敢主动偷袭他的领地。哈哈哈哈！杀了我你会后悔的，你知道兄弟盟吗？我是兄弟盟的人，我的盟主会给我报仇的。那人一边被拖走，一边喊叫着。罗森不屑道：“幻剑盟我都不怕，还怕你兄弟盟？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盟主势力通天，岂是小小幻剑盟能比的？我的盟主早晚有一天会杀上你们领地，给我报仇雪恨的。兄弟们万岁！”哦，一剑挥下，他便身首异处。第117章，手下惨死。虽然这人很狂，但也是罗森见过的第一个如此看待生死的人。不得不说，这种人让他们活下去，只会越来越疯狂。领主大人找到了4个满载的储物箱，是带在身上，还是派人送回领地？
金甲士兵出来汇报。罗森道：“派几个人送回领地，其余人都原地休息吃饭。吃完饭继续走，天黑之前我们要探索到30里之外。”是。金甲士兵立刻去安排。所有人汇合到一处，拿出准备好的肉干和水果，开始吃了起来。罗森也掏出了桌子，坐在那里悠哉悠哉地吃着。对了，我们走多远了？距离30里的范围还有多远？罗森把一个金甲小队长叫过来，问了一句。小队长连忙回答道：“大人，还有3公里就到达30里的范围了。3公里，探路的骑兵回来了吗？”罗森又问了一句。回大人的话，还没有回来。那人老老实实回答。只是这个答案让罗森忍不住皱了皱眉头。探索领地的骑兵，他总共派出去6个，6个人朝着前方为中心的6个方向进行探索，而探索距离就是3公里，只要探索到地方就立刻回来汇报，他便携带部队前去。但算算时间，派出去的6个人应该早就回来了才对，怎么到现在还不见踪影？该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吧？罗森皱着眉头看了看天色，总觉得有些不安，因为附近除了他还有2个盟，分别是正义盟和兄弟盟。难道出事了？罗森咽下一口瘦肉，脑子急速运转，想要找出猫腻。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快马忽然从森林里奔了出来，慌乱的动静立刻引起了所有士兵的注意。罗森也抬头看去，那匹快马正是他派出去的哨探。只是哨探此刻身上鲜血淋漓，整个人都趴伏在马背上，虚弱无比。而马匹赶到领地门口的时候，他整个人更是直接从马匹上滚落了下来。领主大人，正前方3里外有人伏击我们。说罢，哨探的脑袋就扭到了一边，彻底失去了动静。金甲士兵连忙上前去探索鼻息，但探索后，金甲士兵的手抖了一下，沉重道：“没气了。”嘶！顿时间，周围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罗森也愣住了，6个哨探就回来了一个，难道其余人全都遇害了？应该不会吧，派去的可都是金甲士兵，而且还有马匹，就算被发现了，应该也能逃出来吧？可是就回来了一个呀，到底是什么势力？竟然敢偷袭我们太平镇的人？领主大人以方圆30里为界限，难道30里外有什么强大的势力吗？众人全都看向罗森。罗森眼神沉重，一把甩开了手里的瘦肉干，直接站直了身子，冷声道：“杀我领民，如杀我手足！全体听令！”哗哗哗，300号人全体起立，异口同声道：“报仇！报仇！报仇！为兄弟报仇，就是为自己报仇。因为都是为领地做事，如果为了领地而死，又没有人报仇，他们将会无比心寒，以后也不会再有人为领的卖命。所以，不管对方是谁，报仇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为其他人报仇，以后就有人为自己报仇，死也无憾。”这一刻，罗森真的怒了。他的士兵为领地效力，如今又因此而死，这个仇非报不可。管你什么联盟还是势力，这一次我不接受投降了。罗森翻身上马，大声道：“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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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余人全部跟上，向着金甲士兵回来的方向奔去。而远在3里之外，有一处空旷区域，这里坐落着一家领地，一眼望不到边的幕墙标示着领地的大小。这是一家不小的势力，而且在领地之外矗立着石块，上面写着“血狼村”3个大字。同时，在3个大字旁边又有人雕刻了其他的字，与之并列，那便是兄弟盟盟主5个字。这里不但是大领地，而且还是兄弟盟盟主所在的地方。此刻，在血狼村的门口集结了数百人的士兵，这些士兵全部装备了铁甲，看上去发展的相当迅速。几个士兵拿着几套金甲，兴奋道：“盟主，这些金甲真是好宝贝啊！”“是啊是啊，总盟都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也不知道那个太平镇是哪里搞来的，说不定他们发现了金矿的存在呢。”“哼，区太平镇不足挂齿，虽然他们实力强大，但我父亲发展的更大。”一个年轻男人满脸傲气道：“我父亲领地的人数已经远超那个罗森，只是距离过远。等以后我们父子相会，开创一个超级势力，易如反掌。”“盟主大人，总盟盟主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其实也不是很远，大概有1000里路吧。主要是关卡相隔，我父亲现在的目标是统一大域，等他统一了大域，就会攻破关卡，来到我们的大域，到时候我们就能会合了。”兄弟盟盟主傲气道：“我要在父亲攻打关卡之前，把本域也统一了才行，到时候两面夹击关卡更容易打通。有了总盟帮助，统一本域只是时间问题，只不过没想到横空出现一个太平镇，或许会很麻烦。”“是啊，太平镇横空出世，其人数比我们多了数倍，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势力，总盟又不能竭尽全力帮我们，想统一本域估
估计很麻烦。我们杀了太平镇的士兵，那个罗森会不会攻打我们啊？几个士兵担忧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兄弟盟的盟主却毫不在意道：杀了几个人而已，他若敢找我要说法，我就把我父亲搬出来，如果不管用，就暂时把抢的东西还给他。我就不信他敢为了几个士兵拿我怎么样，毕竟我父亲也不是吃素的。盟主的话音落下，其他人也都安心了起来，毕竟他们总盟，也就是盟主的父亲，在另一块大域混得风生水起。第118章，为领民报仇。总盟主大人不但在那边聚集了很多以前的好兄弟，更是寻找到了很多资源，发展速度一日千里。现在的总人数已经发展1000人，再加上周围的同盟，总盟主能调集的人数已经超过3000，而且还有很多同域却距离远的兄弟正在吞并周围。到时候一旦会合，将出现一股超级势力，席卷那块大域。等总盟统一大域后，用不了多久就能攻打关卡，进入本域了。到时候就算他们发展不起来也无所谓，只要阻挠本域不被一家势力统一就行。因为没有统一，势力肯定分散。那时候总盟打进来，这些散乱的势力根本无法阻挡。毕竟一域之力可不是开玩笑的。若是本域统一，估计双方势均力敌，就会难产。还好他们运气好，出现了相邻的2个域，总盟也在暗中帮助他们发展。报！就在这时，一个士兵匆匆从森林里跑了进来，边跑边大声喊道：不好了，太平镇的人杀过来了！死！真的杀过来了，怎么办？盟主大人，我们要不暂时撤退，引入森林吧，等太平镇的人走了再回来。几个忠心的手下纷纷担忧，但盟主根本不慌，傲然道：杀过来又如何？等他知道我的身份，我让他跪下给我磕头，要不然我父亲来后灭他全家。可是万一人家不怕呢？没有万一，全体列队，我倒要看看太平镇究竟有什么实力和狗胆。盟主不为所动，属下们很无奈，只好开始列阵。盟主大人，为了以防万一，你还是通知盟友们调兵过来吧，人数多我们也有谈判的底气。还是有属下不放心，给他出主意。这一次盟主倒没有反驳，而是点了点头道：也是。说罢就取出了领主指南，开始下达命令，让每一个加入联盟的盟友都派兵30名前来相助。一家盟友派兵30，而他有18家盟友，可以调集过来500多士兵，再加上自己运营出来的300多名士兵，那么他也能拥有800-900人的势力了。所以这一刻他的自信更加膨胀了，一股一往无前的气势在他心中乍现，让他觉得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哗哗哗！散乱的队伍在兄弟盟盟主的召集下重新列队，守护在了领地大门之前，好像谁敢踏入一步就会灭人全家一样，非常有气势。也就在这时，罗森的大批人马也到了。森林里一阵涌动，一群整齐有素的士兵纷纷出现，和兄弟们相互对峙。金甲铁铠，骑兵黑袍，这是一群由数个兵种组成的大军。他们面容森严，冷酷无情，站在那里敢蔑视天下。尤其是兄弟的大仇即将的报，他们更是一往无前。大大大大大！马蹄响起，在一群骑兵的拥护下，罗森骑着马王来到了众人之前。他眼神凌厉，腰身挺得笔直，一把金剑在手，斜指兄弟盟。只要他一声领下，全军立刻会进行冲击。哈哈哈哈！你就是太平镇领主罗森，非常荣幸能见到你。我是兄弟盟盟主义博天。兄弟盟盟主义博天眼神里闪过一丝诧异，完全没想到小小镇级领地竟然有如此多的兵种。不过他根本没有被眼前的多兵种给吓到，说话很是狂妄。但罗森可没有和他聊天的欲望。他眼神扫过兄弟盟的众人，在人群里看到了几套金甲，那定然是从他领民身上包下来的。罗森冷声道：杀我领民，如断我手足，此仇不报，妄为领主。话音落，身后立刻传来震耳欲聋的喊杀之声。杀！杀！杀！众多士兵高举武器，撕心呐喊，这种气势如泰山压顶一般，让人喘不过气来。易博天也被唬住了，他此刻还真有点怕自己拿捏不住这个领主，连忙道：罗领主，一切都是误会，区区几套金甲，奉还便是。来人呐，把金甲还给罗领主。说罢，他快速摆了摆手，决定以退战求和平。但这是几套金甲的事情吗？罗森冷声道：你将为你的愚蠢付出惨痛的代价。众士兵听令，剿灭兄弟盟，给我冲啊！一声令下，骑兵率先行动，策马冲去。杀呀！为兄弟报仇！杀！骑兵在前，步兵在后，魔法师和弓箭手从两翼切入，顿时间数百人蜂拥冲来。
这一幕让易伯天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骑兵都快到脸上了。操！疯子！易伯天大惊，飞速撤到人群里，大声道：“给我打！”他不明白对方怎么会如此疯狂，害得他连父亲的名号都没报出来。上啊！得到命令，兄弟盟的士兵也主动冲去，但他们只是步兵，忠心的热血远远挡不住利器的攻击。啊！随着骑兵冲进来，他们的步兵就像韭菜一样，手起刀落，直接被砍翻在地，挥洒着无数鲜血。好锋利的金剑！步兵们倒下的速度非常快，一轮骑兵冲击就倒下了几十个，而且阵型涣散。他们的铁甲在金剑面前就如铜切豆腐一样容易。随着骑兵冲击过后，步兵也到了跟前，贴身肉战。魔法师也在一侧吟唱着咒语，时不时的发出一道火球水球，把兄弟们的士兵打得落花流水。这一幕彻底震惊了易伯天，他整个人都傻眼了。自己的300多人在太平镇的300人面前，竟如豆腐一样脆弱。盟主大人，我们挡不住了，快走！几个壮汉士兵一把拉过易伯天的手，飞速的向森林中撤离。不能走，这里是我的根基，我走后，以后怎么帮助父亲统一本域？给我挡住，死战到底，坚持到盟军到来。易伯天不愿意走，撤退到门口处，嘶吼着：“大人，他们装备精良，盟友都是一波一波来的，我们真的挡不住，要是再不走，就走不掉了。你看。”一个大汉指着战场，易伯天顺着看去，瞳孔猛地一缩，因为战场上的局势在一边倒，自己的士兵拿着铁剑砍在对方士兵的身上，只是擦出一阵火花，而对方的金甲士兵冲进来，一剑就切开了他们的铁甲，割断了把他们的脖颈。这简直是无上碾压。第119章全部收服，而且士兵们明显开始军心涣散，甚至有很多人边打边往森林处撤退，看样子是想趁机逃跑。这一刻，易伯天彻底死心了，他连忙喊道：“快点收拾资源撤退！”大人，来不及收拾了，快上马吧，我们给你断后。几个士兵牵过来一匹马，不停地劝说着，但易伯天根本舍不得自己辛苦发展出来的领地，因为这块领地不单有他的心血，还有很多他父亲的心血。他父亲可是给予了他厚望，希望他能发展起来，到时候接引他进入本域，完成统一的呀。这要是跑了，后果不堪设想。但看着马上就会杀到脸上的金甲士兵，易伯天心中发狠，一咬牙一跺脚就翻身上了马。驾！他用力拍了一下马屁股，向着森林里冲去。盟主大人跑了？什么？盟主都跑了？那我们还打个屁啊！我早就不想打了，谁砍了我一剑？我快死了，救救我！我投降！一时间开始出现了投降的人，他们丢掉武器，跪在地上接受羁押。但还有很多从总盟派来的忠心耿耿的士兵还在拼死抵抗。当罗森看到易伯天策马逃的时候，他直接砍翻身边2个敌人，向着易伯天追去。打仗抓不到首领，一切都毫无意义。休想追我领主！但这个时候，忽然跳出了10几个铁甲大汉，拦住了罗森的去路。他们也是全副武装，而且个头高大，一看就不是寻常士兵。罗森没有丝毫停留，直接对着他们杀去。金光闪过，金剑迎头劈下，再加上罗森坐在马上，居高临下，这一剑下去就带着无尽的力量。大汉士兵连忙抬剑格挡，但锋利的金剑完全不是铁器能够阻挡的了的。噗嗤！闷响过后，金剑不但劈断了他的铁剑，更是劈开了他的铁甲，直接把他劈成了2半。顿时间，周围的人全部倒吸了一口冷气。死！好恐怖的力量！大家小心，誓死保护盟主大人撤退。其余的人估计忠心度已经很高了，即便被吓到了，但还都硬着头皮上。罗森面无表情，他武士的实力，哪怕是普通的铁剑也能轻松斩杀他们，何况还有金剑。于是他手起剑落，一剑一个大汉，几个呼吸间就砍死了6个。虽然杀得很利落，但这也让易伯天跑远了。见状，罗森更是加快了挥砍的速度，又是几个呼吸，砍翻了最后几个敌人。但此时的易伯天马上就要冲进森林了，罗森没有去追，因为去追的话，估计是追不到了。于是罗森直接取出了弓箭，瞄准了远处的易伯天，一箭射出。嗖！箭矢发出破空声，径直的穿透了易伯天的铁甲，插进了他的后背之中。这一根是为数不多的铁质箭矢，威力还是很强的，但没有直接射死易伯天，让罗森略感遗憾。大人，要不要派骑兵去追？一个士兵来到罗森面前汇报。罗森摆了摆手道：“不必，中了我的铁箭，他活不了几天，就让他带着痛苦死在野外吧，以此来慰藉我们死去的战士。”是。士兵点了点头，加入了搜刮的队伍，开始对领地进行搜刮。很快，
资源数量就出来了。士兵们压着投降的敌人，搬出来一箱又一箱的资源。罗森面前堆积如山，可以看出这个兄弟盟盟主的资源之丰富。领主大人，一共抓捕俘虏140人，重伤40人，轻伤60人，要不要全部押回领地？重伤者全部放了，任其自生自灭。如果能活下去，那便是天不绝人；活不下去，也是命该如此。其余的人和资源全部带回领地。罗森淡淡的给出了答案，这让士兵心中感到一阵凄凉。在这个乱世之中，没有强大的领地庇护，生命就如同草芥一样任人践踏。感谢自己出现在了太平镇，在心中祈祷了一下后，士兵立刻去办。当然，对那些众人的人虽有同情，但也不会为他们做什么的，因为这就是命。整理完毕，全军原路返回。只不过此刻天色已然暗淡了下来，他们想在天黑之前回到领地，时间上很紧迫。1个小时后，罗森等人行走在黑夜之中，周围的荒野时不时地传出阵阵野兽嘶吼，强大的吼叫，尖锐的吼叫，让人分不清是野兽还是妖兽。罗森没有选择去猎杀它们，因为很多妖兽都喜欢在晚上出现，它们晚上出现吞日月精华，提升实力，这也是野外危险的来源说法。半夜里很容易碰见妖兽，而白天碰见的基本都是野兽。回到领地，北野望在箭塔上眺望，当他看到大队人马出现的时候，脸色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他担心领主，更担心自己的男人。不管男人有多强，但危险的野外和危险的世界都是他担心的主要原因。只有男人回来，那种担忧才会解除。当然，这种心思永远只存在于他的心中，不会表达出来。此时，赵云、吕布、典韦以及嘉文全都回来了。趁着罗森卸甲的时候，他们一一向罗森汇报战绩。他们4人地毯式搜索，把方圆30里的范围进行了全部排查，一共找到领地37家，其中有人反抗，看不清局势，灭了4家，跑了2家，算是收复了31家。再加上罗森亲自带队收复的8家，总共收复领地39家。这39家领地是新增领地，再加上今天一早前来臣服的9家，数量就是48家。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以太平镇为中心，方圆30里内总共48家领地，皆归于罗森统领。当然，目前他们只是附庸领地，他们还拥有自己的兵力和信念。但既然收复了，罗森自然不会让这些领地生出独立的苗头。等以后发展起来，他会逐一同化这些领地，就像前世那样，给他们灌输固定的思想，忙碌的却只够吃穿的工作，还有消遣的方式。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彻底失去信念，对总领地忠心耿耿。第120章玉关信息。或许这样很仁慈，但这个世界早晚会发展成正常的世界的，规则早晚会出现。与其到处吞并别人，享受打仗的快感，不如自己制定规则，影响全世界。毕竟这个世界这么多人，现在虽然混乱，但日后稳定后，肯定会出现各种福利、起义等等事情。手下的领民也是人，也有忠诚度，因为打仗导致手下叛变的领地可不少呢。就像前世一样，别的国家发展的好好的，百姓安居乐业，那些混乱的国家天天带着人打仗，根本过不上好日子。只有安稳，才能过上好日子，才会国富民强。罗森作为新世纪的人，自然更加明白，人家打仗是因为实在没东西吃了，或者野心勃勃忍不住了。自己安心发展领地，能收服周边势力就收服，收服不了也不会让周围出现能威胁自己的存在的。我不主动打你，但你也别威胁到我，要不然我也只能不客气了。这是罗森现在的想法。看着身边的北野望昏睡过去，罗森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这一波征战把他累得不轻。人呐，就是这样，不知道滋味的时候不会去想，一旦体会到其中乐趣，就会对此乐不疲辞。而且在这里又不用规避什么东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种快乐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躺在床上，罗森打开了领主指南。领主指南内一如既往的聊得火热，讨论什么事情的都有，交易、战争时时刻刻在发生着。我和朋友联手斩首了坏盟盟主，太 TM 爽了。马德，一个小盟竟然还妄想着割据一方，上天堂做梦去吧。嘿嘿，我抢到了一个女人，好漂亮啊，简直受不了。我在野外发现了野生麦田，收获了几百斤的麦子呢，太爽了。麦田算什么，我在野外找到了几株天才地宝，吃了后力气大增，已经成为了武者3段境界，单挑10个领民不在话下，我一个就能打10个。司你们的运气真好，我就是遇到一个兽人部落，而且我已经成功当上了上门女婿，而且老族长快死了，如果一切顺利，我将统领兽人部落。我们域出现了一个兄弟盟，发展的好快啊，周围全是他的人，据说盟主前世是个大人物，找到了很多生死兄弟。天啊，我发现了我们域的关卡的位置，一座好大的城池，里面有好多本地人，
可以和他们进行交易。看着众人的聊天，罗森又认识到了很多知识。首先吸引他的便是麦田和天才地宝。不得不说，有些人的运气真的很好，这些紧要物资都能找到。除却这些，最吸引罗森注意的便是玉关，因为从地图上来看是看不到关卡位置的。一旦发现关卡位置，又有实力攻打关卡，别的大域的势力就会携兵前来吞并别的大域。毕竟有很多人带着雄图霸业来的。至于那个发展很快的兄弟盟，罗森只觉得是同名罢了。毕竟世界很大，同名的东西太多了。兄弟，那个关卡你进去了吗？里面的人多不多？城墙多大？装备如何？出于对日后发展的考虑，罗森还是问了一句。那人也不逊色，全都告诉了罗森，把内容发到了区域频道。看样子是想让大家都分享他的喜悦。我进去了，不过进城要交入城税，去一次要交2个铁币，有点贵。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有酒馆、饭店、客栈，还有妓院，热闹得很。至于装备，平民都是穿布衣，有钱的穿丝绸，守卫的士兵穿的是银甲，普通衙役穿的是铁甲，反正装备特别精良。那座城的城墙有8、9米高，看里面的构造，住在里面的人保守也有几万人吧。听完他的解释，众人全部倒吸一口凉气。原来这个世界不只有他们，还有这么大的本地城池。这要是打起来，恐怖如斯啊！他们有多少兵啊？能不能通过进入另一个大域？有多少兵不知道，不过可以进入另一块大域，但税收很高，想要过关，一个人要交1个银币的过关税。对了，1个银币相当于100个铁币，贵得要死，没什么人过关的。对了，听说过关要1个银币，进入另一个关也要银币。他们说，出了本域关，想要进入下一个域，需要下一个域的城池放行才可以。死！这么说，每域的关卡都有2座城，是这个意思。关卡守护本域不被入侵，每个关卡都有2个城。看着众人的聊天，罗森的瞳孔微微亮了一下。不管如何，他对域关也算有了一定了解。随后，他便把目光从聊天内容上移开了。除了他们的聊天，区域频道上侧还在滚动着各种通知条幅。这玩意是本次事件后出来的，一旦发生大事就会滚动出现，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消息。而且这玩意是官方的，更加可靠。上次罗森团灭幻剑盟就在上面通报了，震惊了无数人。现在条幅上还在滚动，通告着区域频道内发生的大事件，而每一件事都能引起一片轰动。太平镇团灭兄弟盟，兄弟盟盟主成功逃离。兄弟盟团灭小型兽人部落，大获全胜。日月盟全盟突破1000人，已为其开放领主指南第6页联盟信息。歪瓜盟全盟突破1000人，已为其开放领主指南第6页联盟信息。霸王村招募到3级魔法师1名。条幅上滚动的都是一些大事通知，而某某盟的出现更是代表其成立的时候加入的人数数量。只有成立当天，盟内达到一定成员才会进行全区通知。众人可以从这些条幅里得知别人发展在最前线的情况，从而激励众人发展。当然，以前是没有盟这个概念的。自从罗森团灭了幻剑盟后，条幅才第一次出现联盟这个字眼。可以看出，领主指南是一个很人性的东西，它能记录各种事情的发生，而联盟只是概念，竟然也能被记录。第121章建成。根据别人的聊天内容，罗森更是得知了领主指南不但承认了盟的存在，而且还会在全盟人数达到1000时为盟主开通第6页，可以详细查看到盟友信息。当然，这都是频道里说的，罗森没有盟，所以他看不到。不过根据别人的诉说，罗森知道这个第6页和自己的第5页并不一样，因为第5页是正儿八经有权利的东西，可以查看得很仔细，而盟主的第6页只能用于观看，什么用处都没有。加入联盟更是出了申请功能，只需要对盟主发起申请便可加入，而盟主没有任何管理他们的权限。另外，盟主的名字的上面也会出现盟的名字，在个人的名字之前也出现了盟主或者成员2个字，让人聊天的时候可以分清楚谁是盟主，谁是普通人。至于为什么盟主不把他们收为附庸领地，而是建盟，自然是打不起。或许打一部分不成问题，但全部打下那是不可能的。没有统一的实力，建盟共同发展是最好的方式，也是避免战争的方式。不过割据一方事件出来后，成为了推动盟友们互相残杀的机器。想要得到奖励，建盟不管用，必须要附庸。所以很多盟已经大乱，开始打仗，甚至有很多厉害的人物更是用出了远交近攻的谋略。远交近攻，顾名思义，和远处的领地交好，攻打近距离的领地。也就是说，派兵打周围附近的领地，不管你是盟友还是什么，全都打成附庸。另外，再到30里外的领地，和他们谈合作，建立盟友关系，亦或者结为同盟，保持双方互不侵犯，
或者互相帮助。这样下来，便是里应外合，打的那些没有头脑的领主一愣一愣的，完全反应不过来。毕竟没有实力割据一方的领地，只有加入别人的附庸，才能得到事件奖励。这一夜，罗森学到了很多没有用的知识，而且由于晚上学习的太晚，导致他早上睡过了头，北野望都活蹦乱跳。他还没起床，直到北野望向他汇报，说是来了几十个外地领主前来投靠罗森，罗森这才从床上爬起来，和昨天一样，接待外来的领主，统一滴血收为附庸领地，并宣布税收数量，按人头收税是最公平的存在，人多就多给点，人少就少给点。搞定他们后，把他们驱散，罗森就坐在位子上，打开领主指南，开始盘算起来。目前为止，他本地领民数量已经超过3000之巨，而所有附庸领地一共48家，合计总数为2500人。也就是说，这些领地的所有人加起来都没总领地的人多，而总领地加附庸领地总数更是直逼6000之巨，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人家发展的很大很大的联盟，估计都达不到这个数字。将近6000人的数量，只需要罗森一声令下，便可以轻松组建出一支4000人以上的庞大军队，而且还可以全副武装。这种实力足以横扫一切敌，而方圆30里已经尽收麾下。谁要是敢不服从他的命令，直接灭之。敢问谁人不怕？距离事件结束还有10几天，接下来要怎么发展呢？罗森苦苦思索。虽然没什么要紧的任务了，但若是停下享受，说不定会拉垮发展速度。对了，扩建领地，发展再生资源，增加人数，强大领地。忽然间，罗森就有了主意。他立刻把北野望叫了过来。北野望匆匆走来，恭敬道：“领主大人。”有了更亲密的关系，北野望汇报的时候站得也没有那么远了，以至于罗森随时都能闻到他的体香。我们仓库储存的石块总量有多少了？罗森问了一句。北野望思索一下，立刻道：“石块库存一共15000块，另外在野外的矿区已经开采完毕，今天进入收尾工作，往后很难大量增加石块库存了。15000块，若是把领地扩展到城池大小，起码需要1公里范围，4面围墙就是4000米，一面城墙2米宽，就需要制作2000堵城墙。一堵城墙需要1000块石头制作，那么2000堵城墙就需要200万块石头。卧槽！算到这里，罗森差点没跳起来。这个数字简直太庞大了，一般人看到指定会吓得连想都不敢想。200万块石头，开采到猴年马月呀！就连罗森整日开采，也才攒下1万多块而已，平均一天才得到1000块石头。200万石块，按照这么开采下去，至少需要2000天，也就是将近6年的时间。罗森，若是100倍增幅的话，200万除以100等于2万，只需要2万块石头就够了。卧槽，还好我有100倍增幅。罗森悄然擦了一下冷汗，差一点就干不成升级城墙的事。有了准确的数字，罗森吩咐道：“立刻通知兵营，派人前去各大附庸领地收税，先把这7天的税收回来。”是。北野望点了点头，立刻下去安排了。有了这次税收，罗森的石块不但够用，而且还会剩下很多。毕竟一个人一天5块石头，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困难，最多压榨了一下他们寻找食物或者发展的时间而已。只要想开采，他们一个人一天开采个10几块完全没有问题。最主要的是石头资源，开采的人多了，资源就少了，时间也会在寻找石头的时候浪费掉。这样不但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更是壮大了自己的资源。让他们寻找了食物后，还要为开矿忙碌，完全没时间干别的事情。这正是罗森的计谋之一。忽然间，罗森觉得自己很伟大，有一种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的超级自信。不过罗森没有骄傲，他知道骄傲是一把看不见的利刃，一旦骄傲了，那就离灭亡不远了。安排好这些事情后，罗森来到了制作台，开始制作石墙。石墙也叫做城墙，因为体型巨大，宽度和厚度都有2米，高度更是有8米之高，所以叫做城墙最为合适。一旦投入使用，绝对能挡住凶猛恶兽以及军队的进攻，乃是防守的重要设施。第122章其他领主。制作一堵2米宽 x 2米厚的城墙需要1000块石头。罗森到仓库里取出了所有的石头，开始进行加工，放入15000块石头，一键制作。石墙 x15， 叮，100倍增幅成功。石墙 x1500， 顿时间制作空间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一片城墙。取出一块只有拇指大小，看上去特别像缩小了1万倍的模型，特别精致。深灰色的城墙，下粗上细，在城墙的最上方还有一道1米深1米宽的走廊，而这种城墙更能替代无数箭塔，站在上面守卫领地不被入侵。到时候只要把这些小模型放在指定位置，它就会在几个呼吸间自动恢复原状，成为一堵巨大的石墙。
这就是制作台的好处，制作出来的大型物品全都和以前电视里的汽车胶囊一样方便，唯一不方便的就是一旦使用就无法缩小了。看着空间里的城墙，罗森命人把李阳叫了过来。作为领地军师，自然要有用才行。很快，李阳就匆匆赶了过来。出征别人领地，他没有去，其他人可不能少了他。这是罗森思考后的结果。拜见领主大人。李阳进入房间后，直接对罗森来了一个大大的鞠躬，以表自己属下的身份。不得不说，李阳很有自知自明。罗森连忙拖住了他的胳膊，笑嘻嘻道：“杨弟，找你来，我有事要你给我帮忙。”“什么事？领主大人请说。”李阳再次微微鞠躬。罗森脸色不悦道：“什么领主不领主的，咱们的关系不用如此客套。而且我就大你2岁，和以前一样叫我森哥就行了。”“嘿嘿，多谢森哥。森哥有什么吩咐，杨弟绝不推辞。”李阳也嘿嘿一笑，两人的关系又亲近了一步。罗森拉着李阳的手来到了制作台，指着制作台上摆放的石墙模型道：“知道这是什么吗？”“撕石墙。”“我的天，森哥你连石墙都做了这么多啊！1、2、3，天，30多堵。”李阳当场震惊了。虽然每个领主都能做石墙，但石墙所消耗的资源那可不是一般的大，足以耗空任何领地也做不出多少。面前这几十堵墙可是货真价实的，需要几万块石头啊！所有的人都在为食物或者兵器而奔波，哪有人会找到这么多石头？所以李阳很震惊。按理说太平镇这么多人，所有的功夫应该都用于寻找重要物资上了，不应该有这么多石头。哈哈，30多堵算什么？领地资源储存丰盛，我准备围地建城，已经制作了1500堵墙了。不过森哥我所事缠身，不能亲自置放围墙，想麻烦杨弟去给我放置。罗森喃喃说着。私制1500堵。李阳当场倒吸一口凉气，他已经完全算不出来1000多堵需要多少石头，10万还是100万？不过听完罗森后面的话，他疑惑道：“就这么简单吗？”“哈哈，当然还有其他事。你现在是我的军师，我准备在聊天频道拉一个群，向外宣告你军师的身份，让每一个成为我附庸领地的领主都知道，以后收税直接从领主指南交易给你，这样不但方便，而且很节省时间。”罗森继续道：“这些事虽然都是小事，但交给其他人我不放心，唯有交给杨帝，我才能安心。”听到罗森如此说，李阳也感到无奈，因为罗森说的是事实，这些事罗森可以亲自去做，但领地大事情多，自己又不能亲力亲为。比如收税这件事情，若是随便交给其他领主，恐怕很多人会贪污腐败，交给自己是说明对自己信任。于是李阳激动的单膝跪地道：“谢森哥，杨帝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快快请起，有了杨帝相助，我如虎添翼，领地一定会越来越强的。”通知完事情，罗森拿出白纸铅笔，和李阳开始规划起了城市建设。首先，领民肯定是不懂城市规划的，两人虽然也不懂，但网上的知识足以让他们学会了推演。很快，一个长宽各1公里的大城市就跃于纸上。城内长宽各1公里，面积就是100万平方米，这个面积相当于1500多亩地了，足以在上面建造一座可以容纳数万人的小城市了。随着天下大势变动，城墙是领地必不可少的东西。不管以后发展的怎么样，领地必须固若金汤才行，因为往后的战斗可就不是小打小闹了。人家发展的顺利的领主也可以召集上千人甚至几千人出战，而且马匹、武器等东西也在陆续进入兵营，军队只会越来越强大。而军队越强大，守护城墙也必须随之变强才行，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古人留下的宝贵经验。把图纸和石墙全部交给李阳，两人便双双离开了城主府，来到了领地之外。罗森让赵云派一些跟随李阳，保护他的安全，而后便自顾自地在领地外溜达了起来。只要城墙放置完毕，那他溜达的地方以后将成为城内，而不是城外。城市要建设，领地需要发展，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啊！罗森背着双手，看着远处劳作的领民们，在他身后跟着10几个金甲士兵，还有赵云。这些人唯一的目标就是保护领主的安危，不管罗森走到哪里，他们都要跟随其后。这便是赵云训练出来的队伍。1里之外是森林，经过砍伐也变得很稀疏了。罗森走在空地和森林的交界处，边走边想。但就在这时，干活的领民中忽然跑出来一个人，径直地向着罗森冲来。身后的士兵见状，立刻拔剑护在了罗森身前，保护领主大人！枪枪枪！这是金剑出鞘的声音。罗森微微一愣，看着奔过来的那人，只是眼前并没有冒出关于他的资料，这让罗森愣了一下，因为只有领主才不会出现资料。普通领民和流民看一眼就能看到忠诚度和名字，其他领主在我的领地干苦力，难道是团灭幻剑盟后抓来的领主？罗森微微错愕。
第123章，全部重赏。领主大人，我冤枉啊！那人扑通一声就跪在了罗森面前，他痛哭流涕道：“我的领民都快饿死了，请领主大人放我回去，我一定痛改前非，绝不再看热闹了。”你是哪位？罗森淡淡的问了一句。那人继续痛哭流涕道：“大人呐，我是外地领主，领地距离这里38里，为了看热闹，结果被当成幻剑联盟的人捉了起来，我冤枉啊！我发誓，我对太平镇绝对没有什么想法。”罗森，原来是误抓的。罗森心中顿时想了起来，上次团灭幻剑联盟后被各种琐事缠身，还没来得及处理他们，刚好趁着今天把他们给处理一下。罗森对身边的赵云道：“上次打仗抓了多少领主，全部给我带过来，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是。赵云立刻带人四散而去，从各个阵营调人去了。因为了方便管理，放置早饭，这些人都被分散安排了，在各个阵营做苦力，有的人挖矿，有的人砍树，反正都分开了。十几分钟后，士兵们带着12个领主来到了罗森面前。此刻，罗森已经在这里摆上了一张桌子和椅子，正翘着二郎腿休息着。那个主动找上来的领主颤颤巍巍地站在一边，加上他，一共抓了13个领主。13个人全部跪在罗森面前，恭敬道：“拜见领主大人。”你们就是被抓的领主。看戏的领主站在左边，幻剑盟的领主站在右边。罗森淡淡的说道。13个人立刻分成2队，左边站了5个人，右边站了8个人。罗森淡淡道：“自此上的战斗过去也有几天了，你们都知道错了吗？”回领主大人的话，我们知错了。众人弯腰回话，整齐的像一群训练有素的士兵。罗森笑了笑，又道：“想领地了吗？”众人没有人敢回答，因为他们怕自己的想法引起罗森的杀意，会杀了他们。罗森见状，立刻指了一个离自己最近的中年领主，问道：“想领地吗？”啊！那人一愣，吓了一跳，连忙恭恭敬敬的鞠躬道：“回领主的话，罪人不想领地，罪人在太平镇过得很好，每日砍树锻炼身体，且3餐不愁，乐不思领地也。”罗森，你三国看多了吧？你以为你是阿斗啊？罗森翻了个白眼，淡淡道：“我可以放你们回领地，不过由于你们犯了错误，想要回去必须成为我的附庸领地，而且还需要额外赎金，同意吗？”领主大人，我们愿意附庸，只是这赎金需要多少东西？有胆大的人壮起了胆子问了一句。罗森立刻道：“不多，每人1000斤肉。”死！众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1000斤，这无疑是要了他们的老命啊！上哪去弄啊？而且这些领主压根就没有完成硝烟四起的任务，因为硝烟四起的时候他们在干苦力，所以没有硝烟四起的奖励，他们想弄这些人非要伤筋动骨不成。众人的心顿时凉了半截。领主大人，可否少一点？有人忍不住发出了请求。罗森当即回道：“不愿意的就交出领主指南，留在我的领地，我可以给你们优待，安排单独的住宅，不过劳作还是不能少的。”这众人又是一阵迟疑，但这个时候却有人大喜，主动就跑了出来，兴奋地拿出了领主指南，激动道：“领主大人，我愿意留下，这是我的领主指南。”众人诧异的目光全部看了过来，但那人没有丝毫别扭，因为他发展得很差劲，领民少得可怜，留在这里1日3餐不愁，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原则。罗森当即就融合了他的领主指南，给他安排了住宅，让他回家去了。其他领主都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幻想以后崛起，最终无奈答应了罗森的要求，同意1000斤肉的赎金。当然，必须先成为附庸，然后拿出赎金才能离开。众人一一滴血，成为罗森的附庸。自此，罗森除了周围30里，更是在30里外以及数百里外都有了附庸领地。虽然数百里的领地无法管辖，但成为附庸后却能看到他们的坐标，这也是一种指引。现在没用，以后早晚会派得上用场。而且杀了他们什么都得不到，还少了个苦力，强行拿走他们的领主指南，一天也只能多招募1个领民。这些对罗森的吸引已经很小了，远不如其他的东西来的实在。而且1000斤肉对他们来说虽然困难了些，但卖家产，卖领民也能勉强凑出来。搞定他们后，罗森便宣布解散，而后继续在领地游荡。这个时候，李阳已经放了很多堵围墙了，8米高的城墙，除去地基，地面上还有6米高，相当于前世2层楼高。而且在墙顶还有半米深的走廊，可以居高临下。当众人看到这些围墙出现的时候，全都无比激动。他们也不是傻子，自然也看得出来，领地已经在向城市级别发展了。基地有了，食物暂时不缺，人数也还可以。罗森晃晃悠悠回到了领主府，他把北野望叫了过来，问道：“粮食怎么样了？”北野望立刻回答：“
领主大人，粮食已经晒干，全部入仓了。不过2万多斤粮食太少了，需要继续滚雪球才行。我们现在开始建城，以后的人数会越来越多，这样调集所有领民去城外开荒。我要把这2万多斤粮食全部种上。罗森语不惊人死不休，直接把北野望吓了一跳。全部种上？北野望傻眼了，因为1亩地只需要40斤种子，2万5千斤可以种625亩地，而625亩地一旦丰收，一次性便可以收成62万5千斤。这是要累死木系魔法师的节奏啊！北野望傻眼道：“真的要全部种上吗？”“当然，去安排吧。另外通知木系魔法师，千万别偷懒。”罗森点了点头。第124章不平静的夜。他这么做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不管是肉类还是水果类食物，都是消耗性资源，一旦吃了就没有了。只有粮食才是循环性资源，吃了这一茬还会长出下一茬。领地的发展必须要先发展循环性食物。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北野望见罗森如此毅然决然，自然是支持的，于是就下去调集各大阵营去了。600多亩的已经属于大面积开荒了，什么砍树引采、矿营需要全部调集过去。首先就是先把一处地区的树木砍光，然后种粮食，这样粮食才能充分采光，利用光合作用生长。而粮食产地也必须合理选择，首先是能够保护到的，然后就是不能距离城池太远。这一切都需要选择。好在北野望这段时间跟着罗森学到了很多东西，能够替罗森分担很多事情了。他召集了个大营，而后又通知了魔法师、领主的想法。当木系魔法师听到领主的安排的时候，顿时就面如死灰。他们即将面临暗无天日的工作了。当然，其中痛苦的还有水系魔法师，因为他们要为600多亩的进行浇水。不过不停的干活，施展魔法也有助于魔力增长。木系魔法师学徒们已经明显感到了魔力的上涨，正在向着真正魔法师的道路走去。而其他魔法师们得知后全都幸灾乐祸，但倏然不知即将有更重要的任务派发给他们。安排好这些琐事后，罗森就暂时陷入了清闲之中。割据一方的任务，别的领主都才开始，自己已经完成了。目前领地最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开荒种田，安心发展。除了这件事情，其他的都可以暂时往后退。所以600多亩地的开荒更是直接调动了所有的普通领民。即便如此，恐怕光开荒都要几天时间。天色暗淡，日月交换。罗森趁着这个时间在聊天页面创建了群聊频道，里面的成员都是自己的附庸领地，并且宣布了李阳军师的身份，告诉他们以后有事找李阳。这也间接把李阳推到了高官的位置。天黑之后，派出去收税的士兵回来了。当他们越过太平镇的石碑，看到眼前巨大的城墙的时候，一群人直接懵逼了。小白脸大人，这是我们领地吗？士兵们急忙停下了战马，震惊地问向带头大哥。小白脸也一脸懵逼，回忆道：“没错啊，我刚才都看到我们领地的石碑了。4至1天时间，城墙都造出来了，好大啊！我们领主大人真乃神人也。”“是啊，领主大人太厉害了，我们快进城吧。”一行人向着城门而去。在数米高的城门上雕刻着3个字：太平城。是的，太平镇已经赫然改成了太平城，只是人数还不够，没有得到领主指南的认可罢了，但早晚都会认可的。太平城的大门是用铁和木混合制作的，看上去高大无比，哪怕10匹马并行也能轻松穿过。光是这座城门就消耗了罗森数百木材和数百铁块。在城门处，罗黑子带人值班，浑身铁甲，看到小白脸后自然是直接放行。最后一拨人已经回来了，关门。罗黑子摆了摆手，士兵们立刻走出10人，用力推开了巨大的城门。城门发出嗡嗡的震颤，震彻众人的内心。领地强则领民强，领民强则国强。把收来的税全部上缴，众人回营休息。罗森又加班把剩余的城墙制作出来，而后便躺在了床上休息去了。由于城池的崛起，所有人都住在城内，而且城内还有很大的位置，只有城外开荒之地驻扎了一部分士兵和领民，用于守护和及时通信。躺在床上，罗森心中一片寂静。北野望躺在他身边，情不自禁就缠了过来，让罗森微微清醒了一些，看了过去。领主大人，睡觉吧。北野望轻声提醒。自从那晚之后，他们一直住在一起。罗森也是夜夜笙歌，体会到了帝王般的享受。以前在那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谈的女朋友宝贝的不得了，什么都不愿意干，让男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但现在，罗森微微按一下他的小脑袋，他就听话的张开嘴，让罗森能体会到电视里才能幻想到的情节。所以
罗森对北野望也越来越喜欢了。看着他期待的小眼神，罗森露出一丝坏笑，把他按到了被窝里面。北野望轻哼一声，听话的寻找目标去了。在太平城安稳发展的时候，外界天下已经乱作一团，聊天区域到处都是宣战和怨天怨地的声音，无数不甘居于人心的领主纷纷揭竿而起，战争时时刻刻在进行着。哪怕是危险的午夜，依然有很多领地半夜举兵进行偷袭，想要拼死反抗，寻求一线生机。在离罗森数百里之遥的地方，一家领地灯火通明，幕墙之内聚集了上千人。只不过这些人很少有铁甲，只有大部分人才有资格佩戴铁剑，看起来比较杂乱。兄弟们，盟友们，又到了生死决战的时刻。前世我们一无所有，今生是创造辉煌万人之上，还是当一个普通人艰苦求生，全在今晚。我已经探明了沈家盟盟主坐标，今夜我们对沈家盟进行斩首。一旦斩首成功，就可以统治整个南部，更可以顺势北进吞并整个平原域。到时候你我全都飞黄腾达，手掌大权。成败就在今晚，冲啊！一个带头人信誓旦旦地宣告着未来的好处，听得手下们斗志昂扬，无比激动。在罗森北部数百里外，同样进行着夜间战斗。森林里无数火把亮起，数百人打成了一团，整个场面混乱无比。这是两波势力，是幻剑联盟残部组成的两波势力。在幻剑联盟盟主远征罗森被团灭后，他们就打得不可开交了，都想收拢残部，完成统一。杀呀！喊杀震天，充斥在森林中。他们两方人都决定在今晚实行斩首行动，结果就在半路上遭遇了，展开了剧烈的厮杀。第125章未来计划。经过这次厮杀，本就元气大伤的幻剑联盟，其实力更是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在以后的御战之中出现的资格。马德两败俱伤，也没打赢。沈潇潇呢？把他给我叫过来，这都是他的馊主意，我倒要看看他想怎么解释。其中一方大佬紧急撤兵，携带残部退回了领地，气势汹汹。报，盟主大人，沈军师不见了。一个小兵匆匆来报。听到这话，盟主明显愣住了，连忙道：立刻派人去他领地，把他给我带过来。是。士兵匆忙去办。虽是午夜，但是关岭的大事可没人敢放松下来。只不过半个小时后，当士兵到达沈潇潇的领地的时候，只看到了空荡荡领地，而不见一人，就知道坏事了，连忙回去汇报。当盟主得到属下的汇报后，脸都黑了。这个沈潇潇是上任盟主，也就是幻无邪的军师。他只是幻无邪出兵，导致幻无邪全军覆没。如今又帮助自己收拢残部，催促自己吞并其余残部，结果又打了个两败俱伤。这一切的一切，好像设计好的一样，让他心中有一种不好的想法。难道他是故意的？盟主一脸发黑。盟主大人，领地内的马匹全都被沈军师带走了。这个时候，得知了盟主在寻找沈潇潇的时候，看管马匹的士兵吓了一跳，匆匆来报。而这句话更是差点没气死盟主。噗！他直接喷出了一口鲜血，顿时就明白了，沈潇潇就是故意的，他得出现就是故意要搞垮他们幻剑联盟。他满脸愤怒，指着看小兵，手指颤颤巍巍，撕心裂肺道：什么时候的事情？快说，快点告诉我。大人，您出兵之后，沈军师就调走了所有的战马，一路向北去了。向北？立马派人去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平原域西部和南部也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整个大域除了罗森占据的中部很安稳，其他全都乱作一团，甚至还有人打进了森林的边缘，大山之下遇到了大批的兽人。当然，这一切的一切，罗森都不知情，因为夜晚是他享受天伦的时候。次日醒来，他的领地和往日一样平静，开荒的开荒，练兵的练兵，整个领地祥和而忙碌。而且领地的城墙也全部置放完毕，成为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大铁桶。想要进攻他的领地，最少也要配置工程车、云梯等大型工程器材，才有靠近的机会。没有这些东西，想都不用想。罗森和李阳两人站在领地城门之外，看着雄壮的城墙，都很自豪。身边的赵云川、金代甲寸步不离。森哥，昨夜发生了很多大事，周围到处都在打仗。我们虽然暂时避免了战争，但战争早晚会来。我们目前该往哪一方面发展啊？李阳在罗森身边讲述着昨夜之事。其实罗森也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计划，于是问道：世界很大，势力也很多，不管怎么样，我们肯定是避免不了与其他势力的冲突。你觉得我们目前该怎么发展？森哥，我觉得应该趁着平静的时间发展兵马，壮大自身，等到风雨欲来之时，也有抵抗的实力。李阳颇有一番古人风韵，摇头晃脑地解释道：杨帝，我仔细查看过世界地图，
虽然没有任何提示，但密密麻麻几十数百个大狱分布，势力肯定不计其数。虽然现在我们偏居一方，但以后随着狱门打开，早晚会发生狱战，而能参与狱战的势力肯定都是身经百战打出来的，且在自身大狱就算没有完成统一，也是一哥二哥的存在。所以我们想要在狱战中站稳脚跟，第一个目标必须是统一本狱。地图上几百个狱，而且周围的山河是天然屏障，在关卡没有打开之前自成一个世界，等到关卡打开，一个势力的力量便是一狱之力，所以统一本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统一大狱后，山河也能成为天然屏障，就算在世界大舞台无法立足，也有缩身之处，亦可以据守关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集一狱之力抵御野心重重的大军。李阳一番解释，直接触动了罗森的内心。这个朋友不得不说，成长了很多，竟然能看得这么远。看来在电子厂的时候，他没少读书。罗森点了点头道：“你说的没错，统一肯定要统一的，但现在势力刚刚形成雏形，到处都在打仗，距离狱战还比较遥远。我们虽然强大，但若此时进入参与狱内战斗，必定会搅乱目前局势，而且又不能一鼓作气统一大狱。所以眼前最要紧之事还是发展领地的势力。领地发展起来了，以后一声令下就可以调动狱内所有势力，无敢不从，这样兵不血刃岂不更好？至于发展势力，也缺少不了士兵。我们正在新一轮开荒，食物是不用发愁了。这样吧，以后你就负责替我收购领民吧，仓库里的资源任你调用，收多少算多少，加快人口增长。既然事情敲定，那必须要做出新的行动。人口增长就是罗森目前最紧急的计划了，因为有人才有兵，有兵就有实力。得到罗森的确认，李阳立刻拱手道：“属下遵命。”随我走吧，去看看开荒进度如何了。罗森点了点头，向着开荒的方向而去。因为割据一方事件才开始没几天，所有人都在忙碌打仗，这段时间将会是罗森安稳发展的一个时间。等割据一方结束后，估计各大势力也都会彻底定型，到那时就是真真正正的战斗了。单单只算自己所在的平原域，估计光是1000人势力都会出现几十数百家。众人来到开荒之地，数百领民正在全力伐树开拓荒野，女领民则负责后勤食物，准备食物和水等东西。但就在这时，一个男领民像是没有注意到罗森等人的到来，在搬运树木的时候，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一个后勤女领民，差点没撞上罗森等人。直到赵云的一声呵斥惊醒了他。大胆！第126章制作法律。一声大胆，吓得男领民一个踉跄。当他发现面前的是领主等大人物的时候，连忙丢掉了木材，跪在了地上，颤颤巍巍道：“草民不知领主大人亲临，请大人恕罪。你走路不看路吗？”赵云上前一步，正要呵斥，但被罗森给拦了下来，道：“无妨，干活去吧，你又不是故意的，无罪。”罗森摆了摆手，领民立刻感激涕零的磕头，而后扛起木材就小跑着离开了。赵云在一旁不解地问道：“大人，他差点撞到大人，怎么不让属下说到他几句？这样他以后做事的时候才会更加注意。”哎，你想让领民认真干活的想法是好的，但用法却不对。罗森淡淡道：“解决事情要从根源解决。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看路吗？根源在哪里？”赵云沉思了一下，指了指远处的一个女领民，道：“根源是他。”对，罗森赞赏的点了点头，又问道：“那你知道该怎么解决吗？”把女领民调走，禁止男领民四处观察。赵云连说2个答案，让罗森一阵无语，因为这依然不是根本问题。罗森把目光看向李阳，道：“杨弟，你知道吗？”“嘿嘿，属下知道，也有解决之法。”李阳嘿嘿一笑，解释道：“青壮年到了岁数，想女人很正常，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把他们分开，而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赵云，这一刻，赵云彻底明白了，原来领主大人和军师大人竟然想着撮合他们，而不是分开他们，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赵云依然不解。不过接下来罗森将用事实证明他到底有没有小题大做。罗森对李阳道：“回领地后和内务报备，然后成立一家婚姻登记所，并张贴告示，凡是情投意合愿意结为夫妻者，领主府无条件支持，并为新人下发单独的住所。”赵云，这一下赵云彻底懵逼了，他完全没想到领主竟然是这么处理，坚持彻底超出了他的想象。唯有李阳似乎也是这个想法，所以并没有吃惊，而是恭恭敬敬的点头应下。几人一边说话一边来到了开荒之地，领民们正在砍伐树木，距离真正的开荒还需要一段时间。看了一会后，罗森就打道回府了。回到府邸后，
李阳去办理婚姻介绍所的事情，罗森则来到内院，拿出了纸笔，写画画。没多久，一张写满了密密麻麻文字的纸张就出现了。纸张为首只有4个大字，写着太平宪法。毫无疑问，这是一纸法律书。是的，你没看错，这正是法律书。作为越来越大的领地，罗森觉得又必须宣传法律了。当然，这些法律可不是为自己用的，毕竟这里还是封建时代。这些法律是给附庸领地用的，有了它，就可以确保领地的安全和领民的归属感，当然还能收拢自己的权力和威望。宪法第1条，领主只有权利处置自己领地事宜，无权处置他人领地事宜，包括但不仅限于侵占他人资源、伤害他人身体等对其他领地产生危险等行为。宪法第2条，领民是领地的宝贵财富，属于领主直接管辖，领主有权处置领民之间的纠纷，安排领民生活等事宜，但领主无权干涉他人生命安全。如有重大罪名直至死罪者，请移交总领处理。宪法第3条，领民、领地之间禁止内斗、私斗，一经发现，按照情节严重关进大牢。宪法第4条，每个附庸领地都可以拥有保卫领地的武装力量，但武装力量根据领的大小配置，每10个领民中最多只能有1个人当兵拥有武器，多余的武器请全部上缴总领。宪法第5条，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无辜杀害他人者以命抵偿，带有冤屈者可到总领举报，一经查实绝不姑息。宪法第5条，本宪法由总领地领主府编译，最终解释权归总领地所有，请所有附庸领主及领民根据宪法依法办事。一共5条简单但概括又全面的法律就此出炉了。罗森看完这张法律书都有点想笑。其实这个法律仪式是必须要出的，因为没有法律的地方最容易暴乱。一旦法律深入人心，众人就会有安全感，有归属感，而且他们遵从自己的法律，自己也会保护他们的安危。检查一遍法律条文，罗森便编辑成了文字，发送到了附庸领主群内，并着人抄录几10份，给每个领主都交易了1份，让他们张贴在领主府门口，方便众人观看。同时，罗森又让附庸领地全部雕刻出太平总领的石碑，置放在领地周围，让人看到就明白来到了太平领地管辖范围内了。除了这些，罗森又让自己领地的人打造巨大界碑，安放在30里外的地方，告知路过的领地各处势力，让他们不要作乱，不要伤害那些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领地，并且还在巨大的界碑上雕刻几排小字，用于威慑路过之人。正面写着太平界碑4个字，反面写着你已进入太平领地范围，进入领地请遵守当地法律，禁止捕猎领地内野生动物，损害领民利益，如有违背者，大军讨伐。这些界碑，罗森让属下顺着周围全部都放上，以提醒其他人。而当附庸领主们收到罗森发的这些法律条文的时候，全都震惊了。有人激动，有人不满。激动的自然是感觉生命得到了保证，而且自己还是个官，出了事也有总领顶着，在下又有权利，何乐不为？尤其是得知界碑的事情后，更是安全感爆棚。而不满的则是一些雄心壮志的人，法律条文彻底约束了他们，让他们想暗中发展都做不到，因为一旦被举报，那可是杀头大罪，所以才会不满。但即便如此，那些人也只能继续妥协，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不过这样对他们来说也减少了很多危险，众人在出去觅食，遇到同是太平领地的人，就不用担心遭遇伏击了，只需要安心寻找食物就行。而且武装的减少，更是让他们能节省很多生存资源。第127章，开办学校。宪法发出去后，不但震惊了附庸领主，更是在附近频道里广为流传了起来，而且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向4周扩散，让很多人都对太平领地产生了莫名的好奇，也让很多在大战中苦苦挣扎的领地看到了希望。他们全都冒出了一个念头，就是可不可以加入太平领地，得到庇护。当然，对于这些，罗森是不知情的。他现在正在视察婚姻登记所。李阳得到他的吩咐后，立刻就选择了地址，贴出去了告示。告示还贴到了领地的大门外。此刻正是饭点，门口聚集了无数的领民，趁着吃饭休息的时间驻足观望。告示上说什么？看不懂啊？是啊，我不认识字啊。你们有认识字的吗？谁给读一读啊？我认识字，我来读。一个文弱模样的人站了出来，他清了清嗓子，就开始念了起来。嗨嗨，男婚女嫁，阴阳调和，此乃天经地义也。领主大人体恤民心，为百姓着想，特开设婚姻登记所。凡是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都可以到婚姻登记所登记，成为领地公认的夫妻。另外，考虑到夫妻成家一事，领主大人特别宣布，凡是登记的新婚夫妇都可以领取一套单独民房用于居住。婚姻登记所地点：养老院斜对面。
文若青年念完，周围围观的领民全都愣住了，而后全都发出一片哗然的声音。这，领主大人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考虑的太周全了，完全没想到，领主大人竟然如此体恤我等。我已经和后勤的小秦约定了3声，正准备汇报给长官呢，领主大人就贴出了这样的通告，太好了！我去，新婚夫妇还可以领取一套单独民房，这样就不用和别人挤在一起了，太棒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花、小翠、小月去。众人，兄弟，我们领地女人少，你一个人找这么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领主大人能答应吗？啊，你们误会了，小花、小翠都有喜欢的人，我只是告诉他们消息而已。众人听闻，这才恍然大悟。小何，你快点吃，吃完我们就去登记。你也快点吃。六哥哥，我们去，有新房可以领，肯定去啊！一时间，无数情侣纷纷往嘴里塞东西，快速往婚姻登记所而去。因为中午休息只有1个小时时间，所以他们的时间比较赶。当这些人来到婚姻登记所进行等级的时候，这里已经排了7、8对情侣了。李阳正在教其他人做事，而罗森则在一边观看。经过半个小时的观看，罗森对李阳的能力感到了无比的信任，同时又注意到了一个关于领地大事的问题，那就是领民很多人都不认识字，登记的时候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这让罗森脑海里又冒出来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扫盲。因为民强则领地强，这种强并不只是武力的强大，也可以是知识的强大，因为知识改变命运。所以罗森再三思考后，便又发出了一张招募告示，对整个领地以及所有附庸领地进行招募。招募识字书生，做工地点，总领地。一旦通过面试，管吃管住，待遇从优。当这个消息再次传达到各大附庸领地的时候，一时间无数领民都心动了，因为是他们领主贴出了告示，所以也就是说，他们领主是不阻止他们去面试的，甚至连一些领主都很心动。于是乎，一些自认为会读书识字的人纷纷收拾行囊，而各大领主更是不远相送自己的领民。他们一旦被总领地录取，绝对会在总领地做事。作为附庸的领地，若是在总领地有人，绝对能混得更好，所以这对于领主来说绝对是个巨大的机会，于是都对前去的领民抱上了无比大的期望，以至于各大领地都上演了领主亲自相送，领民感到无以为报，磕头离开的一幕。时间到了下午，罗森把面试老师的事情和开办学堂的时间也交给了李阳，自己则在内院修炼魔法。时间逐渐到了晚上，很多远道而来的才子都被李阳亲自面试了一遍，最终从98名识字的领民中录取了20人。这20人有10个是太平城内的领民，10个来自其他领地。安排好他们后，又选择了几间民房当作学校，名字叫做太平小学。于是领地的成人学堂就此出现了。到目前为止，领地内光是新型的东西就出现了好几家，比如养老院、孤儿院、学校这些东西。不过以后还会出现更多其他东西来丰富这个领地的。躺在床上，罗森打开了一天没有看的领主指南，进入了区域频道。频道里的各种通告宣传的全是关于战争的事情，聊天内容更是寻求武器、购买领民的居多。罗森目前食物资源丰盛，兵器资源丰盛，同样也缺人。不过买人的事情已经交给了李阳处理，相信他会办好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鲜抓捕的战俘10人，低价出售，只要10套铁甲。精心饲养的猫女紧急出售，因为战事来临，换10个领民，绝对干净懂事。驯养的奶牛换20个领民，或者20套铁甲套装。心不成不换，这是我养了半个月的奶牛。2级民房图纸换10斤肉，银剑图纸换铁剑，价格私聊。鸡蛋，1个鸡蛋换1把剑。野牛招募另1枚，银质宝箱开出来的，可以务农，可以当坐骑，换铁甲50套，有诚意的来。看着聊天内容，尤其是竟然还有人找到了银质宝箱，不得不说他运气实在好到爆棚。罗森势力这么大了，都没有遇到过银质宝箱呢。不过随着东西越来越好，价值也越来越高，罗森也没有找他们换，毕竟太贵了。虽然他不缺这些资源，但换出去难免会心疼。就比如野牛招募令，50套铁甲换1个，要是用增幅过的，只能得到1头野牛；要是用没有增幅过的，可以得到100头野牛，但他却相当于想好了5000套增幅铁甲，这个数字太过庞大，不如自主发展。算了，明天开始让军营去扫荡练兵，寻找宝箱和再生物资好了。打定主意，罗森缓缓关掉了领主指南。第128章平原域。不知不觉2天时间悄然而过，在这2天里，领地发展一如既往，良田的开荒也彻底进入了进程。不过只值得一提的是，这2天里，周围很多领地都听到了罗森的太平镇宣布的宪法条文，
以至于很多小领地想要得到保护，纷纷加入太平镇。有时候不得不说，流言的力量是庞大的。光是这2天时间，罗森的领地就加入30多家，从绝对控制的30里扩展到了周围50里。这也让界碑压根就在原来的地方停不了多久，就要往外挪动。短短2天都挪动了5、6次。同时，由于附庸领地的增多，罗森可控制的领民也增加了数千人。而且这2天，李阳也在不停地收购领民，每天都用大量资源换取数百新领民，还差1000人，领地能控制的人数就可以达到1万了。而一旦领地的领民达到了1万人，就会自动升级为城级势力。罗森还特意查了一下，升级为城级势力后，群内的设施蓝图也会升级。比如普通的民房会升级为2层高的图纸，建造出来的房屋就有2层，当然也有3层，最高的就是3层。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他们领地可以建造楼房，容纳更多的人了。不过制作民房的材料也升级，由全木变成了木石混合。也就是说，想要建造高楼楼房所用的资源必须添加石头了。另外还有一件事，便是再生资源计划。这2天，罗森不但派军队外出扫荡，寻找野兽，还对所有附庸领地发布了禁止捕捉野生动物的条例。凡是领地内的范围，所有人都不能轻易杀害野兽动物。不过可以抓捕，到总领换食物，采用1比1进行置换。也就是说，比如你抓到一只野猪400斤重，可以到总领地换取400斤肉。其实这样也很值，毕竟去掉内脏和骨骼，根本得不到这么多。罗森之所以这么做，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展牧业计划，发展再生资源。附庸领地没有能力养野兽，总领地有，所以收了就全部圈养起来。哪怕抓不到野兽也没关系，甚至可以向总领地提供线索，只要线索属实，也能得到奖励。为此，罗森还特意成立了野兽调查小组，专门负责野兽信息的调查。这件事依然由李阳进行负责。此时，罗森正在新建的牧场巡查。这是一个数千平米平大的牧场，里面分为很多区域，饲养着这段时间抓捕的野兽，其中有野鸡、野兔，还有几只野牛和野狼，总共加起来都没有100只，数量太过稀少，看得罗森一阵头疼，为数量而担忧。森哥，森哥，有好消息！这个时候，李阳匆匆走了过来，兴奋地叫着。罗森转过身，疑惑道：“什么好消息？难道还有野兽群不成？”翻了个白眼，罗森开了句玩笑，因为他们碰到最多的兽群也就是3只2只的，几十只的野兽群根本不可能。不过李阳却一脸吃惊道：“你怎么知道？”这句话让罗森愣了一下，顿时大喜道：“真的有兽群，真的有兽群！”李阳兴奋道：“根据附庸领主的汇报，在我们80里外发现了牛群，足足有上百只呢。”撕上百只，罗森当场倒吸一口凉气。一只牛就算只有600斤，那100头也有6万斤，6万斤100倍增幅后，就算600万斤。算到这里，罗森当场就翻了白眼。这样算下来，好像比养牛还划算啊。不过养牛是长远计划，以备不时之需所用的，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再增幅，不需要就养着让他们生小牛就好了，反正他们只吃草，又不浪费粮食。想到这里，罗森大手一挥，道：“走，调集军队去，这次我要亲征牛群。”森哥，还有一件事，就是牛群的消息被人泄露出去了，估计会有很多势力都去争夺，这可是个不小的诱惑，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李阳又继续汇报，罗森这才平静下来。他说的没错，既然牛群的消息泄露了，那各方势力必定争夺。毕竟6万斤牛肉可不是闹着玩的，那足以养活数家领地，可以让领地的军事实力翻数倍。虽然自己的实力够强，但别的势力也都虎视眈眈，不怕他们正面对抗，就怕玩阴的鱼死网破。罗森又问道：“附近都有什么大势力吗？”李阳深的罗森信任，很多事情都是他来处理的，因为他有领主指南，比领民做起事来更方便，包括调查搜集周围势力信息也是他在做。李阳立刻回复道：“方圆数百里有很多小盟，不足挂齿，但1000人以上的大盟和领地却有好几个，分别是血煞盟、阴阳镇、流风盟。这3家势力呈三角形扩散在数百里之内，据说他们3家都不和，3分领地100多里，打来打去也没有打出个所以然，让周围的领地遭了殃。原来如此，最近的就是这几家吧？远的呢？有没有消息？”罗森继续问着。李阳又道：“远的更厉害，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发展的。其中有一个沈家盟在我们大后方数百里之外，据说他们的势力与我们相当，前世好像是不得了的大人物，召集了很多忠心的人，一下子就崛起了。还有就是我们前方距离关卡最近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兽人部落和人类领主结盟，目前发展迅速，也快赶上我们了。左侧和右侧方位都是小盟，不足挂齿。还有就是我们平原域的范围已经大概推测出来了，南北长约1000多里，
东西宽数百里，其中最大的势力便是沈家盟和那个人兽联盟以及我们了。当然，如果按照军事实力，我们依然是最强的。李阳一一道来，让罗森彻底佩服了自己这位发小。如果按照他说的来算，那么平原域的大小比前世一省之地还要大，而地图上平原域只是中规中矩的一个大域，不算大，不算小。比平原域更大的域相当于10几个平原域，而且密密麻麻有上百个域之多。第129章清蒸牛群。光是地图上显示的这些域加在一块，估计都有几十个地球大陆面积大了。这个世界果然很大。罗森心中对这个世界终于有了一丝概念。天下总喜欢三分，往大了说有兽人联盟、沈家盟和自己的太平镇，往小了说有血煞、阴阳和流风。不过无论是实力还是资源，自己都稳居第一。但前世有很多大人物，哪怕来到这个世界，大手一挥也能召集到无数忠心耿耿的死士。死士再加上死士的领地和资源，一旦汇合起来，就是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自己南方的那个沈家盟估计就是如此，恰好把很多前世忠心的首先都分配到了周围，早早的就联合了起来。这种人根本不能用常理来推断，因为他们那种人早晚都会发展到大人物。自己没有底蕴，只能慢慢来。有句话叫刚硬一舌，说的就是自己这种没有底蕴却有其他优点的人，这是成年人都明白的道理。天才往往早逝，并不是因为天才不够聪明，而是很多人不能用常理来推断。因为领地的底蕴可以发展，粮食能增幅，但需要时间，而且手下的忠心难长久。打仗没有忠心的属下，不用心对他们，分分钟叛变。前世那些大人物，他们对属下言传身教，数年的教育全都是教他们仁义道德循礼，对他们的归属和忠心早已经深刻他们的心底。不可否认，这些人运气很好，能分配到一起。但罗森不一样，有增幅吗？也是运气的一种。虽然人力上比不了那些牛逼的人物，但总有比得上的地方。总之不能急，就像那句话，武功百足，行不及蛇，雄鸡2翼，飞不过鸭。有了100倍增幅，他也只是有了争雄的资本，肯定还要发展为王道。若是因为自己有了增幅系统就膨胀，说不定结果和上次一样了，一切以保险稳重为根本。所以罗森的发展一直都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只有这样才是最稳健的。哪怕现在局势落后于人，但有了底蕴和忠心的属下，早晚会超赶那些人的，何必急于一时？更何况他并没有落后于人。罗森背着双手，当即果断道：联盟虽小，但抢在我们前面抓了牛群，我们也不好直接打上门去要。这样，立刻通知兵营，全军出击，随我亲征牛群。你带领魔法师们留守领地，防止偷袭。是。李阳点了点头，立刻前去兵营传达命令。罗森则回到领主府，换上金色战甲。金色战甲已经是他的标配了，因为这玩意实在强悍。普通人哪怕站在罗森面前，全力一剑或者一剑都不会在金色战甲上留下任何痕迹，强度恐怖如斯。罗森觉得只要体力够，100套金甲战士可以在数千人的大军中自由进入。当然，前提是体力够。换好战甲，赵云跟随罗森一行金甲护卫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兵营。兵营靠墙，与中心地带的居住区还有一段距离，因为目前的领地范围很大，有很多空地还没有建筑。此刻的军营全体2000士兵已经整装待发，全部身着铁甲，尤其是骑兵们。骑兵们的作用不是为了冲杀，而是为了震慑。战车也没有全部动用，只调用了3辆。罗森吩咐留下500人驻守领地，其余1500人全体出动。毕竟上百只牛，驱赶也需要很多人。吕布，罗森开始点兵。吕布上前一步，单膝跪地道：属下在，你携带所有骑兵为前军，在前开路。是。吕布领命后，立刻去阵营中调集骑兵。罗森继续道：典韦，属下在。典韦拿着双戟，威武雄壮，单膝跪地。这是他来到领地后第一次打仗，也是第一次跟随领主亲征，哪怕目标只是一些牛，但他得知可能会有人争抢，所以也很激动。你携带步兵200为后军，押送粮草辎重断后。是。典韦也连忙谢恩。只有罗森自己则携带大军为中军。出发！罗森登上战车，大手一挥，1000人大军开始陆续出城了。而大军的行动更是引起了无数领民的注意，纷纷议论：领主大人又亲征了，这次领主大人去征讨谁啊？不知道啊，兵营基本搬空了，应该是大事吧。听说领主大人发现了牛群，要去抓牛。原来如此啊。坐在战车上，罗森可以透过帘子看到外面的场景。他已经开始在想，以后是不是要制作一些战鼓和号角，用于提升军队威严了。军队很快就出了城，1500人的大军互相拉开，
形成了绵延1公里多长的线条。武将还是太少了，应该继续分封左翼和右翼将军，用于保护大军的。不过军队还不到，暂时没有2翼保护也没关系。随着协军出征的次数越多，罗森对军队的理解更为深刻了。他现在只出动1000多人，所以不需要2翼。若以后出动数万人，军队必然绵延数里之长，到那时必须需要2翼保护了。要不然敌人从两侧偷袭大军，前后两军无法及时反应，就会被人分割成3部分，那可就完犊子了。此次出征，不，准确来说应该是此次出征牛群。出征牛群，罗森没有带任何女佣伺候自己，毕竟可能会打仗，不是闹着玩的。根据李阳给出的坐标信息，大军向着坐标位置出发，再一次越过野外的那条小溪，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结实的石桥了。看来属下们办事还是雷厉风行的，而且可以考虑一下把小溪挖大一点，形成一道护城河。这样的话，以后发生战争就可以聚合而守，隔河相望。不过似乎又没有必要，因为附庸领地没有军事势力，大军敢伤害附庸领地，他一定会携大军讨伐，保护领土。要是敌人能打到这条小溪的范围，那他也别活了。第130章争锋，刚好顺着此次出征的机会，视察一下领土内的情况。领地之内叫做领地，领地之外的领主全都臣服他了。虽然不能说是领地，但也是他的领土了。一路走去，森林里都很安静，没有以往的喊打喊杀了。甚至罗森还遇到了在野外采集资源的人，见到罗森的大军后，也没有慌乱逃跑，而是远远的驻足观看，给罗森下跪拜见。这就是他这段时间治理的成效，也是罗森心中所期望的。领土内一片和谐，所到之处再无战乱。不过这种祥和的场景只持续了50里，到了50里外，罗森就时不时的收到战乱的信息了。前锋将军吕布每半个时辰都会来汇报一次探索的信息。领主大人，前方有2支小型军队在打仗，每方约100人，骑兵前去通知，让他们让开路，等我们过去再让他们打。罗森吩咐了一句，内心毫无波澜，因为这已经是他遇到的第3波路上打仗的事情了。刚遇见第1波的时候，罗森的骑兵刚到就引起了人家的注意，吓得人家当即就撤退了各自的领地。第2波的时候，人家同样也被骑兵吓到了，听话的就退走了。所以这是第3波。根据前几波的情况来看，是没有任何小势力敢阻拦他们的去路的。吕布匆匆去驱赶，等到罗森来到他们战斗的地方之时，2拨人已经退居大路两侧，远远驻足观看。当他们看到长得像一条龙的军队的时候，全都震惊了。卧槽，这是何方势力？怎么这么多人？其中一方的领主震惊地瞪大了眼睛，而另一方领主则喃喃自语道：大丈夫当如此也。他们刚才说来自哪里来着？领主大人，他们说来自太平镇，斯就是70多里外的那个太平领地。斯，镇级势力果然恐怖如斯。大人，他们应该是去抓牛去了，这条消息还是我们卖出去的呢。没想到他们去抓个牛，竟然也会出动这么多人。我想起来了，前2天卖出去的消息。不过我们不止卖给了他们，还卖给了血煞盟、阴阳镇和流风盟，以及附近的所有小盟，看来都想争一下牛群，这下有好戏看了。看着军队越来越远，直至消失，2拨人也没有继续打了，而是隔路相望了一下，而后纷纷撤兵。估计是被罗森庞大的军队数量给吓到了。他们加起来才200多人的战斗，相比之下就太小儿科了。离开战场，罗森的兵马没走多久，就看到了前方巍然矗立的山峰了。这是罗森见到的第1座山，准确来说是一个凹形山，面积看起来并不算大。因为他们这块域叫做平原域，或许就是因为山少的原因。山脚下已经有2拨军队在对峙了，这2方人还携带了各自的大旗，是用一根细小的长杆加上麻布制作的，一个写着血煞，一个写着阴阳。他们每一方都有近1000人，而且大部分都有了武器，战甲也是装备了数百人之多，可见发展的速度也是很快的。2方的带头人都骑着战马，身边的护卫也都有战马，不是买的就是抢的。他们互相对峙，谁都不敢率先进入山谷。而且在周围的森林中，巨石山也都蹲着很多来自4面8方的领主。他们这些人有的是早就到了，有的是刚刚到来，密密麻麻看过去，起码有上百家领地势力。这些散人若是能组建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势力。因为消息扩散，大家都知道了，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毕竟数万斤的肉，诱惑实在太大。都说富贵险中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要是因为这里危险都不敢出现，那还谈什么发展？直接去投奔人家好了。所以他们愿意出卖一些危险，来趁机捞一些好处，比如趁乱抢几只牛，或者从死人身上捡一些武器装备和食物等等。喂，兄弟，你说他们能打起来吗？有人待在远处的空地上，
对身边也在看戏的人问了一句。他们这些人带的士兵不多，有些人带了30-40，有些人只带几个。不过却没有人敢小瞧对面，因为这个世界是有武力等级的，谁都保不准对面的单体实力强不强。即便人少，但自己人也不多，该有的客气还是要有的。这就不知道了。不过据说山谷的入口处有阵法，想要大军进入，必须破阵才行。还有阵法？我说这些来的那么早的人怎么不进去？对了，既然有阵法，那当初是怎么发现的呢？这个阵法只针对大军，据说一个人可以进去，但2个人就没法进去了。因为1个人以上的人数一旦进入山谷，里面的阵法就会出现，进行虐杀进阵的人。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过这种事情？该不会是谁饲养在这里的吧？还给设上了阵法？那就不知道了。快看，他们好像在对骂，下面估计就要开战了。2拨人顿时向着山谷看去。山谷前，2方首领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不过却没有对骂，也没有要开战，而是在商量事情。血煞盟主，这个阵法我已经派人进去试探过了，乃是高级魔法阵，会幻化出妖兽厮杀进入的人。如果我们开战，估计会2败俱伤，白白便宜了别人。不如我们联手如何？这些话是阴阳阵的领主说的。阴阳阵的领主是一个阴柔的少年，骑在战马上，与对面遥遥相望。对面的血煞盟主是一个身材好到爆炸的肌肉男，他冷哼一声道：“哼，我血煞盟发展到现在这个实力可不是吃素的，谁敢在我血煞盟面前趁人之危？”哈哈，血煞盟主，你太单纯了。阴柔少年阴森一笑道：“虽然周围的势力都怕我们，也都打不过我们，但你别忘了，我们最近的就有2家势力能够与我们争锋。”哼，难道你说的是刘锋盟？刘锋这个伪君子虽然有些实力，但他又能奈我何？反倒是你，倒是和刘锋走得很近。第131章，吾乃太平镇前锋将军吕布。血煞盟主虽然说的平淡，但对于势均力敌的刘锋盟内心里还是带着警惕的。不过听血煞盟主这么说，阴阳镇领主哈哈一笑道：“你天天想着偷袭我的领地，我自然要和他走得近一点，来防备你了。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抓捕牛群，我们依然可以休战。毕竟除了刘锋盟，你可别忘了，距离这里最近的还有一家太平镇。据说太平镇发展已经到了顶峰，他若出手，我们任何一家都没有参与的机会了。太平镇我自然听说过，据说他是镇级势力中最强大的一个，人数已经扩张到了数千人之多。”血煞盟主紧皱眉头道：“按理说太平镇距离最近应该先到才是，到现在还没来，他应该被其他事情耽搁不会来了。”“哈哈，他肯定会来的，所以我们俩必须联手，率先得到牛群。到时候就算太平镇领主亲临，我们也有底气面对。”阴阳镇的领主出了个主意，让血煞盟主很是心动。他担忧道：“联手也可以，但牛群怎么分？”“自然是5-5分。”“行，就按你的意思，我们联手派人去闯阵法。”血煞盟主同意了，道：“阴阳领主，既然你已经探索过阵法了，那你不妨说说阵法里有什么危险，需要多少人才能破开阵法呢？”“哈哈，那我就来说说。”阴阳领主道：“进入入口之后，会出现灵气幻化出来的妖兽，这些妖兽是高级魔法不成的阵法，想要击溃这些透明妖兽，起码需要500人以上的全副武装军队才可。这样吧，我们双方各出300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去破阵，如何？”“行，就依你。”2人一拍即合，纷纷调兵遣将。这一幕看得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他们万万没想到2人竟然没打起来，反而联合了，彻底超出了众人的想象。他们要真的联合了，那自己这些人怎么办？该怎么浑水摸鱼啊？就在众人苦恼的时候，血煞盟和阴阳镇各派出了300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共600人，开始向进入进发了。虽然双方只出了300人，但全副武装可是他们的家底了。若不联合，就相当于自己一伙人掏空所有家底。而那个时候，若有同等势力趁虚而入，他们则根本没有反抗的空间。2人联合后，各出一半，那部队还能剩下1小半全副武装的士兵，足以应急了。这也是大军的后路。在600人进入山谷没有几秒钟，里面就传来了剧烈的喊杀和嘶吼声，声音震耳欲聋，也不知是什么级别的妖兽。众人更是听得无比紧张。但就在这种紧张到了极致的时刻，远处忽然传来了剧烈的马蹄声，轰隆隆，轰隆隆，马蹄踩地的声音让所有人全部愣住了，纷纷向着外面看去。而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全都吓一跳。卧槽，好多战马！丝带头的穿的是金甲吗？操，全部铁甲武装，太有钱了吧！马德，连战马都武装上了，这究竟是谁的部下？什么谁的部下？这肯定是哪个强大的领主也想来抢夺牛群。金甲，战马，我知道了，这是太平镇的兵马。死！难道为首之人便是罗森？好雄壮啊！
手里拿的竟然还是战戟！什么？什么？这就是传说中的罗森？快看，太平镇的兵马也来了，为首那个大汉就是罗森。原来罗森长这样啊，好壮啊！众人一时间全都震惊了，而且更没有人敢阻拦铁骑兵的出现。当铁骑兵向着山谷而来的时候，路上散乱的领主们更是吓得纷纷闪开让路。他们可是全都听说过罗森的威名的。团灭幻剑联盟第一个镇级势力，拥有战车数量和金甲套装数套，还有就是最新颁布的领地宪法，更是威名远播。所以罗森早就在众人的心里留下了神秘的面纱。就连血煞盟主和阴阳镇领主这两个级别的势力，听到众人惊呼太平镇骑兵的时候，都忍不住心中抖了一下。他们虽然都有镇级实力，但镇也分大小，他们不过是刚刚到达镇级而已。而罗森早在很多天之前就到达了镇级。驾！金甲首领越过众人，来到了山谷前，和血煞盟以及阴阳镇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居民，扼守了整个入口。好精良的装备！阴阳镇领主看向吕布，心中不由得震动了一下。见吕布也在往他这里看，于是连忙抬手对着吕布拱了拱手，客气道：“想必阁下便是太平镇领主吧？在下阴阳镇阴苍天有礼了。”与此同时，阴苍天对面的中年大汉也不得不收起了傲慢，对吕布拱手主动打招呼道：“果然百闻不如一见，在下血煞盟盟主血喜天，久仰罗领主大名，也有礼了。”两人的态度代表了他们对太平镇的敬畏。不过听到他们两人自报家门和名字，也让很多人感到了一阵无语，纷纷嘀咕肯定是改名了，要不然怎么会这妖巧？一个叫阴苍天，一个叫血喜天，从前要是叫这种名字，绝对是奇葩。不过周围很多不是很了解的人，见到他们两人的态度，也更加震惊了。太平镇我听说过，这么厉害吗？只带了不到100骑兵，两大盟就这么恭敬，大势力果然恐怖如斯，不是我等能猜测的。不说其他，就光说这些战马，哪个大盟能拿得出来，恐怕也只有太平镇。吕布拽了拽缰绳，面无表情地看着两大势力的领主，声音浑厚道：“吾乃太平镇前锋将军吕布，领主大人稍后便来。”死吕布！卧槽，只是前锋将军，后面还有大军？擦，前锋就这么刁了吗？简直不敢相信啊！等等，他说他是谁？吕布？传说中的三国猛将吕布，还是恶趣味取的同名？众人先是集体震惊，而后全员懵逼。血煞盟和阴阳镇的领主听到后，更是老脸一红。他们竟然认错人了，把一个前锋探路的将军认成了罗森。这一刻，除了羞耻心在他们心里快速增长，还有就是罗森领地的实力再一次刷新了他们的认知。第132章太平镇大军到，原来是吕布将军，久仰久仰。阴苍天斜斜一笑，再次抱拳。吕布一愣，声音浑厚道：“你认得我？”听说过。阴苍天点了点头，吕布将军，我和血煞盟以为贵帝不来了呢，所以已经先行派人去闯阵了，恐怕贵帝要空跑一趟了。是啊是啊，先来后到，虽然太平镇也来了，但也不能平白无故抢夺他人资源吧。两人玩起了双簧，一唱一和，似乎想在天理上稳占一头。吕布冷喝一声，不屑道：“此地乃我太平镇周围，你们两方远道而来，岂容你等觊觎我方资源？”霸气的语气让众人全都屏住了呼吸，大气不敢多喘，就连他们两人都有些懵逼了，不敢太强硬。好在他们已经联手，哪怕是面对太平镇的前方将军，也有一定的底气。周围的人也都在议论纷纷：“死好霸道的将军啊！他说的有理，但人家可是已经联手了呀，太平镇难道还敢和两家镇级势力开战不成？动辄1000人大战，肯定没那么容易开战，因为真要打起来，肯定要动摇根基，1000人领地可不是那么容易发展出来的。对，说不定他们三方可能会联手平分牛群啊，这样我们岂不是白跑一趟？快看，又有大军来了，竟然还有战车！”忽然间，一个人的惊呼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远处也传来了大批脚步声，整齐的犹如一个人，让人听到就无比震撼。全体人员全都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连血煞盟主和阴阳镇领主也不例外。当看到为首的战车的时候，两个镇级领主瞳孔顿时就缩了一下，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团灭幻剑联盟的战车吗？这玩意要是冲着数百步兵冲来，估计一下就能冲散步兵阵营吧。没想到太平镇的武器竟然如此先进了。看了看自己士兵，连铁甲都穿戴不全，而别人却乘坐铁甲战车，两人同时产生了一股敬畏之感。再看战车之上，一个金甲少年端坐，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所有人都在一刻明悟，战车上的少年定然就是太平镇领主罗森。这一刻，周围的人一动不动，安静至极。全副武装的铁甲大军从森林中走出来，在山谷前列队。当1500人全部汇集之后，
在场众人再次倒吸了一口凉气。全军铁甲，整齐划一，对他们来说简直闻所未闻，对那些领主来说更是只在前世地球的电视里见过，所以感觉到了无比大的震撼力。哗哗哗，大军整齐列队，全军在山谷之前停下了脚步。血煞盟盟主血洗天骑在战马上，对罗森拱手道：“想必你就是太平镇领主罗森了。在下血煞盟主血洗天，有礼了。在下阴阳镇领主阴苍天，也有礼了。不知领主大驾光临，所谓何事？”阴苍天阴柔的眼神看向罗森，让人觉得不怀好意。罗森淡淡道：“原来是血煞盟和阴阳镇，久闻大名。我此次前来，自然是为了山谷内的牛群。你们可以走了。”什么？走？顿时间，全场大惊。这太平镇领主好霸气啊！刚来竟然让人家走。是啊，人家可也都是镇级势力。不过太平镇的装备真特么好，虽然都是镇级，但明显血煞盟和阴阳镇不够看。对，这就相当于以前看过的电视剧全员冲锋枪和一群小米加步枪的人打仗一样，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不知道两大势力愿不愿意放弃牛群资源，得到这些东西，少说也能让领地势力翻倍。虽然资源诱人，但要是和太平镇发生冲突，领地还可能缩减数倍呢。听着众人的议论以及罗森霸气的话，两大镇级势力的领主脸色一阵难看。他们才是最先到的，但此刻却被人驱赶。要是真就灰溜溜的走了，让他们的脸往哪里搁？他们好歹也是镇级势力啊！两方领主面面相觑，但都不敢硬来。阴苍天无奈道：“罗领主，所谓先来后到，我们先到达这里，而且已经派人去闯镇了，难道你要硬抢吗？”哈哈，无主之物，有实力者皆可取，何来硬强一说？罗森大笑一声，命令道：“赵云、吕布听令。”属下在。赵云和吕布立刻侧身对着罗森弯腰鞠躬，听待命令。周围的其他人顿时提起了警惕。谢煞和阴阳两个领主也立刻紧张地抓紧了兵器。全场都被罗森的一言一语给带动了。罗森赫然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你们二人带领骑兵和禁卫军立刻出列，准备破阵，其余人谷口待命，敢有阻碍者，杀无赦。属下领命。赵云和吕布同时起身，开始调军，并且大喊着把罗森的话通知下去。禁卫军出列，准备闯阵；骑兵集合，准备闯阵；步兵全体待命，敢有阻拦者，杀无赦。步兵待命，敢阻拦者，杀无赦。随着声音传下去，周围的众人更加小心翼翼了。他们全都明白，太平镇准备强行闯阵了，而且一旦遇到骚扰，将会毫不留情。所以很多小领主开始约束手下了：往后退100米，别靠太近，都给我注意点，千万别卷进去了。全军后退100米，我们不进这个漩涡。周围大乱，血煞盟和阴阳镇的领主更是气得咬牙切齿。他们的人还在里面，要是太平镇强行闯阵，会不会攻击他们的人？还有自己要不要阻拦？看着太平镇的骑兵和金甲士兵开始列队，他们慌了。不过就在这时，山谷内的喊杀声消失了，几十个战甲破破烂烂、浑身鲜血的士兵跑了冲来。报！报！几十个士兵分成两方，分别找自己的领主，跪在地上，痛心疾首道：“报！领主大人，里面的阵法太厉害，我们全军覆没了。”死！又是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两个领主彻底震惊了，600人全副武装的大军竟然全军覆没了，只跑出来几十个。这只是为了保护上百头牛，设置了这么厉害的阵法。第133章闯阵，这到底是谁搞的？归队吧。阴苍天眼神阴沉，对罗森拱了拱手道：“罗领主，在下无法攻破阵法，便不再参与此次争夺了。”罗领主请便。说罢，他便带领大军后退了数百米，远远地看了起来。两方联合都无法攻破，他觉得太平镇定然也无法攻破，只会损兵折将。哪怕就算太平镇攻破了，也定然死伤无数，实力大减。所以阴苍天分的清局是他主动退出了争夺。见阴苍天退出了，血洗天犹豫了几秒钟，也拱了拱手表示退出。自此，三方大势力仅剩下了罗森一方。作为大势力，罗森自然也得知了这里有阵法守护。这条消息是他的附庸领主告诉他的，毕竟如此靠近他的领地，周围的附庸领地中也有人过来看热闹。领主大人，闯阵军队已经集结完毕，是否开始闯阵？这个时候，吕布和赵云前来汇报，在他们身后已经聚集了所有骑兵和金甲护卫。两人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却足够精。他们可是穿戴了领地最贵重的装备，其战斗力也不是正常人可以匹敌的。罗森点了点头道：“一切小心，开始吧。”是。赵云和吕布双双点头，而后携带军队开始进入山谷了。周围的人见状，全都看得目不转睛，
想知道这200装备精良的可以用开挂来形容的大军是否能闯阵成功，因为他们都是道听途说太平镇的实力，今日能够亲眼所见，一定要探知清楚。赵云和吕布带军进入，罗森带着大军在山谷等待。此刻天色已经渐晚，因为70里路走过来也费了不少时间。典韦，罗森把典韦叫了过来。典韦立刻恭敬道：大人，今晚我们是回不去了，就在此驻扎，明天再回领地。你通知下去，带人原地扎营。罗森又命令了下去。典韦立刻带人去做。扎营需要时间，破阵也需要时间，时间也在不知不觉的慢慢流失，周围的势力却没有人率先离开，毕竟好处还没见到呢，傻子才愿意走。山谷内时不时的传来震天喊杀声以及妖兽的嘶吼，这些声音响彻在众人心间，仿佛一柄大锤在敲打。罗森也有些急不可耐了，看着天色越来越暗，太阳就要落山，军营开始生火做饭，周围的势力也都驻扎完毕，开始坐在那里吃干粮了。罗森虽然对2员大军充满了信心，但还是想派人进去看一下情况，毕竟那么长时间了。不过按理说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因为2员大将都是大武士的实力，可以真气出体，寻常妖兽也难以伤其半分。虽然是妖兽阵法，但也不应该这么久吧。罗森正在犹豫的时候，山谷里就传来了马蹄声，听闻声音后，他连忙看去，正是骑兵。只不过骑兵身上的铁甲很多都已经破碎，在骑兵后面跟着的是金甲步兵，步兵们完好无损。出来了，他们出来了！周围的人也发现了异常，全都看去，侧耳倾听，想得到一些消息。罗森连忙问道：情况如何？伤亡如何？禀报大人，我们已闯阵成功，彻底破开了大阵，骑兵伤亡10人，步兵轻伤10人。赵云率先汇报。听到情况，罗森也忍不住小小的震惊了一下，竟然让他的手下有了伤亡，这该是多强大的大阵啊！见罗森吃惊，吕布也会报道：领主大人，谷口大阵幻化出了2只3阶妖兽，所以我们才战斗那么长时间的。死！幻化出了3阶妖兽。罗森小小的震惊了一下，顿时就明白了其中的凶险。自己这士兵不畏凶险，艰难闯阵，实属不易。看了看天色，太阳已经彻底消失，于是点了点头道：死去的兄弟一定要带回领地。至于谷内探索，明天再进行吧。今晚太晚了，就先把守谷口，敢擅闯者杀无赦。是。行了，吃饭吧。罗森点了点头，邀请了这2个属下共同进食。大军围堵在谷口，没有任何人能悄悄进去，因为想要进去必须要经过1000人大军。罗森也很放心，摆出了桌椅开始吃饭。周围的人见状都明白阵法被破，但即使如此，他们也进不去，所以便开始有人撤军了。虽然夜晚危险，但这些人都是附近领地，距离近，再加上都有士兵，回去比留在这里安全得多。有第1个人撤退，就有第2个人撤退。半夜的时候，周围的小势力基本撤退完毕。血煞盟和阴阳阵离得远，夜间行军不便，都在原地驻扎了。对于他们会不会抢自己，罗森完全不担心。打妖兽虽然艰难了点，但要是打他们，还不是易如反掌，轻松至极吗？夜色渐深，山谷周围一片祥和。对了，值得一提的是，吃晚饭的时候，周围的2家领地差点发生暴乱事情。因为吃饭的时候，血煞盟和阴阳阵吃的都是快放烂的水果和一些杂草野麦研磨而成的饼子。本以为自己吃的还行，最起码饿不着，但当他们看到太平镇的人全都是人手拿肉，吃得满口流油，当即就忍不住发牢骚了。他们发牢骚自然是相当于打脸自家领主。结果领主一番教训，让一些忠诚度不高的人直接就叛变，要离开领地。他们领主为了立威杀意警百，处决了几个要跑的人，更是引出了更多人要脱离领地，差点依旧暴乱。好在士兵镇压及时，领主又从仓库里拿出很多肉，每人只分了1小口，算是镇压了下来。这就是领民，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跟着领主打仗，连饭都吃不好，你还要杀他，他自然会叛乱。看到这里的时候，罗森心中更加尽心了自己领地的利民政策。领地虽然是第1位，但领民也是极为重要的，只有利民，领地才能更加壮大，凝聚一心。次日一早，罗森就收到了属下汇报，说2大镇级势力已经撤兵了，也就是说，山谷周围只剩下了罗森这一家镇级势力和一些不愿离去的小势力。罗森得知情况后，点了点头，命令众人做好准备，进入山谷。第134章黄金宝箱魔导炮。吃完饭后，大军整装待发。罗森一声令下，全军进入山谷。山谷一条数百米长的通道，进入后内部视野开阔，是一片平原大地。
在山谷之中，地上还有残留的鲜血和血煞盟以及阴阳阵士兵的尸体。这些人有的被分为两半，有的被砸扁，死状惨烈。更在太平镇士兵的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们再次觉得自己的领地好得很。因为不管怎么样，自己战死，领地会给他们收尸，给他们埋葬，入土为安。不像这些人为人卖命，却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全军彻底深入山谷，大军就看到了让他们震撼的一幕。远处，一群牛在草地上进食，足有上百头之多，看得众人一阵激动。领主大人，是牛群！赵云激动地说道。罗森也很激动，自己辛苦带兵出征，为的不就是这些资源吗？这些牛养起来会不断繁衍，越来越多，杀了也有100倍增幅，能得到几百万斤肉。在目前的发展中，资源就是命根子，就是一切。那个好像是牛王大人，只要抓住牛王，就能控制其他的牛了。赵云继续说着，可见他也是见多识广。罗森点了点头，立刻命令200步兵留守，守住谷口，而后亲自带队道：赵云，这群牛就交给你了，带200人去捉，不准伤害，先抓牛王。我带典韦和吕布去深入探索一下，等我回来，若是有人敢擅闯山谷，一律格杀。是。赵云得令，立刻带人向着牛群奔去。罗森则继续带着大部队深入，因为这里树木稀少，到处都是草地，一眼望去能看很远，所以危险性极低。不过刚走没多远，罗森就看到了远处的草地上有一阵金光光芒在闪烁，这让罗森微微一愣，立刻让人去查探。很快，一个小兵就抱着一个金色箱子跑了过来，汇报道：领主大人，是一个金色宝箱。擦，这么高级的宝箱就这么随手丢在草地里，连个守护妖兽都没有。罗森一阵激动，因为寻常寻到铁质宝箱还有妖兽或者野兽守护呢，而金色宝箱竟然随手丢在草地里，罗森不得不激动啊！尤其这还是他第一次得到金色宝箱，这些只在世界频道流传却从未见过的东西，让罗森有些按耐不住，于是亲手接过金色宝箱，缓缓打开。他的手激动而颤抖。金色宝箱啊，这可是极其稀缺的东西，开出的东西绝对是天才地宝级别。罗森这段时间也在世界频道里见别人开出来过，不过数量极其稀少。有人开出了高级领民招募令，有人开出了高级魔法师招募令，还有人开出了魔法卷轴和数十只战马。这些东西让罗森眼热，虽然他都有，但谁会嫌多？而且招出来的等级也不一定，万一是高级的家伙呢？罗森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黄金宝箱，魔导炮图纸 X100。顿时间，罗森脑海里传来了这么一句话，让他直接懵了。他没有第一时间去看图纸，而是直接提取了几个关键词出现在了脑海中：魔炮图纸。难道我得到了魔法大炮的图纸不成？罗森大惊，飞快地拿出图纸，开始认真看了起来。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图纸上的介绍直接把罗森给惊的差点没爆粗口。魔导炮，失传已久的魔法大炮，图纸内自带魔法装置，一旦融入图纸，便会自动雕刻出动能阵法，塞入魔盒，经过动能转变就可发射。魔导炮制作材料：银块星号2000，图纸1。嘶，果然是大炮，发了！罗森激动的立刻把图纸放进了空间戒指内。有了魔法大炮，领地就相当于拥有了高纬度的军事底蕴，哪怕其他人大军无数，也挡不住魔法大炮的轰击。接下来要早日寻找到银矿石，制作出魔法大炮了。正所谓兵不在多，而在精。武器依然是如此，大炮和铁甲站在一起，压根就不是一个维度，称之为降维打击也不为过。继续探索，发现宝箱一律给我拿过来。罗森命令了下去，大军继续开拔，四散着向内部挺进。莫一会，吕布也激动地跑来了，汇报道：领主大人，左翼发现羊群100只，还有一个银色宝箱。说着，他就挥了挥手，从一个属下的手里拿过宝箱，亲手递给罗森。罗森再次激动，喃喃自语道：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好东西接二连三的来。接过宝箱，罗森点了点头，淡淡道：分散部队去抓羊，我们继续探索。说罢，他就继续使开宝箱了。但典韦也从另一侧跑了过来，汇报道：领主大人，属下也发现一个银色宝箱，另外属下还发现了鸡群，有密密麻麻有数百只。典韦把宝箱送过来，汇报了又一个好消息。罗森此刻已经麻木了，小小山谷装着这么多好东西，简直罕见。罗森把宝箱接过来，道：全部抓走，继续探索。坐在战车上，罗森看着面前的2个宝箱，搓了搓手。虽然是银宝箱，开出的东西肯定没有金色宝箱好，但相比以前开的实质宝箱铁宝箱，肯定要好上很多。缓缓打开其中一个，战马招募令 X1000。罗森
1000，罗森，哪怕已经麻木，但这一刻，罗森依然感觉心跳在加快。1000个战马招募令啊，比1000个美女还让人心动。有了这么多战马，罗森可以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了。在战马匮乏的年代，骑兵可是最厉害的兵种。忍住激动，打开了第2个宝箱，野猪招募令 X1000。哥，这一刻，罗森差点没背过气去。银宝箱开出的东西也太好了吧！这就是不同的宝箱，不同的质量吗？根本不在一个级别。罗森激动地咂了咂嘴。招募令加上周围的野兽，他已经拥有战马1000匹，野猪1000只，牛羊野鸡数百了，而且还有超级武器魔法大炮。此次亲征可谓收获丰盛，超出了罗森的想象。第135章，娘子军。这些资源若是全部变现成军事实力，罗森保证绝对能打下上百家小型的1000人领地。不过这都是罗森的再生资源，绝对不会浪费在扩张的事情上。领民不需要多，需要的是精；装备也不需要多，同样需要精。等自己实力越来越强，根本都不用去辛苦打别人，别人就会投降。别人的偷袭，再加上自己的政策，这些人将全部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这一天不会太远，而且会很快。半个小时后，众人探索完了整个山谷，总共发现牛群180只，羊群130只，鸡群120只，还在草地里挖掘到了一些胡萝卜、辣椒、西瓜等植物类的物资。当然，越是全部收走，一点不给剩下。而这些便是今天明面上的收获。而暗中，罗森还收获了魔法大炮图纸100张，战马招募令1000枚，野猪招募令1000枚。当然，这些东西是不被外人所得知的。罗森也没打算泄露出去，因为这将是他成为他领地的底蕴。什么叫底蕴？自然是家底实力，在遇到危机之时才会显现出来，解决危机的存在便是底蕴。山谷外，罗森带着众人打道回府。守护在山谷外的小领地们全都瞪大了双眼，想看太平镇得到了什么。当太平镇为首的骑兵走出山谷后，后面跟随数百步兵，积压着无数野生动物走出，彻底震惊了这些小领主。卧槽，好壮的牛群，好多呀，一只最少600斤起步。什么600斤？一只至少800斤。快看，后面是羊群，为首的那个是领头羊吧？胡子好长啊。什么领头羊？我怎么听不懂？给你说了你也不懂。领头羊就是羊群的首领。以前我在家里放羊，只需要给领头羊限制上绳索，让它走得慢，不会离开我的视线，别的羊就不会离开。羊群是跟着领头羊走的。哦，那前面那只牛是领头牛吗？那个牛好大啊。大哥，牛没有领头一说，牛有牛王。太平镇这下可发达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半路抢他们，毕竟带这么多东西，一旦开战，根本无法顾全。快看，还有野鸡。在众人的羡慕以及仰慕中，大军离开了山谷。吕布携带骑兵在前开路，赵云羁押动物，罗森则跟着辎重队掉在后面断后。在罗森等人刚刚走出山谷几十米后，身后顿时传来了无数呐喊声，硬是把罗森吓了一跳，差点没有戒备起来。冲啊！快点上啊！里面可能还有别的宝贝，冲啊！一时间，几十家小势力纷纷向着山谷内冲去。肉吃不到，汤总要喝点吧，说不定就有遗漏的东西，所以他们很疯狂，哪怕是捡别人剩下的东西也很疯狂。罗森一阵无语，没有理会他们，反正自己已经搜刮得干干净净了，他们再进去也和自己无关，于是命令部下继续前进。山谷内，几十家领地势力，总数超过1000余人的散乱人群，像蝗虫一样掠过山谷，甚至想掘地3尺寻找宝贝。但很可惜，山谷内已经空无一物。半天后，众人疲惫地坐在草地上，对着天空骂娘：马德，什么都没留下，太损了吧！真是的，哪怕留下几头牛也行啊，也够我们分的了，连个毛都没有，毛都没有留下呀！白跑一趟，不但消耗了我很多食物，更是什么都没得到。回去后要和全体领民一起挨饿了。地上有胡萝卜，快点挖呀！挖个屁啊！早被太平镇的人挖完了，你看的肯定是漏下的，区区漏下几颗胡萝卜，大惊小怪。卧槽，真的是漏下的！我说怎么会有胡萝卜，原来是烂掉的。草，70里路不远，但携带了众多野兽，行走就慢了起来。已经到了下午了，大军才进入领地范围没多远。不过进入领地了，众人也都收起了警惕心，因为这些附庸领主已经被罗森绝对掌控，并且限制了发展，颁布了法律，已经开始适应安稳的日子了，所以毫不担心他们会发难。一旦发难，不但没有丝毫成果，反而会遭到杀身之祸，所以没人有胆子这么做。刚这么想着，一道破空声忽然从四周传来，响彻在众人心底。嗖嗖嗖！敌袭，全体戒备！随着典韦的一声大喊，
罗森面前出现了几十个士兵，向四周戒备，而破空声正是箭矢所发出来的。随着箭矢到达，撞击在士兵身上，森林里忽然就传来了一阵马叫声和奔腾声。啊！哒哒哒！忽然间就涌出来20多骑着战马女人，清一色的女人全部手拿铁甲，背木弓，妥妥一群娘子军。这一幕不但让罗森愣住了，更是让手底下的士兵也全都愣住了。一群女人在他的领地偷袭他们了。罗森懵逼地看着一群女人，这是一群年轻的女人，身穿铁甲，经过不让须眉。虽然身材瘦小，但从刚才的箭矢里可以发现，她们拥有绝对的力量。而且在这群女人中，有一个女人特别鲜艳，因为她穿着一身银甲，银光闪闪，火爆的身材骑在战马上，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罗森顿时就明白，她就是这群娘子军的首领。杀呀！士兵们全都是步兵，只有少数几个马匹，因为大军都在前方击压野兽，骑兵在前开路，步兵们纷纷冲去反抗，但基本都被战马踢翻。很快，一群女人就冲到了罗森不远处。典韦见状，拿起双戟就挡在了娘子军面前，大喝一声道：“大胆，敢阻挡大人去路，杀无赦！”啊！战马猛地停住了。典韦的这一声大喊中夹杂了真气，很有震慑力。娘子军们纷纷警惕，等到首领的命令。银甲女将拉着缰绳，眼神转了转，也看得出来典韦实力高强。想起此次目的，他雷厉风行道：“放弃抓捕，抢了资源就跑，冲！杀！”第136章银甲女将。顿时间，两拨人又冲杀在了一起。罗森一方有200多人，全军带甲，而对方只有20多人，骑着20多匹马。但局势却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势，200步兵竟然打不过20多女兵。直到典韦拿着双戟冲了上去，一招击飞了战马上的士兵，才让士兵们彻底恢复了军心。扑通！女兵摔倒在地上，直接就被步兵们拿剑给架在脖子上了。掉落战马就完蛋，这就是他们的处境。罗森坐在战车内，眼神微眯，思索着他们是哪里的实力。因为这群女人确实强的没边，全都是武者境界的实力。为首的女将更是接近了武师境界，让罗森不得不重视起来。领主能达到武师境界的，要么有了奇遇，要么领民忠诚度达到80的领民超过1000人。不管哪一种，都代表着自身实力的强大。尤其是这个女人一身银甲，看上去颇为与众不同。银甲女娃娃交给我，其他人交给你们了。典韦拿起双戟，径直地拦在了银甲女将马前，把银甲女将和那些铁甲女侍卫彻底隔开。没有了银甲女将的支撑，铁甲女侍卫们的战斗力顿时一落千丈，转眼间就被打翻在地无数。没一会的功夫就捉到了大半女兵。银甲女将蔓延警惕，因为罗森等人的实力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尤其是这个大汉，身材魁梧，眼如铜铃，煞气逼人。看招！女将快马奔腾，一剑掠过典韦的脖颈。典韦见状，挥舞双戟，直接挡在了面门之前。枪！兵器碰撞，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带！典韦挡住攻势之后，反手抽出战戟，来了一个横扫招式。顿时间，战戟以极快的速度，带着无比大的力量，向着马的腹部冲去。这里不只是马腹，更是女将双腿所在。若是被击中，她非死即残。因为刚才两人兵器相撞后，女将就被震得双手发麻，虎口即将裂开，所以她对典韦的实力有了更深刻的认知，知道自己无法阻挡，于是直接踩踏马背，一跃而起，想躲过致命一击。砰！轰！战戟在刹那间击中了马腹，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马匹冲飞了出去，而后扑通一声砸在地上，死得不能再死。再看女将，她高高跃起后，飞速寻找脱身之法。忽然间，她看到了战车之上的罗森，围困他的首领，于是方向一转，直奔罗森而去。带！典韦转过身，正要去追，但这个时候，罗森直接从战车里走了出来，站在车架之上，面若清风，波澜无惊。太好了，竟然从战车里主动出来，简直找死！女将大喜，悄然收起了银剑，想要活捉罗森。来到战车前，她用力一跃，只需片刻就能把罗森扑倒活捉。但就在这时，就在她高高跃起的时候，战车上的男人忽然伸出了一张42码大脚，在他的瞳孔中越来越近，那速度快得令人发指，根本没有让他反应过来。然后他就感觉到胸口产生了一股剧烈的疼痛，整个人倒飞了出去，然后重重地落在了地上，银色头盔都掉落一旁，整个人披头散发倒在地上。扑通！后背以及胸口上带来的疼痛让他满脸痛苦，可还不等他缓过神来，一阵锵锵锵的声音就响了起来。定眼一看，脖子上已经架上了无数把铁剑。往四周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兵也全部被抓，没有一个能逃脱。
好强！女将眉头紧皱，死死地盯着罗森。罗森这才慢悠悠从战车上下来，让领主大人受惊了，请大人责罚。典韦单膝跪地，开始请罪。因为事发突然，他只和银甲女将过了一招，扫死了他的战马，却差点让领主陷入危险之中，而且还是领主大人的那一脚，才彻底击溃女将，这让他无地自容。罗森看了看典韦，他知道典韦大武士的实力是有的，只是刚过了一招，还没来得及发挥，于是淡淡道：“无碍，起来吧。”说罢，罗森就来到了女将面前，上下打量着她。银色铠甲，身材瘦弱的没有一丝赘肉，背后一张红色麻布披风，外加散乱的头发，更让人钦佩瘦小的身躯中的力量。她坐在地上，一手撑地，一腿弯曲，呈现着想要站起的姿势，脖子里架着铁剑，胸口银色盔甲微微隆起，看上去颇为年轻，最多20余岁，或者不到20岁。罗森淡淡道：“叫什么名字？哪个领地的人？为何偷袭我？如实招来。”沈潇潇，没有领地，路经此地，看中了你的战车，故而抢夺。女将面容冰冷，一字不差全部回答，这让罗森微微一愣，没想到他就这么招了。你还挺诚实。罗森点了点头，思索了一下，而后淡淡道：“全部带回领地。”说罢，他就蛇身向着战车走去。军队也开始重新整顿，准备出发。这让沈潇潇傻眼了，他有些慌乱，大声道：“等一下！”罗森停下脚步，转过身疑惑道：“你还想说什么？你是不是领主？你准备怎么处置我？”沈潇潇深吸一口气，让自己保持平静。遇到坏蛋他不怕，就怕遇到这种深藏不露、喜怒不限于形的人，因为这种人往往特别狠，特别阴险。毫不意外，罗森在他心里已经成为了那种人。罗森看着沈潇潇，淡淡道：“按理说要杀掉的，就算不杀掉，也要关进监狱坐牢。”坐牢？你有牢房吗？不浪费食物吗？沈潇潇反问了几句。罗森一愣，呆呆的点了点头，好像你说的也对。那你的意思是杀了你们？自然不是。沈潇潇连忙道：“放了我，我愿意出赎金。我对你的赎金不感兴趣。”罗森淡淡的说了一句，而后转身上车。这让沈潇潇彻底懵逼了，他都没有说出多少，出什么东西就被拒绝了，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沈潇潇此刻还有点怕对方会杀了自己，于是连忙叫道：“一条命50斤肉，换我和我所有的属下，我们20多人也能换到1000多斤肉了，比卖掉还划算。”第137章银矿。罗森压根没有搭理他，坐在车上晃晃悠悠的就回领地了。每人50斤是不少，但他不缺。看样子这个女将的身份似乎很不一般，竟然愿意出这么多的赎金。罗森肯定不会轻易同意，就算同意也要多要点赎金才行。不过此时罗森还有其他安排，一切等回去再做商议。回到领地后，全民欢呼。领民们看着运送入城的野兽，震惊极了，对领主的崇拜再上升一个阶段。尤其是看到领主大人的军车竟然还送了几10名女兵，更加佩服了。这些小妞长得真俊啊！快看这大长腿，啧，女人当兵，难道他们领地没男人了吗？哈哈，其实女兵也很厉害的，一上战场能让男兵们魂不守舍，要是脱了衣服，更会让男兵疯狂给拉倒草地里。拉到草地里干嘛？嘿嘿，自然是干有趣的事情。领民们对着女兵们指指点点，满口调戏，让女兵们面红耳赤，简直想杀人。不过很快，他们就从羞辱中走了出来，被眼前巨大的城墙给震惊了。这竟然是城墙！这个领主已经发展到城级势力了吗？我真不该偷袭他，应该早日回去才对。不知道我父亲发展的怎么样了，能不能应对这等大敌？沈潇潇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看着巨大的城墙，感觉无比压抑。尤其是想到以后自己将面临如此大敌，他就更加压抑了。沈潇潇被带进领地，和女兵们分散关进了监狱，当然不是领主府，而是领主府外单独设置的监狱。因为领地大了，人数多了，总有些小事摩擦发生，监狱是震慑，震慑领民不要犯罪。沈潇潇他们是第一批被关进去的犯人。回到领主府，北野望亲自迎接，给罗森卸甲。此次亲征算是历经2个白天1个夜晚，其实也就是1个晚上没见而已。北野望就想念的不得了，在给罗森卸甲的时候满是关怀，问着罗森外面危险不危险，好过不好过等事情。罗森狠狠地感动了一把，耐心地给他介绍着外界的趋势，最后还摸着他的头道：“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出去看看。”关怀完毕，罗森换上了一身布衣，就掏出了招募令，开始进行使用了。首先是战马，全部使用。招募所里开始陆续出现战马1000匹，有了他们，领地的军事实力直接翻倍。而后又使用了野猪招募令，同样全部使用。有了这些野猪，
用不了几个月就会诞生新一批的野猪。随着时间流逝，野猪繁衍，他们领地将人人有肉，永远吃不绝。搞完这些，罗森最后拿出了魔法大炮的图纸，细细的看了起来。图纸很大，画的东西很复杂，一般人都看不到。各种造型的零件，每个零件上都雕刻着复杂的阵法，好像鬼画符一样。就算让人拿着图纸比划着去刻，罗森都觉得刻不出来。要不然这玩意怎么会失传？一门魔法大炮要2000银块，我现在连一个银块都没有。不对，等等！忽然间，罗森想到了沈潇潇，那个偷袭他的银甲女将，她身上穿的不就是银块所制的盔甲吗？被自己重重的踢了一脚，银甲也只是微微变了一些形状。他能拿出资源换命，背后肯定有势力，说不定可以拿出银块或者银矿石。考虑到制作魔法大炮唯一缺少的银块，罗森心中顿时有了主意，立刻就吩咐道：“北野，告诉赵云，把沈潇潇提过来，我要见他。”是。北野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沈潇潇是谁，但领主说了，他就规矩去办就行了。来到门外，通知了角落里休息的赵云。赵云得到命令，很快就把沈潇潇提了过来。由于沈潇潇是接近50境界的高手，赵云可不敢大意，更是让属下制作了木质枷锁，给他戴在了脖子上。枷锁靠着双手，纵然他是50境界，也挣脱不开。因为枷锁除了木材，还加了铁，那叫一个结实。沈潇潇披头散发的被押到了大厅之中，他的银甲已经被扒去，只穿着寻常布衣，带着枷锁笔直的站在那里，桀骜不驯，满脸冰冷，面无不表情。见到领主大人，还不跪下？赵云在一旁呵斥了一声。沈潇潇深吸一口气，看了看罗森，见他根本没有说话的意思，于是缓缓弯曲一条腿，跪在了地上。先是单膝跪下，而后也放开了另一条腿，彻底跪在了地上。沈潇潇见过领主大人。沈潇潇语气冰冷的给罗森行礼。免礼。罗森坐在椅子上，盯着沈潇潇这个英姿飒爽的女将，淡淡道：“我们来谈谈赎金的事情。”此话一出，沈潇潇顿时就抬起了头，眼神中猛地一亮，面容冰冷道：“你想要什么东西？”不急，在说赎金之前，先说说你的领地，或者是你背后的领地有什么实力吧。毕竟银器无比稀少，不是谁都能拿出来的。罗森一语中的，沈潇潇顿时就明白了罗森在拿他的银甲说事。想到这里，沈潇潇冷冷道：“我的领地已经被占，是去投靠我父亲的。我父亲也是镇级领地，银甲是他意外所得，制作了银器。”哦，这么说你们没有银块储备了？罗森淡淡道：“既然没有我想要的东西，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压下去吧。”摆了摆手，罗森便翘起了二郎腿，拿出了领主指南翻看。赵云得令，立刻就上前带走沈潇潇。见罗森如此果断，沈潇潇有些慌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老是在这个男人面前被拿捏得死死的，连忙道：“虽然没有银块，但我们有肉，我愿意用100斤换一个人。”这一次，罗森连眼皮都没有抬。赵云也要去拽他了。很明显，眼前这个男人看不上他得肉。沈潇潇又连忙道：“1000斤换我自己，其他的人一人100斤。”少废话，我们领地缺肉吗？赵云冷哼一声，就要去抓他的胳膊。这下沈潇潇彻底没有办法了，他无奈道：“等等，我有银矿石。”第138章坏人。罗森微微一愣，他就知道这个女人肯定有银矿，这就好办了。有了银矿，他的魔法大炮就能做出来了。罗森微微一阵激动，不过表面却是不露于形，淡定道：“是吗？那你愿意出多少银矿赎回你自己呢？虽然我有银矿，但数量少得可怜，做了一件银甲后，只剩下了1块矿石，可以全都给你，赎回我所有人。”沈潇潇道：“从我的装备就能看出来，能制作出一件银甲已属不易了。”罗森，几块银矿石够干嘛的？他要几千？罗森淡淡道：“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我说个数，你看着办。”多少？沈潇潇问道。罗森淡淡道：“1000块银块。”沈潇潇，说话呀！罗森提醒了一句。沈潇潇一脸黑线道：“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恐怕平原域所有领地加一起都没有那么多。这样吧，我也不要1000块银块了，我要1000块银矿石，这样总藏了吧？”罗森退而求次，但沈潇潇还是满脸黑线，冷冷道：“没有那么多，就剩下几块在我父亲手里。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全部给你；如果不愿意，我也没有办法。”是吗？你要是不给，你和你的所有属下将被我全部处死。你觉得是命重要还是银矿重要呢？罗森悠然说着，话语里满是逼迫的意思。不过沈潇潇似乎真的只有这么多，他依然硬气道：“就这么多，你杀了我，我也变不出来。”来人！罗森大怒，猛地一拍桌子，冷声道：“押入牢房，明日斩首示众。”是。赵云立刻就带上2人，把他给拖走了。沈潇潇冷冷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真的只有几块，
我愿意用肉来换，铁矿也行。声音越传越远，罗森一阵头疼。北野望走来，连忙替罗森按摩，弱弱道：“大人，他或许真的只有一点点吧。”也说不准，毕竟银矿稀有，实属罕见，能够搜集制作一套盔甲也算运气了。罗森闭着眼睛，淡淡道：“不过我总觉得他在说谎，这个女人很不一般。可是他连斩首都不怕，该怎么让他拿出来呢？”北野望喃喃自语：“是啊。”罗森也很苦恼，但忽然间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微微抓住了北野望的小手，这让按摩中的北野望忽然僵硬了一下。果然，罗森嘴角轻轻扬起，坏笑道：“我有办法了。如果这样他还不肯交出来，那就代表他说的是实话。”“什么办法？”北野望一脸懵逼。“晚些时候你就知道了。”罗森摆了摆手，示意他不用按了，而后便打开了领主指南，看了起来。他已经一天没有看频道信息，所以习惯性的进去看一看。频道内聊的依然是割据一方的事情，事件才进展几天，割据一方依旧在进行中。毕竟统治方圆30里对罗森这等人物来说很简单，但对别的普通领主来说就很困难了。老铁们，乱套了，彻底乱套了！我们欲进入大混战了，打得不可开交啊！呵呵，我们这里打得也蛮厉害的。我这个域最小，只有方圆数百里，现在3分天下，马上就要进入统一时代了。真巧，我也在这个域。我今天开找到一个银宝箱，开出了10块野牛招募令。我周围又出现一个镇级势力，我们和那些人的差距越拉越大了，好可怕！我想加入太平镇，据说那里有法律，很安全。兄弟，我是太平镇军师，欢迎你的加入啊！详细的事情私聊我。忽然间，罗森就看到了李阳在区域内拉人，这让罗森的心情更加愉悦了。看来李阳对领地的发展也是很上心。关掉领主指南，天色渐晚，罗森便走出了领主府，来到了领主府外巷子之中的大牢之中。赵云紧跟其后，大牢内一片安静，有一些士兵在院子里坐着休息，见到罗森出现，纷纷拜见。罗森摆了摆手，让赵云带他去女将的牢房。赵云在前带路，很快就来到院子的角落里，打开了房门。你在外面等我，离得远一些。罗森说罢，就径直地进入了牢房，随手关上了牢门。牢房内没有床铺，只铺了一层杂草。杂草的角落，沈潇潇依然带着枷锁，很是不便，躺也躺不得，只能坐在茅草上，靠着墙壁，让自己不那么难受。其实被送回来后，他内心中还是很担心的，生怕罗森是真的要杀他，所以他一直提着一口气，想等到最后一刻。随着房门打开，看到进来的抓他的领主，这才让他暗中松了口气。我父亲的领地并不大，真的没有银矿储备。他咬牙坚持解释。不过罗森什么都没说，上去就直接把他扑倒在茅草上了，坏笑着道：“没关系，你这么漂亮的美人，比银矿值钱多了，能睡一次1万银矿也不换。”说罢，他就开始解他的衣带，着实把沈潇潇吓得不轻。他一边挣扎一边慌乱的解释：“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要不然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那我怎么舍得？”转眼间，他的衣裳就四散开来，风光也出现在牢房之中。罗森本来只是试探，结果看到这种场景，也忍不住吞了几口口水。“不要碰我！”他慌乱大叫，但根本没有任何用。眼看罗森真的要提刀上阵，这一刻沈潇潇彻底慌了，闭上眼睛大叫道：“不要我给，我什么都给！”罗森猛然停了下来，月光透过窗户照射在他脸色，露出一丝惨白色，依稀可见他眼角挤出的2滴泪痕。罗森扯过麻布扔在他身上，缓缓站了起来，居高临下面对他。惨白的月光照在罗森的脸色，犹如一个恶魔一般。他嘴角轻轻扬起，果然女人都怕这一套，尤其是正常的女人。罗森扬着嘴角，淡淡道：“在我南部数百里之外有一个沈家盟，你也姓沈，说说你们是什么关系？”呜呜，坏蛋！第139章乘机领地。这一刻，沈潇潇并没有为罗森停下而庆幸，反而忍不住抽泣了几下，可见他确实被罗森吓到了。沈家盟的盟主是我父亲。他犹豫了几秒，不敢继续撒谎，而是选择了实话实说。他真的有些害怕这个男人了。罗森微微一愣，顿时就明白了，怪不得这个女将有银甲，怪不得那么多侍女会武功，原来背后靠着能和自己匹敌的大盟啊！整个南方，沈家盟如日中天，发展的如荼如火。如果在平原域进行排名，罗森的太平镇第一，沈家盟绝对能排进前3。不过能训练成20多个武者境界的女兵，其实力可见一斑。因为罗森采用的是全体精兵模式，没有着重训练，更没有给他们吃灵脉和天才地宝，所以和女兵们比起来有一些差距。那些女兵定然是沈家盟主为了保护女儿，用无数稀有资源喂出来的。既然她是沈家盟的千金，那就好办。
罗森蹲了下来，直勾勾地看着沈潇潇的双眼，这一幕似曾相识。他记得当初自己好像也这么直视过露西，不过却是骤然不同的结局。罗森嘴角轻扬道：“原来是沈家盟的千金，立刻给你父亲发消息，就说你半路偷袭我被抓，让他带赎金来救你，补偿我的损失。我的领主指南被人收走了，和我父亲断了联系，要不然身边怎么只有这么一点兵？”沈潇潇委屈地解释着。罗森盯着他看了几秒，感觉有些麻烦了。其实他相信沈潇潇的话。首先，沈潇潇落到这个地步，明显不敢继续撒谎。再者便是沈家盟那么大，他此时却距离那么远，明显是准备投奔沈家盟去的，身边却只有这么一点兵，估计原因也应该是断了联系。真麻烦。罗森喃喃自语了一句。若是其他领主指南给沈家盟发信息，估计人家不会信。就算信了，也说不好会不会带资源前来交换。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带着沈潇潇去找沈家盟，让他们给东西熟人。不过沈家盟远在数百里开外，距离上着实有点远，而且数百里也没有准确的距离，不过保守估计至少500里以外。罗森迟疑了一下，脑海中生出了主意，于是问道：“你们领地到底有没有1000块银矿？如果太少的话，我就不换了，你留在给我身边当个丫鬟吧。”啊，不要！呜！沈潇潇连忙焦急道：“我们家有银矿石，不过我只知道我们领地发现了一个小型的银矿石堆，全部加起来没有1000，但也有数百块。只要你放了我，回家后我立刻派人给你送来。”你想得美！罗森翻了个白眼，放你回去，你不回来岂不是竹篮打水？我愿意把我的属下都留在这里，到时候我肯定会回来赎回他们的，他们是我领地的宝贵资源。沈潇潇继续解释，虽然语气很真诚，但罗森也不信。银矿石不比女兵有价值，于是淡淡道：“这样吧，我派人送你回去，到达你们领地后，只要交出赎金，我们就放你回去，然后你再带人来我领地取人，行吧？”啊，送我回去？当然可以。沈潇潇大喜，立刻点头，犹如小鸡吃棒棒糖一样飞速点头。见他答应，罗森缓缓起身走出了房间。不过却在罗森关上房门后，他兴奋的小脸立刻就变得冰冷了起来，紧紧地缩在麻布之下，防止走光。因为他的衣物早已经被丢到了一边，手上又带着枷锁，无法自主穿上，而且冰冷的脸庞中还充满了委屈，眼泪也从眼角涌出，无声地哭泣着。可想而知，刚才罗森的举动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走出房间，罗森就摆了摆手，把赵云叫过来了，语重心长吩咐道：“子龙，我有一件大事要交给你。”领主大人请吩咐，属下愿为领主大人赴汤蹈火。赵云义正言辞地拱手回答：“那个银甲女将是沈家盟的千金，在我们领地南部数百里外。明天一早，你带上一队骑兵护送她回领地，切记，她是我们的犯人，不能出现任何意外。到达沈家盟领地后，找他们换取1000块银矿石，然后撤退。他们领地可能没有那么多银矿，也可能更多，能多要多少就多要多少。然后找个安全地方再放掉沈潇潇，一定要在能够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再放掉他，不然我怕他们会中途拦截你。”罗森一字一句说着，赵云一一记在心里，重重的点头。护送犯人回领地，索要1000块银矿石换人，属下明白了。罗森点了点头道：“银矿石关乎我领地底蕴，不管能得到多少，一定要完好无损的带回来，知道吗？有了银矿石，我们领地就有了横推平原域的实力。对了，我刚才把沈潇潇的衣服扒光了，你叫2个女佣去给她穿衣服。”最后嘱咐了一句，罗森转身离开了这里，留下赵云一脸懵逼。扒光？发生了什么？赵云一脸懵逼，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一丝不苟的去办了。领地的底蕴大事交给他了，这是领主的信任。赵云握了握拳头，对此次远行充满了斗志。傍晚，选拔好出现的骑兵队伍，安排好后续事宜，赵云就回家了。家中一个女人正在等他，得知了他要远行的消息后，连夜给他做干粮。而这个女人正是清雅，那个被罗森救下留在领主府当女佣的女人。两人情投意合，不知不觉就登了记。罗森知道后，给他们分配了一套单独的房子居住，和李阳的住所并列，同在一排位置。对于属下们成家，罗森自然是无比支持的。男人一辈子在外打拼挣扎，脑袋挂在裤腰带上，要是连个女人都没有，岂不荒凉？回到领地后，罗森刚刚回到房间，脑海里就传来了一阵浑厚的声音：提示，提示，提示！太平领地总人数达到1万人，首次晋级为城级领地。作为第一个城级领地，领主指南奖励低级魔盒100枚。第140章诸葛亮。浑厚的声音震耳欲聋，惊醒了无数的领主。罗森愣住了，
还没从发呆中反应过来，脑海里又传来了一阵熟悉的提示：叮，100倍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1万。罗森，发生了什么？什么玩意增幅到1万了？罗森连忙打开空间戒指看了一眼，发现里面堆放了无数闪闪发光的魔盒，犹如小山一般，都快把他的空间戒指挤爆了。这，我擦！1万枚魔盒！罗森咽下口水，无比激动。1万枚魔盒可是相当于杀死1万只妖兽才能得到的东西，不但能为武器附魔，提升武器质量，更是魔法大炮的子弹。添加魔盒，阵法自动凝聚魔法，发出攻击。此乃魔导炮的介绍。乖乖，以后不愁子弹了。罗森连忙打开领主指南，发现上面的信息已经由太平镇变成了太平城，而且在区域频道的上方还在滚动着他晋级为城级实力的条幅信息。频道内的人更是火爆了起来，全都在议论这个事情。天哪，天哪，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靠！领主通报，这是领主指南第一次主动通报。100枚魔盒啊！这发财了！太平镇竟然是第一个晋升为城级实力的领地，太厉害了！领地竟然达到了1万人，这速度是坐了火箭吗？我的领地才100多人，私至1万领民，恐怖如斯！恐怕整个世界太平镇是第一个达到城级实力的吧？肯定是啊，领主指南都通报了。不过万人领地也可能不止太平城一家，万人联盟也是万人，说不定也有这么大的势力。不过联盟的人不是自己领民不算在内，对，附庸领民算在内，联盟不算在内。看着众人的议论，罗森缓缓关上了领主指南。他记得自己出征的时候，领地加上附庸领地的人数不过才9000人，短短2天，领地就增加到了万人。定然是李阳购买领民的结果，因为自己之前交代过他，每日购买领民，买多少算多少，为人口增加做准备。而领地正是因为李阳的购买，也在以每天300-400的人数增加着。想到这里，罗森也就释然了。不管如何，他的名气已经传了出去，而且还有1万枚魔盒奖励，光是1万枚魔盒就足够慰藉他的心灵了。回到房间，罗森准备休息了。升级城级势力后，关于蓝图的升级，准备等明天再看。只不过北野望刚刚服侍他躺下，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当当当。随着敲门声响起，同时传进来的还有露西的声音：“领主大人，招募所里出现一个人，要拜见领主大人。”这句话罗森曾经听到过3遍，如今是第4遍。我去，又有武将来了吗？罗森连忙去开门，看到了拥有毛茸茸耳朵和尾巴的小猫女露西，她的尾巴在空中甩来甩去，心情很好。这几天露西忙活着农耕的事情，深入简出，罗森也很难见到。如今一见，发现她又漂亮了几分。不过他现在可没有兴趣逗露西，连忙问道：“人在哪里呢？”“大人，人在外院呢。”露西客客气气地回答着。多日的生活让他对这里感到了无比的亲切。外院，罗森转身看了一眼身后点屏风，北野望已经入床了，把武将带来确实不太合适，于是向外走去，道：“你回去休息吧，我亲自过去。”说罢，他的脚步就加快了速度，穿过内院，来到了外院大厅。站在大厅里，可以看到大厅之外站着一个身高1.85米以上的男人。他虽高但不壮，虽瘦但也不弱，站在那里有一种天下尽在掌控的气质。他看他的穿着一身麻布衣，只不过手中却拿着一把羽毛扇，站在院子里轻轻摇晃，举头望月。此人又是谁？罗森心中狐疑，只觉得他非常不一般，因为他是神级招募所中第一个携带初始物品的人，虽然只是一把极其普通的羽毛扇。嗨嗨！罗森咳嗽了一声，从大厅的拐角处走了出来。听到声音，拿着羽毛扇的男人连忙收回神态，上前2步来到了越过台阶，来到了大厅之中。他轻拍了一下膝盖，双膝跪地，用清朗的声音道：“属下诸葛亮拜见领主大人。”司诸葛亮。顿时间，罗森当场倒吸一口凉气。他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啊，文臣武将无比稀缺，虽然个个厉害，但数量实在太少。而诸葛亮在三国里可是呼风唤雨般的存在，以一己之力带动刘关张3人建立蜀国。那3人虽然武技非凡，但走到哪都是打败仗，从来没有赢过。直到遇到了诸葛亮，三顾茅庐请出山。自此之后，刘备便顺风顺水，建立庞大国度。在刘备死后，诸葛亮更是展现出了庞大的军事实力，以少打多，深谋远虑，料事如神，更是6出奇杀2攻位，其才华震古烁今。要是领地拥有一个诸葛亮，罗森不愁矣。孔明先生，快快请起！罗森激动的连忙拖住了诸葛亮的双臂，把他从地上拽起来，兴奋道：“有孔明先生相助，本领主如虎添翼啊，大事不愁矣。”领主大人过奖了。
诸葛亮很谦虚，没有一点高傲的样子。罗森把他拉到大厅里，关怀道：“想必孔明先生还没有吃饭吧？”属下确实未吃。诸葛亮点了点头。罗森立刻对外吩咐道：“来人呐，快点通知厨房做酒肉，今晚我要和孔明先生彻夜长谈。”是。几个守夜的女佣立刻去吩咐。这一吩咐不得了，硬是把薇薇安的爷爷，那个年过花甲的老头，终是真给叫起来了。在等待期间，罗森则虚心地向诸葛亮问起了天下局势。他看着诸葛亮，认真道：“孔明先生，如今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百姓民不聊生，叫苦连连。本领主身在乱世泥潭，有心救民于水火，但天下之大，浩瀚无边，我后面该怎么走呢？”第141章，屯田养兵。罗森问出了内心的疑虑。他有100倍增幅系统，但深知世界水深，若是一头扎进去，万一运气哪次不好的时候，纵然1000倍增幅，也只能为别人的发展做嫁衣。如果按照目前局势缓缓发展的话，目前来说他在本域没有任何敌手，但等到以后关卡大开，无数强大的势力出场，天下就变成一锅粥了，谁都逃脱不了。他想问问诸葛亮，自己该如何发展，才能在巨大的洪流之下一路高飞。听着罗森的询问，诸葛亮摇了摇羽扇，晃着脑袋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群雄争斗，无非一个利字。领主大人想要在世界舞台站稳脚跟，必须拥有自己的实力底蕴。属下觉得，领主大人第一个目标乃是修身养息，强大兵马，等待机遇到来。那又该如何休养生息，强大兵马呢？”罗森继续问道。诸葛亮微微一笑，立刻道：“4个字，屯田养兵。就屯田养兵就行了吗？”罗森疑惑地问道。诸葛亮继续道：“当然不是。领主大人屯田养兵，积蓄实力后，应推广农耕，而后北伐。”罗森，你在三国就一直北伐，是不是对北伐情有独钟啊？到我这里还要北伐？罗森翻个了白眼，问道：“其实我也想过推广农耕，农耕乃是领地根本，一旦推广，受益无数。只是先生为何要北伐？为何不南下东进？”领主大人，属下虽然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但也略知一二。北部尽头乃是关卡所在，是目前大家已知的玉关，只有占据玉关，才能扼守天险。到时候天下影响汇聚，领主大人尽可携兵进出平原域，退役可把守关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保领地太平。最重要的是，南方有大势力沈家盟，北方有大势力兽人联盟，这2家势力不可小觑，必须攻取一家。只有占领了一家，领主大人就相当于统治了半个平原域，而且领主大人领地位居大域中间，又占据半个大域，到时候只需振臂高呼，天下小领地皆要臣服。这样不但省去了一一攻打小领地的时间，也不会分散兵力，更能有时间屯田积攒实力，乃是一举3得之行。诸葛亮的一番解释，顿时让罗森恍然大悟。他之所以不一一去打小领地，有很多原因。其一是小领地虽小，但数量多，打不完，而且很浪费兵力和资源。再者便是碾压般的吞并，会促使各种联合出现。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们自己打来打去消耗，自己安心发展资源，到时候领地实力更大的时候，谁见了都要臣服。而诸葛亮和他的想的一样，不过更加周全，要他屯田养兵，出兵北伐。北伐就一个可以和他比肩的势力，若是把他灭了，自己就相当于坐拥整个北部。那些小领地乌合之众，只要自己振臂高呼，他们不得不从。我明白了。之前我是觉得远征太远了，浪费钱粮，所以没有想到这里。如今我只要占据重要关卡，就相当于隔绝了平原域和外域的路。罗森点了点头，感激地对诸葛亮拱手道：“先生大才，森受教了。领主大人谦虚了。”诸葛亮也拱手回应。很快饭菜上来，罗森亲自给诸葛亮倒酒，两人边喝边谈论一下如何屯田养兵。一夜很快就过去了。次日中午，罗森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由于昨天聊得太晚，让他一觉睡到了中午。不过经过昨晚的畅谈，让罗森明悟了很多，由衷的敬佩诸葛亮的才华。屯田养兵，领地之根本。罗森醒来后发布了一条募兵令，今日起，所有附庸领地每3人中必须出1人到总领地当兵。消息下发出去后，群内的所有领主全都震惊了，开始在群里面聊了起来。发什么事？死！3人中就要出1人，这难道有什么大动作吗？这样也好，刚好少了一些人吃饭。反正领地内禁止打仗，我也要不了那么多人。嗨，这段日子过得安逸，我连招募所都不想要了。每天出一个领民，人越来越多，还要养活他们。3天内全部把人送到总领地。又一句信息发出去，群里纷纷回复：是，收到，明白，遵命。关掉领主指南，
罗森让人去通知木系魔法师，加快他们的魔法施展，早日催熟小麦。不过很快他就得到了最新的汇报：领主大人，木系魔法师们集体晋升为1级魔法师了，并且改良了第一个魔法咒语，增强了魔法威力。汇报的是魔法师统领加文。罗森也是一阵激动，又多了一群正式魔法师，这样就能再次加快催熟的速度了。于是点头道：很好，让大家继续努力。是。加文抱拳，转身离去。安排好这些，罗森来到仓库，取出铁矿，开始新一轮的制作。北伐距离很远，士兵和装备是绝对不能缺少的。这次从领民中选拔士兵，每3人选一个，能选到2000多人的士兵，再加上自己领地的士兵2000，就有4000士兵了。不过自己领地经过这段时间的招募也充足了很多，罗森决定把这些人也安排到士兵当中，然后制作大批武器进行全部装备。毕竟是远途打仗，不能大意。虽然兽人联盟的名气也很响，但自己的实力在这里放着呢，可不是闹着玩的。此次出征召集这么多军队，与其说是去打仗，不如说是直接占领，因为很有可能兽人联盟连他的第一轮进攻都抵挡不住。大军需要的军粮还没敲定，等这批粮食收成之后就开始北伐吧，刚好趁着这段日子继续增兵训练。罗森想完就开始炼制武器了。铁他不缺，因为他有100倍增幅，上次挖的铁经过100倍增幅，能给上万人全部装备，而目前他只能集结数千军队，所以完全不愁。在诸葛亮和罗森的计划下，领地有序不调的在发展着。第142章小麦增幅。练兵屯田，不管其他势力怎么打，只要不牵扯到罗森这里，罗森不管不问。而他的兵在不停的招募以及附庸领地的进贡中呈直线上升，不知不觉10天时间就过去了。这10天，李阳光是在频道内就换到了5000多人，消耗了大批的粮食。要不是罗森一直在增幅，这些肉根本都不够用。不过即便如此，肉类食物也所剩不多。还好良田那边经过木系魔法师日夜操劳下，终于变成了一片金黄，达到了可以收割的程度。不过没日没夜的对着麦田施展魔法，差点没把那些木系魔法师们给累出病。尤其是几个女的木系魔法师，累得眼珠子里都是血丝，连癸水都推迟了时间。罗森对此很是感动，每人给他们放了10天假，让他们好生休息。在这10天里，除了正常的发展，军营也一直在练兵，士兵数量由最初的2000人增加到了8000。另外还有一件事，便是在这10天里，罗森的神级招募所又走出了一个名将。那人5大3粗，强壮无比，见到罗森后就跪在地上自称与拜见领主大人，害得罗森还以为自己招募到了关羽，说出了云长请起的话，结果让那人愣住，傻傻的问领主在叫谁。经过一番解释，罗森才知道原来这人不是关羽，而是项羽。好在他聪明，说自己的一个部下叫云长，和他长得很像，认错了，这才化解了尴尬。此刻罗森正在大厅里和武将以及忠实的手下把酒言欢，毕竟这段日子领地的发展离不开他们，尤其是日夜操劳的木系魔法师学徒。哦不，他们已经是正式魔法师了。而两侧分别坐着吕布、典韦、诸葛亮、李阳，还有最新招募到的项羽5人。罗森居于上座，麦田今日就能收割完毕了，辛苦我们的木系魔法师了，当然也辛苦我们的军队了，整日训练。来，大家喝酒。罗森举杯对众人示意了一下，众人连忙举杯，纷纷道：谢领主大人。众人拿酒一饮而尽。当然除了木系魔法师，因为这些魔法师瘦瘦弱弱的，而且里面还有女人，所以是男人喝酒，女人喝果汁，为今日良田的丰收而庆祝。大厅内其乐融融，女佣们拿着啤酒瓶子为他们添酒。罗森身边也有2个漂亮的女佣。报，领主大人，麦子已经收割完毕，每亩地大约能收获1000斤，我们总共种了625亩地，其中灵麦25亩，普通小麦600亩。北野望和露西都回来了，2人满头大汗。此刻晌午格外的热，尤其是刚从田地里出来，田地里没有地方遮阴。这2天割麦子，全场指挥，把北野望和露西都晒得皮肤有些金黄了，看起来更有一番韵味。600亩普通麦子，1亩1000斤，也就是600乘以1000等于60万斤。罗森咂巴了一下嘴。如今领地发展的如火如荼，距离北伐的日子也越来越近，粮食储备也必须早日赶上形成才是。60万斤增幅100倍，就是6000万斤。算到这里，罗森当即倒吸一口冷气。600万斤呢，一个人一天吃3斤，他的领地目前也只有9000多人而已。就算以后陆续招募领民，按照领地2万人来算，一天也就才消耗6万斤。6000万斤可以消耗1000天。
1000天都快3年了，3年后领地的牧业也肯定早就爆棚了。想到这里，罗森特别激动，于是连忙道：“先别打麦，我要先检查一下麦子，然后再打。”说罢，罗森便起身对着众人道：“大家慢慢吃，本领主去麦田一趟。”说罢就匆匆出门，赶往麦田。北野望和露西连忙跟随。他们不明白罗森为什么连庆功宴都不吃了，反而要去麦田，但唯命是从是他们的职责。而其他人见领主大人都走了，更是不敢久留，飞速的吃完食物，向女佣们告别。毕竟领主不在，管家也不在，就几个管事的女佣和一些保卫安全的金甲士兵了。总不能向金甲士兵告别吧？人家又不管这个。罗森稳步如飞，来到麦田后，看着一望无际的数百亩良田，以及2天上堆放的麦子和上千人的领民，感到无比的震撼。这就是他的领地实力。罗森开始对着麦田内堆放的一捆捆麦子进行拾取。他拾取就方便了，只要用手抓住麦堆，根本不用收到储物戒指内，就能立刻就会对其进行100倍的增幅。虽然这60万斤，不，这里还没有打麦，远不止60万斤。60万斤指的是打麦之后收获的麦人重量。虽然他收取这么多很耽误时间，但为了领地发展，他也只能操劳一次了。让60万斤变成6000万斤，这可是关乎着领地发展大计，决定农业推广的速度。叮！100倍增幅成功！100倍增幅成功！100倍增幅！每处碰到一捆，罗森的背包里就多出99捆，多出来的自然也掏出来放到地上，要不然他可装不下。于是罗森干得非常兴奋，看得周围休息的领民都瞪大了眼睛。领主大人在干什么？领主大人为什么每一捆麦子都要摸一下啊？你们有没有发现，领主大人经过的地方，堆放麦子的堆变大了？擦，何止是变大了，起码大了10倍不止啊！死！领主大人所过之处，产量直接翻几10倍，太厉害了！增幅自然是逃不过周围的领民的眼睛，不过他们可看不懂什么原理，罗森倒也没有放进心里。紧跟其后的北野望和露西看发现了异常，本来要阻拦，此刻也不阻拦了，而是跟在身后，准备着随时伺候罗森。毕竟每个麦子都摸一下，是一个体力活。时间到了晚上，罗森还在麦田。由于麦子还要打麦，还要晒干，所以周围驻扎了很多领民在这里，夜里也不离开。但让罗森没想到的是，增幅麦子竟然这么慢，大半天时间竟然连1半都没有增幅到。当然，其实连1/3都没有增幅到，毕竟600多亩地呢。第143章，他们种地，我们收税。转眼又过了2天，罗森终于把所有的小麦增幅完毕了，一共得到了6000万斤麦子和250万斤灵麦。增幅完毕，灵麦们开始打麦，罗森则在领地内休息。这几天把他累得不轻，连晚上都没有力气去折腾北野望了。哎，已经13天了，赵云怎么还没回来？坐在院子里，罗森拿着魔导炮图纸，苦思冥想。就算800里外，跑一个来回也10天也够了吧？毕竟不是大部队，还都骑着马。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了吧？罗森有些心烦意乱。不过正在这个时候，罗森的脑海里就响起了领主指南的浑厚声音了：提示，提示，提示！割据一方事件结束，奖励已经发放，请领主查收。这个声音刚落下，增幅系统的声音也随之响起了。叮！100倍增幅成功，已增幅100枚储物袋。粮食奖励呢？罗森一愣，直接从领主指南的空间里取出了100枚储物袋。作为事件奖励，不同阶段奖励的东西不一样。如果能够割据一方，则会奖励1枚储物袋和3万斤粮食；如果没有割据一方，但加入了别人的领地，也会奖励1个储物袋和1000斤粮食。但罗森只听到了储物袋增幅，没听到粮食增幅，于是就当即打开了储物袋看了一眼。储物袋内的空间很大，每个袋子都有10几个方的空间，刚好装下3万斤粮食。罗森连忙打开下一个储物袋，果然下一个储物袋里面也装了3万斤粮食。也就是说，粮食虽然没增幅，但是储物袋增幅了，里面的东西也增幅了。100个储物袋外加300万斤粮食，又是一笔横财。罗森拿着储物袋准备继续收起来，但发现无法放入空间内，才想起来空间使用规则，装有物资的储物设施无法放入另一个储物设施内。想要套娃，必须把里面的东西请出来，放空的才行。于是罗森摆手把侍女叫过来，让他们把储物袋放到仓库去，而后自己则打开了领主指南，准备看一下情况。领主指南第1页，下一个事件还没有刷新，陷入了空白期。来到区域频道，这里已经炸锅，都在为得到奖励而欢呼。哦耶，终于有粮食了，再也不用到处去找食物了。哈哈哈，我要把食物种起了，刚好我前段时间收留了一个木系魔法学徒。老天开眼啊，1000斤粮食，
够我领地所有人连续吃1个礼拜了。1000斤算什么？我得到了3万斤，死！镇级势力，恐怕也只有镇级势力能得到3万斤的奖励了。镇级势力有了3万斤，肯定会继续滚雪球。不管怎么样，事件结束，天下终于平静了，最起码不会到处打仗抢地盘了。是啊，是啊，天天打仗，一点好日子都过不成，整日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下一个事件是什么？割据一方，下一个事件肯定更恐怖，还是抓紧时间发展吧。是啊，是啊，看着众人的聊天，无外乎全都是关于此次事件奖励的。罗森看了几眼，来到了附庸领主群，发了一条消息：所有领主请注意，奖励到账的粮食先不要吃，等待总领的通知，如有违法，依法处置。说完，他就关掉了领主指南，更是把领地的文臣武将全都召集到了外厅，开了一场会议。当罗森的命令传达下去后，无数沉溺在兴奋中的附庸领取主权都害怕了，甚至很多人在私聊，想知道总领的到底蕴藏着什么阴谋。谷哥，你说我们总领大人是不是想吞并我们的粮食啊？不知道啊，我刚才问了边上那个领主，他倒是对总领主很相信。喂，大兄弟，总领主限制我们吃粮食，是不是想让我们交出去啊？要不然我们先吃一顿舒服怎么样？到时候就说没注意看，吃掉了一部分。死者千万别欺骗领主，可是杀头大罪啊！反正又饿不死，冒这么大危险干什么？再等等吧。总领大人前些天刚把我们的领民要走充军，今日又限制了吃粮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附庸领主疑惑的同时，太平镇的会议已经召开了。诸葛亮、吕不点、韦项羽和李阳全都出现。看着众人，罗森提出了一个话题，道：屯田养兵，不日北伐。兵力已经暂时够了，屯田也如火如荼。我准备把屯田行为推广到所有领地，让他们卸甲归田。这样的话，附庸领地以后将不会缺少吃的，也不会再为了找吃的训练士兵。你们意下如何？话音落，李阳眼前一亮，立刻起身抱拳道：大人，属下觉得此事可行。以我们领地的实力，可以碾压任何一家领地，缺少的就是后备资源。如果能够全民种田，力量集中在总领地，自然是极好的。等以后统一大域，万民平安，不愁吃喝，将是我们最大的后援。大人的意思是把粮食分给附庸领地去种吗？可是他们没有魔法师，农作物生长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若是把粮食给他们，我们的发展就会陷入呆滞之中啊。项羽也起身汇报自己的看法，而后便是吕布也起身道：属下觉得项羽将军说的对。罗森果然是一群莽夫，对民生大计一点都不懂，也不学人家典韦，什么都不懂，干脆不发言就好了。罗森把目光看向诸葛亮，问道：此事是我的想法，亦是孔明先生的想法。孔明先生提出屯田养兵一说，如今已经略见成效。此次召集大家是想通知大家对附庸领地种田一事进行监督。本领主决定在方圆50里内推广全民种田计划，每一个领地每一个领民都要种田。初步推广比较艰难，但收益很大。就算对半收税，每一家领地也能收很多。对啊，还可以收税啊。项羽一愣，吕布也是一愣，喃喃自语道：我没想到要收税，这么说确实可行。他们种地，我们收税。第144章1斤换3斤。看着两人错愕的样子，罗森微微一笑道：你们负责附庸领地的监督，同时保卫他们的安全。不日我们就要北伐，到时候南北联合，整个北部尽收囊中，也就不存在战乱危险了。附庸们就可以彻底限制一切军事行动，省出来的铁器等资源全部归于总领，到时候天下一心，武器取之不尽，粮食用之不竭。领主大人英明，谨遵大人教诲，属下遵命。3个莽汉一一抱拳，全部明悟。如今大家各自为政，大大小小成千上万个领主，瓜分周围资源。若是大面积收服改造，就相当于一家聚集了上万家领地资源，那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罗森又道：我即刻通知附庸领地种田一事，你们军营成立几队人马，没事的时候在领地进行巡逻，一是监督他们，二是保护他们。一旦发现毁坏种子或者反对种田之事，全部治罪。是。众人抱拳回到各自座位上。罗森继续道：咱们领地粮食多，已经不愁，我会对附庸领地下发通知，用他们的粮食来换我们的粮食，1斤兑3斤，这件事情李阳去办吧。什么？1斤兑我们3斤？领主大人，他们已经有了1000斤，勉强能够实行农业了，要是这样换，我们领地的压力可就大了。周围大大小小60-70家领地，每人1000斤，60-70家就是6-7万斤，能换走我们20多万斤粮食啊。而我们领地600亩良田也才收获60万斤啊。李阳连忙劝说。罗森微微一笑，虽然他下田一事大家都知道，
但罗森及时第二天去增幅的时候就封锁了现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粮食已经多了100倍，连李阳都不知道，别人更不会知道。罗森道：“无妨，我自有办法，你照办就行。”好吧，属下遵命。李阳无奈的点了点头。6万多斤换走20多万斤，还在接受范围之内。但他倏然不知，别人用1斤换3斤，其实领地不但不亏，反而还能白赚97斤呢。罗森可不会做赔本的生意，他之所以要附庸领地来换，自然是为了让他们多得一点，然后能够种地，自己把他们的粮食进行增幅，白赚97斤。前文写过，领主指南物品交换无法2次增幅，当面交换可以增幅，当面交换相当于抢或者捡的，不被系统记录。解散。罗森摆了摆手，属下告退。文臣武将离去，只有诸葛亮没有离开。罗森看着诸葛亮，疑惑道：“孔明先生，你还有事吗？”大人，总领屯田已经结束，食物资源彻底充足，是时候北伐了。诸葛亮摇了摇扇子。罗森顿时就明白了，诸葛亮这是在提醒自己，北伐可以开始了。这是那一晚他们商量好的结果。北伐和推广农业同时进行，北伐结束就全民推广，能够大幅度节省发展时间。不过罗森还有一件事没处理好，那就是赵云一事。想到赵云此去这么久还没回来，罗森皱着眉头沉思了几秒钟，纠结道：“孔明先生，再等2天吧。北伐一事虽然可以碾压敌人，但此去路途遥远，本领主想确保万无一失。”是，还请领主大人不要被琐事困扰，属下告退。诸葛亮若有所思，摇了摇扇子就离开了。罗森坐回位子上，打开领主指南，在附庸领主群开始发信息了。所有领主，即刻起可以携带粮食到总领进行兑换，1斤粮食换3斤粮食，每个领地只有1次兑换机会，请把所有粮食全都带来。此时负责事是李阳军师，不懂得问他，只能兑换1次，有多少换多少，拒绝2次兑换。切记，说这句话是为了防止人家拿着兑换过的粮食再次兑换，这样他就没办法增幅了，到时候说不定会被狠狠坑1次，所以立下了只兑换1次，以免被坑。发完第1句话，又发第2句，经过本领主决定，即刻起实施全民农业计划。附庸领地可以用1000斤粮食换总领地3000斤，当然，如果谁有1万斤，本领主也照换不误。另外就是每一家附庸领地必须开荒种田，具体开荒数量由人数决定，每个领民至少开荒5分地，也就是说每2个领民就要开荒1亩地。以后的收成收税1半，其余的留作你们自用。领民是领地的宝贵资源，禁止卖领民，一旦被举报，直接抓进总领地。当然，如果你们有钱可以随意买，但不准卖，实在有困难找总领地军师李阳。信息发完，罗森就关掉了领主指南睡觉去了。虽然是白天，但他给小麦增幅、开会之类的累得也不轻，需要休息。在罗森休息的时候，附庸群彻底炸锅了。发生了什么？1斤换3斤，真的假的？税收好贵啊，能不能少点啊，总领大人？嘘，你不想活了？1斤换3斤啊，就算种地，那也是对我们有利。毕竟种地还能结果，结的果只需要交1半，周围又没有人敢打仗，我们又安全。对啊对啊，这相当于有吃有喝又安全，此乃100年大计啊！一旦开战种地，以后大家就不会挨饿了呀。军师大人，我想问问，我可不可以去找别人换粮食，然后拿到总领也换3斤呢？有人在群里呼叫起了李阳，这可把李阳难倒了。但仔细品尝罗森的话，分明是原意。李阳无奈道：“可以，有不明白的私聊问我，不要在群里发，群里是汇报发通知的地方。”在无数人得到李阳的肯定后，彻底疯了，开始动员关系，在频道内到处找人换粮食了。兄弟，借我点粮食，借1斤用5天，还1.5斤。嘿，老哥，能换点粮食吗？石头木材要不要？什么不要？我给你利息，到时候还你。很显然，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没人相信，因为太离谱了。1斤换1斤多，骗傻子呢。第145章，赵云归来，以至于很多人都没有换到粮食。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用其他资源换到了粮食，喜笑颜开。其实他们找别人换的粮食，不管是资源还是粮食，都是没有增幅过的。到达罗森领地后都可以100倍增幅，因为没任何因果关系。但罗森用领地的资源换的话，只能用没有增幅过的，但他的领地很多东西都是增幅过的，所以换了也不能增幅，这才是他愿意给附庸领主换的主要原因。时间逐渐到了下午，已经有领主陆续到达领地换资源了。罗森在这期间也告诉了李阳，明天统一换，来早的就住下，这样是为了防止他们用换过的资源和别的没换过的领主进行交换。李阳虽然不明白，
但也照办。而对于总领地的福利，很多领主都无比激动，纷纷搜集食物向总领的出发，怕来晚就没有了。只是为什么不怕总领地会贪污掉？原因很简单，他们势力弱小且臣服，总领的要是真想贪污，派兵来收也没人敢反抗，所以他们很放心。罗森在后院内来回踱步，时不时的抬头仰望天空，面容有些急躁。但就在这时，院子外的一个汇报的声音顿时就让他彻底安下了心。禀报领主大人，赵将军回来了。露西的声音传来，犹如天籁之音。罗森猛地顿住了脚步，激动道：终于回来了，快让他进来。是。露西退去。很快，一个穿着金甲的少年将军就匆匆走来，手里还抱着一个木箱子。来到罗森面前，他单膝跪地，双手奉香道：领主大人，属下不辱使命，带回了银块。好样的，快打开看看。罗森连忙靠近，打开箱子，一堆银块赫然堆放，散发着银色微光。这么少，这里有多少银块？罗森微微一愣，问了一句。赵云无奈道：属下为了摸清沈家盟的银块储备数量，和他们周旋了很多天，他们确实只有这么点，一共只有50块。50块？呼，少是少了点，不过暂时能用上了。罗森把他从地上扶起来，欣慰道：此去沈家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吧？大人，路上正常，碰到一些妖兽也被属下斩杀，而且属下为了保证能安全带回银块，特意退出了沈家盟控制范围，才放了沈潇潇。赵云一一回答。罗森点了点头，拍着他的肩膀道：不错不错，此次远处想必你也劳累了，快去休息吧。是，属下告退。赵云拱了拱手，退出了院子。罗森立刻拿着箱子钻进了房间，来到了制作台前。对于赵云只带回了50块，罗森倒也没显得意外，因为这玩意很稀有。按照比例，5块银块才能炼出1块银，50块银至少需要250块银块。就算一个银矿石能开出10块银矿，那也需要找到25块银矿石。25块银矿石对一个镇级领地来说确实不少了，足以炼制好几件银质套装了。来到制作台前，罗森先是拿出一张魔导炮图纸放入制作台，而后又从箱子里掏出了50个银块。当他拿出银块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是否增幅的选择。这是罗森早在村级领地时就发现了的秘密。罗森称它为主动增幅。主动增幅和被动增幅不一样，被动增幅就是获得各种物资，系统自动就对物资增幅了。但有些东西不需要制作，比如肉，那该怎么增幅？罗森当时发现，扔到城外再捡起来就可以增幅。还有就是喂肉分解也可以增幅。后来就发现了眼前有是否增幅字样，可以选择性的要不要增幅。当出兽潮过后，食物肯定是增幅过后才会吃喝不愁，所以罗森先使用分解增幅，后来发现了主动增幅，就用了主动增幅。主动增幅不改变物资状态，算是毕竟好用。前2天增幅小麦也是这个道理。叮，增幅成功，50银块已增幅至5000块。死，够强。罗森咂巴了一下嘴，100倍增幅对这些稀有物资有着更震撼的效果。平时增幅一点粮食、肉、武器之类的没什么感觉，如今增幅银块，震惊的更加直观。放入4000银块，罗森点击一键制作，顿时间2个只有巴掌大的银色大炮模型就出现在了制作台上。由于图纸只用了1张，是增幅过得，银块也是增幅过得，所以合成成品后无法继续增幅，只得到了2枚银色魔法大炮。银色炮筒浑厚有力，放到眼前可以依稀看到炮筒里面雕刻的痕迹，不用想就知道那是阵法。在炮筒下面架着2个高2个低的粗厚银色柱子承当支点，而且在炮筒尾部还有一个小孔，用于放置子弹，也就是魔盒。这个魔法大炮没有轮子，无法移动，但可以手动调节角度。不过没有轮子问题也不大，因为罗森有战车，可以用战车托运。魔导炮填装魔盒充当能力，发射出能量炮，威力巨大。看到眼前出现的介绍，罗森兴奋不已。有了这玩意，领地的军事实力当场翻倍，而且以后自己找到了更多的银块，也可以制作更多的魔法大炮。毕竟还有99张图纸在空间戒指里放着呢。收起大炮，罗森又去了一趟仓库，而后召集文臣武将开始开会。端坐于外厅争夺，脸上更是忍不住的笑意。武将们纷纷到来，拜见领主大人。众人跪拜。罗森笑盈盈道：免礼，又把诸位召集过来，是本领主研究出了一种武器，想带你们去看看威力如何。武器？什么武器？恭喜领主大人，贺喜领主大人。森哥真乃大才啊，武器都能研究，厉害厉害。众人追捧。罗森翻了个白眼，看向诸葛亮道：孔明先生，我这武器是特意为你准备的，等会实验完武器，
你就可以安排调军进行北伐了。哦，诸葛亮眯着的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好奇。领主特意为他配的武器，他还需要武器？第146章大炮威力。诸葛亮不觉得自己需要武器，他甚至想当场制作一个木牛流马给领主看看，但考虑到暂时还不需要，所以就放弃了。于是在罗森的带领下，一群文臣武将走出了大厅。众人一出大厅，赵云麾下的几十名金甲士兵就立刻跟上了，贴身保护罗森。领主大人，我们去哪试验啊？赵云在一旁问道。罗森边走边想，很快回复道：去城墙上吧。城墙上怎么试验啊？试验武器不应该找人对练吗？吕布和典韦以及项羽三脸懵逼，很是疑惑。众人带着强大的好奇心登上了城墙。城墙厚3米，地面高度6米，已经算得上是巍峨墙壁了。而且在围墙之内还有登上去的阶梯，要是发生战乱，这道墙壁就能阻隔无数强敌。来到城墙上，1米宽的过道，不大不小。众人来到城墙大门之上的位置，这里略宽一些，上面是一个类似平房的一块空地。罗森拿出一门魔法大炮放到地上，顿时间魔法大炮变大，变成了一个数米大的大家伙，银色厚重底座加上炮筒，有5米长。好在这里的面积大，完全可以放得下。厚重的金属杆坐落在城墙之上，炮筒遥指前方森林大地。这是什么东西？吕布好奇地摸了摸炮筒，项羽也站在大炮面前，把脸对准了炮筒，往炮筒里看去，还时不时地闭上一只眼睛想聚焦一下。不过大炮口径都快赶得上他半张脸了，一只眼只能看到里面黑乎乎的，2只眼一起看又不够距离。典韦和赵云也好奇地凑了过去，东摸西摸，就连诸葛亮看到这玩意也是眼前一亮，夸张似的爬了过去开始研究。罗森，嗨嗨，你们别围在一起啊，这样我怎么演示？罗森翻了个白眼，无语至极。人群中唯有李阳站在边上，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大炮，卧槽！李阳懵逼道：森哥，你竟然制作了大炮，天哪，简直不敢相信。小意思，这种大炮和我们认识的那种不一样，这是魔法大炮，大炮轰出来的是魔法，不是子弹。解释了一句后，手下们才纷纷从魔法大炮的身上下来。罗森无语道：这个武器叫做魔导炮，也叫魔法大炮。你们俩把大炮往前挪一下，放得太靠后了。是。吕布上去往前推大炮，一下子就把大炮推到了边上，炮筒也顺着墙壁的围栏伸了出去。银块制作虽然看起来庞大，但比石头轻得多，所以吕布推起来也没费什么力气。不过相对于普通士兵来说，一个人根本挪不动，因为吕布是大武师，实力在这里放着呢。领主大人，这个魔法大炮是不是远程攻击器材啊？是不是往这个洞里放弓箭？对啊，这么大的洞口，要多大的弓箭啊？瞎说，这是魔法大炮，肯定和魔法有关系。我们领地的魔法师降雨的时候也没带水，同理。哦，这样啊！众人立刻提高了注意力，看向了罗森。罗森拿出一枚拳头大的低级魔盒，道：看仔细了。说罢，就把低级魔盒放到了炮筒底部的洞口。顿时间，洞口处发出一阵白光，就像魔法师施展魔法一样，白光凝聚，迅速传遍整个炮身。2秒钟后，一道光圈直接从炮口中喷了出来，速度快的在空中留下一道残影。轰！刹那间，一股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音传来，众人全都感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触感。我擦，好牛逼！李阳捂着耳朵，满脸震惊。其余的武将和士兵全都懵逼，看着光团飞去的方向。就连城墙下的领民也全都被吓到了，纷纷东张西望。发生什么事情了？刚才是不是地震了？好大的声音！是哪里爆炸了吗？快汇报给长官！城门上，众人站在石栅栏边上，看着远处的森林，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只见前方的森林已然被轰开了一条数米宽的残路，所过之处全是树木的断枝残叶，一直轰击到了那条小溪的位置，彻底落地爆炸。而那个爆炸的地方，更是把原本只有几米宽的小溪炸的宽度翻了1倍，而且周围几十米全都是断枝残叶，一片狼藉。这种威力完全不亚于一个终极魔法的强度，尤其是攻击距离。小溪离大门可是有将近1公里呢，一炮轰出1公里，单这个距离就足以碾压任何冷兵器。而且罗森瑟德还是低级魔核，若是高级魔核，其威力更是难以想象。嘶！好强！罗森也被震惊了，他也没想到这种魔核为动力的大炮，其威力完全不比地球上的坦克打出来的威力差。
这要是给他足够的银块，让他组建出一支炮兵，那这个世界谁还有能力和他争锋啊？与此同时，在太平城周围，这一声巨响更是惊动了无数领地和无数领主，尤其是已经达到了太平镇的领主，纷纷从住所跑出来。还有那些出发在路上快要来到太平镇的领主，更是吓得差点没有半路逃跑。甚至还有一队带着粮食的人马，刚好来到了小溪周围，被眼前爆炸的场景给吓得久久没有回过神。要是他们再快一点，估计炸碎的就不止周围的树林了，恐怕还有他们的身体。这门大炮是我们领地的底蕴，不到危险时刻不能轻易示人。罗森对着发呆的众人淡淡道：“领地总共有2门，一门留守领地，一门交给孔明，带上北伐。”诸葛亮当场倒吸一口凉气，差点没有背过气去。让他带上一门这种威力的大炮北伐，那还打个锤子，一炮过去，全都得投降。诸葛亮激动的连忙拱手道：“谢领主大人，有此武器，北伐势如破竹，收复北部指日可待。”好，众将领听令。罗森忽然站直了身子，目视着众人。诸葛亮、赵云、吕不点、韦项羽等人立刻恭敬地列成一排，单膝跪在罗森面前，异口同声地说道：“属下听令。”第147章北伐开始。命诸葛亮为北伐统领，统领北伐大军，配兵5000，战马500匹，携带魔法大炮1门，魔盒100枚，魔法师20人，以及军粮50万斤。今日整装，明日出发。罗森一一说道。诸葛亮立刻道：“属下遵命。”命吕布、项羽为副统领，协助诸葛亮北伐。是，属下遵命。两人也开始接命。罗森点了点头道：“好了，都起来吧。子龙，你带人把魔法大炮运回兵营，其他人回去整顿士兵吧。”是，属下告退。众人鞠躬，开始后退。很快，城墙之上便只剩下了罗森和诸葛亮。罗森看着诸葛亮，疑惑道：“孔明先生还有事吗？”“无事，只是属下觉得大人有事，所以留下。既然大人无事吩咐，属下告退。”诸葛亮摇了摇扇子，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让罗森很是无奈。其实他不喜欢装逼男，但诸葛亮就这性子，算不上装逼。于是他叫住了诸葛亮：“孔明先生且慢，本领主却有话要说，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罗森上前拉住了诸葛亮的大手，呈现出对诸葛亮的看重，边往城下走，一边问道：“孔明先生，此去北伐路途遥远，50万斤军粮能让5000大军吃1个月，不知道够不够用啊？”“大人，军粮够用了，有了魔法大炮，北伐定然顺利。属下觉得最多10天就能结束战斗，班师回领地了。”诸葛亮无比自信，这让罗森放心了很多。毕竟这个世界的领地多，人也多，聪明人更是不计其数。有了诸葛亮的话，罗森安心了和诺德，继续道：“那好，等孔明先生回来，我为孔明先生接风洗尘。”“谢领主大人。”诸葛亮依旧客气的回应。两人很快下了阶梯，出现在了领主府门口。即将在门口分别，罗森又问道：“先生有什么嘱咐吗？”“有。”诸葛亮摇了摇扇子。罗森还真有嘱咐，合着我不问你，你就不打算说了是吧？罗森翻了个白眼，无语道：“先生请说。属下离开后，大人仍需屯田养兵，等属下攻占兽人联盟，我们便可振臂高呼了。到那时，若有不从，可两面夹击，更加快捷。”“啊，明白了。那行，你走后，我继续发展农业和募兵。”罗森也点了点头。而后两人分开，诸葛亮去了军营，罗森则回了领主府。北伐大业是罗森的根基大业。根据现在的局势，关门早晚大开，他要在关门大开之前完成统一。只是他不想用侵占的方式统一，因为效果太差。就说平原域南北长1000多里，东西各宽数百里，要是一块块去打，不但劳民伤财，主要是成果太慢，而且还容易打出死敌。当域内出现死敌就麻烦了，毕竟大家都生活在这里。在以后关门打开的时候，要是死敌太多，就相当于窝里斗，没什么好结果的。现在打来打去，起码都是为了发展，也没有很过分，不会出现死敌。等自己沦陷大型势力，就算出现死敌，也只是那一家的死敌。到时候自己人多势众，权力大，其他领地就没有反抗的念头了，因为那个时候再反抗相当于无用的挣扎。这样算下来，可以省下多少打仗的时间，少死多少人，少浪费多少资源。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发展资源。资源有了，一切就好办了。所以这么做简直太值了。回到内院，罗森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躺在椅子上打开了领主指南。他的附庸领地正在陆续过来，粮食必须统一换，所以趁着闲下来的功夫，他来水一下频道。打开区域频道，里面热火朝天，即便每天都有很多领主死去，
但频道内依然不见聊天信息的减少。嘿嘿嘿，谁有活的野兽，卖给我点，我给他粮食。要野兽干什么？谁没事抓活的野兽啊？我说的是野兽，不是猛兽，野猪、野牛什么的都行。我想买个坐骑。啊，坐骑、野牛、野猪，你们真闲呢，天天聊天。呵呵，闲怎么了？闲证明我们安全。哈哈，有我安全吗？我周围没人打仗，都在安心发育、招兵买马。刚才我把粮食都种上了一半，等到日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种地，擦！万一打起了，你的粮食就毁了。嘿，兄弟们，我发现一个关于玉关的秘密。什么秘密啊？快说快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域内，周围不是山就是河，想要离开域去另一个域，只能走关卡，对不对？我听人说，不走关卡也能过。死！真的？兄弟，求求你告诉我怎么过。我亲戚都在隔壁的域，我想破脑袋都不知道该怎么过去。翻山？嘿嘿，如果边境是山，就翻山。不过翻山很危险，悬崖峭壁，还有无数高级妖兽居住，敢翻越山脉的人基本没有活着出来的。擦，这算什么秘密？哎，河也不能渡，浪太大了，赶下河100%被浪掀翻，也就关卡的后面的河流比较平静。看着众人聊得斗志高昂，罗森撇了撇嘴。山内有妖兽是众所周知的，不但有妖兽，更有很多宝箱和资源，但里面确实太危险了。在山脚下还好，偶尔遇到一些妖兽，但敢进入山内，分分钟遇见高级妖兽，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基本上进去了就出不来。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了。夜幕降，日月轮转，第二天转眼即来。今天是北伐的日子，领地内和往常一样，没什么人注意。因为这件事，罗森也没有宣传出去。毕竟大老远跑过去打人家，确实没什么好宣传的。而且跨距离打仗，更是师出无名。但为了以后的发展，罗森必须这么做。如果人家可以兵不血刃投降，自然是极好的。把大军送出城，大军就消失在漫漫原野之中了。5000大军在平原域中只能算是九牛一毛，但在各大势力中足以碾压任何顶尖领地。第148章换粮。今天除了是大军开拔的日子，还是领地重新耕种的日子。前2天收割了6000万斤粮食，已经全部晒干入仓。今天继续播种了起来。给北伐大军分配的魔法师，除了木系和水系，其他都是任由诸葛亮自选的。因为木系和水系乃是种地小能手，罗森可不会让他们去打仗。留在领地种地带来的效益，比打仗带来的收益强得多。一早，罗森在北野望的服饰下起了床，并报告附庸领地各大领主到来的情况。此次到来的领主数量超过了领主指南里的记录。这段时间，周围的小领地总有陆陆续续的领主想主动加入太平城的，罗森也自然不会拒绝。所以每个领主只要敢来臣服，他都敢收。而且今天不但都来换粮食了，还有一些观望没有加入领地的领主也来了。他们想在今天加入，然后换一些粮食。当得知准确的消息后，以及所有人登记在册的领主都已经到达完毕的时候，罗森就下令了开始更换。不管你带了多少粮食，全部1斤换3斤，彻底震惊了那群领主。然后趁着这个时间，对那些没有滴血的领主进行滴血收纳。而后自己便则带着这些附庸领主去参观自己的麦田，这样能让他们对种田的好处有更深刻的认识。因为他之前说过，换了粮食必须种地，种地一事还要接受总领监督。这些人来了，就代表没有任何意见。经过今天的收纳，附庸领地数量再次增加，总共达到了81家。由于上次罗森在附庸领地中抽调了男人当兵，而且还是每3人抽调1个，导致这些领地的人数骤减。不过即便如此，他们来总领地时候还是带了半数的青年，因为都带着粮食呢，怕路上出现意外，所以带的人也多。80多家领地加上带来的人，一共有2-3千人之多。当这些人看到高耸的和树木一样高的石墙的时候，彻底被颠覆了内心的认知。因为好多领民都是第一次来总领地，看着眼前的高大城墙，纷纷震惊，支支吾吾话都说不出来，以此表达内心的震撼。他们带来的领民驻扎在城外，只有少数人带着粮食进入城池内。因为换粮是在领主府大门口进行的。嗨嗨，领主们，相信你们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要和你们换粮食？我的粮食是从哪里来？今天我就带你们去见识一下种田的好处，跟我来。罗森大手一挥，就带头走去。在80多个领主以及几十个金甲护卫的拥护下，罗森协同众人来到了良田处，指着600多亩正在耕种的良田道：看到没有？打猎只能暂时填饱肚子，种地才能一劳永逸。死！擦！我去！嘶嘶！顿时间，人群里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被眼前这个巨大的田地给震惊了。600多亩地，一眼望去，造成的震撼是无法用语言来解释的，尤其是缺粮的时代。怪不得总领大人给我们换粮，
原来种了这么多地啊，简直不可思议！这么大一片，光种地的领民都要数百人吧？总领大人真厉害啊！敢问总领大人，这里一共种了多少地的粮食啊？有人小心翼翼地问向罗森。罗森坦然一笑道：“不多，600多亩地而已。”嘶！又是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600多亩地，还不多？天啊，怪不得这么大！一眼看去，地里站的领民都有几百了。那群穿长袍的是干什么的？总领大人！又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一排长袍人，忍不住问二入一句。罗森依然笑着回应道：“哦，那是浇水的水系魔法师。”嘶！擦！这一次，除了倒吸凉气外，还有人在内心爆出了粗口。他们可不敢当着总领大人面说粗话，只能在心里发泄了。种地竟然还用魔法师浇水，奢侈到没边了呀！简直离谱的不要不要的，和做梦一样。罗森简直继续道：“我大概算了一下，你们80多家领地，大概有5000多领民。就算2个人开荒1亩田，也要开荒将近3000亩，平均每个领地种植30多亩地，完全是小意思。看，我这里才600多亩而已，就已经如此壮观，养活我数千领民。你们开荒出3000亩地，以后绝对吃喝不愁。”是啊，是啊，总领大人说的对，总领大人真乃明主也，为我等着想，属下感激不尽。总领大人圣明，我们一定听总领大人的。众人纷纷表态，因为平均下来一家30多亩的真的不累。他们这些领地虽然被总领抽走了一部分，但每个领地还有40、50人呢，除了开荒累一些，种植的时候就轻松了。而且他们换的粮食，除了种地，还能剩下很多留着吃呢。就算每个领地按照最少1000斤来算，他们回去就能得到3000斤。1亩地需要40斤种子，30亩地也就1600斤种子，还能剩下1000多斤。要是此次来带得多，反而能得到更多呢。想到这里，众人无比兴奋，除了感觉税收高了点，其他并无不满。而罗森也异常兴奋，此次推广全民农耕是他的第一步，而且范围只在方圆50里。如果一切顺利，将推广到整个大域。所以对于领主们的意见，他也会虚心接受，除了减少税负这一件事。不过也没有不长眼的领主敢提意见。按照3000亩地计划，一旦收成，这些领主可以得到300万斤粮食，光收税，罗森就能白赚150万斤，而且还是没有增幅的粮食。要是增幅，那就是1.5亿斤粮食了。何况这只是周围50里内的种植，等到以后推广大整个大域，所有子民的时候，那是何等壮观！用发财和暴富都形容不了，只能用粮食多的喂狗来形容。嗨嗨，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府内已经备了宴席，大家吃了饭，估计粮食也差不多换好了。罗森对着大家伙说道。众人连忙道谢，紧跟罗森步伐。第149章推广。众人浩浩荡荡回到了领主府，在领主府的门口，粮仓大开，附庸领主的随从排队换粮。不过罗森也没让他们饿着，给他们也发放了食物，分别是肉食和面食。面食就是这2天收成的麦子研磨成面沸做出来的馒头，馒头加肉，越吃越有，不但能剩下一部分肉，更是荤素结合。由于罗森领地的人顿顿都能吃饱，而且又不用打仗提心吊胆，所以这段时间个个都是吃的5大3粗。比起外来的领民瘦不拉几的样子，那简直让人羡慕。也正是因为如此，经过此次事件后，附庸领地的领民对总领地的忠诚度将再次升高。不管他们对自己领主忠诚高不高，只要对总领地够忠诚就行。因为这样，罗森可以得到信仰值，提升自己的实力。而提升自己的实力，即相当于提升武将们的实力，领地就会越来越强大。目前总领地加上所有附庸领地的全部人数，也不过1万多人。如果按照人数来算，罗森已经是大武士境界了。但奈何忠诚度增长没有那么迅速，所以他还是武士境界，距离升级为大武师还差一段距离。进入领主府，院子里已经摆满了桌椅，女佣们纷纷上菜，每个桌子坐8个人，上6菜1汤，看得领主们眼珠子差点再次掉出来。6菜1汤，这可是他们做梦都吃不到的呀！平时在领地高高在上，一顿饭也就能多吃点肉而已。这不但有肉还有面，而且还有汤，凉拌土豆丝、辣椒炒肉、水煮肉、烤肉，一大筐馒头，还有果盘，果盘里有苹果、草莓。哇，太丰盛了吧！这个汤是什么？好腥啊！这是熊掌汤丝大补啊，多吃点，多吃点。一时间，众人疯狂般的往里塞。他们这群领主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好的东西？此时全都热泪盈眶，激动的泪珠一滴一滴的往下掉。罗森看得很欣慰，同时更能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强大，坚定跟随自己的信念。一番胡吃海喝后，天色依然暗淡。趁着天没有黑，领主们纷纷向罗森告别了。粮食换好了，
饭也吃了，他们要回领地去了，毕竟领地还有领民等着他们呢。罗森也没有阻拦，吩咐他们回去后抓紧时间开荒种地，同时要求他们严格恪守自身，不要浪费粮食，因为开荒一事是总领地的头等大事，会派出巡查队巡常的。一旦玩忽职守或者贪图粮食而不种地，将给予处罚。众人点头称是，而后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太平城。李阳把他们送出城外，而后返回到了领主府。一进门，罗森就忍不住问道：“杨弟，今天换出了多少粮食？”森哥，81位领主，一共带来了95000斤粮食，加上95000斤，我们还亏了19万斤。李阳无奈地汇报着，因为他总觉得这样很亏，白白把粮食给人家种，还不如自己种呢。罗森坦然一笑，在心底算了一下，95000斤，100倍增幅后就是950万斤，哪怕给他们3斤，也不过才28万5千斤，自己依旧硬赚900多万斤。900多万斤呢，这个数字已经无比庞大了，让任何一个人知道，估计都会极度的想死吧。罗森忍不住扬起嘴角，笑道：“无妨无妨，把他们带来的粮食放到仓库，你就回去休息吧。明天开始，我会组建巡查队，随机巡查附庸领地种地情况。要是发现懒惰、故意荒废等事，就交给你来处理，处罚他们，毕竟是我们领地珍贵的粮食。”是。李阳点了点头，道：“那属下便先行告退了。”在罗森的点头之下，李阳缓缓离开了领主府。罗森则立刻钻到了仓库之中，找到了附庸领主带来的粮食，开始为其增幅。叮，100倍增幅成功！叮，100倍增幅成功！随着罗森对其增幅，仓库里本就装满了箱子的位置就更加少了。箱子沿着墙壁一字摆开，在箱子上还有特制的木架，木架上放的还是储物箱子。反正这个房间最起码放了上百个储物箱子制作，还有领主指南奖励的储物袋。这里赫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宝藏置放地。若是把这个房间里的东西埋在地下，数年后被发掘出来，一定会震惊世人的。增幅很慢，尤其是打麦之后全是麦人，增幅起来就更加慢了。罗森估计给这10几万斤粮食全部增幅，不干个1-2天还真增幅不完。所以他也不急，有空就来增幅，没空就先放着，反正粮食多，吃不完。忙活半夜，罗森才去睡觉。第二天起来继续增幅。而这2天的时间里，附庸领地的开荒也正式开始了。无数领民放弃了铁甲，拿起了铁镐锄头，进行了一场大面积的开荒行动。为了让领民安心种地，不为食物担忧，罗森还特意开启了一场收购计划，那就是开荒所产生的木材以及石块由领主府统一收购。领地里的铁矿、铁剑等武器留着没用的，也可以拿到总领地来置换食物。至于置换比例，就按照领主指南里的价格来换，别人换多少，自己就换多少。这导致很多领民开荒的心情更加激烈了，后顾无忧才能尽心尽力。不过想故意开采木材石头多换食物也是有风险的，因为罗森是为了利民才收购的，而且只在开荒阶段收购。若是在这期间发现造假的人恶意换食物，一律抓起来进行改造。为此，罗森还成立了专门的巡查队，巡查队队长由典韦担任，共调动士兵500人，分成10个小组，配备战马，在领地内游荡巡查，不但能及时汇报领地各种情况，更能保护手无寸铁的种地领民。方圆50里，一旦哪里出现危险，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响应到总领地，而巡查队也能第一时间赶到。毕竟全员骑马，50里距离也只是一顿饭的功夫，这比让领民们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还让他们放心。因为自己的武装太弱，总领地的武装才叫真正的强悍。第150章一定会很高兴。这2天，太平城的名气也开始在区域频道扩散，种田一事更是被广为人知。一时间，频道内议论纷纷，周围交界的领地更是纷纷仰慕，又有很多领主听闻罗森大名前来申请加入。这些人脱离原来的总领，加入罗森领地，虽然让原来的总领地或者盟主很不悦，但无人敢阻拦。现在不打你，你就偷着乐吧，还敢阻拦别人投奔我？你敢阻拦，分分钟让你也附庸。所以一切都很顺利，很和平。尤其是罗森周围的领地更是毫无战乱，都在安心发展。还有很多人东施效颦，学起罗森推广种地。不过那些人推广种地明显阻碍重重，因为粮食还不够吃的呢，谁舍得种啊？又不能学罗森1斤换3斤，所有的计划全变成空话。转眼间，距离诸葛亮北伐已经过去了3天时间。3天里，大军派人回来汇报过一次，称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一切都很顺利。大军将在3天后到达兽人联盟，发起征伐。得知消息后，罗森安心了很多。领主大人，力道行吗？耳边传来北野望温柔的声音。罗森听得一阵心痒痒。可以，
罗森情不自禁把他的手按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享受着片刻顺滑。对了，前段时间抓获的20多女兵在牢里怎么样了？罗森忽然想起那些女人，问了一句。北野望轻声道：一直关着呢。有没有要回领地的想法，或者寻死觅活的念头？罗森又问了一句。北野望思索了一下，迟疑道：好像一切都很正常，给他们饭他们就吃，不给就饿着，也不大喊大叫，像正常过日子一样。这样啊，这些女人竟然能全部训练成武者，若是能够留下效忠领地，也是一个不小的力量。罗森喃喃自语，领地的男士兵武功高强的也有，不高强的也多，但女兵却是一个都没有。自己现在只有北野望一个人，手下也有女佣，但女兵也要有才行，要不然很多事情不方便的。想到这里，罗森缓缓起身道：你在家歇着吧，我去看看俘虏去。说罢，罗森就走出了领主府，在护卫的陪同下来到了大牢。大牢院子里除了几个把守的士兵，还有一些女佣在忙碌着。因为第一批犯人都是女人，所以大牢里也安排了女佣做事。在赵云的指引下，2个士兵推开了关押女囚的大门。咯吱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大牢里也传来一片杂乱。20多个女人挤在一处，齐刷刷地向着门口看去。此时还不到饭点，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不到饭点的时候被人推开门，所以全都望了过去。入目的是一个少年，虽然这少年褪去金甲，但英俊的面容依旧让他们记忆犹新。正是他把他们抓进来的。见众女这么看着自己，罗森坦然一笑，缓缓站在了门口。他们已经褪去铁甲，穿着麻布衣，散乱的头发好多天没有清洗，脸上的表情很一致，全都是疑惑和冷漠。虽然有些好看，有些一般，但统一的是完美的身材。可能是经常训练的原因，他们的身材都很好。虽然大小不一，挺翘不一样，但毫无疑问的是全都凸凹有致。点了一下数量，一共有25个人。罗森坦然一笑道：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众女没有一个人说话。罗森略带尴尬，咳嗽了一声道：你们谁是头？众女。此刻场面再度陷入尴尬之中。赵云见状上前一步，指着其中2个女人道：大人，他们俩是沈潇潇的贴身护卫，有一定话语权。这句话为罗森解了围。罗森摆了摆手，示意不必多说，淡淡道：能训练到武者境界，想必是用各种药物和训练堆出来。不过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大量服用药物对身体的损坏很大，而且很危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们的领主不拿你们的命当回事啊！众女翻了个白眼。罗森，要不跟着我干吧，我是一个好领主，爱民如子。罗森继续说道。众女这次有些动容，原来这个大人不是来杀他们的，都是人，都怕死。不过他们总算是给罗森回应了。我们家大人对我们很好，我们是不会叛变的。一个颇为漂亮的女人说了话。罗森认出来她是赵云所指的沈潇潇亲卫之一。你们的忠心是好的，但你将忠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罗森感叹地说了一句，顿时让众女懵逼。2个女头领疑惑道：什么意思？不管什么意思，我们都不会叛变，要杀要剐，悉从尊便。另一个女头领如此说道。顿时间，其余的一些女人脸色就变了，但碍于身份并没有说什么。什么要杀要剐？他们好端端的，才不要被剐呢！心中对2个忠心的头领吐槽了一番，表面上什么都没说。他们依旧是一个阵营上的人，表面上依旧忠心耿耿。你们可能不知道，沈潇潇已经花了大笔赎金把自己赎走了的事情吧？罗森忽然说的这句话，让2个女首领脸色变了变，不过依旧强硬道：听说了，沈大人回去后一定会拼凑赎金把我们也赎回去的。是吗？但沈潇潇告诉我，他不会再回来了。我问他你们怎么处理，他说不会赎回你们了，让我随便处理。罗森邪恶一笑道：现在你们还觉得他会把你们赎回去吗？距离沈潇潇离开已经半个月了哦，我也养了你们半个月，他说让我随便处理，那我就处理好了。考虑到你们有一定实力，我想让你们加入我的领地，为我效命，该有的待遇绝对不会差。如果你们不同意也没关系，不同意的话，我就把你们赏给我那些领民，他们好多人还没娶妻呢，一定会很高兴的。罗森话语刚落，女兵们差点炸毛，把他们赏赐给领民，想想就恐怖。难道沈大人真的放弃了他们吗？第151章，招募一个女将。好像也是，毕竟资源稀缺，用大批资源换取他们太不值了。想到这里，众女纷纷心如死灰，唯有2个头领心中还有期待。虽然不相信罗森说的话，但也考虑到了资源的重要，用大批资源换他们，是个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做。但殊不知，这完全是罗森在骗他们。当初沈潇潇离开的时候就说了，回去带其他有价值资源来换这些人。不过他们可不知道，
罗森也没打算换，其他资源他看不上。大人，我们愿意效忠你，只是希望你能善待我们这些女人。两个头领中的一个率先松口了，既然无法回归原来领主的怀抱，那就只能暂时生存下去了，总不能好端端的嚷嚷着让别人杀自己吧，毕竟人家也没逼着他们做什么。听到他得话，罗森顿时大喜，但脸上还是装作面无表情的样子，点了点头道：当然，以后你们就知道了，我的领民过得比寻常的领主都要舒服，你们会爱上这里的。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属下妙云。他回答。罗森又指了一下另一个女首领，问道：你呢？属下明玉。他也回答。妙云、明玉，名字起得不赖。罗森点了点头道：来人呢，带他们去领主府安排宿舍，重新打扮一番。是。立刻有人来办。而后罗森在赵云身边嘀咕了一句：注意方便，暂时不要配备兵器，等他们足够安全了再做打算。遵命。赵云也小声的抱拳回答。然后罗森便摇头晃脑，乐滋滋的回领主府去了。收服了20多女兵，全都是武者。武者虽然不是很厉害，但他们是女兵，能做出很多出其不意的事情。而且一个武者女兵虐打3、5个普通男兵轻而易举，要是发狂起来，能打10几个带甲士兵。这就是武者的实力。25个女兵完全可以突围数百人的包围圈。上一次他们遇到的要不是自己，而是别的普通领主，早就得手了。等前方大军发现，估计早就跑没影了。可惜啊，可惜，他们遇到了自己这个不能用常理来推断的存在。回到领主府，刚刚踏进内院，背后就响起了露西的声音。这个猫女接收的事情越来越多，早已经成为了北野望手下的红人。北野望不在，别人有事都找他，他再汇报给罗森。领主大人，招募所又走出一个人要见你。听到此话，罗森连忙转过了身子，看着露西的小尾巴随风飘扬，激动道：长什么样子？大人，是一个女的。露西回应道：就在外面呢。女的？名将中有女的？罗森皱起了眉头，愣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有什么女名将。女尤物倒是有不少，总不能给他招募了一个女尤物吧。皱着眉头往前走了几步，很快就来到了两院交界处。罗森也看到了那个所谓的女名将，穿着一身布衣，秀发挽起，看上去平平淡淡，唯有一双眸子中带着钢铁意志，让人一看就想佩服此人心智。这又是谁？长得也不惊艳啊。罗森狐疑地看向他，那人见到罗森，立刻跪倒在地，恭恭敬敬地拜见罗森，声音中清脆而沉稳，和弱女子一点都搭不上边。属下花木兰拜见领主大人。什么？花木兰？替父从军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女将军？罗森一愣，立刻就想到了关于花木兰的资料，再次打量了一下花木兰。罗森心中略微激动，上去就扶住了拱手的双臂，把她从地上扶了起来，认认真真地看着花木兰的眼睛道：原来是木兰女将，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女子也顶半边天。有木兰相助，本领主如虎添翼啊！谢领主大人夸奖，木兰恐慌。花木兰再次弯曲腰身作揖。太好了，刚好我收服了一群女兵，以后你就带我统领女兵吧。罗森欣慰地点着头。花木兰立刻应下，单膝跪地道：属下遵命。客气了客气了，木兰请起。来人呢，快给木兰女将上饭菜，想必她刚来领地，定然饿了。是。陪着花木兰吃了一顿饭，尽了主子呵护属下的责任后，罗森就让赵云带他去领女兵，而后自己就回了内院。别看花木兰是个孱弱的女人，但神级招募所出来的人都是携带着实力的，她依然有大武师的实力，内气出体，隔空打物，这是大武师才能做到的。回到领地，打开领主指南，第一页依旧没有刷新新的天下大事，似乎天下大事进展到割据一方，就此止步了一般。翻过第一页，很快就来到了区域频道。罗森想看看频道里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消息，尤其是自己北伐的信息有没有泄露出去。毕竟大军出击，路途遥远，很难保密。虽然不怕，但人家提前做准备也是个麻烦事，耽误时间。不过打开领主指南后，里面的信息大多数都是在换食物、换领民、换兵器的，也有一些人在探讨未来的发展路线等问题。探讨北伐大军的信息暂时也没看到。随后罗森就关掉了领主指南。日子一天一天过，转眼又是2天时间过去了。这2天里，罗森增幅了所有换来的粮食，巡查队也汇报了领民们开荒的情况。基本上所有领的全部开荒完毕，已经开始耕种，整个领地发展的有条有序。不过罗森也会时不时的在领主指南的区域频道看到一些镇级势力的出现以及打仗的消息。总体来说，目前这个阶段大家都还很祥和，就算打仗一半也是谨慎行为。
碾压实力的一半没人反抗，因为差距太大，同级别实力的又不会打起来，所以这段时间倒是特别安详。与此同时，让罗森更安详的则是那20多收服的女兵，在花木兰的耐心训练下，以及领地的耳濡目染下，逐渐出现了忠诚度。这代表他们已经从内心认可自己成为太平城领民的事实了。第152章沈家特使。这20多人被分散在领主府内做工，除了训练就是干一些杂活，依然没有佩戴兵器。尤其是妙云和明玉享受的待遇更好一些，因为他们是女兵的头领，女兵们更愿意听他们俩的话。而这俩人也因为干活出色，被调到了内务，辅助北野望工作，时间会和罗森见面。罗森还允许他们吃灵脉，补充自身，让两女深深的认可这个领地以及罗森本人，更加确认了罗森对领民的好，是一个民主。这天，罗森巡视领土完毕，回到领主府，2个漂亮的女兵立刻就乖巧的过来牵马，温顺的和绵羊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们就是普通弱女子呢。大人小心下马。大人，北野管家不在，属下给你卸甲吧。2个女人拥簇着罗森进屋，罗森也坦然享受着这一切。当然，千万别多想，因为北野望的存在，罗森和别的女人没有任何瓜葛。这俩女人也只是在北野和露西不在的时候，替代了他们伺候自己的工作，仅此而已。虽然伺候的太过周全，但谁又会怪属下伺候的好呢？是不是？北野和露西此时对他们俩特别满意，就算自己不在，主子也有人伺候了。罗森对此深感欣慰。领民们发展的有条有序，罗森没事的时候也会出去逛一下。有时候领民遇到了妖兽之类的危险，或者探索到了什么大量资源，都会汇报给总领。如果不汇报，被抓住就是大罪。罗森也经常跟着去查探他们汇报的结果。今天就是去猎杀了一只2级妖兽，经过增幅后，不但得到了100只2级妖兽的尸体，更是得到了500枚铁币。报！刚刚换好衣服，妙云明玉正在为他清洗胡萝卜的时候，赵云来报了。内院是罗森的私人领地，除了这些个伺候的女人以及内务的人，便只有心腹将军能进。哪怕是金甲侍卫，在没有命令的前提下，也不敢擅自进入内院，尤其是内院的主房。罗森看着赵云，乐滋滋的递过去一根胡萝卜，道：“什么事啊？”谢领主大人。赵云接过胡萝卜，没有第一时间吃，而是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两侧的妙云和明玉。罗森顿时明白赵云意思，于是对着2人道：“你们在这里等我。”说罢就跟着赵云出去了，来到了院子里，道：“说吧，什么事神神秘秘的？”大人，沈家盟来人了。赵云连忙回应。罗森一愣，疑惑道：“沈家盟来人干什么？难道还想打我们不成？”并不是啊，大人，他们说是来赎回自家小姐的亲卫的，带了资源来的。哦，什么资源？罗森又问了一句。赵云立刻道：“10头牛和2匹马，要换回所有亲卫。”哈哈，人在哪呢？我去会会他们。罗森当即放肆一笑，也不知是满意还是不满意。赵云小心翼翼道：“已经到了城门口，属下没有放他们进来，而是来请示领主大人。”好，带上人，我们去会会他们去。罗森当即一摆手，向外走去。赵云连忙跟上。走到外院，金甲侍卫们立刻集结，顿时就形成了几十人的大部队。城门外，一群骑兵和马车组成的100人队伍在太阳下站着，为首的是一个精壮的男人，骑在高马之上，身后跟着20多骑兵守护在马车身边。马车是没有棚子的那种，马匹后面拉上带轮子的木架，每一辆马车上都放着1头牛。再往后则是几十人的带甲步兵。看到这一幕，周围路过的领民议论纷纷：“这群人谁啊？从来没见过呀！看他们的大旗，上面写着沈字，不是我们周围的吧？没听说过啊！怎么带了这么多牛啊？难道是给我领地送礼的不成？”众人议论纷纷，不过没人逗留，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干呢。而沈家盟的人看着进进出出的领民以及巍峨的城墙，顿时间就心生起了敬畏，一点都不敢造次。他们来的时候还曾夸下海口，嘴里满是不屑，直到此刻才知道大小姐所说原来都是真的，真的比他们沈家盟还强大。光是这城墙，他们沈家盟都造不出来。再有就是这里的领民竟然不是全员充军，很是不可思议。将军，我们带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把大小姐的亲卫换回来啊？2个小兵在将军身边满是忐忑。将军也有些自信心不足，无奈道：“我也不敢保证啊，可是我们在大小姐面前发誓了，要是换不回去，一定会被惩罚的，小兵很担忧。”将军叹了口气道：“实在不行，把妙云明玉换回去也行，他们俩是大小姐特意嘱咐的，不能有任何闪失。”也对，回去后
大小姐一直念着妙云和明玉的名字，人都瘦了几分。嘘，人来了，快列队！忽然间，将军看到了城门处出现的金甲人群，立刻就警惕了起来，连忙吩咐属下，众人全体下马，站在一处等待罗森过来。而罗森也没让他们失望，在几十名金甲卫的陪同下，站在了沈家盟士兵面前了，只不过没有说话，而是淡淡的看着他们。将军立刻带领前排将领向罗森等人鞠躬，客气道：“沈家盟特使见过太平城领主大人。”沈家特使，免礼。罗森点了点头，轻飘飘道：“你们所来何事啊？如果是为了感谢我照顾了你们家小姐，我想也大可不必客气。带了这么多牛，我也不好意思不收了。”特使一脸尴尬，心中暗想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虽然罗森语气平淡，但他们却不敢有任何不满，这就是实力所带来的效果。如果罗森是小领地，恐怕行礼的就是罗森了。如果两方平等，那么谁都不会太过客气，毕竟代表的都是背后势力，只有这种碾压性的实力才会让其中一方畏惧，主动拜服。特使连忙道：“大人，敢问大人是否记得与我家小姐的约定？你家小姐就是沈潇潇吧？当然记得。我虽然和她说要还我她在领地消耗的资源，只是和她开玩笑而已，没想到她竟然真的派人送来了，而且还送这么多。如此，我也就不客气了。来人呐，都收了吧。”罗森毫不在意的摆了摆手。第153章，新坟换女兵。罗森的命令发出后，金甲卫立刻上前要去接收这些资源，而这些动作直接让那个将军和所有属下都懵逼了，一点都没有反应过来。等到金甲卫靠到身边时，才纷纷反应过来，立刻手握长剑防范了起来，似乎只要他们敢抢，他们就会拔剑反抗一样。罗森顿时脸色不悦，冷声道：“难道沈潇潇的约定是开玩笑？既然如此，那就请回吧，不送，不送。”将军立刻反应过来，留下一排冷汗，连忙挥手道：“你们干什么？我们就是来送礼的，快把武器收起来，把资源交给太平城的兄弟。”说罢，他的属下才纷纷后退，让出了位置。罗森的属下们直接就牵着马进城了，只留下骑兵们的马没有牵走。沈家盟将军，大人！为首将军连忙拱手道：“既然大人收了赎金，就请把小姐的亲位还给我们吧。”什么赎金？罗森反问道：“你给的不是补偿吗？怎么变成赎金了？”这将军继续懵逼，完全被搞晕了。罗森见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继续郑重说道：“你说的是那群女兵吧？那群女兵当然可以还给你们。”如此多谢。将军连忙拱手，他什么都不想管，只想带女兵们回去完成小姐的嘱托。所以听到罗森口风变化，立刻就兴奋了起来，说话也更加尊敬了。众位请跟我了。罗森微微一笑，在前带路，向着森林之中走去了。身后的金甲卫们立刻跟上，沈家将军不明所以，也立刻带人跟上。虽然他并不明白罗森领主为什么不带他进城，而是去野外，难道女兵们被关在了野外不成？带着疑惑，众人紧紧跟上。10分钟后，众人出现在了森林之中的一片空地。罗森停下了脚步，对着身边的赵云道：“子龙，你带他们去认人吧。”啊！赵云也一脸懵逼，但看着眼前的墓园，好像又明白了什么，于是便一边琢磨一边向里走。很快赵云就看到了什么，心中立刻会意，对着众人道：“各位请跟我来。”众人抬头看去，直接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惊的懵逼了。太平墓园，墓地，罗森带他们来墓地干什么？他们不是来上坟的，是来接人的啊！难道……忽然间，将军的心中咯哒一下，冒出了不好的想法，颤抖着进入了墓园。赵云随便选了一片崭新的还没有雕刻墓碑的坟头，指着新坟头道：“就是这里了。”当众人看到一片坟头的时候，全都懵逼了，久久无声。这是一片新土，像是埋上不久的坟，而且别的墓碑上都有名字，就这群20多个土堆没有墓碑。仔细数一下，刚刚好是25个。顿时间，来换人的将军犹如五雷轰顶，整个身影晃了一下。他面无表情，叹了一口气，悠悠道：“大人，这是什么意思？”特使先生，这里便是你们女兵的坟头了。我很遗憾，他们在3天之前就身染重病死了。罗森也悠悠回答，同时还带着自责的感觉。这让特使将军深信不疑，叹了口气无奈道：“大人，让我回去如何交代啊？”好交代，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大人可以把他们的尸骨带回去，也算有个交代。罗森悠悠道：“他们是沈家人，尸骨自然由你们处置。”赵云、特使、众人最震惊的莫属赵云和金甲护卫，因为他们就整日守护在领主府，
每天都能见到那群女兵，怎么转眼间就埋在这里了？根本不可能。所以定然是领主大人在撒谎。不过他们可不敢拆穿，只能装作无奈伤心的样子配合罗森。就连赵云也完全不明白这里的坟是什么时候挖的，他可没收到任何消息。不得不佩服领主大人有先见之明，知道人家要来换人，特意提前挖坟。再者便是沈家盟的人了，让他们挖尸骨，他们也愿意。但特使深知这群女兵在小姐心里的地位，根本不敢造次，痛心疾首道：“哎，事已至此，他们也尸骨未寒，在下实在不能轻易动之。既然如此，在下只好回去交差了，还烦劳大人每年为他们上些贡品，多谢。”特使将军请放心，贵帝王陵和我帝王陵，本领主一视同仁。罗森拱了拱手，特使将军感激的拱手道：“多谢，在下就先告辞了。”说罢，他大手一挥，道：“走，回领地。”哗哗哗，士兵们开始撤退，也没人提要回资源的事情。毕竟用这些资源慰藉这群女兵，大小姐也不会怪罪。于是特使一群人又开始了远途跋涉，回领地去了。出发后，骑兵和步兵分开行走，骑兵先行回去汇报，步兵慢悠悠的行军。当先行骑兵到达沈家盟的时候，已经是3天之后了。尤其是沈潇潇得知自己的女兵全部死去，无一人生还的时候，更是悲痛的当场痛哭流涕了起来，甚至睡觉的时候还经常梦语妙云、明玉2人的名字。当然，这一切也只有沈潇潇自己知道。罗森目送着沈家盟的来使，立刻便忍不住笑出了声，乐滋滋的回领地去了。沈家盟是一个大盟，而且相隔甚远，暂时没有什么交集，所以他对来使也没有为难。自己这套新坟换女兵运用的炉火纯青，连自己都差点信了，这让罗森很佩服自己，又成长了。回到领地，妙云和明玉2人就围了上来，纷纷喊道：“大人。”罗森点了点头，没事了，继续给我捏捏肩膀，捶捶腿吧。换了个舒服的坐姿，罗森斜靠在椅子上，把2条腿伸到了凳子上。2个女人立刻听话的上手，这就是罗森看中他们的原因之一，真的很会伺候人。虽然在外面的时候冰冷寒霜，但在屋里温柔的和小猫咪一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越来越听话。打开领主指南，罗森翻弄起来。领主指南在本地领民眼中就是无字天书，只对领主产生感应。进入聊天频道，看起了别人聊天，但忽然间领主指南一阵发热，产生了一股异常。与此同时，罗森的脑海里就传来了领主指南的声音：提示，提示，提示。第154章群雄并起。天下大势之群雄并起正式开始。本次事件要求占领一座大玉关卡城池，无时间限制，战完即结束。任务奖励：凡成功占领玉关者，全部取消滴血臣服，改为统一的一键申请。在书内即可对领主发出臣服申请，一键申请成为附庸领地，无需同意自动加入，仅限域内领地。另外奖励弓箭1000把，箭矢10万支，银块1000块。占领关卡后，可以拥有关卡内的造纸技术、制墨技术、丝绸技术等等数十种稀有技术。浑厚的声音说完，脑海里就陷入了一阵平静。自此，上次领主指南进行了语言播报后，后面很多顶级大事都会进行语言播报，可以及时的让所有领主知道信息的到来。不好的则是容易吓到胆小的领主，比如正聚精会神呢，脑海里的声音忽然就响了。听完新的事件汇报，罗森立刻就翻到了领主指南第1页进行查看。果然，信息已经出现：天下大势之群雄并起正在进行中。事件要求：占领一座域内关。事件奖励：滴血臣服改为书内申请，并奖励弓箭1000把，箭矢10万支，银块1000块。占领关卡后，可以拥有关卡内的造纸技术、制墨技术、丝绸技术等等数十种稀有技术。罗森倒吸一口凉气，直接就被后面的奖励给震惊了。这么多，而且都是目前大家所没有的东西，更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技术。一旦得到这些，社会将会飞速发展。首先就是身上的这些衣服，每个人都是麻布衣，到时候就可以穿丝绸了，还有5颜6色等等。要每人穿上5颜6色的丝绸衣，绝对能迷死个人。就算不去考虑这些，但前面那些实在的奖励也已经让罗森震惊。首先便是1000把弓箭和10万支箭矢，这些东西不管对谁来说都是一笔庞大的物资。对普通的镇级领地来说，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全军佩戴，就算是数千人的大领地也能组建弓箭兵。而且对于罗森来说，这1000把弓箭到手后就能变成10万把，10万把弓箭啊，这个数量恐怖如斯，根本就用不完，而且还可以倒卖，就算倒卖也能大赚一笔。因为他已经有大炮了，弓箭这种低级武器已经不需要了。
就像地球上超级大国卖武器给低级国家，卖的全是淘汰的武器，自己留着新型武器，哪怕以后发生冲突，在武器上也是碾压。而且10万支弓箭，一经增幅就是1000万支。说句不好听的话，罗森觉得可以用一辈子。另外，最吸引罗森的则是1000银块，他的魔法大炮目前就做出来2门，就是缺少银块。若是能得到这1000银块，就可以增幅到10万块。10万块可以制作50门魔法大炮。50门啊，那是什么概念？完全可以组建强大的炮兵军团。一旦全军出动，别说打人，就是打妖兽大军也不在话下。那是彻底的等级碾压。一旦对别的领地使用，和降维打击也差不了多少。占领一座城池，只是不知道城池的实力怎么样。罗森沉思了一下，就挥了挥手，让妙云和明玉先离开，而后自己就进入了区域频道。他要在区域频道看一下消息，了解一下别人怎么对待这个事件的。一进入区域频道，热议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兄弟们都看到最新事件了吗？看到了，看到了。唉，事件越来越难了，攻打关卡城池根本不可能的好吧？太异想天开了。也不是不可能，城池也有大城和小城的，而且本次事件又没有时间限制，只要能占领就能拿到奖励。不用想，肯定和我们没关系，毕竟一个域也最多也就2-3个关卡而已。对，一般的小域就1个城池，他们肯定会在这次事件中完成统一。中等的域2到3个城池，大域有5-6个城池，反正和我们没关系。不一定哦，肯定有大盟要去占领城池的，但占领城池需要大军，你敢保证大盟不会对你们进行征兵吗？难道你敢不听周围的大盟的话吗？也是，真麻烦。此次事件肯定是为了加快大盟的发展，可怜了我们这些小势力了。谁让我们没本事呢？哎，不说了，我们盟主来信息了，我们总领也来信息了，说是要开始征兵，我也撤了。嗨，想安稳发展一下都不行，我的盟主也开始叫我了，我也要走了。罗森看完众人的聊天，罗森沉思了几秒钟，而后缓缓起身。大家都开始行动了，雷厉风行，那么自己也不能静观其变了。早日占领城池，早日完成任务，继续发展。而且早日占领城池也相当于加快了领地的发展速度。想到这里，罗森来到门外，叫来了赵云，问道：咱们领地目前还有多少兵马？赵云立刻拱手回答道：禀报大人，里阳军师一直在招募领民，咱们领地的士兵目前有5000人，战马600余匹。可以。罗森点了点头，记得距离诸葛亮北伐刚过去5天，如果一切顺利，他也快到达目的地了。当初诸葛亮北伐带走了5000士兵和500战马，领地只剩下3000士兵，转眼间3000又变5000了。这就是资源多的好处，可以不停地购买领民，扩展实力。由于附庸领地都在种地，罗森也不好继续调用他们的人了，于是吩咐道：把李阳、典韦、花木兰、北野、陆西都叫到前厅来，我要开会。是。赵云连忙去办，不敢耽搁。领主大人召集所有心腹统领，定然是有大事商讨，于是再次加快了脚步。看着赵云离开的背影，罗森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站在内院之中。诸葛亮北伐他很有信心，但让诸葛亮带5000人攻城，罗森倒有些不放心。当然，最主要的是肯定有很多人争前恐后的抢夺城池，5000人恐怕不够，自己必须要带人去支援。再者便是，这是第一次与本地城池接触，罗森也想去看看情况，顺便了解一下关外的样子。第155章，向北部增兵。毕竟来到了这个世界，不好好看看大好河山，整日憋在领地，岂不是太过无趣了？想到这里，罗森面无表情，双眼之中闪过一丝光芒，45度斜望天空。微风吹过衣摆，带起地上尘埃。他矗立风中，巍然不动，一股王霸之气也不请自来。大人，起风了！妙云和明玉双双走来，两人拿着一个麻布披风，一人拽着一角给罗森披上。由于身高原因，罗森又站得笔直，两人踮起了脚尖才能给他披好。罗森面无表情，毫无波动道：无妨，区区小风，能奈我何？妙云、明玉，他们俩在罗森背后对视一眼，相视一笑，心中都冒出一个让他们啼笑的想法：领主大人又在装逼了。由此可见，这段日子罗森装逼的样子在两女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人，人都到齐了。很快赵云就进来汇报：我这就来，你们俩也跟着来吧。罗森点了点头，就跟着赵云出去了。妙云和明玉两人也紧跟其后。进入外厅之中，见到罗森出现，众人连忙起身相迎。赵云身为保镖不算在内，而花木兰来到这里后没有进入军营，而是另外成立了女子军团，
成员就是那些武者女人。她们虽然成立了单独的团体，花木兰最要紧的任务是彻底驯服这些女人，让她们成为自己死心塌地的战士。当然，暂时没有训练和任务，都在领主府内干杂活。就目前来说，典韦是领地的军营中唯一一名留守武将，李阳负责处理各种对外工作以及附庸领地的事情，再加北野和露西2名内务衔内助，他们4人便控制了领地的基本运转和安全。拜见领主大人！众人齐齐行礼，男人弯腰抱拳，女人则微微欠身，当然花木兰除外。众位请坐。罗森摆了摆手，坐到了主位之上。2个女兵首领见到花木兰，明显有些惧怕，连忙跟着罗森一左一右站在其后，然后便是北野望和露西坐在2侧，再者就是李阳、典韦、赵云、花木兰等人依次而坐。看着众人，罗森淡淡道：众所周知，在北部有一关卡，是通向隔壁大玉岸流域的入口。如今天下风云再起，关卡城池众人觊觎，都想这儿拒之。前些日子我已经派出诸葛亮进行北伐，清除北方大势力。按照时间来算，他们也差不多要到了。解决了北方势力，我们面对的就是通往暗流域的关卡。一旦占据关卡，便相当于占据有利地形。如果此关被暗流域的人占据，进可侵犯我平原大域，退可据守关卡，一夫当关。所以对我们来说，平原域的关卡有着重要意义。大人，既然天下风云再起，关卡至关重要，属下觉得应当占领关卡，统筹大局。典韦起身，率先汇报自己的意见，而后李阳也起身抱拳汇报道：森哥，属下觉得典韦将军说的有理。大人。花木兰也起身了，恭敬道：属下也赞同典韦将军和李军师的想法。罗森，我也是这么想的。罗森继续道：不过孔明先生5000大军与兽人联盟之战虽然绰绰有余，但攻打大型城池还是略有艰难，尤其是天下群雄四起，风云变幻，会有无数领主抢夺。我的意思是向北部增兵，但领地也要留守士兵，防止敌人侵袭。你们觉得应该增兵多少？这典韦语塞，李阳沉思，花木兰沉默。几秒钟后，花木兰率先说道：大人，属下只需1000人，与孔明军师会合后定会拿下关卡，属下愿意立下军令状，不破玉关不复还。大人，属下也愿意立下军令状，带兵1000人与孔明先生会合。是。好了好了。罗森翻了个白眼，立刻阻止了典韦的话，无奈道：算了，你们一个个5大3粗，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样吧。罗森淡淡道：李阳，我给你兵甲2000，每日所购买领民全部充军，你能守住领地吗？属下保证应对一切危机。李阳信誓旦旦地说道。好，不过我估计也没有什么危机。罗森对李阳毕竟信任，也满意他的能力，但此次远征距离甚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为了领地保险，罗森继续道：李阳、典韦、花木兰听令。属下在。3人站成一排，纷纷抱拳。罗森道：今日起，你们3人留守领地，掌管领地大小事宜，保护领地以及附庸领民安全。我给你留下兵甲2000，魔法大炮1门。明日一早，我带3000兵甲继续北伐。是，属下遵命。3人纷纷抱拳。而后罗森看向北野，道：北野，我之前说过要带你出去看看，就这一次吧，我带你一起北伐，看看平原域大好河山，如何？属下谢领主大人。北野望一脸的感动，连忙欠身施礼。罗森继续道：妙云明玉，属下也在。2人一愣，立刻走到大厅中间，乖巧站立。你们俩带上女兵，随我等同行。是。2人同时回答，声音中满是悦耳之色。他们本就是小野马，在领地这些天从未出过领主府大门，可算憋坏了。如今出门也让他们有些兴奋。露西，你就在领地代理北野的内务吧。罗森最后把目光放到了露西的身上。露西的小尾巴立刻耷拉了下来，连忙起身弱弱道：大人，属下也想去，可不可以带属下一起去啊？你去干什么？这是打仗，不是去玩。罗森郑重地问了一句。露西迟疑了几秒钟，才缓缓说道：大人，属下也是北方来的，属下想回去祭拜一下父母。顿时间，罗森就明悟了，露西是兽人，北方有兽人，那么他的家在北方也再合理不过。既然他想回去祭拜，那就去吧。罗森淡淡道：准了，既然如此，那你收拾一下，明天随军一同出发。谢领主大人。第156章一剑回收。计划敲定后，罗森命令赵云去制作了领地帅旗，每个镇级以上的势力都有自己的大旗，可以分辨是何方势力。罗森不愿随大流，但也觉得这是最省事的方法，可以避免很多麻烦事。帅旗一出，
谁与争锋。于是次日一早，罗森就带着3000大军，在众人的恭送下离开了领地。大旗上只有2个字：太平。这段时间，太平城的名气日益增加，整个平原域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在路上，当别人看到太平2个字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太平镇大军，便会望而生畏。此次出行，罗森带了北野和露西，还有赵云3人同行，女兵也全部带上了。25个女兵与赵云的金甲卫组成了贴身护卫，保护在罗森的马车周围。马车自然是战车改造而成。由于远途出行，而战车是固定地形才能发挥出效果，所以罗森没有带战车，只带了500匹战马，组成了骑兵。离开领地，大军路过领地之外的小溪，这里是罗森抓捕第一匹野马的地方，也是试验魔法大炮威力的地方。当罗森来到小溪处渡河的时候，情不自禁打开了帘子，向周围看了一眼。这一眼不得了，硬是看到了小溪2侧树木被推平的场景。如今的小溪2侧树木被砍伐一空，草地被翻掘，赫然形成了一片片良田。在良田上还有领民在挑水灌溉田地。这一幕让罗森忍不住咂巴了一下嘴。全民农耕已经深入人心，懂得种地的领主们竟然把田地选在了小溪边上，方便灌溉。不说别的，就说这选址的头脑，以后也肯定是个种田大佬。收回目光，放下链子，罗森便靠在了幕墙上，翻起了领主指南，来到了区域频道。北野望和露西在一个马车，妙云和明玉穿上了金甲，守在女性车厢，赵云则守在自己身边。金甲的赠予让2个女将领无比激动，没想到有一天也能和赵将军一样穿金戴银，领主大人竟然对他们如此信任，让他们再次狠狠地感动了一把。区域频道，出发了，出发了，向玉关进发，终于要打玉关了。呜，兄弟，别人去打玉关，你这么激动干什么？我当然激动，玉关打开，我就能出关寻找亲朋好友了。好激动。人家打的玉关都不知道给不给你过。对啊，我擦，怎么回事？兄弟们有没有人发现领主指南为什么不能交易了？能交易啊，我刚才刚交易完。不是，我是说现在不能交易了。对，我也看到了，好像开始禁止交易了。以后在领主指南，大家只能用货币购买东西，不能再以物换物了。什么？用货币？我也看见了，私下交易的入口关闭了，只能在商城挂卖，而且只能卖钱，不能换物。可是我们都没有钱啊，没钱用什么买？难道还要充值不成？兄弟，你真猜对了，商城里确实出现了充值入口，叫做一键充值。简单来说就是充钱，然后买东西。卧槽，这怎么像老马搞的？还充钱？我们哪有钱？妖兽掉的那些铁币太少了。话题忽然转移到了交易的上面，让罗森微微一愣，他也吓了一跳。如果不能交易，那么很多人都会失去物品来源，那可就麻烦了。到那时恐怕只能建立集市，原土交易了，那样太麻烦。不过当看到还有充值入口的时候，罗森也懵逼了。不能交易他还能理解，虽然麻烦点，但好歹能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活跃度。但一键充值，这又是什么骚操作？带着极其怀疑的心思，罗森也翻到了交易页面。页面上一键充值4个小字赫然出现在右上角，而左边挂着的商品也全部都变了。之前都横挂上商品，然后备注上需要什么东西，等待别人来换，但现在已经变成了货币的数量了。战马星号10，价格100金币；战马 X2，价格50金币；战马 X1，价格10金币；牛肉 X99，价格10银币；牛肉99，价格1银币；牛肉99，价格10铁币。看到整齐排列的商品，罗森继续懵逼，这价格不得不说真的很高。就算现在还不知道货币的价值，但根据铁币获得的难度来说，这个价格已经算是无比夸张了。一只战马就卖100金币，天，完全是在想屁吃。就算这人卖到死，估计都卖不出去。咂巴了一下嘴，罗森把注意力放到了一键充值上面了。毕竟大家都没有货币，想要在指南里交易，必须要用货币，这可就是个难题了。第一笔货币从哪里来？恐怕只能从充值中来了。如此想着，罗森就点开了一键充值。顿时间，页面跳转，可以看到储存背包里的东西，上面一键回收以及单独回收2个字样。看到这里，罗森立刻就明白了，一键充值不过是一键回收的伪装外衣。说到底，领主指南竟然要回收他们的资源来产生货币。想到这里，罗森就松了口气。这样的话，最起码大家都能获得货币了，和在地球一样，勤劳致富。想要货币就不停地去挣资源，可以回收，也可以卖钱，拿着钱再去买别人的东西。就是不知道
回收的价格怎么样？罗森沉思了一下，选择了背包里的1斤粮食，点击了回收，想看看1斤粮食值多少钱。叮，估价完毕，1斤粮食可换3枚铁币，是否兑换？出现了一排小字提示，在小字下方还写着另外一排小字，注：回收价格常有波动，永远比市场价格低一部分，最终解释全规指南所有。罗森点击取消，又点击了一把铁剑。叮，估价完毕，一把铁剑可换20枚铁币，是否兑换？价格还算合理吧，不是很坑。嘀咕了一声，罗森就点击了兑换。第157章望远镜，兑换成功，铁币已经发放到空间背包之中，请查收。翻到空间背包，里面却是多了20枚铁币。拿起铁币查看了一下，罗森发现这玩意和妖兽身上掉落的区别并不大，甚至可以说一模一样。点开货币旁边的问号，罗森又看到了一排文字解释和一个兑换入口。1金币等于100银币等于1万铁币，这是货币等级兑换价值。还行，这样的话以后物品就有了价值概念，大家的交易也更加规范了。收起铁币，罗森继续跟领主指南内的人聊天。他现在还不确定东西，所以暂时用不着钱币，反正他东西也多，想用钱的时候直接到商城去卖，大批钱币也会来。而且商城里的价值比回收系统要高一些，回收系统是给那些穷人用的东西，低价回收他们的资源，让本就贫穷的他们变得更穷。不过虽然变得更穷了，但换东西也方便了，而且只要攒够了钱，什么都能买。不像以前攒一辈子木块，人家也不和你换。现在他们可以攒一辈子木块了，攒了木块回收成钱币，再去买就有人愿意卖。虽然压榨了穷人，但也给了穷人希望。不得不说，领主指南的这个细节改变将会改变很多人的一生。有人会借此成为财富大亨，穷人也会更容易活下去，但会沦落为大亨们的奴隶。我刚才看了商城里的东西，真是贵得离谱。对啊，这群人想钱想疯了，傻子才会买。就算贵，也应该只比回收价格贵一点点才对，贵那么多谁要啊？我刚才上架了1斤牛肉，价格绝对公道，只要5个铁币。需要的搜我名字或者搜索牛肉，选择价格由低到高排序就能找到。1斤牛肉，你还在这里宣传，说实话都不够这一句发言次数值钱。我刚才上架了一批望远镜，能看到1000米之外，纯属自制，一个望远镜20枚铁币，要的去搜索。忽然间，望远镜的信息吸引了罗森的注意。打仗行军最需要什么？自然是武器，而望远镜也是武器的一种。没想到有些人竟然连望远镜都能制作。罗森看完，立刻来到了商城，搜索望远镜。望远镜的信息顿时出现了，而且还不止他一家。一眼看去，竟然有8家卖望远镜的。不过就他家的价格低，而且数量多，一只望远镜20铁币，别的价格都在20以上。这让罗森觉得别人都是在他家进的货，想高价卖。这玩意对普通人用处不大，而且贵，要是被正在打仗中的人看到，肯定会疯抢。望远镜可以看到1000米之外场景，放大效果犹如近在眼前，保修1个月，无效退款。看完介绍，罗森就点击了购买。200铁币，是否支付？支付成功。顿时间，罗森买下了他挂出的10只望远镜，背包里的铁币也少了200个。这些铁币是他以前打妖兽积攒下来的，除了留下一部分在仓库，还带在了身上一部分。买完他家的望远镜，罗森又把别人家的都买了过来，共计消费400铁币，得到了15只望远镜。望远镜是单筒的，和婴儿的胳膊长短差不多。罗森拿出一只放在眼睛上，向外看去，数百米外的场景顿时清晰入目，如同放大了一般映入眼帘。这罗森不得不佩服科技的力量，研究出这玩意的家伙在地球上绝对是搞科研的，所以这也是罗森拥有了100倍增幅还不敢托大的问题之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带着地球技能的，有时候遇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在情理之中。大人，大军已经出领土了。赵云在身边见罗森拿着一根棍子东张西望，便指着不远处的界碑说道。罗森拿出一只望远镜递给赵云道，试试这个。这是什么东西？赵云一脸疑惑。罗森笑道，试试就知道了。赵云这才接过望远镜，学着罗森放在眼前东张西望了起来。我去，好清晰啊，远处的东西就如同在眼前一样，好神奇。赵云一边看一边发出震惊的声音，像个好奇宝宝。罗森也似笑非笑的耐心解释道，这玩意有放大功能，能把远处的东西放大。这么神奇的吗？领主大人真厉害，不知道太阳放大后是什么样子。说着，赵云便拿着望远镜直接对着天空的太阳看去。这东西
吓了罗森一跳。别！但话还未出口，赵云就发出了一声惨叫。啊！好刺眼，刺得我是生疼。顿时间，赵云就移开了望远镜，再看罗森时的左眼已经略微红肿了起来，一滴眼泪从眼角溢出。大人，太阳好刺眼，我差点瞎了。赵云的声音中带着无限的委屈。罗森，这一刻，罗森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他也太莽了吧，竟然敢看太阳！幸好赵云是大武师，眼睛只是红了一点，要是普通人这么看，绝对会瞎。罗森无奈道：“这个叫做望远镜，看到镜片没有？它会把东西放大，看太阳相当于提高了太阳的温度，人眼脆弱，当然受不了。还好这是小镜片，要是再大点，恐怕你眼睛都要瞎了。以后可要切记不能乱看啊。”罗森语重心长。赵云听后心中一惊，立刻明白了问题所在，连连点头。而后罗森又掏出10个望远镜，道：“给后面的马车送几个，你自己留几个军用。记住，一定要嘱咐他们，教导他们正确使用。”是。赵云接过望远镜，就立刻去了。罗森叹了口气，但又没有任何办法。如果自己告诉他眼睛疼是因为镜片聚焦，他肯定会问聚焦是什么意思，所以自己才没有给他正确解释。不过只要知道危害，记得避免就行。原理懂不懂已经无所谓了。当后面那辆马车上的北野望和露西拿到望远镜后，两人特别惊喜，也像刚才的罗森一样到处东张西望，而且压根就不知道腻，一直看到晚上。他们要扎营休息了，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第158章埋伏。此时的大军已经来到了200里外，天色暗淡，太阳下山，大军正在安营扎寨。日行200里已是目前必经快的速度了。众人下了马车，聚集在火堆旁。露西和北野还在拿望远镜看。咦，露西，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人？我刚才好像看到有人影在树林里藏着。我看看。露西也拿着望远镜去看。不过由于太阳下山，可是距离变多，露西看了半天，最终也确认了下来，疑惑道：“好像真的是人，而且有好多啊！他们躲在草丛里，身上也铺着草，是在伪装。”听到露西的话，篝火边上的众人全部大惊，罗森和赵云更是直接就愣住了。两人心中暗道不好，立刻拿出了望远镜，全部向着露西和北野看去的方向看去。几个身上盖满了绿色杂草的男人趴在草地之中，伪装的无懈可击。如果不用心看，真的看不到那里竟然藏着人。罗森立刻向边上看去，果然在边上爬满了人。继续往远处看去，在远处同样趴伏着很多人。依稀之间，罗森还看到了熟悉的面庞，正是多日之前争夺牛群时所遇到的大汉血洗天。隐藏的士兵距离罗森最近的地方不过800米之远，这要是对他们进行突袭，绝对会阵脚大乱。收起望远镜，罗森和赵云顿时一眼，全都明白了对方内心所想。被盯上了，夜里可能会有突袭。两人眼神转了转，赵云立刻起身，开始亲自掌管大军进行安排。当然，这一切都在正常的进行，完全看不出任何端倪。军营的人该扎营扎营，该做饭做饭。从外表看，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但暗中赵云已经全部通知，让他们留下心眼，准备应对伏击了。大人，那里面藏着人，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查看一下？北野望也意料到了不好之处，在罗森身边小声地问道。罗森立刻道：“嘘，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自有应对之法。先吃饭吧。”说罢，他就拿出烤好的肉块，分给两女吞食。两女吃完肉，喝了水，就跟着罗森钻进了扎好的大营之中了。大营是木块堆建，上面盖上了麻布的简易房间，看上去和蒙古包类似，但比蒙古包还简陋。一进入房间，就看到了妙云明玉以及女兵们严阵以待的样子。大人，女兵们抱拳施礼。罗森点了点头，道：“按计划行事，熄灯吧。”是。两女来到边缘，吹灭了火把。北野望和露西两女不敢多问，主动走到床上休息去了。而罗森则坐在床前的地毯上，席地而坐，面对矮小书桌。黑夜中完全看不清帐篷内的场景。领主入睡，其他士兵也纷纷进入帐篷入睡，只留下一些守夜的人在赵云的安排下昏昏欲睡。时间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森林之中隐藏的深夜开始动了，缓缓从地上爬起来，握紧了手中长剑，猫着腰向着军营靠近。刘峰兄弟，你好像有点怕。三个身影从更远处的地上爬起来，互相对视。是有点怕，毕竟我与太平城无冤无仇，今夜彻底就要成为死敌了，实在有些担心。这三人正是周围的数百里内的大盟，分别是血煞盟血洗天、阴阳镇阴苍天、流风盟流风。哼，虽然不是敌人，但太平镇一直在扩张，无数领地投奔于他，他又出兵北伐，
想南北夹击吞并所有势力，我们早晚会成为他们的目标，不如先下手为强。对，苍天兄弟说的没错。自从上次一别，我就感到了来自太平镇的压力。他们蜗居在城池内，我们无可奈何。今天他们领主亲自率军出现，正是天赐良机。正所谓成王败寇，今日我们3家联手，倾巢而出，共计4、5千余人，4000多打3000，又是夜袭，他太平领主就算手段通天，今日也难逃一死。刘峰兄弟放心，今日万无一失。冲吧！血洗天和阴苍天语言更加坚定，率先猫着腰向大营冲去。刘峰见此事已成定局，只好咬牙跟了过去。哒哒哒，在埋伏的大军靠近大营的时候，几个守夜的士兵暗中对视了一眼，交流了一下眼神，都觉得距离差不多了，随后便忽然起身，装作清醒，忽然发现危险的样子，大喊道：夜袭！夜袭！顿时间，几十名守夜士兵全部起身，一边大叫，一边向着大营内跑去。3大势力的头领发现泄露踪迹，于是纷纷拔剑大喊道：杀呀！3人带头向着大营杀去。他们距离大营已经很近，就算被发现，别人也要穿衣服起床，根本来不及反应，所以他们信心十足，跑得飞快，想趁着士兵们熟睡还没有彻底清醒过来的时候，把他们斩于床上。杀杀杀！冲啊冲啊！杀了罗森，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大军像打了鸡血一样冲进帐篷之中，顿时间，帐篷里就传来了各种惨叫和呲溜呲溜的捅刺声。啊！扑哧扑哧，擦溜擦！混乱的动作加上单方面的兵器入体声，让3大首领满脸笑意。3人对视一眼，心中乐开了花。哼，原来太平城也不过如此。兄弟们，咱们崛起的时刻到了，前面那个就是罗森的帐篷，咱们一起冲进去，亲手砍死他。血洗天和阴苍天依旧带头，刘峰也安心了许多，紧跟其后。3人带着几十个士兵，很快就冲进了罗森的帐篷之中。只不过带头的2人刚刚掀开帘子冲进去，就感到了腰间一阵生疼，而且伴随的还有一阵噗的声音。噗！血洗天和阴苍天2人的身影顿时僵住了。原来在入口两侧竟然站满了金甲士兵，而且他们手中的长剑赫然已经插进了他们的腰间，厚重的铁剑就像豆腐一样脆弱。2人低头看去，顿时心如死灰。轰！火把点着，帐篷里也亮了起来。场面出现，直接让2个首领彻底死心。尤其是两侧的金甲卫，在这一刻还把金剑从他们身上拔了出来。哎呀！卧槽！2人疼得当场打了个激灵，爆出一句粗口。第159章解决3大势力。但长剑拔出，比留在他们身体里造成的伤害还要大。鲜血从口腔溢出，他们连忙捂住自己腰间的伤口，疼得面目狰狞，疼得不敢乱动。你竟然埋伏！嗨嗨！噗！我们上当了。2人忍住腰间的疼痛，身子晃了晃，再也站不住，瘫坐在地上。殷红的鲜血从手掌间溢出，侵染大地。在外面的跟随还没有及时进来的刘峰，被帐篷内忽然亮起来的灯火给吓了一跳。再看周围的帐篷，更是全部蹭蹭蹭的亮起了火把，心中顿时暗道不好，连忙大叫道：我们被埋伏了，快撤！但此时已晚，无数士兵从帐篷里冲了出来，把夜袭仅存的士兵团团围住。尤其是2位同伙冲进去的帅帐之中，更是冲出了一群金甲卫和一群女兵。再看他们全军带甲，整理的一丝不苟，刘峰顿时就知道自己被坑了。原来人家一直没有睡觉，就埋伏在帐篷里等他们送上门来呢。怎么办？怎么办？身边的人都互相紧张。跟在3位头领身边的人，大部分都是各个领主，因为他们这些人基本都是领主组成的同盟。盟主征兵，他们无法拒绝，但为了自己的兵不送死，不减少自己领地的实力，很多领主也都选择跟随大军出征。所以刘峰身边跟着的士兵基本都是各个小领主。杀出去，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刘峰紧握长剑，但身后的领主们却都不敢乱动，尤其是包围圈越来越小，密密麻麻的人群把他们和其他士兵彻底隔开了。他们没有任何信息能冲出去，出发外面的士兵能够向里打，两方里应外合，还有一线生机。这个时候，罗森缓缓从帐篷中走了出来。刚才那俩领主被插了一剑，在临死之前交出了各自的领主指南，想希望罗森给他们包扎伤口。不过他们都夜袭罗森了，罗森难道还要救他们吗？所以罗森收了领主指南，就没管他们俩了。结果2人躺在地上的血泊之中，很快就嗝屁了。见到2人嗝屁，罗森也就亲自出来了，因为属下汇报，外面好像还有一个大领主，还不投降。罗森站在帐篷门口，身边跟着赵云，面无表情地看着刘峰以及各个领主，声音极其平淡，毫无波澜。见到罗森的面容，刘峰愣了一下，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太平城的领主，不由得被罗森的年轻帅气和霸气给小小的震惊了一下。毕竟如此年轻就有如此实力，不容小觑。他握紧了长剑，看了看罗森背后，不见有人出来，艰难地吞了一口唾沫，颤抖道：“我的2个同伴呢？你把他们怎么了？”“你说的是血煞蒙血，血什么来着？”罗森侧头看了一眼赵云，赵云连忙提示道：“血洗天。”“对，血洗天，还有阴阳阵阴苍天，他们俩已经死了。”罗森语气平淡，却在刘峰心中激起滔天波澜。“什么？死了？”他惊呆了，只感觉脊背发凉。“你要是还不投降，我就让人动手了。来人，把他们全部砍死！”罗森微微摆了摆手，直接让刘峰和身后几十个领主汗毛都炸了。生死之事就这么不值一提吗？不等刘峰说话，其余领主纷纷丢掉兵器，连忙大喊道：“等一下，等一下，大人，我投降！我是呕吐领地的领主，我可以让我的兵全部投降。”“哦，让他过来。”罗森点了点头。其他人见状，纷纷丢掉兵器，大喊道：“大人，我也投降！我是1穷200领的领主，我也投降！我是……”众人纷纷投降，现场立刻只剩下了刘峰。刘峰这个中年大叔的腿不停颤抖，但是已至此，也只有投降一条路，于是和其他领主一样丢掉武器，开始投降。很快，这一群头头就被罗森控制了起来，而远处的阵营之中，喊杀还在继续。虽然他们有4000多人，罗森只有2000多人，但刚才的一波埋伏让他们损失了不少人，此时正在一边倒，眼看就要抵挡不住彻底溃散。于是在罗森的命令下，刘峰和几十个领主立刻出现在战场之中，让所有人放下武器投降。见到自己大人投降，他们带来的人也纷纷放下武器，而血煞盟和阴阳阵的兵更加无力阻挡，也跟着投降了。很快，整个局势彻底被控制，所有士兵全体缴械，领主彻底集中在罗森帐篷之前，等待发落。这次夜袭是谁组织的？站出来说说吧。罗森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前摆放了一个桌子。北野、赵云、陆西等人站在罗森身边，气势威武。众多领主跪在地上，颤颤巍巍。大人，是两盟一阵发出的，其他2个领主已经死了，就是刚才从大人帐篷里抬出来的2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一个领主飞快地指认刘峰盟盟主刘峰。刘峰顿时就打了个冷战，连忙道：“是我，请大人恕罪，我愿意带领全体领民臣服在大人帐下。”呵呵，罗森冷笑一声，淡淡道：“我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们却想着害我。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砍了。”是。2个金甲士兵立刻上去，一人摁住刘峰一条胳膊，就把他拖走了。刘峰吓得那是屎尿齐出，顿时间裤子内就从传来了阵阵恶臭，恐慌地挣扎着大叫着：“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声音越传越远，噗嗤，一道切西瓜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喊叫声消失，让众人齐齐打了个激灵。“大人，大人饶命！我等愿意效忠大人，将功赎罪。”“是啊，是啊，请大人开恩原谅我等势单力薄，被两盟一阵要挟，被迫行之，请大人饶命啊！”几十个领主代表着几十块领地势力，吓得不停磕头求饶。罗森淡淡道：“你们都出自3大领地，谁在大领地有一定话语权？出来说话。”“是，我是血煞盟盟友，在血煞盟有一定话语权。我是阴阳阵附庸领主，在阴阳阵也略有地位。我是刘峰盟成员。”3个人颤颤巍巍地爬了出来。第160章，分封3大镇。3个略有身份的人颤颤巍巍地爬到罗森面前，报告着自己的身份。这3人在各自的阵营周围都有一定的实力，虽然不强，但也不弱。如今头头被杀，他们只想着能逃过此劫。虽然很害怕，但也不敢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因为周围还有别的领主，万一有人出卖他们，他们可就百死难逃了。倒不如大方承认，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看着3人求饶的样子，罗森没有第一时间说话，而是盯着他们沉思了起来。这些人杀了他们，远远不如留下的用处大。罗森就是在考虑该如何留下，是收领主指南放走，还是让他们回去收揽剩余势力臣服自己。罗森思考了一会，脑海里忽然想起一个片段，是他曾经在电视里看到过的片段。片段里讲的是郡县制度的由来。此事起于秦灭6国，秦始皇进行分封天下，召集大臣询问对于远距离的疆土派哪个儿子去当王镇守。大臣纷纷议论，直到李斯站出来劝阻了始皇帝。李斯说，封王虽好，但多代之后血缘关系单薄，难免会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不与朝廷一心。就像春秋7国始于周天子封王，最终互相征伐。于是李斯提出了郡县制度，一直沿用到了后世。想到这里，罗森脑海里顿时就有了主意，
对着三人淡淡道：“臣服我，你们有资格吗？”大人，请问需要什么资格？我们一定去办，上刀山下火海，绝不推辞。三人见自己不是必死，于是激动的纷纷表态。不过对于他们的鬼话，罗森可不信。他们现在为了活命，什么都愿意做，自己让他们下火海能愿意？不过自己也不需要他们下火海。罗森淡淡道：“我要你们回去收服残余领地，重新建起原有势力。当然，你身后那些人会拥戴你们，帮助你们的。”会，是，大人放心。身后那群人见自己也有活命的机会，也立刻表态。罗森见状，淡淡道：“血煞盟改名为血煞镇，流风盟改名流风镇，阴阳镇还叫阴阳镇。你们回去后，以我太平城名义收拢残部。另外，我封你们三人为镇长，其余人分别为副镇长。以后你们就是我太平城的人了。若遇到事情，可请求我城相助。”什么？让我们当镇长了？死！这是真的吗？顿时间，领主们全体震惊。他们以前都是别人的属下，如今竟然自己翻身做主人了，而且还有太平城相助，这简直不要太爽！谁说臣服只有压榨？臣服还有高官权力呢。有了太平城的名义，他们做事也会更加方便。收服残部的时候，人家听到他们都臣服太平，肯定不会有反抗。毕竟老大已死，他们当立。谢领主大人，属下遵命。属下一定收服所有残部，为大人效力。属下也会辅助镇长大人们坐上镇长宝座。众人再次表态。罗森满意的拿出领主指南，淡淡道：“过来滴血认主吧。”而后众人开始排队滴血认主。滴完血，这些人就成了罗森的附庸领地领主，可以看到他们的人数便会极其忠诚度。至于罗森为什么自己不去吞并，原因很简单，距离太远，吞并了就要驻扎兵马，太消耗了，不如直接建立城镇中心，以后统一就方便了。城镇中心就相当于快递的集散中心，就算有人侵占，也能快速聚集兵力抵挡，亦可以拖住向总领求援。周围有小附庸领地被侵占，也能快速从城镇中心出兵。如果不出兵救援，就去问罪，这也是控制他们的有效方法，比直接吞并省心多了。反正自己迟早要统一大域的，现在吞并懒散的领地，浪费时间而已。至于罗森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同样也有原因。因为他发现领民的信仰之力无法对他的实力进行提升了，他的信仰之力已经达到了1万人以上，基本都来自于自己的领地和种田的附庸领地领民，但他一直保持在武士巅峰境界，根本没有突破的痕迹，这让罗森怀疑境界到达了信仰之力的顶峰，觉得靠人数无法提升了，所以才这么做的。就是再去吞并，让他们对自己产生忠诚，那也无法提升实力，就没必要去挨个收服了。到时候统一大域，大域之内只有自己一个势力说的算，然后实行郡县制度，中央集权，直接就握住了整个大域的权力，反而更加简单有效。看来以后只能靠自己修炼了。罗森嘀咕了一句，便回到帐篷休息去了。士兵们在危机解除后，也纷纷回去休息，等待第二天继续出发。罗森和北野住在一个帐篷，露西和妙云明玉住在一起。毕竟在外远征，就算罗森和北野住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行动。大家靠的人如此近，被别人听到多尴尬，所以只能采用一些静音之法。次日一早，大军继续出发。这天下午，大军就来到了距离太平城400里外的一片区域。这里硝烟弥漫，到处都是残垣领地，甚至罗森等人经过好几处领地，都发现里面荒废了许久，还有领民的尸体，臭气熏天。可见这里的战乱有多么恐怖。而这里正是曾经的幻剑联盟地盘范围。这一幕幕看的士兵们都心生感慨，有一个强大的领地庇护是多么的幸福。罗森也掀开了帘子，坐在马车上看着四周，远处还有黑烟飘过，不用想就知道肯定是谁的领地被烧了。哗啦啦啦啦！就在这时，一群人从正前方冲了过来，他们鲜血淋淋，衣服破烂不堪，连跑带爬。我们完了！悲痛的声音传来，几十个灰溜溜的人影站在原地。与此同时，四周的森林里也奔出了很多士兵，向着他们围去。只不过这一刻，众人都发现了罗森大军的存在，全都愣住了，愣是在森林边缘不敢前进一步。大人，怎么办？等等，快看马车上那个人！第161章，战火纷飞的幻剑领地。带头逃跑的人愣住了，不可思议地看着马车上的罗森，震惊道：“快看，他是不是太平城的领主？”大人，真的是他！没错，就是他！上次就是他把我们抓过去的。属下也震惊地看着罗森，而后两人立刻丢掉了手中兵器，向着罗森奔来，一边跑一边大声哭喊道：“总领大人，总领大人，站住！你们是何人？
军队立刻拦住了两人。那人连忙道：“军官大哥，我是太平城的附庸领主啊！大人，求大人救命！”说罢，他还朝着罗森大喊着。罗森一脸平静，看出了现场的局势，这个人确实是他的附庸领主，曾经跟随幻剑联盟攻打自己，结果被灭被抓，而后被抓的领主都附庸在了自己城下，并且拿出了赎金把自己赎了回去。这次几天没见，没想到竟然被人追杀了，看来这里的局势确实慌乱不堪。不管怎么说，这人也是自己的附庸。罗森立刻摆了摆手，淡淡道：“让他进来。”士兵们得令，就把那人放了进来。那人头发胡子上满是泥垢，身上脏兮兮的，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战斗。他激动地向着罗森走来，结果走得太着急，摔倒在地上，而后又连滚带爬的爬到了罗森的马车面前，可怜巴巴哭诉道：“大人救命啊！呜！他们是来追杀你的。”罗森面无表情地看了看远处森林中犹豫中的士兵，问了一句。附庸领主颤抖地哭诉道：“呜呜，大人，属下绝对没有惹事，是他们这些残余都想互相吞并，到处抓领主，属下的领地也被毁坏，其他附庸领主死的死，残的残，希望大人能够为我等做主啊！”“哦，你倒是说说，这边局势如何，势力分布如何？”罗森继续问道。“做主也要搞清楚这边的实力分布以及势力动向。”附庸领主立刻给罗森解释了起来。“大人，自从幻剑联盟解体后，附近的领地有很多人揭竿而起，组建了其他联盟，目前都是数百人的小联盟，大概有6、7个之多，占据防御100里范围，而且还不停在向外扩张，霸占周围领地，追我的3家合伙小联盟，在清扫周围领地。”在附庸领主和罗森解释的时候，森林中也走出了3个领主，看模样像是头级别的领主。3人一阵交头接耳，而后走出一人，对着罗森大军喊道：“不知哪位领主路经此地，还请不要插手我等之事。”“呆，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和我们领主大人如此说话！”赵云一声大喝，声震300米，震得众人耳根发懵，暗暗心惊。“这位将军，我们无意冲撞你们领主，只是这人和我们有恩怨，我们必须要抓他回去。”那人心中一惊，语气客气了几分，尤其是赵云以及周围士兵的精甲，更让他不敢得罪。他心中也在想，大人物路过，定然不会管他们，所以才会进行讨要。因为每一个领主指南都是珍贵资源，他们都不想放弃，但不成想却惹怒了这位将军，所以此刻态度变得无比客气。赵云把目光看向罗森，罗森此刻也听完了附庸领主的汇报，按照他的意思来说，就是附近很乱，7、8个残余各成一方势力，吞并其他个体户，而且还在扩大范围。这7、8个小盟，每一个盟都发展了数百人，加在一起比幻剑联盟鼎盛时期还厉害，只不过很分散而已，都不服对方。你放心好了，你是我的附庸领地，我当然要救你。罗森点了点头，满目和蔼地看着附庸领主。附庸领主立刻就感激涕零，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动，因为在太平城的日子让他了解到了罗森，心中也更加相信罗森的为人。他感激的甚至想亲吻罗森的鞋子来表达自己的敬意，只可惜一个在地上，一个在车上，够不着。多谢总领大人，属下没齿难忘。他重重的叩头。行了，带你的人先去一旁看着吧。摆了摆手，罗森看向赵云，淡淡道：“子龙，把他们全部拿下。”是。赵云得令，立刻就拔出了金色长剑，对着森林中的人群用力一挥，大声喝道：“杀！杀！”士兵们如同一窝蜂一般向着众人冲去了。顿时间，森林里装备垃圾的士兵们就吓了一跳，怎么办？他们杀来了！3位盟主大人，要打吗？打你大爷啊！快跑！3位盟主立刻带头逃跑。面对穿金甲的大人物，他们根本没有敢抵抗的心思，只不过逃跑是多余的，他们这些人根本跑不过整日训练的太平军队，很快就被追上，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远处，马车上，罗森看了看天色，已经是下午时分，虽然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但在行军也走不了多远，于是对着一旁瑟瑟发抖的附庸领主摆了摆手，道：“带我们去你领地吧，今晚我们要休息整军。”是，大人请跟我来。附庸领主立刻小心翼翼地在前带路。虽然赵云携带大军冲杀去了，但罗森身边还有很多骑兵和数百步兵，依然是戒备森严。很快，大军就在附庸领主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处平坦的领地，幕墙矗立，但很多幕墙都倒了，大门也完全破碎，院子里更是有火烧过的痕迹。简单来说，这家领地已经快成废墟了。好在地势平坦，一眼可望千米。大人，这里便是我的领地了，家里也没什么粮食了，属下也没有东西能够招待，请大人见谅。附庸领主小心翼翼地跟在罗森身边解释。罗森下了车，就站在草地上吹风，
任由其他士兵安营扎寨。北野望和露西以及妙云明玉纷纷跟在罗森身边，一男四女，外加几个金甲士兵和卑躬屈膝的附庸领主，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罗森背着双手看着远处的山头，淡淡道：“无妨，我看此处地势不错，确实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也是进入北部关卡的中枢路线，怪不得这么多小盟争夺。”第162章，再设幻剑阵。大人说的没错。附庸领连忙道：“周围100里，左侧有幻剑山，以幻剑联盟起的名；右侧有断背山，是断背兄弟战死的地方。断背兄弟是附近第2大盟，有2个男人组建，被曾经的幻剑盟军师设计害死的。”附庸领主一一解释着周围地形。只不过听到军师2字，罗森也明显一愣，看来很多人早就有军师了，于是好奇道：“那军师还活着吗？很厉害吗？”大人，那军师是个女人，冰冷的和块石头一样，特别阴险，叫沈潇潇。听说她偷了幻剑联盟残部的马跑了，下落不明。什么？沈潇潇？罗森一阵错愕。附庸领主连忙道：“是啊，怎么了大人？难道大人认识沈军师？”算是认识吧。罗森的脑海里冒出了沈潇潇的样子，那是一具完美的胴体，没有一丝赘肉，在自己面前吓得花容失色。想起他并着腿努力遮挡的样子，罗森就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看了看身边听到自己主子名还依然面无表情的妙云和明玉，罗森更觉得好笑了。原来沈潇潇还是别人的军师，就那头脑还能当军师，还能成功实行阴谋诡计，那俩断背兄弟该有多笨啊！罗森摆了摆手，让附庸领主退下，自己拿出领主指南，在附庸群内发出了一句消息：坐标 XXXXXX， 曾经的幻剑联盟领地范围，所有靠得近的领主全部带兵过来，本领主在这里等你们共同商讨统一大业。收到，遵命。是。群里立刻多了7个人回复，甚至还有人受不了战乱，向罗森的领地方向逃的都逃了几10里外了，看到消息后无奈只能再次赶回来。当然一些死掉的领主就没法恢复了，虽然他们曾经是幻剑联盟的人，但幻剑破碎，大势已去，这次回来全都沦为别人的猎物了，尤其是支付了昂贵的赎金，更难发展起来。天色逐渐暗淡，火把升起，插在各个角落，照明黑夜大地。大地一阵颤抖，赵云带着大军回来了。密密麻麻黑压压一片人，压着无数的俘虏回到了阵营之中，彻底惊呆了附庸领地的领民们。这就是总领的实力吗？果真恐怖如斯。在附庸领民的注视下，赵云带着20多个被抓的领主来到了罗森面前，跪下。赵云一声呵斥，士兵们直接就把领主们按在了地上。大人，一共斩杀敌军600，抓获领主27名，其中有3人是盟主。赵云一一汇报战况。罗森点了点头，道：“很好，把他们3个拉出去砍了。”是。赵云一挥手，上来几个士兵直接就把3个盟主拖了出去。啊！3个盟主吓得屁滚尿流，生死面前顾不得体面，大喊大叫道：“饶命！饶命！”噗嗤，手起刀落，3颗人头落地，直接震慑全场。处决完毕，罗森把目光放到了其余的领主身上，淡淡道：“我是太平城领主罗森，从今以后，两山之间所有领地列入我的领土，归我管辖。”是，遵命遵命。众人连忙点头，生怕点完了就会人头落地。既然大家没有意见，那我就正式宣布，此地为幻剑阵，镇长暂时由赵云将军担任，你们配合他重塑秩序吧。罗森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众人无敢不从，立刻点头表示一定配合。而后罗森便拿出领主指南，继续道：“过来滴血认主。”众人听话的排队滴血，成为了罗森的附庸领地。虽然附庸，但领主指南可关不了他们的忠心，只能看到他们的领地信息，所以罗森才留下赵云重塑秩序，建造乡镇中心的。而且他还通知了附近的其他附庸领地，到时候会配合赵云进行统治。搞完这些，各大领主就被聚集到了一块，在罗森的命令下，调集兵交出了领地大部分士兵，这些士兵全部扩展到赵云手下。赵云连夜开始征伐更大凶名远播的联盟，进行半夜斩首行动。罗森的兵加上这些领主的兵，一下子就多凑了近1000人。赵云带着他们的1000人，加上自己的2000人，斩首各大盟，只是时间问题，完全不存在实力问题。次日睡醒，赵云也回来了。方圆几10里，名气比较凶的盟主全部斩首，并再次收拢领地数十家。而且在罗森的号召下，早先就附庸的附庸领地领主也都带人来了。他们在此地聚集的实力再次提升，就算不算罗森带来的3000人，这里也聚集了附庸的士兵1500人。把附庸领主全部叫过来，罗森对他们开了一次会议，吩咐道：昨夜斩首
只斩首了附近的势力，但没有近忧必有远虑，所以两山之间的大势力必须全部收服。你们这些人要全力配合子龙将军收服周围势力，并建立乡镇中心。是。众人齐齐回答。罗森继续道：子龙，你收服周围势力后，记得扩建一个镇级领地，组建成换建的中心领地。另外，我给你留500人，再加上他们的500人，也够用了。若是谁敢不从你的命令，可先斩后奏。是。赵云立刻拱手。而后罗森起身道：行了，解散吧，我们大军继续出发。于是在众人的目送下，2500人的大军继续踏上了征程，一路向北。这一次，北野望以及陆西和罗森同乘了一座马车。陆西和北野望对罗森这2天的做法很不解，在一旁疑惑地问道：领主大人，为什么要帮助别人建立乡镇啊？这样别人要是做大了，会对我们产生威胁的。是啊，我在部落的时候，兽人都是灭了人家部落，或者全部奴役起来，只有这样才会更强大。陆西也在一旁接话。罗森轻笑了一下，他们俩确实不懂。如果自己没有经历过9年义务教育，恐怕自己也不懂。第163章寿山秘密。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建立统一的聚集中心，任命忠诚的属下进行掌管，并压缩领地实力，这样才会长久下去。以后需要人的时候，就从地方政权里调取，需要什么东西，全部对地方争取征收。这种流程简直不要太爽。反正领民目前也无法继续提高实力。罗森微微思索了一下下，便开始了对他们的解释。我这是建立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度。建立乡镇是为了收拢周围领地，提升当地实力。首先单独的个体是领地，领地上面是乡镇，乡镇是领地的集权所在，也是调度中心。控制乡镇就相当于控制周围所有小领地。还有就是乡镇虽然暂时归属总领管辖，但随着以后的乡镇势力变多，还要再进行一层的划分，也就是建立更大的权力中心。我已经起好了名字，更大的权力中心叫做郡，郡之上还要有省权力中心，而总领是所有权力的中心。村中设乡镇，乡镇设郡城，郡城选省会，省掌管郡，郡掌管镇，镇掌管村，而我管天下。死！两女顿时倒吸一口冷气，没想到罗森的志愿竟然如此庞大，这种层层分布的细节简直完美的无可代替，让他们再次对罗森产生了极其崇拜的心理。两女的双眼都开始放光了，觉得领主大人真乃天神下凡。当然，如此认为的还有马车两侧的妙云和明玉二女。赵云不在，他们2人贴身保护罗森的马车自然是听到了罗森的解释，心中对罗森的观感再次大幅度改变，直线上升到了崇拜的地步。两女在马匹两侧对视一眼，都难掩眼中的崇拜之色。金甲贴身，身材凹凸，马匹之色做得笔直，凹凸有质有感，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2人对视相互一笑的时候，更是让周围的士兵看傻了眼，哈喇子流了一地。大军一路向北，不知不觉又是2天时间过去了。罗森带着大军终于出现在了距离领地800里外的北部地区。这里树木稀少，草地居多，一眼看去，沉浮大地尽收眼下。周围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山坡土丘，标志着他们来到了另一块区域。大人快看，远处有人放牛！放牛的少年里竟然有个牛头人！北野望连连惊讶，他一手掀着帘子，一手捂着小嘴，特别兴奋。这里的兽人和人类这么和谐的吗？罗森面无表情地看着，大军没有停留，依然在走。露西见状，解释道：其实兽人中分很多小部落的，这些小部落和人类都在和睦相处，不和的是兽人王庭和人类大势力。大势力要争夺资源地盘，所以无法互相容忍对方。尤其是人类的大势力，一旦军事强悍，就会抓捕兽人，奴役兽人。当然，他们连自己的同族也奴役。看着人兽相处的场景，露西没有惊讶，也没有不满。他对人兽之间的事情早就看透了。露西，我一直都很好奇，你的家是哪个部落？是不是也在这里？为什么会跑到中部地区呢？这可是相隔了800里呢，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跑这么远呢？北野望此刻也收回了目光，抓住了露西的小手。2人的声音清脆动听，罗森轻轻闭着眼睛，听他们俩诉说着从前。露西也眼望天空，回忆起了从前，悠悠说道：在北部的兽人部落中，有一个大型兽人部落，里面生活着无数的兽人。他们位于边境大山之中，常年隐居不出，不问世事。牛头王威名远播，统治着兽人部落，手下的兽人也安居乐业。直到有一天，牛头王重病，狗头人首领发起了造反，他们打入王庭，杀了牛头王族，并斩杀了很多牛头人，成为了新的王。不过牛头王掌管王庭多年，也有很多忠心耿耿的属下，这些属下带着仅有的族人逃离了王庭，不过却在逃离过程中陆续死去。渐渐的，
逃离的队伍由几百人变成了几十人，几个人最终只剩下几个小牛头人和一个小猫女。猫女虽然贵为公主，但在逃亡的队伍里，她的年龄却是最大的。那些护送她逃跑的长辈全都战死，她便担负起了饲养年龄更小的牛头人的责任。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猫女带着的小牛头人也越来越少，最终只有2个扛过了追杀、饥饿、疾病，活了下来。但为了保险，不被狗头人找到，她便只能一路向西，寻找能够生存的地方。听完露西的话，北野望脸上一阵心疼，看着她，眼中充满了怜悯。你就是那个猫女吧？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不易，不过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谢谢北野姐姐。露西不住的点头。罗森在一旁也轻飘飘的问了一句，道：兽人王庭实力怎么样？啊，实力挺强的。王庭部落由10几种兽人组成，全体成员有2万多人，而且还有强悍的牛头军战士。露西一一解释道。不过领主大人不用担心，兽人王庭从不下山。哦，山下资源丰盛，为何不下山？罗森疑惑地问了一句。露西立刻道：因为这是先祖的遗嘱。据说先祖是半神的存在，可战天动地，后来寿元干枯，死的时候在山巅留下了一道考验，只有度过考验就能得到他的纯净血脉，而且只要得到血脉就能统治整个兽人部落，并解除下山的规矩。部落的人一直都在想办法得到先祖血脉，大部分兽人都是很守规矩不下山的，不过也有小部分人会偷偷下山。原来如此。罗森点了点头，不由得想着，这个世界真有半神的存在吗？不过大家都能修炼，有半神似乎也说得过去，但半神也会死吗？罗森沉思了一下，继续道：你是兽人公主，是不是只要你得到先祖血脉就能重新统领兽人了？是，不过我小时候没有上过山，因为根本没有人登过山巅。还有就是兽山是兽人静养之地，层层把守，我一旦出现必会遭到狗头人抓捕，想重新夺回王庭大权，难上加难。就算我成功到达山脚，恐怕也登不上去。第164章人兽集阵。露西声音幽怨，听得罗森怔怔入神。他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让他感兴趣的是兽山和山上的血脉。血脉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还能继承？登山有多危险？还是说设置了阵法进行阻拦？作为一个新世界的青少年，罗森对这些东西充满了向往。修炼者有，但就算是达到了大武师境界，也飞不起来。难道人真的能通过修炼飞起来吗？想到自己手下的魔法师，还有自己的亡灵魔法，竟然能以魔力为媒介召唤风云骷髅，似乎一切又没有那么难解释。罗森沉思道：等我占领玉关，我带你去兽山，我倒是想看看血脉这玩意到底是怎么继承的。啊！露西一愣，满脸不可思议。真的吗？这……露西呆呆地看着罗森，眼中充满了无奈，很是不可思议。他知道罗森领地的实力虽然不强，但胜在武器种类繁多且威力强大，而且还有几个很厉害的属下。虽然和兽人部落对抗还不够，但护送到他到兽山脚下，应该还是没人阻拦的，因为他也是兽人。丢失王权是因为狗头人篡位，其他的部族就算还拥戴狗头人，但也不会在强大的人类领主面前阻止自己登陆兽山的，因为向先祖朝圣是每一个兽人都有的权利，哪怕是罪人也不例外。罗森点了点头，虽然没有说话，但面容却很坚决，直接就把露西感动得掉眼泪了。北野望在一旁默默地给他擦着眼泪。1个小时后，大军停下，妙云和明玉仙的声音在马车旁响起，提醒道：大人，我们到了，诸葛军师在前方迎接呢。听闻后，罗森掀开了帘子，向外看去，果然在数百米外看到了数百人列队在迎接罗森。为首之人正是诸葛亮和吕布以及项羽，3人高坐于马，见到罗森的马车掀开帘子，立刻下马恭候。在众人的身后千米外，还能看到高耸的房屋和街道，不用想，定然是他们驻扎的地方。大人！马车靠近，3人跪地，身后数百人也齐齐跪地。现场局势一片庄严肃穆，数百人齐喊：拜见领主大人！声音直传数百米之远，震人心魄。免礼。罗森直接就下了马车，选择和3位属下并排骑马，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于是一行人一边向远处的大营走去，一边向罗森汇报情况。兽人连忙盘踞周围100里，由兽人部落和人类部落共同组成。因为此处距离关卡城池较近，周围人兽部落较多，所以在此地组建了集镇中心，叫做人兽集镇。人兽集镇由兽人和人类领主共同掌管，是大家进行交易的一个地方，并选出了人兽统领，是一个年长的人类掌管大局。另外，人兽联盟一共有人类领主40余家，兽人部落10余家，人兽总数将近1万人。
但能聚集的士兵仅有2000余人。我们此次到来，直接对人兽部落宣战，说明要统治这里。兽人部落派出士兵2000应战，直接被我们杀得落花流水。不过双方只是争夺地盘所有权，并无深仇大恨，所以也没有殊死拼杀。兽人部落深知抵抗不过，便归顺了我们太平城，一切都很顺利。诸葛亮摇晃着扇子，向罗森解释得很详细。罗森对此无比满意，对着诸葛亮夸奖道：“有孔明先生相助，本领主大事无忧矣。对了，各大领主已经在领主府等待了，只等大人到来认主。”诸葛亮又说一句，罗森点了点头道：“好。”而后众人便径直向着小镇走去。说是小镇，其实就是没有围墙的家大型领地。在领地上摆满了房屋，有一些房屋甚至还开上了客栈、饭店，还有很多人在街头摆摊，售卖各种东西，包括兵器、食物等等。这些人有人类，有兽人，不是领主就是领民，热闹非凡。虽然此地备战，但交易并没有受到冲击，还在有序不调地进行着。等我们打下玉关，这里的市场会更繁荣。罗森喃喃自语了一句，因为玉关内的资源更丰富，有钱的去玉关，没钱的就来这里。不得不说，这个兽人联盟的几个头确实有头脑。当然，最有头脑的还是这个领地的领主，竟然想出了搞贸易，这可比自己发展快多了。让人家来摆摊、开店，可以直接收取税收，对附庸领地也可以收取少量资源，皆大欢喜。进入领地，路边小贩纷纷让路。罗森带来的1000多人大军，直接就跟着项羽去和他们的大军会合去了。5000人加上自己带来的2500人，大军直接扩展到了7000多人。7000多人的全副武装军队，放眼整个平原域，哪个人拿得出来？甚至任何一个联盟都拿不出来，更不要说个人势力了。当这些人数传出去后，人兽集镇上的人全都被震惊了。什么？又增兵了？卧槽！7000多人的军队，这怎么反抗啊？看来我们只有彻底臣服了。唉，联盟老大都臣服，我们也没办法。不过只要不虐待我们就好。远道而来交易的领主在路边瑟瑟发抖，别人臣服和他可没关系，他只是远道而来交易的人，只要别牵连上他就行。当然，罗森也不会牵连这些远道而来的人的，他要的是这个实力以及周围的绝对控制权。控制了权力中心，周围的小势力也相当于间接控制了。没事的时候，他们可以自由发展，但会受到附近权力中心的限制。有事的时候，自己一句命令发过去，他们不敢不从。很快，罗森等人便在几位将军和金甲卫的拥护下，进入到了领主府。这里才是穿越者的初始领地，外面的房屋都是为了贸易扩建的。这是砖墙围起来的大院子，可见人兽联盟盟主也有一定的实力。毕竟制作砖墙消耗可不少。大门把守的是太平城的士兵，见到领主大人亲临，一个个激动的全都跪在地上施礼。第165章人兽争执，拜见领主大人。领主大人万安。士兵们很激动，连手都在颤抖。在他们心里，领主罗森就是天神的代言人，和天神一样重要，一样有威望。辛苦了，快起来吧。罗森也和蔼地对他们抬了抬手，谢领主大人。10几个士兵起来后，都激动地盯着罗森，眼神里充满了疯狂般的崇拜。罗森微微一笑，踏过了大门的门槛。刚进入院子，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便直接传了过来。定眼一看，原来院子里有一个人群在说话。人群里有人类有兽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人全都是一方首领，每个手下都有几十上百号人，正是他们组建的兽人联盟。当然还有一些远的没来，更没有参与战斗。这些全都是附近的领主势力，靠近权力中心的存在。此时的各大势力领主都在交头接耳议论。诸葛军师去接见总领了，总领是不是太平城的领主？他怎么会来？你们不知道吗？最近新出的事件，很多势力都开始对关卡虎视眈眈，全都在调兵选将。太平城的领主亲临也无可厚非。我想起来前2天的群雄并起。是啊，很多大势力都在向我们这里靠拢，接下来的几天这边会很热闹。哎，没想到太平城的军队如此强大，竟然能出动5000大军，恐怕也只有兽山里的兽人王庭能与之对抗了。哎，我王从不下山，不会管山下的事情的。希望这个领主没有那么残暴吧，实在不行，我们也只有鱼死网破了。众人交头接耳，几个兽人头领也时不时的插几句嘴。这些兽人分别有牛头人、猫族人、虎族人等等，其中牛头人身材壮实，猫族身材纤细，虎族浑身横肉，各有特点。罗森一进来，立刻就惊动了交头接耳的众人。众人回头一看，发现是诸葛亮和那2个对他们来说超级牛逼的将军陪同下，走在最前面的罗森时，
顿时就明白了，次日定然是太平城领主。虽然比较确定罗森的身份，但看到罗森的容貌时，众人还是带着强烈的怀疑，因为次日太年轻了，而且皮肤白腻，像个女人似的，一点都不像能掌管万人的领主。在他们心里，手底下掌管万人、拥有数千带甲士兵的领主，不说是凶神恶煞，起码也要眼睛如铜铃，身材结实像牛一样吧。所以他们很怀疑，全都用疑惑的眼神看着罗森等人。众位，这位便是我们太平城的领主罗森大人。诸葛亮摇了摇扇子，轻飘飘地给众人介绍了一句。众人此刻才不得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于是纷纷拱手弯腰道：“见过总领大人，免礼。”罗森淡淡地吐出2个字，面无表情道：“天下动荡，民不聊生。大家都是为了能在乱世之中安稳地活下去。本领主的到来，不是为了压榨你们。本领主只想天下太平，万民一心，只有抱团才能取暖。以后此地纳入我太平城领土，你们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本领主不会参与，只不过希望你们能安分守己，安稳发展。”是。众人齐齐回答，继续侧耳倾听。罗森见状，继续道：“既然本领主接管了此地，那么为了避免战乱，领土内所有领地全面减少武装力量。至于你们的安危，自然由本领主负责。还有，你们联盟的武装力量只能在乡镇中心保留一部分应急，其余人全部纳入总领部队。大人，那我们兽人的武装力量怎么办？”一个满身都是花纹的虎族人忍不住问出了内心的问题。罗森淡淡道：“兽人武装解散，不愿意解散的可以单独组建兽人部队。兽人部队可以在此地驻扎，但必须要单独驻扎，而且要接受总领调遣。”听到罗森给出的答案，众人也松了口气。减少武装部队，分出部队进入总领服役，这一切都能接受，只要不改变他们，也就是多付出一些人力资源而已。于是众人都没有什么意见，毕竟有意见也打不过，说不定就被杀鸡儆猴拉出去砍了。总领大人如此说，我们就放心了。是啊是啊，总领大人仁慈。众人开始恭维，当然带头恭维的其实是早就暗中愿意效忠太平城的领主。那些人早就被诸葛亮许以名利给收买了。既然如此，就过来认主吧。罗森向议事大厅走去，同时拿出领主指南摆在桌子上。众多头领开始排队认主，当然兽人除外，他们可没有领主指南。一番询问后，发现认主竟然和他们没有关系，让他们气得在一旁只能干瞪眼。在众人认主的同时，罗森继续吩咐道：“诸葛亮，属下在。”诸葛亮立即上前。罗森道：“立刻着手手边所有武装部队，然后进行分配。”是。诸葛亮立刻去办。吕布和项羽2人则守在罗森身边。大厅里一片忙碌。在半个小时的滴血认主后，罗森收起领主指南，正准备宣布大家一起吃晚宴的时候，大厅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声，声音越来越乱，直接传进了大厅里。发生了什么事？罗森淡淡地问了一句。门外立刻走进来2个金甲卫，汇报道：“大人，是露西小姐。”露西小姐进来后就被猫族人的族长和牛头人族长拦住了，而且还和2位女将军发生了争执。什么？罗森直接就站了起来，竟然在如此重要关头发生争执，真拿他这个总领不当总领了吗？出去看看。罗森直接向外走去，看得其他领主纷纷心惊，互相对视，因为这些兽人族长和他们关系也不错，实在不忍心看到他们被处罚，而且和总领大人带来的发生争执，这可不是小事啊。众人连忙跟随出去，想找机会替兽人首领求情。我再说一次，放开他，要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露西公主，上我这来，我看今天谁能拦你。大不了我们和人类鱼死网破。枪枪枪！谁敢动露西小姐，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第166章白领宴会。前面2句话是兽人说的，后面的铁剑出鞘以及女音是妙云和明玉发出来的。罗森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冷声道：“干什么？”说完，他还把目光放到了牛头人和猫族人身上，眼神里充满了不悦。兽人见状，连忙单膝跪地，给罗森抱拳道：“大人恕罪，只不过露西是我兽人公主，我们发现她被这2位女将军控制，才出口争论的。”大人。妙云明玉也立刻抱拳解释道：“是他们俩看到露西小姐，立刻就带着兽人围了过来，属下为了保护露西小姐和北野管家，才阻拦的。”听到2拨人的解释，罗森立刻就明白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他看向着兽人头领道：“露西在我的领地工作，也是我领地的人，她的身份是你们的事，但她逮人是我的事，你们有问题难道不知道上报吗？”罗森的语气逐渐变冷，冷声道：“擅自围堵本领主的人，公然挑战本领主的权威，以下犯上。”来人，在！金甲卫立刻上前。
现场局势顿时陷入了微妙之中，其他领主纷纷警惕担忧，兽人以及这2个兽人全都心中一抖。此刻无一人敢为他们说话，把他们2人给我拿下！罗森冷冷说道。枪枪枪！金甲卫立刻拔出长剑，直指2个兽人头领。兽人头领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此刻彻底慌乱，左顾右盼了一番，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管怎么样，他们确确实实挑战了总领的威严了。看着其他几个躲得远远的兽人头领，还有那些关系略好的人族首领，此刻竟无一人为其发声，让2个兽人头领一阵心寒。大人！这个时候，露西忽然从女兵的保护中走了出来，她扑通一声跪在了罗森面前，屁股上的尾巴悄然落下，哀求道：“大人不要伤害他们，猫女是我本族，牛头族是我们猫女最好的朋友，他们也是为了我的安危着想，请大人不要怪罪。”露西亲自求情，让2大兽人部族的族长无比感动。罗森见状，心中一阵好笑，难道我给你立威你还看不出来吗？罗森依旧冷冷道：“既然你都求情了，那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不再追究了，倘若再有下次，绝不姑息。”是，属下绝对不敢了，多谢领主大人开恩。2个兽人族长见状，连忙下跪道谢。罗森摆了摆手，淡淡道：“散了吧。”说罢，他就在众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领主府内单独的宅院。这里是原领主休息的地方，不过此时是罗森的了。院子很小，比自己的院子小多了，不过设施倒是挺齐全，毕竟周围是方圆数百里的交易中心，只要有物资，什么都能买到。进入小院，露西没有跟随进来，而是留在了外面，和牛头人以及猫族人叙旧，谈论着这些年的生活和未来的计划。当牛头人听到大牛二牛还活着时，全都震惊了，尤其是得知还是罗森在养着他们，顿时就为刚才的冲动而后悔，甚至立刻就想去请罪，因为这俩小牛是他兄弟的儿子，他兄弟曾经可是王庭大将军啊，他兄弟唯一的血脉了。牛头人有牛头人的激动，猫族人有猫族人的激动。当猫族人得知罗森要带露西去登顶寿山的时候，也纷纷激动，因为猫族人的族人就是以前牛头王的女人，也就是露西的母亲。露西重新得势，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天大的福报。所以这一刻，2伙兽人对罗森的观感彻底改变了。2人对视一眼，直接就和露西一起来到了后院，要面见罗森。见到罗森后，更是直接跪在地上，宣告自己的忠心。我牛头族族长一定效忠领主大人，我猫族也是誓死效忠领主大人，希望领主大人能够善待露西公主，让她与我们兽人进行对接。2人都有小心思，希望露西能够在罗森面前得势，拥有一定自己的实力，到时候就算登陆兽山失败，也可以用人类势力加上兽人势力去重新夺回王位。罗森也看得很明白，对此并无异议，反而觉得这样更好，兽人与兽人才更好控制，而人类控制兽人难免不服。罗森淡淡道：“露西是我最忠实的朋友，帮我做过很多事情，能力很强。既然你们希望露西参与进来，也可以。”露西听令，属下在。露西连忙上前听令。罗森道：“本领主封你为兽人统领，统领本地所有兽人。”谢领主大人。露西激动地跪在地上，重重地磕了一个头。她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在太平镇，她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的就是得到罗森的帮助。虽然是女儿身，但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要重振王庭的大业，而大业直到此刻才让她有了希望。所以她很感激罗森。虽然自己是罗森的手下了，统领的兽人也都效忠罗森，但这不妨他重整王庭的大业。毕竟王庭不下山，山下兽人不上山，只要能报仇，夺回父亲的大业，成为罗森属下，他也毫无怨言。谢领主大人。其余2个兽人也纷纷磕头，摆了摆手，罗森便让他们离去了。区区一些兽人部落，不足挂齿。露西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交给她也无所谓。晚上，由于罗森的到来，领主们的臣服，领主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附近所有领主全都参加了进来，不管是兽人还是人类，光头领都聚集了将近100人之巨，这个规模无比盛大。因为远处的领主听闻也赶来效忠了，所以导致了人数的增加。领主府内的院子里摆满了桌椅，香喷喷的烤肉逐个端上桌子，不但有烤肉，还有果汁和蔬菜。饭桌上的美食再一次刷新了他们的三观，就连他们这些领主平日里也很少吃到这些东西啊。而这些全都是罗森从总领地带来的军粮，也就是说，军队行军打仗吃的东西都能让他们羡慕。不过他们也不是一无是处，为了表示忠心，在这次宴会上都代表自己的领地准备了礼物送给罗森。第167章陆续到达。毕竟都成为了你的老大了，
远道而来又没有抢你的东西，大军远途跋涉不就是为了抢地盘和资源吗？人家不强，你怎么也要有点自知之明，献上点心意吧，要不然就是逼着人家找你索要了，到时候可就不好看了，对不对？众人上桌开始献礼，第一个起身的就是猫族族长，他是一个奶油小男人，身后也长着尾巴，恭敬地对正前方的主位上的罗森抱拳道：“为感谢总领大人厚恩，我代表猫族送上猫儿酒30坛，请大人笑纳。”话音落，猫族人出现，抱着酒坛子就当众交给了罗森的士兵们。罗森大手一挥道：“今天是个好日子，刚好猫族族长送酒，大家可以一同品尝。来人，把酒分发下去给大家喝。”士兵们得令就开始去分发，看得众人那叫一个期待。毕竟猫儿酒不多，每天卖的也少，能买得起经常喝的领主少之又少，今日能喝到都很兴奋。而后就有第二个人开始献礼，是牛头人族长。他起身，声音浑厚抱拳道：“我代表牛头人，为总领大人送上铁宝箱2个。这些宝箱听说只有人类领主能打开，价值不菲，送给总领大人。”哦，罗森微微坐直了身子，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送宝箱，恐怕只有兽人才能干得出来这事。于是立刻笑意满盈道：“多谢，请坐。”死，我没听错吧？送宝箱？嗨，这又不是第一次了。牛头人太虎了，没办法，牛头人靠力气吃饭，经常去采矿卖，找到的宝箱也多。是啊是啊，肯定是我们把宝箱的价格压得太低了，人家都不卖了，留着送礼了。众人一脸懵逼。不过送礼流程还在继续，众人一个个起身说出自己送的东西。当然，能站出来的送的礼物基本不会太差。那些拿出部首的小领主是不好意思站起来的，而是直接把礼物交出去了。听着众人的汇报，罗森也都知道了收到的都是什么东西。有人送铁几十块，有人送弓箭图纸，还有人送抓来的获得野兽，还有人送出了2套丝绸衣服，让罗森惊艳了一番。因为丝绸这玩意太难得到了，他养的那些蚕虽然也吐丝了，但没人会制作，要是使用制作台一件制作，必须要有图纸，没有图纸就必须需要会做的人来做，所以蚕丝一直荒废着。所以看到华丽的丝绸衣服，罗森才忍不住惊讶了一番。一套男装，一套女装，上面涂满了5颜6色的颜色，看上去无比华丽，摸上去也是丝滑无比。罗森当即就把女装赏给了北野望，男装自己留了起来。如果不是在举办晚宴，他都想迫不及待地穿上试试了。这手感和麻布衣服比起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献礼完毕，众人开始吃喝，罗森也端起一碗酒喝了一口。不得不说，本地酒确实不好喝，不过就算不好喝，但对于那些已经好久没有喝过啤酒饮料的领主来说，那也是美味，一个个犹如牛饮水一样顿顿往下咽。夜色越来越深，酒足饭饱之后，众人散去，罗森也回到了精心收拾的房间之中了。罗森躺在床上，拿着领主指南，把今天收服的那些领主一一拉到群里。群内的人数也由原本的几十人增加到了100多人，也就是说，罗森直属的附庸领地就达到了100多家，还有很多没有交出来，但归处在其他集镇中的领地。若全部加上去，罗森觉得自己的附庸领地总数应该有300家左右。虽然不加上去，但罗森对他们依然有绝对控制权。200家以上的领地绝对控制权，那是什么概念？只有罗森需要兵，直接就可以从300家领地中调取。就算一家领地只有80人，直对其调取20人，也能在短时间内从四方调集出6000人大军。而且调出这么多大军，对附庸领地还不伤筋动骨，这是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自己不需要养活他们，别的势力虽然在吞并，但随着人数增多，消耗也会增幅，很难养活大批人口。除非把老弱都杀了，只留青壮年。但你把别人的领地都灭了，人家肯定不跟你啊，说不定还想报仇呢。大人，好看吗？在罗森低头玩弄领主指南的时候，北野望的声音微微响起，声音中带着些许魅惑。罗森抬头一看，一种惊艳的感觉顿时映入双目，让他内心猛地一颤。原来女人可以美到这种地步的吗？罗森直勾勾地看着北野望，凹凸有致，丝绸顺滑，犹如精心打扮过的女神一般，让人看眼就要沉沦。罗森对他摆了摆手，轻轻道：“过来。”北野望缓缓来到罗森身边。哎呀！罗森一把就把他拉了过来，扑倒在床。顿时间，房内洋溢起了春天的味道，绵延悠长，高低起伏，似痛苦，似快乐。报！次日清晨，罗森在大厅内端坐，与几位将军正在商量事情，便有手下匆匆来报。罗森停止了商议，看向小兵。小兵立刻汇报道：“大人，玉关之外，
陆续有军队出现驻扎。刚才又来了一个1000人军队，在玉关之外驻扎，看大旗上写的是黑风2字。知道了。罗森摆了摆手，小兵立刻退下。这时诸葛亮起身道：“大人，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波来者了，我们也该行动了。若不然，随着其他势力越来越多，都想分一杯羹的时候，那就麻烦了。”说的在理，没想到我们平原域竟然有如此多1000人领地。罗森点了点头，表示认同诸葛亮的话，同时又对自己之前制定的政策产生了一丝丝怀疑。因为要是按照自己的政策来执行的话，平原域内始终无法彻底安稳下来。蠢蠢欲动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都是来自于21世纪，都认为自己是天命之子，被天帝选中的主角。罗森沉思了一下，心中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他缓缓起身道：“吕布、项羽。”第168章攻法和单方。属下在。两人也同时起身，抱拳拱手：“你二人立刻去调集兵马，整军待命。”是。孔明军师。罗森把目光看向诸葛亮，诸葛亮充满智慧的双眼依旧明亮，面向罗森道：“属下在。你去找到陆西，调集兽人军队，与吕布、项羽2位将军会合一处，一同待命。”是。三人立刻起身离去。看着三人的背影，罗森走出了议事大厅。门口的金甲卫连忙跟着罗森。赵云在幻剑阵主持大局，妙云、明玉在后院保护。罗森身边只剩下这些金甲卫了。来到后院，罗森把脑海里的杂念甩了出去，让北野望把那2个宝箱拿过来，准备开一下，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北野望听话的把宝箱抱了过来，放到桌子上。这是铁质宝箱，是牛头人送来的礼物。罗森等会就要出征了，所以想先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用得上的好东西。本来昨晚他就想打开来着，但昨晚被北野望的心意给惊艳到了，所以就给忘了，留到了今天。稳定了一下心神，罗森缓缓打开了第一个箱子，炼气诀 X100。顿时间，罗森的空间里就多出了99本一模一样的书，而且面前还有一本，这让罗微微一愣。他想过可能是任何物资或者图纸，但就是没想到竟然开出了100本书，而且看样子还像是修炼用的，不知道是什么皮制成的，摸上去很结实，不易损坏。翻开第一页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以及人体经络线图，线图上不但介绍了人体，还做出各种姿势，是修炼的动作。大概看了一下，罗森才明白，这确确实实是修炼的秘籍。根据文字打坐修炼可以提升真气以及自身实力，根据线图的动作训练可以锻炼肉身和真气。反正看上去玄而又玄，因为每一个领主都可以收取信仰之力自动突破，罗森也根本没有修炼过，如今吸收不了信仰之力了，这种书籍对他来说也算有用，因为以后的突破只能靠自己了，而自己有了秘籍则会更容易。若没有秘籍，就会像无头的苍蝇一样，恐怕一辈子都难有进步。就是多了点，100本，到时候送到军营去吧。不知道这种秘籍能不能训练出超级特种兵。咂巴了一下嘴，罗森收起书籍，打开了第2个宝箱，大力丹丹方 X100。罗森，卧槽，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越来越玄幻了？罗森懵逼地看着丹方，顾名思义，丹方就是炼丹的方子，而他却有100张大力丹丹方。金银花、人参、低级妖兽血，效果：服用此丹能改善肉体强度，让人的力气永久增长。效果倒是很牛逼，就是这些药材太乱，而且炼丹还必须要拥有真气的人练才行，普通人还练不出来。罗森继续咂巴嘴，最终收起了丹方。虽然玄幻了点，但在这个世界什么都可能发生，到时候回去试一下就知道了。万一真的能练出来，对他来说绝对是巨大的资源，毕竟是宝箱里开出来的，应该不会假。报！这个时候，吕布的声音在门口传了过来。因为是领主的私房，睡觉的隐蔽之处，所以吕布在没有得到命令之前，就在门口汇报了起来。大人，大军整顿完毕，等待领主调遣。罗森听闻后，立刻起身走出了房门。见罗森出来，吕布继续汇报道：大人，我们总领地的士兵共有步兵7000，骑兵1000。兽人联盟中调集了1500人步兵和500兽人兵，其中兽人士兵中，牛头战士100人，猫族弓箭手100人，虎族战士100人，狼族100，豹族100，熊族50，人马族50，大军合计1万人，等候大人调遣。1万！罗森面目毫无波澜，心中却略有激动，因为他是第一次带来万人军队呢。罗森点了点头道：原地待命，等我换上战甲，便去统领3军。是。吕布立刻拱手前去回复。罗森转身进入房间，取出金甲，对房间里的北野望摆了摆手，道：望儿过来，给我换甲。北野望脸色一红，垂着头踏着小碎步走了过来。
万儿这个亲昵的名字还是作为罗森给他起的。以前的罗森喜欢叫他北野，昨夜过后就叫他万儿了。北野望对这个名字也很受用，不管在哪里，一听到这个称呼就感觉内心一酥，浑身都在发软。北野望拿着金甲给罗森换上，很快就换好了金甲。他看着英俊帅气的罗森，不舍道：“大人又要出征吗？大人一定要小心行事啊。”万儿放心，这次我统领了万人大军，所向披靡，你就安心待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吧。说罢，罗森提起金剑，就再次踏出了房屋。门外的金甲正在恭候。在临行之前，罗森又对院子里的妙云和明玉道：“你们俩保护好北野管家，大人放心，属下职责所在。”两人握剑拱手，恭送罗森等人离去。呜！罗森骑在马上，距离大军聚集的地方越来越近。在他到达大军前方时，军队中的嚎叫吹响了，像是在欢呼，在迎接罗森的到来。不用想就知道，这玩意肯定是诸葛亮搞出来的。因为诸葛亮来之前，军队里什么都没有。不过有了嚎叫，军队调动就更方便了，毕竟声音那么大，不用通讯兵挨个传话那么麻烦了。万人大军整齐排列，看上去威武雄壮，尤其是最边上的兽人军队，更给了罗森一种震撼的感觉。兽人就单单看一眼，任何人能察觉到，这500人绝对能打人类数千人。说以一敌10虽然有些夸张，但以一敌5完全不在话下。毕竟兽人在装了，身材又高大，尤其是虎族和牛族，这是罗森第一次看到人如此多的兽人。其中人马更是让罗森耳目一新。人马族并不是那种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的种族，而是人类的躯体带有马族特征的兽人，比如他们的头都是马头，简单来说就是人身马头。第169章独吞。当然也不完全是，虽然是马头，但脸上却带着马和人的双重特征。如果只看后背，活脱脱的人类，但若是只看头，妥妥马头，只是脸上的五官没有马匹那么明显，和人类比较接近。人类士兵由吕布和典为统领，下面再设各个领主掌管。兽人士兵由兽人中自己选的将领掌管自己部族士兵。不过统一率领兽人的却是牛头人族长。牛头人族长看到万人汇聚的场景的时候，也被震撼到了，同时内心更加坚定了臣服罗森的信念。只有这种强大的实力，才能带领他们杀回王庭，重整兽人部族。呜！号角还在吹，罗森在拥簇之下登顶点将台。诸葛亮在台上对罗森施礼。与此同时，号角结束，1万大军齐声大喊：“杀！杀！杀！”3道喊杀声震耳欲聋，气势冲天。这也是诸葛亮教的，是让他们展现军队实力的一种方式。如果敌人听到这种呐喊，定会被吓破胆子，而自己人听到就会觉得战无不胜，军队强大。罗森压了压手，大声道：“我们的目标是占领玉关，打通封闭。天高海阔，我们的命运不能掌握在别人的身上。只要打通玉关，进可登顶世界舞台，退可守护我等平安。此战有很多领主参与，而我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必胜！”罗森大喊“必胜”2字，给军队助威。军队立刻响应，全部大喊道：“必胜！必胜！必胜！通知下去，全军出发！”罗森扭过头对诸葛亮说了一句，就下台坐车去了。诸葛亮则大喊道：“全军出发！”轰轰轰！哗哗哗！大军在将军们的带领下开始出发了。万人大军，罗森坐在马车里，被大军环绕，在他身边还有一辆马车。当然，这辆马车装的可不是人，而是他给诸葛亮的秘密武器——魔法大炮。这玩意，诸葛亮到现在都还没有用上呢。带上它，也是为了以防万一，震慑敌人。兽人联盟的乡镇中心是边境最大的一个势力，距离玉关只有10公里的路程，所以大军没用多久时间就来到了10公里外的边境了。这里是一片大平原，一眼望去没有任何阻挡。不过在此刻的平原之上，已经驻扎了很多大营，每一个大营都代表着一方势力。因为是共打玉关，对实力要求较高，很多人其实都没有信息。不过为了获得奖励，很多领主都在频道内发送消息，说要团结一起攻打，得到的奖励一起分。这才导致很多势力纷纷远道而来，聚集在此。一眼看去，大大小小几十处大营占据了各个方位，而正面的远方更是一座10几米高的巍然大城池。城池坐落森严无比，两端和边境山脉相连，也就是说，想走出平原域，要么经过这座城，要么越过山脉。不过这些山脉绝对不能小觑，山脉内宽广无比，其中妖兽纵横，大军根本无法行走，就算派出一支小队伍，也经常会被妖兽团灭。所以玉关才是链接外界的唯一通道。
就在这里驻扎吧。罗森选了一个正面对城池的方位，开始安营扎寨。虽然正面城门，但和城门却保持着一定距离，可以更方便观察城池情况，也更好与背后的兽人相阵呼应。2个小时后，大营驻扎完毕，周围又陆陆续续到了一些小势力。就目前所到的势力中，保守估计也有30家往上，其中能带着1000人士兵的大领地更是多达17、8家。当然，罗森也算进去。这18家都是北部以及中部的大势力，他们可以完全代表中北部。罗森此刻正在大营里看领主指南，同时听着诸葛亮对现场局势的汇报。在领主指南里，罗森更是得知，原来平原域不止这一个域关，在南方以及东方、北方都还有一个域关，而且整个南方势力也在向南部汇合，和沈家盟的人联合了起来，准备攻打那边的域关。看到这里，罗森有点头疼。域关多也在意料之中，毕竟周围也有其他域，如果只有一个关卡也不合理。不过关卡多了也是麻烦事，因为关卡多了不好统一。南方由沈家盟带领攻打，北方有自己这个大势力攻打，那么东方和西方自然也有人去打。东方和西方的关卡应该打不通，毕竟人数有限，都在向南北2个关卡集合，这2个才是重中之重。如果兵力不足是打不通关卡的，东西2方聚集的势力少，估计也是白费力气。而且关卡有2万守军，进攻的士兵少想都不用想，还是等以后腾出手再出兵其他关卡吧。罗森很快就想通了，关掉领主指南，罗森问道：别的领地是什么意思？别的领地准备联合，共同攻打，毕竟关卡内的人居高临下，人数不足，难以攻破。这是其他17路领主的意思，他们已经商量完毕，向我们发出了邀请，邀请领主大人明日一早前去一同选举总盟主呢。诸葛亮回复说道。说罢，他还摇了摇扇子。18路领地选取总盟主，联合攻打。罗森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就冒出了曾经看过的一个情节，就是18路诸侯讨伐董卓，这群人也想效仿。只是这总盟主之位，罗森看向诸葛亮，没有说话。诸葛亮摇了摇扇子，道：大人是在考虑总盟主人选吧？其实按照实力来算，总盟主之位非大人莫属，不过中间肯定会有人抢夺，但问题不大。主要问题是利益分配，作为总盟主要提前给出分配结果。哦，孔明先生有何见解？罗森连忙问道。诸葛亮微微一笑道：我建议先答应他们，许以重礼，要什么就答应什么，那我们不就白忙活了吗？罗森翻了个白眼，虽然他有1万人，但要是单打独斗，肯定死伤惨重。若是有人替他分担这些伤亡，自然是再好不过。就是许以重礼，让他不太满意。大人，属下的意思你没明白？属下说的是许，并没有说要给啊。诸葛亮神秘一笑。罗森微微愣了一下，顿时就反应了过来，吃惊道：你是说攻占之后独吞？第170章，心狠的诸葛亮。嘿嘿。诸葛亮坏坏一笑，盯着罗森一字一句道：是领主大人想独吞吧？哈哈。罗森也相视一笑，点了点头道：那就听孔明先生的吧。还有一事。诸葛亮又道：领主大人可记得我北伐的因果？哦，自然记得。北伐不就是为了形成头尾呼应，统一北部所有地区吗？罗森的面容慢慢变得平淡，认真地看着诸葛亮，不知他为何又提出此事。唉，诸葛叹了口：领主大人，北部边境到我们领地长达800里，东西各宽400里，其中领地交错，势力纵横，大大小小领主数十万家。就算我们南北呼应，但想要全部统一，也是浩大工程啊。难道军师又有了别的主意？罗森忍住地看着诸葛亮，他何尝不知，天下如此大，平原域北长800里，东长800里，南北各宽400里，这么大的土地上坐落着数十万家领地。虽然最大的领地不过几千人而已，基本都是100人小领地，但数量之多也是个棘手的事情啊。大人，诸葛亮认真道：据属下了解，好像所有领主都有一个神器，能够在神器上进行沟通交易，而且神器还能赋予一个房间，每天可以招募一个领民。此时是否如此？此事确实如此。罗森点了点头，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正是领主指南。只不过领主指南在这些人眼里都是无字天书而已，所以觉得是神器。大人，属下有一计划，虽然无法快速统一北部，但对未来的好处不可限量，不知大人有没有兴趣？哦，速速说来，我听听。罗森也露出好奇的样子。诸葛亮认真道：抓领主，见分成。这是何意？罗森一愣，不太理解。诸葛亮立刻道：抓领主就是抓各种领主，让他们交出神器，神器必须统一控制在大人手上。
这样可以防止那些领主趁机扩展实力，也可以断绝他们想要做大的想法。毕竟数十万领地，挨个收服需要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我们要是远征，内部恐怕会出现动乱。若是留守镇压，远征又成空话。不妨一不做二不休，抓领主，收神器。罗森一脸无语。其实这个事情他老早就想过，结果没有这么做。因为压力越大，反抗越大，反抗越大，他就不好发展，就会也一直在打仗，徒增消耗，所以就保留了别人的领主指南，实行从心理上控制的方法。不过目前来看，自己的方法却有弊害之处，不如诸葛亮说的实在。尤其是自己屯田计划已经见到成效，就算此时抓领主，其压力也是完全可以挡得住的。可是我们要是抓了领主，领主失去发展可能，一旦遭遇别人入侵，我们又无力保护，这可咋办？到时候他们肯定会逃离本土，投奔别人的。罗森又问出了内心最大的疑虑，因为收走了领主指南，他们的发展和资源交易就被限制了。一旦其他领主对他们进行抢夺或者奇袭，自己根本顾不完。限制顾得完，是因为领土范围小。就像前几天收服的血煞盟、阴阳阵还有幻剑盟之类的，以后若出现状况，只能就近支援。要是被突袭，罗森也没办法。此时的弊端已经出现，不过诸葛亮已经考虑到了这点，继续道：所以我们需要建分城。总领到北部边境800里，南北宽也有800里，合计成面积就是区域来算64万平方里，换算成1000米 x 1000米的领地区域来算，就有32万个区域，平均每5块区域中起码有一个领地，那么整个中北部地区就拥有6万多领主。大人，半个平原域有6万多领地，整个平原域有10余万领地，保守估计每个领地100余人，也有1000万人之多。然后呢？罗森认真的听着。诸葛亮自信一笑道：大人可以在总领通往此处的路上设立分城，每100里建造一个分城，收纳投降的领主，并且认定信任之人担任城主，掌管军队，而领民和领主都可以在城内自由发展，同时在那些留守乡村的领民中建设村庄，设立存在，这样一层一层下去，岂不更好？就算遇到危险，城内可以快速响应，而且城池也可以当作资源储备以及中转中心，有城池汇聚四方民众，响应也会更加快捷，并且城池之间互相呼应，也更加安全。不管敌人多厉害，一旦其中之一座城池受到威胁，其他城池也可相互支援。确实可以这样，而且愿意住进城里的人给他们做生意，毕竟都没有领主指南了，需要现实交易。不愿意进城的，就让他们当个村长种地，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顿时间，罗森茅塞顿开，对诸葛亮这个计划赞不绝口。诸葛亮没有自大，而是拱手道：领主大人英明，等我们占领玉关后，找个机会把到场的所有领主一网打尽，先收一批。嘿嘿嘿，正合我意。毕竟聚集在这里的领主确实不少，少说也有几百领主。罗森也坏坏一笑，于是两人对视一眼，一拍即合，计划就此敲定了。不过这个计划只有他们俩知道，罗森也没打算立刻通知下去，毕竟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要不然走漏了消息，人家跑了可就前功尽弃了。毕竟单独打一个领地，又要出兵又要出粮，麻烦。计划敲定后，时间也到了下午，罗森正准备和诸葛亮商量要不要去联络其他盟主，商量攻打时间的时候，就有人来请罗森了，是其他领地的将军。至于为何说将军，因为此人身材魁梧，装备齐全，在这个将军奇缺的时代，这种人走到哪都是将军。他来到帐篷门口，对罗森拱手道：在下乃黑风盟镇前将军，受盟主及其他17路领主所托，特来邀请大人参加总盟主竞选仪式。第171章竞选总盟主。总盟主竞选就是要选出一个人带领大家统一攻打玉关，因为每一个单独的领地实力都有限，只有团结才能战胜强大的玉关，瓜分玉关奖励。当然除了玉关奖励，还有一点就是占领玉关后可以通过玉关去到别的域，这是链接与外界的主要通道，也是各大领主最心心相念的。所以当有人来邀请罗森参与竞选，罗森自然也没有拒绝。于是罗森就带着金甲卫和吕不点为2位将军前去参加了。去的地方不是谁的大营，而是大营环绕的正中央单独建造的一个阵营，这个阵营叫做总盟主营。为了选出总盟主，调遣全部领地所建造的中心控制大营，大营外士兵分散，每一个群里都代表着一个势力。罗森来到门口，立刻就有人劝说道：见过太平城领主，请领主大人将士兵留在营外，你们待在外面。罗森吩咐了一句，就带着吕布和项羽2人进去了。这下倒没人阻拦，一进入阵营大门，就看到了里面露天的设施，像地球上的大型会议一样，中间摆放了一条长长的桌子，
两侧坐满了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方大佬，其身后也都跟着亲卫将军。一眼看去，少说也有30-40个领主，30-40领主中至少有17个千人镇级势力。虽然有大有小，但凝聚在一起绝对是不容小觑的力量。这些人对于罗森的名号自然听说过，所以看到罗森后，纷纷起身抱拳欢迎，说着恭维的话语。罗领主年轻有为啊！久仰罗领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非凡。罗领主请坐。罗森坐到了长桌一端，吕布和项羽站在其后守护。一行3人满身尽是黄金甲，看得其他人眼睛发直。我是黑风盟盟主黑风，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目的。等会我们要投票选出总盟主人选，每个盟主都有1票权利，不过不能选择自己，只能选择别人。一个男人主动说话，让现场立刻安静了下来，认真侧耳倾听了起来。我选出总盟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指挥带领我们一同攻入玉关。不过在总盟主选出之前，有一些问题必须要说清楚。什么问题啊？对啊，直接说，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咯！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纷纷催促。嗨，那我就说了。黑风盟盟主道，我想说的是利益的分配，因为只有占领玉关才能得到奖励，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只有一个人能得到奖励，那人自然是总盟主。我希望不管谁当了总盟主，必须要对我们合理分配奖励。既然我是第一个讲话的，那么我先打个样。如果大家选我当总盟主，那么奖励的1000块银、1000把弓箭和10万支箭矢，我将按照平均分配，大家每个人都能分到。该我了，下面我来说。又站出来一个人，他对着大家道，如果大家选我当总盟主，我不会按照黑风盟一样进行分配，因为来的势力中有大有小，要是平均分配太不公平了，所以我会按照人数来分，人多就多分，人少就少分，谢谢大家。嗨，按人数也不行。一个小个子也站了出来，认真道，如果大家选我当总盟主，我会按照功绩分配，也就是说，谁的功绩大谁分得多，谁的功绩小谁分得少。我会，希望大家选我，我一定刚正不阿，大家可以共同监督啊。顿时间，领主们纷纷起身发言，说着自己的想法，为自己拉票。半个小时后，所有人都发言完毕，不过发言内容毫无例外全都是大家一起分，谁也不会少的意思。发言完毕后，众人把目光投向了罗森，想听听这个第一大势力是准备如何分配的。如果他分配的不均，恐怕就选不中这个总盟的位置。第一大势力都当不了总盟主，绝对是丢人至极的。所以众人中有人想看笑话，有人担忧罗森万一选不中会离去，导致总体实力降低，为攻占玉关增加难度。毕竟他们30-40个大领主加一起，也不过2万多人，只比玉关守军多一丢丢而已。而罗森的万人大军可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了。见众人看来，罗森微微一笑，道：如果让我当总盟主，我可以郑重地告诉大家，所有奖励我一概不要，将全部拿出来分给在座的各位。同时，我还会提供战甲5000套，分发给各位，当做补助。真的假的？这怎么可能啊？那你来打城是为了什么？众人不敢相信，甚至还有人暗中提高了警惕，因为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往往会把贪心的人砸死。见到大家担心，罗森解释道：天下大事，人人有责。此次出征，我不是为了资源，只是希望以后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这句话说完，在场的人顿时明悟了，原来是想得到我们的支持，怪不得，差点忘了，太平城这段日子的举动，目的是想扩大地盘，统一大域。我这等小势力早晚都要被收服，他愿意给好处拉拢就拉拢了，具体以后那就再说喽，嘿嘿，好东西不要白不要。顿时间，众人都放了心，于是大家拿出纸条开始写名字投票。很快，投票结果出来了，几个领主共同统计宣布，最终联合宣布道：经过本次投票，我们的总盟主是来自太平城的罗森罗领主。说罢，几个盟主便向罗森鞠躬，率先承认他总盟主的身份。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抱拳施礼。罗森也就在这一刻成为了众人的头领，总盟主大人。其实这些人互不认识，虽然有些人关系好些，但几十个势力的领主相认，导致投票无法暗箱操作，所以很多人都投给了罗森，就是看中了罗森的分配计划。他作为第一大势力，若是放弃奖励，那么他们可以多分到很多东西，要不然远道而来干什么？不就是为了资源吗？对不对？总盟确定下来后，罗森便坐上了木桌另一端的总盟之位。第172章，吕布出战。还别说，这个椅子坐上去却是舒服。看着两侧坐得长长的人群，罗森露出一丝笑容，宣布道：既然我是总盟主了，那我们就需要商量攻打计划了。为了公平起见，
明日晚上我们统一攻城，不分先后，全体进攻，大家觉得如何？”“没问题，这样最公平了，省得有些人怕损失实力，留着不出战。”“对，要打一起打，明晚全体进攻。”“报！”正说着呢，阵营门口响起通报声，通报的正是那个黑风盟的士兵。黑风盟在这些人群里也属于顶级势力的那一群人了，此次出征带了近2000人，是除了罗森以外带人最多的盟主。由于总盟刚确认此地还没有接管，所以通报之后，那人就直接进来了。他跪在地上向黑风盟盟主汇报道：“报，大人，这位是我们总盟主。”回黑风盟盟主指了指罗森，那人立刻道：“拜见总盟主大人。”罗森点了点头，对黑风这个人倒有些刮目相看了。“盟主大人，总盟大人。”玉关大门打开，派出了一队士兵，正在向我们叫阵。什么？叫阵？我靠，我们都没去叫阵，他们竟然主动出来了。这个玉关的城主也太狂了吧！是啊，我们大军都把大门周围堵住了，他不好好准备迎敌，竟然主动叫阵。众人全部左顾右盼，互相张望。罗森见状也明显一愣，因为这个城主真的不按常理出牌。见大家面面相觑，罗森便淡淡道：“我们还未进攻，别人就叫阵了。既然如此，那我们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才行。诸位领主，不知谁愿意出战啊？”“哼，胆大包天，竟敢主动叫阵！总盟大人，在下帐下有一大力将军，力有千金，一拳能打死一头成年野牛，乃50境界，定能壮我军军威。”这时，一个领主起身，指了指身边跟随的侍从，那是一个有1米9个头的黑脸大汉，气壮如牛，早就被众人给注意到了。尤其是听到他已经有了50境界后，在场之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他好像是不起眼的小领地吧？600人联盟盟主，只有区区数百士兵的盟主，竟然拥有50将军，恐怖如斯。是啊，我领地已经发展到数百人，加上盟友有1000多人，都没有50境界的手下呢。这次稳了，定能给玉关的城主一个大大的教训，壮我军威。众人一阵议论，那人也感觉特有光彩，情不自禁就把脸朝向了天空。见周围的人都很有信心，罗森也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那便由这位将军出战吧。”“是，属下去便来。”那黑脸大汉转身走出了大营，现场内又恢复了热闹，聊着玉关之内的实力。这玉关内有2万士兵，是一个不小的城市了。是啊，光士兵都有2万了，普通的百姓也有数万之多。听说玉关内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买到，这个就不知道了。不过我也听说过，以前进入玉关要交入城税，现在货币改革，大家获得货币都容易了，不过还没来得及进去看呢。嘿嘿，等我们打下玉关，让你天天看，看个够。听说玉关里有青楼，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真的。报！忽然间又传来了一声汇报，把众人从交谈中拉了出来。这么快？是啊，武士实力果然恐怖如斯，这都没到10分钟呢，就结束了战斗。没想到啊，这一下那个领主可算是出尽了风头啊。报！黑脸将军与玉关将军阵前互报姓名，只打了1个回合，黑脸将军就被斩于马下。小兵声音急促，一口气全说了出来。顿时间，现场一片寂静。什么？死了？就打了1个回合？50强者就这么轻松被斩于马下？领主们有些震惊了。而那个黑脸将军的领主脸也更黑了，黑的都快能滴出水了。对方是什么实力？他忍不住沉声问道。小兵也立刻回答道：“也是50境界，但可能是50巅峰。退下吧。”这个时候，身为总盟主的罗森摆了摆手，看着众人淡淡道：“50巅峰也算是强者了。众位可还有人愿意出战？”众人一阵沉默，毕竟对方是50巅峰，派人去就是去送死啊。他们本来高级武将就少，要是再死点，就相当于被变相剥削啊。所以都不说话，把这个难题留给了罗森。见状，罗森往后靠了靠，淡淡道：“吕布，属下在。”吕布立刻在罗森身边抱拳，等待命令。而众人也把目光看了过来，尤其是听到吕布的名字，纷纷感到惊讶。太平城的领主也太恶趣味了，难道给属下起了个名叫吕布，他就真的是吕布了吗？哎，反正只要别找我们就行。众人看着吕布和项羽，这俩大汉虽然也高大，但看起来没有那种恶人的感觉，所以众人没觉得他们很强，只把他们当成了普通武将。你去迎战敌将，可有信心？罗森询问了一句。吕布立刻义正言辞道：“属下定斩他于马下。”好，去吧。等一下。这个时候，黑风盟主忽然拿着酒壶走了出来，他给吕布倒了一杯酒，客气道：“吕布将军应该是总盟主爱将，在下看得出来。即将对阵，
不妨喝下这杯壮行酒，活跃一下血肉。区区小将，何须壮行？我去便来。吕布放下酒杯，转身离去。众人见状，不但感到一阵好笑，更是极其不屑。壮行酒，你真的是吕布啊？对呀对呀，对面又不是华雄。噗嗤，好好笑，说不定他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下来。嘘，小点声，毕竟是总盟主的爱将，让总盟主听到了会不好受的。哎，我看他是回不来了。第173章温酒斩武师，也不一定，毕竟他穿着金甲呢。金甲这玩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听到谁能做出来金甲呢。拥有金甲就相当于拥有一条额外的命。不过对面是武师，武师可不是我等凡人都能想象的。人家一拳能轻易打死一头牛，就算是金甲，恐怕也难抵挡。不好说，我们又没见过。哎，等会就知道了。不过就算有金甲挡伤害，那人估计也挡不住力道。是啊是啊，金甲是事件奖励的，也不知道罗森是怎么弄到这么多套的。众人又是一阵讨论，当然那些讽刺的话是用极其小的声音偷偷议论的，他们可不敢让罗森听见。但倏然不知，罗森早就听得清清楚楚了，只是并没有说什么，一切都将用事实说话。要是他的大武师还打不过一个小武师，罗森也不会轻易饶过他的。几分钟后，众人还在商量着接下来该派谁去，或者要不要围攻的时候，小兵又来汇报了。报！小兵单膝跪在地上，众人立刻打起了12分的精神，连忙道：快说！禀告各位领主大人，吕布将军回来了。什么？怎么可能？你是不是看错了？他的伤势如何？吕布将军有金甲护身，应该没什么大碍吧？对啊对啊，金甲怎么样？有没有被破坏？众人七嘴八舌，问什么的都有，而且都想知道金甲到底能不能挡住武士巅峰的拼死之战，强度几何？小兵一脸疑惑，老老实实道：吕布将军平安无事啊，他只用了一招就将敌将斩于马下了。话音刚落，小兵的身后就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大大大大大，小兵立刻起身让路，慢慢的退了出去。而后一个大汉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走了进来，此人正是吕布，手中人头自然是地方武将。啪嗒，吕布一把人头丢掉地上，对罗森汇报道：属下不辱使命，将敌将斩杀。嘶！全场再次倒吸一口冷气，呆呆地看着地上的人头，甚至有些领主根本没有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当场就呕吐了起来。哦，哟，这些呕吐的都是小领主，虽然也竟然大战，但最多就是杀人砍人，没见过割头这种残酷的事情，所以忍受不了。其他的领主经历的较多，便没有那么多不适，纷纷对吕布进行夸奖。吕布将军真乃神人也！是啊是啊，一招就将武士巅峰武将斩于马下，太厉害了！得此武将，此生无悔矣。不知吕布将军是何境界？黑风盟主把刚才准备好的热酒重新拿到了手上，当他感受到酒杯里的温度的时候，再次震惊了，同时脑海里还冒出了曾经只在书里看到过得名场面，死酒还是热的。黑风盟盟主震惊地看着吕布，喃喃自语道：温酒斩武师，吕将军真乃举世无双，请饮下此酒。什么？酒还是温热的？卧槽，这怎么可能？擦！温酒斩武师，太牛逼了，好羡慕啊！要是我有这种，首先何愁大业不成啊？我觉得吕布将军应该已经到达了大武师境界，要不然斩杀武师不会这么轻松快捷的。大武师？嘶！又是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而吕布被黑风盟盟主劝酒，却没有任何高傲，而是冷静地看了看罗森，征求他的意见。知道他看到罗森点了点头，才接过黑风盟盟主手里的酒杯，一饮而尽，而后就慢悠悠地回到了罗森身后。自此，罗森在众人眼中再度被提高一个档位，让人刮目相看。总盟主大人，有吕布将军相助，我们攻打玉关手到擒来啊！是啊是啊，见到吕布将军的身手，我们信心十足。太平城果然卧虎藏龙，在下佩服佩服。众人又开始恭维了起来。罗森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道：众位客气了，既然敌军已退，那大家就回去整顿兵马，抓紧时间建造云梯工程车，明晚我们还在这里集合，准备攻城。是，告退，再会。众人缓缓离去，罗森也开始离开了。这座大营是众人搭建，亦是用于集合开会的地方，不属于任何人。罗森就算是总盟主，也不会待在这里，因为一旦让士兵驻扎进来，再开会，人家可就不敢来了。虽然都是盟友，但也怕埋伏啊。所以罗森在众人离开后，也带人离开了。转眼间，临时搭建的大营变成了空营。回到自己的阵营中，罗森告诉了诸葛亮今日发生之事。诸葛亮摇头晃脑，似笑非笑。
他也没想到自己领主竟然还夸下了海口，答应额外分发5000套战甲，同时这也表示自己领主心中的决心。他已经决定事成之后拿所有领主开刀了，承诺自然也不会兑现。大人已经初步有了王者霸气，不再心肠柔软，属下深感欣慰啊。诸葛亮悠悠说了一句。罗森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心狠的意思吗？他以前总是心软，但渐渐发现心软是坐不稳大位的，所以才有了如此转变，才有了今日之计，才有了要独吞奖励，把今日所有领主围起来吊打的念头。成王败寇，何耻之有？自古以来，哪一个王者的脚下不是踏着皑皑白骨？正所谓士之怒，血流5步；天子怒，血流千里；神之怒，天降杀意，山崩地裂。而罗森却想要自己怒，天地变，日月换，阴阳乾坤皆暗淡，一股一往无前的霸王之气从罗森身上显现，看得诸葛亮一阵激动。孔明先生，劳烦你传令下去，抓紧时间就近砍伐树木，制造云梯、工程车等器材。如果没有木材，就回兽人联盟区域。明晚我们就要攻城了。是。诸葛亮立刻下去安排。罗森则躺到了床上，准备休息。行军打仗是最无聊的事情，因为军营里没有女人。罗森虽然带着北野出来，但目前女人们都在兽人联盟，军营中全是大老爷们，也没人给他洗水果，给他捶腿了。所以到了晚上，罗森就又无聊了，于是就躺在床上拿出领主指南看了起来。没有女人的时候，水群就变成了最有意思的事情。第174章，贴心的北野望。没有女人的时候，水群就变成了最有意思的事情。罗森来到区域频道，众人正聊得火热，而且聊天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玉关的事情。参与的人个个都是言辞激昂，甚至都想现场直播。好在领主指南没有直播功能，要不然肯定有很多领主会进行现场直播，进行宣传或者泄恨。暗流域南关正在集结，兄弟们一路高歌猛进，有望成为众盟之主。大方域也在集结大军。大家好，我是平原域沈家盟盟主沈景炳，我已率领5000大军入驻平原域南关，现寻求平原域各大势力前来结盟，共同攻打南关，北岛奖励一律平分。司又一个顶级大势力出来号召了，这是第几个了？不知道，好像是第5个了，还第6个了。擦，这些人都开挂了吗？我们才发展到100人，连盟主的位子都坐不上，人家都能带兵过5000了。擦，那个啥，兄弟们，我想问一下，有人找到修炼功法的吗？我修炼了，感觉进度好慢啊，而且最近感觉腰酸背痛，是不是有什么后遗症啊？放心修炼，绝对没有后遗症。对了，你修炼的功法叫什么名字？哦，我的呀，我是铁宝箱里开出来的，叫青春玉女诀。擦，兄弟，听名字好像是女人修炼的，你还是换一部吧。可是我就这一部啊，我还有一部叫做一气化3诀，5个银币卖给你，要不要？擦，5个银币，你怎么不去抢啊？我用1头野猪换，你换不换？看着众人的聊天，罗森忽然想起了自己得到的功法，似乎还没有修炼呢。由于信仰之力只能达到5师境界，无法继续提升，所以他也只能靠修炼提升了。想到这里，罗森立刻掏出了自己的功法炼气诀，于是开始按照上面的图谱开始打坐进行修炼。顿时间，一股热量从丹田而来，慢慢游走四肢，让罗森感到一阵舒爽。原来这就是修炼啊，和在地球上上班一样，按部就班的干活就行。爆！忽然，一个小兵的声音把罗森从修炼中拉了出来。罗森睁开双眼，看向小兵。小兵立刻道：“领主大人，妙云小姐来了。”罗森一愣，连忙道：“让她进来。”是。小兵退出去，身穿黄金甲的妙云扭着屁股走了进来，婀娜多姿的身材连战甲都遮盖不住。一见到他，罗森立刻询问道：“兽人镇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怎么来了？”大人。妙云微微欠身，行了个礼，认真的看着罗森道：“是北野管家让我来的，出了什么事情了？”听到关于北野的事情，罗森立刻就有些急了，那可是他人生中第一个女人啊！罗森可不愿她受到什么伤害，所以声音中比较急迫。妙云认真道：“没出事啊，是北野管家让我来伺候大人的。北野管家说大人在外，身边没有女人伺候，一定很不习惯，所以就让属下来了。”罗森，这个北野，真的是……这一刻，罗森有些气笑了，同时也有很多感动弥漫在心中。北野这个人把自己看得比他还重要，自己分明在行军打仗好吧，他竟然还担心没女人伺候，自己会不习惯。情不自禁笑了一下，罗森的语气也缓和了很多，无奈道：“行吧，来都来了，你也别回去了，就留守在我军帐之中吧。”是。妙云跟着罗森也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两人也算熟悉。
于是就踏着小碎步走了过来，站在罗森床前开始卸甲。罗森一脸懵逼道：“你卸甲干什么？上床啊！”妙云微微一愣，不明所以。罗森更是一脸懵逼：“上谁的床？上大人的床啊！我擦，上我床干什么？”这一刻，罗森甚至有些怀疑妙云是北野派过来考验自己的了。如果妙云不是自己人的话，毕竟以前的电视里，女人在后宫勾心斗角，那些后宫女人一个比一个心狠，设计其他女人流产、陷害等事情，看得罗森都毛骨悚然。大人，属下给你按头啊！妙云似乎也想到了什么，脸色一红，解释道：“就像在领主府的时候给大人按头。”说罢，他还比划了一下按摩的姿势。罗森，不用了，那边有床，你去休息吧。我要修炼。好吧。妙云缓缓吹灭了油灯，营帐陷入了漆黑之中。罗森，油灯是领地内的人制作出来的。那些领民虽然无知，但有时候往往能创造奇迹。他们用动物毛皮和油制作出来的。罗森刚知道的时候，还以为是大发现，还想拿到领主指南去卖，结果发现很多领地都能制作。因为只要让领民接触到制作的材料，比如毛发和油，他们没事的时候就能翻弄出来。就像21世纪的人知道1+1等于2一样，他们很多人脑海里都有这种常识，只不过没有机会实践而已。当然，除了个别脑残的领主，属下也没接触过这些材料，才在领主指南的商城里一直买油灯用。闭上眼睛，罗森很快就抛去了脑海里的杂念，进入了修炼之中。一夜悄然而过，次日醒来，罗森便在妙云的伺候下穿甲。还别说，有了女人伺候，那感觉却是不一样。毕竟女人比士兵细心多了。洗漱完毕，吃早餐，罗森便走出了大营，妙云紧跟其后，贴身伺候。此时的将士们正在大量制作云梯，虽然罗森也能制作，但制作台他可没带，而且使用制作台也需要图纸，让他们做就不需要图纸了。虽然做的有些差劲，但也能用。大人，营外有很多盟主求见，说是趁着白天要去城门口校正，特来邀请大人主持带领。吕布来到罗森身边汇报，项羽和诸葛亮在安排工程设施的制作。罗森点了点头，道：“云梯继续制作，其余人列阵等候命令。把马牵过来，你随我出战。”是。吕布立刻开始调兵安排。妙云在一旁小声的来到罗森身边，轻飘飘道：“大人，人家能不能一起去？”第175章，校正的方式不对。行吧。考虑到妙云也是武者，而且实力也不低，罗森便答应了。多一个人便多一分力气，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没一会，吕布就把马匹牵了过去，而后就在大军的拥护下离开了大营。号角吹动，万人大军留下了1000人制作工程武器，兵镇守大营，其余人跟随罗森向着玉关大门出发了。玉关大门距离各大大营很近，一眼就能看到。大军也就走几百米，就和其余领主军队混合到了一起。此时的玉关大门已经聚集了来自各方的领主，大军一字排开，列出了整齐的方阵，所有士兵加在一起，人数已超过3万人。一眼看去，密密麻麻，震人心魄。待罗森来到前排，几十位领主立刻迎了上来。总盟主来了。总盟主大人，我们校正吧，他们万一要是忍受不住出来，就能省去攻城的麻烦事了。对啊，请总盟主大人下令校正吧。一群领主围在罗森身边，叽叽喳喳地说着，似乎校正就能把敌军从城里引出来似的。不过罗森也不好打击他们的斗志，点了点头道：“哪位领主愿意校正呢？”大人，属下愿意前去校正。一个身材瘦弱的男人走了出来，主动请缨。他的主动请缨顿时让其他领主刮目相看，纷纷疑惑道：“此人是谁？看起来柔柔弱弱，行不行啊？这位将军什么实力啊？”众人一阵询问，不过言语中明显的带着不屑，不认为一个瘦弱男人就能去校正，这样太有损大军颜面。不过很快就有一个领主站了出来，笑呵呵道：“各位大人，此人是我帐下将军。别看身材纤瘦，但嗓门奇大无比，尤其他还是武者境界，一嗓子下去能喝退豺狼。”真的假的？这么夸张？怎么这些人手底下都有一点牛逼的怪人？众人倒吸一口凉气，但声音里还是带着不信。不过既然有人请缨，罗森自然也不会阻拦，点了点头道：“行，那就有劳这位将军了。要是能把敌军叫出来，本总盟主奉上铁甲500套，战马10匹。”在场之中又是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甚至很多领主开始暗中怪罪自己的属下，为什么不提前站出来？这下好了，天大的好处被别人给占了。众人一阵心疼。看到这一幕，罗森很是欣慰，自己作为总盟主，驱使别人干活，总要给点甜头。而且自己来说，
铁甲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但对他们来说，500套铁甲可以装备半个军队了。尤其是10匹战马，战马这玩意可是稀缺的战略物资。他们这些人每个人能拿出几匹，就算家底丰厚了，何况是10匹？他们这些人至少有一半的人都没有10匹战马，这可是天大的诱惑。所以一时间，众人心中都冒出了下次再有需要，自己一定站出来的想法。但他们倏然不知罗森心底的计划。这些物资是随便给的吗？当然不是。敢收他的物资，罗森绝对会让他10倍的吐出来。就像那句老话，让你吃谷子还米。虽然这么做有些不厚道，但厚道又不能当饭吃。瘦小将军对罗森拱了拱手，便上马奔腾，前去校正去了。罗森等领主则站在指挥台上进行观看。这个指挥台是用木头搭建出来的，很简陋，但很实用。几十个领主加上带来的将军，位置也勉强够用。众人心中都在想着铁甲和马匹的事情，根本没人想到罗森的真实想法。这位瘦将军瘦得和女人一样，行不行啊？我感觉不行。我也感觉不行。狗将军，等会他要是校正失败，你一定要主动请缨校正。属下遵命。二将军，等会再有任务，你可千万别忘了请缨，一定要抢在其他人前面。要是能得到总盟主的奖励，回去我把小妾赏给你。谢领主大人，等会无论发生什么事，属下一定抢先干。在众人议论之际，瘦小的大嗓门将军已经策马来到了指挥台的100米之外。这里是大军距离城门最近的地方，不过距离城门依然有数百米的距离，可以避开市场上大部分武器的攻击范围。站在这里和城墙上的人对话，必须用喊的才行，要不然听不见。虽然有些距离，但也能依稀看到城门之上悬挂的名字：平原豫北城关。瘦小的将军穿着铁甲，腰间挂着长剑，他双手放在嘴前形成喇叭状，深吸一口气，大喊道：北城关的小儿，快快出来受死！哗！顿时间，靠在大嗓门将军身边的士兵们纷纷捂上耳朵。这道声音由小变大，犹如在他嘴里装了一个大型扩音器似的，震得人耳朵发懵。声音一出，众人皆惊，就连罗森也惊了一下。身边的妙云和吕布也都同时皱了皱眉头，嘀咕了一句：嗓门真大啊！不得不说，这个武者境界的瘦小男子嗓门那是真的大，让讨论中的领主们都不得不住了嘴，认真向着城门头看去，想看看对方会不会有反应。不过很可惜，城门头只是露出了一些铁甲头盔，远远的看了看，然后就又缩了回去，没有任何反应。一群胆小鬼，快快出来受死！又是一嗓门喊出去，依然没有任何人露头，这让众人一脸懵逼。我就说喊不出来。对啊，当兵打仗怎么会被言语激怒呢？还是晚上攻城吧。总盟主大人，要不让我的将军去试试？众人齐齐看向罗森，对那个喊话的将军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不过罗森此刻倒有些不想换人了，因为大嗓门本就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别人没有这么大的嗓门也喊不出这个气势。之所以没人出来，是因为那个大嗓门不会校正。罗森邪笑一声，对着众人道：不必。他喊不出来是因为不会校正，接下来本领主会教他怎么叫。学了本总盟主教的话，对面自然会出来。第176章骂娘。哦，总盟主要教什么话？众人一阵好奇。罗森邪魅一笑，招了招手，把一个小兵叫了过来，道：我说你去告诉大嗓门将军，让他学。是。小兵也满脸好奇地看着罗森，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话能把对方叫出真来。罗森邪魅道：草你妈！众人，一群胆小鬼，再不出来受死，老子要把你们的祖坟挖出来，草你们的祖宗！众人，指挥台立刻陷入了寂静之中，众人面面相觑，小兵也一脸懵逼，身边的妙云脸色顿时就红了，只感觉脸色燥得慌。只有罗森坏笑着道：去吧，就让他这么喊，重复喊。是。小兵尴尬的立刻就去汇报了，其他领主则彻底被罗森的话语给惊呆了，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从总盟主嘴里说出来的话，简直不可思议。不过很快，大嗓门就骂了起来：草你妈！众人，全场将士，对面的城楼之上立刻探出了无数脑袋，一群胆小鬼，再不出来受死，老子要把你们的祖坟挖出来，草你们的祖宗！哗！全体将士一片哗然，全员懵逼。对面的城楼上的士兵当场被气得脸红脖子粗。卧槽，他在骂我们！马德，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子要干死他们！将军别冲动，将军，快，将军出城去了，快跟上！没一会功夫，玉关的城门就打开了，顿时间，全体士兵开始警惕起来，纷纷列阵。众多领主也感到一阵不可思议，连忙人让属下请缨。总盟大人，属下请求出战。
总盟主大人，属下也请求出战。阵前，大嗓门将军退了回来，他只负责叫阵，可不负责迎敌。见大嗓门退了，出城的将军骑在战马上，狂妄的大笑道：“哈哈哈哈！胆小如鼠的人，可敢与爷爷一战，爷爷定把你们打得屁滚尿流。”指挥台上，众人还在请战，不过罗森只是看了一眼阵前的那位将军，就没有同意他们任何一个人请战，因为出阵的那个人实力不一般，竟然是大武师境界，比自己还强。他们这些才只是武者境界的人，当然看不出来实力的差距，让他们上就是送死。虽然送死和自己没关系，但自己还需要他们晚上攻城呢。要是死了，那攻城的主力不就落到自己身上了吗？于是罗森淡淡的解释了一句：“对面是大武师境界，你们都不是对手。”死？什么？大武师？怎么可能？对面要真的是大武师，那我们岂不是没有人能够战胜他？这可怎么办啊？要不派人围攻吧？围攻会对士气有影响的。众人一阵惊讶，纷纷担忧。此时罗森又淡淡的说道：“你们不用操心，此事我自有决断。吕布出列，属下在。”吕布上前一步，立刻让所有人的目光再次投了过来。因为吕布这个人，昨天他们就见过，温酒斩武师，能轻松斩武师，那么大武师应该也能斗上一斗吧。众人顿时就又有了希望。你去迎战敌将。罗森缓缓下达命令。吕布立刻抱拳，转身离去。众人全部起身，踮脚眺望。现场也陷入了一阵混乱，因为都想知道展开如何。他们今日主动叫阵，不就是为了鼓舞士气，降低别人的斗志的吗？万一输了，对攻城不利，所以都起身踮脚去看了。大人，我们也去看看吧。这个时候，妙云也在一旁雀跃欲试。罗森微微一笑，道：“不必，用这个看就行了。”说罢，他缓缓从戒指里拿出2个望远镜，给妙云一个。妙云一直跟在北野身边，当然知道这是什么，顿时就兴奋了起来，拿着望远镜开始看。罗森也拿出了望远镜看了起来。数百米之外的战场上，用肉眼只能看到2个特别小的人，根本看不清晰。有了望远镜，就相当于在眼前。吕布骑着战马，手拿方天画戟，来到了大军阵前，二话不说，直接向着对面的将军冲了过去。对面的将军也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手拿长枪，对着吕布就迎上。2人挥舞着兵器，直接撞到了一起。枪！一阵碰撞，吕布的兵器直接就把那人的长枪给削断了。这一幕直接把踮脚看戏的领主们惊了一跳，纷纷暗道好强。于是很多人心惊的回头看了一眼罗森，再次被罗森的望远镜给惊呆了。擦，他怎么什么都有？好羡慕啊，有这么强大的属下，还有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唉，羡慕嫉妒恨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发展到这么大的领地啊？众人一阵感叹，而后继续远眺。但再次远眺的时候，战斗却是已经结束。吕布提着敌将的头颅正在往回赶，而对面出城压阵的士兵们已经惊慌失措的在回城了。这么快？我靠，这太离谱了！杀一个大武师就这么简单？这个吕布到底是什么实力？众人全部心惊。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不只是在发展和兵力上比不上罗森，就连个体实力都远远比不上。罗森赫然成为了众人仰望的存在。报！属下已斩杀敌将。吕布归来，丢下人头。这一次倒没有人呕吐了。罗森淡淡的摆了摆手，道：“打压敌军士气的任务已经完成，大家继续做准备吧，晚上统一攻城。”是。众人纷纷散去，对罗森的话更加言听计从了。罗森也回了自己的兵营之中。夜晚悄然来临，众多领主重新汇聚到一起，等待着罗森的命令。虽然这一刻众人团结一心，但罗森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一旦攻打结束，大家依然会各自为营，谁也不服谁。罗森的双眼中闪过一丝光芒，在无数兵甲的拥簇中郑重道：“全体阵营，不分先后，集体攻城，率先登城者，本总盟主奖励战马100匹，铁甲1000套。进攻！”第177章秘密武器。罗森不是一个食言的人，今天白天答应叫阵出来赏铁甲500，战马10匹，已经兑现。那个领主到现在还在彻底的惊喜之中，所以听到罗森说出谁要是第一个登城就奖励铁甲1000套，战马100匹的时候，全都疯了，而且还是彻底疯了。1000套战甲呀，战马100匹啊，有了这些，小领地的实力可以直接翻3倍，就算是大领地，军事实力也可以立刻在短时间内翻倍。他们发展了这么久，才发展到1000人士兵的地步，要是得到这些奖励，转眼间就能让军事势力再上一层楼。领主们彻底疯了，来人呐，给我冲啊，上啊，
TM 的给我快点上，云梯给我架起来！小的们，冲啊！第一个登顶者奖励我封他为副领主，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一时间，大军陷入一片疯狂，无数士兵扛着云梯就向着城墙冲去。只有这些领主在疯狂的指挥，没有靠近城墙。毕竟命是自己的，先让小兵冲一波再说。罗森也面无表情地看着大军冲击，密密麻麻的在黑夜之中，像无数前行的蚂蚁。此次攻城，罗森把吕布、项羽都带来了，只有诸葛亮留守大营。不过罗森没有让自己的兵去冲，而是让他们远远跟在后面，等敌人消耗的差不多再上，这叫做保存实力。不过其他领主都被罗森的奖励给搞得疯狂，所以也没有察觉出来。虽然罗森的兵离得远，但也跟着他们呢，就算冲也要先来后到，讲究秩序。而且先冲上去还有奖励，他们巴不得罗森的兵不要和他们抢了。杀！敌袭！敌袭！呜！玉关内传来号角的声音，无数火把在城墙上亮起，无数士兵纷纷探出了脑袋，拿着弓箭往下射。由此可以看出，玉关的军师装备也不弱，而且比在场的领主都强。因为在场的领主连弓箭都是稀有武器，城墙上的士兵却人手一把，纷纷往下射。不过领主们也不是一穷二白，依然组建出了由弓箭手组成的队伍，对攻城的士兵进行弓箭掩护。两方对射，普通步兵扛着云梯搭在城墙上，纷纷往上爬。一时间喊杀震天，惨叫连连。趴在云梯上的士兵犹如下饺子一般，一个又一个从空中掉下来。趴在城墙上往下射箭丢石头的士兵也有受伤者往下掉，只是相比之下，攻城的人死伤惨重。轰！忽然间，一辆工程车推到了城门口，撞击了一下城门。只不过城门纹丝不动，很快就有士兵回来汇报：大人，城门背后彻底封死了，我们的工程车就算破开城门也进不去。死！这么狠，连门都封死了，看来只有爬墙了。传令下去，放弃城门，全都不准后退，从城墙进去，给我往死里冲！杀呀！罗森面无表情地坐在位子上，等待着士兵们登城的好消息。但随着时间慢慢流逝，转眼之间半个小时都过去了，依然没有一个士兵登上去，反而是他们的士兵死伤无数，尸体都堆成了一片一片。看来古人说的都对啊，攻城往往需要数倍人力才能成功。对方守军2万，自己一方加一块才3万多。看着众人焦急的样子，罗森摆了摆手道：众位莫慌，我还有秘密武器没用呢。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众人立刻看了过来。罗森微微一笑道：项羽，把大炮推上战车，掩护一处，让士兵们登墙。是。项羽立刻去办。众人全部震惊，因为他们都抓到了罗森刚才说出的2个关键字：大炮。总盟主大人，你真的有大炮？这怎么可能？完全不敢相信，竟然连大炮都出事了。私照这么来说，别的大域指不定已经发展到什么武器了呢？对啊，这么一想想，感觉好恐怖啊！众人全都提起了心思，面面相觑，已经被罗森的发展速度给彻底吓到了。怪不得动不动就奖励几百上千铁甲，原来连大炮都有了，还让不让别的领主活了呀？众人欲哭无泪。不过很快，项羽就推着魔法大炮来到了城墙1里远的地方。这里不在敌人的射程范围，但却在自己的射程范围。他们调整好角度，开始放入魔核进行轰击了。魔核放入，一道光线在魔法大炮的躯干上勾勒出来，随即一道巨大的广波就从魔法大炮的口径中喷出，在黑夜中格外的亮眼。轰！一声巨响，大炮打在了城墙的走道之上，顿时间被轰中的那一处直接就炸裂开了。守在那里的士兵当场就被爆炸冲击的向着四面八方飞去，而且城墙上石头铸成的垛口更是四溅开来。虽然这一炮轰不开巨石制作的城墙，但轰碎垛口却是轻而易举。垛口就是城墙上类似护栏的石墩子，士兵可以躲在后面，也可以挡住士兵不会从墙上掉下去。如今没了垛口保护，再敢出来阻拦攀爬云梯的士兵，那就危险了，因为地上也有人射箭。冲啊！士兵们见状纷纷往上冲，而城墙上的士兵直接就被吓得肝胆欲裂。魔法大炮，他们有魔法大炮，快射，拦住他们！轰！又是一炮，过不去啊！弓箭手全体射过去，阻止他们上来。不好了，大将军，有人登上来了，给我杀！轰！又是一炮，在别的登陆点轰出了一个缺口。杀呀！有了第一个人上去，就有第二个人上去。随着大炮的3次轰击，轰碎了对面3个垛口，留出了3个登陆的缺口。没一会，城墙上就站满了平原域的士兵。城墙上的人不得不放弃射箭，开始拔刀反抗，厮杀在一起。
地上的也停止射箭，向着云梯冲去。快看，我们的人登上去了！领主们见状，兴奋地握着拳头，互相分享着喜悦。总领主大人，我们也上吧。城门堵死，在彻底战胜之前，恐怕无法从城门处进去了。罗点了点头，开始整顿身边的护卫，与30-40个头领向着云梯靠近。第178章，银甲银马共一色。想等士兵们打开城门，那是没可能了，因为城门后面被土封住了，需要挖掘。想要挖掘城门，必须要战胜那些守军才行。越来越多的战士爬上云梯，冲上城墙，与城墙上的守军厮杀在一起。随着时间推移，城墙也慢慢被士兵梅根占据，正在向城内杀去。众人见状，立刻直奔云梯。快冲啊！进城把城主抓住，我们就赢了！冲啊！领主大人快爬！领主们也加入了大军之中，顺着云梯往上爬。这里的城墙比较高，有10几米之高。罗森也不得已和吕布、项羽等人一起往上爬了。项羽身为霸王，趴在最前面为罗森开路，然后在项羽后面就是妙云，罗森则跟在妙云屁股底下，一抬头就能看到他攀爬的身影。好在没穿裙子，穿的是金甲，要不然这样爬上去谁能受得了？在罗森后面跟着的就是吕布了，他在后面断后。一行人很快就顺利地爬到了城墙上。噗嗤，刚上城墙，就有一个躲在垛口下面的小兵冲了上来，要砍项羽。项羽抬手就是一剑，像切豆腐一般切开了小兵的身子。一行人继续往里面走，又有小兵冲了过来，杀呀！这一次是从背后不远处的斜梯内冲出来的。这个斜梯下面连接着城内，一眼看去，城墙下密密麻麻的都是敌军，正在往楼梯上爬进行支援。只不过城墙已经把他们给占据了，大军无法全部通过楼梯抢夺城墙主权，只能两个的上来。刚才那2个小兵上来砍翻了守在楼梯处的平原御士兵，所以才得以上来。而且在他们俩身后更是跟着密密麻麻的人群，这要是让他们冲上来，绝对会重新夺回这个战略要地。杀下去！罗森转过身，直接下了命令。城墙很高，走道也很宽，有4米多宽。项羽立刻越过罗森，和吕布、妙云并排走在一起，向着楼梯杀去。妙云小姐，你去保护领主大人，其他的就交给我们了。项羽对妙云说了一句，率先冲进人群。噗嗤，刺了，刺！顿时间，人群里响起一片切豆腐的声音。项羽手起剑落，一剑砍翻一个小兵。吕布也不甘落后，两人并排杀去。冲上来的敌军很快就被重新杀退到楼梯口了。罗森和妙云两人并排2行，向着楼梯口走去。与此同时，护卫罗森的金甲卫以及大军都从罗森刚才登陆的云梯处往上爬。由于大军势力混杂，大军都是有选择性的跟在谁后面冲锋。领主都亲自上去了，所以太平城的部分大军也快速占据了刚才那个云梯以及距离最近的几个云梯往上爬。很快，罗森身后就聚集了大量太平城的士兵，这些都是忠心耿耿、完全可以信任的士兵。杀呀！很快，周围几个楼梯也全都被太平城的士兵给占据了，纷纷向着楼下杀去。罗森连手都没来得及动，就跟着妙云平安无事的来到了城墙之下。下了城墙，里面还有一道内墙，不过内墙没有封土，而且门也没关，因为城里的士兵还要往这里增兵，想重新夺回城墙呢。只不过很可惜，罗森一行人已经率先下了楼梯，来到了2墙之间的大地之上了。杀！罗森站在那里，淡淡的吐出了2个字，身后的士兵顿时就一窝蜂的冲了过去，犹如虎入羊群，杀得他们毫无阻挡之力。挡不住了，快撤！撤退！大军见大势已去，继续阻挡也无力回天，在几个将军的带领下，纷纷向着内墙撤离。他们这一撤，更是让大军势如破竹。顿时间，所有的阶梯处全都涌出了无数士兵。只不过罗森的这支队伍杀在最前面，因为本次事件是占领域关，但占领域关必须要进入城主府，把这座城市的城主控制起来，才算真正占领。所以既然已经杀进来了，接下来自然是一路前行去抢城主了。这一刻，罗森也走出了众人的保护，从空间里拿出金剑，带头杀去。噗嗤，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挡住罗森一击。很快，大军就越过了内门，杀进了城池之中。此刻的城池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队队行军的士兵。黑夜之中，月光洒照大地，街道寂静，身后喊声震天。敌军全部退入两侧羊肠小道，百姓纷纷闭门熄灯，不敢闹出一点动静。整个城池内一片森严，看样子这些守军是准备依靠地理优势，想和他们打巷战。不过能发展到这么多士兵的领主也都不傻，
自然不会一股脑冲进去。于是看着眼前的大路，准备直冲城主府。但就在这笔直的大路上，忽然传来一阵马蹄之声，浑厚的声音带着钢铁碰撞之声，哗哗作响。其他紧跟而来的领主全都在这一刻停在了罗森身后，警惕而视。什么声音？好像是马蹄，对面肯定是骑兵，而且还是重骑兵。死！重骑兵？怎么办？要不先守在这里，城门已经开始挖掘了，骑兵没那么快进来。领主们一个个紧盯前方，目不转睛地商量着。而就这时，对面的骑兵也终于从大路尽头缓缓出现。首先映入众人眼帘的便是一抹银色，先是一个银色头盔，而后便是银色铠甲。银色装备的人彻底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紧接着便是银甲之下的银色马匹，就连马匹都装备上了银色马盔，一人一马，活脱脱一银色战神。银色战士骑在银色战马之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银甲银马共一色，敢叫大军陨落。细细看去，这些银甲战士足有上百之多，让在场所有领主全都倒吸一口凉气。上百银甲，恐怖至极。银甲的防御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在任务中得到过奖励的人，更是传出狂言：有银甲可保命，一套银甲可以抵挡住豺狼虎豹任意一击，不会凹陷。甚至连武师都不能狂言，说自己能轻松破开银甲。第179章银甲对金甲。银甲的防御程度可想而知。还好，只有100骑，要不然我们只能退回城墙之上了。他们来了，他们奔来了，大军准备。领主们站在最前面，纷纷拔出长剑，命令身后士兵杀呀！众领主大喊一声，身后士兵立刻蜂拥而出，向着银骑杀去。步兵奔走，银骑也加快了速度，进行冲锋。枪！很快，两拨人就杀在了一起。只不过局势却是一边倒，银甲挥落之处，铁甲破碎，而铁剑打在银甲之上，却只是溅起几粒火星。充满了街道的铁甲士兵竟无法阻挡银骑的冲击，银骑也距离领主们越来越近。怎么办？完全不是对手啊，根本伤害不了银骑，只能消耗。但这样下去，我们的人死伤惨重啊！要不我们暂时退回城墙上吧？众人一阵担忧，纷纷看向总盟主罗森，因为这些人里只有罗森面无表情，没有任何担忧之色。总盟主大人，我们是继续围剿消耗他们，还是暂时回撤？你给个主意吧。几个领主看向罗森，因为罗森的兵还没有动，如果罗森要他们继续消耗，那么他自己也必须出兵，不能让他们消耗而自己保存实力。若是后退，自然更好，等退回去再商量应对之策。看着众多领主的面孔，罗森非常明白他们的心思。自己之所以没有和他们一样下令让士兵冲击，是因为冲上去也是送死。毕竟街道宽度有限，士兵的人海战术也只能一波一波上，一波一波上，换句话来说就是一波一波的去送死。这一刻，罗森缓缓拔出长剑，微微举了起来，大声道：金甲卫何在？属下在。顿时间，身后的无数士兵里，金甲卫纷纷向着罗森靠拢。原本被打散的金甲卫在短短几十秒的时间里，直接在罗森身边汇聚了50余人。罗森大声道：金甲卫，随我冲锋！大军紧跟其后，杀呀！说罢，他便率先冲去。吕布和项羽还有妙云见状，立刻就跟上了罗森的脚步，紧紧护在他身边。其余金甲卫见自己心中信仰的领主都带头冲锋，一个个更像是打了激素一样，疯狂地向着银旗冲去。这一幕看得其他领主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因为罗森平时带的金甲卫并不大，他们都以为罗森只有10几20个金甲，万万没想到，一声高呼，几十秒钟的功夫就聚集了50金甲，私制好多金甲。天哪，他是怎么做到的？简直不可思议啊！金甲对银旗，空前绝后。据说金甲的强度超过人类的想象，不知道金甲究竟有多强。我听说金甲之强，强如终极凶兽皮毛，武士全力一击都只能在金甲上留下一丝痕迹。想要破开金甲，至少需要大武士实力。死这么强，如此说来，罗森岂不是相当于拥有几十个能和大武士斗上一斗的战士了？和大武士斗倒不至于，不过这一群金甲围攻一群没有装备的武士，倒是不在话下。什么？围攻一群武士？死！这么来说，打1-2个大武士也有资格了。对，众人纷纷震惊。再看战场之上，金甲士兵已经冲击了银旗阵营，顿时间银剑银甲飞舞。前排的银旗在吕布和项羽的攻击下，更是人仰马翻。带！项羽一把抓住马的身躯，直接就给举了起来，随手丢出去，砸到一片银旗。
吕布更是拿着金铁所制的方天画戟，原地一个横扫。虽然金铁不锋利，但他力气大，一个横扫直接扫倒一片银旗。银旗之上的银甲战士更是纷纷摔落下来，摔落之后直接就被拿着金甲的小兵乱箭砍死。而金剑砍在银甲上，虽然不像砍豆腐一样，但一阵乱砍，人也很快被剁成肉泥。在金甲小兵之后，跟随的就是罗森的铁甲大部队步兵了。一时间，银旗抵挡不住，开始节节后退。众人追击，其他领主见状，纷纷大喊道：“快追，杀呀！”只不过此时，罗森等人已经冲在了最前方，身影已经消失在了街道尽头，从众人视线之中彻底消失了。城主府，深墙大院，恐慌的气氛在城主府内蔓延，直至一个骑着棕马、穿着布衣的小厮从远处奔来，慌慌张张地穿过城主府大门。他一边跑着，一边慌乱地喊叫道：“不好了，敌方有金甲卫，我们银旗战败，敌方大军正在向城主府杀来了！”大喊的声音让城主府内原本就恐慌的气氛再度增添几分恐惧。内府的城主肩上扛着大包小包，拉着几个柔体美妾，慌乱地向城主府外冲去。快走，平原域外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在士兵的拥簇下，留着一撮胡子的城主慌乱而逃，亲卫士兵们纷纷跟随。而城主府内的家丁和丫鬟看到这一幕，同样也疯狂了，纷纷收拾东西，到处抢夺财物，准备携财跑路。顿时间，城主府乱作一团。给我，这是我的！一个丫鬟瘫坐在地上，和一个家丁抢夺包裹。滚吧你！男家丁一脚踹飞丫鬟，拿起包裹就跑。而这只是城主府内的冰山一角，更乱更荒唐的事情到处在发生。放过我！一个丫鬟被一个瘸腿侍卫摁倒在外院的假山之下，瘸腿侍卫放肆狂笑，撕扯着他的衣服。城主大人抛弃了我，我死也要死得痛快。你不是仗着经常伺候城主，看不起我们这些老兵吗？马德，老子操死你！救命！噗嗤，瘸腿老兵身影一顿，一股鲜血从他胸膛涌出，喷得丫鬟浑身都是滚烫的鲜血，直接把丫鬟给吓傻了。强抢民女，不配为兵！吕布收回金剑，面目冰冷，冲啊！活捉城主！活捉城主！同时，无数士兵从门口涌进来。等士兵全部涌入后，罗森也在项羽和妙云的陪同下缓缓走了进来。城主府就此沦陷。第180章1000万级奖励。10分钟后，城主府彻底被罗森控制，全体家丁丫鬟全部被捉拿。罗森坐在城主府厅堂之中，等待着消息的传来。报，大人，全体人员捉拿完毕，还有就是听说城主已经向着关外逃去，项羽将军已经带人去追了。吕布上去汇报。与此同时，妙云从角落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块大印，兴奋道：“大人，我在墙角找到一块大印，大印有2个拳头那么大，印身雕刻着许多山脉和凶兽，尤其是凶兽个个龇牙咧嘴，对天咆哮；有带着翅膀的恶龙面目狰狞，有和山峰齐高的巨猿对天捶胸。仔细看去，栩栩如生，让人心生敬畏。”罗森接过大印，翻看了一眼大印之下，什么都没写，只是画了很多符号，完全看不懂。只不过在罗森刚刚接过大印没有几秒钟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忽然就传来了领主指南的声音：“任务完成，成功占据玉关一座，开始全面通告。”说罢，罗森的脑海里就又响起了更浑厚的声音：“提示，提示，提示！领主罗森，第一个攻占玉关，得到领主大印。作为第一个完成任务的领主，我正式宣布，奖励提升 10%， 奖励已经下发。”擦，又提升了 10%， 乖乖！罗森被奖励震惊到了，尤其是又提高了奖励百分比。而后又仔细研究了一下大印，这个领主大印或许就是控制整个城关的关键。不过正在这时，罗森的脑海里就又传来了系统增幅的声音了。叮，弓箭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11万把。叮，第一种物资刚刚增幅完毕，罗森直接就感到了领主指南的储存空间以及自己的空间戒指彻底爆满了。而第二种物资仍在脑海里响起。叮，剑士增。我擦！听到这个提示，罗森直接吓了一跳，因为剑士奖励10万只，要是100倍增幅，就直接变成了1100万只了，能直接把厅堂堆满，他们肯定会被压在下面。在这紧要关头之际，系统增幅的声音还未说完的千钧一发之际，罗森立刻从空间戒指里找出了多余的空间戒指，找出来的99个空间戒指，再加上手上戴的一个，罗森已经拿出了100个空间戒指了。这100个空间戒指的面积能装下小半个城主府。于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罗森全部掏出了从领地特意准备带来的空间戒指，
当场戴这些戒指，为的就是现在这一幕。叮，箭矢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1100万只。顿时间，罗森的空间戒指里又蹭的被塞满。好在他的空间戒指多，装满一个还有下一个。叮，银块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11万块，增幅仍在继续。短短一个眨眼的功夫，铺天盖地的物资就把罗森的空间戒指装了七七八八了。还好他的戒指够多，不然还装不完呢。虽然罗森经历了恐怖的阶段，但在吕布和妙云的眼里，也只不过是过了2-3秒钟而已。正是这2-3秒，让罗森额头都布满了汗珠。看得妙云和吕布同时一愣，立刻围了上来，担心道：“大人，你没事吧？”“呼，没事。”罗森擦了擦汗水。哗哗哗！但正在这时，外面忽然又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像无数脚步在涌动。“大人，不好了！其他领主们要硬闯城主府。”一个金甲卫匆匆来报。罗森威武一愣，脸色顿时一寒。他自然知道那群领主所来何意，因为自己得到奖励的事情已经进行了通报，他们必然是来分奖励的。把大印收起来，又把空间戒指全部装到口袋里，罗森转身缓缓走到城主的主位之上，轻飘飘坐下。既然他们迫不及待，那自己也不用等城池安定了。罗森冷笑一声道：“让他们进来，不过士兵们不可入内，只能让领主进入，最多只能带2个护卫。”“是。”小兵立刻去办。罗森又看向吕布，依旧冷声道：“吕布，立刻召集所有士兵，带领主进来后，全力防守大门，阻止他们的士兵闯进了。另外，再召集所有金甲卫和精兵，埋伏在院子之中，等我命令。”“是。”吕布心中一颤，顿时就想到了什么。但他作为忠实的属下，对领主的话自然是言听计从。正因为心中震撼，所以更加不敢耽搁，飞快的去办。转眼间，厅堂之中只剩下几个看门的金甲卫和妙云了。罗森端坐，目视前方，脸上毫无波澜。几分钟的功夫过去了，院子里涌现出了一群领主。这群人并肩而行，交头接耳，就像上朝的大臣一样，向着罗森所在的厅堂中而来。虽然对于总盟主阻止他们带兵进来，但也给他们留了几个侍卫，所以众人虽然不满，但也没拒绝。毕竟如此多的领主，再加上一些侍卫，这群也有100多人了。就算是总盟主，也无法在这多人一心的时候翻出浪花。这是众人心中所想。来到厅堂之外，众人的侍卫再次被看门的金甲卫给拦住了。“大人有令，分发战利品是头等大事，禁止携带护卫入内。”“哼，我就带2个护卫而已。”“对啊，连2个护卫都不让带，总盟主大人在搞什么鬼？千万别忘了，这个总盟主还是我们投票选出来的呢，要是没有我们，他可当不上总盟主。”“算了，众位大人，分发战利品带护卫确实不合适，可能是防止分发不匀打起来吧。”“此话有理，你们在外面等着。”领主们纷纷进入。那些倔强的领主见别的领主都只身进去了，也怕自己去晚了分的少，于是也纷纷让护卫留下，独自进入。很快，几十个领主就来到了厅堂之中。“拜见总盟主大人！”众人齐齐鞠躬。不管怎么样，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尤其是当着总盟主的面。“大人，既然任务完成，奖励也发放了，我们就商量商量如何分奖励吧。”几个迫不及待的领主开始主动挑起话题了。其他领主也纷纷跟着附和。第181章招降。几个迫不及待的领主开始主动挑起话题，其他领主也纷纷跟着附和。“是啊，总盟主大人当初说过不要奖励，都分给我们的。这次攻城，我的属下可死了不少啊，我的人也死了很多。通知上说奖励提升了10%，我们在场带甲过1000人的领主有17个，就先分一半，剩下的一半平分吧。”“什么？不行，凭什么我们分这么少啊？”“对啊，今天总盟主大人做主，要分也是一起分，凭什么你们先分一半，还要再和我们分啊？”众人顿时间就争得面红脖子粗，甚至还有脾气暴躁的领主直接就不满的要打架。虽然带兵1000人的领主很厉害，但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短时间内难有交集，所以此时也不怕。尤其是几百和1000多，虽然差距很大，但也不会被轻易团灭，所以大家都不怕。见众人吵吵嚷嚷，罗森冷笑一声，缓缓抬起了手掌。顿时间，金甲卫全部从角落里出现，把众多领主围困了起来。哗啦啦啦，领主们顿时反应了过来，全部大惊失色，惊恐道：“总盟主大人，你这是要干什么？”“是啊，总盟主大人，难道你反悔了不成？我们在外面可也是有兵甲的。来人呐！”领主们纷纷大叫，呼唤门外的护卫。门外的呼唤听到呼唤，立刻就要前来支援。就在这时，院子里又从角落里涌出无数兵甲，把他们那些护卫围了起来。一时间，竟无人能够靠近厅堂范围。领主们顿时就急了。
可千万别得不到奖励，还把自己的小命搭在这里了。于是有聪明的领主连忙用无比客气和恭敬的语气道：“总盟主大人，我无心争夺，这次的奖励我不要了，请放我离开吧。”“是啊，是啊，我也不要了，请放我们离去，我保证绝对不会参与任何奖励瓜分。”“我也保证，总盟主大人。”众人一一改变风口，但他们说的话能信吗？说不定现在放出去，转眼他们就会聚集外面的军队，联合起来攻打自己。罗森冷声道：“你们谁也别走了，来人的，全部给我拿下！”哗哗哗，金甲卫开始行动，直逼而来。这一下，领主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武者境界，毕竟手底下最少也有几百人，甚至还有一些武士境界的领主。虽然一直隐藏着自己的实力，但也不难猜出来。不过就算是武师，也不过是刚进入武士境界的雏鸟而已。罗森，你究竟想干什么？对啊，你不要逼我们。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们今日汇聚在此，他想一劳永逸，永绝后患，弄死我们所有人。我们一定要反抗啊！反抗，反抗到底，绝不妥协！众人七嘴八舌，怒气冲天，但依然没能让金甲卫慢下半分。眼看金甲卫就要靠近，领主们彻底忍耐不住，开始反抗了。操！和他们拼了！有领主率先拿出武器，向着门外冲去。只要能和门外会合，再加上护卫们的力量，他们有信心冲出领主府和大军会合。枪！很可惜的是，铁剑砍在金甲卫的金甲上，没有造成一点伤害，反倒是金甲卫一个擒拿，把那个领主按在了地上。其他人见状，也纷纷开始向外冲去。枪枪枪！顿时间，众人打在一起，混乱不堪。在反观院子之中，护卫们见自家领主打起来了，更是不敢耽搁，纷纷拔出武器向厅堂冲去。但院子里的士兵也不是吃素的，这里早已经被太平城的人给占据了。太平城的士兵更不会手下留情，敢冲过来，直接就是往死里劈。凡事都是一些普通护卫，又不是领主身份，劈死了也没人会怪罪他们，还会奖励他们。于是院子里也打了起来。那些护卫们冲不进去，便想掉头冲出领主府去外面搬救兵，但很可惜，他们还是冲不出去。而且院子里的太平城兵甲越来越多，把整个院子都占满了。十几分钟后，城主府内再次陷入了一片寂静，院子之中横尸遍野，只剩下了太平城兵甲。而厅堂之中，每一个金甲卫的膝盖下都压着一个领主，当然也有倒霉的领主被金甲卫不小心弄死的。总而言之，城主府内除了太平城的人外，其余所有人尽数被拿下。那些领主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们趴在地上，身上压着金甲卫，互相都觉得无比艰难。罗森，你好狠，竟然摆了我们一道！哈哈，人心不足蛇吞象，我们就不该相信你。别杀我，我投降，我不想死啊！孬种，大丈夫何惧生死？领主们心中百感交集，万万没想到，不但被罗森摆了一道，而且一个都没跑掉，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但不管如何，木已成舟，谁都无法改变。于是胆小之人开始求饶，胆大之人还在嘴硬，大放厥词。罗森轻笑一声，冷冷道：“带着愿意投降的领主，让他们去招降自家士兵。如果士兵不愿意归降，直接砍了领主。”是。金甲卫便拉着那些愿意投降的领主去招降士兵了。而后罗森又看向刚才那个说出大丈夫何惧生死的人，淡淡道：“你似乎不怕死，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拉出去砍了吧。”是。两个金甲卫一人抓住他一根胳膊就往外拖，吓得那个领主当即瘫软，一脸的恐慌，大喊道：“别，我愿意投降，我刚才开玩笑呢，大人，带他去招降。”罗森不屑地撇了撇嘴，还以为自己真碰上硬汉了呢，结果也是一个懦夫。不过有了前车之鉴，剩余的领主也开始纷纷投降了，因为他们已经看出来了，只要不投降，罗森真的会砍死他们的。没有人愿意去死，何况这里还是权力至上的世界，哪怕当一个小小的村长都能享受到极大的权力，能活着都不想死。罗森继续说道：“全部带去招降。”是。第182章100本领主指南。转眼间，厅堂中只剩下了太平城的人了。跟在罗森身边的妙云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他也没想到领主大人竟然如此果断狠辣，说抓全抓，没有任何余地。平时看起来领主大人和蔼慈祥的，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领主大人。这一刻，妙云的心里不但没有任何担忧，反而再次被罗森这种雷厉风行的果断给征服了。深夜，玉关内除了兵甲的声音，其余之地寂静的可怕。对于城内百姓来说，今晚将是一个全体失眠的夜晚。权力的更替，城主意味往往都伴随着腥风血雨。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午夜，
太平城外的所有士兵全部成功归降，士兵缴械，人数清点羁押。在午夜之后，除了那些强大的领主，归降的士兵里的领主也全部被筛选了出来。这些领主都是小领主，整个领地也不过100余人，很多人都是亲自带几十个士兵支援总领或者盟主的。由于体制混乱，所以看到1000人大领地的盟主被抓，也纷纷投降。要不然招降不会那么容易，毕竟投降比被打死要舒服得多。至于反抗的话，这些小领主只能调动自己的兵，别的小盟兵甲他也调不动啊。能调动全体兵甲的老大已经被抓，所以投降是唯一的活路。大人，玉关也被我们彻底掌控，守军全部投降。我们已经掌控了玉关兵营，衙门已被控制，投降人数共计15000人。联盟大军也全部归降。在归降的大军中找到担任职位的领主72人，普通兵甲18000人。我们的10000人，战死300，重伤700，拥有战力9000人。吕布一一汇报情况。罗森面无表情，在心中盘算着。他记得联盟友军好像是2万多人，至于2万几，估摸着好像是2万4、2万5的样子。目前竟然只剩下了1万8，也就是说，死的加上躲起来的人，损失了6、7千人。就算去掉城外看守物资的1000人军士，那也损失了5、6千人，自己也损伤了1000人。不过这个数字对于攻城战来说，伤亡真的不算多，尤其是守城的士兵才损失1/4，就全体投降了。要是让稍微一些有头脑厉害一点的人物守城，估计伤亡会更加惨重。罗森点了点头道：受伤的人妥善安排，另外加紧城门的挖掘工程，把城外的士兵和物资统一收缴。还有，把所有抓到的领主都给我叫过来，我要训话。是。吕布匆匆来，匆匆去，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他办事也是雷厉风行，很快就把已经抓捕的所有领主，共计100位，全部带到了厅堂之中。100个领主全都被绳子绑住了，齐齐的跪在地上，似乎是认命了一般，满脸的愁云惨淡。成王败寇，在这个世界里，不要怪别人心狠，要怪只能怪自己太弱。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你们要是想活命，就拿出领主指南，只有没有领主指南的地狱，才能安然无恙，过平安快乐的日子。罗森语气平淡地抠着指甲缝。领主们纷纷大惊，他们万万没想到罗森竟然会要他们的领主指南，这可是命根子啊，可是以后崛起的唯一资本。要是交出去，这辈子只有认命了。虽然他们打仗也会偶尔抢夺别人的领主指南，但面对的都是狂妄血腥之人，一般对他们投降，他们也不会这么赶尽杀绝的好不好？领主们义愤填膺地看着罗森，无数气愤的话想脱口而出，但还是极力地忍住了。直到几秒钟后，一个汉子再也忍耐不住，狠狠道：要我们的领主指南，不可能，士可杀不可辱，你死了这条心吧。死。此话一出，现场的领主当场倒吸一口凉气。虽然他们也想骂，但真说出来，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啊。于是众人立刻投向了敬佩的目光，希望他的出现能让罗森放过他们的领主指南。不过罗森会放过吗？和诸葛亮预谋了这么久，自然不能轻易放过。罗森不屑一笑，淡淡道：你以为我真看中你们的领主指南了吗？收走你们的领主指南，一是为了人口资源，二是为了防止平原域的资源外流。你们这些人为了发展，什么都肯出卖，早晚把平原域的资源都卖完。而且有了领主指南，一个个都会自认为天命之子，妄想成为主角，不断惹起战乱，让百姓民不聊生。今日就由我来终结你们的希望，统领平原域，过上好日子。说罢，罗森停下了扣指甲的动作，看向那个出头的领主，淡淡的指了指他，语气平淡道：不愿意交出来是吧？把他拉出去砍了。话音落，立刻上来2个金甲卫，就要去拖走他，直接把那个领主吓得尿了一地，地上的水渍向周围扩散。周围的领主纷纷嫌弃般的跪着爬开。不要啊，我教，爷爷。罗森摆了摆手，阻止了金甲卫。他的目的是领主指南，不是为了杀人。而且有了这个出头鸟，相信其他人也不敢反抗，于是便阻止了金甲卫。金甲卫直接就放开了他。那个领主立刻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而后飞快地往厅堂里爬。他幻化出领主指南，把书籍丢在了面前的地上，彻底妥协。其他人见状纷纷跟随，一个个取出自己的领主指南往地上丢。很快100本领主指南就堆积在了一起，只有什么一件申请成为附庸领地的事情。罗森看着领主指南不屑一笑，一件申请虽然今夜才开放，但也将在今夜成为过去式。从今往后，他的领地没有附庸，只有子民。把他们关起来吧，等我和诸葛先生商榷完毕，再决定怎么处置。是。领主们尽数被带走。妙云一一捡起神书交给罗森。在普通的人类眼里，
领主指南就是神书神器，而罗森则一一接过，开始融合。一个领主指南就能融合出一间招募所，这100本就相当于100间招募所。第183章大量物资，100间招募所再加上领地原有的招募所，他一天就能自主招募到100多个领民，而且不用花1分钱，唯一的花销就是需要养他们。不过这也比买来的好多了，忠诚度也高，也好驯化。尤其是货币的改革，想要买人就不能花资源，只能花钱了。而且随着时间的变迁，卖人的领地也越来越少了。除了那些养不起领民的领主和倒腾的商人在卖，很少会有势力贩卖了。所以招募所又变得格外重要，因为这玩意是人口的主力。要是让领民自主生育，首先各种基础设施都要完善，要不然生下来也养育不了。在完善之前，兵力只能消耗已有的人口，或者依靠招募所的招募。融合完毕所有领主指南，罗森的空间里又多出了100间招募所。这一刻，罗森忽然觉得诸葛亮的话真不错，绝对掌控，这种感觉远不是别人臣服能够比拟的。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后半夜，整个玉关还在有序不调地进行着各种工作，比如打扫战场、收纳投降的兵器、统计缴获物资等等。罗森也懒得等下去了，毕竟这不是一小会就能完成的事情，于是就来到了城主的卧室睡觉去了。城主的卧室是装修最好、安全性最好的房间，在进入之前，罗森特意让人好好整理更换了一番，才进入休息。还别说，本地的城池设施就是齐全，尤其是城主府内，连棉被都是丝绸丝棉制作，房间里的各种家具更是金木制作，甚至还有镜子等东西。两者相比，城池内像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和变革，才出现了这些工艺，而玉关之外，一切都那么原始，什么都没有。两者一旦结合，内外相通，域内也会飞速发展起来的。罗森缓缓睡去，一夜眨眼而过。当罗森再次睁开双眼，时间已经到了中午。走出房间，周围也多了很多护卫站岗以及干活的丫鬟。这些丫鬟明显还是城主的旧人，所以这些士兵才会站在这里把守的吧。洗漱完毕，罗森来到厅堂吃饭。与此同时，属下的将领得知罗森醒来后，纷纷向着厅堂赶来汇报情况。报，大人，诸葛先生、吕将军、项羽将军、赵云将军求见。哦，都回来了。赵云也回来了。罗森愣了一下，立刻道：全部进来。哒哒哒哒，一阵脚步响起，3个穿着金甲的将军和穿着布衣的诸葛亮同时走进厅堂之中，拜见领主大人。4人单膝跪地，只不过站在最边上的项羽身上的金甲明显破了几个洞，而且多处凹陷，一看就经历了惨烈的战斗，这让罗森愣住了。大武士配金甲，竟然落得如此下场。他连忙道：诸位请坐。项羽，你不是去追城主了吗？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有没有受伤？一行人坐到两侧的椅子上。项羽无奈拱手道：大人，属下确实带人去追了原城主，只是那城主逃到了玉关之外，属下带人去追，在域外黄沙大地遇到了一只人面蜘蛛，人面蜘蛛撕碎了原城主，属下想夺回原城主的尸体和他斗了一番，结果打了个平手，无法拿下，便退了回来。似这么说，域外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了。罗森小小的震惊了一下。项羽回答道：是，域外大山陡峭，两山之间有10几里宽，与另一座玉关遥遥相望，周围全是黄沙大地，两侧的通道也不知道通往何处。原来如此，玉关之外的事先放一放。子龙说说幻剑阵怎么样了？罗森点了点头，询问起了赵云。他对玉关之外虽然产生了好奇，但现在还不是探索的时候，域内才是目前紧要之事。听到罗森询问情况，赵云立刻回答道：大人，幻剑阵已经平定，属下带兵1000前来会合。好，城内状况如何？罗森继续问道。这次是吕布回答：大人，城内一切正常，百姓也在正常生活，似乎对权力更替并无不满。另外，属下已经把战死的战士遗体收拢完毕，加上降军的资源，一共收缴战甲4万套，铁剑4万把，银甲100套，还有就是战马300匹，弓箭数百，箭矢数千，粮草数10万。另外还有城内守军粮草缴获了上百万斤。城主府内发现大量资源，其中有铁矿数千，银块数百，魔盒上百，铁币。说完，吕布就呈上了物资名单，以及领主府内找出来的法律和税收条例等等。看完后，就连罗森都不由得咂了咂嘴，感叹玉关内的资源丰富，同时也了解到了这座城市的生存方式，就是自给自足。城内自成一套体系，有饲养牲畜的，也有外出打猎的，更有种田种地的。而且他们种的田地位置更是隐蔽，在域内的一个小山谷中。
根本不会被人发现。罗森立刻道：“有没有派人去山谷查看？”“已经去了，还未回来。”吕布回答。罗森点了点头，继续看起桌子上摆放的资料。这一次，他把目光放到了收缴物品清单的最下方，看到了本次收缴到的货币数量：铁币17万枚，银币1万枚。看到这里，罗森当场倒吸一口凉气。虽然货币一事已经全面开放，只要砍树就能在领主指南上兑换，但依然是无比稀缺的东西，就相当于前世在地面上的黄金，属于稀缺物品。因为铁币是比铁更精致的铁，能用于制作武器，用途广泛，所以也有自身的消耗价值。至于人家不停地砍树挖石头兑换铁币，那也是发掘资源的一种消耗。这个消耗又不得不提起比特币了。那玩意很值钱，人人都可以发掘，但就是因为发掘过程中的消耗，所以不管发掘出来多少，它的价值依然存在。放下物品清单，罗森继续拿起城内的资料观看。这上面写的是城内对于税收、民众登记之类的信息。看完后，罗森也对城内的规矩有了一定的了解。第184章白塔。首先可以肯定是这个城主也不是什么好鸟，就懂得享受，而且掌握着粮食关键，不停地压榨城内百姓。那些铁币也是城池建造之初搜集的，因为之前外界都是危险的迷雾，所以一直不对外流通，一直在内循环，成为了城主掌控民众的关键。而且城内所有的基础设施全 TM 是城主的，那些民众都在给城主打工，挣得工资还要交税，也就是拿出一部分交给城主，这就很离谱了。最主要的是，卖粮食的地方也是城主的，也就是说，这些领民给城主打工挣的钱，除了再交给城主一部分，还要花钱到城主的地方买粮食吃。这一套流程下来，连前世的资本家看了都要流泪，压榨的太厉害了。而且城内可是有3万多居民呢。罗森闭上眼睛，微微思索了一下，最终睁开双眼，郑重道：“立刻张贴告示，宣布城主更换一事，并且宣布城池内的赋税减半。”是。吕布点了点头，离开了厅堂。看着其他人，罗森淡淡道：“都散了吧，孔明先生留下。”是。众人很快散去，现场只留下了诸葛亮。诸葛亮摇着扇子，面带笑容地看着罗森。罗森无奈一笑，道：“孔明先生，改天我让人给你做个羽扇。”“多谢大人，这把草扇属下已经用习惯了。”诸葛亮再次轻轻一笑。罗森也懒得和他打哑谜，直接问道：“孔明先生，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些俘虏又该如何安排？”“简单，领主大人，我们的目标是收拢整个北部，而北部之大，领地之多，收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不需要占领别人的领地，只需要夺取那些领主们的神器，得到名义上的承认，从而彻底控制周边所有势力。不过很多大盟已经被领主大人一网打尽，剩余的小领地就好办了。我们只需要奋兵扫荡，威逼利诱，凡是主动上缴神器者，赏；得到神器者，赏；举报私藏神器者，赏，并且对外界宣布，我们要建立和平生态圈，而和平生态圈内禁止神器出现，必须上缴。同时对外发布神器悬赏令，凡是神器都可以到总领地换取大量资源，并且可以拿着神器投靠总领地，亦可以加官进爵。私藏神器者，不愿交出神器者，全部捉拿定罪。而且让任何没有神器的势力都可以代替我们执行神器搜查权。正所谓我没有，你也不能有。那些失去了神器的领地，只要给他们资源，相信他们非常乐意替我们去执行周边搜查的。至于抓来的俘虏，我已经问过吕布将军，好像有3万2千人。属下觉得玉关守军叛心不大，可以留下一部分继续镇守玉关，另一部分进行充军，而盟友们的降军全部抓去建城。领主大人可还记得属下说过的建城一事？诸葛亮摇了摇扇子，一条条计谋脱口而出，听得罗森那叫一个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罗森点了点头，道：“当然记得，孔明先生想百里一城，一路贯穿整个平原域。不过这样会不会太近了一些？如果领主大人觉得近，可以200里设一城，先打通玉关和大人本土的通道。”诸葛亮微微一笑。罗森立刻点了点头道：“可以，那就先建造4个城池，凡是没有领主指定的领地，都可以搬到城内生活，建立一个集体力量来取代之前的乡镇。领主大人圣明。”诸葛亮拱了拱手。罗森微微一笑：“既然如此，那此事就交给孔明先生安排吧。”是。诸葛孔明摇了摇扇子，并没有立刻去办，而是依然盯着罗森，继续道：“领主大人，城中心有一座塔，模样非凡，属下昨夜来时远远的看过，觉得那是一座传送阵法，领主大人要不要去研究一下？”“哦，城内也有传送阵？”顿时间，罗森就想起了领地外的一个传送塔。难不成玉关内也有？
不过怎么没有人来报？难道大家都没有看出来不成？如果玉关内真有传送塔，那自己回领地岂不是和坐飞机一样，一眨眼的功夫？这可是重要的战略设施啊！想到这里，罗森马上就放下了去仓库查看资源的想法，连忙道：“一起去看看。”是。诸葛亮立刻起身，于是一行人向着城主府外走去。其实罗森本来想准备给那些资源增幅一番呢，因为缴获的数万铁剑还有铁币都没有增幅过，他一旦增幅，4万套铁器立刻能变成4000万套，彻底解决装备问题。而且还有钱币，一旦增幅，那简直能瞬间成为领主之中的首富。在领主指南里想买什么买什么。不过这些东西飞不了，早点晚点增幅都一样，还是传送塔更有战略意义。半个小时后，众人骑着马离开了城主府，来到了宽阔的大街之上。包子，包子，卖不了！小帅哥，快来玩啊！顿时之间，一阵热闹的喧嚣传进众人的耳朵之中。大街上人来人往，有穿布衣的穷人，也有穿着丝绸的妇人。马路两侧各种店面吆喝着自家生意，整个场面看上去热闹非凡。罗森一行人骑着马走在宽阔的大路上，周围一片祥和，这让罗森有一种恍若如梦的感觉。毕竟自己之前所接触的全都是荒郊野外和领地领民，尤其是领地之外非常原始，领民也是统一管理，哪里像现在大家各自忙碌，都有自己的生活。这种感觉就像回到了前世的那种繁华。声音在脑海里不断回荡。马路边上的几个穿着暴露的女子在街上拉客，看到罗森等人更是兴奋地招手：“将军，来玩呀！”罗森抬眼看了一下，只见那老鸨子浓妆艳抹，毫无吸引之色，便收回了目光，继续向前走去。反倒是身后的妙云满脸疑惑好奇地看着老鸨子，不明所以。10几分钟后，众人来到城池中央广场。这里有一片广场，广场中央有一个院子，院子里坐落着一座数米高的白塔。第185章变天。白塔形状和罗岭地外的那个传送塔甚是相似，只不过没有那么大，像缩小了数倍一样。院子门口有人把守，有人售卖香火，而百姓们则卖了香火在塔前祭拜。这倒让罗森有些好奇了。这个世界是有原住居民的，这个城市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很明显没有寺庙，而白塔似乎就代替了寺庙的作用。见过大人。一进门，2个看门的护卫就立刻朝着罗森等人行礼。罗森淡淡的问了一句：“这个塔有什么来历吗？大人难道不知道吗？”守城护卫一愣，连忙解释道：“这座塔是天神建造的，每一座城池都有，对塔祭拜可以得到天神的庇护。”罗森，说实话，罗森不信有神，就算有，也只不过是修炼的强大的存在而已。至于传说中那些无所不能的神，不过是愚昧的人虚构出来的罢了。摇了摇头，罗森淡淡道：“带我们进塔。”是。护卫立刻上前带路。很快，众人穿过人潮，就从侧门来到了塔前。这里已经属于禁地了，普通人只能在塔身围墙之外几步，是不准靠近那墙的。所以罗森等人来达到塔下，也没有人能看到。传送塔使用方法：进入塔身，放入魔盒产生能量，可在域内短距离传送。传送要求：选择坐标后开始发出传送请求，需接受的传送塔接受请求方可传送。传送人数和魔力有关，人数越多，对魔盒魔力要求越高。在白塔门口矗立着一个石碑，上面写着关于传送塔的信息，分明和平原域中心那颗大传送塔写的差不多。罗森心中顿时就冒出了想要试一试的想法，不过由于不能单方面传送，所以罗森便准备进去看一下。他先看了一眼四周，很快就找到了置放魔盒的地方。在白色石门上有一个凹槽，估计就是置放魔盒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放入魔盒就能开始传送，而且还需要双方操作，人先进去，由外面的人来操控，这倒是能防止别人乱用。罗森缓缓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光线从四周的窗户照射进来，看不见外面的场景，外面也不及内部场景。大人，要不我们来试试能不能传送吧？诸葛亮上前主动请求。不得不说，诸葛亮还是有臣子之心的。见罗森进了传送塔，连忙跟了进来。罗森心中略微感动，毕竟这个吃肉不吐骨头的世界，有真心之人确实很难得。于是微微一笑，道：“上面不是写了吗？需要另一个传送塔接受这边的请求才可以传送，我只是进来看看。”说罢，罗森就在里面溜达了起来。塔底空间不大，但也不小，一次传送几百人完全不成问题。如果挤一挤的话，一次估计能传送上1000人。而且这个传送塔可以传送到域内任何有传送塔的地方，用于支援防御奇袭，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看完后，罗森就退了出来，
好奇地问向那个带他们来的护卫：“为什么之前的城主逃跑的时候不用传送塔呢？非要往域外跑？”大人，其实域内的城主之间的关系都不好，都想互相吞并。平时发出传送都是交易一些物资之类的，而且还有时间规定，贸然传送人家不会接受。而且若是得知是用来逃命，更是会控制住之前的领主谋取钱财。而原来的城主逃跑的时候携带了大量钱财，跑到关外隐藏身份，也能过上奢靡的生活。原来如此，罗森点了点头，顿时就明白了，不是人家不用，是人家不敢用。想到这里，罗森对着诸葛亮吩咐道：“回去后立刻派重兵把守，如果传送塔有反应，肯定是有城主对我们进行了传送，一律同意，然后拿下。以后我们也要攻占其他关卡的，这种战略要地绝对不能被多人瓜分。”属下明白。诸葛亮点了点头，而后众人便重新退回了城主府。诸葛亮也按照之前和罗森谈论的结果去处理事情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诸葛亮会很忙，给新的城池选址、建造城池等等琐事都已经交入他手。当然，城墙的制作还是要罗森亲自来的，毕竟有100倍增幅，而且巨石制作困难，远不如一件制作来的快捷。诸葛他们要处理的城池选址以及周边清理和基础建设。回到城主府，罗森直接去了仓库。城主府的仓库堆满了各种物资，不但把仓库堆满，就连仓库外面的独立院落都堆得满满的，铺天盖地的铁甲铁剑堆积如山，看得罗森一阵头大。再看看自己的空间戒指，虽然能把这些东西装进去，但一旦100倍增幅，那可彻底装不下了。因为增幅后，4万套铁剑直接变成400万套，4万把铁剑能变成400万把，10几万的铁币能变成1000多万枚，上百万斤粮食能变成上亿斤，这个数量完全拿不了。擦，先放一边吧，等以后做出来储物箱之后再增幅吧。咂了咂嘴，罗森无奈放弃了增幅的想法，而后便来到厅堂，再次召集手下的几大将士，开始为其分发任务。吕布、项羽、赵云听令，属下在。3人齐齐弯腰抱拳。罗森郑重道：“我有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属下定不辱使命，请大人吩咐。”3人异口同声回答。罗森缓缓起身，看着远处的天空，郑重道：“我之前收服了兽人、幻剑、血煞、阴阳、流风5大阵级势力，你们3人带兵6000，分兵去这5家势力中收取他们手中的神器，也就是领主指南。顺便告诉他们，愿意交出来的保留原有职位，有职位的领主总领地会帮助他们发展，比如开荒种田需要种子之类的东西，总领地都可以帮助，而且还会往上提拔任职。至于不愿意交出领主指南的，是同谋逆，全部抓回来坐牢。同时你们也可以在任何领地强行征兵补充军力，上不封顶，征兵多的人我还重重有赏。”第186章建国资格。罗森的一番话直接让3个大将军震惊了。平原玉终于要变天了吗？3人顿时抱紧了拳头，心中一股冲天豪气更是无形散出。不过罗森还没说话，仍然继续道：“若有领主交出领主指南，觉得安全得不到保证，可以集体迁移进各大城池，免费安排住宿和前期粮食，也可以到城内任职，但城内任职原有的领地必须交给别人接管。还有城池的建设一事，孔明先生已经去办了。你们彻底掌控了4大阵之后，以原地为中心，向周围展开扩张，吞并小领地，搜刮领主指南。当然我们也不白要，每一本领主指南都可以一次性获得10枚银币的补贴，而且按照官职等级每月发放薪水。村级1月3个银币，镇级官职1个月10个银币，城主级别1个月100银币。这些银币可以到各大城池去买东西消费，以后我还会建造更多娱乐设施，让他们可以享受足够的乐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处理不好，恐怕会引起大面积混战，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处理。”说罢，罗森拿出了3枚空间戒指，交给了3人，道：“这是空间戒指，你们拿着用，仓库里的资源任由你们调用，去吧。”遵命。3人同时抱拳，同时离去。看着3人的背影，罗森背起了双手，无语仰望苍天。下午，3位将军带人出发了，而且3人像是商量好的似的，从兽人联盟开始了收缴。一时间，投降的领主全都慌了，但面对大军突袭，他们无力抵挡，统统交出了领主指南。不过也有几个硬骨气的人宁死不屈，直接被抓进了大牢之中，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生活。变革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虽然残酷，但社会要进步，规矩要改变。古人的经验一直在提醒着罗森，落后就要挨打，若不想挨打，必须发展，但发展肯定要万众一心，所以唯有痛心变革，才能彻底发展起来，凝聚成团，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受人欺负。
下午的时候，北野望和露西也纷纷赶到了玉关城池，因为玉关之内的事情彻底解决，已经变成了最安全的地方。由于露西的存在，导致这次从兽人联盟开始的变革无一家兽人参与，才让事情进展得特别顺利。与此同时，罗森大面积搜刮领主指南的事情也飞速地传了出去，顿时间整个平原域人心惶惶。因为别的大势力就算搜刮领主指南，也都是在暗中进行，一点点蚕食，给了那些远距离领主很多发展的空间。但罗森的大面积侵袭让他们彻底慌乱了。不过慌乱也改变不了什么，当大军到来，那些领主除了臣服别无选择。尤其是罗森发布的福利，让他们在困境之中看到很多希望。反正早晚都要被人收服，不如选一个有保障的。于是很多人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平静地面对着这一切。当然也有自负之人不满被这样压榨，当大军前来时纷纷携兵潜逃，有的人逃向了大山深处，有的人一路向南，想去投靠南方的势力。整个平原域一片混乱。虽然只派出了3位将军6000兵马，但3位将军所向披靡，吞并的速度异常快速，短短3天时间就彻底收服了5大镇，开始向周围扩散了。而且周围的领地都是小领地，大军又可以奋兵出击，再次加快了吞并的步伐。每一天罗森都能收到几十上百本领主指南。罗森把这些领主指南全部安放在了城内的军营旁边。这些领主指南从第1天开始出产100个领民，第2天出产200领民，第3天出产300领民，每天出产的领民越来越多，而且全部充军。还有就是3大将军所到之处不断扩军，这3天时间里更是把6000人的兵马扩张到了1万多人，速度快得像蝗虫一样。雪球越滚越大，罗森的名气渐渐地响彻了整个平原域，成为了平原域所有领主心中恶魔般的存在。当然，恶魔的称号仅仅存在于领主之中，在普通领民中，他是一个爱民的好领主，因为不管如何，最起码不会平白无故伤害普通领民。与此同时，诸葛亮的建成计划也在有序不调地进行着。诸葛亮携带了1万人俘虏和数千士兵，共计1万多人，已经选择了4个位置，开始伐树建成了。这4个位置是玉关和总领一条直线上的4个点，平均每200里建一座城，用于收拢流浪的领民以及投降的领地。凡是不想待在原有领地发展的领地，都可以申请进入城池生活。而且进入城池的人还会发放铁币补贴。唯一的要求就是领主和领民不再是一个整体了，进入城池，所有人都要听从法律行事。总体来说，罗森的实力正在以玉关为边境，快速向内部扩张，同时又有初始领地以及5大镇作为基础根据地，可以形成各种包夹之势。虽然半个平原域的范围有60多万平方里，5万加多领地，范围宽阔，但根据地建立起来后，向周围的扩张却势如破竹，尤其是各大镇周围，大军所过，万民效忠。更何况加入了领地，只是对领主有损失，但对普通领民来说却有好处，因为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了，留在初始领地继续生活，或者进入城池生活。3天后，罗森的脚步第一次踏在了黄沙大地之上，一眼望去，数里黄沙，空中更是黄沙飞舞，犹如一片不毛之地。他骑在马上，背靠巨大城门，面对黄沙大地。在黄沙大地的10多里之外，一座城池映入罗森眼中，而那座遥远的城池正是通往暗流域的唯一入口。暗流域与平原域隔着沙海相望，两城之间黄沙飞舞，也不知道在这黄沙大地上埋葬过多少历史，颇有一种风萧萧兮的凄凉之感。提示！提示！提示！太平城罗森掌握城主大印超过3日，彻底掌控玉关，得到建国资格。第187章传送。建国之后，城主大印自动升级为玉玺国印。玉玺国印自带收取民众信仰之力，盖于纸上，可镇压万物，言出随法，但仅限国境之内。国家成立，奖励基础技术，造纸、研磨、裁缝、养殖、种植、医药等50余种基础技术。本条消息仅通知域内领主，由于本次建国资格是第首次达到，特破例进行全部世界通告，希望各域领主再接再厉，努力发展。一串长长的通报在洛什的脑海里响起，全世界所有的领主全都在这一刻震惊了，就连正在攻打玉关的那些大领主也彻底愣住了身影，仔细听起了脑海里的通告。当听完建国资格以及建国所能得到的奖励的时候，这些领主彻底疯了，因为刚才领主指南都说了，拥有城主大印3天，彻底掌控玉关，才能得到建国资格。也就是说，3天之前，罗森就攻破了玉关，得到了城主大印。这是什么恐怖实力？太恐怖了！我们刚刚到达玉关，才商量好结盟仪式，还没开打呢，他竟然可以建国了！操，
你们还没打，我们老早就开始攻城了，这都好几天了都没有攻破，而且死伤惨重。撕攻城这么难吗？马德，太难了！建国奖励的东西好多呀，全都是基础必需品，真难以想象啊！卧槽，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啊！还好大狱有天险，要不然他建国之后到处吞并就更加恐怖了。是啊是啊，有了天险，想离开大狱攻入别人大狱就有难度了，毕竟狱关在那里放着呢。一时间，所有领主集体震惊，甚至还有领主不顾战况，直接拿出了领主指南，和别人交流了起来。毕竟罗森达到建国资格一事实在事关重大，彻底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范围。与此同时，暗流狱关之外，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呆呆地看着领主指南上的议论，拳头紧握，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压抑，直接喷出一口鲜血。噗！他捂着胸口，仰天狂怒，撕心裂肺道：“罗森小儿，你竟然发展得如此之快，我不会怕你的！杀子之仇，不共戴天啊！”巨大的吼叫声吸引了其他领主的主人，其他人见状纷纷跑过来，担心道：“大人节哀啊！”“是啊，大人，大人一定要保重身体，才有报仇的希望啊！”希望？哈哈哈！络腮胡子面目更加狰狞了。我1000人，他1000人；我数千人，他10000人；我现在也10000人了。他已经得到了建国资格了，玩大仇何时才能报啊？大人，那个罗森现在有多少人了？不知道。据平原狱的人透露，据说光兵甲已经达到2万了，私兵甲就2万了，这么恐怖，那应该是全民皆兵了吧？不，据说投靠他的领地也有几百家，兵甲不算这些领地。周围的几个领主倒吸一口冷气，当场就翻起了白眼，震惊的嘴都歪了，手脚更是一阵抽搐。这数百家，要是全民加起来，估计有数万人了。再加上士兵的话，别忘了，这只是领地，还有狱关内的民众呢。擦！众人顿时感到一阵无力，报仇似乎真的无望了。不过其他人被打击到了，反而是他们的大人又斗志昂扬了起来，阴沉道：“没关系，强大的双拳也难抵4手。你们立刻联系周边大狱中的大势力以及沈家盟的人，若是能结盟的话，区罗森也就不在话下了。”当然，罗森外界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更没有看领主指南，因为他此时已身在狱关之外。当他听完领主指南所报出的信息之后，罗森的身影直接就定格在了狱关之外的黄沙大地之上。刚刚听完所有信息，心中还未来得及惊喜，一股狂风就吹了过来，吹得脚下黄沙冲天，黄沙飞舞，配上罗森定格在黄沙大地上的姿势，顿时就呈现出了一种所向披靡、王者气息。大人，起风了，我们回去吧。城里人说，黄沙大地白天虽然安全，但有时候也会出现妖兽的。妙云明玉立刻在旁边提醒，由于北野和露西已经入住了城主府，安全上没有任何顾虑，他才带着2人出关的。本以为关外也和关内差不了多少，没想到来到关外，看到黄沙大地和远处另一块大域的城池后，罗森心中也会生出一种萧条的感觉。点了点头，罗森转身向狱关内走去，同时心中也在盘算着建国一事。说实话，这3天罗森也没有清闲下来，虽然一切都安定了，但他这3天可忙得不轻。3天内，3大将士滚雪球似的到处搜刮领主指南，让人臣服太平城，带去的士兵更是从6000人滚到了1万多。而诸葛亮也选好了地址，正在砍树准备建成工作。罗森则待在了城主府，每日制作物品，每日给仓库里的物资增幅。这3天里，他用领主指南联系出使领地的李阳。不得不说，有领主指南，联系起来很方便。罗森告诉李阳，让人带兵镇守领地外的那座传送塔，一旦收到关于北关的传送请求，就选择同意。如果是其他地区发出来传送请求，一律拒绝，防止别人通过传送阵进行突袭。而后，罗森便乘坐了传送塔回到了总领地。当然，在罗森亲自进入传送塔之前，他让别人先去试了一下有没有危险。毕竟这玩意是传送的，一旦出现危险，基本没有生还可能。于是，在罗森的安排下，一个小兵就享受了一把领主才能享受的传送特权，在狱关和总领的传送了一个来回。传送的时候，小兵进去，关上房门，放入低级魔盒，魔盒开始发力，光芒散出，勾勒出一条条线条，最终以魔盒为起始点，在白色石门上形成了平原狱内的5个传送塔地点，就像一张地图一样，想传送到哪个传送塔都可以点一下进行选择，无比方便。第188章，又招募2个武将。试验完毕传送塔的稳定性后，罗森就进去开始传送了。矮小却又环绕在周围的一圈窗口，是光线进入的唯一地方。传送一开始，窗口白光就开始快速旋转，最终彻底变成一片漆黑。几秒钟过后，
白光重新出现，只不过这一次的窗户明显比刚才进来的白塔要多，而且脚下的空间也变得更大了，可以容纳上千人。虽然看起来差不多，但罗森可以肯定，这不是自己进入的那个传送塔，肯定是总领地外的那个超级大型传送塔。咯吱，塔门被几个士兵推开，塔外的场景顿时映入了罗森的眼帘，还是熟悉的地方。窄塔门之外，太平城的重要人物全部都出现了，齐齐地站在那里看着塔门。尤其当塔门打开，罗森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众人更是哗哗一声，对罗森同时抱拳行礼，欢迎领主大人回归。众人齐齐弯腰，让罗森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毕竟这里就是他一切的起点，这群人是他发展的贤内助。为首站在中间的是李阳和典韦，左侧是花木兰，右侧却是两个罗森不认识的新人物。虽然不认识，但他们的身份肯定也不一般，因为一般人可没有资格和这些武将站在一起。所以这一刻，罗森怀疑他们俩是这段时间内神级招募所走出来的将士。想到这里，罗森正准备去查看两人的相关信息呢，但两人似乎察觉到了领主的疑惑，于是两人立刻上前一步，单膝跪在地上，用无比激动的声音说道：“属下潘凤，属下邢道荣，拜见领主大人。”他们俩很激动，恭敬的姿态以及那说话的态度和坚韧，就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爹一样激动。当然，主要是两人是发自内心的激动。百分比忠诚度，罗森在他们心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来了领地那么久，一直到现在才能见到心中最重要的存在，激动也是在所难免。罗森虽然有些无语两人的反应过激行为，但还是和蔼地抬了抬手，想让他们起身说话。但忽然间，罗森像是想到了什么，身子猛地愣了一下。等等，潘凤，邢道荣。罗森一愣，眼睛顿时瞪得贼圆。这句质问的话立刻就让两个武将懵逼了。两人跪在地上仰望着罗森，不解道：“是啊，大人，有什么不妥吗？”罗森：“倒是没什么不妥，我怕有了你们二位相助，我的如虎添翼变成掉牙的老虎。”罗森一脸懵，无奈地抬了抬手，让他们起来，而后便看起了两人的资料。其实对于这两个人，罗森一点都不陌生，因为这俩人是三国里虚构出来的人物，其真实身份无法考证，而且两人在三国里都是极品人物。先说潘凤，就因为一句上将潘凤可斩华雄，结果连脸都没露就被华雄斩了，所以让罗森很难相信他有多厉害。不过也有人说他很厉害，说潘凤是盘古转世，还有人说他是凤仙转世，功德无量，法力无边之类的。总之都是传说。罗森看了一眼潘凤的资料，姓名潘凤，性别男，境界大武士巅峰，忠诚度100。大武士巅峰，不管如何，这个实力和吕布等人一样。看到这里，罗森算是满意了一些。如今正是用人之际，就算脑子不灵光，但拥有大武士境界那也是非同一般。更何况潘凤看起来也没那么傻。看完潘凤，罗森又把目光放到了邢道荣身上。这个人物比潘凤有名气，因为他在各大电视里都有露脸。一句吾乃零陵上将邢道荣和一句说出无名，吓汝一跳，这两句名言是深受观众喜爱。姓名邢道荣，性别男，境界大武士巅峰，忠诚度100。看完邢道荣的信息，罗森彻底释然了。两个100%忠诚度的大武士巅峰，就算名气不好又如何？一切歪理在实力面前都是纸老虎。罗森立刻抓住了两人的手，用极为亲近的话对两人同时说道：“两位将军客气了，有两位将军相助，本领主如虎添翼啊！”众人一旁的典韦、花木兰顿时就翻了个白眼，因为当初第一次见到领主的时候，领主也是这么对他们说的。没想到领主见到新的部将还是老套路。两人对视一眼，眼中满是无奈。而潘凤和邢道荣却受宠若惊，连忙再度弯腰，更加客气道：“大人过奖了，为大人效力，在所不辞。”典韦、花木兰：“行了，咱们快回领地吧，转眼离开领地已经小半个月了。”罗森微微一笑，与众人一同上马，在大军的护送下向领地返回。当然，花木兰留了下来，因为得知了传送塔的重要后，他亲自带兵镇守了传送塔，一行数百带甲士兵护送着罗森回去。自此罗森离开后，领地的发展也没有任何停滞，兵甲也在缓缓增长。虽然当初带走了大军，只给领地留下了3000人，但如今回来，罗森得知领地的士兵已经由3000达到了5000，领民也在持续增多。因为名气的原因，很多混不下去的领主都来往太平城投奔，只要投奔就有人养着。当然，这是针对那些失去了领主指南或者愿意交出领主指南的人来说的。听着李阳的汇报，罗森感到很欣慰。这次之所以亲自回来，就是来拿这座台的。因为建国资格已经拥有，各种设施都要制作，
若是没有制作台的话，光建成一事能耽个数月之久。半个小时后，众人来到了总领地外的那条小溪前。只是眼前的一切让罗森有一种感到不可思议的观感，因为消息竟然加宽了，从1条数米宽的消息变成了几十米宽的河流，而且在河流水还建造了一座巍然青石桥，桥宽几十米，可以并排走近100人。这一幕让罗森当场就产生了一股震撼。尤其是消息周围大部分的树木全都砍伐，只有河堤之上留下一排树木，而在河堤边上的野地则全部变成了良田，一眼望去一片翠绿，遥无尽头，不知几十里原野。甚至站在青石桥上就能一眼看到1公里外的巨大的领地城墙。第189章建国准备。杂乱的小领地已经赫然变成了蒸蒸日上的大城市，田地里领民做工，河水里鱼儿窜动。罗森的内心在这一刻别提有多欣慰了，自己带出了一个开头，领地就变得朝气蓬勃了。李阳见罗森在东张西望，看着周围的变会，立刻嘿嘿一笑，解释道：森哥，这是你走之后建造的，你走之前不是一直在搞农业牧业的再生资源吗？嘿嘿，我一直记着你的话呢。如今农业用地已经在周围全面铺开，到处都是农田，小溪也进行了加宽，也开始了生态养鱼。如今我们领地的可食用的再生资源产量已经能养活数万人了，真好。罗森也兴奋地点头。不管如何，李阳和自己一样经过了义务教育，相比原始居民懂得就更多了。如此随随便便搞一下，就能让领地走上高速发展的正轨。农业、牧业已经彻底从领地铺开，也将由领地向四周扩散，从而影响大众。前世的那种1万人种地养活100万人的目标，在他这里用不了多久就能实现。到时候就可不止1万人种地养活100万人了，而是整个平原域种地养活大半个世界。回到领地，领地内也赫然形成了一条条街道，颇有城池的雏形。目前这个领地拥有居民人数1万多人，城内也繁衍出了很多周边产业，比如饭店、茶馆。当然这些东西是那些投奔过来的领主开设的，他们失去了领主指南，无处可去，就投奔了太平城，来到这里开一些小店度日，或者在学校当个老师，亦或者在养老院当个管理。也是因为太平城发展壮大，乃是众领之首，待在这里也更加安全。回到领主府内，罗森没有第一时间带上东西就走，而是先和李阳单独商讨了一番，商讨建国大业。毕竟有了建国资格，而且建国之后还有很多基础奖励，此事当然是越早越好。商论了半天，两人都有想法，把这个世界的国家建设成前世那种现代化国家，但讨论到细节，却又觉得现代化国家根本不适合这里。最终两人商量了半天，才让罗森做出决定，那就是建设一个半封建帝国。什么叫半封建？自然就是以封建时代为原型，行事规则参考前世。总体来说，能封建，但也不能彻底封建的那种。毕竟根基还没有彻底稳固，要是宣传人人讲究人权，岂不是乱了套了？但要是不讲人权，又会影响社会发展，所以就建造一个半封建帝国。森哥，那什么时候开始建国？我都迫不及待了。我做梦都没有想过，竟然能亲眼看见一个帝国的崛起，而且还能参与其中。李阳无比激动，直勾勾地看着罗森。罗森很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他也是第一次。罗森缓缓道：建国乃是大事，要做各方面的准备，而且一旦建国，领民就不能全部控制了。是啊，建国之后，太平城就变成太平国了，自然不能直接掌控领民，要不然就不叫帝国，而是叫地主了。李阳也略有所感，点了点头。建国之后，要开设各种部门，设立官员，领民也要分发土地，让他们能够自主生活，不再依靠国家。毕竟我们建的是国，不是地主。森哥说的对，杨弟，等会你和我一起回玉关，敲定建国之后的细节。毕竟咱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再和本地的古人结合一下，列出建国后的发展细节。罗森看着李阳，李阳顿时一阵激动，立刻重重的点头道：是，属下一定不辱使命，替森哥解忧。哈哈，你这话说的太客气了，收拾收拾跟我走吧。半个小时后，领地的掌管权被点为接管，李阳则跟着罗森去了玉关。当李阳第一次看到诺达的城主府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傻了一样，喃喃自语道：这就是古代的城池吗？给人一种霸气又沧桑的感觉。罗森微微一笑，作为新世纪的人，看到古代的东西呈现在眼前，难免会有些震惊。回到城主府，罗森让李阳和北野望对接，统计领地内所有资源和实力，然后等诸葛亮回来和诸葛亮商量建国之后的政策。在此期间，罗森则一头扎进了仓库，开始为仓库内的储备物资进行100倍增幅。要建国了，资源也要越多越好，资源越多，国力才会越雄厚，国力越雄厚，国家就会越强大。
国家越强大，领民也会过上好日子。来到仓库，开始增幅。首先是4万套铁甲，100倍增幅，直接变成400万套铁甲。这个数量足以给平原域所有人装备上了。而后又给铁剑增幅，41000把铁剑增幅至410万把，100套银质套装增幅至1万套银质套装，17万枚铁币、银币。不知不觉3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这3天，属下不断往回送领主指南，一个又一个镇级被突破的消息传到玉关。光是领主指南就突破了400间，全被放置到了兵营，每天问道招募400人充军。不过罗森的凶名也传了出去，被人认为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坏蛋。罗森对这些并不在乎，因为总有一天世人会知道，他所掌控的地方都能过上好日子，一切流言蜚语都会在事实面前魂飞魄散。与此同时，罗森还调集了领地所有资源，又在领主指南内大量购买石头，制作城墙。这一动作更是直接推动了区域频道石头的价值，并且还带动了全民采石的热潮，导致无数领地的领主放弃了资源寻找，没日没夜地带着领民开采石头。因为领主指南回收的价格，2块石头都不值1个铁币，而市场上则是1个石头1铁币。由于罗森的大量购买，大家都卖疯了。甚至当罗森停止收购的时候，很多还没彻底疯狂的领主彻底疯掉了。很多人积攒的时候没来得及卖，就砸手里了，想不疯都难。第190章，快速发展。这就是市场，充满了变数，没有一定头脑敢扎进市场获得利润，就要做好赔死的准备。罗森用石头又做出了很多城墙，开始向各大城池选址运输。3天后的一天，当最后一批城墙运出去后，诸葛亮也回来了。同时5大乡镇更是传来了稳定的信息，没有了领主指南，他们唯一的出路就变成了罗森。只有效忠表示忠心，才能在乱世中得到保障，享受美好。所以5大镇对太平城的臣服程度已经绝对忠心的地步。尤其是罗森对5大镇的权力圈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后，5大镇单独设立了军队，每个军队有好几个领主担任不同级别的官职，让一些小领主彻底翻身，对罗森更加忠心。因为没有权力更替，这些人一辈子只能当个小领主，臣服别人。有了罗森的权力更换，任何人都可以当大官，所以很多领主就忠心了。至于镇中之地，更是举行了迁徙，让很多小领地全部迁移进来。这样的话，领地内就会势力互相交错，不会产生某一个领主说了算的事情。一旦出乱，别的领地互相举报，还能得到奖励。而且镇内除了驻扎的军营，还设置了镇长、警卫等部门。这3个部门在权力是军营和镇长的权力最大，但是他们谁也无法罢免谁的官职，只能相互商量协调，从而形成平衡。镇长负责乡镇发展以及民众生活，军队则不问世事，直接受命总部调遣，在乡镇中负责整个区域的安全，也就是用于抵御外敌的。而警卫则负责自己人的安全，只要是自己人发生的冲突之类的事情，都由警卫负责。简单来说，在罗森新发布的职位之中，不是一个部门的人无法互相命令、相互控制。就算官职相差很大，比如镇长要罢免军营中的小官，都没有这个权利。如果觉得军营做得不好，可以往上申请罢免或者处罚。同理，军营也无法插手镇长手中的事情。另外，由于镇长和警卫都是负责民众和领地，所以这2个部门会有一定关联。镇长可以掌控警卫，但只能再用正规手段，比如需要警卫配合，需要他们抓人或者降低职位之类的。如果警卫不满意，也可以上报申请。还有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每一个官员，无论官职大小，都是太平城的官。你是他的直属领导，可以降低他的官职或者对他处罚，但罢免官员或者抓起来一事必须上报，因为这牵扯到了权力，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擅自处理国之根本。此套流程下发出去后，直接让5大乡镇凝聚成了一团。哪怕很多人还沉溺在失去领主指南的痛恨中，但也无力回天，因为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铁桶，势力交错，没有哪一个个体能只手遮天。势力的稳固，再加上向4周的扩张，这3天里，5大镇平均一个地方都至少对方圆50里拥有一定控制权。也就是说，5大镇加上罗森的初始领地以及玉关，罗森已经占据了7个地区了。这7个地区，每一个地区中心都有属于罗森绝对掌控的军队，以及无数汇聚的领地领民。就算每一个只控制周围50里，那也控制了周围300多里。300多里可不是面积，而是距离。整个中北部也不过800里长，东西各宽400里而已。按照这个面积来说，罗森已经对整个中北部的4分只有了一定控制，而且还是绝对控制的那种。尤其是这7个地区全都是分散的，可以想想，每隔几百里就有一个大势力，
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因为这样下来，整个中北部将无法继续形成新的大势力了。因为一旦有大势力形成，这7个地方都会率先发现，而后去平乱。是的，就是平乱。建国在即，任何战争都属于战乱。这几天，乡镇周围几十里之内的领地全都在向乡镇靠拢，主动上缴领主指南。没有了领主指南，却有了新的规矩代替，聚集在一起才是最有保障的事情。当时间来到第4天，罗森的400本领主指南直接飙升到了1200本。这1200本中包含了5大镇以及初始领地周边的附庸领地，也就是说，已经有1200个领主彻底臣服了罗森。凡是愿意臣服的，最次罗森都会封他一个村长，就是继续掌管自己的领地，同时给予安全保障。当然，拥有着1/4的领地，却只有1000多本领主指南是少了点。但要知道，这些领主指南都是原本那些实力的，周边的还在持续上缴或者向外部逃窜。一旦把周围所有领地全给拿回来，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总需要慢慢来的，不能急。虽然这1/4的领土内对比之下，交出领主指南的仅有1/10，但也是相对距离之上的。毕竟距离乡镇越远，军队越没有达到这里，他们越有侥幸心理。第4天下午，所有的事情都进入了白热化的收尾工作了。4大城池马上收工，5大镇也彻底问题。李阳和北野望、诸葛亮也探讨出了具体细节。顺便提一句，露西也加入了探讨之中。身为兽人，他也要为兽人谋取一些福利，这样让罗森更加欣慰。因为兽人谋福利，意思很简单，就是承认了国家的存在。王庭是王庭，国家是国家。放在前世，王庭相当于宗教，国家依旧不可代替。大人，我们的领民越来越多，分起来可能有点难度啊。诸葛亮摇了摇扇子，提醒罗森。这句话把罗森从沉思中拉了回来，转身回到了会议桌，问道：我们有多少人了？森哥，我们现在拥有2个城池，5个乡镇，所有居民加起来一共有17万人。李阳连忙说了出来，而这个数字直接就把罗森吓了一跳。什么？17万？罗森懵逼了。诸葛亮带兵北伐的时候，他的领地加上附庸领地不过1万多人。后来自己亲自带兵一路向北的时候，自己的领地加上附庸领地也不过将近2万。这才多久啊？从2万人到17万人，仅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第191章建国细节。是啊，森哥，我们现在拥有的领主都多达1200余人了，相当于兼并了1200家领地。就算平均每家领地80余人，那也相当于差不多10万人了。10万人，再加上玉关内的3万百姓和近2万士兵，还有总领地的数千领民和1万多兵丁，全部加起来就是17万了。李阳拿着一张纸，一句一句的报了出来。罗森，擦！罗森爆了一句粗口，当然并不是生气，人越多他越高兴。爆粗口是庆幸自己的资源够多，要不然真的养不起这些人。他现在拥有的粮食资源都有将近1亿斤了，还有养殖了野猪、野牛、鱼之类的肉类资源，另外还有很多领民大面积的种植，自家领地的种植，所以倒是不用担心这些问题。那武装力量有多少？罗森又问了一句。李阳立刻道：玉关内有15000甲士，总领地有16000甲士，5大镇分别有甲士2000，全部加起来一共有4万余甲士，全都是正规编制的。那些小领主的私人护卫以及没有正式编入我们的人不算在内。4万多！罗森又小小震惊了一下，自己的领地实力是越来越强悍了呀。你们觉得建国之后领民如何安置比较妥当？罗森这次又看向了2人，因为这几天是他们在商量安置细节。2人沉思了一下，又对视一眼，最终是诸葛亮摇了摇扇子，道：大人，我和李军师觉得应该每人发放良田和宅基地以及安家费用，把这些领民从团体中拉出来，组建单独的家庭。对，有能力的可以进城买房，没能力的在乡下种地，咱们也不插手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各自发展。李阳也在此时插了一句嘴，不过民众人数众多，若是全部让他们自由发展，难以支撑安家之初。刚安家这段时间，咱们又不能一直养活他们。罗森也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意思就是安家种地需要时间，养他们一时可以，但不能一直养着，要不然对于资源消耗过于庞大。诸葛亮摇了摇扇子，微微一笑道：所以问题就在于怎么度过前期。每个领地都是单独的村子，开荒良田一事都有村集体负责。在开荒种田这段时间，他们的资源消耗只能由我们分拨，但这样资源消耗过大，所以经过我和李军师还有夫人的商量，决定了2条可行之计。哦，速速说来。罗森看向诸葛亮。诸葛亮道：
第一，扩军，17万民众去掉4万兵甲，还有13万民众。属下觉得应当继续扩充军队，把军队扩充到10万，留下7万人。这7万人老弱妇女青年相对来说也比较平衡。而且军队扩张发，为军士放军粮补贴，让他们拿资源更名正言顺。第二为老弱妇女补贴资源，其他人也无任何异议。此计不错，第二个计划呢？罗森点了点头，继续问道。这一次诸葛亮没有说，而是把目光看向了李阳。李阳连忙笑着说道：第二个计划是建设国企。罗森虽然李阳只说了2个字，但罗森已经彻底明白，建设国企能吸纳大量工作岗位，而且还能为国家增添资源。想到这里，罗森顿时释然了，道：此计不错，既然如此，那就扩军到10万，建设国家企业，名字就叫做太平牧业以及太平粮仓。这2个事原本就由北野和李阳你们俩负责，以后也由你们俩继续负责好了。北野掌管粮仓，李阳掌管牧业。遵命！3人齐齐抱拳拱手。对了，在3人起身的时候，罗森有叫住了他们，道：建国一事，我决定把首都定在出使领地，你们觉得怎么样？领主大人圣明，总领地位居大域中央，而大域又有4个关卡，无论是以后应对外地，还是镇内都能快速响应，乃是国都首选之地。诸葛亮率先拍马屁，李阳挠了挠头，也连忙道：孔明先生说的对，既然你们没意见，那建国一事就等到5天之后，这5天内你们抓紧建设总领地，同时准备建国阅兵仪式。到建国之时，任何人都可以到场参观。罗森继续吩咐，众人立刻抱拳称是，而后离开了房间。5天后建国，建国还要举行阅兵。这意思很简单，首先4大城池正在迁移，5天后民众也能彻底稳定，扩军也能结束。而且新的政策，比如建设国企、民众开荒安排等等事情，都能在5天内结束。至于阅兵，自然是向民众以及周边势力展现自己的强大，只有越强大，人家才会越畏惧。坐在椅子上，罗森拿出领主指南看了起来。这几天他都没有时间关注领主指南内的事情，如今有了空闲，自然要看看别人怎么样了。只不过领主指南打开，刚进入区域频道，里面就传来了叫苦连天的各种信息，代表着他们过得极其不好。马德，攻城失败了，完全打不过，撤了。我们与几大领地联手，也只打了个平手，只能继续等援军了。粮食不足，天哪，军中断粮了，擦！断粮了去买啊？叫什么叫？没钱啊？没钱去砍树啊？树又多，砍了卖钱买粮。可是人家还要打仗呢，你废了。听说平原域有一个太平城要建国了。是啊，好羡慕啊，人家是第一个攻破关卡获得建国资格的人。嘿嘿，谁说建国必须要攻破玉关了？老子我就不攻打玉关也能建国。你也建国了？是哪一种啊？总统还是皇帝？废话，当然是皇帝。我的国家现在有2000子民呢。其实我也建国了，我的国家有200子民，领土就是领地以及领地周围数百米。擦，你们好狗，真的狗。200人也能建国。第192章。陛下，看完领主指南内的聊天记录，罗森彻底懵逼了。作为第一个获得建国资格的他，都还在为建国做准备，而别人竟然还抢在他前面建国了，而且还不止一个。就这一小会的功夫，罗森至少看到了20多个皇上。大的国家有2000多人，最小的国家只有50多人。在这20多个皇上里，有8成皇上只有100-200子民，领土范围更是只有方圆1公里，这让罗森极度无语。不过这些人估计也就是过过嘴瘾，几百个人的国家能叫国家？尤其是没有得到城主大印，这种国家压根不会被领主指南所承认。当然，最离谱的不是领主指南内的这些人，而是在罗森关掉领主指南后，一个布衣男人进来汇报的事情。大人，兽人镇副镇长求见大人。一个金甲卫进来汇报，罗森直接就让他把人带进了。进来的是一个布衣男人，他一来到厅堂里就给罗森跪下了，颤颤巍巍道：兽人镇副镇长刘庆和拜见领主大人。所来何事？罗森坐在那里淡淡的看着他。兽人镇是距离玉关最近的乡镇，面见罗森也是最方便的。刘庆和连忙小心翼翼道：大人，属下接到领民举报，说在兽人镇50里外有个领地建国了，此大事属下不敢耽搁，便马上面见领主进行汇报。罗森，又有人建国，还在我们周围，真是吃饱了撑的。罗森当场翻了个白眼，无奈道：调查了没有？大人，已经调查过了，是一个300人国家，属下受镇长以及驻镇兵营团长所托，特来请示大人是否派兵剿灭。
罗森沉思了一下，但就在这时，厅堂外的一个人影忽然从罗森眼前闪过，让罗森微微一愣，淡淡道：“通知助阵团出兵剿灭吧。”是，属下告退。那人连忙退下。罗森也在此时起身，向着厅堂外走去，见到了那个一闪而过的人影。领主大人，悦耳的声音响起，传进罗森的耳朵之中。罗森看着露西，略带歉意道：“露西，我之前答应你带你去兽人，这段时间给忙忘了，刚好趁着这几天建国准备，我带你去兽山吧。”此人正是露西，他在门口接见从兽人部落里过来的牛头人族长和猫族人族长呢。兽人族长经常来玉关看望露西，罗森也早已经习惯。露西对他们也都很好，并没有仗着自己在罗森这里混得风生水起就蛮不讲理，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就特意补贴兽人，这一点让罗森还是很满意的。因为建国以后，这些兽人也将成为他的子民，如果不愿意，当然也可以，不愿意就搬离出他的领地范围。当然，这些兽人肯定是不愿意搬的，因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所以对成为子民一事也没有意见。毕竟只是当子民，又不是当奴隶，人兽关系交好也是双方都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当罗森说出要他带去兽山的时候，不只是露西惊了一下，就连那两个兽人族长也异常震惊了。这一天终于要来了吗？兽人族长顿时就激动地握紧了拳头。露西愣了一下，小脸再也忍耐不住平静，激动道：“真的吗？太好了，领主大人！谢领主大人！”两个兽人族长也连忙道谢，同时又道：“大人，我们也一起去吧，毕竟都是兽人，就算有什么问题，我们也能抵挡一下。”行，你们愿意跟着就跟着吧，我们现在就出发吧。罗森点了点头，露西和两位族长连忙跟着点头。于是一行人牵过来几匹马就出城去了。当然，离开之后，罗森也告诉了北野望一声，要不然建国之际，领主失踪可不是什么好事。两个兽人族长外加罗森和露西，一行四人骑马奔腾在荒野大地上。1个多小时后，众人在50里外的一处山脚下停了下来。大人，就是这里，向山内一直走，就能到达一个巨大山谷，里面便是兽人王庭。露西骑在马上，看着周围的场景，眼神中充满了回忆。扫视一圈，除了能看到远处坐落着几个领地外，并没有其他发现。罗森便点了点头，道：“走吧，进去。”是。一行四人转身进入山林之中，放慢了速度。边境大山深不见底，越往里面走妖兽越厉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一进入山林，众人的防范也顿时提高了。只不过刚进入山林没多远，一阵噼里啪啦的采矿声音吸有了罗森的注意。两个兽人族长立刻隐秘前去查探，很快就回来汇报道：“大人，前面有几十个人在开采铁矿，不用管他们，直接越过去吧。”众人继续向前走，很快就出现在了采矿众人的视线之中了。于是立刻就有一些穿戴铁甲的士兵拿着铁剑，趾高气昂地拦住了罗森等的去路，叫嚣道：“什么人敢擅闯采矿禁地，立刻离开，要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定睛一看，有6个甲士主动拦住了他们，而且在边上还有10几个甲士在站岗。边上的10几个甲士之中，还有一个男人坐在木桌前喝着茶，指挥着采矿的民众：“快点干，今晚给大家加餐。”这人看样子应该是众人的头领，听到罗森等人的动静，也斜眼看了过来。由于罗森他们没有穿战甲，所以看起来和普通人一样，唯一能让人震惊的就是每个人身下都有一匹战马坐骑。“我们路过此地，并无恶意。”罗森淡淡的回了一句：“麻烦让一下，我们要过去。”虽然不明所以，但罗森的态度依然不卑不亢。“路过？稍等，我去汇报一下。”4个带甲士兵微微一愣，他们刚开始还以为是其他领地来抢夺铁矿的，仔细看了一下罗森身后并没有士兵，于是就放下了心，出列了一个小兵，小跑着来到了人群中央的那个领主面前。扑通，他跪在地上抱拳汇报道：“陛下，那几个人是路过的，想借路通行。”第193章文500关。陛下2个字回荡在空气之中，罗森等人更是一阵无语。这就是传说中的皇上，亲自监工采矿？擦，能不能别这么埋汰啊？好像大家都知道他要建国当皇上，从而冒出来一个个小皇帝，故意恶心他似的。罗森顿时就感觉气不顺了，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表演。借路通行，好说。被人唤作陛下的男人很享受这种感觉，舒服地缓缓从椅子上起身，向着罗森等人走来，在距离几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他先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10几个带甲士兵，又看了看罗森一行4人，目光在露西的身上停留了片刻，认真道：“借路当然可以，但是这里是我的领土，朕是伟大的皇上，你们想过去要交过路费。”原来也是一个领主，竟然连过路费都知道。罗森不屑一笑，淡淡道：“皇上，
多少钱？多少钱？那个谁，爱卿，爱卿过来，咱们的过路费是多少钱一个人？他对着采矿的人群喊道。一个正在采矿的老头听到呼喊，立刻放下铁镐子，小跑了过来，客客气气道：“陛下，咱们的过路费是每人50个铁币。”哦，对，不愧是财政大臣，记性就是好。朕记这些东西都记懵了，快去干活吧。那人摆了摆手，对着罗森道：“每人50个铁币，你们一共8个人，给4个银币就可以过去了。”罗森，兽人，你哪个眼睛看到我们8个人了？我们分明是4个人，好不好？露西翻了个白眼，直接就被那人给气糊涂了。对啊，我们4个人，哪里来的8个人？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可就不客气了。牛头人族长10个暴脾气，摸了摸自己的山羊胡子，冷声说道：“作为常住居民，对于这些人类领地，他虽然抱着姣好的心态，但并不惧怕任何人类领主，除了罗森这一种家大业大的。所以听到8个人，更是直接有了一种被人坑的感觉。”那位皇上指着他们屁股下面的坐骑道：“你们4个人，4匹马也相当于4个人，一共8个人。”牛头族长，露西，马是马，人是人，怎么能混为一谈？猫族族长冷声逼问。很显然，奇葩的人类领主让脾气温顺的猫族都有点受不了。废话，马怎么就不能是人？人是人，兽人也是人，那兽自然也可当成人。快点交钱，要不然我的大军可不会放你们离开。刷刷刷，10几个士兵立刻拔出了长剑，把罗森等人围了起来。罗森，马德，气死我了！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强词夺理的人。牛头人重重地喘了一口气，直接拔出了腰间的大斧子，看着罗森道：“大人，属下请求出战。”去吧，不要乱杀人。罗森淡淡地吐出了几个字。这一刻，他似乎也明白了，或者眼前的皇上正是兽人镇上报的那个。不过看起来，这一伙人也不像作恶多端的人，自己就先给他们点教训。等他们收工回领地的时候，就会发现绝望就在身边。牛头人族长得到认可，立刻提着战斧冲了上去。驾！他骑着马，冷声喝道：“快快受死！”卧槽，真赶上啊！那位皇上顿时大惊，连连后退。由于后退速度过快，甚至还绊倒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惊慌道：“护驾护驾，御林军！皇上快撤！”10几个兵甲全部冲了过来，挡在那人面前。带！牛头人族长一斧子扫过去，直接扫飞一排铁剑，而后又用斧的斧背横劈竖砍一通，转眼之间就把10几个兵甲全部砍翻在地。哎呦，疼死我了！哎呀！士兵们没一个能站起来，全都在地上打滚惨叫。皇上更是被吓得魂不附体，大惊失色。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啊！远处的领民也在此时停下了采矿的动作，愣在原地，呆呆的不知所措。操！文武百官，你们杵在那里干什么？快来救驾呀！是。几10个领民纷纷跑来，躲在皇上背后，跪在地上开始求饶：“饶命啊！求大人放过我家皇上！”皇上，擦！叫你们来救驾，不是让你们求饶的。皇上此刻的内心是崩溃的。一群弱鸡也敢自称皇上？罗森不屑地撇了撇嘴，驾马越过了众人。和这种人讨价还价，有辱自己的身份，所以罗森也懒得和他们计较，反正会有大军来收拾他们的。哒哒哒，马蹄声在安静的山林中响起，3个兽人紧随其后，留下那位皇上和文武百官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在罗森等人远远的离开后，皇上颤抖着从地上爬起来，看着跪在面前的文武百官，生气道：“丞相，大将军，给我出来！马德，老子是让你们反抗的，不是让你们求饶的呀！”呜呜，皇上！那人一看就是兽人中的强者，一招就放倒了10几个带甲士兵，而我们身无寸铁，上了也是送死啊！操之一群孬种！山林之中，罗森一行人不知道走了几里路。这里的树木粗壮高大，和外界比起来，更像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遮天的树枝挂在天际，挡住了大部分的阳光。地上的腐烂的落叶形成厚厚的一层，从上面走过都会留下深深的印记。而且在这些印记中，除了众人的马匹，还有很多巨大的脚印，有兽人的脚印，亦有妖兽的脚印，这让众人不得不警惕起来。而在前方，一座巍然大山矗立，挡住了所有人的去路。当然，距离大山还有一段距离，而这座大山正是危险的交界处。一旦进入大山，就相当于离开了安全区，进入了妖兽横行的危险区域。这里也是所有领民探索的重点，无人敢擅闯山脉，进入妖兽生活的地方。大人，没多远了，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我们兽人王庭就生活在山谷里。露西指着前方大山，认真说道。第194章，兽山长老。罗森点了点头，
继续向前走去。很快，众人就来到了山脚下。由于上山骑马不方便，众人就把马匹拴在了山脚下一处安全的角落，而后步行登山。山路蜿蜒扭曲，一路向上，翻过低矮之处，又是绵延向下。一上一下之间，众人来到了一处山谷谷口。在谷口之内，4个茅屋居于两侧，4棵大树遮天蔽日，挡住了整个山谷。要是不认真观察，还真找不到山谷的入口呢。此处风景真不错，罗森感叹了一句，向前走去。其余3人连忙跟随。露西也在一旁快速解释道：“大人慢点，山谷谷口有危险。”“有什么危险？”罗森边走边问。“大人，山谷谷口有兽人长老守护，阻止兽人进入，也监管兽人外出的。妖兽看到大人是人类，恐怕有危险，还是属下走在前面吧。”露西解释完，连忙越过罗森，在前带路。这句话让身后跟着的2个兽人族长愣了一下。他们不是没有来过，但长老一事还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很快，众人就来到了山谷处。露西走在前面，罗森紧跟其后。但众人前脚刚刚踏入山谷的谷口，一道虚弱的声音忽然从谷内传了出来：“此处乃兽人王庭，请留步。”虚弱的声音，但却无比清晰。罗森和3个兽人连忙四处观察，但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人影。但就在这时，两侧的茅屋后却忽然走出了4道人影，拦住了众人的去路。那是4个虚弱的兽人老者，其中2个的样貌是牛头人和猫族人，而另外2个则是狼人和狗族人。4个老兽人并排站立，身上冒着强大的气息。罗森背后的牛头族长和猫族族长都顿时不寒而栗。“4位长老，我回来是想登一下兽山的。”露西连忙上去解释。4个长老自然认得露西，而且似乎对她还比较满意，都点了点头。其中牛头人语气一变，用极其和睦的声音道：“露西，你当然可以进去，但他们不行。我们作为长老，要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不是王庭之人禁止进入王庭领土范围。扎克爷爷，可是他们是为了护送我，到时候还要带我回去，他们担心我进去会被狗王给控制住，毕竟狗族已经是新的王了。”说到这里，露西的语气也变得更加低落。而4大长老中的狗族人也在这个时候开口了，没有偏袒，正直道：“王族交替，自古有之，我以兽族守护长老的身份保证，狗族王绝对不会碰你丝毫。”这……露西犹豫地看着众人，不知所措。而那个2个跟随而来的兽人族长见到兽人长老，更是大气不敢喘，更别说出言解释了。现场只有罗森面无波澜。罗森看出了露西的意思，虽然他现在有了保证，但还是很希望自己和他一起进去的，于是主动上前一步，淡淡道：“4位长老，如果我非要进去呢？”“哈哈，人类，你真狂妄！”顿时间，一个狼人就狂笑了起来，冷声道：“你可知我们的身份？我们乃自古相传的兽人长老，连兽人王都要礼敬3分，我们说不准外人进入，谁敢破坏规矩？”“切！”罗森不屑地撇了撇嘴，淡淡道：“区区兽人王庭也敢在我面前狂言，信不信我一句话，10万大军就能踏平你们山谷？”“10万大军？”几个长老顿时一愣，郑重道：“人类领主，你究竟是何人？”“在下罗森。”罗森淡淡的回答。只不过这个答案一出来，4大长老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你就是罗森，那个即将建国的人类领主？”4人脸色一僵，看着罗森。罗森缓缓点了点头道：“正是。我可以进去吗？虽然你们很强，但山谷内的兽人加起来也不过区万人吧。”罗森懒得和他们纠缠，直接放出了狠话：“不管如何，兽山他一定要去的。露西所说的血脉传承，他一定要去看看真假。毕竟那可是兽神留下来的。罗森无比渴望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神，所以谁也不能拦他。而且现在都已经到门口了。”罗森看着震惊的4位长老，分明是听说过自己的名气，于是嘴角轻轻扬起，语气平淡道：“我身为人类领主，手下数10万子民，难道没有资格进去吗？就连兽人王见了我也要客气3分，没有人能阻止我的脚步。”最后一句话斩钉截铁，给了4大长老无比沉重的压力。因为罗森说的没错，他的名气早已经传遍整个平原域，就连隐居的兽人也都听说过。强悍的军队，而且还攻破了域关，这种实力要是和他们兽人族打起来，他们兽人族绝对抵抗不了多久。本以为他们和强大的人类领主不会产生任何交集，没想到人家竟然亲自登门了。4大长老面面相觑，犹豫片刻，最终站出来一个牛头人，尴尬一笑道：“罗森领主，久仰大名。既然是人类强大的领主，自然有资格进入，只不过希望大人能尊重兽人习俗，请。”说罢，他还做出了一个指引请进的手势，看得牛头族长和猫族族长一脸懵逼。这就是地位的区别吗？报出名字就无人敢拦了。
两人心中顿时又对罗森崇拜了几分。而且由于罗森的亲自出面，所以两大兽人族长进去的时候，四大长老也没有阻拦，这让两大族长的底气又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哼，谁说我们外界的兽人部落是被王庭抛弃的族人？这不一样进来了吗？连镇守谷口的长老都要陪笑的好吧？两人顿时鼻孔朝天，45度仰望天空，跟着罗森、露西向山谷内走去。走进山谷，一种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一眼看去，周围全是青石房屋，路上各种兽人走来走去。当这些兽人看到罗森这个人类的时候，全都停下了脚步，对其指指点点，连议论声都传进了罗森的耳朵里。第195章，公主殿下，这个人是什么兽人？怎么长得和人类很像？没有什么特征啊？难道是变异兽人？白白净净的，不像啊？难道他是一个人类？死不可能，咱们山谷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人类是不准进来的。是不是偷偷进来的？那也不可能，咱们山谷四大长老全都是大武士境界，谁能打得过四大长老啊？也对，那该不会是精灵吧？不知道，我没见过精灵。我也没见过。在众人的议论之中，远处又忽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众多兽人连忙闪开让路。快躲开，是牛头军！一群牛头人穿着粗糙的只能挡住胸口的铁甲出现在了罗森面前。为首的牛头将军身强体壮，激动地看着露西道：公主，真的是公主，属下牛欢喜拜见公主大人。牛头将军当即跪在了露西面前，但见身后的牛头军毫无动静，他立刻转身喝道：愣着干什么？这是我们的露西公主，还不拜见公主殿下？拜见公主殿下！牛头军听闻，立刻跟着跪下。一时间，周围顿时杂乱起来，兽人又开始纷纷议论了起来。原来她是露西，上一任兽王的女儿。她怎么回来了？听说狗族一直在找她。她来了，狗族会不会找她麻烦啊？周围的兽人老百姓纷纷惊奇。但在这时，有一队兽人士兵从人群后方出现了。闪开，都闪开！驱赶生人让兽人老百姓很不满意。众人回头一看，当看到来的是狗族军队的时候，全都慌张地跑开了。没人敢得罪狗族。自此，狗族上位当了新的王，狗族人就彻底站起来了。这一次来的狗族人穿的也是简陋的铠甲，不过却是银色的，和牛头士兵比起来高低立判。狗族士兵中走出一个拿着长斧子的将军，高傲地看了一眼露西和跪在地上的牛头将军，神气道：牛欢喜，她已经不是公主了。堂堂王庭将军怎么能向普通族人下跪呢？还不快起来！公主殿下！牛头将军压根就没理他，而是依然激动地看着露西。露西已经被忠心的牛头将军感动到了，激动地亲自把牛头将军牛欢喜从地上扶了起来。看着这个年过半百的牛将军，露西感动道：将军，我回来了，我这次回来是想登顶寿山的。什么？登顶寿山？牛将军一愣，而后顿时大喜，激动道：真的吗，公主？太好了，公主一定能重新登顶寿山，得到兽神认可，重新掌控王庭的。哈哈，一个落败的公主竟然还妄想登顶寿山，简直痴心妄想。狗族将军在这个时候出言嘲笑，毫不掩饰，那让人痛恨的狗脸在次所有人的兽人心中都没有留下过好印象。我王受狗族长老之意，答应不伤害你们，但你们也老实点。寿山是我们兽人的神山，是你想登就能登的吗？狂妄，我劝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他仍然继续嘲讽，这可把牛头人惹怒了，一个个气势汹汹地死盯着狗头将军。种族冲突始终存在。牛头将军冷声道：兽神大人祖训，凡我兽人者皆可登顶寿山，而且露西公主出生时可是最有希望登上寿山的，我相信露西公主一定能登顶寿山，王位一定会是露西小姐的。是啊是啊，寿山是我们兽人所有人的圣地，又不是你们狗头人说的算。对，自古以来能登上寿山的人皆有资格稳坐王位，如果当朝兽王也曾登过寿山，也要在自己100年之后禅位。他们狗头人的王位是夺来的，本身就名不正言不顺，只不过我们兽人之中很多年没有出现过能登陆寿山的人了，才让你们稳坐王位的。这次只要露西公主能成功登上山巅，得到兽神人认可，你们不让位也得让位。兽人百姓议论纷纷，说的狗头将军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狗头将军冷哼一声，既然如此，那你们便去了，我倒要看你们能不能走到寿山上。说罢，他便不再吭声，而是用眼神一直盯着罗森，上下打量。这一刻，罗森被他看得有些无语了，好像自己和他们并没有冲突吧，好好的怎么忽然就把目标换到自己身上了呢？见狗头人一直盯着他看，罗森无奈地瞪了回去，淡淡道：看什么看？哼！狗头人这才扭过了头，没有说话，显然是知道罗森的身份的。至于说话不说话
也是为了避免发生矛盾。见他转过去脑袋了，罗森才收回瞪着他的目光。不过这也引起了牛头将军和周围兽人百姓的注意，他们再次把目光放到了罗森身上。尤其是牛头将军上下看了一眼罗森，最终还是疑惑地问向露西：“公主，这位是哪族人？”“啊，他呀，他是人类领主罗森。过一段时间，我们领地外所有的土地都属于他了。”露西连忙给将军解释。这句话让将军的内心猛地一震，领地外所有的土地都属于他了？一个人类？外界不是人烟稀少吗？难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将军震惊地看着罗森。露西解释道：“外界出现了很多人类领地，到处都是人。罗森领主当初救过我的命，我能活下来全指望罗森大人。而且罗森大人收服了上千家领地，拥有兵甲数十万，择日就要建立人类帝国了。”死！听完这句话，周围所有兽人全部倒吸一口凉气，就连那个高傲的狗头人都忍不住地震惊了一下。兵甲数十万，择日建国！天哪，人类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了吗？众兽全部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罗森。罗森对着他们和蔼一笑，而后缓缓伸出双手对他们摆了摆手，客气道：“5日后建国，到时候欢迎大家参加建国仪式，凡是到场者管吃管喝。”众人虽然是一阵无语，但再也没有人敢小瞧罗森了。第196章，想上去打败我。至于人类领主为什么会进入兽人王庭，这个问题大家心中早就有了答案。普通领主肯定进不来，当然一般领主也进不来，但对于拥兵数十万的领主来说，若是大张旗鼓进来，恐怕狗头王都要亲自出去迎接。所以罗森能进来一点都不奇怪。见过人类领主，牛头将军对罗森拱了拱手，头上2根牛角来回晃动，而后对露西客气道：“公主殿下，我们现在就去兽山吧。”“走吧。”露西点了点头，选择和罗森走在一起。众人之中，他最相信眼前这个将军，因为他曾经是父王最忠心的属下，也是王庭牛族的领袖。当初没有他的帮助，自己也不会活着离开王庭。然后第二信任之人便是人类罗森了。至于外界的牛头人族长和猫族族长，只能排在第3位。众人向着兽山走去，周围看戏的兽人百姓纷纷跟随，毕竟常年隐居在这里，他们太闲了。今日有此好戏，谁都不愿意错过。很快，众人就来到了山谷中央，一座巍然高山矗立中间。这座山不大，但很高，在山体有阶梯盘旋，直至山巅。且在阶梯的入口有一片空地，上面摆放着一张巨大的桌子，桌子上放满了上供的食物。这里不但是兽人的神山，更是他们祭拜的地方。众人越过祭坛，来到阶梯之下，抬头看着山巅，高不见顶，像极了人工制作的圆柱假山。“公主殿下，上去吧，属下在山下等您。”牛头将军恭敬地对露西说道。罗森看了罗森一眼，缓缓向着兽山阶梯登去。当露西登上第一个台阶的时候，周围众多兽人百姓顿时一片哗然。天哪，上去了，真的上去了！死！露西公主真的是兽王正统，不知道能登到第几圈阶梯的位置。众人直勾勾地看着，狗头将军也是怒目而视，但毫无办法。兽人都有资格登陆兽山，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别说是他，就算兽王亲临都无法阻止，因为阻止众人登陆兽山是会得罪兽神，引犯众怒的。而一旦得罪兽神，这些兽人就不会坐以待毙。若是狗王这种没有登过兽山就擅自继位的王阻止，绝对会被众兽推翻政权。若是正统继位或者登陆过兽山之巅继位的王，也会被众人逼着向兽神忏悔的。所以露西的登山无一人阻挡。哒哒哒，很快露西就登上了10几个台阶。众人再次哗然。几十年来，唯有4大长老和兽山守护长老才成功登上1圈位置。露西一个弱女子竟然都登陆半圈了，这让众人不敢相信，纷纷想起了18年前的那个传言。据说露西出生时，本是晴天的天空忽然就电闪雷鸣，下起了狂风暴雨，山谷外更是百兽鸣叫，久久不止。等众人出去查看的时候，却发现山谷外什么妖兽都没有，而这种异象只存在于记载之中，而且还是只有兽神出生的时候记载过。所以众人都觉得露西是得到兽神眷顾的人，甚至兽神转世。不过由于年龄问题，只有18岁才能正式登陆兽山，而狗族人篡位，导致露西迟迟没有机会登陆。这是露西第1次登山，果然不负众望。几分钟后，露西彻底登过第1圈阶梯，来到了第2圈。只不过她的速度也同时慢了下来，似乎走得很吃力。罗森仰头观看，直接向着阶梯的入口走去。这个动作让身边的兽人族长以及牛头将军等人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叫住了罗森：“大人，你要干什么？”“登山，我也上去看看。”罗森淡淡的回了一句。众人当场无语。“大人，兽山只能让兽人登陆的。”牛头将军无奈解释。罗森翻了个白眼，淡淡道：“是吗？没人能阻止我的好奇。”说罢，罗森就径直地向着阶梯走去。但就在这时，一个狗头老者忽然出现在了阶梯面前，挡住了罗森的去路。“人类禁止进入。”狗头老者用平静的语气解释，而他的出现更是让现场一阵震惊。竟然是护山守长老！天哪，真的是护山长老！他平时不是不问世事的吗？竟然出来了！毕竟是人类强大的领主，护山长老不出来，恐怕现场没人敢阻拦吧。说的也是。听着众人的议论，罗森也知道了老者的身份。他淡淡的看着狗头老者，微微一笑道：“不能通融吗？”“不能。不过根据祖先遗训，人类想进入兽山，必须要打败护山长老。我是本届护山长老，你想上去，那就打败我。”狗头老者似乎也知道罗森的身份，并没有很强硬，而是说出了一个规矩，因为一旦强硬阻止，恐怕不会起到作用，反而会带来严重后果，所以他主动说出了进入的方法，那就是打败他。听到老者的话，罗森也认真了起来。这个老者实力绝对在他之上，应该有大武师的境界。感受着老者身上的实力，罗森的目光也微微闪过一丝金光。这个兽人王庭似乎确实很不一般，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内，他竟然见到了4位大武师。虽然都是老家伙，但也说明兽人王庭也是有一定实力的。而这种实力更加让罗森对兽山之上的东西感到好奇了。他看了看狗头老人，忽然就背起了双手，缓缓道：“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让你先手，来吧。”哗哗哗，周围又是一阵哗然。那些兽人全都不敢相信地看着罗森。私人类领主太自大了，竟然敢挑战我们的护山长老。是啊是啊，竟然还狂言让我们长老先出手，一个白白净净的男人能有多强？对，我们护山长老都是大武士级别的强者，虽然年纪大了，但也不是人类领主能蔑视的。长老加油，长老给他点教训。周围的兽人纷纷呐喊。狗头老长老也微微眯起了眼睛。这一刻，他竟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忽然就以极快的速度向着罗森冲来，速度更是快得让人眼花。而在狗族老者刚才站立的原地，只留下一阵飓风。第197章武师决战大武师，快如风，迅如雷。这个狗族老者别看年纪大，但行动起来行云流水，速度快得令人发指。罗森虽然已经是武士巅峰，但还是被他的速度震惊了一下。这就是大武师的实力吗？罗森面容顿时变得认真起来。他没有修炼武技，但前世在网上学的8极拳却在这一刻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8极拳之铁山靠。猛然间，罗森微微弯曲双腿，摆出扎马姿势。在狗头老者即将近身之际，罗森双腿稳如老树，整个人直接靠了上去。砰！一声闷响猛然响起，狗头老者瞳孔顿时猛地一缩，身子剧烈晃动，而后快速后退。死！周围顿时传来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再反观罗森，更是做出了一个怪异的姿势，就好像健美运动员站在舞台上，对着观众展现腿部和胳膊上的2头肌一样，侧着身子，手肘对着老者。刚才那一声闷响，分明就是罗森手肘发出来的，重重地击在了狗头老者的胸膛，疼得老者瞳孔都缩紧了。若不是大武师的实力撑着，恐怕早已口吐白沫，倒地不起了。众人一阵震惊，彻底被罗森这一招给吸引了。天哪，这是什么武技？太强了吧！一个肘击击退大武师长老，恐怖如斯。没想到区区人类领主竟然也是一个高手，看他的实力应该没有达到大武师，最多是武士巅峰，不应该啊。什么？只是武士巅峰就能击退大武师的长老？死！众人再次震惊，就连跟着罗森前来的牛头族长和猫族族长以及牛头将军们都彻底懵逼了，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见罗森出手。他们甚至以为罗森只是地位高，自身并无实力，可万万没想到高手就在他们面前。罗森在万众瞩目之下缓缓放松姿势，回到正常站立状态，淡淡的看着揉捏胸口的狗族长老道：“大武师也不过如此，恐怕连我的女部下都打不过。”死！他说什么？部下？太狂了！难道他的部下比我们长老还厉害吗？吹牛！是啊是啊，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我也信，大武师乃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多少天才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大武师境界。我承认这个领主很强，但他的女部下，呵呵，太狂了！众人瞪着眼睛看向罗森，还有一些自负之人忍不住在人群里发牢骚道：“能不能别吹牛？”
罗森缓缓转过身，向着人群里看去，自然看得出刚才那句话是谁说的。不过他没有点破，而是淡淡道：“你们兽人的大武师确实不少，这是我见到的第5个，但我人族更不会缺。大武师，我有8个，个个都比你们强。不信的话，到时候去观看建国阅兵，到时候我的部将都会出现。”顿时间，周围的人都不说话了，因为无力反驳，人家都要你去看了，还嘴硬犟嘴，就没意思了。大人小心！忽然间，牛头族长的提醒响起，同时耳边也传来一阵破空呼啸声。罗森连忙转过头，发现正是那个狗头老者，竟然又冲了过来，依旧是极快的速度，同时嘴里大喊：“天狗拳！”拳头所过之处，空气扭曲，那是速度带来的冲击感，速度快的连空气扭曲都肉眼可见。若是被这一拳打中，非死即伤。周围的兽人全都屏住了呼吸。罗森眼神立刻眯了起来，自然也看得出此拳的强大，不用想就知道老者使用的这一招肯定是武技。哼！8级拳之金刚八式之迎风朝阳掌。顿时间，罗森再次扎稳了马步，一掌挥出，应接了狗族老者的天狗拳。两人一拳一掌，即将相撞。周围之人立刻瞪大了双眼。天哪，竟然是我们兽族绝技天狗拳！原来天狗拳真的没有失传。他竟然想应接我们兽族绝技，难道他的手不想要了吗？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拳一掌终于撞到了一起。不！顿时间，一道气流从两人撞击的地方散发出来，吹得双人头发后仰，凌空飘扬。擦！好强大的气场！这就是真气相撞的力量吗？竟然能带出这么大的气流！不敢相信，他们竟然打了个平手！怎么可能？快看，他们退了！这时，罗森和狗头老者全都同时收手，而后各自后退了几步。罗森不知道老者现在是什么情况，但却清晰的能感到他那一拳所带来的威力。武技真的强悍，能让战斗力提升。我要是不动点8级拳，恐怕还真接不下他的天狗拳。罗森用力一跺脚，止住了后退的脚步，而那个狗头老者也在同时跺脚停下。武师对战大武师，竟然打了个平手，这让周围的人无比震惊。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不同境界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尤其是单对单，跨越境界战斗虽然少见，但也不是没有。但那种人往往都是天才级别的人物。众人心中同时冒出一个想法，那便是眼前这个人类领主不止势力庞大，自然也定然是修炼天才。众人纷纷惊讶。罗森甩了一下手掌，嘴角轻轻扬起，淡淡道：“该我攻击了。”说罢，罗森的身影也猛然动了，速度同样很快，转眼之间就冲了出去，直接来到了狗头老者面前，而且呈现出了一个双手环抱之姿，直接就抱住了老者的腰肢。8级拳之弹射，8级拳之铁缠绕，8级拳之力崩。罗森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先是快步冲过去，直接抱住老者，而后重重提膝一下就击中了老者胸膛，巨大的力量直接把老者的身子给击飞了。但老者又因为被罗森抱住，飞起来几寸距离就又被重新按了下去。噗！一口血水从老者嘴里喷出来，越过罗森的后背，洒在背后的大地之上。一套动作打完，罗森本能的要松手，但在这时，他的脑海里却忽然冒出了一套更强大的连招，让他控制不住，自动引起了体内真气运转，形成了一股强大真气，让人忍不住想要释放。第198章终极奥义之怀中爆杀。像是根据这一套连招自动推算出来的招式，又像8级拳招式中隐藏的强大奥义，让罗森觉得这一招的威力超越了8级拳所有招式。同时，一个崭新的招式名字也情不自禁出现在他的脑海里：8级拳之终极奥义怀中爆杀。顿时间，一股玄而又玄的感觉出现在罗森脑海里，让他整个人为之一震。顿悟，修炼者最难进入的状态。罗森竟在这一刻顿悟了8级拳的终极奥义怀中爆杀。一旦使用出来，威力将瞬间提升到目前境界能发挥出实力的上限。这一刻，罗森环抱着狗头老者，体内真气快速运转，让他忍不住想要释放。终于，在真气汇聚出到一个顶点的时候，罗森忍不住了，他猛然弯曲双腿，一个后蹬，脚后跟直接踩碎了石板地面，整个人像一发火箭，盯着老者就向着天空冲去。卧槽！他们俩飞起来了！我靠！牛逼！不，只有武王境界才能短暂御剑飞行，他们绝对飞不起来。我明白了，这是冲击力。擦，好强的力量，竟然带着一个人跃起那么高！1米、2米、3米。罗森环抱着狗头老者的腰肢，肩膀盯着他的胸膛，还在向着前方飞去。两人犹如一个整体，划出一条弧线。
一直到5米多高的位置，罗森的冲击力才算停下。而此时，受了一个重击的沟通老者也从迷糊中清醒了过来。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身处半空之中。老者的瞳孔当场就忍不住放大、放大再放大，瞳孔里充满了震惊。尤其是当他从被顶上去的姿势变成垫在下面，身影开始快速坠落的时候，更是忍不住脱口而出2个字：卧槽！终极奥义之怀中爆杀，给我砸！两人的身影快速下坠，犹如一道流星。5米多高的位置，坠落的速度快得令人发指。一个眨眼的瞬间，两人就重重地砸在了地上。轰！大地一阵颤动，灰尘从地上溅起，遮住了众人的眼睛。周围的人全都懵逼了，用极其不可思议的眼睛看着不远处的一团灰尘。卧槽！发生了什么？战斗结束了吗？谁赢了？他们人呢？嘘，快看！这时，灰尘渐渐散去，一个人影在灰尘中站立。众人齐齐看去，大气不敢喘，拼命的想看清灰尘里是谁。卧槽！是那个人类领主！他竟然完好无损！长老呢？难道我们的长老战败了吗？怎么可能？地上的是长老！灰尘彻底散去，场景顿时映入众人的眼帘。只见两人砸落的大地已经皲裂，狗头老者已然躺在地上，陷入了昏迷之中。而在狗头老者为中心，大地像蜘蛛网一样皲裂，直至蔓延周围数米之远。看到这一幕，在场之人全部倒吸一口冷气。他们心中的绝世强者，守护兽山的护山长老狗族大长老，竟然被一个人类武师给轻松击败了。几个狗族人立刻跑上去，跪在狗族长老面前，撕心裂肺道：“长老，他没死，只是受了伤。”罗森淡淡的瞥了一眼狗族人，顿时间，狗族人心中胆寒，猛烈抖了一下。罗森收回目光，缓缓转身，向着阶梯走去。在两人的约定中，只要他战胜了护山长老，就能进入兽山。所以这一刻，无人敢阻拦胜利者的脚步。这不只是两人的约定，更是祖上的祖训。嗨嗨！在罗森来到阶梯的时候，地上的狗头长老终于苏醒，张嘴吐出一口鲜血，让其余人松了一口气。兽人本身就比人类强壮，就连孱弱的猫族、狐族都不例外，何况是狗族？人兽结合之躯，更不能用常理来衡量。即便受到了罗森临时顿悟出的终极奥义之怀中爆杀，也只是重伤，并无性命之忧。虽然两人差了一个大境界，但也可见肉身的强悍。在众人的注视下，罗森缓缓抬起一只脚，踏在了白色阶梯之上。顿时间，一股厚重之力从腿上开始蔓延，让罗森只感觉腿变重了。重力！罗森立刻瞪大了眼睛，他似乎明白了这座山的意义了。兽人说过，登的阶梯越高，证明越有天赋，且距离兽神越近。这是一个测试人潜能和未来的阶梯。所以罗森立刻就明白了，这座山定然是一个巨大阵法，设置了重力大阵。天赋越高，受到的重力越小；天赋越差，受到的重力越大，从而让兽人能直观判断谁的天赋更好。这一刻，罗森顿时心生无限豪情，看着面前的白玉阶梯，他喃喃自语道：“重力，我来了。”说罢，他径直向着阶梯走去。1步、2步、3步，速度快得犹如奔跑，甚至比刚才露西走的时候还要快上几倍。身后的兽人看到罗森的步伐，再次被震惊的刷新了3观，就连刚刚苏醒的护山狗头长老都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天哪，怎么可能？难道他才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快看，露西公主已经登上第6圈了，走得很慢。那个人类领主也登上第1圈了，不过他应该追不上露西公主。是啊，兽山9圈，直通山巅，1圈更比1圈难。第1圈轻松，不代表第2圈也轻松。他登上第2圈了。呵呵，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第2圈怎么了？我们各大部族的将军哪个没有登上过第2圈？卧槽，他登上第3圈了。什么？第3圈？嗨，我们5大长老哪个没有登上第3？但已经第4圈了。这一刻，众人彻底震惊了。要说前3圈还能装一装，找借口，但第4圈就真找不到了。因为活着的兽人里，除了还在第6圈的露西外，没有第2个人到达过第4圈。第4圈又如何？我们的露西公主快要走完第6圈了，她可能会登上上百年来从未有人登上过的第7圈。第199章最接近神的天赋。有个人忽然激动地说道：“上百年来，我们终于又有人能登上第7圈了吗？难道我们兽人王庭又要再出一个绝世王者了吗？”兽山9圈，直通山巅，每一圈都代表以后能达到的潜力。第1圈都能成为武者，第2圈都能成为武师，进入第3圈，长老们都已经是大武师。第7圈，天哪！
我们的露西公主的潜力巅峰可能会达到第7个境界，重振兽人之威力。第7圈是什么境界？武者、武师、大武师、武王、武皇、大武皇、武尊。达到第7圈有成为武尊的潜力。什么？武尊？只在传说中存在过的境界。4达到第7圈便可以拥有王位资格，第8圈直接继承王位，无人敢拦。怪不得会立下这种规矩，原来天赋这么强。看来我们又要易主了。在众多兽人把注意力放到露西身上的时候，山脚下不知不觉又多出了4个老家伙，背手仰头紧盯着露西。而这4个老家伙正是看守山谷出入口的4大长老。4大长老全都面容激动，纷纷喃喃自语：新的王就要出现了，我们兽人一族终于要崛起了。众人拳头握紧了拳头，替第7圈的露西捏汗。还有几个台阶就第7圈了，加油啊！加油！死！加油！一时间，众人全都提起了心脏，甚至忽略了罗森。但第7圈的露西此时的额头已经满是汗水，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了众位长老的心尖上似的。但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从露西身旁经过，径直走进了第7圈。忽然出现的身影，直接就让山脚下的兽人懵逼了。卧槽！第8圈，他什么时候上来的？擦！是那个人类领主，他竟然登上了第7圈。第7圈代表着最高成就武尊，这个人类领主好厉害！底下的兽人再次震惊，满是汗水的露西也错愕的被吓了一跳。他刚才一直在用心对抗重力，所以一直没发现罗森也上来了。直到罗森越过了他，进入第8圈，才引起露西的注意。他比谁都知道第8圈的重要，所以直接就震惊的露出了不可思议的样子。大人，你……露西满脸的不可思议。罗森停下脚步，对着身后的露西微微一笑道：加油哈，我在山顶等你。说罢，罗森就继续往上走去。很快，第7圈就走完了，来到了第8圈。而这个时候，露西却才进入第7圈没多久，正在艰难的行走。再反观罗森，已经赫然快到第9圈了，似乎这些重力对他来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山脚下所有的兽人此刻全都把目光放到了罗森的身上。天哪，不可思议，完全不敢相信，难道人类又到了成神的契机不成？呸，你看书看多了吧，都和你说了，人类的书籍不要看，成神就是成神，哪有什么契机之说。死！快看，那个人类领主登上第9圈了，兽山9圈的最后一圈。死！天哪，这是什么恐怖的天赋？最接近神的天赋，说不定这个人类领主以后会成为人族之神。我们要改变一下对人的态度了。成神之姿，登上山巅就是最接近神的天赋。在众人的注视下，罗森离开了第9圈，来到了山巅。山巅不大，只有几十平米。站在上面，耳边寒风呼啸。在山巅正中间放着一个祭坛，周围别无他物，只不过在祭坛上却放着2个宝箱，而且还是金色宝箱。2个金色宝箱放于祭坛之上，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罗森微微一愣，缓缓向着金色宝箱走去。他在登上山巅之前幻想过无数山巅之上的场景，但就是没想到山巅之上除了2个宝箱却什么都没有。这一瞬间把罗森给整得有点不会玩了。擦！难道原始居民守护以及信仰的神灵也是需要我们领主探索的地方吗？在兽族最神圣的地方竟然找到2个宝箱！罗森翻了个白眼，来到金色宝箱面前。不管前世还是今生，都是罗森第一次见到金色宝箱，所以他也分不出来这俩宝箱是不是领主们要开的那种。细细看去，宝箱的上面的锁也是金色的，而且在锁头上还画满了符文，一看就和别的不一样。最起码别的宝箱没有符文，这俩宝箱却用金色符文保护着，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得开。沉思了一会，罗森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一把金色长剑，这是他能拥有的最坚硬最锋利的武器了。拿着长剑，他微微用力，朝着锁头劈去。枪！一声刺耳的尖锐传进罗森的脑海里，让他耳朵一阵嗡鸣。再反观金锁，毫无反应，而金剑上却多出了一个豁口。卧槽！罗森吓了一跳，立刻收回了金剑。这么大的豁口，有这么硬吗？刚才劈砍的时候，罗森怕断掉的金属溅进眼睛里，就移开了目光，完全没看到劈砍产生的反应。不过罗森也没那么容易放弃，自己来一次寿山不容易，而且还得到了金色宝箱，要是打不开，岂不是亏大了？重新换一把崭新的金剑。这一次，罗森认真的盯着金锁，再次劈了下去。枪！顿时间，一阵火花溅起，金锁上的符文在金剑接触的那一刹那亮了起来。这一刻，罗森彻底看清楚了，原来不是金甲不够锋利，而是符文上的阵法激活了，在金锁表面形成了超强的保护力，
才导致无法劈开金锁的。擦！罗森收起金甲，异常无奈。有阵法保护，他还真打不开。算了，只能先带回去了。罗森伸手抓住金色宝箱，但这一刻，金色宝箱似乎变成了一个抽水机，竟然把他体内的魔力都抽了出去。嘶！罗森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急忙松开手，后退了2步，因为这个宝箱实在太过于要挟了。罗森仔细地盯着宝箱，脑子里在想刚才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宝箱上面的锁却啪嗒一声凌空碎裂了。碎裂的锁在坠落的时候化为虚无，消失不见。第200章沙漠死神的武器核弹。金锁碎裂的一幕看得罗森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他甚至觉得自己出现了幻觉，连忙揉了揉眼睛。不是幻觉，竟然真的打开了。罗森揉了揉眼睛后，再次确认宝箱上没有了锁，兴奋的又一次靠近了宝箱。他轻轻地掀开了金色宝箱的盖子，顿时间宝箱打开，一道金色光芒从箱子里散发而出，就好像在箱子里装了一个太阳似的。几分钟后，光芒才逐渐散去。与此同时，罗森的脑海里也传来了增幅的声音。叮！100倍增幅成功，大鹏鸟蛋已增幅至100枚，纸张已增幅至100张。顿时间，罗森的空间戒指里就多出了增幅的东西，而面前的金色宝箱也缓缓消散，化为虚无。在原来的祭坛上，只留下一颗人头大的鸟蛋和一张纸。当然，在罗森的戒指里还有99张纸以及99枚鸟蛋。这是大鹏鸟蛋？会长出大鹏鸟的那种吗？罗森无比震惊地托起了鸟蛋，细细打量，但看了半天，什么结果都没看出来。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心中激动，想着回去后找人把这些鸟蛋孵出来。要真孵出大鹏鸟，那就真的牛逼了。就算不是前世神话中的大鹏鸟，最起码也是一个妖兽吧。毕竟这是兽神留下的东西，100只妖兽鸟完全可训练出一支无敌的空军部队。想到这里，罗森更加激动了，立刻就收起了鸟蛋，而后拿起了纸张。纸张并不是图纸，而是一封信，让罗森略有失望。不过想到自己已经得到100枚妖兽鸟蛋了，不能太贪心，所以很快就释然了。他拿着信看了起来。不管你是哪个种族的兽人，但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相信你已经通过了我留下的考验，并打开了我留下的宝箱。我在2个宝箱里留下了我的传承和坐骑。能得到传承的人无法得到坐骑，得到坐骑的人无法得到传承。既然你打开了坐骑宝箱，那么就代表你并不适合得到我的传承。请不要煽动另一个宝箱，相信我，你带不走它。这个宝箱里有1枚大鹏鸟蛋，是我忠实的坐骑留下的后代。虽然不是高品阶的妖兽，但对你们来说也算可以了。希望你能善待它，它是我最忠实的坐骑的后代。兽族之神留。读完信上的话，罗森的瞳孔微微闪烁了一下。难道真的有神？如果真的有神，你为什么会留下传承？难道是死了吗？如果死了，还叫什么？嘀咕了一声，手中的信也化为灰飞消散了。转眼之间，祭坛之上只剩下了一个金色宝箱。切！就算你真的是神，但也只是一个死去的神。不屑地撇了撇嘴，罗森来到另一个宝箱面前。既然他打开了金锁，那就给他带走。于是他伸手去搬宝箱，只不过宝箱的重量超出了罗森的想象，任凭他怎么用力，都无法挪动宝箱半分。倒是眼前出现的一排小字，让罗森又露出了一抹坏笑。兽神，哈哈！既然这是你留给后代的，那我就不强求了。100倍增幅。罗森直接在眼前小字之中选择了主动100倍增幅，这是当初增幅粮食的时候激活的一个选择福利。增幅不再是被动的，而是可以主动。凡是没有增幅过的东西，都会冒出是否增幅的字样，让宿主选择。自那之后，罗森对资源的掌控更是炉火纯青。叮！100倍增幅成功。选择后，在罗森的戒指里直接就多出了99个宝箱。随手拿出一个，果然和祭坛上的宝箱重量不一样。既然他拿不走祭坛上的，那就拿走99个增幅的。反正里面的东西是人家放的，增幅后东西也不会变，该有什么99个宝箱里都有，反正少一个也无所谓。罗森的嘴角露出一丝坏笑，这要是让兽神知道了，肯定会气得吐血。自己费了大力气设置的考验和选择，虽然每一被别人得到，但却让别人得到了99个，而且还是那么轻松。当然，罗森估计兽神是永远无法知道了，毕竟他早就死了。收好宝箱，罗森来到山巅之边，向下看去，山脚下的兽人越来越多，都在仰头观看。不过数百米的高度导致很多人根本无法看清山巅上的罗森，即便看到，也只是看到一个小黑点。而此时的露西已经来到了第9圈，映入了罗森的眼帘。罗森站在阶梯入口，没有第一时间下去。
既然那个宝箱是留给兽人的传承，而露西又能登上来，他一定能打开宝箱。他倒要看看宝箱里是什么东西。露西，加油啊！罗森对着第9圈的露西喊了一声，露西顿时就打了个激灵，抬头看去，发现罗森竟然居高临下的在看着他。这一刻，露西别提有多震撼了。难道大人真的是人类的天神吗？兽人族的崛起与人族的关系，难道要寄托在我和他的身上？露西的脑海里当场就冒出了上古传说，人族与兽人的交好、决裂等等大事迹。这一刻，露西更加坚定了罗森在兽人心中的重要性。或许两大种族的隔阂将在他们两人之间结束，一个是人类奇迹，一个是兽人之王。半个小时后，露西终于来到了山巅，身上的重力感顿时消失，整个人如释重负。他虽然登上了山巅，下山就能继承王位，但也没有把自己的身份放到与罗森同等的地步。毕竟罗森也不是一般人，而且手下势力非常庞大。露西依旧以属下的姿态面对罗森，而且是心甘情愿的。大人，露西看着罗森微微行礼。罗森摆了摆手道：快过来吧，这里有个宝箱，我打不开，应该是留给你的。露西微微一愣，向着罗森身后看去，果然发现了一个宝箱。顿时间他心中就激动了起来，惊喜道：难道这就是兽神留下的传承吗？他快步来到宝箱面前，想要伸手去摸，但手臂却在半空中停住，看向了罗森，似乎在征求他的意见。罗森的眼神微微眯了一下。第201章长柄巨斧。罗森可不知道自己阻止后，露西会不会真的听他的。毕竟这玩意是兽神留下来的，有着太大的诱惑，放到古代就相当于证实了神话是否真实存在的重大秘密。不过罗森已经得到了99个一模一样的宝箱，所以也没阻止，而是替露西激动的点了点头道：留给你的，打开吧。是，谢谢大人。露西激动的摇了摇毛茸茸的尾巴，再次打内心里相信罗森的为人。他倏然不知罗森早已经增幅了额外的99个，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原始的宝箱。露西激动的把手掌放到了金色宝箱上，顿时间宝箱光芒大作，承认了露西的身份。金锁自动消散，宝箱缓缓打开。在宝箱打开之后，金光还未散去之时，宝箱就开始融化消失了。没一会，祭坛上的宝箱彻底消失，出现了一把武器，静静地躺在祭坛上。那是一把斧子，斧头很大，斧柄很长，是一把长柄巨斧，躺在那里比一个成年女人还高。看到这个武器的时候，两人的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兽神传承，兽神武器，竟然是这玩意！两人立刻就围了上去，细细地看着这把武器。锋利的斧刀，浑厚粗壮的斧柄，看上去巧夺天工，无比霸气。这就是兽神的武器啊！露西把双手放到斧柄之上，顿时间她的身体像触电了一样抽搐了起来。罗森知道他这是在接受着兽神的传承，所以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半个小时后，传承结束，露西缓缓睁开了双眼。在她睁眼的瞬间，一抹光芒从她眼中闪过。露西还是原来那个露西，只是气质却浑然大变，变得更加的高贵了起来。感觉怎么样？罗森担心地问了一句。露西看着罗森，客气道：大人，我感觉脑子里多出了很多记忆，都是关于武技神通之类的东西，而且我好像直接踏入了修炼的境界。罗森微武一愣，仔细去感受了一下露西的境界，果然他已经从一个普通人成为了一个武者境界的猫族人。不错，罗森点了点头，替露西感到欣慰，道：既然传承完毕，那我们就下去吧。露西也点了点头。于是两人一前一后向山下走去。等到两人来到山脚下的时候，不但兽人的5大长老聚集在此，就连目前的狗头王族也全部到齐了。在这些人之外，则聚集了更多的兽人种族在观看。当他们看到提升了气质的露西以及他握着的那把长柄巨斧的时候，瞳孔里同时一缩。兽神武器！这一刻，他们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在露西出现之后，全部单膝下跪，恭敬道：拜见我王。就连狗族王都跪下了，承认了露西新王的身份。露西似乎也想到了这一幕，看了看手中的斧子，又把目光看向众人，淡淡道：兽神保佑你们，起来吧。谢我王。众多兽人缓缓起身。这一刻，露西赫然成为了兽人之王，兽人全部承认了他的身份。大人，我现在是兽族新的王了，你跟我回王庭吧。露西转头看向罗森，眼神里满是感激，因为没有罗森就没有现在的他。罗森摆了摆手道：你肯定有很多事要处理，我就不去了，等忙完记得来参加我的建国大典。说罢，罗森就径直地向外走去。露西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罗森已经走到了人群处，于是连忙大喊道：我一定会去的。罗森头也没回的就离开了，而且很快就走出了山谷，来到了荒野之中。
来的时候是一人4兽，回去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人。罗森难免有些空虚，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森林，他摇了摇头，骑马向外走去。另外3匹马他没有牵，而且也牵不完，便解开了缰绳。露西要是能想起，就会派人带回去；要是想不起，马匹也不至于饿死。驾！昂！野马王兴奋地奔走在森林之中，罗森的身子在马背上一上一下地耸动着。站住！给我站住！马匹还没彻底跑起来，罗森的正前方却忽然出现几十个带甲士兵，拦住了罗森前行的路。定眼一看，这群人罗森还刚好认识，他们正是之前打劫罗森的那个皇帝的士兵。这一群人的铁甲凌乱不堪，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战斗，拿着铁剑对着罗森虎视眈眈。闪开！给我闪开！马德！与此同时，士兵分开，几个布衣从士兵的背后走了出来。为首的布衣正是那个皇上，他浑身脏兮兮的，甚至身上的布衣很多地方都被划破了口子，露出了雪白的肌肤。他一边抠着鼻屎，一边盯着罗森，狂笑道：哈哈，真是缘分呐，竟然又碰上你了。罗森缓缓就停了下来，看着这群破烂不堪的势力，微微一愣，顿时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定然是从自己的军队里逃出来的，因为来之前就有人汇报50里外有一个领地建国了，公然挑衅太平城的权威，来汇报罗森。罗森也发出了通知，派兵围剿。不管是距离还是方向来看，手下汇报的建国领地就是这群打劫过他的人。此时落魄，除了是从大军手下逃出来的，也没有别的解释了。当然，他们从大军手里逃出来，罗森也没有怪罪大军的意思。他曾经下过命令，靠近边境大山的领地，如果敌人逃入了大山里，就别追了，因为大山里有妖兽，就因为追一些乱军，导致自身陷入妖兽危机中，完全不值得。这个领主的领地恰好就在边境处，所以逃进来获得一线生机，也不能怪军队。他们只是严格执行了自己的命令而已，只不过碰巧不巧的是让自己给再次碰上了，这一下只能算他们倒霉，怪不得自己。看着这一群像逃荒的难民一样的军队，罗森只觉得好笑，于是骑在马上淡淡道：你们是第2次阻拦我的去路了，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你们就准备承受我的怒火吧。第202章证明。哈哈，好狂的人！皇上哈哈一笑，指着罗森道：你的兽人属下估计都死了吧，没有兽人属下保护你，你有什么可狂的啊？立刻把你的马和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留下来，要不然我可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活着离开森林。呵呵，罗森轻笑一声，淡淡道：原来收过路费改成打劫了，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有能耐的过来取啊。说罢，罗森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了一把金剑，顿时间金光映入众人的眼帘之中。几个布衣大臣当场就惊了，指着罗森的金剑震惊道：黄，上！金剑！我看到了，他有金剑只能代表他确实不是一般人。不过我们都逃到森林里了，他的背景再厉害又如何？这里可是边境森林，妖兽无数的地方，就算我们杀了他，谁又能知道？皇上满不在意道：谁愿意出战，替我夺回金剑，我给他升官。报！属下愿意出战。一个铁甲士兵立刻出列，他双眼放光地盯着皇上，抱拳道：属下愿意战。好，太好了，不愧是我的赵子龙将军，果然胆气大，拿下他，朕封你为常胜将军。皇上无比激动。是。叫做赵子龙的士兵立刻拿着铁甲向着罗森走了过来。吾乃大力国赵子龙，你是谁？快报上名来。赵子龙长剑直指罗森。罗森的头上冒出3条黑线，极度无语。堂堂赵子龙的名号就这么被人用了，对赵子龙来说真是奇耻大辱。罗森懒得搭理他，直接纵马过去，一剑挥去，枪！2剑相撞，铁剑断，而且金剑还划开了他的铁甲，在他身上划出一道巨大的伤口。顿时间，那小将就疼得跃到了一排的草丛之中，躲了起来，只探出一个小脑袋，慌乱地看着罗森。皇上，区杂兵也敢叫子龙？罗森不屑地撇了撇嘴，确实被他给恶心到了。不过让罗森没想到的是，那个皇上接下来的话更是差点没让他当场暴走。孙悟空、如来、杨戬、托塔天王，哼哈2将全都给我上啊！为数不多的士兵全部上去，蹭地拔出长剑向罗森冲来。这些人全都是最普通的铁甲，根本分不出来谁说孙悟空，谁说托塔天王，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托塔的。罗森极度无语，确实被这个领地的人物给恶心到了。他拿着长剑，二话不说，直接就冲了过去，手起剑落，一剑挑翻一个天神，几个呼吸间就把10几个带甲士兵全部挑翻了。皇上，他好厉害的，我们快撤吧。是啊，皇上，
快撤吧！天蓬元帅，快点把皇上带走！丞相，我扛不动啊！擦，震得腿软了。你们俩快把我架起来！现场只剩下3个没有挂彩的人，而且还是2个人架着皇上向外跑去，速度奇慢无比。从他们慌张的言辞中可以分辨出来，中间那个腿软的是皇上，左边的一个是丞相，右边的是天蓬元帅罗森。虽然国家灭得快，但该享受的你愣是一样没落下呀！罗森无语的咂了咂嘴，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一把弓箭，对着3人就射了过去。嗖！破空声响起，被2人架着的皇上整个身子顿时挺了一下，发出了一声惨叫：哇，好疼！皇上，皇上你怎么了？快走！丞相别停！箭矢插在了皇上的小腿上，疼得他直翻白眼。不过即便如此，3人也没有停，可见求生欲望爆棚。罗森简直无语极了，冷哼一声道：给我站住，要不然我就射你的脑袋了！此话一出，3人顿时就停下了脚步，缓缓转过身子，果真不敢再跑了。他们3人的腿肚子一直在打颤，站都站不稳，那是对死亡的畏惧。把领主指南交出来，另外把你们的属下的名字都给我改了，要不然下场再让我见到，全部弄死，一个不留。罗森策马来到3人面前，语气平淡，却充斥着杀气。这是杀人后留下的气场，让人本能的畏惧。那位皇上一听自己还能活命，立刻掏出了自己的领主指南，递给身边的丞相道：丞相，快点给大人送过去。啊，这……丞相一阵犹豫，外加害怕，但在皇上的目光下，还是颤抖着手把领主指南送到了罗森的手上。罗森淡淡道：弹丸小弟也敢建国，真是笑话。5日后我将在太平城总领地建国，有时间可以去参加，或许可以当个成为我太平国子民。说罢，罗森策马而行，驾！马匹跃动，消失在森林之中，留下那位皇上呆呆矗立。皇上，天蓬元帅小心翼翼地提醒了一句。皇上立刻甩开了他的手，静声道：嘘，你不想活了？他左顾右盼了一圈，没有发现罗琳的身影，才长出一口气道：没想到打劫到了太平领地领主的身上，还好他不像传言里那样无恶不作，心狠手辣，或许投奔他太平国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你们俩听着，从今天开始，大帝国解散，所有人改名，去把受伤的士兵扶起来，给他们包扎去。吩咐完毕，他便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让属下替他处理伤口，然后打开了领主指南，开始询问关于太平领主的事情，开始准备投奔一事了。兄弟们，太平城领主为人到底怎么样啊？值不值得投靠啊？司听说太平领主无恶不作，专杀妇女。你听谁说的？我听别人说的，反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扯淡！我刚才打劫了太平领主，他只是教训了我一下，并没有伤我性命。你们的传言估计都是污蔑出来的吧？罗森倏然不知有一个小领主正在到处替他证明，更不知那个被他收缴了的领主竟然还有一本领主指南。第203章分封。回到玉关，罗森带着一干主要属下人等就回了总领地，大事尘埃落定，边境也安居乐业。而且建国在即，越提前建国，越能享受到建国所带来的奖励，所以攻打其他城池的事情全都被暂时搁浅了。等建国完毕，再决定领土扩张以及攻占玉关的事情也不晚。哪怕被人占了也无所谓，就算别人占了，但当他带兵去打，试问又有谁能拦得住？对不对？建国才是目前的头等大事，胜过一切资源抢夺。转眼已是4天之后，来到了建国的前一天。这一天，总领地正式定为京都，太平城正式改名为太平天国。由于总领地定为了京都，这几天对京都的翻新建设更是1日千里，速度奇快。1公里的城池经过了2次扩张，又建设出了一个外城，也就是说，内城1公里，外城又扩建了3公里。经过这次扩建，内城彻底改造成了罗森的私人皇宫，分别由宫门、大殿、花园、后宫等等各种设施。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成，不过基本构造和部分房屋已经制作完毕。而且关于皇宫的设置，还是诸葛亮亲自设计的。至于新扩建的外城，则成为了领民居住的地方。而且经过本次扩张，京都内空间变大，住个几万居民完全不在话下。扩建的城墙更是采用双层墙壁置放，加宽加厚加高了数倍，和玉关的城墙比起来也完全不在话下，12米高，数米厚。此刻京都内人群耸动，大街上人来人往。这些人很多之前收服的领主，特意来参加建国大典的，还有很多人是从周围领地远道而来，就想亲眼看看第一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毕竟4天之前，罗森就在领主指南内发了消息，建国在即。
凡是想参观的都可以前来。于是很多人都带着好奇来了，毕竟这可是他扩充脸面的大好机会，能让那些摇摆不定的领地主动加入的机会。所以来的领主很多都是小势力，早晚都要加入的，所以不怕危险。还有一些就是大势力，派出代表前来参与，打探实力。但不管是哪一种，对罗森来说都是宣传自己的好机会。大人，兽人王露西到了，已经安排在了皇宫外的驿站。一个黄金侍卫前来禀报。此刻，罗森整合属下的武将们在朝堂上议事。听到露西也来了，罗森很欣慰地点了点头道：“好生招待。”是。金甲卫走后，罗森继续和属下们探讨了起来。军队官职最高设立为军团，每个军最高不能超过1万人。军内设置军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队长，每一等级下只能拥有3个次一级的队伍，以此类推。罗森看着众人认真地说着，这些等级都是他和李阳深思熟虑后决定出来的。看着众人继续道：“刚才说的是军队的职位，另外想要获官职，必须由爵位加持。爵位的话就分为上将、中将、少将，总之拥有官职的人不一定有爵位，但拥有爵位的可以胜任相等官职。毕竟官爵一事事关重大，必须拥有战功才能分封。文职官员的爵位分为国级、副国级、省级、副省级、城级，分别设立对应的地方官职。具体代表的意思由李阳解释。”罗森指了指李阳，李阳立刻起身，拿出了整理好的资料，开始为众人解释。此次只是对核心人员的解释，以后关于崭新的职位等级还会全国通告的，到时候全民都会知道。一番解释后，众人终于听懂了关于爵位和官职的解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诸葛亮、李阳。解释完毕，罗森立刻点名。诸葛亮和李阳从座位上离开，恭敬道：“臣在。”两人的自称也变成了臣。我封你们俩为正国级爵位，任命左右丞相官职，共同监国。是。赵云、吕布点为项羽、花木兰、邢道荣、潘凤，你们7人分封为上将爵位，掌管天下兵马，和咱们的诸葛丞相共同设立兵部。李阳，你找人设立其余5大部，建设完成的国家体系。记住一点，选人一定要慎重。是。臣遵命。众人齐齐抱拳行礼。罗森满意的点了点头。开设6部，设立丞相是目前最为稳妥和直观的管理方法。兵部掌管天下兵马，自然是交给那些100%忠心的属下才更安心。就算出了什么变故，天下兵马都在他手里，多大的事都可以用武力镇压。至于其余的5部，分别掌管天下税收、天下民众人数登记、良田分布等等琐事，交给李阳是最适合不过了。毕竟李阳和自己一样，接受了9年义务教育，就算没吃过猪肉，那也是见过猪跑的存在，比交给其他人抢夺了。最起码他懂得多，也忠心。皇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叫你为皇上了呀？李阳公权看向罗森，眼神里满是坏笑。罗森愣了一下，说实话，他还真考虑过这个称号，什么皇上、总统、主席等等称号都考虑了一遍，到现在都还没决定要不要换个称号。直到此刻，听着李阳喊出的那2个字“皇上”，这让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似乎皇上这2个字才是最珍贵的，冥冥中带着一些玄学，和这个世界的修炼以及魔法挂钩似的。那种感觉仅仅一瞬间就消失不见，虽然只捕捉到了片刻，但却让罗森坚信了称呼的选择，于是点了点头道：“行，以后就皇上吧。不过我不会自称朕的，外界太乱，不知道有多少个皇上，说不定一碰面，一群自称朕的人，我可不想和他们一样被笑话。”众人确实不知道罗森竟然是这么想的，不过不自称也无所谓，依然能代表他的身份。众人齐齐跪在地上，恭敬道：“拜见皇上，吾皇万岁。”平身。罗森微微抬手，还别说，这个场面看上去真的有一点当皇上的味道呢。明天就是建国大典，一定要对外对我们的子民展现帝国的强大，这样他们才会安心。今天全部给我好好准备，退朝吧。罗森摆了摆手，便起身离开。第204章后宫。在罗森起身的同时，李阳却又忽然叫住了他。皇上！罗森立刻停下了脚步，看向李阳道：“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吗？”皇上，属下想问一下，后宫妃子该如何安排？是从京都就地选拔，还是从其他领地调取啊？李阳认真地问道。罗森，我没说要妃子啊，更没说过要开设后宫吧？罗森一脸懵逼。李阳似乎知道罗森会这么说似的，笑嘻嘻道：“皇上，自古以来为皇者都是3宫6院，当皇上要是没有妃子，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是不是？臣觉得后宫可以不大，
但一定要有。这就相当于前世的核武器，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罗森，这一刻，罗森真想问问他是哪里学来的歪理。罗森正要继续拒绝，但诸葛亮也上前一步，劝说道：“皇上，臣觉得李丞相说的有道理，请皇上三思啊。”罗森，嗨嗨！罗森无奈地咳嗽了一声，重新坐到了皇位上，无奈道：“既然你们非要我开后宫，那我就开一个吧。我觉得宁缺毋滥。宁缺毋滥，你们懂不懂？就是宁可缺少，也不要滥的。”罗森认真道：“那就封北野望为贵妃，退朝。”皇上！李阳和诸葛亮又叫住了罗森。罗森当场翻了个白眼，无奈道：“你们又要干嘛？妃子已经有了。”皇上，就一个妃子，太少了吧？是啊，皇上。罗森，一个还少吗？不少了。我心意已决，不要再权了。皇上宠爱贵妃，一人无可厚非，是臣下学习的榜样。但臣觉得应该把妙云和明玉二女也纳入后宫，毕竟两女侍奉皇上已久。这句话是诸葛亮说的，要不然怎么说他有学问呢？毕竟侍奉已久。是啊，人家姐妹俩侍奉自己这么久了，自己却把他们俩给落下了，太无情了。罗森沉思了一下，看向诸葛亮，淡淡道：“你说的对，我会去问问他们俩的意见的。退朝。”说罢，罗森就匆匆离开了大殿，留下现场一众人等，尤其是那些武将们更是面面相觑，完全搞不懂皇上为什么不开后宫。开后宫可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啊，怎么到了皇上这里就变味了呢？众人不懂，唯有李阳和诸葛亮两人懂。两人对视一笑，结伴行，立刻了皇宫。皇宫是罗森私人的地方，也是大臣上朝的地方。但朝会结束，除了皇上之外，皇宫内不准出现外人，只能留守侍女和护卫。护卫自然是赵云统领，侍女自然是北野望管辖。至于太监，那种灭绝人性的方法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所以罗森更是没有设立。立刻朝堂，来到后宫。后宫目前只住着北野望和妙云明玉三人。在罗森居住的大殿之后，属于皇宫内部的后花园。罗森先来到了北野望的房间，和他说了一下封他为贵妃的事情，直接就把北野望激动得感激涕零，眼泪不止。安慰一番后，罗森又把在门外把守的妙云明玉叫了进来。虽然只住了3个有身份的女人，但严格来说，其实只有北野望一人，因为妙云明玉是以女护卫的身份出现在后宫之中的。两人见到罗森，立刻跪下道：“拜见皇上。”你们俩，嗨嗨！罗森倒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反倒是北野望似乎明白了罗森的心思，主动道：“妙云明玉，皇上明日就要建国，后宫空虚无人，你们俩愿不愿意伺候皇上？”罗森脸色一窘，出奇的没有说话，而是等着两人回答。说实话，英雄爱美人，自古有之，不丢人。尤其是妙云和明玉身材曼妙，长得也水落可人。说罗森不心动那是假的，但心动不代表一定要拥有。罗森很尊重别人的想法的。两女听到别北野望的话，微微一愣，而后脸色顿时通红了起来，纷纷激动的点头道：“愿意，属下愿意，能够伺候皇上是属下的荣幸。”两女说完，便可怜巴巴的看向罗森。北野望也看了过来，见三女都看向自己，罗森很欣慰。乱世之中，男人是女人最大的依靠，想要活得好，就看男人强不强。所以几女一夫对他们来说特别正常。别说正常的娶妻纳妾，就是把他们送人，那也是男人的权利。因为女人只属于男人，没有更多的选择。乱世之中就是这么残酷。见两女点头答应，而且还很激动，罗森也不忍心拒绝，于是便点了点头道：“那好，以后你们仨就是我的妃子了。我封北野望为贵妃，你们俩为妙妃和玉妃。臣妾谢皇上。”三人齐齐走到罗森脚前，跪了下来，只差3寸，他们的下巴就会碰到罗森的鞋子上，这代表着他们的恭敬，是乱世之中臣服的习俗。不做出如此姿态，会让人觉得不够忠心。虽然罗森的教育里没有接触过这些，但当古老的习俗降临时，罗森也被动地享受了起来，感受着习俗带来的强大自信。好，后宫院落诸多，你们想住哪自己选吧。点了点头，罗森便起身离开了后宫，回到了自己的院落。明天就要建国，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虽然这些事情都交给了属下，但罗森身为万民之主，更需要时时刻刻关注天下大事。回到自己的住所，就是为了能安静地看领主指南。在这几天里，罗森早已经利用了仓库里现有的材料，制作出了各种东西，其中连魔法大炮都凑齐了50余门。由于完成了玉关任务，奖励的1100块银块，增幅后成为了11万块银块。一个魔法大炮需要2000银块，
所以罗森消耗了奖励的10万块，又制作了50门大炮，留下了1万块备用。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已经拥有了52门魔法大炮，除了各大城池各自留下2门用于守城，其他的全部在京都。到时候更会抽出来一部分用于建国阅兵仪式。另外，罗森还正式开启了国内货币政策，全民使用货币，没有钱的领民可以砍树采矿到京都官方制定地方来换钱。第205章大力丹，全民使用货币交易，其物资价格也是跟随领主指南内的商城价格而定。当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在进行中，那就是大鹏鸟蛋。罗森在领主指南里找了2天才买到鸟圈图纸，当然自己也可以制作鸟卷，但自己制作的鸟圈没有图纸，不具有驯化效果，必须添加图纸制作的才带有特定效果。买了鸟圈图纸后，罗森就把100枚鸟蛋放进去了，至于能不能孵化就看天意了。反正整个领地都没人懂得怎么孵化妖兽丹，死马当做活马医。回到寝宫，刚刚打开领主指南，赵云匆匆而来，手里还拿着一本领主指南。皇上，这是李丞相的神器，要属下交给皇上。丞相说他往后不再需要这个东西了，请皇上放心。听着赵云的话，罗森一阵感慨，就算李阳一直拿着领主指南，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定然是他觉得自己最近在大肆搜刮领主指南，禁止民间擅自拥有，所以思考再三，怕自己有疑心才主动上缴的。想到这里，罗森一阵感动，更加觉得李阳这个朋友没有白交，于是忍痛收下了领主指南，进入融合了。皇上，东部联盟的人和西部联盟的人以及沈家盟的人都到了。赵云继续汇报。罗森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东部联盟和西部联盟是最近才出现的势力，由于玉关事件的出现，导致东西2个玉关附近的领地全部结合。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没能打下玉关，就连沈家盟也没有打下。罗森忙于建国，就没有搭理他们。既然他们来了，就让他们好好见识见识自己领土的实力，等日后攻打的时候，也好让他们生出无法抵抗之心。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罗森便把目光放到了领主指南里了。领主指南里依旧热火朝天，只不过却少了很多面孔。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很多人都没有坚持下来，要么死了，要么领主指南被收走了。反正目前还在领主指南内混迹的人，基本都有一定的实力，要么就是远离大领地，还没有被战火波及到的领地。领民越来越难买了。是啊，都没什么人愿意卖了。也不尽然，大势力深知领民的重要，肯定不愿意卖。小领地又没有实力卖。我觉得等以后玉关打开，肯定会出现人口走私。呵呵，人口走私算什么？以后玉关要是打开，肯定天下大乱。你想想，统一了自己的大域，肯定会觊觎别的大域资源的。是啊，一域资源确实充满了诱惑。你们抢去吧，我只想好好修炼。缘分呐，兄弟，我也只想好好修炼。最近我找到一个丹方，炼出来的丹药服用后可以提升自身境界。四兄弟，能卖我点不？药材我还没找齐呢。看到有人在聊丹药，罗森赫然想起了自己获得的大力丹丹方。这段时间太忙了，以至于给忘记了，于是立刻来到商城开始搜索药材。现在搜索框上搜索金银花3个字，下面立刻冒出了无数金银花的信息。金银花 X99， 价格10铁币。金银花 X66， 价格10铁币。金银花 X50， 价格10铁币。还别说，商城内果真什么都能搜出来，连金银花这种野生草药都有人卖，而且还不少。罗森直接把市面上所有的金银花都购买了，不为别的，就是有钱，就是舍得花，反正材料不嫌多。而后罗森又搜索人参2个，下面也冒出了很多关于人参的信息。10年份人参 X9， 价格1银币。50年份人参 X2， 价格3银币。100年份人参 X1， 价格10银币。百年福人参 X1， 价格20银币。500年份人参 X1， 价格1金币。人参的信息也不少，不过数量却不多，各种年份都有。罗森再次全部买下，反正他有钱。买完人参，继续搜索别的材料。没过多久，罗森就凑齐了大力丹的药材资源，并且还买了一个炼丹炉。不过这些东西都是用增幅过的钱买的，无法2次增幅。想到这里，罗森便觉得以后要推广面对面交易，尽量避开领主指南，因为面对面交易不会有增幅限制，领主指南里交易的东西会受到增幅限制。架好炉子，点火，添加木材，按照单方比例放入药材，盖上盖子之后，正式进入炼制之中了。炼丹是一个玄而又玄的东西，必须需要拥有修为的人注入真气，让凡火变成真火，才能炼丹成功。一般人无法炼丹，因为拥有真气
还要控制火焰，至少需要武士的修为。不过这些事情对罗森来说完全不在话下，他把手放在炼丹炉上，开始注入真气，控制火焰。转眼之间，1个小时过去了。此刻天色暗淡，已然进入夜晚，而罗森还在炼丹。经过1个小时的炼制，丹炉内传来一阵清香之气扑面而来。快了！罗森大喜，继续炼制。又过了半个消失，清香之气彻底消失，代表药力被锁住，炼丹成功。罗森立刻收回了双手，兴奋地打开了炉子。顿时间，3颗灰色丹药出现在了炉子里。罗森把丹药拿出来，放在鼻头上嗅了嗅，无香无味。擦，这玩意能不能吃啊？放的都是药材，应该没问题吧？盯着药丸，罗森犹豫不决。但就在这时，赵云来了。作为皇宫内唯一的一个侍卫，他负责罗森的安全以及皇宫的保卫工作，更负责罗森任何杂事。皇上，该吃晚饭了。赵云站在门口提醒着罗森。罗森脸色一喜，立刻对他招了招手道：“子龙，快过来，我有好东西给你。”是。赵云亦或者来到罗森面前，他先是看了看一旁的炼丹炉，又看了看罗森手上的药丸，顿时明白了什么，懵逼道：“皇上，是不是要我吃这颗毒药？”罗森，你想多了，你是我最得意的战将，我绝对不会害你的。这是我炼出来的大力丸丹药，一旦服用可以永久增加力量。只不过我刚刚炼出来而已，你尝尝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塑造出一个大力士部队了。罗森一脸认真地说着。听到是刚炼出来的丹药后，赵云才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第206章，天晚了，该歇歇了。赵云松了口气，既然是皇上炼制的丹药，那就没问题了，要不然他还以为是皇上炼制的毒药呢。于是单纯的赵云接过丹药，一口就吞了下去。咕嘟，好了，皇上。赵云吃完，愣愣地看着罗森。罗森，我去，这也太忠心了吧，我说什么就信什么。罗森懵逼，他围着赵云来回转圈，仔细地打量着赵云。场面足足过了好几分钟，赵云毫无反应，一脸疑惑道：“皇上，你这是在做什么？臣哪里不对劲吗？你就没什么感觉？”罗森有些傻眼，似乎丹方上说的药力在赵云身上完全不起作用。皇上，属下有感觉了。这个时候，赵云仔细感受了一下，连忙回答。罗森大喜，立刻问道：“什么感觉？快说来听听。”属下感觉饿了。赵云认真地说道。罗森，算了，你退下吧。罗森无语地摆了摆手。皇上记得用膳。赵云临走前还不忘叮嘱罗森。不过罗森可没有听进去，他看着手里的灰色药丸，完全不知道是丹方的问题还是自己炼制失败的问题。咕嘟，罗森也吞了一颗，咂了一下嘴巴，确实没感觉。感受了几分钟，什么都没感觉到，罗森无奈的吃饭去了。作为皇上，晚餐自然也不能差，鱼肉俱全，6菜1汤，而且还是之前那个刘明钟师真亲自做的。顺便提一句，钟师真已经是御膳房大总管了，身份地位跟着水涨船高。另外，嘉文被封为了宫廷魔法师统领，建立了魔法师队伍，留守宫廷。其余的魔法师则被安排到了皇宫之外，为他们单独建立了魔法部门，进行统一管理。餐桌上，北野望和妙云、明玉3女已经在等待了。罗森不来，他们不会入座。由于罗森建立的帝国采取了现代和封建结合的制度，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北野望是自己的女人，妙云和明玉也是他的妃子了。吃饭一起吃，在他心里再正常不过了。要是不一起，单独吃，那才叫不正常。皇上来了，快起来！在北野望的带头下，3人起身准备跪在罗森面前行礼。罗森直接就阻止了他们的动作，不悦道：“跪来跪去麻烦的要命，以后不准跪了，要不然我可就生气了。”是，臣妾遵命。3女激动的欠身行礼，不让跪，让他们3女感到的感激涕零。这是皇上对他们莫大的宠爱。北野望和妙云立刻迎了上来，带罗森入座。2女一左一右伺候着他吃饭，只有明玉这个文静很少惹人注意的丫头，则跟在妙云身边，安安静静的，时不时的给罗森夹菜。这一幕让罗森心中生出一种柔情万丈的感觉。大丈夫当如此。吃完饭后，罗森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玩着领主指南，时不时地看看别人聊天，时不时地翻翻交易商城。领主指南已经成为领主们饭后的消遣方式之一。通知：沈家盟攻破了玉关，成功入驻玉关城主府，获得建国资格。通知：兄弟盟攻破玉关，成功入驻玉关城主府，获得建国资格。通知：Triple X 攻破玉关，成功入驻玉关城主府，获得建国资格。
一连几串消息在领主指南的区域频道上滚动出现，这是天下大事发生后的提示，让所有领主直观感受到。看着一条条获得建国资格的提示，更加激励了那些斗志昂扬的领主们，同时也让本就实力不足的领主更加颓废，觉得未来毫无希望。死好牛逼，一个个都有建国资格了。呵呵，谁说建国一定打玉关了？老子偏偏就不打，老子自己做玉玺建国。哈哈，自己建的国家不被领主指南承认，也没有奖励，就算建国了，别的领主也不会承认你们的。呵呵，没有就没有吧，奖励老子可以买。周围的领主谁敢臣服，老子就打。没有民意又如何？老子就打出一个民意，建立一个无冕帝国。牛逼666！哈哈，一天不吹牛能死啊！对了，第一个获得建国资格的太平城怎么样了？实力怎么样？有没有平原域的兄弟人去看啊？我看了，我现在就在太平城。太平城被定为京都了。卧槽，这里的城池好大啊，和玉关一样，真不敢相信这是1个多月内建出来的。我也在太平城。听说太平城建国后要叫做太平天国，这里的人好多啊，到处都是人。来到这个世界后，我还没见过这么多人呢。怪不得第一个获得建国资格，没想到太平领地的实力如此雄厚，连皇宫都建好了。据说明天他们要在皇宫大门外阅兵呢。司还真要阅兵？卧槽，我好后悔啊！我也是平原域的，现在出发还能干得上不？阅兵？太平天国的皇上是太自信了，还是太自大了？把兵种放出来，岂不是让周围几个大势力更了解了吗？呵呵，反正明天就看到了，我倒要看看他们的兵有多厉害。想用气势镇压我们，除非他的兵都很牛逼。看着领主指南里的议论，又从别处引到了自己身上，罗森一阵啼笑。自己虽然基本不在领主指南里聊天，但名气却已经变得人尽皆知了。他不知道该庆幸还是无语。看着众人的聊天，罗森便回了一句：明天早上开始阅兵，平原域的领主都可以来看，我全都欢迎。说罢便合上了领主指南。殊不知在他发言过后，领主指南内更是直接炸天了，消息一条又一条的冒出来，就像前世看主播观众刷屏一样，嗖嗖的消息掠过。当然还有很多大势力暗中思索着各种阴谋。总之有人拿他当偶像，有人拿他当对手。罗森对此也不在意。皇上，天晚了，该歇歇了。忽然间北野望的声音在耳边传来。罗森抬头看去，赫然发现三女全都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第207章太平天国正式成立。皇上，3个女人嗲嗲地看着罗森。罗森一脸懵。北野望在罗森耳边轻声道：皇上，他们俩也是你的妃子了，还没有享受过你的恩宠呢，皇上不妨多陪陪他们，臣妾先告退了。说罢，北野望就起身离开了。这一刻，罗森想抓住北野望的手，但手伸出一半，硬生生被他给憋回来了。因为此刻抓住北野望不让他走，企图岂不是更明显？那样子就太尴尬了。作为前世今生都只有北野望一个女人的男人，罗森陷入了知识空白区。嗨嗨，你们俩吃饱了没有？罗森不知道说什么，只好又找了一个话题。但两女根本无心谈论吃饭，于是一左一右的缠在了罗森身边，拉着他的胳膊，嗲嗲道：皇上，臣妾吃饱了，还是早点歇息吧。就这样，罗森3人进入了寝宫，而两女也终于大胆了一回。正所谓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今夜又是一个不眠夜。除了皇宫内春色满园外，皇宫之外更是格外的沉闷。京城大军整装大方，巡夜士兵哗哗作响，各地抽调的兵丁与京城士兵汇合一处，各大武将讲解着明日阅兵细节。宫门之外的客栈人满为患，哪怕已是深夜，也有无数人影耸动，远远望着宫墙外的巨大广场，感受着一个国家的出现。当然，这些无眠之人皆是各地来的领主以及大领地代表。虽然都是外界的各大领主，但没有人敢在这里闹事，因为这些客栈是官家的，用于招待来宾以及外臣。周围住的更是国内的大臣和武将，守卫森严。此刻，客栈内正在举办晚宴，各大领主欢聚一堂，结交着新的朋友。这些人更是把自己最值钱的东西穿戴在身上，以此来展示自己领地的实力。有人穿着华丽的丝绸衣服，有人花高价在领主指南里买了拳头大的银块，做成项链手镯，甚至还有人穿着银色战甲出现，来展示自己拥有银器。直到兽人王露西在大堂里，众多人类领主以及代表才戛然而起，全部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露西。因为瘦弱的露西身边跟着几个强大的兽人战士，群星拥戴。当然，除了露西出现时的惊艳，让人惊艳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全身银甲装备的女人。她脸色冰冷，仿佛万年雪山，身边同样跟着2个穿着金甲的将军。丝好漂亮的女人，
好有气质。天哪，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些人看上去都像是大人物。嘘，不是像，本身就是。那个猫族兽人是兽人部落的王，那个银甲女将军好像是沈家盟代表。死！沈家盟是不是今天获得建国资格的那个势力？是啊。咦，他怎么出去了？众人正议论着呢，沈潇潇却径直走出了客栈，消失在街道的拐角之中。这让众人一阵狐疑，因为大半夜的可没人敢乱跑，万一被抓起来就笑话了。但这个沈潇潇，在沈潇潇离开后，暗中也出现了几个暗哨紧紧跟随。这些暗哨是罗森精心选拔出来的，属于京城防御人员，接受赵云直接管辖。由于建国初期人员混杂，暗哨用于负责内部消息，用处很大，所以老早就被罗森特意点名建立了。很快，暗哨就发现了沈潇潇的去处。原来沈潇潇竟然在一个手下的带领下来到了京都的烈士园。他在烈士园里很快就找到了几个无字墓碑，目标非常明确。小姐，就是这里。将军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提醒。沈潇潇看到一排无字墓碑后，整个身影顿时晃了晃，差点没栽倒在地上。他的脸色顿时就变得无比寒冷，眼珠中满是雾气，颤抖着手摸着无字墓碑，伤心欲绝道：妙云、明玉，你们走得好惨啊！你们放心，就算只剩下尸骨，我也要把你们带回去，埋葬在我身边。将军，暗哨。次日清晨，京都再次热闹了起来，在大街小巷里充满了行走的人群，亦有卖早餐与逛街的人络绎不绝。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京都发展成如此模样，里阳功不可没。由于领主指南的没收和货币的出现，让很多领主都看到了商机。有些人愿意做官，罗森就让他们继续继承原有的领地；有些人不愿意做官，就送到京都或者别的城池，给他们安家的资源和金钱。而这些人都是看到了商机，准备在这一世当个富人。有人从早餐店开始干起，有人雇佣领民组建商会公司，砍树承包工程。短短几天，京都已经热火朝天。不过由于今天是个特殊的时节，很多人早早的做完生意就关门了，汇聚在皇宫之外的巨大广场周围，等待着建国的开始。此刻，广场之外人群涌动，少说也有几万人。而这几万人有本地百姓，有其他城池乡镇过来的领民，还有上千的外地领主来此考察实力。其中拥兵过千的大型领地都有上百家，而这上百家大型领地中可是包含了数千个领主，所以这上百家大小领地派来的人都被邀请到皇城之上居高观看。其中露西更是直接被安排在了主要席位，代表着与太平帝国亲近的关系。皇城城门之上是一片平地，比两侧城墙要高出一部分，又叫做城楼。现在的皇城是以前的城墙改造的，基本没什么变动。城墙高6米，厚2米，中间留有1米过道。在城门上的城楼上，此刻已经张灯结彩，挂上了大红布，而且在城楼上还竖立了一根旗杆，悬挂太平国国旗。国旗很简单，没有雕龙画凤，而是选用的红底黑字，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罗字，代表着罗氏皇家。城楼脚下站满了士兵，在两侧的城墙上则站满了大领地的代表人物。至于小领地领主，只能在下面和民众一起观看。城楼上中间竖立旗杆，两侧放着2门魔法大炮。罗森需要站在旗杆下，文武臣子只能站在大炮周围，也就是罗森的两侧。第208章，这不可能。当然，这些文武臣子自然就是李阳、诸葛亮、吕布、赵云一众重要的人物。另外还有罗森的后宫人员，也必须在这个关键时候出现，来见证神圣的时刻。只不过后宫人员只能站在罗森身后，不可以与之并立。但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也算莫大荣耀。由于后宫只有3个女人，罗森便直接把他们3人全都带过来了。至于其他新封官职的人，还不够资历上来，只能陪同客人站在两侧城墙。罗森与一众人等来到皇城之上。这个时候，光秃秃的旗杆忽然动了，一张国旗缓缓拉升，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快看，国旗动了，皇上要出现了。看到了。哇，好帅啊！这一身金色丝绸是哪里要不少钱吧？好帅气。这个皇上好年轻。快看，在皇上后面的那几个美女，好漂亮啊！如果我没猜错，应该就是皇上的后宫吧？才3个，也太少了吧？我都有8个呢。大哥，你那8个拿得出手吗？人家胜在质量。这3个女人真 TM 漂亮，再配上那身绫罗裙，看一眼就激动，想把她们3就地正法。看那身材玲珑有致，看那皮肤雪白柔嫩，卧槽，受不了了！罗森缓缓走上城楼，站到了国旗之下，头顶的国旗也在此时升到了最高处，迎风飘扬。
此刻，其他将士也纷纷就位。诸葛亮和李阳每人拿着一个木板制成的喇叭，来到了罗森身边，对着外面大声喊道：“拜见皇上，吾皇万岁！”一声大喝声从圆筒喇叭传出，两人率先表率单膝下跪。随着声音的传出去，无数士兵都在这一刻感到了无以伦比的激动，纷纷单膝下跪。哗哗哗！吾皇万岁！喊声震天，气魄冲云霄。建国大业，无人不激动。万岁！万岁！城楼下无数领民也跟着呐喊，就连投降的领主，经过了义务教育的人，也感受到了众人发自内心的呐喊。那种情绪能带动别人的心神，让领主们也纷纷呐喊了起来。万岁！万岁！因为这些领主也是罗森的子民，国家强大，他们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就连外地来考察的领主都带动了清晰，跟着呐喊。只有那些大领地没有过多的动作，只会冷眼相看。即便只是冷眼相看，脸色毫无波澜，但心底同样也是震撼的。如果非说谁不震撼，恐怕只有沈潇潇了。他死死地盯着罗森背后的妙云和明玉，激动地喘着粗气，胸口起起伏伏，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吓得他身边的将军连忙站在沈潇潇的面前，挡住了他的视线，小声劝说道：“小姐，千万别冲动，这里是他们的地盘，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呼！沈潇潇出了一口气，冷声道：“妙云和明玉还活着，就是他后面那2位，等建国结束后，找机会把他们救出来。”什么？将军也忍不住看了一眼罗森的背后，果真发现了2个模样俊俏的女人。这一刻，将军真真实实的懵逼了。要说小姐憎恨太平国皇上也无可厚非，毕竟被绑架过，但因为2个女人却出现如此的心情起伏，这件事必须要报告给盟主大人。将军心中暗暗想着，便重新回到了沈潇潇的身边。当然，城楼上的罗森并不知道自己的女人已经被人盯上了。他看着热情高涨的民众，欣慰地伸出双手往下压了压。等到现场安静之后，他接过李阳的喇叭，大声道：“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领主争斗，百姓食不果腹。战争是最让人痛恨的事情，因为它代表着有人死去。本皇痛定思痛，决意要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让大家人人有饭吃，让大家避免战乱，安居乐业。目前为止，本国拥有民众17万，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能得到庇护。凡是愿意加入本国者，都可以获得同等待遇。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正式宣布，太平天国正式建立。万岁！万岁！”罗森说完，全民又开始了呐喊，更有激动者激动地把原地起跳，挥舞着双臂。这个时候，诸葛亮和李阳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分别走到2侧的魔法大炮身边，放入了魔盒。顿时间，2门魔法大炮便爆发出了2声震耳欲聋的声音。轰！轰！2发魔法炮弹冲突而且，在天空炸裂，让底下的民众更加欢呼雀跃了，因为拥有这等武器，更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呜呼！只不过这2声巨响，在别的领主眼里，倒像是催命的默契。爆炸声就像在他们心底响起，让众人一阵不安。尤其想到以后和太平国打仗的时候，自己一群穿着铁甲的士兵要面对这种恐怖的玩意，他们就心如死灰。这已经不是军队实力差距了，这完全没有在一个等级上。一旦发生冲突，面对魔法大炮，完全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啊！一想到自己的士兵被大炮炸得尸体乱飞，这些领主们就感到不寒而栗。这真的是大炮？死完了！他们连大炮都有，我距离他们最近，看来到时候他们扩张的时候，我只能投降了。我勒个擦！大炮牛逼，666啊！呜！这个时候，巨大的号角响起，让众人再度安静了下来。很快，号角停下，但随即而来的却是一阵整齐的哗哗声音。快看，是方阵，士兵方阵，死真的要阅兵了！我靠！打头阵的竟然是银甲套装！1234，1234，50乘以50等于2500。卧槽，2500套银甲！干！马德，真的假的？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银甲？这不可能！一定是我眼花了，他们不可能拥有这么多银甲的。银甲可是稀有的宝贝，平常的领地1套都没有，就连大领地费尽功夫，最多只能找到几套而已，怎么可能？众人集体震惊。第209章再次震撼。哪怕不敢相信这一切，但2000多套银甲还是仔仔细细地映入了他们的眼里。但他们倏然不知，这2500套只是罗森银甲中的1/5，因为当初攻打玉关得到了100套，增幅后就用来10000套，2500套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恐怕这些领主要是知道真实的情况，非气吐血不可。银甲士兵来到广场，当来到广场中央的时候，边走边呐喊：“万岁！万岁！”等走过广场中央，呐喊才停下，
继续沿着道路向尽头走去。而民众的欢呼呐喊，更是从士兵行走方阵的时候就没停下来过。在银甲方阵过后，紧跟而来的便是骑兵方阵。哒哒哒哒，整齐如一的马蹄踩在地上，发出整齐的声音。远远看去，一队整齐的骑兵正威武走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司制好多骑兵，1、2、3、4，马德竟然也有2500之多。司制这怎么可能？2000多战马，他究竟是哪里来的？众人再次震撼，不可思议地看着骑兵方阵掠过，尤其是高马配上铁甲骑兵，不但骑兵全副武装，就连战马都浑身布满铁甲。庞大数量的铁让众人头皮发麻。这么多铁，难道太平国的人发现了铁矿老巢？众人的眼珠子马上就要瞪出来了。不过铁对罗森来说已经是烂大街的东西了，唯一贵重的也只是战马。自己的战马再加上从领地没收的战马，就组成了2000多人的方阵。当然，战马还有和银甲一样，并没有全部拿出来，毕竟战略武器怎能告诉别人有多少，让人家看看就行了。至于罗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战马，原因很简单，从收服的领地得来的。既然领地已经收服，他们的安全和生计也得到了保证，那就不需要战略物资了，要不然留着战略物资造反不成？所以罗森对所有村级领地、镇级领地下达了收缴战略物资的命令。只有镇级势力才有资格拥有武装力量和部分战略物资，村级领地所有武器以及战马必须全部上缴，不管是花钱买还是拿东西换，总之是不能留，留了就是有造反之心。所以罗森就拥有了这么多战马。看着自己强大的军队，罗森以上位者的姿态对他们微微一笑，进行招手。而骑兵则大喊道：万岁万岁，声音整齐如一，震得外来领主内心慌慌。死！还有，快看后面竟然是弓箭手！这时一声震惊的大喝再次惊动了所有看客。骑兵越过城门之后，又一个方阵笔直走来，而这个方阵的人人手一把弓，背上背着箭筒，放满了箭矢。卧槽，又是2500人！天哪，已经是第3个方阵了，第3个兵种。银甲步兵、铁甲骑兵、弓箭手，哗哗哗！第3个方阵过后，紧接而来的便是一排又一排的战车。高大的战车在轮子上装满了铁制刀刺，一看就属于大面积杀伤性的武器。这次出现的不多，但也足足有50辆。50辆战车掠过，便又是一个方阵紧跟其后，同样也是战车，只不过这个方阵的战车上没有刀刺，而是平板车。在平板车上放着的东西，更是让全场所有人震惊。操！大炮！好多！马德，这不可能，完全不可能！20门，竟然有20门大门！死谁 TM 能挡住20门大炮的一轮齐轰啊？还有，后面还有！干！后面的是大部队，好多人！大炮方阵过后，紧跟而来的便是大部队骑兵。一眼看去，远远看不到尽头，不知有多少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铁甲步兵大部队的人数加起来比前面所有人都要多。到现在为止，众人已经看得麻木了。外地而来的小领主全都被折服，根本生不出来一丝的抵抗之心。毕竟小领主也就几百人的势力而已，哪怕联合起来也抵挡不住如此雄壮的军队，还有那些高端武器。甚至就连东西两部联盟的代表都无比震撼，不知该如何是好。哪怕是沈家盟的代表人物沈潇潇和2个将军，此刻也被彻底震惊到了。2个将军还喃喃自语道：如果太平国进犯，我们恐怕无力阻挡啊。除了人类，震惊的还有兽人，当然是从兽人山谷里走出来的兽人。那些远道而来的兽人将军看着眼前的阅兵仪式，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自家的王对人类领主如此尊敬。这种实力，想要覆灭他们兽人领地简直易如反掌，甚至不会产生大规模的死伤，就能灭了他们。往他之前还想着若和太平国打起来还能抵挡一段时间，全都是扯淡。他们连1天都抵抗不了。几个兽人将军恐惧的暗中看向自己女王以及那2个年纪还小的牛头王子，发现他们似乎早就知道似的，无任何震惊表情出现，甚至2个小牛头王子还看得兴高采烈呢。很快阅兵结束，民众解散，众人的生活又回到了平常。唯一不平常的便是百姓心中多出了一种归属感，他们也拥有了自己的国度，不再是漂泊的浪子，不再时时刻刻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偌大国度到处都是他们的伙伴，这种感觉是小领地的领民无法体会到的。建国完毕后，罗森也走下了城楼，并宣布在皇城举办午宴，凡是领主或代表皆可以参与，无论大小。这是建国后的第1餐，也称国宴招待。于是在士兵们的接引下，大大小小的领主全都涌入了皇宫。当然不愿意参加的也无所谓，不强求。
不过这可是皇宫啊，虽然简陋了点，但好歹是皇宫。这些领主都是穿越过来的，肯定不会放弃参观皇宫的机会，更不会放弃吃大餐的机会。于是大部分领主都跟着进宫了。一番登记下来，确定了领主的数量，总共有1350位领主进入了皇宫。第210章，统一的开始。1350位领主，也就是说，这些人代表着1350块领地，而且这些领主里面很多都是联盟的盟主，或者吞并了其他领地的领主。这些领主哪怕放眼整个平原域，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了。他们这些人至少占据了3、5千领地的资源，整个平原域才10万领主。罗森收服的加上进入皇宫的领主，这些人加在一起都已经达到上万领地资源了。若是全部收服，不说拥有整个平原域的半壁江山，起码也能拥有很大一块领土。顺便提一句，太平国每日都有领主指南交给罗森，臣服的领地所交出的领主指南又增加了2000本之多。当然，这些都是已经臣服或者距离很近的领地，若是不交出来，也逃脱不了被攻打的命运。和今天来现场的外地领主不一样，这些外地领主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就是收服了他们，也没办法一一控制他们的领地，因为他们手下还有别的领主，由于距离和领地的分散，别的领主会把他们取而代之，所以再来一次鸿门宴效果不大，还是需要从自己领土周围开始扩散，逐一收服才是最稳妥的方式。这次午宴为的就是领土扩张一事。罗森回到大殿里休息片刻，就一起加入了午宴之中。领主们进入了皇宫，在露天之下交谈着，而露天之下摆放着各种桌台和美食，人群涌动，侍女穿梭。这是一场盛大的露天自助午宴，没有固定的座位，也没有那么多规矩。由于是多人聚餐，所以不光罗森亲自出现，就连后宫的3个女人也跟着出现了，再次让其他领主一饱罗森后宫的风采，对其羡慕不已。尤其是后宫的妙云明玉两女给罗森喂食的样子，更是让暗中的沈潇潇气得握紧了拳头，咬牙切齿。萧姐，千万不能冲动啊！这里可是太平国的皇宫，守卫森严。身边的将士发现异常，连忙阻止了沈潇潇冲动的步伐。沈潇潇重重的喘着气，不忍去看，嘴中喃喃自语：好你个罗森，竟然如此骗我！还有妙云明玉，我待你们不薄啊，竟然和别的男人勾搭成奸，真是岂有此理！在众人吃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罗森带着自己的3位女人率先离场。毕竟是皇上，出现一次已经算是给足了他们面子了，没必要一直陪着。直到罗森等人的身影消失，沈潇潇的目光都没能收回来，可见怨念之深，仿佛灵魂也跟着罗森去了一样。很快，午宴结束，众人散去，沈潇潇才愤愤不平地离开皇宫。在这期间，他但始终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回到客栈的时候，沈潇潇更是忍不住一拳打在了桌面上，把木桌都打烂了一个大窟窿。看着窗外的皇宫，冷声道：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我一定要把你们俩抢回来。找不到机会，一直是沈潇潇心中的一根刺，而那根刺正在缓缓发芽成长。皇宫朝堂，罗森位居高位，召集了所有文臣武将，面目如常，淡淡道：建国完毕，领土扩张刻不容缓，乱糟糟的势力不清除，早晚会威胁到百姓安危，国之根本。咱们太平国当务之急，便是一统平原域。诸葛亮听令。臣在。诸葛亮立刻上前抱拳听令。这一刻，他已经期待许久了。罗森看着诸葛亮，郑重道：命你为3军总司令，调用6个军，攻占东西2座城关，并且以城关为根据地，向北部扩张。咱们的第一步便是统一中北部，而后再麾下南下，彻底统治整个平原域。臣领命。诸葛重重应下。太平国拥兵10万，而且每天都会招募上千人，此刻已经拥兵11万之巨。且按照罗森定下的等级，是需要成立11个军团的，每个军团1万人。不过这些人包含了地方政权的兵力2万人，去掉地方守军2万，其余的都统一调动，所以就成立了9个军团，分散驻扎在国土各处。也就是说，太平国已经拥有9个军团了，军事实力强悍无比。罗森继续道：吕布、典韦、花木兰、项羽、潘凤、邢道荣，任命你们6人为6军军长，亲自带兵出击。臣领命。6人也上前激动应答。赵云听令，本皇命你在全军中选拔武力高强、天赋异禀者，组建一支特种部队。罗森再次看向赵云，赵云微微一愣，不解道：皇上，何为特种部队？特种部队又叫做精英部队，每一个成员都是武力高强者，能以一敌10，甚至以1敌100，这种人就叫做特种兵。当然，本皇会为他们配置最精良的武器装备以及最高级的资源。总之，特种部队是用于执行特殊任务，完胜任何普通军队的军队。凡是成为特种部队队员，
皆可以享受兵营中最高级待遇。罗森缓缓解释，赵云立刻就明白了罗森的意思，他心中暗暗佩服，恐怕也只有自己皇上才能想出如此的点子。赵云连忙应声道：“是，臣领命。势必要为皇上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特种部队，还有，除去各地驻守的士兵2万人，还有3个军团闲置。你带着3个军团挑选合适地点建造军事基地，这3个军事基地要隐藏在山林之间，形成封闭的训练空间，同时又要能应对四方支援，及时响应各个方向的突发事件。”罗森顿了一下，继续道：“军事基地的具体选址，你和李阳军师商量。”“是，臣领命。”“臣也领命。”李阳也起身抱拳回应。“记住一点，战争期间禁止滥杀无辜，不准压榨本国民众，一旦发现，罪加一等，绝不轻柔。”“好了，去办吧，我等你们的好消息。”罗森摆了摆手，众人纷纷散去。转眼之间，平原域的未来便在这几分钟内决定了下来。对于太平国的人来说，领土扩张是好事，因为可用资源就会更多，且边境越大，自身越不受战争影响。只不过对于别的领地来说，一场灭顶之灾即将席卷整个中北部。第211章全黄直播。以东西2座城池为分界点，一路往北，所有领地都不可幸免。这一世，罗森要做真正的王。当然，一切还要从平原域开始。臣子们退下后，就调动大军开始行动了。消息也很快就扩散了出去，一时间，整个平原域人心惶惶。距离太平国领土最近的小领地，见到大军到来，根本没有任何抵抗，直接就归降了。而远距离的领土也抵抗不住大军的一波冲击，就投降了。尤其是出击的6个军，兵分6路围攻东西2座玉关。仅仅3天时间，玉关就传来了平定周围联盟的消息，只等攻破玉关进行占领了。这3天里，赵云也听从罗森的安排，到处寻找天赋异禀、武功高强者，硬生生凑出了数百人的特种部队。这些人不是武者，也是距离武者境界很近的高手，基本都是身经百战或者带有一定天赋的人。与此同时，区域频道里每日都有新的国家成立，有些人是得到了玉关的城主大印，得到领主指南认可的国家，有些则是无冕之皇。当然，无冕之皇占据大多数。这3天里，罗森也得到了很多奖励的基础物品，其中丝绸制作、医药书籍等各种基础技术应有尽有。直到此刻，太平国才真真正正有了国家的样子。今日，罗森正在给特种部队训话，当然，接受训话的还有魔法师们。2个不一样的势力，代表着2种截然不同的修炼体系。而且他还给特种部队起了个名字，叫做太平国第一特种军团。魔法师们更是叫做宫廷御用魔法师军团。名字虽然楼，但早晚有一天，这2个名字会响彻整个世界的。武者组成的第一特种军团，皇宫宫廷御用魔法军团，多么霸气的组合！罗森欣慰一笑，结束了自己的训话，转而把这几天炼制的大力丸和修炼功法交给赵云，就回宫殿了。这2个军团都驻扎在皇宫里，拥有单独的庭院，这样不但可以监督他们的训练，更能起到皇宫的保护作用。皇宫啊，那可是国之中心，如果这里都不安全，那么百姓还有什么信心相信国家？所以目前的皇宫森严的连一只蚂蚁都进不来，数百堪比武者的特种部队，100人的魔法军团，近100人的金甲卫，上千人的银甲护卫，各个角落里隐藏的魔法大炮。顺便提一句，这几天罗森没有放弃大力丸的试验，直到昨天才验证成功大力丸的药效。确实有效，只不过只对50以下境界有效，服用后增加的力气虽然小了点，但也抵挡不住药丸多。昨天罗森炼制了1天的药丸，然后100倍增幅，炼制的够他们吃一段时间了。相信他们吃了这些药丸，就算境界依然没有到武者，但和外界的武者打起来也绝对不会弱，甚至还会更强。而且顿顿都给他们吃灵脉，帮助提升境界。虽然灵脉带来的效果微弱，但也抵挡不住日积月累吧，对不对？只有这种情况下训练出来的军队才有资格叫做特种部队。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寝宫，刚刚坐下，金甲卫就带着1个人来面见罗森了，说是从神级招募所里走出来的人。罗森听后立刻宣他进来。当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罗森立刻大喜，因为面前的资料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李元霸3个字让罗森心神震彻。属下李元霸拜见武皇。李元霸上去就跪倒在罗森面前，罗森激动地把他扶起来，兴奋道：“我以为是谁呢，没想到是李将军，快快请起。”谢吾皇。李元霸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和其他武将出来时一模一样。客气了，客气了，有元霸相助，本皇如……罗森顿了一下，继续激动道：“本皇如大汉冯甘霖啊！”谢武皇谬赞。李元霸依旧客气：“元霸，
本皇封你为上将。来人啊！罗森说罢，对外喊了一声。金甲卫立刻上前，皇上，快带元霸去吃饭，一定要好生招待。另外，在宫门外给元霸开辟府邸，与其他武将一同相待。是，臣告退。看着李元霸离去的背影，罗森很欣慰。李元霸在古时候可是很响亮的一个名字，虽然是虚构人物，但却真真实实的出现在了自己面前。而且他的战斗力在书籍记载中更是无以伦比，据说还是金翅大鹏转世，双臂可抵4项之力，力大无穷。得此武将，罗森那是打心底里开心。坐到椅子上，罗森平静了一下内心，缓缓翻出了领主指南。但领主指南刚刚打开，罗森的脑海里就传来了领主指南的通告声。这个通告是所有领主都能听到的，当然仅限于拥有领主指南的领主，而失去了领主指南的人则永久的成为本地人，彻底断绝了和领主指南的关系。提示提示提示，全世界建国总数已达到1万家，本指南宣布下一件天下大事现在开启。开直播获得宝箱钥匙，具体内容请自行到领主指南第1页查看。本次天下大事将改变各位领主的命运，请各位领主认真对待。声音响起，惊动了无数领主，尤其是建国的数量更是让罗森暗暗心惊。自己虽然是第一个获得建国资格的，但估计不是第一个宣布建国的。而且距离自己获得建国资格这才多久啊？最多大半个月，因为武将才出来3个，一个7天，3个也就21天。虽然不准确，但也8、9不离十。短短20余天的时间，建国的人数竟然达到了1万家，也就是说已经有1万个国家存在了。罗森倒吸一口凉气。世界上优胜劣汰是自古的规律，从小领主脱颖而出，成为大领主或者联盟盟主，然后再脱颖而出攻打玉关，获得建国资格，正式建国。每一步都会淘汰许许多多的人，能走到建国这一步的基本都是牛逼人物。这一刻，罗森确确实实感觉到了一阵危机感。1万个牛逼人物，要是没有领主指南通过，他还真想不到。于是罗森立刻翻到领主指南第1页，开始查看新的大事件。天下大事之拳皇直播第212章，各大皇上的直播间。天下大事之拳皇直播。罗森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罗森的内心是无语的。直播怎么也成了天下大事？而且现在可是古代社会，又没有手机，怎么直播？而且刚才领主指南还说什么宝箱钥匙，宝箱不是打开就行了吗？怎么还要钥匙？难道是用来开启高级宝箱的吗？就像在寿山之上。我擦，对了，我在寿山之上还有99个金色宝箱没打开呢，难道这就是钥匙的作用？这一刻罗森一阵惊喜，因为之前的宝箱从来没有什么符文锁，都是普通锁，铁宝箱的锁是生铁，银宝箱的是银锁，更结实一点。只有金宝箱上面的锁头上竟然有符文。想到这里，罗森顿时释然了，然后开始看天下大事的介绍，想看看这个直播是怎么搞的。天下大事之拳皇直播，凡建国尊皇者皆可在领主指南内开通直播功能，拥有自己的直播间。直播可获得金钱打赏和点赞，拥有自己的粉丝。日后打通玉关扩大领土时，粉丝会效忠最喜欢的主播。打赏的金钱是真实金钱，经过与领主指南55分成后，剩余的钱会自动存入余额，随时可以提现。每一个点赞价值1个赞值，直播结束后赞值也会自动进行55分成。每1万赞值可以购买1枚宝箱钥匙，钥匙越高级则需要越昂贵的赞值。钥匙会在3天后在商城上架。直播开启，领主指南会自动录入周围影像，可调整正反面。没有资格开主播的领主，请当好一个看客，可以通过打赏、完成任务等方式获得钥匙。提示：本域领主无法进入本域的直播间，请各大皇上开启直播之旅，努力正赞。各大看客领主努力完成任务打赏，一起努力获得钥匙吧。3天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看完解释，罗森终于明白了拳皇直播的意思，原来是利用领主指南直播，而且只有拥有城主大印建国的领主才有直播资格，其他领主只能看，不过也能通过看来得到钥匙奖励，也不是一种公平。虽然没介绍直播怎么使用，但应该有提示，所以罗森也没有发愁。倒是那个赞值无比吸引罗森的注意力，于是罗森翻到了聊天页面。果然，在聊天页面的世界频道、区域频道、附近频道的下面多出了一个直播频道。点开直播频道，便是直播间列表了，而且已经有人开始直播了。万国之主国的直播间，绝世女神国的直播间，女皇国的直播间，一个又一个直播间出现在罗森面前，而且排在前面的直播间还在不停的自动调换位置，估计是根据热度来进行的排名。直播间名称列表的最下方，则是我也要开播的按钮。
按照领主指南解释，估计自己只需要按下这个按钮，直播就能开始了。不过罗森并没有第一时间开播，万一开播了不能吸引人，岂不是浪费？所以在开播之前，罗森觉得先学习学习，看看别人都在直播什么，于是便点开了第一名的直播间——万国之主国的直播间。点击之后，画面一转，在纸上面出现了4方框，里面还有一个穿着豪华丝绸黄衣的中年皇上，正在热情地招呼着，看起来就像在打视频电话一样，毫无卡顿和延迟。罗森一进来，直播间的皇上就开始热情招呼了：“欢迎太平国国主加入直播间，麻烦来到的朋友点个关注，点下关注不迷路，谢谢。也麻烦大家点点赞。”穿着黄袍的皇上喋喋不休地说着，也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多话。罗森没在意他说的，而是自顾自地看着直播间里的构造。首先礼物排名是有的，只不过暂时没有一个人送礼。然后直播间的角落还有人点赞，会飘出各种颜色的心。在最下面则是聊天框，以及众人的聊天记录，全都是实时交流。什么鬼？卧槽！这个直播间太有意思了，以后终于有地方排解寂寞了。为什么我不能开直播？谁告诉我一下直播是怎么开的？主播，我给你送礼了，你能告诉我一下怎么开播的吗？银河林领主送出1朵玫瑰，银河林领主送出一个西瓜，谢谢银河林领主大哥的礼物，多谢多谢。哇，这个皇上还有爱心啊，不像我这里的皇上特别残暴，动不动就杀人。主播，你先别急着谢啊，快点告诉我怎么开直播的。擦，你有完没完了？刷了几十个铁币，有意思吗？在座的众位哪个不是大领主？谁稀罕你的几十个铁币？滚滚滚！马德，你们说谁呢？再说一句试试。操，你还敢骂人？告诉我你哪个域的，老子马上过去弄你，你信不信？欢迎欢迎欢迎众和国皇上加入直播间，麻烦新来的领主、皇上点点关注，朕在这里谢过了。观众相互对骂，直播热情的招待着新进来的人。无语的无语，生气的生气。罗森看得头皮一脸无语。点开聊天框，出现一个礼物版面，点开一看，从最便宜的价值10个铁币的玫瑰花、西瓜、番茄等等，到价值几个银币的弓箭、银宝箱、美女，还有高级的礼物。高级的礼物更是价值几个金币的大炮、金色宝箱、飞机、火箭，以及几十个金币的功法。礼物页面琳琅满目，礼物种类数不胜数。大致看完直播间的构造，罗森就退出了直播间。当然，不只是罗森退出了直播间，还有很多人退出了直播间，因为这个主播只会欢迎人，让别人给他点赞点关注，一点才艺都没有。退出直播间后，果不其然，万国之主国的直播间已经跌到了第9名去了。凡是那个绝世女神的直播间荣胜为了第一，这要从侧面说明了，女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永远都是焦点，尤其是漂亮有气质的女人。而这个绝世女神，光看名字就能想象有多么诱人了，人多也是正常的。于是罗森也点了进去。刀怒斩雪一雕，第213章奇葩的主播。刀怒斩雪一雕，山豪迈冲云霄，血沸腾在燃烧。一股铿锵有力的喊麦声音顿时透过领主指南传了出来。虽然没有伴奏，但着实唱的还可以。尤其是这个女皇上长得眉清目秀，年纪轻轻，穿着黄袍，有着青春且又妩媚之姿。也正是因为如此，她的直播间人气也是暴增，不断的有领主进来。公屏上的小礼物更是不断，因为表演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皇帝，还是女皇。这种身份，无论从观看上还是心理上来说，都能给男人莫大的刺激，甚至幻想着征服女皇。好漂亮的女皇上啊！卧槽，要是能得到她得芳心，前途无量啊！女皇上，想想就刺激。不行，我要送礼。毛毛领领主送出一个银色宝箱，毛毛领领主送出银色宝箱 X2， 毛毛领领主送出银色宝箱 X3。主播，我都送了这么多礼物了，你怎么不理我啊？切，人家可是皇上，谁能看得上你的礼物？可是一个银宝箱5个银币呢，这10几个银币是我领地所有的积蓄了。大哥，10几个银币虽然不少了，但你想拿小领地的储备和一个国家的储备比吗？唉，罗森面无表情地看着直播内容，随后他又进了几个直播间，更是发现了一个在直播打仗的主播。主播是个年轻的少年，满脸傲气，看起出身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反正不像普通人。他拿着领主指南，镜头对着自己以及自己身后全副铁甲的军队，认真道：兄弟们，欢迎进入我的主播间，我是你们的主播烈日国皇上。现在我已经到达了平原玉玉关外，对面就是平原玉玉关。说罢，烈日国皇上还把镜头翻转了一下，对着远处的玉关照了一下，一个巨大的城池映入众人的眼帘。他又把镜头翻转过来，继续认真道：或许我就是第一个打通玉关的人，
不过刚刚建国就攻打玉关，资源消耗甚大，希望兄弟们给我刷点礼物，让我凑齐军费。我保证，只有军费一旦凑齐，即可就攻打平原域，成为第一个打通玉关的人。另外，还希望大家多多点赞，为我军提升士气。烈日国皇上转过头说完，对身后的军队道：“威武，威武！”大军呐喊，震人心魄，气场那叫一个到位。看得直播间的领主们个个斗志昂扬，疯狂的刷礼物。某某送出1朵玫瑰，星号送出1艘火箭 ，Triple X 送出银宝箱 X9。某某，罗森。这一刻，罗森也有点无语。烈日国竟然要攻打平原域了？真的假的？还是为了直播效果说着玩呢？作为平原域最大的势力，要是让人家攻打进来，脸还要不要了？当过兵的都值得，本土作战对本国消耗最大。虽然罗森还没有彻底统一，但占领了别的领地，就相当于消耗他的资源。这怎么能行？但是平原域4个关卡呢，除了他和沈家盟各占了1个，还有2个正在被自己攻打。人家到底要打哪个关卡呀？想到这里，罗森直接在公屏上问道：“主播，你要打的是哪个关口？”只不过很遗憾的是，没人理他。直播间的人数已经到了近1000人，没人在意他说的话。罗森超级无语，大主播就是牛逼，连观众的话都不回复。看到这里，罗森气得翻了个白眼，直接回复了一句：“敢打平原域，让你有来无回，来一个杀一个，来一群杀一群，杀得你片甲不留。”说罢，罗森就退出了他的直播间。只不过他留下的那句话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敢和皇上这么说话，胆气还是让人佩服的。于是很多人就点开了他的头像，赫然发现他也是一个主播，然后就有人陆陆续续的关注他了。当然，罗森对此并不知情，他重重的放下领主指南，震得桌子震天响。门口的金甲卫立刻小跑进来，担忧道：“皇上！”立刻向诸葛亮传旨，就说有人要攻打平原域，让他查清楚是哪个关卡，提前做好防范。罗森当即就吩咐了下去，冷声道：“一旦发现，立刻向我汇报，我弄死他丫的！”是。士兵匆匆退下，罗森再次拿起领主指南翻开，看了一圈后，他终于发现了一个逻辑，那就是人气和直播内容有关。在众多直播者中，表演才艺的主播人气就多，只会欢迎唠嗑的主播人气就少。而在人气多的直播间里，表演的才艺更是越吸引人越多。其中就有那个带兵打仗要人刷礼物筹备军资的，还有一个武士领主直播教大家修炼的，更甚的还有一个男皇上直接现场直播让侍女们跳舞的。最离谱的还有人直播男女动作大戏，嘴里说的还是一股听不懂的鸟语，变态至极。当然人气也是不菲，不过直播了没几分钟，直播间就被封了。同时所有人的脑海里就传来了领主指南的警告，太阳国皇上的直播间因违规直播色情内容已被封禁时长3天，请各位皇上引以为戒，不要太过分。众人，当很多好奇的观众找到这个人的直播间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什么都没看到。当然罗森是看到了的，只是对于领主指南的限制有些摸不太懂，但思来想去也只是觉得限制比较低，毕竟2个人都骑上去打了，才封了3天，可见限制还是比较小的，或许只是挑动了领主指南的底线。不过有了此次通告，也让很多人都清醒了过来，不再直播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翻了好长时间，罗森发现除了男女那是不能播，其他基本都可以播。他甚至还看到了一个主播直播砍犯人的画面，现场鲜血淋漓，画面恐怖至极，但也没有受到领主指南的警告。呼，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也开播。罗森重重的出了一口气，便让人去宣李元霸了。第214章，罗森的直播间。李元霸带着金甲卫与罗森离开了京都，径直来到了野外。虽然是野外，但京都之外却是大面积的良田沃土，种满了粮食。想要寻找野兽，必须前往更远处的森林才行。没错，罗森的直播便是荒野探险。他思来想去，想获得大量的赞，必须要玩一些出其不意的东西，所以就带人来到了京都外。这才外出，罗森也没带多少人，毕竟是京都附近国土之内，而且身边还跟着李元霸，想出意外都难。来到京都外，罗森就点开了直播按钮，开始了自己的正赞直播。他不缺钱，想要人气也是想积攒赞值，因为赞值可以兑换钥匙，钥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拿着领主指南对着自己，罗森以及身后金甲卫的身影顿时映入了领主指南的书籍之中。皇上，你举着书籍干什么？臣帮你拿吧。李元霸凑了上来，发现竟是一本无字天书，所以很疑惑的主动请缨。罗森微微一笑，自然不会让他拿，因为他还想留下观众嘛，淡淡道：“不用，你看着就行了。”说罢，
众人继续向前走。而这个时候，直播间里终于进来了第一个观众。欢迎进入直播间的领主，皇上，本次直播内容野外探险，正在去野外的路上。罗森兴奋地和直播间里的人说话。随着第一个进来，很快就有第二个、第三个人进来了。直播间里也终于有人说话了，而且上来就是震惊的话语：卧槽，金甲部队，这个皇上谁啊？这要牛逼，死！而且全都骑着马，这么富有的吗？不愧是皇上啊！不过这个皇上是我见过最富有的皇上，别的皇上连金甲都没有，这个皇上却有这么多。某某进入了直播间，某某进入了直播间。慢慢的，罗森的直播间就有几十个人了。这些人全都被罗森的金甲给吸引了，毕竟金甲太少见了，哪怕有钱都买不到，因为整个商城没有任何一个拥有金甲的领主愿意卖，甚至连银甲都卖到了天价。他们这些小领主只能穿布衣和铁甲。主播，你们这是要干嘛去啊？有人询问。罗森立刻回答道：去野外，本次直播主题为野外探险，我们去野外寻找资源，打野兽。哇，头一次见这种直播。主播，你属下身上的金甲卖不卖？又有个人说话了，名字叫做水国皇上。竟然有皇上也进入了罗森的直播间。罗森微微一愣，以为他也是来打探情况的，毕竟皇上都有自己的直播间。于是微微一笑道：不好意思，金甲不卖。主播，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卖，你开个价吧。水国皇上依然不肯放弃。罗森却在这个时候拿出一把铁剑，对着领主指南道：金甲虽然不卖，但银剑我可以免费送。说罢，罗森便在领主指南的角落留下了一牌子：直播主题荒野探险。直播结束时，点赞榜的前10名和礼物榜前10名各送一把银剑。文字留好后，罗森又说出一次，顿时间整个直播间里的人直接就炸了。卧槽，前10名每人一把银剑，乖乖，这么财大气粗吗？我的天，点赞也能获得银剑！天啊，这个直播间是我们小领主的福音啊！点赞又不花钱，也能得到奖励，兄弟们，冲啊！哒哒哒哒，顿时间，直播页面的角落里就开始冒出五颜六色的小星星了，那是观众在点赞。对了，点赞虽然是免费的，但也有限制，每个人点赞的数里是需要根据观看时长才能点的，每观看1分钟才能点出一个赞。当然，时长可以积攒，然后到某一个时间段不停点击全部送出，这便是免费的限制。而且对于观众来说，他们也有送赞任务，每天送出多少赞或者送出特定礼物，也可以获得购买钥匙的资格，对他们来说也是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当听到罗森说点赞也能获得银剑，这让直播间里的人疯狂了。尤其是小领主，本来就无所事事，为生计发愁，别说银剑了，他们连丝绸衣服都没得穿，所以此刻更是疯狂点赞或者积攒观看时长，然后冲击排名。小红心不停地往上飘，虽然飘得慢，但节奏也没有断。而且随着小红心的飘出，罗森直播间的热度也更加高涨，热度高涨，排名自然靠前，进来的人也就更多，这是一个死循环。很快，罗森的直播间就暴增到了几百人。哇，快看周围，周围怎么这么多良田？死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这是哪里啊？难道主播在世外桃源？随着人数变多，震惊的人也更加多了，尤其是周围一块块良田，更是观众懵逼。他们连食物都要找着吃，但在太平国皇上的直播间里却看到了这么多良田。Triple X 送来一发火箭，主播，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周围？我给你送了个火箭。看着众人惊奇的话语，罗森威武一笑，拿着领主指南对着四周晃了晃，顿时间更大一片的良田便映入了他们的眼里，让众人那叫一个羡慕嫉妒。得此良田，何愁霸业不成啊？国之根本，民之所向，怪不得这么多人能建国，原来都有自己的底蕴。是啊是啊，只是没想到这底蕴如此浩大吓人。半个小时后，罗森等人快马加鞭来到了森林原野之中，属下们也开始四处扩散搜集资源了。罗森来的地方都是还没有全民搜刮过的地区，毕竟地域浩瀚，全面搜刮是不可能的，最多哪里得到资源的信息才会派人搜查，而且好多地方都是匆匆掠过的，刚好趁着这次直播去探索一下。报，皇上，前方发现一个银色宝箱，有一只成年猎豹守护。这个时候，一个金甲士兵匆匆来报，当然汇报的声音直播间里的观众自然也能听见。第215章银色宝箱。直播间里的人数此时已经上升到1000多人了，还在继续增长。罗森看着直播间，邪魅一笑道：兄弟们，现在已经有5000个赞了，还没点赞的兄弟们不要留着了，努力把赞点到8000，我给你们直播抓猎豹。
擦擦擦擦，一群人开始疯狂的在领主指南上点赞，赞的数量也在持续上升。短短几分钟内，赞数就达到了8000个，可见观众们还是很给力的。罗森自然也不会食言，便带着士兵去抓猎豹去了。很快，众人就来到了猎豹的栖息之地。那是一棵苍天大树，树干非常粗，恐怕都需要几个成年男子手牵手环抱才能抱住。而猎豹就住在树干里，一眼看去，树干被掏出了一个大洞，洞里有一只豹子正在睡觉，它头朝外，屁股朝里，睡得很香。而且在豹子的身边还有一个银色宝箱，散发着微弱的银色光芒。罗森把领主指南对准了豹子洞，小声道：“兄弟们，看到没有？一只睡着的豹子和一个银色宝箱。”公屏上文字不断飞舞，领主们都惊呆了。对于很多小领主来说，至今都没有见过银色宝箱呢。所以都这一刻，大家伙全都在震惊罗森的好运气。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这才进入森林没多久就遇到宝箱了，还 TM 是银色的，擦！果然是人比人气死人。主播，快点打开宝箱，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先把豹子弄死。主播，等会要是开出好东西了，先卖给我呗。看着公屏上的评论，罗森对李元霸道：“活捉豹子，送到皇宫养起来。”是。李元霸直接就上前而去，大步流星的动作没有丝毫隐藏，那样子分明没有把豹子放在眼里。而且随着他的走近而产生的声响，直接就惊醒了沉睡中的豹子。这个时候，罗森连忙把领主指南对准树洞，现场直播抓豹子。擦！就派一个人，这不是让人去送死吗？死！主播，他行不行啊？他连金甲都没有，你好歹让穿金甲的士兵去啊！快看快看，豹子醒了！嘶嘶嘶嘶嘶嘶！直播间里到处都在倒吸凉气，紧紧地盯着直播间。当然，罗森对此并不担心。李元霸在古代记载中都已经是凡人不可匹敌的人物，区区豺狼虎豹对他来说信手拈来，而且被他招募到后，还拥有了大武士巅峰的实力。大武士巅峰已经能真气出体了，和武侠小说里的一流高手差不多。别说打野兽，就是活剥野兽也是轻松至极。吼！猎豹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对着李元霸狂吼，想试探对方实力。李元霸毫无反应，依旧在慢慢地向着树洞走去。这一幕看得直播间里的领主们大气不敢喘。卧槽，猎豹这么猛！擦，打得过吗？我上次也碰到了一只猎豹，一口就咬死了我一个属下，跑得还飞快，根本追不上。别说话，看直播。直播中，猎豹无法吼退李元霸，而是缓缓挪动爪子，从树洞里钻了出来，满嘴獠牙的死盯着李元霸。在一人一豹越来越近的时候，猎豹率先抵挡不住这股压力，主动发起了进攻。吼！他嘶吼一声，一跃而起，目标正是李元霸的脖颈。但李元霸毫不慌张，在猎豹凌空飞起的时候，一个箭步往前，而后抓住了猎豹的两条腿。给我砸！他抓着两条猎豹腿，重重地砸在了地上。顿时间，大地一阵颤抖。轰！猎豹一下子就昏迷了过去。这一幕不但让周围的金甲士兵看傻了眼，就连直播间里的领主也全都看得一脸震惊。卧槽！卧槽！卧槽！满屏的卧槽飞起。李元霸对着金甲士兵摆了摆手道：“拿绳子绑起来，皇上说要带回皇宫养起来的。”将军，这个豹子没死吗？小兵震惊地问道。李元霸不屑道：“我下手有分寸的，我让他死他就死，我不让他死他就死不了。”死！小兵倒吸一口凉气，开始佩服起了李元霸，心中对罗森的敬畏也再次达到一个顶峰。因为这些士兵发现，只要是被皇上亲自接待过的将军，个个都是那么猛，就连那个女将军花木兰，一个都能轻松放倒他们上百个，而且大气不喘。很快，士兵们就把豹子绑了起来。李元霸亲自拿着钻进树洞里掏出银色宝箱给罗森送了过来。罗森一手放在银色宝箱上面，一边看着直播间，探着脑袋道：“兄弟们，猎豹已经抓起来了，宝箱也拿到手了，只要兄弟们努力把赞点到10000，我就现场开宝箱给大家看，好不好？”好。主播稍等，马上就点到10000。我擦，主播你真的要养豹子？豹子比人吃的还多的，浪费资源啊！开宝箱，开宝箱 ！Triple X 送来一个银色宝箱 ，Triple X 送来一艘大游轮。公屏上的信息在快速刷动，很快就把赞点到了10000。看到数量够了，罗森就一把拧碎了银色锁头，把直播间里的领主又给震惊到了。卧槽！一把捏碎了银色锁头，马爷，这要多大的力气啊！我靠，那可是银质的呀，岂不是银色套装也挡不住主播的攻击？主播到底什么实力？怎么这么厉害？开了开了！这个时候，罗森缓缓掀开了宝箱，他的脑海里也顿时传来了100倍增幅的声音。叮！虎豹兽招募令增幅至100，
魔法卷轴制作图纸增幅至100。听到这个声音，罗森微微一愣，立刻向着箱子里看去。虎豹兽招募令，可招募虎豹结合之后的品种虎豹兽，拥有虎之霸气、豹之敏捷、性格温顺，可用于坐骑。魔法卷轴制作图纸记录着魔法卷轴的制作方法，可在卷轴上刻录储存魔法。当罗森看到这2个物件的时候，内心是无比激动的。第216章人面蜘蛛。因为这俩玩意全都属于稀缺物品，难得一见的宝贝。虎豹兽拥有虎之威豹之节，可打造虎豹骑，拥有无与伦比的强悍实力。而魔法卷轴制作图纸则可以制作出空白卷轴。最主要的是，它有很多魔法师。这些魔法师虽然实力有限，但有了卷轴后可以不停制作卷轴，让普通人也能释放魔法。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解释魔法卷轴的话，就相当于前世的手榴弹。这个图纸讲的是如何制作卷轴，因为普通的物品无法承受储存魔法，只有特制卷轴才可以。魔法师刻录魔法在卷轴内，就相当于往手榴弹里添加火药和引线。哪怕是普通人，只要拿着卷轴丢出去，也能释放出卷轴内的魔法。现在就可以想象一下，普通士兵大军人手魔法卷轴朝着敌军丢过去，魔法齐出的场景有多么壮观。所以说这2样东西非常珍贵。银色宝箱缓缓消散，招募令和图纸出现在地上，增幅的则直接出现在了罗森的空间戒指里。直播间里的人看着银色宝箱开出来的东西，纷纷惊奇道：“这是什么东西？招募令？这是什么招募令？图纸？主播，这是什么东西？”众人纷纷询问。罗森淡淡一笑，把东西收了起来，道：“野兽招募令和制作卷轴方法的图纸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继续往下探索吧。”哎，银色宝箱竟然只开出一个普通图纸和招募令，太 low 了，普通铁宝箱也能开出这些。是啊，我还想着要是好东西就买下呢。主播，以后要是开出好东西一定要卖给我啊，价格只要合理我就愿意买。众人继续议论，罗森也自然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得到了这么好的东西，但为了获得赞，不落后于其他皇上主播，他还需要这群人给他点赞，不能惹怒他们。于是罗森带着金甲卫继续向森林深处探索，观众们也越来越多。虽然直播内容没有一直发生刺激，但和大部分的直播内容比起来，已经属于特别吸引人了。毕竟人家都是在直播跳舞、唱歌、练兵、修炼等事情，那些东西看多了就变得枯燥了。至于打仗，很多皇上嘴里一直说直播打仗，但就是没有动，所以观众也不相信了。毕竟皇上打仗可是大事，不可能为了点赞把好不容易得来的权势葬送的。这也是罗森直播间人气暴涨的原因。继续探索，没过多久，众人就遇到一只偷袭的妖兽，在草丛里忽然扑了出来，扑倒了一名在前探路的金甲卫，而且把金甲卫就摁在了地上，猛烈撕咬。撕咬和锋利的切割声音发出锵锵锵的声音，8个爪子牢牢按住了金甲卫，让他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这个忽如而来的动作引动了所有金甲卫的紧张，众人纷纷冲上去解救同伴。这一幕把直播间里的领主全都吓了一跳。卧槽，人面蜘蛛，妈耶，吓死我了！怎么样，人怎么样，死了没有？干，老子正拉屎呢，吓得我一下子就夹断了。众人议论纷纷。而此刻士兵们已经把被扑倒的士兵拉了出来，人面蜘蛛也被李元霸拦住了逃跑的路线。毕竟是金剑，对人面蜘蛛这种妖兽也能造成巨额伤害，尤其是人多势众乱箭砍伐的时候，人面蜘蛛就逃了。看着李元霸，人面蜘蛛直接冲了过来，因为一个人根本无法抵挡住他的利爪，这是蜘蛛的自信。但他万万想不到，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个接近疯子般的存在，实力更是超越了所有普通大武士的大武士巅峰境界。李元霸最近露出邪笑，一个箭步直接跳在了人面蜘蛛的背上，直接就把他压得8个爪子凹陷在地，无法挣扎。轰！蜘蛛的腹部紧贴大地，被李元霸压得无法动弹，那种感觉就像背负了一座泰山。若是敢挪动一条腿来攻击背后的人，恐怕其他的腿会瞬间被压力折断。过来几个人把蜘蛛绑了，给皇上送皇宫去。李元霸站在蜘蛛后背上，对周围戒备的金甲士兵摆了摆手。金甲卫拿着绳子小跑过去，满脸害怕。不过好在有金甲守护，让他们有了一些勇气。远处的罗森听到李元霸要把这只人面蜘蛛也送到皇宫的时候，顿时就无语了。刚才留下猎豹确实是想养一些野兽，但蜘蛛还 TM 是人面的，这怎么养？岂不是吓死个人？不过看着李元霸兴奋给蜘蛛绑腿的样子，罗森也不忍心责怪，翻了个白眼没有说话，而是来到了那个受伤的金甲卫身边打量了起来。士兵脸色满是绿色粘液，应该就是人面蜘蛛吐出来的毒液。不过好在由于金甲全面的保护，
他没有受到皮外伤，只是中了点毒而已。伤势怎么样？还能救活吗？罗森看着他痛苦的脸，紧闭的眸子，心中也很不忍心。身边的士兵道：皇上，粘液是酸性的，毒性很小。士兵拿出水壶浇在他脸上，那个受了伤的士兵立刻就睁开了双眼，重重的喘了一口气。呼，皇上，我没事了，就是刚才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好像喷了我一脸辣椒面，害得我都不敢呼吸了。罗森，士兵们，直播间的领主们，全体无语。擦，为什么要做出痛苦的表情？靠，我以为毒的不能呼吸了呢。妹的，演员，这是一个演员。直播间的领主们叫嚷着。罗森很欣慰，只要没事就好。于是重新回到马匹上，拿着领主指南探索。为了赞，为了3天后要是上架。不但罗森拼命的直播，所有的皇上都在直播。接下来罗森又分别遇到了一只野兽和一只妖兽，李元霸仿佛就记住了罗森之前说过的那句话，绑起来送到皇宫养着。所以后面遇到的无论是野兽还是妖兽，统统被李元霸绑了起来，让几个士兵抬着送回了皇宫。不知不觉，众人距离京都越来越远，来到了几处土丘之下。报！皇上！皇上！走在最前面的士兵疯狂地往回奔跑，用极其震撼的声音嘶喊道：皇上！特大发现，前方是一个矿区。第217章虎豹兽。矿区对领主来说是最珍贵的资源，在这个山林林立的世界，除了食物就属武器重要，矿自然就是制作武器的重要资源。所以当听到属下汇报发现矿区的时候，罗森也惊喜了一下。直播间里的领主更是纷纷忍不住吐槽罗森的运气好到离谱，出门遇见银色宝箱，还抓了几只野兽和妖兽，然后转眼就发现了矿区。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运气的人呢？不公平，一点都不公平！马德，我平时找一块铁矿都要找好久，他竟然找到了矿区。死！矿区确实是个好东西，就是不知道是多大的矿区。众位领主议论纷纷，从多个点进行点评罗森的好运，甚至还有嫉妒的领主直接诅咒罗森的。哼，肯定是个小矿区，希望只有几块铁矿石。哈哈，希望有强大的妖兽守护，让他干瞪眼。罗森无视了直播间里唱反调的人，毕竟得到就是赚到，何必在意人家的言论？嫉妒嘛，人人都会有的。只能说这些人的运气好，没有当面这么嘲讽他，要不然罗森绝对会把那几个诅咒嘲讽的人关到妖兽笼子里，和妖兽养在一起。多大面积的矿区？是铁矿吗？罗森骑在马上，问向士兵。士兵激动道：很大一片，有数百米，一眼看去全都是铁矿，而且还有铁矿之中还夹杂着一些银矿石。嘶！顿时间，直播间里全都发出倒吸凉气的声音。我擦！干！竟然还有银矿！天哪！主播，铁矿石开采后能不能直接卖给我啊？主播，我能买点你的银矿吗？看了一眼直播间，罗森微微一笑道：下面直播采矿。来到矿区，罗森也看到了眼前密密麻麻的铁矿。当他看到眼前的铁矿的时候，也震惊了一下。毕竟这里距离京都并不算远，竟然还有如此多的铁矿。密密麻麻的铁矿一路延伸，蔓延在几个山坡上下，不知绵延几百米。而且在铁矿之中还夹杂着一些银色矿石，虽然夹杂在铁矿之中，但数量也异常可观。若是开采出来，绝对能增添大批银甲将士。看到这一幕，罗森立刻让人回去叫人，而自己则就地安扎，进行现场采矿直播。很快，京都内就调集来了大量的军民，对矿区进行开采。天色也不知不觉到了晚上，罗森也关掉了直播间，随着金甲卫回宫去了。不过在下播之前，罗森还是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给在榜的20个观众送出了20把银剑。一时间，罗森直播间就彻底出名了。那些得到了银剑的人在频道内更加卖力地宣传起了罗森的好，无数人纷纷来到罗森直播间。只不过很可惜的他已经下播了。看了看自己的赞，在大半天的直播中已经凑够了18000个，已经超越了 99.9% 的主播了。罗森对此还是很欣慰的。回去的路上，他想着明天该直播什么节目，又想着镜头所得到的虎豹兽招募令和卷轴制作图纸的事情。不知不觉，众人就回到了皇宫之中。回到皇宫，罗森直接来到了招募所，当场使用了虎豹兽招募令。自己这间普通招募所被安放在皇宫中单独的别院之中，重兵把守。诺达的院子里，金甲卫严阵以待，守护在罗森身边。招募所的房门开着，罗森目不转睛地盯着里面，似乎里面会出现什么猛兽一般，搞得金甲卫都紧张了起来。因为一直以来，只要皇上特别关注的事情，都会出现超出人们想象的事情，无一例外。从魔法师到战马，从战马到野牛，很多老人都亲眼目睹过，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如今
皇上又特别关注起了招募所，定然会发生非同寻常的事情。于是就这么在众人的注视下，招募所漆黑的空间忽然亮出一双明亮的眸子。透过招募所的大门，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双眸子，众人顿时屏住了呼吸。蹭蹭蹭，亮起一双，紧接着亮起第二双、第三双，一时间招募所里亮起了无数双眼睛。哒哒哒，一声脚步传来，眸子径直走出了招募所，率先探出了一只脑袋。哗！顿时间，全场哗然，纷纷拔出了手中金剑，因为走出来的东西再次超越了众人的想象。老虎、老虎、豹子、虎豹结合体，士兵们顿时紧张了起来，因为率先探出的是一个虎头，但随着身躯走出，又带着豹子的特征，让士兵们搞不清这到底是老虎还是豹子。哒哒哒，虎豹兽的四肢踩在地上，犹如踩在众人胸口，发出沉闷的声音。尤其是它个头很大，比牛犊子还大还壮实，体重估计都有数百斤。吼！彻底走出来后，虎豹兽仰头长吼一声，乖巧地来到了罗森面前，像一个小猫咪一样。皇上小心！李元霸立刻上前，想要击退虎豹兽。别动，这是虎豹兽，它不会伤害我的。罗森连忙叫住了李元霸，并走到了虎豹兽面前，摸了摸他头上的绒帽。虎豹兽被人触摸，更加温顺了，这让众人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虎豹兽身上散发着阵阵凶气，却表现得如此反常。罗森见他如此怪气，便翻身骑在了虎豹兽的背上，就像骑马一样。驾！罗森夹紧双腿，轻喝一声，虎豹兽顿时领悟了罗森意图，便开始奔走起来，在院子里绕圈，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死！好快的速度！士兵们看得无比震惊。但就在这时，罗森忽然调整了一下虎豹兽奔跑的方向，而那个方向赫然是院子的围墙。他面向围墙，竟然不知道停下来，径直地冲了过去。这让李元霸大惊，但让他们更加惊讶的一幕很快就发生了。只见虎豹兽在距离围墙还有数米的地方猛然一跃，一下子就跃起数米之高，跃出了围墙。皇上！李元霸大惊，立刻一个原地起跳，也跟着跃了出去。其他士兵面面相觑，看着4-5米高的围墙以及招募所里无数双眼睛，不知所措。幸好连长的头脑冷静，立刻命令道：2排留守在这里，1排和3排排长去调集银甲卫，其余人跟我去保护皇上。是。近100人大军立刻有序不调地分工行动了起来。第218章前线捷报。金甲卫冲出别院，正紧张兮兮呢，却发现他们的皇上正骑在虎豹兽身上，慢悠悠地向他们这边走来。直到这一刻，众人才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作为皇上的贴身金甲卫，要是在眼皮底下让皇上受伤，他们百死难辨啊！就算皇上不怪罪他们都没有脸继续干下去了。勿慌，这些虎豹兽皮毛硬如铁，坚如磐石，脾气又温顺，数量总共有100只，就养在皇宫里当坐骑吧。罗森淡淡道：元霸，这些坐骑就交给你了，好好管理饲养。臣领命。李元霸立刻拱手开始整顿虎豹兽，而罗森则从虎豹兽身上下来，缓缓向着寝宫走去。金甲卫剥离出一半，对罗森进行护送。很快，罗森就回到了宫殿之内。夜色到来，御膳房正在准备晚膳。在等待的时刻，罗森翻开了领主指南，但看着空荡荡的寝宫，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于是对着站岗的侍女道：宣贵飞过来一同进膳。是。婢女欠身之后快步离开。罗森再次道：对了，把妙妃和玉妃也叫来吧，他们整日待在后宫，想必也很无聊。是。婢女再次欠身离开。罗森这次把目光放到领主指南上，但还没来得及看呢，就有士兵前来汇报了。报！皇上，前线传来捷报，这是诸葛丞相的信，还有2块大印。一个银甲士兵在2个金甲士兵的护送下来到了寝宫，跪在罗森数米之外。听到前线有军报传来，罗森更没有兴趣看领主指南了，立刻让身边侍女去接过来。印放下，信的内容直接念给我听。在侍女送过来的时候，罗森玩弄着2块大印，摆了摆手让他念出来。侍女听话的打开信封，开始念内容：吾皇万岁！陈兵分2路，同时到达南北2关。到达之际，遭遇2关之外的联盟阻拦，陈攻破2大联盟，收服降兵2万，而后直取玉关。经过半日攻城，2关城主主动投降，降服玉关兵甲35000人。2关城主各有1女，其容貌国色天香，为救父主动要求侍奉皇上，免除其父牢狱之罪。臣无法拿捏，望皇上定夺。此次战役共计收获城主大印2块，领主书籍700本，粮草数百万斤，铁币银币近万枚，其余兵器财物无数。我国出动6个军6万人，损伤5000余人，伤兵已随收缴资源向京都撤退，不日即可到达。
其中城主大印率先送回。经此大战，我军目前拥有可战斗士兵55000人，外加降兵55000人，共计11万人。11万人在两关留守各1万，其余9万人已经整装待发，以两关为根据地，以北关为终点，进行地毯式扫荡，沿途收服所有散乱领地，完成中北部彻底统一。诸葛亮留笔，侍女一一念了出来。罗森听完，整个人浑身一震，不愧是他的诸葛丞相，有勇有谋。仅仅几天便击溃玉关之下的联盟，并成功攻破玉关。罗森立刻对那前来报信的小兵问道：“诸葛丞相现在在何处？”回皇上，丞相在东关坐镇。小兵的身子压得更低了。罗森点了点头道：“好，此次大军出征规模浩大，琐事繁多，将士们也辛苦。你回去告诉丞相，等大军回朝，本皇重重有赏。”是，属下告退。小兵磕了个头，匆匆退出了寝宫。虽然京都和两侧的玉关各有400里路，但玉关攻占后就可以动用传送阵了，所以一来一回倒也快捷。小兵走后，罗森微微平静了一下内心。等自己彻底收复中北部的5万领地后，就可以挥兵南下攻占沈家盟，完成大玉的彻底统一了。看着眼前的大印，罗森把他们摆在了一起，一个挨着一个。但就在他们接触的时候，3块大印忽然传来了一阵光芒，竟然融合了起来，就像变成了液态制作而成的。3个大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大印了。这让罗森一阵惊奇，而且大印之上雕刻的妖兽也变得更真实了起来，种类也更多了。此刻，大印应该说是玉玺。自从获得第一个大印，这块大印的底部就出现了玉玺的刻印。成立国家后，玉玺刻印就变成了天平天国玉玺6个字刻印了。也就是说，这块大印在罗森得到的那一刻就已经晋升成为了玉玺，此刻只不过是变成了更大的玉玺。在玉玺周身雕刻着很多不知名的妖兽，很多种类罗森都叫不出名字，有长着翅膀的白虎，浑身浴血的麒麟，带着翅膀的人类等等。对了，我记得玉玺对国内的领土有影响规则的力量，可以达到言出随法的地步，刚好试一试。罗森想到这一点后，并没有立刻试验，而是拿出了卷轴制作图纸。来人呐，把这张图纸立刻给我交到文丞相的手里，告诉他急用，不管耗资多大，先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做出来一部分。是。士兵拿着图纸，立刻快步走出寝宫，向着宫门之外的官员府邸而去了。看着士兵立刻的背影，罗森喘了一口气，闭目养神了一会。至于他为什么没有试验言出随法的功能，那是因为他早已经试过了。但罗森发现普通纸张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作用，以往还没达到资格，所以就抛在了脑后。但当他今天看到玉玺的变大，还得到了卷轴制作方法，所以内心又活跃了起来。或许言出随法只是因为纸张不对才无法完成的，就像魔法卷轴一样，普通纸张无法刻录储存魔法，唯有特制的卷轴才可以。因为特制的卷轴有特性，可以留下魔法的痕迹并隐藏其中，所以这一刻罗森又跃跃欲试了起来。闭目了一会，罗森又翻开了领主指南。领主指南聊天页面，只要一打开就会自动展开世界频道的聊天面板。不过世界频道聊天速度飞快，罗森基本没有在这里停留过。只不过这一次世界频道聊天的人数格外的少。第219章3位妃子，想必是被直播的出现给冲击了，分走了大部分的流量导致的。罗森没有和往常一样进入区域频道，而是径直的就点开了直播频道。毕竟直播频道已经成为了完成本次天下大事的主要节点，是所有领主重点关注的地方。直播频道里的直播间仿佛永远不知道停止。直播间和往常一样，根据热度排名，下播的直播间不在排名之中，只有上播才会列入排名。目前排在第1名的叫做水月国皇上的直播间。出于好奇，罗森就点了进去，想看看目前的第1名获得了多少个赞。只不过当罗森点进去之后，看到角落里的赞数的时候，罗森才赫然明白，原来直播也是有差距的。这个直播间里的赞赫然已经涨到了6万6，是罗森的4倍之多。不过当罗森看到直播画面时，也彻底释然了，因为直播画面中的主播是一个绝色美女，她穿着一身古色长袍，站得笔直，犹如女皇再生。当然，罗森所说的女皇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女皇，而是想象中仅存在于小说之中的女皇。那气质，那皮肤，那五官，仿佛自带魅惑，让人看一眼就深深陷入不可自拔。所以这才是让各个领主疯狂的毫不吝啬送出赞的主要原因。新来的领主，麻烦帮忙点点赞，水月在这里，谢过诸位了。女主播红唇蠕动，只是说了一句非常客气的话语，听在人的耳朵里仿佛在勾人心魄一般。顿时间五颜六色的小星星像疯了一样疯狂增加。擦，人家这是自带优势，一般人还真比不过。
罗森翻了个白眼，就连他刚才也差点被勾走心神，忍不住给他点赞，因为这个声音实在太诱人了，而且再搭配上他那绝代身姿，更让人欲罢不能。要不是自己身边已经有了几个绝代美人，罗森还真不敢保证自己能顶得住这种诱惑呢。好在北野他们长得也丝毫不差，只是气质上逊色了那么一丢丢。虽然他什么内容都没有播就得到这么多赞，但罗森没有丝毫嫉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要是想着处处都比别人强，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自己的赞虽然没他多，但却能增幅。虽然只得到了18000的赞，经过分成后只能剩下9000，但增幅过后不就变成了9万了吗？就算暂时特殊物品无法增幅，那么用赞买的钥匙总能增幅吧。所以罗森也没必要嫉妒他，哪怕人家挣的再多也无所谓，除非很多地方都能超越他。所以有一颗知足的心比什么都重要。这一刻罗森也没有退出直播间，而是慢悠悠地看了起来。反正现在在等饭吃，美女谁不爱看，看了还能养眼呢。于是罗森就看了起来。就连北野望、妙云、明玉3位妃子来到罗森身边的时候，罗森都没有察觉。臣妾见过皇上。皇上万岁！3女站成一排，微微欠身给罗森行礼。罗森这才回过心神，抬头看去，顿时间罗森就被眼前的3位美人给吸引了。因为建国之后拥有了各种基础设施，穿的衣服也风格多变，不再固守一城，所以3女此刻是穿着极其华丽的服饰来面见罗森的。尤其是腰间一根绳子系着，隔了出了只手可握的腰肢，看上去美不胜收。爱妃来了，快过来坐吧。罗森招了招手，而后马上就关掉了领主指南。3女自然是不知道罗森在看美女，兴奋地坐在罗森身边。罗森伸出2手，立刻就搂上了纤细的腰肢，一手一个。只不过位置有限，3个人必有一个无法贴靠罗森。不过3人像是商量过似的，北野望和妙云主动一左一右靠了过来，只有明玉跟在妙云身边，没有争宠的意思。这让罗森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对他这种性格感到一阵欣喜。很快膳食就端上了桌子。由于罗森也不是喜欢浪费的人，所以他对膳食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把面前的办公桌摆满就行了，也不必大费周章搞一个大桌子。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膳食也从最简单的伙食升级了很多步，如今已经有了灵脉馒头、灵脉人参粥，各种肉类肉汤，算是比较齐全。看着眼前的美食，身边的美人以及门外那已经暗淡下的天空，罗森思绪万千。从一个普通人转跃到这个领主世界，从一个小领主成为坐拥数十万臣民的皇上，一切都如梦幻般离谱。看了看身边的美人，罗森的内心顿时就生出了一股王霸之气，情不自禁喃喃而出一句经典台词：醉卧美人膝，行掌天下权。哇，皇上好有才啊！皇上好厉害！身边的北野望和妙云一人一句献着殷勤。当然这并不是淡出的为了讨好罗森，而是罗森本身在他们心里就拥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他们所说的任何话都是为了皇上的后宫能够安稳。皇上吃个水果吧。距离罗森最远的命运虽然没有恭维，但却在这个时候夹起一颗普通朝着罗森的口中送去。罗森欣慰地张开了嘴巴，哎呀，但葡萄却在这时掉在了罗森的腿上，被黄袍给兜住了。明玉惊了一下，立刻凑了过来，跪在罗森腿前，伸手去捡普通，嘴里还自责道：皇上对不起，请处罚臣妾吧。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忽然间明玉愣了一下，罗森也僵了一下。身边的2女感受到了罗森身上传来的一阵颤抖，连忙低头去看。皇上！明玉想要缩回的手被罗森按住了，异常无奈，脸色也通红了起来。守护在殿内2侧的侍女互相对视一眼，纷纷低着头离开了宫殿，走到大门处，带上了殿门。顿时间大殿内变成了封闭之处，无人能看清里面的场景。不知过了多久，守护在殿门口的4个侍女脸色依然滚烫，互相对视，在思索着要不要进去提醒一声。因为时间太久，他们担心皇上会伤了身子。但就在这个时候，大殿门口的阶梯之下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第220章，第1章圣旨。众女看去，发现脚步的主人赫然是文丞相李阳。丞相大人，天已入夜，丞相要去何处？侍女团长站在阶梯之上，拦住了李阳的去路。李阳刚才走得比较急，而且还低头提长袍看路，一个没注意，差点撞到侍女团团长的身上。听到侍女的话语，李阳才及时停下脚步。不过李阳也登上了台阶，来到了门前。敢问皇上休息了吗？本相有东西奉上。李阳从袖口拿出2张宣旨，客气地说道。侍女团女团长面色为难，道：皇上还未休息，不过皇上现在不方便，
丞相大人，不如把东西留下，等待皇上方便之际，奴婢自会呈上去的。哦，也行，不过你千万别忘记了啊，这个宣旨卷轴是皇上亲自吩咐的。李阳看了看紧闭的殿门，把一卷宣旨放到了侍女的手上，就转身离开了。作为国之丞相，有权利在晚上出入皇宫，不过李阳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深知皇宫忌讳，送出卷轴后就直接离开了。立刻皇宫大门，很快他就来到了自己府邸。大臣官员的府邸位于皇宫之外，距离皇宫很近，而李阳的府邸被重新装修过，已经拥有了独立的庭院。进入庭院中，几个年纪不一的人正在来回踱步，焦急的等待。见到李阳，众人纷纷围了上来。丞相怎么样了？有没有问题啊？丞相，皇上有没有说什么啊？看着几个大臣，李阳道：没见到皇上，所以不知道你们制作的卷轴有没有用，不过明天应该就知道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说罢，李阳也就进入了后院休息去了。几个大臣面面相觑，同时立刻。这些人虽然是大臣，但也是受益人。朝堂统摄6部，他们便是工部的人。工部负责天下大小工程、基础设施制作与规划，制作卷轴一事自然也是他们办的。作为工部第一批臣子，他们也是李阳精挑细选出来的人。这些人里有本地领民，学校毕业，还有外地领民，手艺高强。因为第一批臣子可以不懂政治，但必须要懂工程，拥有手艺，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很快就加工出了2张卷轴。要是皇上觉得卷轴可以，他们就会开始正式开设工坊生产，所以一直在这里等着，就怕制作的不合格，给皇上留下坏印象。今晚对他们来说注定是个不眠夜。月亮越来越亮，夜也越来越深了，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午夜。月亮高挂，银色月光洒满大地，再倒映出片片银色光辉。皇上寝宫，寝宫与办公大殿连在一起，像是一个整体。前殿为办公，后殿为寝宫。在门外守着的侍女都快睡着了，宫殿内的动静才缓缓停止。而此时侍女们听得腿都发软了。天哪，这都快2个时辰了吧？嘘，好在是结束了，我们要不要进去？算了，还是等皇上召见吧。几个侍女商量着，很快就有了答案。而大殿内，罗森丝毫没有要召见他们的想法。此刻大殿内一片狼藉，可见战况之激烈。在主位之上，3具铜体虚弱的东倒西歪。罗森套上长袍，便抱起第一个向着寝宫走去。2宫是一体的，寝宫就在墙后。把北野望放在7、8米宽的大床上，罗森回身去抱下一个，很快就把3女全都抱了过去，而后只身回到了大殿。看着狼藉的主位和已经凉透的膳食，罗森淡淡道：来人呢？咯吱，殿门推开，几个侍女匆匆进来。此刻罗森披着一身单薄的长袍，腰间系着一根丝带，胸膛毕露，指着桌子淡淡道：收拾一下。说罢他转身就走。侍女团女团长见状，连忙拿出李阳给他的卷轴。皇上，这是何物？罗森淡淡的问了一句。侍女团长立刻道：皇上，这是李丞相送来的卷轴，说是皇上亲自吩咐的。这么快？罗森顿时大喜，刚才的劳累顿时一扫而空，只感觉心神振奋，立刻就接过了卷轴，重新回到了主位上。待侍女收拾完毕后，他把卷轴铺开，放在桌面上，仔细的看了起来。这卷轴比普通纸张要厚，而且更富有弹性。雪白的纸面上仿佛带着淡淡光辉，在灯火的照映下会泛出淡淡的银白色光芒。思索了一下，罗森拿起笔墨，便开始在纸张上书写。圣旨。首先便是2个大字，写于最上方，而后空格2格，开始书写内容。在我国境内伤我百姓，其罪可诛，特赐死罪，即可执行。钦此。尔等乃本皇招募良兽，忠心耿耿，乃群龙不可无首。第一个从招募所走出之首，本皇封你为本皇御用坐骑，外兼虎豹兽兽王，统领天下虎豹。钦此。一连写了2张圣旨，消耗掉了今天制作的所有卷轴。看着纸张，罗森拿起桌面玉玺，重重地盖在了上面。顿时间，被盖上玉玺的圣旨直接就发出了一道刺眼的光芒，从罗森所书写的文字中肆意而出，久久之后才消散如常。放佛盖上玉玺后，圣旨就脱胎换骨，有了魔力一般。这究竟是魔法还是幻觉？罗森一阵不可思议，又给另外一张圣旨盖上了大印。另一张圣旨同样如此散发出光芒。看到这里，罗森终于确认了眼前的真实性。或许他的圣旨真的可以言出随法。提示！提示！提示！这个时候，罗森的脑海里忽然就响起了领主指南那熟悉的声音。
太平天国正式书写出第一张圣旨，激活玉玺规则介绍。玉玺凝聚天地之力，国家之气运，可带动国内之内的天地规则。颁布圣旨，盖上大印消耗国力，则圣旨生效。盖印圣旨拥有国运之力和攻击力，可镇压一切生灵，改天地之规则。圣旨只在国内有效，大印之内皆为国土。圣旨发出威力，永远只比领主大一个大境界。话音落，罗森顿时明白了圣旨为什么有这种反应了。与此同时，全世界的领主都在此刻一片哗然。第221章圣旨威力。甚至无数还没下播的主播匆匆下播，到处搜集关于圣旨的信息，尤其是聊天频道再一次的热火朝天了起来。发生了什么？卧槽，发生了什么事情？太平天国 TM 的又是太平天国，怎么会是第一张圣旨？朕都不知道下发了多少圣旨了，为什么没有全服通告？圣旨还能改变规则，镇压生灵？为什么朕的圣旨没有这种效果？朕也很疑惑。朕也发了很多圣旨了，而且朕可是正儿八经得到城主大印的皇上，到底怎么回事？朕个屁呀！朕在群里聊天就特么的被朕的了，看得朕的脑子都晕了。一眼看去全特么自称朕。我刚才还下了圣旨，为什么那个太平天国的圣旨会通告？难道咱们的圣旨和他的圣旨不一样？对啊，他是第一个获得建国资格的，肯定也发了很多圣旨，但今日才通告，而且通告说的第一张圣旨，这张圣旨肯定很奇怪。不行，必须要搞清楚，要不然咱们岂不是正儿八经的皇上了吗？算了，你们愿意搞就搞吧，老子懒得去搞这些。谁和太平天国的皇上联系过？能不能问问？对于领主指南内的事情，罗森丝毫不知情，他现在正看着圣旨发呆呢。你们俩快过来，马上把这2张圣旨给我裱起来。罗森反应过来后，立刻招手把婢女叫来。婢女匆忙过来，找出2根裱装圣旨的精美小棍，把圣旨和小棍连接了起来，这样一副可以收卷的圣旨就彻底成型了。罗森拿着圣旨马上向外走去，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试验圣旨的威力了。罗森快步走出了宫殿，守护在角落里的李元霸带着角落里站岗的金甲卫纷纷出现，聚集在罗森面前。细数之下，金甲卫只剩下了40，其余则是银甲卫。这些人都是执行夜班的护卫，毕竟人的精力有限，唯有分白夜2班才能更好的履行职责。元霸，人面蜘蛛和虎豹兽关哪了？立刻带我去！罗森急迫地说道。李元霸见状，立刻上前带路。皇上请跟臣来。哗哗哗，众人脚步一动，3步并作2步。很快，众人就来到了皇宫饲养坐骑的地方。外院内是一个个铁栅栏和高高的屋顶，栅栏之内养着宫内御用的战马，还有今天才得到的100只虎豹兽。虎豹兽比战马还有灵性，看到罗森的到来，纷纷安静了下来，向着罗森看去。尤其是那个被罗森骑过的虎豹兽，更是欢愉，连夜宵都不吃了，反而就那么站在栅栏边上，好奇地看着栅栏之外的众人。皇上，坐骑都饲养在这里，没有驯化的妖兽和带有兽性的野兽都关在了后院子的牢笼里。李元霸为其介绍。罗森没有着急进去，反而是面向虎豹兽的兽棚，拿出1张圣旨交给了身边侍女，淡淡道：宣。是。侍女接过圣旨，缓缓摊开。这一幕则看得周围众人一阵懵逼，连李元霸都懵逼了。皇上这是做什么？皇上难道给这些坐骑还写了圣旨？司皇上是病了吗？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唯有李元霸瞪大了眼睛看着。而身边的侍女在罗森的命令下展开圣旨后，便对着兽棚内的虎豹兽宣读道：尔等乃本皇招募良兽，忠心耿耿，乃群龙不可无首，第一个从招募所走出之兽，本皇封你为本皇的御用坐骑，外兼虎豹兽兽王，统领天下虎豹。钦此。侍女轻声清脆，一一念出。当最后一个字念完的时候，皎洁的夜空忽然就响起了一道炸雷，轰隆，晴天霹雳，吓了众人一跳。而后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之下，圣旨忽然自侍女手中脱离，向着虎豹兽飞去。虎豹兽虽然拥有灵性，但灵智未开，并不懂眼前发生了什么，只是圣旨很快就飞到了他的头上，发出一道光芒，照映在虎豹兽的头顶之上。顿时间，虎豹兽像是开启了灵智似的，顿时明悟，而后4肢下跪，对罗森叩首了起来。这一刻，圣旨再度变化，直接冲进了虎豹兽的额头，化作一个王字，而后圣旨消失不见。而他除了额头之上多出一个王字，在头顶更是长出了2个触角，身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好！虎豹兽仰头大吼一声，声音直冲云霄，恭恭敬敬地跪在那里。他不但身躯发生了变化，就连境界也提升了。顿时间，其余虎豹兽看到虎豹兽王的变化，纷纷畏惧，全都蜷缩在地上，一动不敢动，瑟瑟发抖。
一言一句之间，立兽为王，这是何等的恐怖！罗森在这一刻激动得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而且身边的士兵和侍女们看到这一幕，则更加震惊。天哪！野兽变异了，而且还对皇上下跪了。皇上真乃天神转世，普照万物生灵，此乃大吉祥啊！死！万岁！不知谁喊了一声，其余士兵纷纷跟着激动地呐喊了起来。万岁！万岁！万岁！声音之力凝聚，直冲九霄之上，惊动了皇宫内无数人。果然有效。罗森握紧了拳头，对李元霸道：“把虎豹王放出来，带到本皇寝宫外饲养。”是。李元霸挥了挥手，几个小兵上去开门。虎豹王似乎确实有了些灵智，清楚地知道别人说的话，出来后就温顺地小跑着来到了罗森面前，做出一副可爱的样子。罗森伸手摸了摸他的头，他立刻乖巧地拱了拱，像一只小猫咪一样。走，去妖兽关押区。罗森翻身骑在了虎豹兽的身上，根本不容李元霸带路，虎豹王就载着罗森向内院而去了。虎豹兽，似兽似妖，拥有妖的身躯，却没有妖兽的实力。罗森可以从他身上看出虎豹王的实力以及忠诚度。虎豹兽，种族兽虎妖豹混血兽，境界2级妖兽，拥有低级攻击力、超强防御力，忠诚度100，神通撕咬、跳跃。看完虎豹王的信息，罗森也安心了许多。再看别的虎豹兽，全部都只有1级妖兽境界，而且只有跳跃一个技能，代表着境界提升同样激活自身神通。虽说有1级妖兽境界，但攻击力却甚至不如1级妖兽厉害，这也是他们的特点吧。毕竟坐骑只是代步用的，攻击力太高，对主人来说也不好控制。第222章，哎呀，皇上真坏！看着自己屁股下面的虎豹王，这家伙只有2级妖兽的实力，比其他同类高了1级。或许是因为圣旨的出现，给他开启了灵智，导致境界提升。100%的忠诚度，代表着这只坐骑不会叛变。快，跟上皇上！李元霸带着众人纷纷跟随。虽然虎豹兽被皇上亲自封为坐骑，但毕竟是兽类，属下还是要紧密关注的。当然，罗森50巅峰境界可以轻松虐杀2级妖兽，更不用说自己屁股底下这个攻击力低下的坐骑了，完全不用担心。坐在虎豹王身上，软绵绵的很是舒服，哪怕虎豹王四肢走动幅度大，也不会产生颠簸感。你是公的还是母的呀？以后就叫你赤炎吧。罗森缓缓说着。赤炎发出一阵呜呜声，似乎是很兴奋。从这里罗森就能看出来，赤炎绝对开了灵智，已经能够领悟人言了。后院大门打开，守护的士兵放罗森进入。一进入后院，赤炎就停了下来，打量起了周围的场景。这里是重兵把守的院落，周围满是铁块混合木材制作的半铁牢笼，关押的都是今天从野外得到的野兽和妖兽，在牢笼里咆哮。有一只猎豹，一只有用银色牛角的妖牛，还有一条蟒蛇和一只人面蜘蛛。在这些妖兽里，就属人面蜘蛛最恐怖，因为它有一张人类的脸，变态至极，嘴里还不断的流着绿色粘液，看一眼就吃不下饭的那种。骑在赤炎身上，罗森缓缓拿出圣旨，自己宣读了起来。在我国境内伤我百姓，其罪可诛，特赐死罪，即可执行。钦此。虽然是自己读没有逼格，但罗森也是为了试验圣旨的效果。话音落，手里的圣旨顿时就有了反应，这代表不管谁读圣旨都有用，算是彻底验证了罗森的想法。只见手中缓缓飞出，发出一道光芒，照在了人面蜘蛛的身上。吱吱吱，蜘蛛顿时发出慌张的惨叫，在笼子里上蹿下跳起来，仿佛在他身上要发生大恐怖的事情似的。正在此时，蜘蛛头顶圣旨赫然变作一道银色雷电，径直地向着蜘蛛劈去。而这种威力更是远超了罗森所拥有的境界。根据领主指南介绍，这一击至少拥有大武士巅峰的全力一击，只不过是施展的方式不同。此次攻击由圣旨凝聚，施展而出，运用的也是国之力。轰！一道刺眼的光芒闪过，众人眼前顿时一花。当众人重新反应过来的时候，铁笼之中的蜘蛛已经赫然变成了烤蜘蛛，身上还冒着阵阵烧焦的白烟。罗森，众人，全场无一不震惊，亲眼目睹，犹如神迹。这一刻，众人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大声齐呼万岁，声音直破九霄，响彻半个皇宫。试验完毕，罗森就骑着赤炎回到了自己的寝宫。刚才那一幕还在他脑海中闪烁，让他思量着圣旨的作用。首先，圣旨只能在国土内使用，离开国土就没有威力了，所以圣旨只能对内。而且圣旨发出的实力是大武士巅峰，也就是说和手下武将一个境界。国内如果有超过大武士巅峰的人或妖兽，
圣旨也无法诛杀，不过应该能逼退。大印之内皆为国土，现在虽然有点鸡肋，但随着我实力的上升，国土的扩大，用处就大了。一旦遇到什么事情，下发一张圣旨就能解决。想到这里，罗森心情愉悦了起来。虽然现在用不到圣旨，但他已经想好了以后的用途，于是就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宫殿大门。以后赤炎就守在大殿之外吧，别忘了喂食，另外在边上给他安个窝。罗森对李元霸嘱咐了一声，就进入了大殿之中。李元霸看着门口的赤炎，好奇地走了过来，和他面对面，面面相觑。一人一手高低竟然没差多少，两人四目已然能够平视。这全归功于罗森刚才拿到圣旨。此刻赤炎的眼神中已经没有了初来乍到对人人都敬畏的目光了，而是微微扬起一点点下巴，看着李元霸，似乎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王，当成了罗森最喜爱的坐骑，拥有了王者风范，哪怕对罗森身边的爱将都带着略微的高傲。这让李元霸一脸懵逼，他是第一次见到气场如此丰富的妖兽，翻了白眼，盯着赤炎道：“你是皇上的坐骑没错，咱们也可以平等，但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是什么意思？你要是这不服，那不服，以后别的武将回来岂不是要气死？”李元霸傻傻道：“你要是不服，咱们出去练练。”呜！赤炎终于有了回应，发出一阵呜呜。他当然能感受到李元霸大武士巅峰的强大，自然不敢和他去练练，所以呜呜之后也收回了扬起的下巴，选择了和李元霸平等相待。李元霸，这还差不多。你是妖兽，应该喜欢吃肉吧？我这就让人去拿。李元霸缓缓向殿门一侧走去，因为那里有守夜的亭子可以容身。不过刚走两步，他立刻就转过身道：“差点忘了问你，你吃生的还是熟的？”银河倒挂，月亮如钩。你看那月亮是不是又大又圆？寝宫之内，三女穿着单薄的丝绸衣，互相依靠在窗前，看着美丽夜色。那句银河倒挂正是北野望说出来的，而月亮又大又圆则是出自妙云之口。只不过话语刚落，身后就传来了一个男子声音，接了他们的话茬：“月亮圆不如你们的圆。”三女微微一愣，脸色骤红，而后惊喜地转过身，向着罗森奔来，而后团团把罗森围住了。“皇上，皇上！”三女叽叽喳喳，如同百灵鸟。感受着周围的温度，罗森一下子抱不过来，无奈道：“怎么还没睡觉？看来是本皇刚才太怜悯你们了，竟然休息一下就生龙活虎了。哎呀，皇上真坏！嘤嘤嘤，人家才刚刚有些力气。”三女拥簇着罗森回到床上，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出讨饶之声，但这恰恰更能刺激罗森。罗森二话不说，随着就按下了一个距离最近的女人。夜色黑暗，灯火熄灭，也分不清谁是谁。第223章，前线运回物资。这一夜注定是无眠之夜。罗森大展神威，征战到天空都亮起了鱼肚白，才昏昏睡去。一觉睡醒之后便是下午。起床后的罗森第一件事便是继续直播，和其他皇上争夺赞值。一天就这么枯燥而乏味地度过了。转眼之间便来到了3天之后。这3天内，卷轴宣纸也进入了大规模的生产制作之中。当然，由于材料限制和生产速度，一天兵生产不了多少，而且制作宣纸还需要消耗魔核，单独来说，制作的材料还是比较贵重的。不过罗森也没省着，让人继续生产，留下备用魔核，其他的都用于生产宣纸，这才让宣纸进入大规模生产。另外，生产出来的宣纸卷轴也下发到了魔法师军团。闲置了很久的魔法师们再一次迎来了艰难的任务，那便是制作魔法卷轴。虽然制作卷轴很难，但好在他们人数多，纸张不多，制作了一整天，基本消耗完了当天送来的卷轴。但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第2天又有人送来卷轴了。嘉文作为统领，忍不住问了一句：“送卷轴的人要送来多少卷轴才算完事？”结果人家说每天都会送，一直到魔核消耗的差不多才会停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嘉文松了口气，对身边的魔法师道：“大家别慌，魔核是珍贵的物资，用不了几天就消耗完了。这几天大家努力辛苦一下，后面就清闲了。”众人听闻特别欣喜，但倏然不知罗森的魔核储备已经进行了100倍增幅，拥有的储备量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且后续还会获得更多魔核。他们更不知道自己将会陷入永无止境的魔法卷轴制作之中，彻底沦陷为制作卷轴的流水线工人。言归正传，话题重新回到罗森身上。此时的罗森刚刚接待完一群伤兵。对，没错，正是伤兵。前线的伤兵和物资是在今天全都运到了京都，一车又一车的物资向皇宫运去，在车上则放满了储物箱子。至于为什么没有使用传送塔运送物资，那是因为目前魔核储备量比较稀少，大批传送消耗的魔核过于巨大，所以传送塔目前只会进行少数传送，用于运送情报和紧急物资，
像这种不紧急的事情，自然不会白白消耗魔盒的储存量。回来的伤兵，罗森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对这些有功士兵进行奖励，所有受伤兵种报销所有在养伤期间的医疗费用和伙食费用。重伤退役者则每人都可以领取几枚银币进行安家，同时每人下发荣誉称号，封为光荣退役兵，拥有特殊待遇和各项优先权。战死的士兵则追封为烈士，埋入烈士园。有家室的则双倍补偿。如果有孩子或者老人之类的，则孩子免费享受上学，由国家进行赡养补贴，老人免费养老等好处。此次纷纷传出去后，更是直接引爆了整个京都，让无数人感动。甚至很多青年得此消息，更是主动报名入伍当兵。因为别的领主可不会管这些，而自己的国家却考虑得如此周到，不管生死都给足了保证，这让他们对国家充满了信心，还在他们心中生出了更激烈的保家卫国的念头。如果以后国内发生大规模战争，这些人会心甘情愿入伍赴死，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保家卫国，死也其所。这便是理念、信仰，是别的领主无法做到的事情。别的领主皇上即便手底下有几万几十万民众，但又不能全民皆兵，就算想全民皆兵，也要强行征兵。如果战败或者不敌，绝对会化作群兽一哄而散。而罗森的士兵和民众，若是遇到同样的事情，拼死战斗到底是其一，就算打不过也会抵抗到底。安抚好士兵后，让皇宫的士兵把物资运进皇宫，罗森则向着寝宫走去。虽然是皇上，但也不用上朝，要不然要闻丞相干啥？回到寝宫，罗森便开始融合领主指南。护送回朝的将领则在大厅里恭敬地向着罗森汇报此次运回物资：粮草100万斤，丝绸20万尺，药草70种共3000斤，铁甲8000套，铁剑1万把，银甲50套，投石车12辆。物资全都送回了，还是送回了部分。融合完700多本领主指南，罗森淡淡地问了一句，而后摊开了物资清单。皇上，物资运回了大部分，小部分的紧急物资留作军用了。奖励恭敬地回答。其实不用他说，罗森也知道，因为清单上写得很清楚。诸葛亮调用了药草1000斤，投石车6辆，还有箭石等武器资源。虽然京都资源管够，但他们出兵可带不了那么多，而且再加上消耗，所以就没有回来调用，而是直接用了战利品。看完物资清单，罗森点了点头道：此次回来路途可还顺利？托皇上雄威，回来的路途之上，所经之处千岭沉浮，无人敢拦，一切顺利。将领继续回答。好。罗森点了点头。你护送军资有功，赏银50。说罢，侍女匆匆端着一个盘子而来，在盘子之上放着银币50枚，看得那将领顿时瞪大了双眼。50枚银币多不多？对于小领地来说，50枚银币已经非常多了，但对于大领地来说不算多，尤其是对于皇室，简直不值一提，特别是还能100倍增幅的皇室，更是9牛1毛。只不过对于当兵的来说，50枚银币相当于他们好几年的俸禄了，自然是无比欣喜的。奖励兴奋地收下银币，连连道谢。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京都内第一句万万岁，从一个将领的最终诞生了。这个奖励立刻对门外摆了摆手，门外马上就上来几个士兵，押着4个人进入了宫殿。4个人，2男2女，男的年纪都是中年，胡须已经发灰；女的青春靓丽，看起来也不过刚刚成年。4人身上绑着绳子，披头散发地跪在了地上。这是怎么回事？罗森疑惑地看着地上之人。第224章，要是合成。将领立刻回答道：皇上，这是丞相特意叮嘱的。他们4人分别是东西2关的城主和他们的女儿。城主主动投降，换取苟活。本来丞相是要把他们降为平民，赶出狱关的，但2女说想贴身伺候皇上，丞相不敢擅自拿定主意，特让臣请示皇上如何处置。贴身服侍我？罗森有些傻眼。与此同时，2女也微微抬起了额头，用勾引的眼神看向罗森。虽然长得还不错，但眼神中却带着阴谋的味道，让罗森清晰地察觉到了。此女不可留。罗森顿时就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如果真的把他们留下了，说不定会引出什么乱子。看样子2女根本不想当平民，而是想找机会恢复自家地位。罗森眼神微眯，但又不能直接处死。第一人家是主动投降，第二人家又是主动伺候，如果随便砍死，有失帝王风范。罗森眯了眯眼睛，脑海里顿时冒出了一个主意，淡淡道：我对你们没想去，如果你们想找男人的话，我就把你们俩赐给我的部将，如果不愿意，就出城当个平民好了。啊，敢问皇上想把我们俩赐给谁呢？2女眼中一阵皎洁，在盘算着部将的身份等级，没有拒绝，而是在考虑，更加确认了罗森心中的想法。这2个女人确实不是省油的灯。
罗森淡淡道：“既然是孔明先生抓来的，那就赐给孔明吧。”罗森摆了摆手：“谢皇上。”两女愣了一下，而后对视一眼，眼中满是欣喜，立刻就叩头拜谢了，似乎他们跟着诸葛亮也在计划之中似的。啊，这……现场只有将领一脸懵逼。当将领听到皇上给诸葛亮送女人的时候，他彻底懵逼了，因为他从未见过诸葛亮靠近女色。不过男人喜欢女人天经地义，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开始替丞相欣喜，为丞相高兴。愣着干啥？去吧！罗森再次摆了摆手，士兵们立刻把四人带走，将领也连忙说一声臣告退，然后离开。诸葛亮聪明近乎妖孽，赐给他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因为罗森觉得诸葛亮完全能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他连这俩女的都拿不下，那就真的会改变在罗森心中对诸葛亮崇拜的看法的。转眼间，大殿里只剩下了罗森一人。他把物资清单放在一边，重新摆放上了领主指南，而后看了起来。物资自会有人分配，完全不需要他操心，而他只需要在有空的时候去给这些物资增幅一下就行了。100万斤粮草增幅后就是1亿斤，上次获得的还躲着你，所以完全不急着增幅。来到个人资料页面，看了看自己这3天积攒的赞值，不知不觉已经达到了6万个。当然，这6万个赞是分成之后的，分成之前他有12万赞，3天积攒12万赞，着实不容易，那可是他用银剑为奖励换回来的。没过多久，商城刷新了，在商城的最上方出现了一个特殊商品：木质宝箱钥匙，5000赞每把。注：宝箱钥匙等级相同可以合成2把同品质钥匙，可以合成1把高1级品质的钥匙。注：钥匙可以用来开宝箱。看到商城上新出的商品，罗森二话不说，直接就全部购买了。每把钥匙5000赞，罗森全部购买，花销6万赞，到手12把木质钥匙。钥匙到手，沉甸甸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木做成的。而且面前也立刻浮现出了是否增幅字样。罗森二话不说，立刻选择了增幅。叮，100倍增幅成功，12把木质钥匙已增幅至1200把。顿时间，罗森的空间中就出现了额外增幅的钥匙。看到密密麻麻1000多钥匙，罗森整个人都感觉兴奋了，因为别人辛苦直播几天，最多获得几把钥匙，那些人气高的主播最多也多不到哪去，而自己一次购买就可以多日无忧了。1200把钥匙啊，要是直播的话，要直播300天才能得到。看着手上的钥匙，罗森拿出了2个叠放在一起，选择合成字样。顿时间手上的钥匙就融合到了一起，颜色和质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变魔术似的，2把木质钥匙转眼之间就变成了1把崭新的实质钥匙了，还真可以。看到这一幕，罗森继续合成，一连合出了100把实质钥匙。100把不过才消耗200把木钥匙而已。他又拿过2把实质钥匙放在一起，很快就又合成了铁质钥匙。这一刻，罗森算是彻底明白合成的意思了，那就是只要不断融合，就能获得更高级品质的钥匙，开更高级品质的宝箱。我刚好有99个金宝箱打不开，先合出几个金钥匙试试。说干就干，罗森拿着铁钥匙继续融合，很快就融合出了2把金钥匙。2把木质钥匙可以合成1把实质钥匙，2把实质钥匙合成1把铁钥匙，2把铁钥匙合成1把银钥匙，2把银钥匙合成1把金钥匙。也就是说，1把金钥匙的合成会消耗掉16把木质钥匙。死！罗森倒吸一口凉气，要不是自己能100倍增幅，估计想获得这么多的钥匙，要没日没夜直播才行。于是乎，罗森消耗掉了32把木质钥匙，合成了2把金钥匙。他没有融合很多，因为金宝箱里的东西是兽神留下来的，对他来说不一定有没有用嘛。从空间戒指里拿出2个宝箱，罗森便准备打开了。总共99个宝箱，其余的97个放在仓库里了。他随身携带了2个，毕竟空间戒指大，每一个空间戒指都有100个放的空间，而且空间戒指里放的还有空间戒指。一句话，地方大，够放的。把金色宝箱摆在桌子上，罗森缓缓把钥匙插在了锁头上，而后轻轻一扭，咯吱，锁头顿时就开了。宝箱打开，1把长柄战斧静静地躺在宝箱里。当然，形状很小，但随着宝箱消散，战斧也缓缓恢复成了原装，变成了一个1人多高的长柄战斧。第225章秘境，就是这玩意让露西得到了传承。罗森伸手握住了长柄战斧，缓缓闭上了眼睛。顿时之间，一个狗头人身的幻影猛然出现在了罗森脑海之中，其模样和狗头兽人完全无异，只是他身躯高大，看不清面庞，而且双手握着长柄战斧挥舞。轰！随着战斧挥舞，顿时间空间扭曲，天空被劈出一道裂缝，这一击竟然把虚空都打碎了。
而罗森也在这一刻清醒了过来。直到此刻，他脑海里还清晰地记得刚才那一幕。难道真的有神？虚空都能打碎？罗森半信半疑，提起长柄战斧耍了几下，确实从其中发现了一些奥妙。首先便是这斧头不知道什么做成的，很结实，然后便是斧头之内暗藏玄机，似乎能扩大释放的神通，只不过无法适用于人类。罗森想拿着斧子用处横扫千军，却施展了一半就会自动消散，根本无法使用。试验到这里，罗森也死心了。这玩意分明就是兽人专用，人类根本无法掌控。放下战斧，罗森又看向另一个宝箱，喃喃自语道：该不会99个宝箱里全都是长柄战斧吧？岂不是白忙活了？想着，罗森就打开了第二个宝箱，果然又是一把长柄战斧。看到桌子上摆放的2把战斧，罗森陷入了极度的无语之中。算了，先留着吧，以后当做奖励奖给兽人好了。于是罗森就收起了战斧。至于仓库另外的97个宝箱，他也没继续开了，因为他已经肯定了那97个宝箱里全都是这种斧子。虽然是兽神留下的，但对他来说没用。用珍贵的金钥匙开没用的斧子，太浪费了。东西收好后，罗森便重新来到了领主指南，寻找关于钥匙的信息。既然领主指南上架了钥匙，还让大家开直播去挣钱去买，那肯定有用处，绝对不是让众人拿着开锁头上带有阵法的宝箱这么简单。因为正常的宝箱根本没有阵法，只有特例，比如兽山之上。但这种地方的宝箱又不是人人都有，所以妖兽肯定不是用在这上面的。罗森能够使用，完全是意外。嘿，没想到妖兽还能合成，我刚才合成了一个银钥匙。擦，兄弟，你能找到银宝箱吗？这么快就用完了，万一越到木宝箱或者石宝箱怎么开？什么意思啊？木宝箱我一巴掌就拍开了，还用钥匙？用不用不知道，但如果真的那么容易开，怎么会卖木钥匙呢？万一有一些宝箱拍不开呢？好像也是。卧槽，我要去直播了，再挣点再买钥匙。刚看到这里，脑海里又传来了领主指南的声音了。提示，提示，提示。听到这个声音，所有领主都为之一愣，而且很多人都在这一刻剧情回神了起来，似乎都在等着这个声音，就连罗森也不例外。听到这个声音的一刻，罗森就知道领主指南肯定会说关于钥匙的信息，所以他立刻侧耳倾听了起来。所有领主注意，钥匙已经上架，供各位领主购买。今夜凌晨，秘境开启，所有领主可通过传送阵进入秘境之中。在秘境之中有危险的区域、强大的妖兽和无尽的资源与宝箱。秘境中的宝箱有铭文阵法守护，需要钥匙才能打开。领主们进入秘境可以带回任何东西来强大自己的领地，但也会有莫大的危险。进入秘境会有领主因此而崛起，也会有领主身死其中，进与不进各自决定。本次秘境将开启10天时间，10天后关闭，所有人自动退出秘境。秘境关闭的同时，亦会同时结束天下大事之拳皇直播和钥匙售卖，进入万国争霸时代。机会仅此一次，望各位熟知。一大串的解释映入了每一个拥有领主指南的脑海之中，让所有的领主为之大振。一时间，领主指南内的聊天频道直接爆炸，无数潜水的领主纷纷出现，无尽的资源和宝箱，会有人因此而彻底崛起。死！老子拼了命也要去啊！靠，老子也要去！这段时间已经被别人压得穿不过去了，再没有资源，真要被灭了，我要去找资源。那个啥，就算找到很多宝箱，怎么崛起？宝箱里的东西还能抵挡人家的几万大军吗？兄弟，你是不是没开过宝箱啊？宝箱里可以开出战马、宠物、武将等等招募令，万一找得多，还真的会崛起的。是啊是啊，还能开出大型武器，比如工程车、投石器。要是搜到这些几千人打几万人，还真不是问题呢。就算打不过，也能守住自己的1亩3分地。那个啥，哈，其实我开过宝箱，全都是木宝箱而已。怪不得。听说有人开了一个金色宝箱，开出了一颗丹药，吃了后实力暴增，直接成为了大武士巅峰。那算啥？我还听说有个皇上打仗的时候坠入悬崖，找到了一个水晶宝箱，开出了一个大魔法师招募令，招募到了1名大魔法师。一个魔法过去，直接烧死了人家3000军队。死！真的假的？死！这么恐怖，我怎么没听说？死！顿时间，一群人倒吸凉气。宝箱确实是好东西，品阶越高，东西越好。朕开了一个银色宝箱，还开出了10把铁弓和1把银弓呢。万一秘境里宝箱多，开出几千几万个，好像也在情理之中。卧槽！那我要去，我也要去。可是我没有传送塔呀，传送塔都被那些国家霸占了。没传送塔，那就没办法了。要是不怕的话，就去和人家皇上商量商量。
看着众人的聊天，罗森又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很多领主将无缘进入秘境，因为很多国家成立了，传送阵被镇压重兵把守了。除非国家势力很小，抵挡不住周边压力，要不然散乱的领主根本无法进入。既然午夜将开启秘境，自己绝对不会缺席，要不然让别人找到更好的武器和资源，自己只能挨打。所以此次秘境他必须要去，而且要得到更多更好的资源，让自己的势力更加强大。只不过进入秘境10天，他必须安排好国内事情，才能安心离去。第226章进入秘境。收起领主指南，罗森拿起纸笔开始写圣旨。这道圣旨是给诸葛亮的，因为诸葛亮身为武丞相，拥有调动全国兵力的权利，自己临走前要给他交代清楚。于是便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孔明先生，本皇得到秘境消息，今夜凌晨，世界上大部分领主都会同意进入秘境，本皇也不例外。此次进入秘境为期10天，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能看到国家平定，国土安稳。当然，如果有机会，你可以挥兵南下，一举统治整个平原域；要是没机会，就算了，等本皇回来，御驾亲征南部，完成统一，请孔明先生谨记。写完圣旨，罗森立刻叫人进来，把圣旨送出去，而后又叫把李阳、李元霸和嘉文叫了进来，对他们进行叮嘱。三人得知罗森要离去，立刻表明让皇上放心，一定会鞠躬尽瘁，努力工作。罗森对他们的态度很满意，告诉李阳让他做好后勤，凡是诸葛亮大军攻占之地，一定要派人去安抚，并扩展再生资源。如遇灾情，可打开国库进行赈灾等等事宜。然后又任命李元霸为皇宫大总管，可调用皇宫任何内任何兵马。毕竟李元霸是死忠，由他控制军队力量才会更让人放心。安排完毕后，罗森便去仓库准备物资去了。此次单独行动，为了小命着想，一定要带够物资才行，要不然进去出不来，可就完犊子了。魔法大炮带一门吧，弓箭也要带点。仓库里，罗森不停地往空间戒指里放东西，很快就装满了一个空间戒指。看着空间戒指里的东西，罗森才安心了很多。当然，完全不用担心在秘境获得东西，万一装不下怎么办？因为罗森此次行动带上了足足50枚戒指，拥有5000个平方的空间。皇上，皇上！在罗森锁门的时候，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竟然是魔法师军团团长嘉文。虽然只是团长，但职业特殊，他的权力也丝毫不小。嘉文扛着一个大大的麻布袋子，来到罗森身边，气喘吁吁，呼呼呼，黄呼呼上呼呼。别急，喘口气再说。罗森翻了个白眼，有些无语。怪不得说魔法师体弱，魔法军团距离这里可没多远啊，竟然就这么气喘吁吁了。这要是在床上，岂不是会被人笑死？呼呼，皇上！猛烈地喘了几口气，嘉文终于平复了下来，玩意打开了麻布袋子，兴奋道：皇上，这些是我们魔法军团这几天做出来的卷轴，臣挑选了火系、木系、水系3种，给皇上用来防身。袋子打开，一卷卷的卷轴静静地躺在里面，足足有几百卷之多。你呀，有心了。罗森满意的点了点头，用和蔼的眼神看着嘉文。这一刻，嘉文顿时感觉腰杆子更直了。有了皇上的夸奖，他别提有多兴奋了。都是应该的，应该的。皇上鸿福齐天，好运连连，定然用不上这些卷轴。臣在宫内等皇上回来。嘉文龇牙咧嘴的笑着。罗森挥手把卷轴收进空间戒指，点了点头，转身离开，换上金甲装备，带齐了备用物资。时间也快到午夜了，罗森已经整装待发。寝宫之外，50金甲卫骑着虎豹兽，上千银甲卫骑着战马，静静地等着这。寝宫之内，罗森和自己的3个妃子一一告别，而后毅然而然地拉开了寝宫的大门。皇上，呜呜，皇上，皇上！三女依依不舍，眼神里满是担忧。不过罗森没有回头，而是径直向外走去，面对着金甲银甲大军，缓缓踏下阶梯。在阶梯之下，赤炎静静的矗立，等着罗森的到来。背后传来一阵哭泣，罗森有些无语。去探索一趟秘境，不至于这样吧？搞得好像自己一去就不会回来似的。不过他们也是担心，有感而出，罗森自然不好怪罪。大，走下阶梯，骑在赤炎身上。赤炎听话的向前走了几步，与上千大军形成对峙。出发！罗森淡淡的吐出2个字。哗哗哗！顿时间，大军行动，向外走去。一部分走出高墙，一部分停留，形成一个人行通道。而罗森则骑着赤炎从人行通道中向外走去。一时间，1000人大军浩浩荡荡的就离开了皇宫。由于是半夜，京都内空荡荡的，此次出行也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动静。很快，大军就离开了京都，向着不远处的传送塔走去了。而在罗森大军离开不久，神级招募所的门忽然打开了，
又一个名将从中走了出来。他身材魁梧，满脸梆硬的络腮胡子，此刻正疑惑地看着周围。守夜的士兵正在昏睡，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守在这里是正儿八经的闲差，而且又身处森严皇宫，他们的职位甚至都可有可无。如果不是皇上命令，这里根本不会有人守护，因为7天才会招募到一个人，而且还是随机的，总不能时时刻刻盯着招募所看，所以偷懒岛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他们偷懒没有发现有人出现，但出现的人却发现了他们。那人走到角落，忽然道：“请问谁？”顿时间，侍卫被吓得差点没跳起来，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燕汉虎须的汉子正瞪着铜铃般的眼睛盯着他，差点没把魂吓出来。小兄弟，烦劳通告一声，在下豹子头林冲，求见皇上。京都之外，大军在月色下行动，已经来到了传送塔之下。此时的传送塔外已经修筑出了一圈高耸的围墙，墙内拥有守军3000，当然只是普通士兵。3000守军镇守在传送塔，导致无人敢觊觎。而且此地与京都距离极其近，更是没人敢来。要不然来一个死一个，来一队死一队。罗森的1000人大军和本地3000大军相汇合，共同驻守了起来。在罗森没回来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离开的。罗森从赤炎身上下来，缓缓走进传送塔内。传送在这一刻开始了，周边窗户飞转，天地一片漆黑，像是陷入了无尽的虚无之中。第227章，让你先出招。经过长达1分钟的旋转后，旋转的动作也缓缓停了下来。与此同时，一阵刺眼的白光从眼前亮起，且亮的范围越来越大，像是白昼在吞噬黑夜，刺得罗森忍不住抬手挡住光芒，并且微微眯上了眼睛。终于在白光消失之后，罗森能清晰地看到眼前的场景了。当罗森看到面前的场景之后，整个人都愣住了。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几个粗壮的树木在远处处理，绵延小道分布在周围。在大树之下，有几只野鸡正在觅食。一块数米高的牌在矗立在自己身边，上面写着3个大字：出使地。在牌子下面，一个又一个人影出现，好奇地看着四周。转眼之间，周围就出现了成百上千的人，而且数量还在增多。而这些人大部分都穿着铁甲，只有少部分穿银甲。可以从他们的穿着中看出来，穿银甲的绝对是大领主或者一国之皇，铁甲都是小领主。人群中有男有女，有美有丑，就是没有穿布衣的。毕竟探索秘境很危险，能够来这里的人都有危险意识，肯定会带上最强装备的。这一幕让罗森无比惊讶，这里就是秘境吗？罗森仔细地打量起来，周围的人也似乎认清了现在的处境，纷纷议论：哇，好漂亮的地方啊！出使地怎么像玩游戏一样？是不是离开出使地就能开宝箱了？周围的声音议论纷纷，甚至还有一个铁剑小伙掏出了铁剑，一剑砍死了一只野鸡，而后喃喃自语道：什么感觉都没有，不是游戏。众人枪枪枪！忽然间，一阵铁器碰撞的声音传来，顿时就把众人吓了一跳，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武器，开始警戒。哈哈，净水月哪里逃？快快受死！马德，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兄弟们，给我砍死他！4、5个铁甲男人此刻正挥舞着长剑砍一个穿银甲的女人，而这个女人正是净水月，甚至很多人都认识她，因为她的直播间特别火，导致很多人都见过她，被她的美貌所折服。只是在秘境里，所有人都是单打独斗，出发找到关系好的领主组队，要不然真的没有人敢阻拦这几个人砍净水月。枪枪枪！铁剑砍在银甲上面，发出一串火星。净水月被偷袭并没有受伤，全赖银甲保护。反应过来后，他立刻撒腿向着出使地之外跑去。几个人在后面哇哇的大追，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哎，错路，连绝世美女都不放过。是啊，要不是我的属下不在，一定会英雄救美。呵呵，人家域内的事情你们操心干什么？是啊是啊，净水月所在的域很大，势力也很强，听说域内有几十万领主，国家林立，所以也很乱。算了算了，和我们又没关系，要不咱们组个队吧，等会也好有个照应。好主意，还有没有人组队？顿时间，周围又掀起了一阵组队热潮。毕竟性命是自己的，离开出使地也不知道有多凶险，所以大家都想更有保障。兄弟，组队不？一个人见罗森在打量周围，主动上来询问。他的到来并不是因为缺人，而是因为罗森身上的金甲。一般拥有金甲者实力都不差，因为金甲目前为止全都是奖励所得，几乎没有人发现金矿而制作。罗森看了一眼，刚要拒绝，但精神敏锐的他忽然察觉到了一丝危险，整个人猛然地向旁边闪躲了一下。嗖！
一把铁质剑矢发出破空声，径直地插入了邀请罗森组队的那人的胸口。噗！那人当即喷出一口鲜血，倒地而亡。哗！顿时间，周围一片哗然。快看，又有好戏看了！众人齐刷刷地看来，罗森也面目冰冷地看了过去。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拿着一把铁弓箭，面目狰狞地向着罗森走来，在他身后更是跟着20多银甲男人。当众人看到这一幕时，全都惊了。我的天，这么多银甲领主！死！这个穿金甲的男人好厉害，竟然能从背后躲过冷箭。确实厉害，穿金甲的果然都是怪物。你还见过别的穿金甲的吗？没有。众人纷纷惊叹，同时吩咐后退，给罗森和那群人留下了足够的位置。而那个中年男人箭没有射中，更是直接丢下了铁弓，随手拔出了一把银剑，站在了罗森面前，冷声道：罗森，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相遇，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罗森，你是谁？我们有恩怨。罗森也丝毫不惧，缓缓抽出金剑，冷声回问一句。放冷箭已经让罗森怒了，就算没有恩怨，他也要把放冷箭的场子找回来。哈哈哈哈！中年男人狂笑一声，面目狰狞道：你可记得兄弟盟被你一箭射死的年轻人？哦，你是为他报仇的？罗森淡淡的看着他。那人狰狞道：没错，我是他父亲，兄弟盟总盟主。你杀我儿子，我要把你剁成肉泥，给我杀！一声令下，周围的10几个银甲领主纷纷提着银甲冲了上来。不用想也知道，这些领主肯定是他的属下，而且还是特意留下领主指南的手下，要不然进不来这个秘境。罗森没有躲，因为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人的境界。10几个武者巅峰，为首的是终极武师，怪不得敢对自己痛下杀手，完全是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既然如此，就全死吧！罗森冷声吐出几个字，而后提剑挥舞，以极快的速度施展出了基础剑法。嗖嗖嗖，哗哗哗 ，bio be bio， 一连串的碰撞响起，围过来的10几个人顿时停下了身子。干什么？给我上啊！兄弟们总盟主见状，无能狂怒，但属下此时已经听不到他的呼喊了。随着罗森的金剑入鞘，周围的10几个人全部向后倒去，鲜血也在此刻从他们身上喷射出来。这一幕直接把众人吓傻了。卧槽卧槽卧槽！发生了什么？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死！快看他们的银甲全都划破了，鲜血就是这里喷出来的。死！银甲也断了，这就是金剑的威力吗？太可怕了吧！众人集体震惊，兄弟盟总盟主彻底傻眼。你也上吧，我让你先出招。罗森握着剑鞘站得笔直。第228章千人追杀。罗森金剑斜指，威风彬彬，面无表情。兄弟盟总盟主紧张的咽下一口吐沫，艰难的抬起银剑。他没有退缩，而是颤抖着身子，斩钉截铁道：杀子之仇，不共戴天，杀！说罢，他整个人冲了过来。武师的实力也在这一刻展露无遗，只不过在罗森面前，一切的实力都是纸老虎。噗嗤！罗森拿着金剑往前一捅，径直地捅进了他的胸膛之中。嘶！顿时间，周围一片倒吸凉气。噗！兄弟盟盟主不可思议地看着罗森，最终缓缓倒下。罗森也趁机拔出金剑，而且金剑拔出丝毫不沾血迹。枪！金剑入鞘，周围所有的人全部倒退一步，无一人敢与罗森对视。大大大！罗森轻移脚步，缓缓向着出使地外走去。周围的人这才如释重负。虽然围观1000人，但无一人是罗森敌手。至于抢夺金甲装备，更是无一人敢动手，因为就算他们成功抢到了，也别有别人和他们抢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能守护金甲直至立刻，这注定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争夺。随着罗森立刻，周围的人化作鸟兽散去。出使的有很多条路绵延外出，人群经过分散，也就变得稀少了。10分钟后，罗森离开了出使地。这时，周围已经没有多少人影了。快看，那棵树上有一个银色宝箱。忽然间，一个大喊的声音传来，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众人齐刷刷向着声音方向看去，就连罗森也不例外。因为罗森非常好奇是哪个沙雕喊出来的，难道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吗？不知道什么叫做闷声发大财吗？转头看去，原来一个小队尾，队伍最后的一个人为了叫住走在前面的人才这么喊的，只不过别人也都听见了。卧槽，你 TM 喊什么喊？难道不知道偷偷告诉我们吗？我这不是着急吗？操，就你这样还能活到现在，真 TM 是个奇迹。算了，戒备，你去爬上把宝箱弄下来，其他人戒备防止偷袭抢夺。
一旦宝箱到手，立刻向野外奔去，等安全了再分宝物。是，小队几个人开始行动。但此时周围的人也都到来了，纷纷围在了大树周围，抬头向着宝箱看去。果其不然，在大树的树杈上确实有一个银色宝箱正在闪闪发光。一时间，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露出了贪婪的目光。我去，真的是银色宝箱！乖乖，刚走出初始地就有宝箱了，还是银色的。这个秘境真的如领主指南所说，遍地宝箱吗？死！随便发现一个都是银色的，那金色的估计也不少，说不定还有水晶宝箱呢。死！周围的人满脸贪婪，毕竟能够来到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把生死拒之门外的人。只不过这一幕让率先发现宝箱的小队几个人很尴尬，纷纷敌视着众人。那个人爬上去了，我们也快冲吧！不知谁喊了一声，周围的人再次收拢，向着大树围了过去。率先发现的小队立刻就拔出了铁剑，枪枪枪！谁敢上前？这是我们先发现的，懂不懂先来后到？小队的人恶狠狠地盯着众人，但众人人多势众，根本不怕，哈哈大笑道：哈哈，宝箱无主之物，难道谁先看到就是谁的吗？自然是有缘者得知。冲啊！一时间，众多领主皇上纷纷冲了上去，大战当场爆发，枪枪枪，噼里啪啦咚咚咚，啊！顿时间兵器相接，惨叫起伏。不过也可以看出，穿的装备越好的人，其防御力越好，越不容易受伤。而建国的皇上更是都是武师级别，因为建国代表拥有一定领名，所以基本都是武师实力。武师配上银甲，让他们战斗起来更加如水的水，轻松虐杀他人。但就在众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支箭矢忽然从众人耳边飞过，枪！箭矢射在了银色宝箱上面，把银色宝箱冲击了下来。而这个宝箱掉落的位置刚好就在罗森不远处，让罗森微微一愣，因为他本来是不准备和众人抢夺的，因为他想深入寻找更多的宝箱。但此刻宝箱掉在面前，岂有不要之理？于是罗森快步走去，弯腰就把宝箱收进了空间戒指里了。众人冲啊，抢宝箱啊！众人反应过来之后，全部掉头向着罗森冲了过来。看着冲过来的人群，罗森一脸无奈。虽然他实力很强，一个人可以打一群武师，但此刻周围的人已经从几十个聚集到几百个了，其中不乏与他境界差不多的领主。罗森可不想在这里耽误时间，更不想栽在这里，于是撒腿就跑了。追！追啊！宝箱里有好东西，快追啊！于是秘境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金甲男人在前面跑，后面几百个银甲铁甲的人狂追不舍，甚至很多正在探索的领主都被这一幕吸引了，纷纷加入了追击的队伍。因为在一句又一句传言里，罗森得到的已经不是银宝箱了，而是传说中最高级的七彩宝箱。追击的人数更是由几百人扩展到了几千人，场面那叫一个浩荡。卧槽，怎么人越来越多？罗森一个头两个大，速度更是不敢减慢丝毫。很快，罗森就闯进了一片沼泽地。不过虽然是沼泽，但对于武士的实力来说，只要稍微注意一点，也不会陷入沼泽之中，只是速度也慢了几分而已。罗森几个跳跃就进入了沼泽之间。魏维，兄弟，前面不能去，前面的沼泽里面都是鳄鱼。这个时候，一个人人影从边上的大树下退了下来，身上的铁甲在树干上磨得蹭蹭作响，而且他手里还搂着一个银色宝箱，热情地对罗森喊着。罗森听闻，立刻调转方向，向着这人跳跃而来，很快就跳跃到了他的面前。多谢！抱拳之后，罗森一脚把他踹了个狗啃泥，然后弯腰收走了他的宝箱，继续向着远方逃去。第229章，狼窝里的金色宝箱。卧槽，可耻竟然抢走了我的宝箱！这人直接就懵逼了，从地上爬起来，他正考虑着要不要把自己的宝箱追回来的时候，大地又是一阵颤抖，远处更是带起一片尘埃，而后密密麻麻的人影就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卧槽，发生了什么？他一脸懵逼。喂，小子，有没有看到一个金甲男人？人群里带头的几个言辞逼问。这人哪敢隐瞒，立刻指着有鳄鱼的沼泽方向道，向那边跑去了。哇呀呀呀呀呀！快追！冲啊！众人继续冲去。哎呀，卧槽，有陷阱！狗屁的陷阱！周围有沼泽，大家注意！卧槽，我掉沼泽里了，快救我！救命啊！救命啊！一时间，随着大部队的冲过，无数人陷入了沼泽之中。当然，这些都是身受笨拙的人，其余人躲避着沼泽，依然在冲。而直到此刻，那个被抢走银宝箱的男子才想到什么，立刻大喊道：喂，前面的沼泽有鳄鱼，而且还是妖兽鳄鱼！虽然喊得卖力，但人群众多，求救声和脚步声就把他的呼喊压了下去。
众人根本听不见他的呼喊，而且越来越多人的人掉进沼泽，不知不觉，众人就追到了带有鳄鱼的沼泽地方。在前带路的几个高手，一个纵跃到了沼泽上方，目标是沼泽之中的一个枯木，用枯木点脚，高级武者也能做到。不过即使如此，那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所以带头那人面目高冷，身子挺得笔直，看模样分明想在众人面前狠狠地装一个笔。他背着双手，面对微笑，精准地向着枯木落去，甚至都没有去看，因为他武师初级的境界有这个自信。但就在这时，沼泽上的枯木忽然冒出了2个大眼珠子，而后缓缓张开了嘴巴。卧槽！鳄鱼，是鳄鱼！喂，兄弟小心，你脚下是鳄鱼！死！喂，鳄鱼啊，你脚下是鳄鱼啊！一时间，无数人纷纷大叫，杂乱的声音终于传进了带头之人的耳朵里。什么鳄鱼？他不慌不忙地往四周看了一眼，什么都没发现，缓缓下落。哟！一声醋溜的声音传来，他精准进入了鳄鱼的肚子里。扑通！鳄鱼重新钻到了沼泽下面，众人顿时间毛孔耸立，甚至很多人都觉得为了追一个宝箱搭上性命不值得，有追击的功夫不如自己多搜点呢，说不定有更好的收获。于是便有人开始退出，向周围扩散。除了那些头铁的还在追，大部队人数从沼泽地开始锐减。不知跑了多久，身后的人越来越少，罗森也终于安全了。妈卖批的，一群掉毛，浪费了我这么久的时间，饿死我了。罗森暗骂一声，边走边拿出食物进食。不过边走边吃东西容易噎着，罗森走了一圈，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开始休息吃饭。半个小时后，他吃完东西后，就重新踏上了搜索物资的行程。嗷呜！忽然间，一道狼啸在丛林中响起。罗森仔细聆听了一下，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路线，向着狼啸声走去。机遇与危险同在，是领主指南说的。既然有妖兽，那肯定也有资源，所以罗森主动就过去了。大！救命啊！救命啊！这个时候，森林深处跑出来一个铁甲少年，他浑身鲜血淋漓，头盔都不见了。他一边跑一边向后面看去，袖子在奔跑中显得空荡荡的，仔细一看，他的2条胳膊已经被掉了，鲜血不停地往外喷射，场面骇人至极。救命啊！那人看到不远处的罗森，立刻兴奋了起来，大声呼喊。扑通！但声音刚说完，一条银色巨狼从他背后扑了过去，直接把他按倒在了草丛之中，猛烈地对其撕咬。很快，草丛里就失去了生机，重新寂静了下来。嗷呜！银色巨狼满嘴鲜血，脚踩死去的领主，对着罗森狂笑。卧槽！一只2级妖兽就敢对我发脾气！罗森当即掏出了金剑，向着银色巨狼冲去。银色巨狼也在这时主动发起了攻击，露出了锋利的爪牙。横扫千军！罗森当即使用出了赵云的绝招，双手握剑对着巨狼来了一个横劈。作为2级妖兽，实力和武师境界差不多，但比人类武师境界要厉害一点。为了能一击必杀，不耽误时间，罗森就使用出了大招，没有丝毫保留。砰！巨狼被金剑扫中，身子在空中顿了一下，而后整个身躯横飞了出去，重重落在地上，发出呜呜的呻吟声。这一剑就已经让他倒地不起，可见罗森武师的实力远超普通武师，而且他还是武师巅峰，只差半步就能踏入大武师境界的存在，更是不能用常理衡量。缓缓走到巨狼身前，巨狼已经奄奄一息，身上一条大大的豁口划开了他的皮毛，鲜血止不住的往外流，肠子更是散落在草地之上。如果这一幕放到前世，能看吐一大批人，但这个世界的人类经常打仗，献血事件见过了无数，所以罗森此刻面对也是毫无波澜。呜！巨狼发出最后的呻吟：“你杀人，人杀你，这是你的宿命，死吧！”罗森没有任何同情，拿起长剑用力一戳，便戳进了他的头颅之中。噗！顿时间，巨狼鲜血狂喷，失去了生机，再无任何反应。叮！100倍增幅成功，银色妖狼尸体已增幅至100具。叮！铁币已增幅是1200枚。罗森抬手把尸体和掉落的铁币收进戒指，向着他奔来的方向探索而去。妖兽的毛皮和肉都是领地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妖兽体内还拥有魔核，这些东西都有用，自然不能丢弃。向着距离来时的方向走去，很快罗森就在草丛之中发现了一个狼窝，而且狼窝里还散发着微弱的金色光芒。第230章分赃。擦！果然有宝箱，而且还是金色的。刚才那个人也真是不清楚自己实力吗？就敢单挑金色宝箱守护兽。罗森无语的跪在地上，又是探头又是伸手的，终于把狼窝里的金色宝箱扒了出来。至此他便拥有2银1金3个宝箱了。
坐在地上，罗森把3个宝箱摆放在面前，而后取出钥匙，便准备开宝箱了。这里的宝箱每一个锁头上都有铭文阵法，没有钥匙根本打不开。而钥匙的等级是用木质钥匙合成的，罗森根本不缺钥匙，所以他取出一把木质钥匙，很快就合出来了2个银色钥匙和一个金色钥匙。先开银的，罗森拿着钥匙直接打开了一个银色宝箱。叮，100倍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200。宝箱缓缓消失，2根银色箭矢出现在了箱子之中。看到银色箭矢的时候，罗森愣了一下，因为他感觉到了来自箭矢内的力量波动。这2根箭矢指定不是凡物，发出的威力绝对非同小可。尤其是箭矢本身雕刻着各种线条，金色箭头锋利的反射着光芒，寒气逼人。收起箭矢，罗森继续开第2个宝箱。叮，100倍增幅成功，数量已增幅至100。宝箱消散，出现在地面上的是一块招募令。定眼一看，上面赫然写着虎豹兽招募令。卧槽，好东西！罗森立刻就把地上的招募令收了起来。这玩意他使用过1次，但只有100个虎豹兽，如今又有了100块虎豹兽招募令，特种部队的坐骑也越来越多了。2个银色宝箱里分别开出了200根银色箭矢以及100块虎豹兽招募令，成果让罗森还是比较满意的。拿出金钥匙，罗森继续打开金色宝箱，而宝箱打开后，一阵金光顿时闪烁了起来，刺得人眼生疼。叮，100倍增幅成果，数量已增幅至100。金光消失，一把金弓静静地躺在那里，在金弓之上同样雕刻着各种线条，通体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泽，就连弓弦也是金色的，不知何物制作成。进弓入手，一股沉甸甸的感觉。罗森摆起拉弓姿势，缓缓拉开了弓弦，丝好硬，普通的初级武师根本拉不开，就连我拉开弓也有些吃力。罗森咂巴了一下嘴，而后取出箭矢，便想试验一下金弓威力。搭箭、拉弦，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罗森瞄准了远处的一个山头，重重地射了出去。嗖！强烈的破空声刺耳，银色箭矢快如疾风，甚至还在空中留下了一道划破空气的痕迹，瞬间就冲向了远处的山头。轰！顿时间，大地一阵颤抖，山头当场炸裂。嘶！罗森再次倒吸了一口凉气，彻底被这把弓箭的威力给震惊了。这么强大的威力，比他的魔法大炮还要强上好几倍，估计就算身穿金甲，也难以抵挡这种威力。看着手里的弓箭，罗森再次感叹100倍增幅就是好，因为他打开一个宝箱，得到了100把这种威力的金弓。把弓箭收起来，罗森继续探索。10天时间，他要在这10天时间里寻找到足够多的宝贝和物资。秘境很大，此次进入人员不知有多少，但随着罗的探索，经常会在路上碰到一些人，有单独行动的人，也有组队的小组。不知不觉，时间到了下午，太阳也落到了山顶，马上就要下山了。而这小半天时间里，罗森也从森林来到了大山之中，一路上还找到了2个银色宝箱。宝箱他没有开，因为空间有限，拿出太多的空间戒指会有危险。反正回去开也没事，所以这种银色的低级宝箱，罗森就直接收了起来。大山之中比森林里要危险得多，一路走来，罗森就碰到了几只妖兽在捕猎，只不过杀了后却没找到任何宝箱，反倒是发现了几株珍贵的药材，有可以立刻止血的，也有解毒的。当然，罗森肯定是统统收起来。随着天色渐晚，山林里的妖兽也活动了起来，时不时的都会听到一些怒吼之声，在这些声音里可以猜测到妖兽的实力。虽然2级妖兽占多数，但3级妖兽也有不少，让进来的领主望而生畏。甚至还有一只更强大的嘶吼，罗森觉得那是4级妖兽，所以也变得小心了起来。提示！提示！提示！猛然间，脑海里传来了领主指南的声音。领主指南一旦说话，必定有重大事情通知。罗森立刻停下脚步，倾听起来。秘境频道已经开通，各位秘境中的领主可以通过秘境频道联系。很简单的一句话，罗森立刻就拿出了领主指南，看到了刷新出来的秘境频道。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人进来了。秘境频道和别的频道不一样，反而更像一个临时绘画组，可以看到进来的人数。此刻频道内只有500多，但数字却在一直增加，而且速度很快。转眼之间，人数就增加到了5000、8000、10000。里面聊天的速度也很快，罗森看了一眼就关了，因为太快的刷屏速度看不到什么重要信息。今晚就在这棵树上休息吧。看了一眼面前雄壮的大树，3、5个人都无法环抱的那种。罗森一个纵跃登上了树杈之中，而后在上面铺上棉被，搭上树枝，建造出了一个简单的小窝。拿出备用的食物，他吃完后就闭上了眼睛，开始休息了。天色逐渐进入夜晚，夜晚时不时的传来妖兽咆哮之声，哗哗哗！
一阵脚步响起，草丛摆动，三男一女从草丛里走了出来。他们全都穿着铁甲，只不过铁甲上却已然破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粗犷男人，中间的是一个漂亮女人，最后面的则是一个瘦小的猥琐男子。停！今晚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刚好把宝箱打开，分一下赃物。为首的粗犷男人停下脚步，后面两人也跟着停下。三人盘膝而坐围成一圈，面面相觑，而后纷纷从储物空间里往外掏东西。第231章白嫖一堆物资。三人坐好后，分别往外掏东西。瘦小的男人掏出食物和被褥，为首的汉子还掏出了2个铁宝箱和2个银色宝箱。女人也掏出了一些皮毛，而后还从储物空间取出一个火把，立刻就被粗犷男人呵斥住了。2个男人瞳孔紧缩，尤其是粗犷男人立刻冷声道：“小妹，你干什么？快点把火把收起来！知不知道在山里点火把是很危险的，就算吸引不来妖兽，也会吸引到其他领主的。”对不起，对不起。女人一脸天真，立刻收起了火把。粗犷男子这才满脸怜悯的安慰道：“知道就好了，我又没有怪你。大哥，快分宝箱吧，这里这么危险，多一分物资便多一分安全。”瘦小的猥琐男紧盯着宝箱，提醒了一句。女人也跟着点头。粗犷的男子见状也点了点头，不过他也没有第一时间打开宝箱，而是认真道：“先说好，我们怎么分？大哥，这些像是我们合理得来的，那就平均分呗。如果东西只有1件，那就用相同价值的东西换。还有就是，如果钥匙不够，谁出的钥匙多谁拿大头。”猥琐的瘦小男人如此说着，这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结果。三人对此都没有意见，于是纷纷点头，各自拿出几把钥匙放在面前。铁宝箱需要4把木钥匙，2个宝箱也就是8把。不过这个2个铁宝箱的消息是我发现的，你们每人出3把，我出2把，行不行？行，没问题。大哥快开吧。2人都答应了，每人交出1把钥匙。粗犷男人进行融合，融合成了2把铁钥匙，而后开始开宝箱。咔嚓咔嚓，2个宝箱全部打开，他立刻掏出了里面的东西摆在面前。一张铁工制作图纸，1块追风马招募令。2个东西摆放在地上，为首大哥道：“我要铁工图纸、追风马招募令，你们俩平分。另外，我再额外出10套铁甲和10把木工给你们俩平分，怎么样？”倒也可以，可是1匹马的招募令我们怎么分啊？女人皱着眉头。猥琐男人见状，立刻道：“我有1块野牛招募令，另外铁甲和木工我也不要了，都给小妹。追风马给我吧。”可是哪有这么多可是？小妹，追风马只是1匹快马而已，对你来说也没什么用。那好吧，我们继续看银色宝箱吧。三人达成一致，就开始交换了。交换完毕后，每3人就开始继续交出钥匙，融合银钥匙了。铁钥匙需要4把木钥匙合成，银钥匙就需要8把木钥匙了，而2把银钥匙则需要16把。16把木钥匙对1个人来说是很多，但3个人平摊倒也拿得出来。不过也可以从这里看出，钥匙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稀缺物品，因为在之前的拳皇直播中，平均每个人只能买到7、8个钥匙。除了一些带有优势的人，赚的赞会更多一点。甚至很多先知先觉的人已经发现了关于妖兽的端倪，开始为获得钥匙而谋划了。16把木钥匙，每个人出5把，我出6把。带头大哥率先发话，其余2人纷纷同意。钥匙融合完毕后，2个银色宝箱也被打开了，1个空间戒指，2套银色战甲。带头大哥道：“让你们俩先选，你们选哪个？”我要银色战甲。我也要银色战甲。2人的意见出奇的一致。带头大哥也不和他们争，虽然自己也想要战甲，但为了3人和平，只能无奈接受空间戒指了。虽说空间戒指的价值会更高一些，但在这里只有护身的战甲才最有用。领主指南上的储物空间也勉强够用了。3人分赃完毕，开始吃饭喝酒。大哥小妹，我敬你们一杯。猥琐男人端起碗率先一饮而尽，其余2人也纷纷一饮而尽。一行3人就此开始大吃大喝了起来。而3人的动作早已经惊醒了树枝上睡觉的罗森，只不过罗森没有动，而是静静地看着。因为按照常理来说，分赃之后应该就是互相残杀了，和平相处那是只在小说里存在的事情。果然几分钟后，带头大哥的身子猛然一僵，酒碗从手中脱落，七窍流血，不可思议地看着二弟和小妹。你们竟然下毒！哈哈，毒药终于发作了。猥琐男人冷笑一声道：“宝贝本来就少，再和你分一分，哪里还有？我们又是萍水相逢，你还真拿自己当大哥了。”说罢，他拔出铁剑，一剑刺穿了带头大哥的胸膛，让他死了个痛快。小妹，这些宝贝都是咱俩的了，噗嗤。
他的声音一顿，感觉到一道冰冷的东西穿过了自己的胸膛，低头一看，一把铁剑已经赫然穿透了自己的胸膛，鲜血止不住地从他嘴鼻之中涌出。他缓缓转过脑袋，用不可思议的声音道：“小妹，你……”扑通，话未说完，瘦小男人就倒在了地上，彻底死去。呵呵，男人，这些宝贝都是我的，我要带着宝贝回到领地，拓展势力，当女皇。忽然间，女人的声音也戛然而止，同时感到腹部一阵绞痛，她的五官顿时变得扭曲，鲜血也开始从七窍流出，喃喃自语道：“你竟然对我也下了毒！”噗，女人也倒了下去。转眼之间，三人东倒西歪在草地之上，彻底天各一方。罗森，树杈上的罗森白看了一场好戏，这种剧情就连他也只在小说里看到过，如今亲眼发生在面前，还是颇为震撼的。砰砰砰，3本领主指南爆裂，爆出了无数物资，洒落在大地上。转眼之间，地上已赫然成为了一处小金库。罗森，想睡个好觉都睡不成。罗森无语地收起被褥，跳下大树，开始拾取地上的物资。这种感觉像极了别人打怪爆物资，结果被路过的人白嫖到手了。第232章水晶宝箱的消息。虽然物资的好东西比较少，但白捡的感觉却是非常爽。物资里有粮食、铁剑、弓箭、木质钥匙、皮毛、货币等等。东西虽然少，但好处便是罗森能100倍增幅。戒指、银甲、铁弓、图纸，这些东西增幅后送到军队里，也能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所以罗森毫不吝啬，全部收走，然后便换到距离更远的一棵大树上，重新铺床躺了下去。躺在树杈上，罗森闲来无事翻看领主指南。秘境频道内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1万人，可见此次进来的领主并不少。毕竟能进来的领主基本都能靠近传送塔，小领主若没人照顾，根本进不来。而能接近传送塔的，不是皇上就是大势力。深夜里，领主们也都停下了活动，纷纷在领主指南里聊天。由于人数多的原因，刷屏速度极快，看得人应接不暇。罗森也没有过多关注，而是闭目休息了起来。很快，第2天就匆匆到来。罗森再次踏上了寻找宝箱的征程。哎呀，又一个银色宝箱！走着走着，罗森被绊了一下，定眼一看，是一个银色宝箱。这是罗森今天得到的第3个银色宝箱了。银色宝箱没有任何守护妖兽，隐藏在各个角落，随便搜一搜就能搜到。所以目前为止，看到银色宝箱，罗森一点激动的感觉都没有。把宝箱丢进空间戒指，继续探索。此地距离初始地已经有上百里之远，探索的领主也变得稀少了起来。不知又走了多远，山林中碰到的领主竟然又慢慢多了起来，妖兽则变得稀少了许多。而在不远处矗立着一个1人多高的石碑，上面写着3个大字：初始地。罗森也从领主指南里的秘籍频道了解到了，秘境之中有很多个初始地，相互交错，所以看到别的初始地也没有吃惊，而是径直的进入了初始地。因为初始地比较大，想要直线探索，只能横穿初始地，要不然绕过去太浪费时间。很快，罗森就走进了初始地之中。这里人群涌动，有很多人把这里当成了根据地，出去探索完宝箱就回来休息。当然，主要是初始的没有妖兽，很安全。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宝箱换钥匙喽，一个宝箱换1把钥匙喽。卖银甲喽，谁要银甲？1把银钥匙1套银甲。换的速度，我要1套银甲，给1把银钥匙。组队，组队，有没有人组队？我们有金宝箱的消息。金宝箱有妖兽守护，我们暂时还需要2个50级别的人，到时候宝箱一起分。卖药，各种药物都有，需要的话最低1个木钥匙起卖。热闹的声音充斥耳中。罗森踏入初始地中心地段之后，就看到了完全没有想到的一幅场景。一些领主竟然充当起了小贩，在路边摆起了摊位，有人卖武器，有人卖药材，还有卖宝箱的，而且所有物品的交易货币全都是钥匙。这一幕彻底刷新罗森的3观，改变了他对那些领主的看法。虽然没有实力，但来到秘境用其他办法赚点宝箱，似乎也很不错。美女组队吗？我们有金色宝箱的消息。人群里，一个靓丽的银甲女人被拦住了去路。她面容冰冷，手握银剑，凹凸的身姿在银甲下火辣无比。这就是银甲的好处，远不是铁甲能够比拟的。因为银甲穿到身上会根据自身的胖瘦改变形状，进行与皮肤贴合。当然，银质装备形状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比如银甲。倘若一个女人穿的时间够久，银甲就会慢慢缩小，贴合女人的身姿，勾勒出凹凸的造型。不需要。银甲女人冷冷地回了一句，径直地向着罗森走来。她得目的似乎就是罗森。
这让站在通道上的罗森微微愣了一下神，因为这个女人他已经见过好几次了。第一次是在直播间，第二次是刚出现在初始地的时候。这个女人正是静水月，一来到初始地就被人追杀的那个女神级别的女人。其实罗森站在这里也挺吸引人瞩目的，因为他穿的是金甲，在人群里就属于万中无一的存在，走到哪都被人注意。当然，在野外的时候也有人觊觎他的金甲，联合偷袭他，但都被他弄死了。在初始地偷袭的小人倒是少了许多。静水月径直来到罗森面前，面无表情道：“罗森，我听说过你的名字。”罗森微微一愣，看着静水月洁白的脸颊，疑惑道：“有事吗？你的实力很强，比我强，我能感觉到，我们组队吧？”静水月开门见山，直接说出了想法。这个问题直接就让罗森愣了一下。组队？抱歉，我喜欢单飞。罗森微微一笑，就给拒绝了。我有水晶宝箱的位置信息，我们组队，开了宝箱，我们俩平分，如何？静水月继续说着，而这句话彻底吸引了罗森的兴趣。水晶宝箱，万中无一的宝箱。来到这个秘境这么久，大家基本发现的都是铁宝箱和银宝箱，甚至就连金宝箱都很少发现。而且金宝箱还有妖兽守护，水晶宝箱更是无人发现过。罗森顿时来了兴趣，看着静水月道：“如何组队？”水晶宝箱有4级妖兽守护，所有来秘境中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单挑4级妖兽，我需要你的帮助，一起战胜4级妖兽。静水月认真的说着。除了我们还有谁？罗森继续问道。此事只有3个人知情，我们俩和我的属下，他现在就守护在宝箱周围，等等我们过去。好，那就出发吧。罗森当即就点了点头，同意了。金色宝箱都可以开出一把金弓，威力强悍的犹如导弹一样。水晶宝箱能开出来的东西定然更加强横，而且这还是第一个水晶宝箱的信息，罗森自然不想错过。好，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出发吧，不然消息泄露后就麻烦了。静水月点了点头，立刻在前带路。罗森也连忙跟上，与他并行。第233章，我带的更多。很快，两人就离开了初始地，向着野外奔去。由于两人是走跑，速度不快，但也不慢，半个小时就已经来到了野外数十里外了。就是这里，一处山谷内，静水月立刻放慢了脚步。罗森也警惕起来，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这么快，水晶宝箱就在这个山谷里。罗森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强大的妖兽存在，反而只感受到一些野兽，所以语气中充满了疑惑。当然不是，水晶宝箱距离较远，距离此处有500里路，我们靠双腿走过去太耽搁时间，刚好这里有一群妖马。静水月说完，罗森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又向前走了上千米，来到一处平原草地，一群妖马便映入了两人的视线之中。那是一群头顶上长着角，身上长着鳞片的马群，看起来就和普通马匹不一般。见到马群后，静水月留下一句话，便率先向着马群冲去。此马没有攻击力，但速度极快，我们各自驱马。静水月一跃而起，跃到了一匹妖马之上。罗森自然也不甘示弱，挑选了一匹雄壮的妖马，一跃而起，骑在了妖马背上。昂！妖马顿时直立起来，发出一阵嘶叫声。驾！罗森双腿夹紧，驱使妖马的行动方向。妖马被人骑着，一边奔跑一边跳跃，想把罗森甩下来，但不管他怎么动作，都无法摔下背上的人，最终无奈臣服，成为了罗森的坐骑。反观静水月，他竟早已经驯服妖马，而且还给妖马装上了马鞍和缰绳，在谷口等他了。见到罗森，他又取出一套马鞍丢给了罗森。多谢。到了声谢，罗森也给妖马撞上，而后重新骑上。驾！驾！两人齐齐夹紧双腿，拉着缰绳就策马奔腾了起来。静水月在前带路，罗森紧跟其后，毕竟路只有静水月知道。嘘！跑着跑着，静水月忽然拉起了缰绳，停了下来。停下后，他原地一个脚踩马背，整个人跃出了数米之高，直奔头顶的树枝。罗森也跟着抬头看去，发现在树枝上竟然挂着一个宝箱。看到这一幕，罗森也不知是无奈还是无语。秘境里的银色宝箱似乎就喜欢长在树上。罗森，这个宝箱归我，下一个银色宝箱归你。重新回到妖马之上，静水月给出了一句解释。罗森轻声一笑，不在意道 OK。 驾！两人继续策马奔腾。此去500里，行走于大山森林之中，即便速度极快的妖马也很难在1日之内赶到地方，而且一路至少妖兽众多，更会耽搁时间。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第2天，两人奔腾了1天，晚上在野外休息了1晚。此时距离目的地也没多远了。当然，这1日的奔腾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银色宝箱，
而且银色宝箱的数量让两人都很震惊，全都觉得进入秘境的领主所带的钥匙根本不够用。慢慢的，钥匙的珍贵度甚至在众人心中都超过了宝箱本身的价值了。除了一些银色宝箱，这一路上两人还发现了4只守护妖兽，获得了4个金色宝箱，每人分到了2个。不过两人没有一个打开，全都收了起来。这4个金色宝箱有2个是因为他们俩策马闯进了人家地盘发现的，还有一个是遇到了与之妖兽同归于尽的领主白捡到手的，最后一个则是刚刚团灭人类领主受了重伤的妖兽。他们俩见到这些妖兽后直接开打，没有任何多余废话。守护金色宝箱的是2级妖兽巅峰，属于半步3级妖兽，普通的武士根本不是对手。想要与金色宝箱钥匙对抗，获得金色宝箱，至少需要5个普通的武士境界相互配合。当然，这仅仅对于普通武师，罗森和净水月不在其中。两人一同出手，这些妖兽在两人手中根本走不过2个回合。而对妖兽的打斗，也分别让对方在彼此的心里留下了戒备之心。因为罗森对战这些妖兽的时候，使用了一招8级奥义之怀中爆杀，直接摔死了一只受了伤的妖兽。虽然受了伤，但一下就给爆摔死了，可见招式的威力强度把净水月震撼的不轻。而净水月则使用了一招叫做凤鸣的招式，也把罗森震惊了一下。罗森清晰地记得，净水月拿着银剑轻声道出凤鸣2个字，而后剑身颤动，爆发出凤鸣的声音，而且剑刃也爆发出淡白色的光辉，萦绕在剑刃周围。那一剑劈过去，直接把2级巅峰妖兽劈成重伤，威力骇人至极。也是因为两人的配合，所以这些妖兽才无法在两人手底下走过2招的。净水月发动第1击，给予妖兽重创，罗森始终爆杀，摔死妖兽。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这也导致在晚上休息的时候，两人相隔甚远，根本不敢靠得太近，生怕对方会趁着自己睡觉的时候出手。无奈之下，罗森拿出了2间木房子模型，每人1间，放在地上后，模型变成房屋。这是他进入秘境之前准备的，就是为了备用，没想到还真用得上。静小姐，请吧，咱们1人1间房。罗森微微一笑，转身进了自己的房屋。净水月万年不变的冰冷小脸，终于在这一刻变了，变得无比精彩。出门带房子，他真是第一次见到。一夜而过，两人醒来相安无事，则继续赶路。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距离净水月所说之地只有几十里路了。两人赶了半天路，不得已下马休息进食。毕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把马拴在旁边的大树上后，罗森直接从戒指里掏出桌子板凳，再次震惊了净水月。这一刻，净水月终于忍不住了，问道：罗先生，你究竟带了多少东西啊？怎么连家具都有？哈哈，第一次来秘境，准备的比较充足。其实不只是房子和家具，我还带了很多其他东西。坐在凳子上，罗森又掏出一坛猫酒和一些熟肉，一边啃着肘子，一边笑着道：不用客气哈，随便吃，这些吃的我带的更多。净水月第234章下药。你怎么不动？是不是嫌东西少？我这还有。见净水月没有动手吃饭，罗森又拿出了一碗纵成了一团的灵脉人参粥粥，还有2个馒头和1万牛肉干。净水月当即就忍不住吞下了一口口水。谢谢，我自己带的有。他道了声谢，异常警惕，更是极力忍住了口舌之欲，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取出了一个白面馒头和1万腌肉，吃了起来。不吃算了。罗森知道他是在防备自己，也不再劝，直接全部吞下，吃得倍香。而净水月则轻张朱唇，小口的咬着白面馒头，吃得特别文雅，像一个公主似的。哇，好香啊！就在两人吃饭的时候，旁边的丛林一阵抖动，一个穿着金甲骑着奶牛的男人一摇一晃的从丛林中走了出来。这是一个年轻男人，比罗森也大不了多少，金甲傍身，腰间别着一把金剑，背后背着一把银弓，从侧面看英姿飒爽。当然，英姿飒爽只是装备带来的效果，从正面看去，他的脸上满是猥琐的笑容，尤其是笑起来，眉毛弯弯，一双眼睛简直要眯成一条缝隙，猥琐的让人一看就不像正人君子。尤其是他此时此刻竟然骑着一头奶牛。是的，就是奶牛。虽然山野之中低级妖兽不好驯服，妖牛、妖羊、妖猪是最容易驯服的，很多人会选择这些为首选坐骑，但对于要脸的人来说，宁愿费一些力气去寻找妖马之类的坐骑。只有实在找不到妖马，才会选择牛妖当坐骑。毕竟公牛看起来也有一定的霸气，但选择最低级最容易驯服的奶牛当坐骑的人，罗森和净水月两人都是第一次见。一个把奶牛当坐骑的人，就算穿得再怎么英俊，也改变不了别人眼中猥琐的印象。尤其是奶牛浑身的黑白斑点，肚子上下坠的东西随着走动甩来甩去，看上去实在辣人眼睛。
好香啊，竟然还有桌子。金甲猥琐男骑着奶牛来到两人面前，翻身下牛，猥琐地看着两人道：兄弟美女，能算我一个吗？金甲金剑一般都代表着领地实力，越有实力的领地装备越好，而面前这个金甲则是罗森见过的除自己人外第二个金甲领主，对于静水月来说也是第二个。这个人不是领地很厉害寻找到了金矿，就是当初完成任务获得的金甲，所以一时间静水月就把目光投到了罗森身上，寻求他的意见。罗森看了看猥琐男，面无表情道：请便，不过我可没有多余的凳子。嘿嘿，多谢兄弟，多谢美女，我自己带凳子了。金甲猥琐男立刻掏出凳子，毫不客气就坐下了。顿时三人呈3个方位而坐。哇，竟然还有灵脉熬成的粥，兄弟你喝不？猥琐男双肘抵在桌面，惊喜地看着罗森的灵脉人参粥惊叹。罗森翻了个白眼，废话，嘿嘿，兄弟，要不你把粥给我呗，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绝对值。猥琐男嘿嘿一笑，对灵脉粥双眼放光。不感兴趣。罗森淡淡的回了一句，继续吃饭。猥琐男背靠自己的母牛坐骑，认真道：真的是很重要的消息，是关于水晶宝箱的。哦，顿时间罗森愣了一下，立刻向着静水月看去，而静水月也在这一刻看了过来。很明显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得知水晶宝箱消息的。两人对视一眼，用眼神交流了一下。罗森依然淡淡道：我怎么知道你说的真假？而且我这碗灵脉粥价值不菲，万一你骗我怎么办？嘿嘿，我发誓消息绝对真实，而且我可以亲自给你们带路。猥琐男仍然嘿嘿一笑，那双眼睛似乎就从来没有睁开过。你说吧。罗森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看向猥琐男。猥琐男立刻道：我呢，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叶长生，很荣幸认识两位。叶长生伸出2只手，想同时和罗森与静水月握手，但直接被两人无视了。他嘿嘿一笑道：在前方35里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山谷，山谷内的鸟巢中有一水晶宝箱。前几天鸟巢上遮掩的稻草被风吹开，水晶宝箱散发出碧蓝色光芒，被我所发现。不过守护的妖兽很厉害，是混元巨鹏鸟，4级妖兽，等会吃完咱们一起去看看，说不定咱们联手还能取到水晶宝箱呢。原来有4级妖兽守护，还是鸟类妖兽，确实很棘手。罗森一边回答一边看向静水月。静水月微微点了点头，表示叶长生所说正是自己所说的那个。见状，罗森也对叶长生失去了兴趣，直接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了另外一碗灵脉粥，推到了叶长生面前，淡淡道：给你了。哇，兄弟原来还有，怪不得如此大气，嘿嘿。叶长生立刻就端着碗喝了起来，呼噜呼噜，他大口大口的咽着，喝完后还用手抹了抹嘴巴。兄弟美女，那咱们就一起去吧。叶长生放下瓷碗站了起来，但就在这时，他的身子顿时猛地一晃，感觉天旋地转。他立刻一手扶着桌子，一手摁着脑袋，喃喃自语道：怎么感觉这么晕呢？扑通，说罢他整个人就直挺挺地往后栽了下去。他怎么了？静水月愣了一下，吓得连嘴里的馒头都忘记了嚼了。他没事，我在粥里下了点迷药。罗森微微一笑。静水月先是看了看地上昏迷的叶长生，又看了看自己的腌肉和手里的馒头，立刻就张嘴吐了出来。呸呸呸呸呸！哦，罗森大姐，你吃的也不是我给的呀，你这样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我就是有天大本事也不能当着你面下药啊。罗森无语至极，解释道：咱们是队友，要互相帮助，我也不可能下药，而且我的药是提前下好的，你没注意吗？我第一碗拿出来的粥给你喝的，你没要，我也没给他，这就可以证明我给你的东西没有问题，之所以下药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这个人而已。是吗？谢谢你。静水月迟疑了一下，选择了相信罗森，不过就算相信了，他也吃不下去了。第235章2只4级妖兽。没事，咱们素未相识，有点戒备也很正常，不过这个人是我迷晕的，他身上的东西都是我的，你不能分。罗森起身后就开始翻弄叶长生身上的物资，一边搜刮一边向静水月解释。好吧，我对这些东西也不感兴趣。静水月翻了个白眼，站到了一旁等待罗森搜刮，而冰霜的脸庞也有了变化，最起码嘴角下撇了几分，表示了自己的不屑。罗森把金甲猥琐男的空间戒指摘回来，而后又剥掉了他身上的金甲，收起了他的武器，对着猥琐男坏满脸的不屑，喃喃自语道：叶长生，你他妈起了个主角的名字，就真当自己为主角了呀？老子有金手指，老子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转眼之间，金甲猥琐男就被扒光了，浑身上下只剩下了白色底衫。行了，咱们走吧。罗森收好东西后，
对着静水月微微一笑。静水月一阵无语过后，两人上马继续赶路。而猥琐男昏迷之地，转眼之间就陷入了寂静，只剩下一只母牛围绕在他身边，对着天空哞哞地叫着。不知过了多久，猥琐男的睫毛抖动了一下，终于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奇怪，我这是怎么了？叶长生扶着大的坐了起来，但当他看到自己密密麻麻的腿毛时，整个人顿时汗毛耸立了起来，立刻环顾四周，惊起了一身冷汗。卧槽！我竟然被暗算了！奶奶个腿的，竟然敢暗算我！这个场子我非找回来不可！叶长生先是咬牙切齿，而后看着手上空荡荡的，顿时就不争气的流下了2行清泪。哇哇！我攒了这么久的物资，就这么没了！呜呜！哞哞！母牛见驯服自己的主人在哭泣，忍不住凑了过来，拱了拱脑袋。呜！叶长生一把抱住了母牛的头，失声痛哭了起来。山谷之外，人群混杂。当罗森和静水月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却发现周围已经充满了领主，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小集镇。能力弱的铁甲领主在山脚下摆摊卖东西，银甲领主则全都登上了山谷，这让两人都感觉到不妙。联想到叶长生所说，那么山谷内的水晶宝箱秘密肯定早已经泄露出去了，所以山谷外才这么多人。稍等，我问问我的属下怎么回事。静水月见状，立刻拿出了领主指南询问了起来，但等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回复。这一刻，两人都知道那个属下绝对是出事了。罗森看了看静水月，道：既然已经泄露了，那也没有办法，一起上山吧，见机行事。也只有如此了。静水月点了点头。于是两人骑着妖马登上了山谷。山谷不高，只有几十米，但此刻的山谷上却站满了人和坐骑，而且山谷上的人无比多，至少有数千人，把整个山谷都围了个水泄不通。一眼望去，光秃秃的山谷之首，到处都沾满了领主，而且银甲领主颇多，还有几个金甲领主在其中，可见水晶宝箱的吸引力有多大。这些人有些坐在地上，有些骑在坐骑上，全都认真地盯着山谷，没有一人敢擅自行动。哪怕罗森和静水月出现的时候，也只是引起了守在周围的领主的一阵哗然。来到山谷之上，罗森和静水月齐齐地向着山谷内望去，发现在山谷中央有一个10多米高、数米宽的巨大石柱，在石柱之上还有一个巨大的鸟窝，足足有几10个平方之多。鸟窝之中，一雌一雄2只巨大的鸟窝在鸟窝上，目光犀利地盯着四方。而且这2只鸟巨大无比，其大小和一匹战马差不多，而且还是窝着的样子。若是大鸟起身张开双翅，估计比几匹马加在一起还要大。2只巨鸟卧在鸟窝上，犹如2只小型飞机一样。除了它们巨大的身躯，最吸引人的便是它们的羽毛了。它们的羽毛似乎是钢铁浇铸而成，每一个羽毛都带着难以想象的硬度，在阳光下反射着微弱的光芒。混元巨鹏鸟，便是巨鸟的名字了。小主不是说只有1只4级妖兽吗？这可是2只啊！罗森不可思议地看着2只巨鸟，问出了内心的疑虑。静水月也没想到，无奈道：我也不知道，2只4级妖兽，而且还有这么多人，这怎么抢？罗森无语地看着周围。静水月同样一阵头疼，本以为水晶宝箱势在必得，但眼前一幕却让他为难了，无奈道：只能抢着试试了。只不过这些人怎么一直守在这里，为什么不群而攻之呢？静水月也好奇地四处打量起来。这时刚好不远处的一队组合中，一个骑着公牛坐骑刚到的女人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他们领队的回答立刻就吸引了罗森和静水月的注意。我们在等什么？这2只4级妖兽很强大，就算在场的人一起上，估计都无可奈何。不过这2只妖兽每天都会派出去1只外出寻找食物，我们在等其中1只离开。哇哦，原来如此。但是他们什么时候会离开呢？而且我们又有这么多人守着，他们会离开吗？会。有人第一天就发现了这个地方，一直观察到现在，才发现了混元大鹏鸟群会寻找食物，要不然这么多人不可能把功夫浪费在这里的。哦，明白了。可是宝箱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见？难道在大鸟的鸟窝里吗？那人孜孜不倦地问着，直接就把带头的人问烦了，没好气道：废话，除了在鸟窝里还能在哪里？而且鸟窝里还有1枚鸟蛋呢。死！原来如此，就算抢不到宝箱，抢1枚鸟蛋也行。呵呵，在座的众位哪个不想抢鸟蛋？等会我们要是抢到了就平分，谁也不准私吞，知道了吗？听着周围人的解释，罗森和静水月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守着，定然是等其中1只大鸟离开觅食，然后群而攻之抢夺宝箱。哪怕这些人无法消灭巨鸟，但1只鸟也肯定无法守护。第236章激战。更何况除了水晶宝箱，还有混元巨鹏鸟的鸟蛋。这种强度的鸟蛋，若是成功孵化成为坐骑，遨游9天将不再是梦。
就算实力弱小，但有这种坐骑，保命也绝对不在话下。而这也是众人守在这里的原因之一。宝箱抢不到就抢蛋，蛋抢不到就抢宝箱，两个好东西总能抢到一个吧。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下午。在众人等待的急不可耐的时候，一声充满戾气的鸟鸣声忽然响彻了山谷。猎！声音犹如金刚钻，直冲众人耳膜，震得那些武者境界的领主纷纷捂耳皱眉。而后，雄鸟展开双翅，直冲而起，扶摇直上900米，向着西方飞去。雄鸟的离开，顿时就暴露出了鸟窝里水晶宝箱的样子。一时间，山谷之上的领主纷纷震惊，死死地盯着鸟窝里的宝箱。雄鸟离开了，我们有3分钟时间，冲啊！等待天空中的雄鸟彻底离去后，不知谁大喊了一声，所有人都激动地冲下了山谷。而罗森和静水月则互相对视一眼。罗森率先道：“既然这么多人抢夺，那我们的合作也就此结束了。”有缘者得之，保重。静水月对罗森抱拳，而后驾马向着山谷下冲去。驾！妖马身躯灵活，一纵一跃之间就来到了山谷下的平地。罗森见状，也驾马而去，向着宝箱冲去了。此刻，山谷上的人就像蚂蚁一般，疯狂地向着山谷中央的石柱冲去。而这一幕也惊动了石柱之上的雌鸟。猎！雌鸟发出刺耳的尖叫，警告着众人。与此同时，更是在鸟窝里站立起来，张开了鸟喙。顿时间，一道红色火焰从鸟喙中喷出，温度之高让空气扭曲了。轰！火焰喷出后，直接喷在了众人的身上。众人立刻发出一片惨叫。啊！好烫好烫！卧槽，这鸟怎么会喷火？顷刻间，石柱下一片惨叫。不过这些惨叫全部都是来自铁甲领主的，因为他们的铁甲耐不住混元巨鹏鸟喷出来的高温。而银甲领主虽然也被烫得浑身通红，但只要保护住裸露在外的手指和脸庞，便还能忍耐。一时间，石柱直接被领主们给包围了。领主们抠着石柱上的碎石，纷纷往上爬，转眼之间就爬到了一半高度。雌鸟见状，同样展开了双翅，冲天起。天哪，它跑了！死！好机会，快冲啊！就在众人以为大功即将告成的时候，雌鸟俯冲而下，转眼之间就冲到了石柱周围，而后开始围绕石柱飞行。同时，它那钢铁浇筑的翅膀也开始收缩与石柱之间的空间。哗啦啦啦，吃吃吃，刺刺刺！顿时间，钢铁翅膀就划中了一片领主，而被钢铁翅膀划中的领主下场更是凄惨。首先，银甲领主身上银甲破裂，纷纷坠落，而铁甲领主则更多的直接被拦腰斩断，分成2截坠落。从这里就能看出4级妖兽的厉害程度以及武器装备的级别强度。卧槽，好锋利的翅膀！几个银甲领主纷纷大惊，立刻就主动跳了下去，对着周围大喊道：“谁有弓箭，在下面射他，等拿到宝箱，咱们再另行分配。”对啊，现在的紧要之计是趁着雄鸟回来之前把宝箱拿走。说罢，几个银甲领主纷纷拿出铁弓，对着巨鸟射击。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拿出弓箭。枪枪枪枪，弓箭射在巨鸟身上，全都被弹开。众人一阵绝望。不过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道银色光芒忽然破空而出，径直的穿透了巨鸟的翅膀，在翅膀之上留下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丝毫强大的威力。是银弓，那个女人射的。美女，再来一箭！人群立刻大喊，把目光放到了一个身穿银甲的静水月身上了。此刻的静水月骑在妖马上，面无表情，斜握长弓，英姿飒爽。周围众人纷纷为其呐喊助威。于是静水月再次搭上一根银甲，缓缓拉弓。这一幕直接把雌鸟吓了一跳，立刻掉头向着天空飞去。一箭之威，吓退4级妖兽，周围立刻沸腾了。而这个时候，罗森早已经来到了山谷之下，并且弃马加入了人群之中，更是来到了石柱之下。见到巨鸟吓退，他立刻一个跳跃，从人群中跳了出来，而后踩着攀爬石柱的领主后背，一路奔袭鸟窝。卧槽，那里有个人快登上鸟窝了！死！怎么办？要不要射他？别，千万别，刚好让他拿到宝箱，等他下来咱们再抢。快看，雌鸟俯冲下来了，那人有危险，快掩护，射他！一时间又是一轮骑射爆发，数百支箭矢呼啸而去，而且箭矢之中还夹杂着一些银色箭矢。枪枪枪枪枪，一阵乱响。所以铁质箭矢被弹开，一些银色箭矢只是在巨鸟身上造成了一些伤痕，唯有3支银色箭矢对巨鸟造成了一定伤害。这3支箭矢全都是银弓射出来的，威力巨大。其他银色箭矢是铁弓射出来的，威力没有那么强。
混元巨鹏鸟虽然再次受到伤害，但出奇的没有躲，继续向着罗森扑来。因为此刻的罗森正在做一件让巨鸟拼死都要冲下来的事情，那就是罗森收完了水晶宝箱，此刻正在向着鸟蛋靠近。烈！又是一阵刺耳的鸣叫，混元巨鹏鸟和着鸟喙直冲而下，看样子分明是想用鸟喙插死罗森，想和罗森来个同归于尽。好在是刚才那一轮齐射让巨鸟的速度慢了几分，罗森立刻把鸟蛋收进戒指，而后来到鸟巢边缘，看也没看，直接往下面丢了一把卷轴，而后整个人一跃而下。底下的人却在这一刻纷纷举起了手中的长剑，形成了一片倒刺，想给罗森来个透心凉，其可恶程度令人发指。罗森早料到了会有这一幕，所以跳下来的时候嘴角直接露出了一丝邪笑。咦，怎么这么多纸？那个人在搞什么？第237章开水晶宝箱。底下的人一阵疑惑，但动作未变。但随着卷轴落到他们的剑上，顿时间一片爆炸轰鸣响彻了整个山谷。轰轰轰轰轰，爆炸响起，无数火焰喷发。虽然火焰强度比不上混元巨鹏鸟，但其温度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而且还是几十个卷轴齐炸，火焰扩散的范围更是达到了方圆数十米之远。顷刻间众人东倒西歪，而且在卷轴爆炸的同时，天上的混元巨鹏鸟的长喙也同时插进了石柱之中，与石柱来了个亲密接触。很快罗森就安稳地降落在地，而他降落之地直接被爆炸的余波冲出了一片真空地带，周围几十米已经空无一人，连一具尸体都没有。落地后，罗森二话不说，直接向着山谷外冲去。周围的见到被罗森炸死的一片尸体，更是义愤填膺，纷纷大喊道：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竟然杀了这么多人，简直是阴险无比，兄弟们一定要追上他给死去的人报仇。呜，哥哥，哥哥你怎么死了呀？天煞的，我哥哥只不过想要你的宝箱，你却想要我哥哥的命，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呜！烈！就在这时，天空的尽头，那只觅食的雄鸟回来了。他看到乱糟糟的山谷以及浑身是伤的鸟他娘，立刻就愤怒地发出了一声厉声。厉声响起，冲彻整个山谷。只是随着雄鸟的愤怒嘶鸣，他嘴里的妖兽却掉了。不过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径直地俯冲下去寻找鸟蛋，且所过之处更是血肉横飞。锋利的羽翼划过，谁都不能幸免。卧槽！雄鸟回来了，快跑啊！擦擦擦，快撤！雄鸟发疯了，别乱跑，去追刚才那个金甲男人。不对，雄鸟飞走了，雄鸟飞走了，雄鸟又飞回来了，雄鸟又飞回来了。你特么神经病啊，能不能别瞎喊？雄鸟又飞走了，快看，他这次彻底飞走了。不对，快跟上雄鸟，他一定是去追自己的鸟蛋去了。鸟蛋被那个金甲男人拿走了，我们快跟上雄鸟。一时间数千人乱作一团，有人追击，早已经紧跟罗森的脚步，有人跟着雄鸟追寻，当然还有一部人见大势已去，雄鸟也走了，纷纷返回了山谷，开始搜刮死人的宝物。毕竟死的人可不少，宝物也绝对不会少。大山之中一片寂静，忽然间一阵强烈的马蹄传来，惊动了无数飞鸟。驾！罗森骑着马奋力地跑着，一刻都不敢停留，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后跟着上千领主呢，全都恨不得弄死他，抢走他身上所有东西。罗森纵然很自信，但面对千人围攻也难以招架，所以逃跑是他唯一的选择。尤其是自己的头上始终飞着一个大鸟，给众人引路，这让罗森更加不敢停下来。跑了不知多久，天色逐渐变黑，月亮悄然爬上了枝头。罗森也不知道跑了多远，身后也早已没有了动静，只有天上的大鸟在盘旋，让罗森非常头疼。以他的实力，单挑4级妖兽根本不可能，就连保证自己全身而退都不可能，尤其是面对能飞的4级妖兽，更是丝毫没有办法。而且就算他一直行走在树林之中，这只大鸟也会时不时的俯冲下来，压碎树枝攻击他。之前没有时间反击，此刻天都黑了，罗森不反击肯定无法休息。于是罗森直接在树林中停了下来，反手取出了自己的金弓和银箭，直接瞄准了雄鸟。烈！雄鸟又一个俯冲，对着罗森发起了攻击，其锋利的翅膀在俯冲的时候削断了无数树枝木杆。去死吧！罗森用出吃奶的劲，直接把金弓拉出了一个大圆满，而后径直发射。嗖！一道破空声响起，紧跟着一道银光犹如流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冲向混元巨鹏鸟。烈！雄鸟不愧为4级妖兽，立刻就发现了银光袭来，飞快地调整飞行角度。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没能完全躲过银箭的射击。轰！顿时间，混元巨鹏鸟的翅膀当场被银箭引爆。爆炸过后，大鸟斜斜地向着旁边的山头坠落。果然是金弓，竟然能重创4级妖兽。看来境界的差距
完全能用装备弥补啊！罗森倒吸一口凉气，他想到了金弓的强横，但没想到竟然如此强横，不但速度快，威力更是大的吓人。若是搭配上金剑，那该会有怎么样的威力？罗森震惊过后，重新上马，开始寻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毕竟秘境中可不止这一只4级妖兽。很快，罗森就骑着马找到了一处洞穴，洞内生活着一只3级妖熊。听到罗森的动静，立刻从洞穴里跑出来，对着罗森咆哮，捍卫领地尊严。罗森下马，二话不说，直接一个横扫千军，直接在妖熊的身上劈出了巨大的豁口，鲜血淋淋。而后又是一个怀中抱杀，把妖熊5脏6腑直接摔得位移，最终一剑斩下了他的头颅。3级妖兽，普通武士巅峰根本无法应对，只因罗森学的武技多，而且格外强悍，所以对上他虽然没有那么轻松，但也是无伤斩杀。把妖熊的尸体和掉落的战利品收进空间戒指，罗森就牵着马进入了洞穴，而且还在洞穴里发现了一个金色宝箱，更是顺手收了起来。妖熊住的洞穴比较大，所以妖马进去也丝毫不显得拥挤。妖马住在洞口处，罗森住在最里面。吃完晚饭，罗森就迫不及待的要打开睡觉宝箱了。毕竟这玩意可是好东西，万中无一，难得一见。就算见到了，也没有那么容易取到，需要无数的人力。所以对于水晶宝箱里的东西，罗森那是无比好奇的。盘坐在地上，罗森消耗掉32枚木质钥匙，合成了一枚水晶钥匙，而后便认真的打开了水晶宝箱上的水晶锁。咔嚓，水晶锁应声打开，罗森缓缓掀开了水晶宝箱的盖子。叮，100倍增幅成功。第238章坠崖。100门金色魔导炮已增幅至1万门，100套金色套装包含武器已增幅至1万套，1套水晶套装包含武器已增幅至100套。提示传来，罗森的空间戒指里直接多出了2万多件装备。等面前的宝箱散去，山洞内直接被宝箱开出来的物资给堆满了，尤其是那一门1人多高、数米长炮筒的金色魔导炮，看起来金碧辉煌，霸气无比。擦，比银色还高级的金色大炮，1万门！卧槽，我发财了！罗森大喜，立刻收起了金色魔法大炮。有了这玩意，成为天下霸主将不再是梦。收起金色魔法大炮，罗森又把金甲收了起来，而后看向一旁的水晶套装。那是一套透明的水晶套装，和金甲完全不同。纤薄的甲身只有0.几厘米厚，摸上去很是软和，更像内甲，而且是完全透明的存在，只有裤裆那里不透明。穿在身上，除了主要部位，其他地方都能一览无遗。最主要的这套水晶套装没有头盔和鞋子，也不能保护4肢，看起来很单调，只有1件半袖上衣和1件半袖短裤。也就是说，这套水晶套装只能保护身躯以及一部分4肢。在水晶套装上面还放着一把透明的水晶长剑，同样看起来纤薄无比，让人觉得这玩意没有一点实质作用。水晶套装穿在身上自动贴合皮肤，可当作内衣穿戴，能挡住武王全力一击。水晶剑魂，此剑不具有任何攻击力，但可以与剑类武器融合，提升武器的品质。看到面前显示的资料，罗森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水晶套装能挡住武王全力一击，恐怖如斯。剑魂可以融合武器，提升品质与，更加恐怖。吸了一口气后，罗森开始卸甲，更换水晶套装。很快，他就把水晶套装穿到了身上。还别说，感觉就是不一样，一股清凉的感觉袭遍全身，而且与身子完美贴合。穿好水晶套装，他又把金甲穿在外面，这样非但看不出来，而且更感受不到别扭，就像在里面多加了一件内衣一样舒爽。搞完战甲，罗森又把水晶剑魂融合进金剑之中，顿时间金剑就像有了灵魂一样，还会自动发出嗡鸣。搞定好装备，罗森就在山洞里铺上一张床，进入了睡眠之中。不知不觉一夜而过，而这一天也是罗森来到秘境的第4天。转眼中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一半。罗森起床后随便吃了点东西，又继续踏上了征程。但走着走着，忽然金剑发出一阵颤动，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危险似的。这一刻，一道破空声忽然传进了罗森的耳朵里，让罗森顿时感到一阵危险，整个人顿时从马背上跃起。轰！在罗森跃起的片刻，脚下的妖马忽然炸裂开来，肉块四飞。这一幕让罗森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净水月，虽然没有看到目标，但看到爆炸的银剑，罗森立刻就冒出了净水月的样子。因为只有净水月的剑才有这么大的威力。罗森在降落的过程中，马上警惕地观察四周。嗖！又是一道破空声传来，一支银剑再次袭来。这一次，罗森彻底看到了净水月，他竟然躲在数百米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对他射箭。而他此刻竟然穿着一身金甲。
金色女神，手持银弓，不给你点教训，还是没完没了是吧？罗森大怒，挥出金剑，一剑剪断了迎面飞来的银色剑矢，而后立刻向着静水月奔去。由于罗森的身影在丛林中穿梭，让静水月不好瞄准，连射几箭都被罗森躲了过去。而此刻的罗森也来到了静水月面前，静水月马上收起银弓，拔出了金色长剑，如临大敌，把水晶宝箱交出来。静水月满目冰冷地看着罗森，罗森不屑一笑道：“不是你说的吗？有缘者得之。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静水月马上挥剑冲来，同时红唇蠕动，轻声呢喃道：“凤鸣。”顿时间，金甲散发出白色光辉。罗森立刻认真了起来，他知道静水月的这招威力很大，当即就使用出了项羽的大招魔神降临。顿时间，战斗力提升几个等级。枪！两剑接触，发出钢铁碰撞之音。啪嗒！静水月手中金剑应声而断。嘶！他当即倒吸一口凉气，眼神里充满了不可思议，喃喃自语道：“原来你隐藏了实力。”说罢，静水月转身而逃，向着山坡下奔去，彻底放弃了与罗森抢夺宝箱的想法。哈哈，想跑？没那么容易。罗森立刻去追，两人一前一后，快速奔腾，跳跃在山坡的坡度之上。忽然间，跑着跑着，静水月就挺住了身子，站在山坡的坡角，浑身直面罗森。而在他身后，赫然是深不见底的断崖，他已然没有了退路。你别过来！静水月重新取出一把金剑，遥指罗森。哈哈，我就过去，你能奈我何？见状，罗森缓缓走去，一步一步地逼近静水月。而静水月脸色异常难看，半只脚已经踏上了悬崖边缘，已退无可退。哪怕罗森逼近，他也没地方退了。我再说一次，你别过来！这一句，静水月是用嘶喊的声音喊出来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把身上的东西全部交出来，我就不过去了。罗森淡淡一笑，像极了人间恶魔。与此同时，他又往前踏入一步，与静水月的距离越来越近，只有数米之遥。但就在这时，静水月忽然一个转身纵跃，跳入了悬崖。这一幕让罗森彻底愣住了。卧槽，跳崖了！罗森立刻快步来到悬崖边上，探头看去，只见下方云雾弥漫，根本看不清有多深。死卧槽，我只想抢点东西，没想杀你啊，至于吗？干！罗森一脸汗颜地往后退了退，但忽然间地上多出一片巨大的阴影，让罗森顿时感到一阵不妙。第239章奇怪的花粉。雄鸟竟然在这个时候从山谷上冲了下来，两只利爪径直地逼向罗森，那架势明显要与罗森同归于尽。卧槽！不会吧？罗森大惊，但身后是悬崖，已无退路，只得硬着头皮反抗。所以在大鸟冲过来的时候，罗森挥动金剑，一招斩断了大鸟的鸟喙。但大鸟是抱着和他同归于尽的想法而来的，即便鸟喙被斩断，但庞大的身躯却依然撞上了罗森。顿时间，一人一鸟双双冲下了悬崖之中。啊！感受着身子下降的速度，罗森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嘶吼。下坠速度很快，罗森被风吹得完全睁不开眼睛，他只能尽力让自己看清悬崖之下的场景。不过当罗森坠入云层之后，很快就看到了云层之下并不是陆地，而是一片水潭。顿时间，罗森心中长出了一口气，这下总算能活命了，要不然为了找一些宝箱把自己的命搭上还真不值。哗哗哗哗，耳边狂风呼啸，在罗森即将坠入水潭的前一刻，他立刻调整自己的姿势，让自己保持垂直，避免身躯与水面大面积的碰撞。轰！顿时间，他的身影就坠入水潭，溅起一阵滔天波澜。水潭很深，暗流很大，不知过了多久，罗森终于被冲到了岸边。而且在岸边，静水月也浑身湿漉漉的躺在草地上，悄无声息，像是死了一样。罗森立刻来到静水月身边，探了一下他的鼻息，发现他还活着，估计是被水面给拍晕的，也就松了口气。收起担心的心思后，罗森就把心思放在了该如何离开崖地。但环视一周，他赫然发现这里竟是一个巨大山谷，周围全都是光秃秃的岩石，高不见顶，直通云端。擦！难道出不去了？罗森一脸懵逼。宁！这个时候，静水月动了一下，立刻引起了罗森的警觉。他缓缓睁开双眼，当看到罗森的那一刻，立刻就犹如受了惊的小猫一样蜷缩在了一起。而这个动作更是让他浑身疼的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别怕，咱们被困在这里了，想要出去必须齐心协力。罗森微微一笑，静水月也马上打量着四周，确实发现了自己的处境。他本以为自己死了，没想到没死，但最让他恐惧的竟然是自己和他一起困在这里了。
静水月皱了皱眉头，冷声道：“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我绝对会和你同归于尽的。”我信，我绝对不会对你做什么的。罗森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其实刚才静水月跳崖就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一个人的不屈之心竟然能烈到这种地步，宁愿跳崖也不妥协。说实话，罗森对他还是蛮佩服的。钢铁烈女，世间少有。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我去四周看看有没有出去的路。罗森留下一句话，便转身来到了悬崖边上，顺着崖边寻找出路。而静水月则坐在地上休息，同时目光跟随着罗森移动，生怕罗森给他来个突袭。悬崖之下是一个巨大山谷，四周全是光秃秃的崖壁，除了中心地带的大圆湖，周围便只有一些树木和草地了。咦，这里竟然还有一个世外桃源！忽然间，罗森发现了一处缝隙，透过缝隙还能看到对面有一片平原，平原之上碧水蓝天，青草悠悠，生活着无数牛羊。在大地上，除了青草，还长着各种各样的粉色花朵和粉色果树，树枝之上无数飞鸟矗立，整个场面看起来无比和谐，犹如进入了一个粉色世界。罗森微微一愣，他立刻回头看了一眼静水月，发现静水月还在地上安歇，于是径直的就钻进了一线天山谷之中。一线天的通道很细，只能过一个人，而且有近100米之长。很快，罗森就进入了世外山谷，同时拔出金剑，警惕地向四周探索。他要确定这里到底有没有危险。好香啊！随着进入，一股香气顿时扑鼻而来，而且这种香气一旦闻起来，就让人心神舒爽无比。哞哞，一阵牛叫引起了罗森的注意，定眼一看，原来是2只牛。吱吱吱吱，鸟叫声又接二连三的响起。这一刻，罗森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不好，这些花粉有问题。顿时间，罗森立刻明白，马上屏住呼吸，向着刚才走来的方向快速奔去，想要离开这个山谷。但当他回到刚才的地方的时候，那个一线天却消失不见了。操！难道这里有阵法？改天一位。这一刻，罗森心里爆出无数个草泥马。与此同时，周围所有的牛马全在这一刻消失不见了，周围的场景也顿时大变。原来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秘境，而且还是刚才那个山谷。只有周围开着粉色花朵的树木是真的，除了大树，周围全是草地。虽然从幻觉中清醒，但那种燥热的感觉却根本抵挡不住，而他也屏不住呼吸，喘了一口气。顿时间，花粉的味道被他吸入鼻口之中，让他陷入了极限挣扎的范围。卧槽！花粉是药物，完犊子了，不会把自己烧死吧？罗森立刻盘膝而坐，运用修炼的功法游走经脉。水潭边，草地上，静水月见罗森迟迟没有回来，也忍不住起身，悄悄地向着罗森消失的地方走去了。他边走边警惕地提着金剑防御，但倏然不知，在静水月身后，水潭边上所有的大树都在悄然开放着粉色花朵，味道也在慢慢侵袭整个空间。没一会的功夫，静水月也察觉到了异样的发生，但没有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当他来到拐角处，看到在地上打坐的罗森的时候，他立刻就明白了什么，连忙屏住了呼吸。但此时已晚，那种感觉已经侵袭到了他的大脑之中，让他忍不住缓缓向着罗森走去。别过来！罗森顿时睁开眼睛，连忙道：“快屏住呼吸，这里的花粉有问题。”第240章6天之后，静水月已经陷入了幻觉，根本听不见罗森在说什么。几秒钟后，静水月浑身打了个冷战，从幻觉中清醒。但此时，他也已经来到了罗森面前，布满了粉色花朵的树林之中，与只穿着底衫的罗森双双相对。快打坐！罗森皱着眉头继续劝说。此处略胜10万字。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大树之下，罗森和静水月横歪侧倒瘫软在草地之上。罗森率先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当他看到光丢丢的自己和一旁的静水月的时候，整个人当场就傻眼了。卧槽！不会吧？罗森一阵头疼。不过经过刚才一事，体内吸入了花粉也已经消散殆尽，可见两人接触完毕会让药力耗尽。秀秀，不好，花粉一直都在，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要想办法出去。罗森皱了皱鼻头，开始屏住呼吸。再看周围漫山遍野的树木，此刻已经全部开花，这让罗森一阵心惊。也就是说，只要不离开这里，早晚会继续被花粉的药力侵占，再次陷入刚才那种地步。虽然凭呼吸有用，但根本凭不了多长时间。不过好歹却可以延缓吸入花粉的速度，让清醒的时间更多，为寻找出路留下时间。罗森快速地穿上水晶甲，而后又随便套了一件宽松的衣服。看了看马上就要苏醒的静水月，罗森又掏出一套衣服丢在他的身上给他遮体，而后马上钻进了树林之中，沿着峭壁寻找出路，哪怕是坡度能够爬上去也好。
要不然真要完蛋了。在罗森离开后，静水月也皱了皱眉头，从昏迷中清醒。顿时间，他就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而后发现了自己此刻的模样。罗森，呜。静水月先是一愣，而后顿时明白了一切，再也忍不住心中委屈，流下了2行清泪。罗森，我非杀了你不可！静水月穿上衣服，开始寻找罗森的下落。只不过心情激动的他却忘记了屏住呼吸。罗森也在这个时候绕了峭壁一圈，重新回到了静水月的身边。但怎料这个动作却是惊动了静水月。我丢，又来了！罗森当场翻白眼。此处再省10万字。1天时间悄然而过，罗森再次从昏迷中醒来，身边依旧躺着静水月，而这副样子他都不知道是第几次见到了。醒来后的罗森没有继续寻找出口，虚弱的感觉让他想要进食，于是离开了静水月，找了个安全的角落开始进食吃饭。当然离开之前也没忘记给静水月留下食物。吃完饭后，花粉的药力又积攒到了让人眩晕的地步。一夜悄然而后，罗森再次睁开眼，身边依然躺着静水月，依旧是熟悉的一幕，只是地方不知换了多少个。罗森此刻心中无奈的简直想骂娘，不过这也让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那就是这里绝对不只是因为花粉的原因，肯定有什么东西在这里作祟。因至于为什么觉得他也说不上来。于是接下来每次清醒之后，罗森就开始在森林中寻找端倪。不知不觉2人坠入山崖已经来到了第4天，罗森和静水月也缠绵了4天。第4天的晚上，天色漆黑，罗森清醒后一边吃东西一边去寻找端倪，不肯浪费任何时间。而他现在所寻找的这片区域已经是山崖下最后一块区域了，如果在这里还找不到端倪，那恐怕他们真的要缠绵到秘境结束，被自动传送回去了。忽然间，一阵微弱的光芒映入了罗森的眼中，只见一棵树尖上，在树叶和粉色花朵之中隐藏着一个水晶宝箱，或许由于风向的原因，露出了宝箱一角。罗森顿时大喜，竟然有一个水晶宝箱！不对，水晶宝箱肯定有高级妖兽守护，这里怎么不见高级妖兽，却只有让人着迷的花粉呢？罗森喃喃自语，顿时间犹如醍醐灌顶，当场醒悟，自言自语道：我知道了，守护这个宝箱的妖兽肯定是木系植物类的妖术，要不然诺达雅底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生物。卧槽，妖术！罗森又是一阵头大。虽然猜测肯定有一棵成了精的妖术自导自演了这一切，但这里那么多棵树，怎么才能找到杀死他？这可是个难题啊！要是找不到妖术，2人只能继续缠绵了。不过现在嘛，自然是取到宝箱再说。这可是水晶宝箱哎，开出的东西简直不要太爽。至于缠绵不缠绵，无所谓了，反正都习惯了，而且到时候就传送回去了。罗森兴奋的一个纵跃，爬上了大树，而这个动作引起了正在寻找罗森的静水月的注意。静水月也学聪明了，每次醒来屏住呼吸，该吃饭吃饭，该干嘛干嘛，要不然饿着的滋味实在难受。只不过除了吃饭，他得时间里又多了一件事，那就是刺杀罗森，为自己的清白报仇雪恨。静水月拎着长剑跑了过来，罗森的心思都在宝箱上倒，没有注意。他把宝箱收进空间戒指里，从树上跳下来，正好跳到静水月面前。2人同时一愣，四目相对。卧槽！罗森大惊，转身就跑。对于这个露水老情人，罗森没有对他产生杀心。正所谓1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他们俩都好几日的夫妻了，罗森也没有那么狠。静水月愤愤不平的追击，大喊大叫道：站住，我要杀了你！跑着跑着，药力再次发作，不知不觉2人坠入崖底已经6天了。第241章，贵妃有喜。秘境10天的期限也到了，这一天静水月也提前清醒了过来，几乎与罗森同时苏醒。因为按照以前醒来的速度，必然是罗森先醒，因为静水月是受害者，睡的时间比较长。这一次2人几乎同时醒来，但就在2人刚刚睁开眼的那一刹那，脑海里同时响起了领主指南的声音：秘境探索时间已到，众人准备，即将传送离开秘境。倒计时结束，传送开始。10、9、8，声音响起，2人还在剑拔弩张地对视着。最终静水月率先动了，他没有对罗森发出攻击，而是慌乱地往自己身上套衣服。他可不想回去后被别人看光了身子。见状，罗也匆匆往身上套。几秒钟后，倒计时结束，罗森把还没有穿好的衣服抓在手里，而后顿时感觉眼前一黑。当眼前再度出现光芒的时候，罗森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传送塔内，光芒正是窗户处发出来的。打开传送阵的大门，罗森穿好衣服，径直地走了出来。拜见皇上！一走出传送阵大门，院子里守着的数百士兵立刻齐跪在地，无比恭敬。
再次回到领地，罗森的心中发感慨万千，摆了摆手，轻声道：“都起来吧！”刷刷刷，士兵纷纷起身。赤炎也兴奋地跑到罗森面前，乖巧地摇着尾巴。罗森翻身骑在赤炎身上，淡淡道：“回京城。”是。一时间，大军行动，银甲士兵开路，走出了传送塔的围墙。但刚出传送塔的外墙大门，眼前的一幕却让罗森震惊了一下，因为周围的森林已经全部消失，一眼望去，一条大路直通领地，而且领地仿佛又扩张了，又变大了许多。哪怕站在传送塔这里，也能清晰地看到京都的城墙。驾！罗森拍了一下赤炎的屁股，赤炎立刻奔腾起来。银甲士兵见状，纷纷上马追随而去。没一会的功夫，罗森就来到了京都之外，而在前开路的士兵也早已经进入了京都汇报。此刻，在京都大门前，百官汇聚，兵甲遍布，摆出了莫大的阵仗。金甲士兵在前两侧，银甲士兵列方阵，百官齐聚大门外，恭恭敬敬。百官之中，以诸葛亮和李阳为首。诸葛亮背后站着的都是武将，这些武将都是神级招募所出来的，只有一个例外，那边是沈潇潇，这个来自沈家盟的千金，此刻赫然在武将之列。看到他，罗森立刻就猜到了原因，定然是沈家盟的人投降了，所以他们的千金才会来到京都任职。再看李阳身后跟着的人，罗森基本不认识，不过不难看出，这些人穿的衣服都不是战甲，而是简单的官服，不用想也知道，这群人定然是6部之中的文官。罗森骑着赤炎上前，诸葛亮和李阳立刻恭敬地跪在地上，大声呼喊道：“欢迎皇上回朝！欢迎皇上回朝！”这两个人跪下后，百官跪，百官跪完，众将士跪，一时间喊声震天。罗森欣慰地看着这些人，淡淡道：“都起来吧，两位丞相随我同行回宫。”是。众人起身，李阳和诸葛亮立刻骑上马匹，一左一右跟在罗森身边，与罗森同行。孔明先生，本皇离去这段时间，国内战况如何？方才我见众位将军都回来了，不知战况发展到哪种地步了？罗森轻声问向诸葛亮。诸葛亮立刻拱手道：“回皇上的话，自臣收到皇上旨意后，加快的收复领地的动作，于5天前彻底收复整个中北部，而后便召集军队挥师南下，直逼沈家盟。沈家盟本来要与我们抗争到底，但臣带去了50门大炮，一轮齐轰下到了他们，导致沈家盟彻底投降。臣为了能快速统一整个平原域，就在南部划出3城，让沈家盟盟主做了城主。这个沈家盟盟主为人谦和，兵败后也没有抱拳，臣觉得是个不错的地方官，但为了防止万一，臣便收走了他的领主神器，并带他的女儿沈潇潇回到京都任职。当然，沈家盟盟主也帮助臣完成了南部收拢。就在昨日，臣不负皇上众望，彻底统一了平原域，平原域之内皆为皇上国土。”一口气，诸葛亮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末尾还说道：“目前国内已经拥有军队100万人，普通领民1500万人，已经全部记录在册。另外，特种兵也扩展到了2个军，每军1万人。”诸葛亮说完，罗森大喜，但很快他就连忙问向李阳道：“国内发展的如何？如此多的士兵和人，物资发展怎么办的？”皇上，臣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开荒种田政策，凡是没有任何官职在身的人，必须开荒种田。此事推广到全国，由各个村镇关于带头负责，粮食种子由国家出，种出来的粮食每亩地上缴2成。另外，臣还推行了牧业和商业补贴政策，推行全民养殖野兽、经商。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开荒种地，发展可循环利用资源，用不了多久，咱们的粮仓就会满意。李阳也一一汇报，听得罗森那是皆大欢喜。很快，众人就回到了皇宫之中。皇上，其实还有一件大喜的事情。来到皇宫大殿，李阳忽然再来到罗森身边，小声地说着：“哦，什么大事？”罗森连忙问道：“皇上，贵妃有喜了。”李阳在旁边笑着回答：“什么？”顿时间，罗森整个人浑身大震，犹如五雷轰顶。“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罗森激动地看着李阳。“皇上，贵妃有喜了。”李阳又重复了一句。嘶！罗森终于确认了李阳的话，当场倒吸一口凉气，兴奋地迈开步子就向后宫而去，同时嘴里兴奋道：“我也有孩子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他越走越快，到最后简直变成了跑的，甚至赤炎都有点跟不上他的脚步了。这让赤炎一阵郁闷，搞不懂为什么主人不骑着他。其实不是罗森不骑，而是罗森激动的给忘了。第242章3年。来到后宫，宫女立刻亲自迎接罗森，走进贵妃寝宫。穿着丝绸华丽衣服的北野望和妙云明玉2个妃子立刻跟着到门口给罗森跪下，尤其是妙云明玉2个女人在一旁服侍着北野望，
照顾得无比体贴。臣妾拜见皇上。三女齐齐下跪。快起来，以后可别跪了。罗森连忙把北野望从地上扶了起来，扶着他慢悠悠地回到床上，轻声道：快躺下，别伤了太气。北野望直接被罗森感动得无以伦比，两行清泪从双眼滑落，深情地看着罗森道：皇上。平躺后可以清晰地看到北野望微微隆起的小腹。罗忍不住侧耳趴上去倾听了一下，虽然什么都听不到。你们挺好了。罗森看着房间里的宫女，认真道：给我好好伺候贵妃，要是伤了贵妃一根头发，我拿你们试问。是。侍女们纷纷鞠躬。妙云、明玉也纷纷道：皇上放心，我们会照顾好贵妃姐姐的。我相信你们，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俩了，别站着了，快来坐吧。罗森微微一笑，对两人也很好。两女也被感动的对视一眼，纷纷坐到了罗森身边，轻声抽泣了起来。皇上，你走这段时间，臣妾好想你啊。呜，皇上！两女委屈的哭了起来，渐渐的靠在了罗森的肩头。罗森也顺势的一左一右抱着他们俩，安慰道：好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今天晚上让你们俩侍寝。哎呀，皇上好坏！嘤。两女脸色顿时红润了起来。罗森见状，开心的笑了笑，感到了一阵幸福。或许这就是其人之乐吧。离开后宫，回到前殿，在两位丞相的跟随下，罗森又来到了皇宫外的城角。根据诸葛亮汇报，原来是由于特种兵团扩张，全都搬到了皇宫外来了。很快，众人就来到了特种兵营。忽然间，一阵熟悉的鸟叫袭来，让罗森条件反射的抬头望去。定眼一看，原来是一只和马匹差不多大小的巨雕。若不是身在京都，罗森甚至以为自己又回到了秘境之中，遭遇大鸟的偷袭了呢。一时间，一只又一只巨雕飞了出来，在每个巨雕的后背上还拖着一个士兵在翱翔。转眼之间，100只巨雕齐刷刷地落在军营之中。等到罗森上前，巨雕上的人齐齐下鸟，功能恭迎罗森。除了这些巨雕，还有几十只虎豹兽整齐的排列。为首的是特种军团的军团长赵云。皇上，这是我们国家训练出来的非特种型部队和特种陆军。赵云在一旁给罗森解释。与此同时，上万士兵纷纷呐喊拜见皇上。罗森满意的点了点头，对赵云训练的特种军很满意。万没想到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竟然连空军都训练出来了。很好，好好训练，明日朝会，本皇将嘉奖有功之臣，布局天下。说罢，罗森就离开了军营。既然已经看过，心里也就有了底。回到皇宫，罗森则进入了自己的寝宫之中。趁着天色没黑，他离开掏出了所有在秘境中找到的宝箱，然后一一打开。铁宝箱就不说了，它有100多个，基本上没啥好东西。银宝箱内也有10几个，基本开出来的都是野兽招募令、书籍之类的东西。而7、8个金宝箱则开出了金色钥匙、银剑图纸、银色魔导炮图纸、大批粮草、储物戒指。这些东西领地基本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所以罗森没有什么惊奇的。只有一些图纸让罗森觉得欣慰，因为东西不缺了，又有了图纸，以后就不用消耗图纸制作了，而是训练工匠根据图纸进行打造，这样才是长久之计，可以源源不断的生存。高级图纸带有魔法铭文，国内也有魔法师，到时候魔法师刻制铭文，工匠打造装备，效果同样堪比铭文。宝箱开完后，就剩下了一个水晶宝箱。罗森深吸一口，打开了水晶宝箱。100倍增幅成功，100枚巨鹰招募令增幅至1万，100把银弓增幅至1万，1万支银色箭矢增幅至100万。3种东西再次充斥了罗森的戒指之中。罗森当场倒吸一口凉气。大批空军指日可待。喃喃自语完毕，罗森又拿出鸟蛋，把鸟蛋增幅到100枚，而后放入鸟卷孵化，同时又对这些东西做着划分。除了刚才开出来的东西，他还在秘境开了一个水晶宝箱，其中有金色魔法大炮1万门、金甲套装1万套和水晶100套呢。这些东西将全部用于军事力量。不知过了多久，罗森终于把这些物资的分配划分完毕，才靠在椅子上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与此同时，领主指南地图再次刷新，地图由几百个域再次缩小，直至显示出了周围所有域，密密麻麻有1万多个大域，而且每个域都刷新出了名字。罗森通知的平原域正在地图中央范围。看着地图，罗森又陷入了沉思。国之力不在国土大小，实力积蓄，厚积薄发。第2天，大朝会，朝堂之外，百官进出，武将皆在。罗森把皇位搬到了门外的台阶之上，对下宣布册封北野望为皇后，而后又宣布道：发展国力，休养生息。
所有官员的心思都要用于发展国力之上，并且严守4关，暂停与外界争斗。3年内，每一个人必须有地种，每一个村子必须饲养有一定数量禽野兽，盐、武器、粮食全部由朝廷接手，禁止任何人经营这方面的东西。加强军队训练，清理野外妖兽，成立国企魔法学院，成立国企武者学院，建立军师学院，成立国企钱庄，提供贷款和存钱，成立国企粮仓，成立兵工厂。第243章大结局。3年之后，皇宫再度升级，由一个简陋的皇宫升级为豪华大皇宫，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宫殿，高高耸立的高塔。京城内甚至出现了3层4层的小楼房。此刻，一只混元巨鹏鸟从皇宫后宫扶摇直上，在混元巨鹏鸟上面还坐着一个长发男人，他盘坐鸟背，稳如泰山，而且怀里还抱着2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3岁，兴奋地看着四周，时不时地发出笑声。女孩2岁，相比男孩，她还不谙世事，飞在天上虽然很兴奋，但总担心会掉下去，一直缩在大人的怀里，不敢乱动。妹妹，你太胆小了，父亲很厉害的，我们不会掉下去的。哼，躲在父亲怀里肯定不会掉下去，但哥哥动来动去就不一定了，一定要小心啊。嘻嘻嘻，抱着2个孩子，罗森满脸笑意。大鸟平稳之后，他才放松了对2个孩子的保护。在大鸟飞上京都，刚刚平稳飞行之际，京城之下也立刻冲出数百只巨雕，纷纷追随罗森。有人与他齐平，有人飞在他的下方，而这些巨雕全都是京都的空军，此次上天自然是为了保护罗森。哪怕罗森闭着眼跳下去，这数百只大鸟也会迅速组成鸟网接住他的。二者也是他们多年训练出来的结果。在天上俯瞰大地，森林完全被分割，平原域之上充满了良田与河流，已经彻底发展成了农耕社会。就连道路也是4通8达，通向4方。在道路之上还有马匹、马车行走，整个大地一片和睦。玩了不知多久，他们在天上游览了千里河山，在天色暗淡之际才重新回到皇宫，把孩子交给属下带回后宫。罗森只身来到朝堂，虽是夜晚，但朝堂之上却集齐了文武百官，全都严阵以待。直到罗森到来，众人纷纷跪迎。皇上，周围4域已经集结了大军200万，不日就要对我国发起进攻。我们的大军已经集结完毕，只等待皇上下令，即可赶往边境反击。诸葛亮上前慢慢说道。而其他文官听到后，集结了200万大军之后，并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而是信誓旦旦，一个比一个自信。那是因为罗森休养生息的这3年，太平天国已经发展的无比壮大了，只是没有崭露头角而已。这让周围的大域产生了为太平国弱的错觉。殊不知，这3年内，太平国的平民都已经增加到了3000万人，军队更是拥有200万之巨，其中精良装备更是数不胜数。周围4域虽然联合了起来，但是这几年他们为了统一自己的大域，打得不可开交，互相残杀，每一个域也只能凑出50万兵，4个域加在一起也不过200万兵。而罗森一个国家就拥有200万兵，而且还有领民3000万，数量多得吓人。另外除了人力，还有后备资源。全国种田，如今开荒的良田甚至已经达到了800万亩地，整个太平国都种满了，很多没有地种的人都在搞养殖。总之，太平国的资源甚至能养起周围几10个域的人力，而这些资源又是大国底蕴差距。罗森淡淡道：兵分4路，每路出兵50万，并携带金色大炮2000门，空军2000名，同时攻入周围4域。本皇要求你们一路打到他们国度，俘虏他们皇室。毕竟国内土地大部分已经利用，该往别处扩张了。是，臣领命。李阳，你负责后备资源运作，要保证粮草和武器的及时供应。是，臣领命。去吧。罗森摆了摆手，文武百官得令后，立刻分工行动。诸葛亮当即进入军营，点兵出发。数日后，大军兵分4路进入玉关，诸葛亮亲自带兵进入南关，迎战实力最强的对手。就在兵力到达的当天，4路人马各自带兵50万出城，其中2000名大炮在前开路，2000空军在空中侦察。在一声命令之下，2000门大炮一轮齐轰，直接轰碎了玉关。对方根本毫无抵抗之力，形成了彻底碾压之势，直接导致玉关之内的军队全军覆没。而后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杀进狱内，而后传送到他们的中心地段，直逼京都。数天后，4域同时传来捷报，成功占领4域京都，控制4域范围。从出兵到结束，仅仅用了9天时间。9天后
4域纳入太平天国领土范围，太平国天国兵力再度增加到300万，领民增加到5000万。而后4道圣旨由太平天国内的京都发出，圣旨分封神级招募所招募出来的武将为域长，留守大域进行整顿。4路军队继续进攻，向其他域挺进。于是4路大军由100多名绝对忠诚的武将带领，再次踏上征程。在他们进攻期间，源源不断的物资由太平域运出，源源不断的兵力由周围4大域补充。转眼之间又是3年时间，战争也在这1年终止。连年征战，又到了休养生息的时间。而这一次休养时间的时间则更长，因为罗森统治的5个域已经扩展到了300个域，拥有子民数十亿人。繁华的京都，车水马龙，京都之内的流动人口已有数千万人，乃是周围百域最热闹的城市，百域中心，万民所向之地。任何有点实力和资源的人都从其他域跑到了京都。热闹的大街上，一个老先生戴着一副墨镜，看着面前漂亮到极致的女人，乐滋滋道：“姑娘，算命还是算姻缘？”“都不是，我算一下什么时候能有孩子。”女人皮肤白皙，五官精致，坐在小凳子上也遮掩不住高贵的气息。她叹了口气道：“几个姐姐都有孩子了，就我一直怀不上。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还能怀上孩子？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把脉。”“算命还要把脉？不是看相吗？”明玉微微一愣，伸出了手。但在这一刻，隐藏在大街上的无数特种兵纷纷警惕了起来，甚至很多人已经靠近到了算命老先生的身边。老先生耳朵动了动，微微一笑道：“老朽不只是会算命，还会看病。”说罢便搭在了明玉的脉搏上，而后侧耳倾听。几秒钟后，他微微一笑道：“恭喜夫人，贺喜夫人，你已经有喜了。”“什么？”明玉微微一愣。与此同时，明玉的背后也传来一阵惊奇的声音：“真的假的？”明玉回头一看，正是皇上。在皇上身边还跟着几位姐姐，分别有北野姐姐、妙云姐姐、水月姐姐和潇潇姐姐。4女跟在皇上身边，顿时羡杀了旁人，引得无数人驻足观看。妙云见皇上吃惊的样子，立刻兴奋地从凳子上起来，一头扎进了罗森的怀抱里，泣不成声道：“呜呜，皇上，人家终于有了您的孩子了。”“傻瓜，有没有又能怎样？不管怎么样，我依然爱你爱。”罗森搂着她，安慰地拍着她的后背。其他女人纷纷上去围了过来，一起安慰。既然明玉妹妹有身孕了，那一定要好好休息啊！皇上今晚本来是要明玉妹妹侍寝的，看来只能便宜我们了。对啊对啊，明玉妹妹，你觉得呢？不要，既然皇上要臣妾陪，那么臣妾绝对不能推辞。而且臣妾都好久没有陪过皇上了。